江宁儿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也有着了道被人下药的一天，而且这药劲儿还他妈贼猛。不想死就滚开！好可怕的样子哦！我们俩比起来，更虚弱的那个人明显是你。倒不如先帮我解了我的媚药，若是表现得好，本姑娘说不定大发慈悲，还会替你解毒，这样我俩都不需要死。说完，便不顾男人周身散发的寒气，长腿一跨，骑坐在了男人腰间。我会负责的。江宁儿呢喃了一句，便俯身吻上了他。男人本想推开，却不想他所中媚药太过强劲，只是一吻，药力就渡到了自己的体内。该死！男人暗骂了一句，翻身将他压下。直到听见身下女人发出吃痛的莺啼，黑暗中的男人明显微愣了片刻，才将满腔的怒火化成了绕指柔，不自觉地抱紧了他，夺走他所有的呼吸。翌日，当秦俊业醒来时，身旁的人早已不在了。若不是昨夜纠缠他时，无意从对方身上扯下的一枚翠玉诀一直被他紧握在手心，否则他真要恍惚地以为昨夜的一切都只是他的一个梦。殿下，如何？属下无能。殿下，你所说的那个女人完全不知所踪。秦君夜拧着眉，明显这个答案让他十分意外。昨夜他虽因为毒发而导致短暂性的失明，看不清那女人的容貌，可他却很清楚地感觉到，是那个女人替他施针镇压住了当时几乎要他命的疼痛感，而后他才昏睡过去的。秦君夜眸色深沉，垂眸看着自己紧握的那枚翠玉诀，声音坚决：接着找，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离开的江宁儿也并不好过，更别说昨夜是被人装麻袋截到这山头的，如今走的每一步都是酸软难受的，以至于他根本没有精力发现自己的双月翠玉诀已经丢了一半。刚下山，他就被一群人给围了起来。二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吧。江宁儿想起昨日的种种后，她嘴角勾起一抹阴诡的笑意。行，我跟你们走。这是怎么回事？小小见面礼，不知夫人可喜欢？你是什么人？我还以为夫人派这么多人去接我，是有多想念我这个女儿呢。江宁儿利落下马，来到叶氏面前站定。原来竟是连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呢。你是江宁儿？叶氏不可思议地看着地上那些人，又看了看眼前的人。当年青天剑就说过，这丫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降邪星，这丫头居然能把他们打成这样。有人说看到你跟3个男人深夜一起上山后一夜未归，我本是怕你做错事，才派人去接你赶紧回府，你却如此行事，是不是做贼心虚？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昨天一夜到底做什么去了？你跟那3个男人可有行越矩之事？有呀，夫人要听吗？江宁儿，你还知不知道礼义廉耻？你可还记得你是国公府的第2小姐？你不说我还真忘了，毕竟我今日才知道国公府的大门长什么样，又怎么会知道礼义廉耻呢？你还未成亲就与男子苟且，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整个沛国公府的脸都会被你丢尽。所以呢，接下来你是不是该说我这样的没人会要了，只有替江一雪嫁给那个昏迷3年不醒的晋王，否则就只有进猪笼的命了。你既然明白，便乖乖嫁给晋王，这完全是为你好。为我好？哼，设计给我下药，再让3个莽汉将我接到山上让我失身，最后再美其名曰来句为我好。叶氏，你可真是比我想的还不要脸。你放肆！我可是你母亲。母亲？你也配？你简直就是个不知礼教的畜生！看来不给这丫头一点颜色瞧瞧是不行了。把人带上来。江宁儿看着穿着国公府丫鬟服饰的女子走上前来，有些不敢置信。东乡？东乡是自幼与她一同在义庄长大的，江宁儿万万没想到她竟一直是叶氏的人。江宁儿先是心中一寒，可看到托盘上盛着的物件后，眉间猛地一皱，终是有些不淡定。你们把刘婆婆怎么了？托盘里的荷宝虽染了厚重的血，但她一眼就认出是她7岁时给刘婆婆绣的那个。东乡，你告诉她，二小姐，你只是义庄长大的乡野丫头，能够嫁给晋王，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我劝你不要不知好歹，若不是夫人大度，凭你现在失了贞洁的身子，怎么可能嫁进皇族？夫人说过了，只要你嫁了，1个月后刘婆婆就会安然回到义庄。但若是你不听话，那老婆子年纪大了，能不能好好的可就不好说了。
江宁儿冷冷地看着东乡，看什么看？你不过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别以为入了府你就真是二小姐了。要是敢不听话，那老婆子定会……你竟然敢踢我！我可是夫人的人！东乡便想爬起来，却被江宁儿又是一脚狠狠踩了下去。江宁儿，你想干什么？江宁儿阴寒的目光慢慢地转移到叶氏身上。怎么，你还想造反吗？那婆子可在我手里，要我嫁可以。下一瞬，手起刀落，便将东乡的右手齐腕斩断。你这个逆女，你叶氏，你给我听着，刘婆婆但凡少一根头发，我都要你拿命来偿。不信的话，你大可以试试看。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背身离开。你说什么？他真这样说了？千真万确，夫人就是被气急了才晕过去的。江宁儿这样做也太过分了，母亲才是她的生母，她怎可为了一个外人这样威胁母亲？唉，这江宁儿粗野无比，根本就毫无教养可言。那她可是安置在府上了？安置在西院啦。要不是替嫁一事不能声张，明日新娘必须是从府里上的花轿，否则叶氏说什么都不会允许江宁儿在府里过夜。那母亲这边还有郎嬷嬷照看了，你先回吧。嬷嬷一走，丫鬟小春走进江一雪的身旁。如此听来，用江宁儿这个粗鄙丫头配晋王那个废人，还真是绝配。还是小姐你聪明，想出让她失身替嫁这个法子。我要嫁，自是要嫁给最位高权重之人。晋王是什么东西？但是小姐，替嫁一事总会被发现的，到时候圣上会不会怪罪咱们呀？不过是个快死的王爷，谁嫁不是嫁？再说了，圣旨只说了是嫡女，江宁儿莫非就不是嫡女？这玉珏可真漂亮，奴婢这么多年在府里也算见过不少好东西，如此纯的翠玉却也是第一次瞧见呢。江一雪低头看了眼手中的玉珏，这是她刚才经过西院门口捡到的。江宁儿住在西院，她便心中明了，这东西大概便是江宁儿的。这是本小姐近日买的。说完，她不动声色地将玉珏带到了自己的腰间。父皇为了一则谏言，就让我娶妻。回禀王爷，准确来说是给您冲喜的。是玉亲王此次周游列国时遇到了高阳道人出关，偶得了2则谏言。一则便是说，只要您娶了沛国公府的嫡女，便能够苏醒，所以皇上才急忙下旨赐婚。那另一则谏言呢？得真龙麒麟子，可得尽天下。原来如此，天楚国位于东方，属青龙，而正好朝中最炙手可热的2皇子和3皇子，当年因同一天出生，又遇天降祥瑞，便被父皇以麒麟2字分别命名。看来这则谏言一指立储人选，所以父皇只是为了验证高阳道人所言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灵，才急着让我按谏言娶妻。想必誉王叔也是这样想，才会向高阳道人突然问询我的事情。确实是如此。赐婚旨意下达后，属下就一直让人在暗中盯着沛国公府，结果发现国公府竟寻得了在乡下的嫡次女替嫁。王爷，要不您摘下面具去见见江大小姐，我想她定是以为您……不必。那明日大婚那位替嫁的嫡次女，她入府后又该如何呢？既然不是江一雪，那便是无关紧要的女人，婚事一成，暗中杀了便是。翌日清晨，盛京街道10里红妆，晋王不能下床，礼仪都是由一只大公鸡代替。足足过了好几个时辰，江宁儿才被送入洞房。男人一身喜服，安静地躺在那儿，身材纤长，脸上戴着一个银色的面具，遮住了上半张脸容貌。都说晋王是3年前秋猎落马导致的昏迷不醒，江宁儿也有些好奇，到底是伤哪儿了？给床上的男人先搭上了脉，但很快他的神色大为一震。江宁儿不光是察觉他竟然身中剧毒，还发现这脉象十分熟悉，好像近日从谁身上也把到过类似的来着。他心中有了一丝狐疑，便伸手想要解下床上男人戴着的面具。你找死！你怎么醒了？王爷，我是你刚进门的王妃啊。敢替嫁，胆子不小。怎么传闻是植物人3年的晋王根本就没事儿啊？晋王殿下，你身中剧毒，每次毒发会白以尸骨般疼痛，不仅如此，还会如身处冰窖般寒冷。毒发最严重时，你甚至会失明、失心疯。你查我？我没事查你这些干嘛？再说了，你真这么没用吗？随便什么人都能查到你的隐私。大哥，我是把脉把出来的，我可以给你解毒。还会医术？江宁儿感受着喉头的紧迫感，这个秦军也真他妈的操蛋。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叫二人眸色皆是一紧。王爷，我现在是你的妻子，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的。只见那张银龙面具下的桃花眼游移了一阵后，而靖王又躺在了那儿。放肆！谁许你进来的？放肆！医学宝贝儿，快让我好好亲一亲，可想死你了。江宁儿一脸嫌弃地躲过了男人做事要抱她的动作。这位公子请自重，这里是晋王府喜房，还请你出去。秦君夜不过一个快死的废人，他一死，你这个做王妃的还要陪葬，你跟他有什么前途？还不如跟着我，我保证让我的医学宝贝儿每日潇洒快活，欲仙欲死。等一下！江宁儿连忙将他拦住，冲其莞尔一笑。这一笑看得秦君奇顿时沉醉了进去。他晃了晃脑袋，想要保持清醒，同时也认出了面前的人并非他认识的那个江家小姐。姑娘，你不是江一雪，我在京城从未见过你，你到底是谁？公子都没告诉我你是谁，怎么还先问起我来了？我自然是……秦君奇刚要开口，一根玉指便按在了他的唇上。公子不用说，一切尽在不言中。姑娘，你好香啊！我还有更香的地方，公子想不想尝一尝？秦君奇只觉得面前这女子不仅好看，还十分的懂得情趣。此时他已经精虫上脑，根本不管今天是什么日子，也不管晋王就在旁边，更不管他是谁。一个沉重的呼吸就扑了上去，不消片刻，屋内就传出了十分激烈的翻腾声，叫屋外的两个侍卫都不免觉得有些过分。晋王真是可怜，新婚之夜妻子竟然就跟二皇子……咱们这位主子你又不是不知道，色急起来什么都不顾的。不过这个新王妃也是厉害。两个侍卫听着酥到骨子里的声音，实则屋子里江宁儿可累坏了。他啪一个右边腿，啪一个左正蹬。怎么样，小女子伺候的公子满不满意呀？你敢对我动手，我可是……却被江宁儿一拳头打断。你他妈是个屁！秦君奇终于是昏了过去，看向床上的男人说道：我说我不会出卖你吧，这货我搞定了。晋王爷，你可以起来了。秦君夜闻言，这才半撑着身子坐起来。你知道他是谁吗？谁啊？不知道是谁你也敢动手，你胆子当真不小。不动手怎么办？难道他要轻薄我，我还主动脱衣服迎上去啊？最大的皇后嫡子二皇子秦君奇。江宁儿身体僵硬地深吸了一口气。皇后娘娘驾到！怎么办？我可是为了你才……可还不等他说完，就看到秦君夜安详地躺了回去。我操，狗男人！皇后已经来了，她眼睛乌溜溜地飞快转了几圈，最后她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给秦君奇嘴里塞了一颗药丸后，对他又是一顿猛捶。看得进门的众人皆是一愣，哪里来的登徒子，竟敢跑到王府来撒野？看我不打死你！天哪！住手！快住手！母后，你来的正好。这个贼人深夜闯进我跟王爷的喜房，欲对我不轨，还好被我拿下，还请母后发落。晋王妃，你好大的胆子，竟然将二皇子打成这样！他怎么可能是二皇兄呢？母后，儿媳。晋王妃，此事想必是个误会，你打了皇子是重罪，这事儿若是传到皇上耳朵里，怕是对你和江家不利。这时江宁儿瞥到不远走来的仪仗，随即极尽委屈的高声喊：母后，我打了二皇子，或许是我不对，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而且难道他对我动手动脚，我要听之任之都不能自保吗？二皇兄还对着我说了许多的下流话呢。你住嘴！都愣着做什么？还不给我先堵住他的嘴，不许他再出声！皇后好大的脾气，这是要堵谁的嘴啊？皇上，这是发生何事了？回禀皇上，是晋王妃重伤了二皇子，还出言顶撞本宫。本宫正要将晋王妃
妃拿下，治他不敬之罪。但臣妾怎么听到刚才靖王妃喊着动手动脚、自保什么的？皇上，还是臣妾听错了？皇上，您别听靖王妃乱说，她刚嫁进来，什么都不懂。别说靖王妃不懂，连臣妾也不太懂了。新婚夜，二皇子一个人跑到弟弟婚房来，这是个什么规矩啊？于贵妃，这里有你什么事？轮得到你说话？哎呦，皇上你看啊，皇后这是不仅要堵靖王妃的嘴，还要堵臣妾的呢。你来说，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皇上，其儿向来为人敦厚亲和，听闻靖王大婚，他特意寻了东海的龙顶珊瑚，就是为了送给靖王恭贺新婚的。但靖王昏迷，他只有将祝福带给靖王妃，所以才来此的。是靖王妃误会我儿好意，还将他打成了这样，还请皇上明察，还其儿一个公道。江宁儿装作乖巧的低着头，实则心思动了又动。应该差不多了。其儿的品行那是有口皆碑的，皇上您是知道的，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其儿一直都很礼爱兄弟，尊敬长辈，怎么会对兄弟的妻子做出如此失德的行为？陆皇后话还未说完，就见本被打得昏迷过去的秦君琪摇晃着站了起来。其儿，你快跟你父王解释一下。宝贝儿，大爷我来了。秦君琪便一脸淫笑着朝天启皇帝冲了过去，将他一把扑倒在地。来，大爷我亲亲。快拦住他！三个最近的侍卫被压制住的秦君琪还不老实。亲亲，快让我亲亲！小爷我保管让你爽死人间。最后是被侍卫一掌劈晕，才终于老实了。畜生！皇后，这就是你说的礼爱兄弟，尊敬长辈。皇上，我他秦君琪连朕的妃子，自己的母妃都敢下手了，他还有什么不敢的？皇上，此事有古怪啊，还请皇上明察。皇上，要不这事还是算了，若是真要彻查，那臣妾和靖王妃的名声岂不是……天启皇帝冷静了一会儿，此事现在已经关系到他自己的颜面，确实不能声张。靖王妃，你父皇母后。霎时间，除了江宁儿，所有人都惊呆了。叶儿，你竟真醒了！转瞬间，随着皇帝的步伐，将床边围了个水泄不通。你过来。江宁儿先是愣了愣，不明白这狗男人要干嘛，于是犹豫了半晌，才极不情愿地走到床边去。你快扶本王下床，我要给父皇母后行礼。不必，你就在床上躺着。靖王妃，你赶紧扶靖王躺好。小犬子，快寻太医来瞧瞧，快！晋王一直是你在照看，他现在到底如何？是否无碍？臣也不知道。臣一直以来给王爷把脉，都是觉得王爷虚弱无比，但今日的脉象确实强健了许多。臣也不知是何缘故，想必定是王妃的功劳。叶儿，你刚才刚睁眼，如何就认得这是你的王妃？回禀父皇，儿臣中午时便能听见一些声音，而后就听到一个年轻女子在我耳边一直说话，说她是嫁给我的王妃。如今屋子里穿喜服的年轻女子也便只有她了。或许真是天意，看来高阳道人所言非虚呀。朕记得江家嫡女不是秀外慧中、贤惠得体的吗？不敢欺瞒父皇，儿媳名叫江宁儿。哦，你不是嫡女，江一雪。儿媳是嫡次女，是自幼养在乡下。不爱江宁儿赐皇家玉蝶。皇后闻言一惊，皇上竟然还赐玉蝶？你的王妃今日当众殴打你二皇兄，朕念的是初犯，还不懂规矩，这一次就饶了他，但今后你要好好管教，若再敢有下次，朕便连你一并罚，听明白了吗？儿臣谨记。黄雀带王妃去贵心小院。见他吃愣着还不走，秦君夜面露不悦地斜了他一眼。还不走？想留下来侍寝？谁他妈要给你侍寝啊？江宁儿听到这话，赶紧提着裙子撒丫子就逃。他来到贵心小院门口，王爷吩咐了，今后这里便是王妃的院子。行了，我要歇歇了，你回吧。是。黄雀应了一声，便退身关门离开。确定黄雀走远后，才从腰间拿出了一封带有李雨楼印戳标
质的密函。其实秦君夜说的没错，他确实是查过他。他那么爽快的答应嫁，也并不全是刘婆婆这一个缘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一直在找的一样东西。近日得到消息，就在天楚皇室。他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晋王的资料，生怕是自己之前有看漏什么。直到最后一页，关于晋王的现状写着昏迷3年，命不久矣这8个字时，妈的奸商！王爷查过了，她确实就是江家嫡次女。查到可有说她会武功和医术，说是在村子里招猫逗狗的倒是常有，武功和医术确实从未听说过。不过有住在义庄附近的人说过，她从小就是村里的一霸，老打架倒也一直没有败绩就是了。说到这儿，清玄犹豫了片刻，但还是开了口：殿下，那个江宁儿还杀吗？他说的没错，今日这事过后，他若真的这么快死了，我也不好交代，暂且留他在府里派人盯着，说有任何异样随时向我汇报。王爷，他今日打了二皇子，会不会连累到我们王府？连累？本王在他们眼里本就是眼中钉，还会怕一个女人连累？属下是怕皇后和二皇子会趁机找王爷您的麻烦。既然本王决定醒了，便做好这个准备了。王爷，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计谋没成，母妃被辱，老三此时定会心中憋屈，让人把二皇子收受漕运贿赂的消息透一点给老三，同时也弄出些马脚来，让二皇子今日酒中被于贵妃下药的事情，想办法也让皇后查到。这样一来，2、3皇子互咬起来，便没有心思再来找王爷的麻烦了。这还只是开始。老二、老三当年一起设计我与君行的仇，本王定会一点点讨回来。他们入宫时，皇后和6宫妃嫔都已经在那里等着了。秦君夜和江宁儿行着规矩行礼，而皇后则是像昨夜的事情完全没有发生过一般的和蔼可亲。靖王好福气啊，虽是替嫁，可王妃也是难得的大美人啊。多谢母后夸奖，王爷也是这么说的。今日进宫，王妃可把落红帕带来了？您看靖王妃娇羞的模样，想必连落红帕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呢。不会吧？这么漂亮的美娇娘，靖王爷竟也舍得洞房夜将美人闲置一旁？瞧你们说的，你们这不是为难靖王妃吗？靖王昏迷3年刚醒，怕是还没这个心思呢。皇后娘娘，您说是不是？哦，也是本宫思虑不周了。其实没有落红帕也不打紧，但毕竟靖王妃嫁得匆忙，还没从燕生嬷嬷那儿过呢。本宫也知道靖王妃定是冰清玉洁，可这也是规矩。靖王妃觉得如何？王爷，出事了，我帕子丢了，应该是做林公公那个老逼灯的时候做的太忘我了，劳烦王爷替我顶一下。秦君夜听着这话，立即转头瞪了他一眼，顶？他一大男人怎么顶啊？都是成亲的人了，靖王妃还害羞呢。随后冲身旁的嬷嬷挥了挥手，去请靖王妃去偏殿。我想验身就不用了。靖王这是何意？我这么做也是为了靖王妃好，怕宫中会有人讲闲话。赵嬷嬷是宫里的老手，定不会伤着她的。本王的意思是不必验了，因为落红帕在本王这儿。王爷，我只是让你想办法延误一下时间，我才弄一条，不是真的要你自己顶啊。秦君夜闻言背后一僵，这女人怎么不早说呀？既然带了，那本宫还是瞧瞧才好，还不快去请王爷把帕子拿出来。这时不光是皇后，在场所有人都紧紧盯着秦君夜。就在他看着宫女拿着盘子走进身来，想着该如何应策的时候，秦君夜竟真的从腰间拿出一条白帕，然后泰然自若地放到宫女盛着的盘中。皇后见状，只是眉间紧了紧，只觉这个秦君夜也真够蠢的。等着当众掀开帕子，向众人展示上面空无一物后，再顺势让林公公说出江宁儿婚前与人私通的事情，既能治了江宁儿的罪，还能打了靖王的脸。皇后如此想着，笑容特别亲和，随手就将帕子挑起。这怎么可能？王爷你早有准备，怎么不早跟我说？而且你怎么弄的呀？怎么这么逼真？比黄雀血染的那个像真的多了。金君夜没回答他，没想到靖王恢复得如此之快，看来很快就能为皇室开枝散叶了。母后，你别看王爷刚醒，但王爷的身体好着呢。面具之下的秦君夜一脸不想搭理他的神色。
谢恩也谢过了，宴也宴过了，要是没什么别的事，你们就先回吧。母后，儿媳有事。儿媳今日在王府门前被人拦门，说我婚前不洁，还好那人后来招了，是受人指使的，人我们也带进宫了。不等皇后反应，江宁儿就冲晋王府的下人示意：来人，去把那两人带上来。有皇后娘娘在这，我看他们还如何不招幕后之人。晋王妃，这种事情暗中处置了便行，不用拿到大殿上来说，要为皇家颜面考虑，懂吗？可我怕今日这事闹得这么大，若是不好好审一审幕后是谁主使的，会有人说母后你的闲话呢。说我什么闲话？既然别人是说你婚前不洁，闲话不也该讲你吗？母后此言差矣，今日这么多娘娘看着呢，我的不洁早是不攻自破的了，还有谁会讲呢？而我这人吧，向来亲切温柔，跟谁都没仇，唯独就是昨日失手打了二皇子，所以我怕要是不把幕后之人揪出来的话，旁人会说是母后你对我极恨，伺机报复呢。我一早就听说了，二皇子在府里养伤，莫非是昨夜被晋王妃给打了？可昨夜明明是晋王的新婚夜，二皇子怎么会去的？王爷，我是做错了吗？为什么母后看我的样子好可怕呀？你也是替母后着想，母后为人向来宽容大度，怎会怪罪于你呢？是吧，母后？这夫妻俩一唱一和，弄得皇后是不上不下，只能继续维持着端庄镇定。这时黄雀疾步走了进来，冲二人小声道：王爷王妃不好了，我们把人送进了大牢看押，结果刚去提审，发现两个人已经死了，全身都没有伤痕，狱卒也说没有人接触过他们。既然是处置了，这事儿也算是给晋王妃一个交代了。晋王妃也不必为昨日的事情耿耿于怀，本就是个误会，本宫还不至于那么小气，与你一个小辈介怀。今日这事儿，宫中想必也不会有人再提。如此，儿媳就放心了。晋王刚醒，你们早些回府休息吧。二人一走出皇后寝宫，秦君夜立马将他环在自己手臂上的手给拍了下来，与他间隔1人的距离走路。王爷，你不觉得奇怪吗？这个皇后真的手这么长，竟然都能伸到皇宫天牢去了。她要手眼通天到这个程度，二皇子不早就当太子了吗？所以你认为不是皇后？不是，我觉得像是。这时一个老太监走过来，打断了二人的谈话。老奴徐孝全见过晋王、晋王妃。王爷，皇上在御书房召见您呢。你先回去吧，不必等我了。江宁儿没有多想，点了点头，转身就潇洒离开了。到了御书房后，秦君夜在案前站了许久，而天启帝一直低头在书写一副字帖，将他晾着。天启帝不开口，他便一直低头站着一动不动。刚醒就这么有精神了，看来你那个小王妃倒真是有点福气。怎么样，这个王妃你可还满意？父皇赐婚，儿臣自然是满意的。行，难得听你嘴里说出一个满意，看来朕这玉蝶没有挨刺。此时徐孝全走了进来，也不避讳着秦君夜，只朝天启帝微微行了一礼。启禀皇上，晋王爷带进宫的二人已经处置干净了。说完这话，徐孝全还特意看了秦君夜一眼，似乎这话其实是说给他听的。可秦君夜就是岿然不动，也看不出任何一丝情绪来，甚至都不觉得惊讶。其实早在黄雀来通报人死了的时候，他就猜到能把手伸到皇宫天牢里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天启帝。你那个媳妇虽然有福，但是太闹腾了，刚嫁进来2日，接连2日都闹出事了。朕这么做也是为了皇家颜面着想，如此说你可明白？儿臣明白。朕也查过，江宁儿虽说是江家嫡女，可缺乏管教，皇后也向朕提议，想让她改日进宫先学学礼仪规矩，你意下如何？儿臣没有异议。看来这3年你的性子倒是收敛了不少，不再像以前一样事事跟朕据理力争了。儿臣昏迷3年刚醒，身子还觉虚弱，父皇若是没有别的要紧事，儿臣想先告退了。天启帝本就只是为了叫他来敲打敲打他，并无要紧的事情，于是挥了挥手让他离开了。秦君夜一走，徐孝全便上前来给天启帝送茶。到底是成亲的人了，王爷此次看着与以前成熟稳重了不少。别看他现在这样低眉顺眼的样子，实则心中怕是对朕气恨着呢，恨朕这3年未给他们兄弟俩讨个公道。皇上瞧您说的，3年前晋王爷坠马和7皇子坠崖都只是意外，晋王爷只是
不善言辞，他敬您都来不及呢，怎么会记恨您呢？但愿如此吧。皇后娘娘息怒！息怒！本宫被靖王夫妇如此不放在眼里，你们叫本宫如何息怒？小的们都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唯有资历最老的赵嬷嬷敢上前劝几句。娘娘莫要动气，其实这事老奴觉得皇后娘娘反而应该高兴才对。我有什么可高兴的？娘娘您想啊，皇家娶妻向来娶的都是妻子背后带来的利益，若是这个靖王妃高贵优雅、得体大方、处事圆滑，您才该担心呢。正是这个靖王妃是乡野出身，粗俗无比，才能让靖王少一条助力啊。你这样一说，倒是有些道理。老奴以为靖王以前再强，这3年元气大伤，也已经是不足以威胁我们二皇子的人了。娘娘与其与靖王夫妇置气，还不如把注意力多些放在三皇子身上才是了。说完，赵嬷嬷凑到皇后身边，附耳嘀咕了几句。你说什么？琪儿那日是被人在酒水里下了药？那药下得很微妙，把脉是拔不出来的。昨日夜里，老奴发现有个宫女鬼鬼祟祟的想要逃出宫去，宫女被拿下后，为了少受刑罚，便招出那夜于贵妃指使她给二皇子下药的全过程。只可惜老奴本是想要将人带到皇后娘娘面前来的，但那丫鬟昨夜自己就在暗房里上吊自杀了。好个于贵妃，好个秦君临！江宁儿先出了宫，但并没有回王府，而是支开了王府的人，转道去了一个叫天福布庄的地方，径直进了2楼的一个房间。你呀，你不是一直在西凉游玩吗？怎么到了京城也不跟我说一声？好了，杜姨，我们先谈正事。让你查的事情查到了吗？还没有发现义庄那个刘婆婆的下落。夜市到底是把婆婆关到哪里去了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如果不是传消息的人塞了一朵江梨花我真的不敢相信，你怎么会突然嫁给了那个残暴不仁的靖王？江宁儿将这几天发生的所有事儿，省去了那夜失身的内容，告诉了杜姨。什么？双玉诀也不见了？那可是你师父留给你保命的东西啊！我也是昨夜才发现，2个都没了。江宁儿有一个从未与外人说过的秘密，那便是她其实并非是这个时代的人，而是现代穿越来的。不如我去联系李雨楼的人帮你找。你不说我都忘了，如果不是李雨楼那坑爹的消息，让我以为靖王真的成了植物人，我才不会嫁他呢。什么？你说靖王他一直是？江宁儿冲他做了一个晋升的动作。如此一来，你待在靖王府就更危险了。你又如此貌美，万一靖王对你起了歹心，可怎么办呢？杜姨，你不用担心，我要是想逃，谁都逮不住我。杜姨知道他爱惹祸，可却聪慧过人，否则也不会这么多年都没人查清鬼医江离的秘密了。于是也没再多言。秦君夜回到王府时，就看到门前停着2辆马车。他刚下马车，正要问是谁来了的时候，侍卫先禀报：王爷，七皇子带着江家嫡小姐来了。秦君夜眉间微蹙，七皇子是他异母同胞的弟弟，来这儿倒是不稀奇。但是江一雪，他来做什么？他刚到大厅门口，便看到坐在轮椅上的秦君行和明显哭得双眼通红的江一雪坐在里面等着。江大小姐找本王有何事？哥，江家嫡次女那个臭丫头呢？没大没小，你现在该叫她嫂子。江一雪走上前去跪了下来。靖王爷，一雪有罪，今日特来请罪。江大小姐这是何意？王爷，我那妹妹命苦，算命的说她是天降邪星，若不是在义庄养大，将会年幼丧命。为此，我父母只能忍痛让她在府外长大。但没想到前阵子母亲想她想得紧，便将她接回府中相聚。她因为出身乡野，没有见过什么荣华富贵，直到皇上将我赐婚给王爷后，竟然贪慕王府繁华，将我打晕后锁进了柴房，自己换上了喜服，上了花轿。是王爷醒来，他被赐玉蝶的消息传开后，我娘她才找到我。沛国公府也是这时才发现她替嫁的事情的。江一雪抹了一把眼角的泪花，做出一副是哪个男人看了都会我见犹怜的委屈神色。一雪自知二妹妹有错，所以一雪特来替她向王爷请罪。一雪姐姐，你说什么呢？那个江宁儿打你，还抢了你的婚事，凭什么还要你给她求饶？七皇子，你怎能这样说呢？她可是我的亲妹妹啊，更是我唯一的妹妹。不管她做了多么恶劣的事情，我都有义务替她承担。但那个臭丫头如此对你，可根本没把你当姐姐看，她根本不配你对她这么好。七皇子，你今日是答应过我，陪我来是替我二妹妹求情的，算是我求七皇子，看在3年前我为你出过药的份上，切莫再说我妹妹的不是了。可他的李雨楼一早就查清楚，替嫁是江家别有用心的计划。
本来该当我嫂子的是医学姐姐你才是，她是个什么东西？她个乡野来的臭丫头，根本连医学姐姐你一根头发丝都比不过。哼，要我说，就应该让父皇取消她的玉蝶，再治她欺君之罪，然后让父皇下旨，让哥哥重新娶医学姐姐你才是。放肆！你以为皇家玉蝶是想给就给，想拿就拿的吗？是啊，七皇子，这话可说不得。王爷可千万不能听七皇子的，医雪实在是不想妹妹成了弃妇，王爷有任何的气都可以对医雪撒，就是请王爷千万不要怪罪二妹妹。令妹很好，本王很满意。江大小姐，无别的事便回吧。江一雪就要站起身来，无意中有什么东西从她身上掉落了下来。一看到那块熟悉的翠玉，秦君夜一贯金贵冷淡的神色便忍不住激烈动荡了起来。他将玉捡了起来，握在手中，轻轻摩挲。这个玉你从哪儿来的？玉？回答本王，这个玉你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是我爹自小就给我带着的。你说这个玉是你的？这玉当然是我的呀，前一阵子还掉了一块呢，如今只剩下一半了。可毕竟是爹爹送我的，我又贴身带了10几年，舍不得丢，就一直带着。秦君夜听着这话，深深看了江一雪一眼。莫非翠微山破庙里跟自己有过一夜的女人，竟是江一雪？王爷是喜欢这玉？秦君夜的眸色变了又变，从意外到震惊，再到犹豫，最后归于平静。他终于还是将玉还给了他，并未直接表露心思。确实很好看。可是这是父亲送我的，对我意义非凡，我无法转送王爷。可既然王爷喜欢，等父亲回府后，我定向他问问是哪一家买的。不过我这一下都戴了10几年了，也不知道那个卖家还在不在了。行过礼，江一雪便也没有多留的离开了。秦君行见他走了，也跟着一起离开了。此时在门外一直候着的清玄见二人都走了，才赶紧走到秦君夜身旁来。王爷，江大小姐竟有跟你一模一样的翠玉诀，莫非那夜给您将毒镇压下来的女人就是她？不对，不是她。可王爷，您当时毒发看不见，为何可以如此确定不是她呢？秦君夜只告知了清玄他们那夜的女人能给自己镇压毒发的事情。那夜他虽瞎，可其他感官却是在的。他向来鼻子就很灵，那夜看不见，嗅觉就变得更加的敏锐。他至今还能记得那夜的女人身上有一种别样的幽兰香。去查江一雪那一夜都在哪儿，然后派人盯着她。她虽不是，但一定跟那个女人有关。是，属下即刻就让人去查。顺利吗？何止是顺利，我说我是小姐您的丫头，要给二小姐送些东西，王府里的下人一个个都赶着为我指路，不知道对我多客气呢。你说你是国公府的丫鬟，他们自然是不敢怠慢您。哪里呀？要我说，不是因为我是国公府的丫鬟，而是因为我是小姐您的丫鬟，他们才会待我如此积极的。能在王府当值的，定都会是察言观色的人，自是不可能对江宁儿那个替嫁的乡下妮子有什么好眼色相待。谁说不是呢？小姐你是不知道，江宁儿的院子可偏了，离靖王的住处极远，一看就是昨夜靖王随意指派的。行了，我让你趁着我跟靖王周旋时，去江宁儿房里把18万两拿来。东西呢？啊，东西在这儿呢。说着，小春将一个盒子抱了出来。还是小姐您聪明，说她定是会将银票好生藏起来。我翻了一圈，她的房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唯独就这个盒子看着最华丽，还很隐秘的藏在她的柜子下面，肯定就是她用来放银票的。土包子就是土包子，一辈子估计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银子，所以才用这般俗不可耐的盒子锁着。砸了它，将银子拿出来。小春得令，立马拿出大锤，哐哐的朝锁上砸，大锁哐当落地开了。小春如同献宝一样，将盒子呈给江一雪。小姐，18万两，现在都是您的了。江一雪翘着兰花指，将盒子打开，这不是什么盒子，竟是一个风箱。不好！江一雪跟小春二人几乎是从马车上摔下来的，却不想这些红枫像是认准了他们两个，他们往哪儿跑，蜂群就跟在后边猛追。小姐，水，风怕水，我们跳水里就好了。这时二人看到前方有个池塘，江一雪也顾不上周围越来越浓的臭味是怎么回事，直冲冲的就朝着那个池子跳了下去。这就是天楚国的大才女大美女啊，我看简直蠢不行嘛。她不是蠢，是太贪心和太自信了。看了半晌的戏，江宁儿才想起向少年问道：对了，不是让你替我打听消息的吗？这会儿来找我，是打听到了？哦，打听到了。老大，你让我查的那个姑娘被卖到了群芳院，据说群芳院今日还要公开叫卖那个姑娘的初夜呢，时间是酉时开始。酉时，那不是快开始了？你怎么不早说啊？哦，这不是看老大你看得这么入迷，不想影响你雅兴吗？替我将风收回来，我现在就赶过去。
与此同时，秦君夜也下了马车，和清玄一起走进了一家极不起眼的书斋。进入书斋后，他们走入后院，再打开一道小门，便进入了位于城南最有名的青楼群芳院。群芳院的下人领着他们直接到了2楼的客房中。1楼的舞台上，新姑娘的初夜叫卖已经开始了。见过楼主，之前交代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皇后那边现在已经知道了于贵妃下毒一事，而2皇子收受漕运的事情也在开始安排，让3皇子发现了。安排的巧妙一点，别让老3起疑，同时也不要让老2有机会消灭证据。楼主放心，巧娘会安排妥帖的。群芳院办事，我向来放心，可还是要注意，切莫让人查到痕迹。群芳院是最被人看不起的青楼，却也是最好隐藏的地方。楼主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干净。今日你让我一定得来一趟，是有何事？楼主，属下查到诡异的消息了，而且几乎可以确定，诡异江陵现在就在京城。你说诡异在京城，你是如何确定的？巧娘将线索一张张地放到秦君夜的面前。1个月前，在我们随州的一个青楼里，有一个客人跟姑娘聊天时，说自己得了诡异的药。后来我们就一路追查，结果发现近日出现了许多诡异的药品在流转售卖。昨日在群芳院也有客人喝醉后说有诡异的药，还拿出来给姑娘们炫耀。我瞧过一眼，药盒上确实都篆刻着代表诡异的江梨花，而且药效姑娘们说也是十分惊人。卖的是什么药？你的姑娘们怎么就能知道药效十分惊人了？巧娘低头笑了笑，于是拿出了一物放到了桌上。而秦君夜一闻这个熟悉的味道，眉间猛地一跳，是媚药。楼主说的没错，正是有助于男女欢好的那种药。给温医看过没有？我找温大夫看过了，温大夫也说此药用料极其古怪刁钻，能有这种用药思路的只有诡医。可是诡医平日千金求医都不一定愿意治，为什么会突然开始到处卖这种药？我也不明白，但诡医行事向来没有道理，如此做反而很像他的作风。不管是什么原因，尽快查到诡异的藏身之处，本王不计一切代价也定要找到他。是。哐当一声，群芳院1楼传来一声极大的动静。楼主，我先下去处理一下。王爷，1楼的是王妃，她怎么到青楼来了？秦君夜双手抱在胸前，一脸饶有兴致地看着1楼那个清俊的不像话的玉面小公子。且先看看再说。此时的1楼舞台上，一身干练男装的江宁儿一手将那姑娘拦在自己身后。你是哪儿来的臭小子，敢抢我的人？都他妈愣着做什么？还不给我上！给我把姑娘抢回来！哼，找死！此时他并不知道2楼有人正注视着自己，于是不像之前几次无章法的打，而是展露出了相对真实的功夫，一脚就将人直接踹飞几米开外。另一人趁他还没站稳之际，赶紧向他投出一枚暗器。江宁儿见状，身形一旋，一把就用指尖将暗器夹住，紧接着又徒手将暗器甩飞了回去，直接击中了对方腿上，叫他轰隆跪倒在了地上。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丝毫不加半点犹豫，看得刚才还为他担心的清玄惊得不自觉地张大了嘴巴。这种雕虫小技也敢来对付我？胖男人以及他的几个手下已经被江宁儿打得互相搀扶着，集体向群芳院大门逃去。臭小子，有本事你别跑，给我等着！江宁儿毫不在意他们的威胁，拽着刚抢来的姑娘的手臂经过巧娘身边时，这姑娘初夜我买了，公子请跟我来。整个群芳院的2楼都是包厢，且都是为了方便偷听说话探取消息设置了机关。但今日因为秦君夜和清玄来了，巧娘便没让2楼对外开放。巧娘是个聪明人，于是在经过2人所在的房间时停了下，指了指他们隔壁的房间给江宁儿，方便他们谈话时楼主在房里可以听见。巧娘一退出房门，姑娘一把甩开了江宁儿拽着她的手。别以为你从那人手下把我抢了，我就会感激你。哼，你自然没什么需要感激我的，我也不过是买你1夜而已。今夜一过，你还是要在这里接待张公子、李公子和数不清的跟刚才那个胖子一样的猥琐男人。你难熬的日子可是从今夜之后才开始呢。你今日来就是来看我笑话、折辱我的是吗？江宁儿，你实在是好狠毒的心，今日会沦落至此，根本都是你害的，一切都是因为你。说着，姑娘激动地拔下了头上的簪子，就想向江宁儿刺来。江宁儿只是眉头微微一皱，便轻松扼住了她的手腕。东萧，你到现在还没弄清楚到底是谁将你沦落至此的吗？
如果不是你拿走了府里的18万，还把靖王给冲活了，夫人是不会牵连于我，将我卖到青楼来的。没想到你这么恨我，我能不恨你吗？那你勾结叶氏，背叛我，背叛刘婆婆，下药害我失身呢？东乡，换成被这样对待的是你，你又会如何？听到这话，东乡整个人猛地一怔，不知道是出于懊悔还是害怕，他揶揄良久后，终是不可抑制的痛哭起来。你口口声声说是我害的，可即便我再怨你，也绝对不可能将你卖到青楼来。你明明可以在义庄一直自由自在，是你自己非要去做国公府的丫鬟，非要去当个卑躬屈膝、生死命运完全掌握在叶氏手上的下人。你会到今日这个结果，根本就是你自己造成的。东乡无力地瘫倒在地上，哭得浑身颤抖。我娘是官妓，是最下等的贱妓，所以我一出生便也是贱妓。只有在人牙子手上辗转贩卖，我才能有一口饭吃，才能活下去。贱籍的女子什么都做不了，哪怕是做了大户人家的丫鬟，成了奴籍，对我来说就已经是莫大的机会了。今日我之所以来，并非是看你笑话，相反，我是来再给你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你可以选择继续留在这里当你的青楼姑娘，亦或者我给你赎身。你说你愿意给我赎身？但我明明背叛了你，你该恨我才对，怎么可能会好心愿意帮我？好心帮你自是不可能。江宁儿拿出一张足以给她赎身的银票放到了桌上。我需要你告诉我刘婆婆的下落。我不知道刘婆婆的下落。既然如此，你怕是要在这青楼待一辈子了。说完，毫不犹豫的就将银票收回，抬腿离开。东乡见状，连忙跪在地上抱住了她的腿。娘儿，你别走！这我真的不知道婆婆在哪。那日我虽带着夫人去了你安置婆婆的地方，可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她了。见江宁儿不理会她，东乡语气更加急了起来。我求求你救救我，我不想待在青楼，只要你肯救我离开这里，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我可以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知道的一切？你还知道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我知道是江一雪，一切都是江一雪计划的，是她不想嫁给靖王，于是跟叶氏提议，用药使你失身，然后挟持刘婆婆，威胁你，让你替嫁，就连给你下的药也是江一雪给我的，是她在15那夜安排了3个男人将你带到了翠微山上，这一切都是她安排的。还有，我昨夜经过叶氏房门口的时候，就听到江一雪跟叶氏在商讨如何将你失身的事情告诉皇后，借皇后的手除掉你，好让那18万重新回到他们手上。而二人所说的一切都被隔壁房间的人听得一清二楚。真是没想到，为了让次女替嫁本王，沛国公府竟如此煞费苦心。难怪今早门前有人过来闹事，竟都是江家安排的。若非是我亲耳听见，真是没想到那个江大小姐竟然如此恶毒，亏她还有脸今日到王府里找王爷您哭诉。好个沛国公府，找乡下次女替嫁，本就已经是看不起晋王府的行为，还特意下药要替嫁之人失身在家，这更是对她的侮辱。不过看来江家似乎跟我们一样，都低估了江宁儿，并不知道她真正的本事。确实，如果江家找的3个男人都只是今早在府门前的那种货色，想必根本不可能是王妃的对手。15夜翠微山的破庙，但现在他意识到江宁儿那夜真的同样在一夜出现在同样的地点，且也是身中媚药，真的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吗？但此时的江宁儿还全然不知，那夜的男人就是面具之下的秦君夜。他撑着下巴陷入了自己的沉思当中。那夜他中的药，其实早在那夜药性发作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药的奇怪。普通的媚药是不可能药到他的，除非是他自己做的药。想起自己好多年前好像确实因为闲得无聊，研发过一款叫做百媚香的媚药，而且当下就让人将其全部销毁了。怎么会隔了这么多年后，这药不仅重出江湖，还被使用在了自己身上？各位爷，2楼不能上去的，你们不能上去啊！这时外面传来巧娘急切的喊叫，听动静似乎是不少人冲进群芳院。巧娘从暗门里走进了房间。楼主，你们快随我从暗门先离开吧。发生何事了？刚才那个小公子打的是京兆府尹邢大人的侄儿子邢少天。这个邢少天是出了名的恶霸流氓，刚被打了不服气，居然将京兆府尹的官兵都调来，将群芳院都包了起来，要来向那公子出气呢。京兆府尹的兵如此随意，居然可以让人随意调遣吗？钦玄侍卫有所不知，邢大人无子，对这个侄儿极其溺爱，视若己出。邢少天带了多少京兆府兵？50有余。秦君夜眉间不自觉的一紧。楼主，你们现在不宜让京兆府撞见，还是快些离开。楼主。
巧娘话还未说完，就见秦君夜竟转身直接推门走了出去。他刚想上前追赶，就被清玄拦下。哎，巧娘，你继续当好你的老板娘，其他的事无需再管。可是楼主他……你有所不知，隔壁的可不是什么小公子，而是王爷的新进门的王妃。王妃？小爷，我今日就要让你见识见识，在这个京城到底是谁做主。京兆府尹的兵什么时候不用巡防京城安保，倒充当起给人出头的打手来了？小子倒是还有些眼力见，既然知道是京兆府尹识相的，现在就跪着从小爷我裤裆底下钻过去，再赔个1800两银子，小爷说不定可以大人有大量，原谅你的不懂尊卑。你跟我谈尊卑，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本人，给我把这小白脸衣服脱了，往床上去。嘿嘿，小爷我今日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我的东西。听到这话，江宁儿当即就是眉心一跳，看来他不用去管动静不动静了，今日他定要让这个死胖子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指尖风筝一路，正要动手之际，一枚紫金暗标不等江宁儿反应，紧接着又是哆哆哆哆的一连数声，每一枚暗标都无比精准的扎进了房间里所有男人的膝盖，叫他们齐声跪了下来。靠，哪个鳖孙多管闲事？江宁儿刚要骂，就看到戴着银色面具的男人正眼神阴郁的朝屋里走来。擦，秦老六怎么来了？这位也是。秦君夜目光绕开了东厢，始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藏在他身后的那个圆溜溜的脑袋。出来，江宁儿，我再说一遍，出来。王爷好巧啊，你也来逛青楼？不巧，本王是特意来寻你的。江宁儿就一把抱住了他的腰。王爷，我以为我就要见不到你了。你够了！他忍无可忍地将他推开了一些。哪有那么夸张？怎么没有？王爷你不知道，你再不来我就要被欺负了。谁还能欺负了你去？他居然要人把我衣服都脱了绑床上去，还说什么要我见识他的东西。王爷，我可是一个弱女子，他们那么多人，我害怕。弱女子？就她徒手接暗器，把秦君奇打到了肋骨断裂的弱女子。但秦君夜明知如此，却还是神色沉了下来，一记寒眸冷冷扫向此时因为中了他紫金暗标跪在地上叫唤不停的邢少天。整个军方院都被我的人包围了，你们两个狗男男一个都别想逃，我已经让人去喊我叔叔了，你们等着，我叔叔来了一定不会放过你们。江宁儿为秦少天的愚蠢发出一声叹息。王爷，咱们等吗？本王正好有一笔账，可以找邢大人算一算。说你可算来了，就是他们两个臭小子。说你可要替我好好教训这两个，我要他们跪下来给我舔鞋。给我住嘴！晋王殿下面前岂容你放肆？晋王？但晋王不是一直昏迷不醒吗？哎呀，你个脑子里只有女人的废物！晋王昨夜就醒了。邢少天听到这话，震得他双脚一软，直接就给跪了下去。随即邢大人也跪在了他旁边。晋王殿下，这臭小子狗眼不识泰山，不知天高地厚的得罪了王爷，还请王爷恕罪啊！为保王爷名声，下官已经让所有人全部撤退，保证王爷与这位小公子私会的事绝不会让别人知道啊！邢大人这话何意？本王不甚明了。富贵人家有几个男宠，也都是人之常情的事情，王爷不必害羞。不知这小公子竟是王爷的相好，今日之后，下官一定严厉教导我这个侄儿，还望王爷大人不计小人过，放了我这侄儿一马。毕竟邢大人别有深意地看了眼二人，毕竟王爷刚刚才成亲，要是此事叫府中的王妃知晓了，怕是也不好的。终于听懂的秦君夜额角猛地一抽，江宁儿则是没忍住笑出声。你还笑，还不是因为你还不过来？你竟是女的！邢大人，本王以为你是来解决你的侄儿对本王王妃言语侮辱、以下犯上之事，不曾想你竟是来威胁本王的，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她不仅是个女的，还是王妃。怎么样？刚才是谁说要我从她胯下钻过去，还说本王妃不懂尊卑的？
畜生！你怎么敢对王妃说这种话的？叔叔，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会想到王妃会来逛青楼呢？我怎么就不能来逛青楼了？我才刚成亲，来找楼里姑娘们请教一下怎么伺候王爷，不行啊！秦君夜瞥了江宁儿一眼，真是亏他编出这种瞎话来。邢大人，我家王妃虽顽劣，但终究身份尊贵，绝不是你侄子可以冒犯的。你身为京兆府尹，以下犯上是什么罪责？你应该很清楚，该不会觉得只是一脚就能解决吧？王爷，求您大发慈悲啊！我侄儿还小，是他不懂事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是你自己动手，还是要本王的人动手？邢大人还想求饶，清玄动手！邢大人大喊，拦住了上前的清玄。下官亲自教训他。邢大人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接连不断。都说邢大人宠溺无度，才会教出邢少天这种欺男霸女的恶霸。现如今怕是把这些年疏于管教的巴掌都打回来了。你在这盯着，一巴掌不许让他少，打完了把邢少天舌头割了，谁敢拦就把他手给剁了。属下明白。江宁儿听到这话微微愣了愣，倒不是他心软觉得残忍，而是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秦君夜自己下令教训人。这样想着，江宁儿心中默默认定得赶紧找到他要寻的那一位藏在天楚皇室里能替他重塑经脉的药材，离开晋王府才好。群芳院里的事情交给清玄，秦君夜和江宁儿二人先乘马车回府。上了马车后，他拿起一本书，一言不发地看着。江宁儿想着不计较自己来青楼就不错了，于是也不找他说话，打了个哈欠，便自顾自地靠在马车上睡了起来。一直看似正襟危坐的秦君夜才将面前的书移开，偷摸摸地打量起他来。自从知道江宁儿可能就是那夜的女子后，不管是在青楼时还是上了马车，书上写的什么，秦君夜其实一个字儿都没有看进去过，不过是不想让人看出自己的情绪，拿此做一做伪装罢。看到江一雪拥有翠玉诀时，他满是排斥，甚至起了杀心。可当想到那夜有可能是江宁儿时，他竟然并不反感。如果真的是江宁儿，他应该不会再有手工杀了。秦君夜这样想着，轻巧地挪到了他的身边，想要验证一下。随着马车的耸动，江宁儿的身子一歪，刚好歪到了他怀里，枕在了他的肩上。许是今天打了太多的架，江宁儿睡得很沉，并没有醒。长长的睫毛随着呼吸微微打着颤，小巧的唇不点而红。王爷到了。马车停下来时，压过一颗大石，耸动了一下。秦君夜本是低头想要赶紧退开，结果不受控制的身子向前一倾，正好吻上了他的唇。唇上温柔的触感叫秦君夜如触电一般僵在了那里。江宁儿也瞬间从睡意中惊醒过来。江宁儿，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偷亲本王！我掏亲？不对啊，我没有动啊。倒是王爷你刚才不是坐那边的吗？本王愿意坐哪坐哪，容得你智慧。见你是初犯，本王不与你计较，再有下次，本王绝不宽恕你。说完，秦君夜就长袖一挥，下车离开。江宁儿见他反应这么大，于是开始怀疑，莫非还真是自己睡着不小心亲上他的？但就算这样，这家伙也不至于这么嫌弃他吧？他好歹也是个大美人儿，怎么弄得好像被他亲一下是吃了什么大亏一样？秦君夜一下了马车，就用他能使出来的最快的速度，直接冲回了房间，将房门一关，一边背靠着房门大喘着气，一边摘下面具，将其丢到一旁，露出了通红的耳根。许久平息了呼吸后，他才用指尖轻轻抚上了唇。当闻到唇瓣染上的那抹幽兰香气后，秦君夜的心跳突然不受控地漏了一拍，这个味道正是那夜。与此同时，沛国公府里，大夫，医学怎么样了？风针虽然都拔除了，但老夫行医多年，也从未见过毒性如此强烈的红枫。幸好是大小姐聪慧，及时泡到了粪水里，粪水正好有抑制红枫毒性的作用，否则大小姐怕是凶多吉少啊。送走了大夫，叶氏叹了口气，进了屋，一绕过屏风，就看到疼得满脸狰狞的江一雪。一雪，我的心肝啊！娘，赵灵儿的贱人，本小姐一定不会放过她。一
一雪，你放心，娘定会为你报仇。他敢伤你，我就报在他最在乎的人身上，让他后悔一辈子。翌日一早，江宁儿便早早起身，准备回门的事宜。刚出了贵心小院，就看到下人把回门需要的礼品都准备好了。准备的非常好。王妃，王爷说他今早有些要事，让你在府中等他回来了再出发。不必了，让王爷安心忙自己的事吧。回门这种小事儿，不必劳烦他，我一个人就行了。他回来干什么？让他走。娘，你先别急，他是一个人来的，还是跟靖王一起来的？回小姐，他是一个人来的，但带了一些礼。哼，昨天宫中赵嬷嬷还说靖王宠爱他会让他一个人回门。看来医学你猜得没错，靖王定是根本没碰他，只是拿了假的帕子糊弄皇后的。那是自然，本来要娶的是个9天的凤凰，结果变成了一个乡野的山鸡。哪个男人心里不恼火？男人嘛，自然都是要面子的。靖王虽然没碰他，但是交个白帕给皇后，怕是也会招人笑话的，所以才会让皇后误以为靖王真的临幸了他。还是医学你聪明，我昨日还觉得奇怪，但现在看来靖王根本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你刚才说他还带了礼，带了10项，可沉了呢。看来二妹妹也不是那么的蠢，发现嫁过去后不如意，所以回门日上赶着来送你，这是知道自己没有依靠，只能重新回来投靠娘家了。让他把礼留下，随便说几句话把他打发回去。就这样让他走了可不行啊，娘，毕竟18万两银子还在他的手上，既然来了，哪有不让他交出来的道理？我看咱们还是有必要去会会他才好。江一雪挽着叶氏的手臂，迈着仪态万千的步伐向花厅走去。来到门前，他仰着高傲的下巴，伸手将门推开。一个装满水的痰盂从门上翻了下来。这痰盂是哪来的？不远处的下人听到动静，连忙小跑过来。是二小姐说要喝水，我为了恶心她，就把自己用的痰盂给她拿来了。但我没想到二小姐会把痰盂放到门上。贱人！贱人喊谁呢？贱人喊你！哦，原来夫人也知道你自己是个贱人呀，那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嘛。江宁儿，你怎么这么恶毒？虚人设计用痰盂泼你母亲和姐姐，你个天降邪性！只要一看到你就准没好事，以后不许你踏进我沛国公府半步，给我滚！原来你们不喜欢我回来呀，那就算了吧。我这次回来还想说把18万两还给你们，既然如此，那我走喽。你不是说回来还银子的？银子呢？想要银子可以拿刘婆婆来换。行，你随我来就是。长姐陪我一起去吧，我们姐妹俩刚见面，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好，长姐陪着你。叶氏在前面领路，江宁儿和江一雪则在后面跟随。江一雪还怕江宁儿半路跑了，故作情深地将她挽得极紧。很快三人就来到了沛国公府一个极其偏僻的院落。叶氏告诉他，刘婆婆就关在里面。江宁儿狐疑了一下，还是推门而入。一进去，叶氏便冷声下令关门。与此同时，走出好几个虎背熊腰的嬷嬷，其中一个嬷嬷盛上一个托盘，100来根长短不一的银针罗列在上面。夫人这是做什么？10项的，便现在就将18万两交出来，否则就别怪本夫人对你不客气。夫人这是要对我重私刑？我现在是皇上亲自御蝶的晋王妃，不是你府里的下人，你就不怕王爷知道了向你问罪？哼，这个针名叫无痕针，无论扎下去多少，都只会伤内里，不会有痕迹。即便是太医也查证不出，没有证据，光你空口白言，晋王如何向我问罪？没有证据。二妹妹，要怪就怪你对母亲实在是无礼，惹怒了母亲。不如你就跪下，跟母亲好好赔个不是，说不定啊，我还能向你跟母亲求个情呢。怪我这些年没有好好教你，今日为娘的便来尽一尽责，教你做人。叶氏抬手就向江宁儿刺去，江宁儿勾了勾唇，朝叶氏手腕的麻筋一敲，顿时针就落入了她的手中。针头方向一转，再猛地向下一按，银针便整个扎入了叶氏的脸上。等到众人开始反应时，便觉得一阵异香飘散，下一瞬，所有人都手脚酸软地瘫倒在了地上。江宁儿抓起一把无痕针，笑眯眯地蹲下来，看向叶氏。嘿嘿，夫人早说你喜欢玩这种刺激的，我就不跟你在花厅浪费那么多口水了。
你这么喜欢教别人做人，不知道有没有人好好教过你呢？说完，江宁儿眼底的笑意顿而一沉，握紧一把针，猛地朝叶氏肩膀一扎。于是他在叶氏身上扎了拔，拔了扎，疼的叶氏直喊救命。说刘婆婆在哪儿？你跟孽女如此对我，你休想见到那个婆子！看来夫人是还不知道自己的形势了。那行，说罢，他便松开了叶氏，转而踱步到了江一雪的近旁。江宁儿，你要做什么？我不许你伤害医学！我警告你，医学可是二皇子的心上人，你若敢动他一下，二皇子定不会放过你！照着江一雪的肚子就是一拳头，并趁着他张口叫唤时塞进去一颗药丸。你给医学吃了什么？也没什么，只是我在义庄这些年闲得无聊，研发出的尸毒丸罢了。这毒会让人身上皮肤一点点开始溃烂，最后就跟一具腐烂的尸体一样。不知道等你的医学烂得跟尸体一般恶心时，他的二皇子还会不会要他呢？你这个孽女，你怎会如此歹毒，丧尽天良！我这可都是跟你们学的。江一雪设计给我下媚药，我自然要有样学样，拿我精心研制的毒药来回报他。畜生，你居然对你的母亲和姐姐下这种毒手，你不是人！少在那跟我攀亲戚，你们两个垃圾也配？从你们母女合谋陷害我师身的那一天起，你们就已经不配让我认你们了。你可以不告诉我刘婆婆在哪，那你就等着亲眼看你花容月貌的女儿变成一具活尸吧。娘，你快告诉他，快告诉他呀！我说他在花园梧桐树下的地牢里。得到了答案，他便没兴趣再跟这对母女纠缠，冷哼了一声，抬腿就走。解药，江宁儿，你快把医学的解药交出来！放心，我读书不精，这药效慢得很，一时半刻你的医学还成不了活尸。我只要确定了刘婆婆无事，自然会给她解药。但若刘婆婆有半分损伤，你的宝贝医学就等着给她陪葬。刘婆婆，宁儿。江宁儿听到这声呼唤，疯了一样跑了过去。刘婆婆周身遍布着无数的鞭痕，不知已经受了多少酷刑。宁儿，你快跑，千万别让你娘发现你，不要管我，跑得越远越好。不，我带你一起走。我不中用了，带着我会拖累你的，我不想连累你。婆婆你放心，有我在，我绝不会让你有事。她抱着刘婆婆出了地牢，来了院中，四面八方的剑弩顷刻间朝着她迎面而来。江宁儿本是抱着刘婆婆灵活闪躲，突然一个旋身后，眼前开始发黑，身子也无力了起来。她晃了晃脑袋，大叹不妙，双月诀才丢几天，居然这么快身体就开始出问题了。数箭齐发之下，她无可避免的后背中了一箭。江宁儿，把解药交出来！江宁儿虽中箭倒在地上，可双手仍旧紧紧抱住刘婆婆。老贱人，你做梦！好得很，继续射箭，给我杀了他！我看谁敢！这一声怒吼震得在场所有人都浑身一抖。紧接着就看到秦君夜带着晋王府的人马蜂拥而至，参见晋王殿下。但秦君夜并不理会他们，直朝江宁儿快步走去。江宁儿，你好大的胆子！你到底有没有把本王放在眼里？不是交代着让你等我回来的吗？谁许你一个人来的？王爷，求你救婆婆！你怎么？秦君夜这时才看出他脸色有些不对劲儿。江宁儿，这才发现他背后中了箭。谁干的？晋王爷，你是不知道此女做了什么恶毒之事，她对母不恭，对姐不敬，还对亲姐姐下毒。王爷啊，我可怜的医雪现在可是……秦君夜便直接一脚将他踹到了几米开外。你以为你和江一雪是个什么东西，也配让本王的王妃对你们恭敬？敢对本王的女人动手，你是长了几个胆子？叶氏闻言，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他，似乎不敢相信晋王居然真的会护着江宁儿。来人，伤本王王妃者，全部就地诛杀！几乎是顷刻间，所有弓箭手就全部被晋王府的侍卫一刀解决在了原地。叶氏终是遭不住刺激，在一声尖叫声中晕倒了过去。秦君夜没有在沛国公府多做停留，
甚至没有看叶氏一眼，让下属马上安排刘婆婆治伤，自己则直接将江宁儿打横抱了起来，大步离开。回到王府，秦君夜抱着江宁儿回到贵心小院，并下令把温逸叫来。温少爷昨夜就跑青楼喝花酒去了，至今还没回呢。黄雀话还没说完，就看到秦君夜那双几乎要冒出火来的眼睛。属下这就去把温少爷绑回来。屋中的暖炉已经烧到最旺，可江宁儿丝毫不见回暖的迹象，意识迷糊地抱紧了他的腰，往他怀里钻了钻。这时候黄雀已经将温逸带了回来。秦君夜，你搞什？话还未说完，就看到床上的这一幕，惊得像见了鬼一样，叫了一声：我天哪，有母的呀！你是没见过女人吗？温逸此时心中有许多话想问，但是迫于秦君夜那个要杀人的眼神，他决定为了自己的小命先救人再说。他上前2步，简单的判断了一下伤势，还好箭头无毒，但你赶紧拔掉。说完就开始上手要解江宁儿的腰带。你干什么？我还能看什么呀？不脱衣服我就看不清，看不清我怎么拔剑？万一手歪了伤到了胫骨怎么办？你府里又没一个丫鬟啊，难不成你来脱呀？我来脱，你出去。你来？你确定啊？替女人脱衣服，秦君夜其实从来未有过，因为上一次在破庙里他都是用撕的。他是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女人的衣服居然有这么多层，这么麻烦。女人真麻烦。可手上却也不敢有大动作了。最后没办法，他还是直接将她的衣服给撕了。等温逸进来时，就看到秦君夜还是将她拢住，只将她背后伤口的那一小块皮肤裸露出来，让温逸看。你把她抱紧啊，拔剑的时候会很疼，别让她挣扎，否则乱动伤到了骨头，那可就糟了。秦君夜脸上露出一丝局促。此时江宁儿身上只剩一件肚兜，所以他虽然看似搂着她，实则都是虚空搂着。拔剑的过程还算顺利，温逸顺利拔剑后检查了一下伤口，外伤还好，此女体质本就很弱，又伤到了气血，所以才会晕倒的。伤口虽然不深，可位置靠近骨头，也不要磕着碰着。我会给她开副方子，今日她须得要好好静养才行了。这个红色月牙，我怎么好像在哪里见到过一样？眼睛不想要了，本王可以替你挖出来。果然成亲的人了就是不一样。怎么样，要不要我再给他配一副备孕的汤剂，给他调理调理，祝你早日添个仔啊？我记得你那儿还有一瓶玉痕膏，可以伤不留痕。金君，你不会是来真的吧？拿出来。我的玉痕膏可是江离亲制的，我搜罗了整个凌空大陆，也才得了这么一瓶，我都还没有研究透里面的配方呢。你是我兄弟，你要自己用的话，我还能勉强分你一点。可这女人是谁啊？她跟我非亲非故的，连正脸我都没有瞧过一眼，我干嘛给她？要我动手？温逸下意识就开始护胸口，连连后退。你别过来啊！你再过来我就喊了啊！我的。他话还未说完，就见秦君夜来到他边上，又在他没反应过来之前再次回到了床榻上，就好像只是一阵风一样。可他的玉痕膏就这么没了。秦君夜，你欺负人！你那么多次危在旦夕，是谁救的你？是我！你怎么有了媳妇就忘了兄弟？我再也不要理你了！秦君夜这时抬头看了他一眼，你现在把玉痕膏还给我，我们友谊的小船还能不翻？否则我就跟你绝交！黄雀一直就在门外守着，即刻就进来。太吵，把他拖出去。说完就打开了玉痕膏的盒子，直接开挖。秦君夜，不是那样用的，用不着那么多。你个混蛋，你好歹给我留点啊！拖出房门的温逸整个人又气又恼，叫唤着要收拾东西回一宗，再也不来晋王府了。你跟你主子都是一路货色，我说要走都不拦我一下的。温公子，你一年最起码要跟王爷说绝交10次，回一宗10次，不理他10次，我都听出老茧来了，更别说是王爷了。而且你是为了逃避婚约才不肯回一宗的，又不是王爷不让你回。你都多大的人了，别老是生气，就跟小孩子脾性一样。玉痕膏王爷早就重金让人去寻了，并会赔你的。再说了，就你那一小瓶还不够王妃用的呢。温逸还是有一些羞耻心的，瘪了瘪嘴，便不再造作了。秦君夜要娶的本来是沛国公府的嫡长女，结果被人塞了一个替嫁的乡下女。以她的脾气，不把这个替嫁王妃砍了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怎么还这样护着呀？你家王爷是吃错药了，还是被那个妖女下蛊了？温公子，你说谁是妖女呢？我们家王妃可是痛宗2皇子，敢直面叫嚣皇后的铁胆侠女。而且江云雪有什么好的？那个女人就会装可怜，人品低劣，手段还恶毒，长得还没我们王妃头发丝好看，却到处声称自己什么京城第一美女。要我说，是我们家王妃这些年低调，不与她争锋，否则她江一雪算个球。
我看这个女人啊，是给你们都灌了迷魂汤了。会打架算什么优点啊？那不是更加说明此女粗俗不堪吗？你就是因为不会打架，所以王爷抢你东西，你连还手都不会，所以会打架怎么不算优点？哎，你温义气的腮帮子一鼓一鼓的，正要回怼，就看到黄雀摩拳擦掌的看着他，一脸你再说王妃坏话我就揍你的表情，立马做出了文人不与武夫争辩的决定，哼哼两声表示着自己的不满，长袖一甩，然后撒丫子跑了。想起江一雪，他便想起今早清玄那边报来的消息，15那夜已经可以100%确定，绝不可能是江一雪了，因为他那夜在二皇子府上一夜未归。金君夜经此意识到，其实江宁儿与他有几分相像的，他被用来验证一个虚无缥缈的谏言，赐婚让他娶妻，他则是被母姐利用，让他来杯冲喜不成则要陪葬的罪，两个都是被自己家族抛弃和不重视的人，却刚好凑到了一起。之后秦君夜还顺势给他换上干净衣服，一番折腾下来，天色已经不早了。见江宁儿呼吸平顺，再无大碍，秦君夜准备抽身离开，江宁儿昏沉中竟双臂一环，把他抱得更紧了，不让他走。秦君夜身子僵了一下，狐疑的低头看向他，怀疑他醒了，只是纯纯的在折腾自己。丑女。等了一会儿，见江宁儿纹丝不动，他才意识到他是真的没醒来。跟他如此亲密的接触了一天下来，他竟都完全没有生出将他直接推开的心思。秦君夜本来就想着等他松手些，自己再慢慢抽身，结果今日他也是累极了，被他抱着躺了一会儿，不自觉便也进入了梦乡。清晨，江宁儿终于醒了过来，趴了一夜的她此时只觉得后腰十分难受，下意识就想撑着身子起来，于是她双手向下一用力，摸够了吗？我靠！下意识就将人踹下了床。秦君夜，你是不是人？我都伤成这样了，你居然还趁人之危！到底是谁趁人之危？明明是你昨夜抱着我不让我走的。我才没有！你别乱讲，上次也明明就是你偷亲我，还非说是我偷亲你。秦君夜，你好歹是个王爷，怎么能这么不要脸？想起昨天自己照顾他照顾得那么辛苦，他很快又觉得气得不行，站起来后大步朝床上走去。喂，你不至于说不过我要动手吧？自己看你做的好事。看什么？就看到秦君夜将衣领向下用力一扯，见他精壮的胸膛上赫然印着牙印儿。王爷胸肌练得不错，都快比我的还大了。是吗？本王还没见识过爱妃的，不如我们比比。王爷这个玩笑开得真好，本王可没有在跟你开玩笑。说着一把揽过他的后腰，将他朝自己怀里一带。爱妃昨夜的表现真是让本王印象深刻，不若现在继续。继什么续啊？王爷人家还小，听不懂呢。不懂没关系，本王不介意亲自教教你，什么才叫男人真正的不要脸。王爷，我早上没刷牙，我口臭。秦君夜本就没想过要把他如何，就是故意吓唬他的。你怎会有手工纱？王爷怎么了？我为什么会没有手工纱呢？可你那夜明明……莫非一切都是他想错了，认错人了？王爷，我以为我们两个之间就算没有感情，也该有个最基础的信任。名节对女子而言是最珍重的东西，绝对不许他人污蔑。15那夜我人就在义庄，哪也没去。你若是这么不相信我，大可以让人去查。本王不是这个意思。那王爷不是这个意思，为何会这样问？我们昨夜虽睡一起，但未有真正的行过房，你不至于是单纯到相信男女躺着睡一觉就能怀猴子这种骗小孩的鬼话吧？罢了，我知你冰清玉洁，此事不用在意。看到秦君夜的反应，江宁儿也不禁眉头微皱。这时屋外黄雀来报说是沛国公府来了人要见他，他们居然还有脸来。王爷，来的不是叶夫人，而是国公江老爷。秦君夜闻言看向江宁儿，毕竟是他的家事，见不见得由他定夺。江宁儿其实还从未见过自己这个爹，他思忖了一下，便让黄雀把国公也请了进来。等到江映初进屋时，夫妻二人都是已经穿戴整齐的。秦君夜正坐在床边，江宁儿斜倚在床上。宁儿啊，我的宁儿啊，你伤得怎么样啊？严不严重？
快让为父瞧瞧。江宁儿万万没想到，这个从未见过的老爹是这个路数，一时被他热情的有些没反应过来，下意识往秦君夜身后躲。秦君夜察觉到他的不适，坐在床边狠瞪了江映初一眼：“你就是我爹。”宁儿，我是你爹呀！国公爷，我跟你不熟，竟然也是第一次见，你没必要喊我喊得那么情真意切，这太假了。为父知道这些年没去看你，你心中对我有怨念，这10几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你啊。国公爷，你看你一下子就说漏了吧，你又不是断手断脚，我又不是远在千里之外，有什么力量能阻挡你去见我一面？而且你要真是这么心疼我，当年我还不过是个襁褓中的婴儿，为何就能忍心把我丢至义庄那种地方？这件事儿能不能我们父女2个单独聊聊啊？不能，有什么当着王爷的面讲，王爷是我的夫君，我跟他是一体的，我能听的他也能听。说完，他还生怕秦君夜离开，在他耳边小声了一句：“王爷，你可千万不能走。”秦君夜知道他是想拿自己当挡箭牌，但不知怎么的，听到这声夫君，他心里还是无端生出一丝舒畅。本王不走。江映初将2人的亲密看在眼里，不知怎么的，脸上闪过一丝怪异，而这一闪而过的神色，正好被回过头来的秦君夜看见。国公爷要是不说的话，我也没什么别的好跟你聊了，你请回吧。既然你想知道，为父就告诉你，当年叶氏怀你时怀得十分辛苦，大有不保之象，而我遍寻名医都不见效果，去寻了钦天监的赵国师为腹中胎儿祈福，希望无论如何都要把你跟你弟弟保住。弟弟？此事你还不知道吧？当年其实你是一对龙凤双胎呀。那后来呢？后来赵国师算说叶氏这一胎有异象，若双子平安落地，则是天降麒麟子的祥瑞之象，但若只有一子活下的那个便是天降邪星，克母族亲疏，克人克己，若不把活下的那个送去义庄那种邪性重的地方，那么剩下的那个孩子也无法活着长大了。叶氏不喜欢，正是因为他自那次生产后元气大伤，再也无法生育。国公爷编故事的能力还真是不错，我差一点就要信了呢。我说的都是真的呀。真，不妨实话告诉国公爷，我让你进来并不是要跟你叙旧，而是为了看你的长相，光看到你这双眼睛，我便可以断定叶氏绝不是我娘。你不能因为他对你不好就不认他吧？国公爷，我虽在义庄长大，但也绝非是你们以为的那种无知村妇。叶氏虽乍一看与我有几分相似，但她跟江一雪都是一双丹凤眼，而我则是完全不同的杏园眼。若你也是杏眼，那还合理，但你却明显不是。子女的样貌都是从父母身上遗传的，不可能凭空拥有父母都没有的东西。我看你还算是情真意切的份上，姑且算你是我亲爹，那么结果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娘不是叶氏，而是一个跟叶氏有几分相像，却跟我一样生了一双杏眼的人。江映初听到这话，眼神顿时闪过一丝慌乱。江宁儿精准捕捉到，然后心中一沉，看来他说对了。你会到王府来找我，想必已经知道叶氏伤我的事情。我念在事发时你人不在京中，此事我便不予你追究。但从这么些年你对自己女儿不管不顾这件事，可以看出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我也不想认你。我累了，想休息了，你走吧。宁儿，但江宁儿直接侧身躺下，拒绝再跟他说话。王爷，臣还有话需跟王爷讲。既然爱妃要休息，我们出去说便是。2人走到院中，秦君夜停了下来。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王爷，老臣斗胆，希望王爷退了跟宁儿的婚事。你说什么？王爷，宁儿虽是我女儿，但她出身乡野，不学无术，配不上王爷这般的天纵之子。我刚看到宁儿的臂上手工纱还在，相信王爷与她还未圆房。臣希望王爷能够退婚，让宁儿回到沛国公府。秦君夜本就因为那个手工纱而气恼，江映初居然还想借此退婚，不可能。
是你们自己将江宁儿送嫁到的王府，现在一句退婚就想让本王把她送回去。你以为晋王府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王爷，下官不是这个意思。本来皇上旨意赐婚的便是我大女儿依雪，替婚一事，下官当真是丝毫不知啊。下官愿遵循圣上旨意，现在就让依雪嫁到王府里来。本王不管江宁儿是因为什么原因替嫁的，但她既然已经入府，便是我晋王府的人，与你沛国公府再无瓜葛。今后沛国公府不管是任何人敢再将任何的心思动到本王王妃的身上，本王便将你们满门挫骨扬灰，给我滚！江映初感受到了他身上强烈的威压和眼中的杀气，十分相信他说得出是真的做得到的。温逸走到秦君夜身边，望着江映初仓皇逃走的背影，你对你老丈人这么凶，就不怕你媳妇生气？他自己都说不想认这个爹，我又何必认这个老丈人？昨日他没杀叶氏，是因为想着江一雪曾对秦君行有赠药之恩，这份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且今日他也瞧出来了一些端倪。江映初虽表现亲昵，但他从男人的视角觉得江映初看江宁儿的目光并不只是父亲的关爱那么简单，竟然还有几分男人对于女人的渴求和希望占有的感觉。你来这里做什么？找我有事？那个重伤的刘婆婆我已经瞧过了，皮外伤都是小事儿，但坏就坏在她伤到了关节和筋骨。完全没办法了吗？如果真的完全没法子了，我也不用特意来找你。温逸拿出一张画像来啊，这是9节续骨草，正好可以对上刘婆婆的症，但是呢不好找，反正是以我的力量是绝对寻不到的。温逸本就是北门一宗的少宗主，寻药对他来说应该不算难事，但连他都说找不到的药材，其珍贵和稀有程度可以想见。行，我知道了。哎，你不准备跟你那个小王妃说一声？不必跟他讲，我会解决。沛国公府里，晋王走后，叶氏就因为受不了那个血腥刺激的画面而被吓得晕了过去。一醒便听闻老爷回府了，并正朝他房间急急而来。老爷，你可回来了！我贱人，谁许你动用伏兵呢？老爷，是江宁儿嫉妒依雪美貌，给依雪下毒，妾身也是情急，才拿弓箭吓唬她的。吓唬？只是吓唬，会让宁儿中箭吗？会让她昏倒了1天1夜，直到今早才醒。你分明是想借此机会除掉她。你怎么知道她今早才醒？你居然去晋王府见那个丫头了？你离家许久，一回来竟然是先去晋王府看她。那个丫头不过就是个贱种，她凭什么？宁儿是我的女儿，我告诉你，我不仅去看她，我还跟晋王提议用医学把宁儿给换回来，可晋王根本就不要。老爷，你怎么能这样对依雪？晋王那般暴力的人，依雪要是去了晋王府，一辈子可就完了。她可是你亲生女儿呀！若她不是我亲生女儿，光是设计宁儿弃嫁晋王一事，我杀你们母女100次都不够。最好像你说的，能够让她成为太子妃，给沛国公光宗耀祖。否则你别忘了，只要本国公换了你，国公府里能取代她嫡女位置的人多的是。叶氏看着他走远的背影，他比谁都清楚自己这个国公夫人的位置是怎么来的，并非是他出身高贵，而是因为江映初疯狂爱着的那个女人有着最为相似的容貌。他本以为那个女人死了那么多年，早就忘了那个女人，当年自己如何都比不上那个女人，自己的女儿居然在他心里也完全比不过那个女人的女儿。他恨江宁儿为什么没有死在3岁那一年。当年他明明在那儿亲手给江宁儿喂下了足以毁掉她全身经脉的毒药，又亲手将她丢下了山崖，他为什么还能活下来？为什么他和他那该死的娘亲长得如此相像？叶氏将一旁的花瓶砸到了地上，心中暗暗发誓，定要除掉江宁儿那个死丫头。江宁儿稍好些了，便第一时间去看了刘婆婆，亲自诊断之后得出的结果跟瘟疫一样，必须得找到9节续骨草才行。他知道这东西难寻，便偷摸给蓝眼少年那边发了信号，让人去找，同时也给布庄的杜姨捎去了消息，加派人手盯着沛国公府。秦君夜的生母玉嫔本是跟随太后在玉驼山礼佛，天启皇帝赐婚匆忙，他来不及赶回，便没能看到他们成
成亲。等赶回时，又正是江宁儿养伤的时候，于是江宁儿伤势一见好转，秦君业便带着她再次入宫觐见生母玉嫔。二人本是朝着玉嫔所在的芳华殿走去。晋王殿下，皇上喊您过去一趟。出什么事了？近日寒冬，多地界出现雪灾，皇上召集了诸多大臣和皇子一起商议对策。你先在御花园里等我，我去就来。他一走，江宁儿便一个人在御花园里闲逛起来。站住！你到底是谁家的？怎么会有资格在这里的？你都有资格来，我为何没有？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比？我可是于贵妃的亲侄女。我还以为你是皇后的侄女呢，区贵妃的侄女，居然就敢在宫里跟我耀武扬威。皇后是什么东西啊？那个老女人怎么跟我姨娘比？皇后很老吗？哼，皇后3个月都召不来皇上留宿一日，不像我姨娘几乎日日承宠。宫中皇上的恩典才是最要紧的，也就是我姨娘现在还不屑皇后这个位置，不然有她什么事？原来于贵妃这么厉害啊，我之前都不知道。哼，所以你是个什么身份？居然也配来跟我一起参加选妃？选妃？怎么，你不是来参加玉亲王选妃的？我不是来选妃的，我还有事，烦请林姑娘让开。二人此时就站在桥边，下面就是池塘。于是林月寻动了心思，他冲自己丫鬟使了一个眼神，林月寻2步上前，下去吧你！说着就将前面的人推进湖中，却不知为何，他明明伸手要推的是江宁儿的背，可最后却推到了自己丫鬟的身上，结果二人一起掉进了池塘中。快来人呀！有选秀的小姐掉水里了！江宁儿这一嗓子不仅招来了救人的人，也招来了其他进宫选秀正在四处闲逛的小姐们。御花园动静太大，终是把皇后招来了。到底是发生何事了？御花园中怎么会有人落水的？还请皇后娘娘给臣女做主。皇后娘娘，是此女推我下水的。林姑娘还真是忘恩负义呢，明明是你自己掉入水中后，我喊人来救你的，怎么成我推你了？皇后，就是这个姑娘推的我和我们小姐。我们家小姐本在看鱼，谁知这个姑娘过来寒暄了几句，得知我们家小姐是今日参与选妃的人选后，就发狠的推她。奴婢要阻拦，就被一起推了下去。皇后娘娘，臣女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女人，不知她为何要这样对我，还请皇后娘娘明鉴。江宁儿，林家主仆都说是你推的，你可有方法自证？人证我确实没有，但是别的证据我还真有，只是不知道方不方便拿出来。有证据你尽管拿出来。如今各位小姐都瞧着，本宫定不会偏颇任何人。有母后这句话，儿臣也就放心了。母后儿臣。林月寻这时才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到自己明明没有开口，可自己的声音居然在远处响起。哼，皇后是什么东西啊？那个老女人怎么跟我姨娘比？皇后3个月都召不来皇上留宿一日，不像我姨娘几乎日日承宠。宫中皇上的恩典才是最要紧的，也就是我姨娘现在还不屑皇后这个位置，不然有她什么事？林月寻听到自己说的这些，吓得整个人顿时就瘫倒在了地上，声音一直放到林月寻恶狠狠的一句：下去吧你！一切的始末不用江宁儿多说一句，有耳朵的都听出来是个怎么回事。江宁儿才敲了敲手中的流音石，将它又收回了怀中。林月寻，你好大的胆子！你一个臣子之女，对待皇室宗亲不恭不敬也就算了，竟然还诬告晋王妃，你可知罪？晋王妃，皇后娘娘，臣女不知她是王妃，是臣女一时糊涂，还请皇后娘娘恕罪。此女冒犯晋王妃，去除选秀资格，杖责30，即刻赶出宫去。不要！我知道错了，皇后娘娘恕罪啊！看着林月寻被宫人狼狈拖走，江宁儿淡淡的扫了皇后一眼，感叹这皇后还是厉害的。母后，她刚想开口说些什么，就看到几个小太监神色慌张的朝这边跑来。皇后娘娘不好了，与亲王跑了！他怎么又跑了？不是叮嘱你们今日一定要看牢他吗？回娘娘，王爷说是要出宫，奴才们也不好跟着呀。可等了半天不见王爷出来，我们再一瞧就发现人没了。选妃之事
改日再议。便连忙带着宫人去寻玉亲王。而一众秀女们进宫，为的就是给玉亲王长眼的。如今人都不在了，他们也就没必要再在宫里逗留了。刚还热闹的御花园，顿时人就四散了。就在江宁儿以为又只剩自己一人时，他的身后响起一道稚嫩的男音：“我刚明明看到那个邻家姑娘要推的人是你，你是怎么突然变换了位置，出现在她身后的？”哦，你是七弟？谁是你弟弟？不许你这么喊我！你不是特意过来找我问好的吗？我为何不能换你弟弟？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谁说我是特意来找你的？这么大的御花园，你不去别处，偏往我这儿来找我说话，不是特意，难道还是不小心？你别打岔！你刚才是怎么办到的？刚才邻家主仆落水，其实就是你干的吧？七皇子，你眼花了吧？哼，你别想糊弄我！从一开始我就在远处凉亭看着，我明明看到林月寻都摸到你衣裳料子了，怎么落水的人反而成了他们两个？你若不老实交代，我就将此事告诉皇后去。我当时转了2圈，顺势就把丫鬟拉到了我本来站的位置，所以林月寻推的人就变成了自己的丫鬟。只不过我走开时还绊了林月寻一脚，所以我就到了他的身后，而他没站稳，也跟着一起掉了下去。怎么样，这样说的够清楚了吧？此时，刚从殿中出来的秦君夜也听闻了御花园的事情，疾步而来，正好看到二人在说话。没吃亏吧？王爷，你看我像是会吃亏的人吗？哥，你要小心这个女人，她一个乡下女，居然会武功，这个女人很危险。你可知二皇子被打的事情？她虽对外说是生病，可我让人打听了，说是被打的，也不知道是哪个这么有本事，说是被打的，整个人都成了猪头，到现在都没好。知道是被谁打的吗？秦君行茫然摇头。他打的。什么？他？秦君行惊的一时有些说不出话来。这个女人怎么敢的？天哪，这么爽的事情，她都只敢在梦里梦一下。这个女人居然真敢动手啊，简直干得漂亮。哼，乡下女就是乡下女，居然如此粗野。二皇子再不济也是皇子，这个女人居然也敢打，我看她分明就是在给你惹事。像她这种爱慕虚荣、心机深重、水性杨花又粗俗不堪的女人，根本就配不上你。哥，这种女人不能留，应该尽早休了她。秦君夜拧眉，刚想开口，结果江宁儿先了他一步，二话不说，照着秦君行脑袋上就是一记暴锤。这一下打得秦君夜也是十分愕然。这野丫头，你凭什么打我？废话，你当着我的面骂我，可不就是找打吗？我可是皇子。我知道呀，我不仅知道你是皇子，我还知道我是晋王妃，是你亲嫂子呢，长嫂如母，四舍五入我就是你半个妈。当妈的打自己的亲儿，天皇老子来了也不能说个不字。秦君夜无语，是这样算的吗？怎么听起来离谱，但又好像有点道理的样子。我怎么了？你给我道歉！你打我还要我道歉？凭什么？就凭我揍二皇子是为了你哥。你说我是给你哥惹事，那你可知那日二皇子在新婚夜当着你哥的面，在新房床前意欲轻薄我，我要不揍他，难不成我还脱衣服迎接他呀？我确实因为揍他得罪了皇后，可我要是不动手被他成了，到时候传出去，你哥会被多少人戳脊梁骨？你想过没有？什么？秦君临他怎敢如此？我不知道，当日竟是这样的情景。不知道你就敢对我指手画脚，指点江山，未知全貌，不要随意评点，这个道理没听过？而且你我今日不过第一次见面，你怎么就能判断我是爱慕虚荣、心机深沉、水性杨花又粗俗不堪的人？可你贪慕王府荣华，打伤医学姐姐，处心积虑替嫁进王府，就是事实。医学姐姐？江宁儿一听这个称呼就察觉到不对劲儿，难怪这个小皇子对他敌意这么大，感情是江一雪的小迷弟呀。江一雪是骗你的，替嫁一事本王早有查清，与他无关，相反是江家母女设计胁迫他替嫁。江一雪上次那样与你讲，不过是为了避免本王追究他替嫁之责罢了。怎么会？医学姐姐她……行儿，还不快给你嫂嫂道歉！母妃，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你嫂嫂教训的一点也没错，你确实该打，快给你嫂嫂道歉。对不起。你就是宁儿吧？行儿这孩子是被我和他哥哥宠坏了，还望你不要介意。参见母妃，母妃言重了。好孩子，我本一回京便让叶儿带你进宫让我瞧瞧，可叶儿说你受伤了，我还担心了一阵。怎么样啊？现在身子可好些了？承蒙王爷照料，我已经大好了。好了便好，我在芳华宫等了半天，不见你们来，才来寻你们的。快随我去宫里坐坐吧，茶水糕点我都备好了。
人到齐了，开始备菜吧。许嬷嬷一个人忙不过来的，我来帮忙吧。这种事怎能让王妃亲自动手？她要干就让她干呗，反正乡下出身，怕是粗活得心应手的很呢。结果小鬼头话还未说完，推着他就开始往外走。喂，你干什么？你也是要吃饭的人，不得出点力？你跟我一起去。我能干什么呀？你断的是腿又不是手，有什么不能干的？我杀鸭你拔毛，别光想吃饭不干活。自从3年前那场事故，星儿再也站不起来后，她的性子便阴郁起来了，一点也不像13、14岁孩子的模样。母妃这3年可好？我很好，你不用担心。这3年来，你虽不能入宫来看我，但我也寻到了自保的法子。太后看中我经文抄得好，经常让我陪着她礼佛。有了太后这层照拂，宫里的新人又多，时间长了，皇后就顾不上我这边来了。怪儿子无能，没能力保护好母妃和军行。你这是哪儿的话呀？这3年你受的委屈，吃的苦，比我们谁都多。相比你弟弟，母妃更心疼的其实是你。宫外的事情，母妃帮不了你。好在现在你也娶妻了，身边有个人能陪着你。我瞧着宁儿是个好姑娘，她的出身我有听闻，她也是个苦命的孩子，你可要对她好一点，别欺负人家。母妃放心，儿臣向来不会亏待府中之人。但只是不亏待，可怎么行啊？她是你妻子，不是你府里的侍卫和兄弟。母妃虽知你是个面冷心热的人，但夫妻之间，特别是对待女孩子，还是要表现得热情主动一些才好。所以你们2人圆房了吗？听到这话，隔着面具，玉嫔都能看到他此时呷醋的神色。叶儿，当年皇上要给你配个通房丫头，你也不要。圆房这事，你该不是不会吧？母妃不必担心，儿臣是会的。那母妃可就等着抱孙子喽。今日是军行无礼，你教训他一下也是应该的，但他本心并不坏，你莫怪他。我只是意外，往日马车上王爷都是安静的看书，从不与我多说话的，今日居然主动开口与我聊天。本王有这么冷漠吗？当然有，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起初刚接触王爷时，我觉得王爷简直冷若冰霜，又凶又霸道。可这段日子下来嘛，我意识到王爷其实是个外冷内热的人，特别是今日入宫见过玉嫔娘娘后，又发现王爷其实是孝顺且爱护兄弟的人。一个对家人好的男人，通常都不会真的冷漠到哪里去。你今日不过是第1次见母妃和军行，如何就能看出我对他们好了？皇家人多思，像七皇子这般单纯好骗，随便几句话就被人当枪使的皇子可不多见，足以见得是王爷你保护的好。七皇子没怎么见过世间险恶才会如此。秦君夜闻言，眸光微敛，深深看了他一眼。我知王爷平日不方便进宫，但是我是女眷，我可以啊。日后我会多替你进宫看望玉嫔娘娘的。你当真愿意经常进宫替我陪陪母妃？当然。王爷在沛国公府救下我跟刘婆婆的事情，我心中一直记着。我这个人其实很简单，别人对我不好，我就对别人不好；但别人对我好，我也会对别人好。我虽与王爷认识时间不长，但这些日子王爷对我还是很不错的，所以你大可放心好了。我本就是你王妃，所以你的家人也就是我的家人，我定不会亏待他们的。不过江宁儿答应的这么快，当然不光是因为要回报秦君夜救她和刘婆婆的事情，这虽然是原因之一，可她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嫁给秦君夜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天楚皇室有她一直在找的那位可以替她重塑经脉的凤血丹，她很需要这个理由经常进出宫闱，才有办法打探到消息。而秦君夜还不知道他的这份想法，只觉听到这话，心头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说不上来是什么。就是听到他那句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时，突然觉得本是孤独一人在走的路，身旁似乎多了一个可以分担可以携手共进的人。算你个野丫头还有点良心。王爷，我们成亲这么久，我竟连你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我能不能瞧瞧？王爷，王爷！就在这时，一个穿着晋王府服饰的侍卫骑着一匹马急急而来，打断了2人的举动。秦君夜闻声，推开车帘朝外望去，侍卫下马后来到他身边，冲他神秘的耳语了几句。秦君夜顿时神色恢复了往常的清冷严肃，向车夫吩咐：你先送王妃回府。王爷不跟我一起回吗？本王今夜应该都不会回。便骑上快马离开了。
殊不知，江宁儿看到他走远后，皎洁的眸子顿而一眯。他当然不会多问，甚至巴不得他不回府才好呢，否则他还要为今夜的行动多些忧虑了。江宁儿一早得到消息，今晚一宿阁将有一株9节续骨草进行拍卖，那个是将刘婆婆治好的关键药品，她可不会错过。看似她被车夫送了回去，可转了一圈，一道紫色的身影便神不知鬼不觉地趁夜溜出了王府。一宿阁每月只进行1次拍卖，但拍卖物品清单会提前流出，方便五湖四海的买家得知消息后赶来。今日怎么这么多人？老大，咱们的钱会不会带少了？要是不够买怎么办？今日我一个人进去就可以了，你留在外面守着。如果真的没有拍得，咱们就抢，反正续骨草我势在必得。说完，就接过了蓝颜少年手中的鬼脸面具，戴上，跳下马车，朝着一宿阁走去。他一早就让蓝眼少年替他定了位置，下人便直接将他向天字1号房引。此画是大文豪邹庆老先生之作，据说他年轻时曾在山谷中遇难，被一女子所救，可他醒来时只瞧见女子背影，未见其真颜，此为邹老先生一生之憾。邹老先生仙逝前曾在梦中梦见此女，于是他便将梦中景象用画作记录了下来。成画的那一刻，也是老先生咽气的那一刻，故此为绝笔之作。相传老先生还在画中藏有一宝，说是获得此宝便可与自己的有缘人永不分离。但至于这宝到底是何物，就留给拍下此物的买家回去细细破解了。对江宁儿来说没什么吸引力，于是只匆匆瞥了一眼，进入了他的天字1号房。这时外场的拍卖喊价已经开始了，起拍价是1万两、15000两、17000两、2万两。喊价声不断攀升，就在叫到3万两，大家觉得已经要超出此物价值，应该不会再有人往上喊时，5万两。5万两买一幅画，疯了吧？江宁儿听着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他瞧了眼对面玄字1号房，透过窗纱可以看到其中坐着的是一个男子，想着估计是那种不懂却喜欢附庸风雅、装格调的那种人。人傻钱多。又等了几个拍品，终于到了他一直期待的9节续骨草。接下来是一株稀有的草药，名为9节续骨草。传闻此草药可令骨骼重生，哪怕是断手断脚的人也能迅速恢复如初。起拍价还是1万两。药草不像艺术品，需要的人才会买，所以江宁儿本是料想参与竞拍的人不会太多的，结果也确实只有一个2楼的D字2号房与他2个人一直叫价，一路从1万两叫到10万两，对方败下阵来，不予再跟。正当满心以为此物已经是他的，不会有人在跟时，刚才买画的玄字1号房又有了动静。20万两、25万两、30万两。一时间大家都在猜测叫价的2人到底是谁。35万两、35万两第一次，35万两第2次，35万两第……就在江宁儿和喊价的司仪都以为玄字1号房已经放弃时，玄字1号房里直接一张红牌从窗户里伸了出来。红牌一出，全场顿时沸腾了。按照一宿阁的规矩，红牌意味着直接给出封顶的价格100万两。江宁儿瞳孔猛地一缩，这玄字1号房的人不是傻子，而是疯子吧？此时的江宁儿也已经叫不出更高的价格了，但他并不服气，他噔的一声便丢出一枚黑色玄铁令牌，从房间射出，钉在了玄字房的窗子上。天哪，天字房的是鬼谷门的人。江宁儿一身妖异神秘的带着獠牙鬼面大步走了出去，看向对面的房间，不知阁下是哪路的兄弟，要跟我抢？可玄字房里的人却丝毫不让，也咻的一下射出一个令牌。江宁儿微微抬手，正好将其接住。何来抢一说，各凭本事罢了。说话间，天字1号房中的人也走了出来。只见此人一身白色长袍，戴着捂脸面具，几乎除了能够看出是个成年男性，看不出什么来路。但江宁儿瞧了眼刚才手中接到的令牌，眉心猛地一抖。他奶奶个凶的，居然是李雨楼！你就是李雨楼的楼主，那个传说中的六爷。
早有耳闻，鬼门谷的前任谷主紫山老鬼，不知为何突然退位给了一个神秘的后生，想必就是阁下了。李雨楼消息灵通，想必能找到的9节续骨草不会只有这一株，何必非要今日与我相争呢？不如六爷你让一步，鬼谷门和李雨楼也经此交个朋友。显然，白衣男人听到这个提议后是有些许动摇的。李雨楼若愿意相让，我鬼谷门可以。一宿阁里向来只看价高者得，公子不必与我相让，若有本事，大可以继续跟我加价，但不管你加多少，我都一定出得比你高。看来李雨楼对此物是势在必得了，我也不想跟李雨楼交恶，君子不夺人所好，草药又不是只有这一株，我不急，再去别处寻便是了，你拿吧。说完便直接从他身边掠过，走得干脆又利落。一宿阁在一个偏远山庄，若要回到京城，还要穿过一个山中密林。可进入密林后不久，李雨楼的车夫就发现不对劲儿。主子，出事了！不知怎的，这棵树我觉得我已经看到3回了，可是小的明明是按照来时的路走的，不会有错才对的。我们该不会遇到传说中的鬼打墙了吧？秦君夜看了看四周，也发现他们来时穿过密林只需要1炷香的时间，可现在似乎已经在这林子里转了半个时辰还没出去。糟了，是鬼谷门的迷踪阵，我们进了阵里了。秦君夜话音一落，紧接着就是一阵巨大的爆破和马匹惊鸣声。他腾身而起，虽未被伤到，可脚下的马车已经4分5裂，马匹和车夫也被震晕在了一旁。他眉心一蹙，即刻意识到是有人在他车底动了手脚。不愧是李雨楼的楼主，果然见多识广，居然一眼就瞧出是进入了迷踪阵。可是光知道可没用，识相的把9节续骨草交出来，否则解不了我的阵，你就休想走出这片林子。鬼谷门行事也不过如此，钱不够就用抢的。哼，不是你说各凭本事的吗？能抢到也是我的本事。鬼谷门果然卑鄙。哼，1千2卖我假消息，你们李雨楼又好得到哪去？胡说！江宁儿懒得与他废话，直接上手开抢。此时的他毫无保留地使出了全部的武力，但让他意外的是，李雨楼的楼主居然武功也会这么强。江宁儿发现了一个悲催的事情，他居然打不过，于是他当即决定乱他心神，与他缠斗。六爷功夫不错，不过不知为何不使出内力？对付你不需要。哼，好大的口气哟！这胸肌腹肌也不错，练得很好嘛。小屁股我也来摸摸。无耻！是啊，我就是卑鄙又无耻。怎么样，喜不喜欢？闭嘴！他心中一气，趁他乱神之际，他瞄准他怀中的锦盒直直而去，却不想秦君夜迅速反应了过来，没有叫他得手，反而侧身也朝他胸前袭来一掌。江宁儿的手从他腰间掠过，抓住一物。我的双月诀怎么会在你这儿？什么？你的？秦君夜听得这话，心中一紧，虽然连忙收了力道，一掌就按在了他胸上，直到他下意识抓了一下，才依稀觉得这个触感他好像是摸过的。你竟然是女！话还未说完，就被江宁儿一巴掌呼了上去。臭流氓！秦君夜因为太震惊而晚了些闪躲，被他将他的面具给打了下来。是你！等不及他们互相再确认，远处的剑弩便朝着江宁儿后背蜂拥而至。小心！秦君夜喝了一声，猛地一把将人拉进自己身旁，随后朝天虚空挥出一掌，用内力将数十支剑弩尽数震碎。江宁儿只觉得这招看着有些眼熟，但下一波剑阵已经来了，丝毫不给他思考的机会。他拉住秦君夜向后一转，跳！二人便顺着崖边朝下一跃，扑通一声，水花四溅，二人双双掉进了崖底的温泉之中。江宁儿脸上的鬼脸面具在落水的那一下被水流冲击开，也露出了真实容貌。可秦君夜却因为刚才那一掌用了内力，导致毒发，眼前只能勉强看到一些模糊的人影，瞧不清他的脸，整个人也只能无力地趴在他的肩头。江宁儿意识到他是毒发了，连忙带着他游至岸边，正要给他解腰带、脱衣服、针灸时，手腕被他一把紧紧扼住。你害羞什么？那野泥哪里我没摸过？你是不是？你先别说话，凝神吐气，我先给你把毒压下来，有什么等一下再说。江宁儿如蜻蜓点水一般，在他周身几处迅速落下银针。没一会儿，秦君夜便觉胸腹中的疼痛开始散开，这个感觉果然跟上次在破庙里一模一样。等到秦君夜彻底能看清眼前景象，江宁儿早已将鬼脸面具戴上。秦君夜捂着胸口坐了起来。你到底是谁？江宁儿刚刚升起了火堆，回头看他，你不都知道了吗？还能是谁？鬼谷门掌门呗。我是想问你是不是？秦君夜刚想问，
她是不是就是江宁儿，便瞧见眼前这个戴着鬼脸面具的紫衣女子撸起袖子，露出的手腕处是没有手工纱的。她脸色顿而一沉，眼底满是失望。是什么？我是想问你跟鬼医江离是什么关系？你为什么可以压制我体内的毒？哼，鬼医算什么东西啊？世上能人千千万，又不是只有他一人懂毒，莫非全天下懂点毒术的都得跟他有瓜葛才行？这时，远处的草丛里发出了微微细响，打断了二人的聊天。有人来了，找你的还是找我的？我只有一个人，已经被你弄晕了。哼，那看来是刚才的那些家伙不怕死，又找来了。秦君夜艰难地起身，来到他身边，准备开始应战。你刚调理好，这会要移动，我刚才的治疗就都白费了。你边待着去，这里交给我。别以为我没看出来，你武功只是一般，内力更是全无。交给你，怕是我们两个得死这儿。听到这话，面具之下的江宁儿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怎么，我有说错吗？你打得过我吗？我是打不过你，可你不也抓不到我吗？罢了，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他们人多，你根本不是对手。谁说我要动手了？那你是？江宁儿从怀里拿出一颗药丸来，示意给他看。鬼谷门杀人，可从来不是只有打架一种法子。说着，他就将药丸往一旁的温泉池中一丢。不一会儿，在温泉的蒸腾下，四周都开始弥漫着一种奇异的药香。紧接着，就看到朝他们冲来的杀手，通通淹没在了血雾之中。直到雾气渐渐消散，他才看清刚才的杀手已经成了层层交叠的尸体，就倒在了他们10来米远的地方。如何？现在还觉得我不是他们的对手吗？不愧是鬼谷门的掌门，好本事。江宁儿听到这声赞许，得意地哼了一声，开始朝着那堆尸体走去。摸索了一阵后，他拿回遗物给他看。这个你认识吗？是黑羽营。黑羽营哪一路的？皇家二皇子秦军旗。秦军旗？怎么又是他个猪头？怎么，你与他有仇？江宁儿转身来到了火堆旁坐下，将手伸直烘烤着。有仇，但是他不知道我是鬼谷门的人，没可能为此来寻我。你呢？秦君夜也回身坐到了他身旁。同你一样有仇，但他也不知道我是李雨楼的人。那要这么说，他对我们下手不是为了寻仇，那是为什么？应该是刚才这些人就在一宿阁为了这个9节续骨草而来。他前阵子被人打得很惨，但不知为何找了许多大夫，可一点不见好。想来是急了，怕自己落下隐疾会影响他争夺太子之位，所以来找的此药。我没猜错的话，刚才与你叫价的低字2号房就是他的人。说完，他特意看了眼一旁的人，见他纹丝不动。你居然没有追问？既然有仇，怎么一点不好奇是谁打的他？面具之下的江宁儿眼中闪过一丝狐疑，这男人的精明劲儿怎么跟那个人那么像？秦军旗人品稀烂，光是这小小的牙底就已经有你和我2个想揍他的了。想来盼着揍他的定还有一箩筐的人，所以他被打不是很正常吗？有什么好奇怪的？秦君夜扯了扯嘴角，竟觉得这话十分的有道理。你看，加上这一次我救你2次了，你准备怎么报答我？不如把9节续骨草给我。上一次难道我没有救你？你这人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哦！上次一开始是我拿你解药没错，可是后来我解了，是谁压着我不停，要我再来一次的？我是被你的媚药给传染了，并非我本意。那这一次呢？这次算是我救的你吧？这一次更不能算数了，不是你将我困于阵中，黑羽营有机会攻击我，若不是替你挡箭，我也不会动用内力导致毒发。这一次的事情有一大半的责任都在你，真要算还是你欠我的。我买总行了吧？买？你有钱的话，刚才就不会在一宿阁里败下阵来了。我真的救人，急需9节续骨草，你能不能给我打个折？我买。打折？凭什么？凭我们关系不一般呀。我跟你有关系？当然有，我们可是睡过的关系啊，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们虽不是名义上的夫妻，可我们有夫妻之实，4舍5入，我都能算你半个老婆了。跟老婆卖便宜一点，没毛病吧？秦君夜很无语，这种鬼扯的算法怎么让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他刚刚有所动摇，脑海中就冒出了江宁儿当初半身是血，抱着刘婆婆求她相救时的画面。可不知为何，如今意识到他们是2个人后，他几乎不用怎么想，心中的天平仍然开始倾斜了起来。不行，
行，九节续骨草不能给你。江宁儿重重叹了一口气，腹诽这家伙还真是软硬不吃。既然如此，小心，秦军旗的人又来了。叫秦君夜不自觉地朝着他看的地方回头，可这一回头就被他点了穴。江宁儿将锦盒从他身上摸出，放进了自己怀中。反正以你们李雨楼的本事，再找一株也不是难事，而我实在很急。说着，他甚至将鬼子令牌丢给了他，当作信物。今日送我鬼谷门欠你的，日后有事你拿着此物去鬼谷门，你提要求，只要鬼谷门能办到的，都定会相助。但至于我嘛，你就不用找了。就算你知道我是鬼谷门的掌门，日后你也没本事认得出我来。说着，转身就朝崖壁走去。你逃不掉的，这次我定能找得到你。那我拭目以待哦。说完，便腾身而起，又如鬼魅一般消失在了黑夜之中。他自知点穴对付李雨楼楼主这种绝世高手，禁锢不住他很久。他撒丫子逃了好远的路，直到跟蓝眼少年接上了头，才终于停下。老大得手了！江宁儿拿出锦盒，今日也是完美得分。他满心欢喜地将锦盒打开，怎么是空的？是不是掉路上了？不会，抢到后一路我根本就没有打开过。他细想着那个男人的一举一动，觉得他没有可能在他眼皮底下把九节续骨草拿出来呀。那家伙从一开始死护着不让我抢的，根本就是个空盒子。得出这个结论的江宁儿迅速掉头，再次朝着崖底而去。可等他再回去时，却发现哪里还有什么人，他奶奶的，居然又被李雨楼给耍了。这奸诈的小白脸！而与此同时，另一边，秦君夜已经换上了一件干爽的衣服，坐在了一辆舒适的马车之中。真是没想到，那夜救王爷您的，居然是鬼谷门的掌门。确实，今日若不是秦军旗的追杀，本王怕是怎么也不会想到，鬼谷门的新掌门居然是个年轻女子。可王爷，她既然能够治愈您的病，咱们就这么放任她离开吗？鬼谷门的人神鬼莫测，今日让她走了，再找可就难了。不怕，本王早有准备。说着，秦君夜拿出了今日拍得的那个仙女梦游湖的画，画卷当时他带在了身上，跟他一同落了水。如今再一瞧，画中的仙女已经面目全非。5万两的画，竟就这么毁了，实在是可惜。这话回得很直，不可惜。值？秦君夜没有回答他的话，想起他消失前的话，若有所思道：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江宁儿被耍的整个人一肚子的怨气，等到他回王府时，已经是早晨了。他偷着翻墙进入贵心小院时，从墙沿上看到了秦君夜的马车居然回来了。昨夜应该没有来贵心小院找他吧？怀揣着有些忐忑的心情，江宁儿回到了自己的院中，瞧见没人来问，也没人来找，这才松了一口气。在屋子里脱下紫衣男装，换回女装后，便立马出了院子，朝着刘婆婆休养的地方而去。昨夜她没能把9节续骨草弄到手，若是不能赶紧想出别的法子来，刘婆婆的情况再拖下去，怕是连她这个鬼医都要束手无策了。刚进屋子，她就神色一亮，这个药的味道是……等等。他叫住了正要给刘婆婆上药的下人，一把将药碗拿了过来，再凑近一闻，没有错，正是9节续骨草的味道。这药怎么来的？是今早清玄大人拿来的草药，让我们赶紧研磨了，分早晚给婆婆用下。清玄？可既然是清玄送来的，背后势必就是秦君夜的意思。而看到下人将半截还未研磨完的9节续骨草拿给他看时，他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不是昨夜？这不正是昨夜拍卖会上的那一株吗？这药王爷怎么弄来的？这个小的不知。不过江宁儿也确实想到，李雨楼确实也接寻物寻人的业务，于是以为昨夜李雨楼正是收了秦君夜所托，所以才去一宿阁与他争抢的。所以这么看来，真正出100万两的其实是秦君夜了。如今知晓他竟这么用心的救治刘婆婆，于是他即刻就去找了秦君夜，觉得怎么也要当面道谢。参见王妃。王爷呢？在里面吗？在是在，只不过王爷受伤了。受伤？他怎么会受伤的？他昨天晚上干嘛去了？这时屋子里的温意听到动静，从里推门走了出来。他昨夜受的伤，我刚施针，现在才睡下。你是？我叫温意，是秦君夜的主治大夫，也是他的至交好友。姓温，莫非你是北门一宗的人？不错嘛，你这个乡下女人居然还知道北门一宗。江宁儿本是眉眼微拧了一下，可很快又释怀了，
说来北门一宗的温老头还喊他一声师傅，所以温毅说来还是他徒孙，想着是自己孙子，便没太计较。我能不能进去看看王爷？他的房间是你能进的吗？江宁儿，你要搞清楚，他帮你替你救治了刘婆婆，不过就是因为你知道了他装婚的事情，他给你一点好处，是让你在外守口如瓶的。但你不要因此就觉得可以忘记自己在王府里的位置，你不过是个挂名的王妃，回你的贵心小院里待着，少给他惹事儿。江宁儿本下意识就想撸袖子教训教训这个孙子，可想了想，却发现自己居然没法反驳。不管我是不是挂名王妃，做人基本的礼貌我还是有的。他这么讲义气替我救刘婆婆，我自然不可能不讲道义出卖他，这点你们大可放心。我也只是来向他道谢，谢谢他救婆婆的。但既然这里不欢迎我，他醒了，你们替我转达就是。说完就转身离开。江宁儿一走，黄雀倒是有些急了。温大夫，你乱讲什么呢？王爷什么时候这样说了？王爷明明这么费心费力帮王妃，怎么可能是为了给点好处什么的？连我都看得出来，王爷是很看重王妃的。你这样讲，王妃该多伤心啊！我就是说了，怎么了？你看他一脸无所谓的表情，有一点不开心的样子吗？他看起来根本就没有感觉。而且你也说了，你都看得出来秦君夜的心思。那他要是因为我逼逼两句就信了，那就是他蠢。你主的这3年是如何忍辱负重的才走到今天的，你也清楚。他真要是这么蠢的女人，早点离开晋王府也好，免得待在这里拖秦君夜的后腿。黄雀听到这话，本是想揍瘟疫的拳头，想了想又放了下来。王妃才不蠢，她定不会相信你的鬼话。江宁儿从秦君夜的院子里出来，本是回贵心小院躺着，准备自己也睡一觉，但不知怎么的，向来好眠又忙了一宿的他，竟然怎么也睡不着了。自从听了瘟疫那些话以后，他就觉得胸里闷闷的，可又不知道这个感觉是怎么回事。他给自己把了许久的脉，没毛病啊，算算时间，应该是大姨妈快来了，经前综合症吧。可躺了会儿还是不舒服，他干脆又溜出了王府，决定出去透透气儿。城南上阳酒楼3楼雅间里，江宁儿一身淡蓝利落男装，坐在他对面的蓝眼少年则是难得卸下了易容，露出了深邃的眼窝。老大，谁惹你了？谁敢惹我？那既然没有人惹你，你怎么这么不高兴？不高兴？我哪有？你哪个眼睛看到我不高兴了？老大，这次我们又没有花钱，而且刘婆婆也得到了9节续骨草的治疗，咱们顶多就是多费了一点力，其实结果来看简直是再好不过了。而且你之前留在王府为的就是刘婆婆还有凤血丹，可你看刘婆婆的事情可以说是已经彻底解决了。那现在只要查到你要的凤血丹到底是在天楚王室中的谁的手中，再想办法拿到就行了呀。到时候你就是天高黄花菜远，海阔任母鸭子游，你就可以离开王府恢复自由身了。到底还有什么好不高兴的呢？什么黄花菜，什么母鸭子，你有没有一点文化？那是天高皇帝远，海阔任鸟飞。哦，那我本来就不是中原人啊，中原这些咬文嚼字的东西我不是那么熟嘛。江宁儿被他这么一打岔，本烦乱的思绪还真是解开了一些。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不喜欢欠人人情，可这次虽非我要求，但秦君夜到底花100万两为我寻来了9节续骨草，我被这100万两的人情债压得喘不过气。那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吧。那既然如此，你要这么介意的话，咱们想法子把人情给还了不就好了？怎么还？话本里不是都说男女之间有恩的话，女方只要以身相许就能还了吗？我都已经嫁他了，哪还有什么以身相许？那要不你再给他找一个？再找个？等他拿到凤血丹离开王府后，他还真是差一个新王妃呢。哦，对了，还有一事，这是杜姨交给我的，似乎是你让他那边查的沛国公府有动静了。哦。眼神飞快地将密函中的内容看完，很快他就唇角一勾，果然跟我猜想的差不多。江一血中了我的尸毒后，第2天脸上就生出了毒疮，但今日他出府时，脸上和身上的尸毒痕迹已经消失殆尽了。他被治好了，老大你为什么还这么高兴啊？我只是说他的痕迹消失了，可谁说消失就是治好了？我堂堂诡异特制的毒药，若是这么容易就被人破解，我还混什么？老大你的意思是就让他以为自己彻底好了也行，毕竟我跟沛国公府的恩怨还长着呢。这么快就把他拍熄火的话，往后可就不好玩了。正如江宁儿所想的，江一雪身上的黑斑一消失，他便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去了二皇子府。连2个江湖人士都对付不了，我养你们有什么用？殿下，鬼谷门和李雨楼都不是泛泛之辈，此次我们实在是……殿下明鉴，哪里是对方厉害，根本就是江廷估算错误，说什么8万两一定可以拿下，奴才说的
他还为何说要割掉奴才的舌头呢？江婷，当真如此？此事确是属下疏忽，实在是没想到李雨楼会愿意出100万两。什么？最终价居然高达了100万两！正在此时，下人来报，殿下，沛国公府的大小姐来了。她来做什么？让她走。但殿下，江大小姐不是一个人来的，她说是还带了什么鬼医，特来为殿下疗伤的。什么？她找到了鬼医降临？快把江大小姐跟鬼医请进来！秦军旗一瞧见江一雪，刚才还怒发冲冠的模样，顿时变成了一副深情喜悦的样子。一雪，你怎么来了？快给江大小姐看茶呀！再让小厨房备一些桃花酥过来。殿下一直不肯见一雪，一雪还以为殿下忘了一雪呢，没想到还记着一雪最喜欢吃桃花酥。你说什么胡话呢？我怎么可能忘了我的宝贝一雪呢？日日想你都来不及呢。二皇子，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为何都不跟一雪讲？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居然敢伤你？此事不提也罢。啊，不是说你还将鬼医给带来了吗？殿下这么久都没见我，不跟我多说几句话，就只惦记着鬼医啊！我也是想早些好起来，才能更好的陪我的一雪啊。鬼医大人，请进吧。一个身被黑色斗篷笼罩的人一下下的走了进来。这真是鬼医？怎么想要老朽医治，还敢怀疑我？如此不治也罢了。老前辈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鬼医大人，二皇子他不是怀疑你，他只是第一次见您，有些紧张，您可千万别介意。而且您是答应过医雪，一定会给二皇子治疗的。二皇子可是医雪的心上人，他受伤，医雪也心疼，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呢。既然是江大小姐心上人，老夫这次便不与她计较。后生，你可记住了，老朽之所以医治你，都是看在江大小姐的面子上，可明白？记住了。医雪待我之情，我弟铭记于心。刚才若有得罪，还请老前辈见谅。鬼医大人，你快给二殿下看看吧，他都伤了好久了，为何还不见好？鬼医上下打量了秦军旗一眼，不是什么大事，小伤而已，把这个服下，7日1粒，等吃完了还有问题，可再来找我。说着就拿出一个药瓶，交到了秦军旗的手中。你现在就可以服下一颗，不出半个时辰，你便可以行动自如。这样就看过了，只是肉眼看看，连把脉都不需要一下的。鬼医当真这样神奇？他知道江一雪一直盼着他娶她，不会做出害他的事情，于是咕噜一下便吞下一颗。神奇的是，果不其然，他全身的伤痛真的在半个时辰内全部消失了。哎呀，神，真是太神了！不愧是鬼医，真是太神了呀！太好了，二皇子，你好了，医雪就放心了。本皇子此次能好，真是多亏了医雪，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本皇子今生能得医雪，真是3生有幸啊！秦军旗把江一雪拥进怀中，在她唇上落下一吻。往日都是二皇子请我来，但这次是医雪自己不请自来，二皇子会不会觉得医雪今日举动太过轻浮了？我的府中谁人不知道我心悦于你？不知你日后注定会是进到我府里来的，谁人胆敢有此等言语？今后我这里你想来便来，不需要跟任何人打招呼。本皇子保证，绝不会有人敢说你一二。二殿下对我可真好。哎，你是我心尖上的人，我不对你好，还能对谁好呢？江一雪轻笑了一声，二人又是一阵亲昵，直到又一个时辰过去了，江一雪才欣欣然从秦军旗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她刚穿过长廊，准备回沛国公府时，就看到江婷站在长廊的尽头，似是在等着她。我还想与兄长聊聊天，你就不必送了。等到下人颔首走远后，江一雪再回过头时，一雪妹妹真是好久不见了，妹妹还是这般国色倾城，难怪二皇子倾慕于你。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我与你这个废物有什么好见的？江婷闻言，鹰般尖锐的眸子微微一眯。江婷，你这眼神是什么意思？别人喊你一声江大公子，你不会还真把自己当成我哥哥了吧？你永远都别忘了，你不过是个丑陋的下人生出的庶子而已。一雪妹妹说的是，我怎会忘记是母亲给的机会，我才能读书认字呢？起初父亲让你入府是为了扶持二皇子的，可这么久了，你都干成了些什么？连二皇子被贼人打伤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往府里通报一声，叫我还以为是二皇子移情别恋了。
了，到最后都还是得靠我来解决。解决？这正是我要问医雪妹妹的事情。你带的那个人真的是鬼医吗？鬼医还能有假的？当然有，鬼医名声在外，冒充他的人从来都不是少数。江婷，你什么意思？什么假鬼医？你觉得我会害二皇子吗？医雪妹妹一心想要嫁给二皇子，当然不会害他。我是怕医雪妹妹为了留住二皇子的心，用来一个假鬼医。若是他一直不露馅也就罢了，可若一旦露馅的时候被二皇子发现的话，二妹妹害的可是我们整个沛国公府啊！不知二妹妹今日带人来给二皇子治病的事，是母亲的主意，还是父亲的意思，亦或者是你自作主张？江一雪脸色猛地一正，我奉劝妹妹一句，这个鬼医还是想法子让他消失的好，切莫再将其带到二皇子府中来了。江一雪虽然不爽，居然被这个庶子教做事，可心中也知他说的有理，朝他不悦地冷哼了一声后，便愤然转身离开。夜色初降，秦君夜休养了一日，才终于醒了过来。清玄抱着一个东西走了进来。王爷，这是您吩咐的东西，已经替您寻来了。刘婆婆那边如何了？药已经用上了，温公子说药来得很及时，想必要不了多久，刘婆婆就能下地了。那王妃呢？今早王妃去瞧过刘婆婆了，知道是王爷寻来了9节续骨草后，还特地来询过王爷，说是要感谢，可见您在休息，便又回到了贵心小院里了。今日一天都没再见她出来过。白天守在门前的是黄雀，清玄也只是刚刚交接时简单问了问情况，并不知道温逸对江宁儿说过的话。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是。清玄一走，秦君夜便将他刚刚放下的那一物掀开，而其中关着的是一只蝴蝶，其中的蝴蝶偏偏飞了出来，但并未飞走，而是飞向了他挂在墙上的那幅仙女梦游湖的画上。作画时用的一种名为千里寻香的墨，若此墨留在人的身上，再用对此墨气味最敏感的寻香蝶，便可千里追香。昨夜他并非是害羞才拦着那个紫衣女子不让她脱自己衣服，而是为了将画里的千里香抹到她的手腕上。秦君夜正这样想着，本是安静的蝴蝶忽然偏偏飞了起来，直直的就朝窗外飞了出去。秦君夜见状神色一震，莫非那个紫衣女子此刻就在王府附近？来不及多想，他使着轻功紧随寻香蝶其后。本来他还以为他因为不受宠，府邸地处偏远，附近只有一个客栈，莫非那女人会是在那儿吗？可寻香蝶却丝毫没有要飞出王府的意思，最后朝着府里东边而去。金君夜一直专心跟着，全然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到了贵心小院的地界。直到跟着寻香蝶进了屋子，见其稳稳地停在了衣柜的把手上，他才带着几分疑惑将柜门打开。但还等不及秦君夜仔细查看，江宁儿便回来了。他迅速跃上房梁，没叫他发现。秦君夜屏住呼吸，瞧着他的动静，看到他竟是一身男装，还带着丝酒气时，不悦的眉头一皱。清玄刚才不是说他一日都待在贵心小院里，没有出去过，这是没有出去过的样子吗？而江宁儿也发现自己的酒气有些明显，于是只在屋子里拿了套衣服，便又推门出去。一走，秦君夜才又去将那个柜门打开，这不是就是昨夜那个鬼谷门的掌门所穿的那件。一时之间，秦君夜整个人好乱。这时寻香蝶又扑闪着翅膀飞了出去，秦君夜虽不解，却还是跟了上去。最后跃到了一处屋顶上，谁知寻香蝶竟是跟着江宁儿将她带到了后院的浴池来了。此时江宁儿朝池中走去，看到这一幕，秦君夜呼吸猛地一滞。看到江宁儿的手工纱居然在遇到热水就渐渐消失后，秦君夜的眼神从起先的惊讶变得一片幽深，他似乎终于明白了些什么，唇角的笑意开始不断的放大。入迷到黄雀近了身儿也没有发觉，王爷，你就被回过神的秦君夜一脚将他踹到了院子里。紧接着秦君夜也落回到院中。找我什么事？今日江大小姐带了一个黑衣人去了二皇子府，你刚看到了屋子里的什么？我还没瞧见就被王爷你踹下来了，屋子里有什么呀？秦君夜盯着黄雀看了好一会儿，看得黄雀觉得心里发麻，一下就忘了自己似乎还有事要跟他讲的。最后秦君夜冷脸遣走了黄雀，并叮嘱他不许再进贵心小院后，才又跃上了房顶。但这时江宁儿已经不在浴池中，
中了，叫他眼中闪过一丝失望。可想到寻了多时的人竟然一直就在身边，他眼底很快又出现了喜悦的皎洁之色。江宁儿回到房间时，整个人一愣。此时秦君夜已经重新戴上了面具，正一副很正经的模样，坐在他的床上看着书。王爷，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怎么，爱妃不欢迎本王？王爷看的什么书这么入神？看的爱妃房里的书，这书不错，哪儿来的？他惊呼了一声，连忙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去要抢，但秦君夜快他一步，将书举至头顶，叫他扑了个空。还给我！没想到爱妃爱看这些。江宁儿脸色一急，又想去抢，可被手长的秦君夜直接将书丢到了更远的地方，让他再次扑了空。书页在落地时翻开，正好展示出一副暧昧至极的姿势。巧的是，正与他们二人此时江宁儿齐坐压着他的姿势极像。秦君夜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开始觉得这个粗鲁的野丫头居然是诱人的。他虽之前也多次惊叹过她的美貌，可顶多只是觉得她长得好看罢了，并无多的想法。可如今知道她就是那夜的女子之后，他的感觉似乎开始发生变化了。二人的呼吸本都还是均匀平和的，可渐渐的，秦君夜的鼻息明显开始加重了。江宁儿则没有他那么多的心理活动，满脑子都只有自己看小画本被人公然抓包的尴尬，他根本没心思搭理他此时眼里的迷离。盯准他失神的这会儿，身形一闪，就将书抢了回来，然后连忙把书丢进了抽屉里锁了起来。王爷来找我是有事。爱妃是不是有事瞒着我？王爷的话我听不明白，你有话可以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对我有什么意见也可以直接提，我这人不喜欢猜来猜去，怕自己猜错了，所以你不用给我来虚以为夷这套。既然如此，爱妃说说看，昨夜你去哪儿了？昨夜？江宁儿杏眸一转，这家伙怎么会突然问昨天晚上的事情？莫非是被发现了？王爷这话问的奇怪，我昨夜不就在房里吗？你确定？当然确定。王爷，你不对劲，我昨夜明明就在桂心小院，你偏如此问我，你该不会是又想先发制人，掩饰自己的心虚吧？本王有什么可心虚的？倒是他明明就瞒了自己不少事情，还不承认。那王爷你倒是说说看，你昨夜一夜没回，又是去哪儿了？你只是个闲散王爷，父皇不可能大夜里叫你做什么。那你一晚上都没回，不会是夜会别的家人去了吧？秦君夜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有将他就是昨夜男子的事情明说，因为他把江宁儿有些冷漠的态度解读为是对他的防备，觉得江宁儿现在看着还是不愿意向他表露他真实身份的状态。如果他是别的什么人也就罢了，但他偏偏是鬼谷门的人，鬼谷门向来都行踪莫测，就连他的李雨楼对这个门派的身影都少有查到，足以见其鬼祟。而身为掌门的他更是有着一流的逃跑术，这秦君夜已经亲身领略过2回了，他怕贸然惊了他，这丫头转头要是跑了，他还真是很难再将她找回来了。所以他决定暂时先不把事情说破，起码这样他还会好好待在靖王府里，安心的当他的靖王妃。看来是被我说中了，你自己夜里跟别的女人私会，反而来倒打我一耙。王爷，你不厚道。爱妃这是吃醋了？是呀，吃醋。秦君夜垂了垂眸，对他的那点心思其实都了然于心。既然他如此不愿意在自己面前表明身份，那他倒是不介意陪他演下去。是本王的疏忽，让爱妃心生介怀了。既然如此，那本王今后便都宿在桂心小院，这样你我就都可以知道对方夜里在哪儿了。不是我。将他整个人打横一把抱了起来，直接把人重新放到了床榻之上。王爷倒是不用这么客气，床留给你睡，我睡贵妃榻就好了。我贵妃榻呢？你屋子小，我先活动不开，叫人搬走了。你搬走了，我睡哪儿？不是有床吗？这么大的床，容下我们二人绰绰有余。秦君夜，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很清楚，我们睡在一起不合适。你以为本王在跟你开玩笑？难道不是吗？秦君夜看着他此时一脸不太聪明的样子，决定也不再多废话了，直接上手就要将他腰带解开。秦君夜，你他妈做什么？要发情上妓馆去？妓馆的女人那要爱妃你好看，本王只是泄个火，何必舍近求远呢？秦君夜，你别太过分了。只要你一日还顶着本王王妃的名头，那给本王侍寝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怎么就过分了？秦君夜，我一直当你是君子，我不愿意。君子？本王从不屑当。江宁儿，你给我听着，从你进我晋王府的那一日起，
起。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已经是我秦君夜名下之人。秦君夜，你，他的吻炙热无比，带着有些无法言明的情绪，铺天盖地地朝他而来。江宁儿越是挣扎，他便禁锢得越是牢固，就将他紧紧锁在怀中，以一种宣誓般的姿态占有着他的唇。他知道秦君夜的身材很好，虽说脸上有黑斑，但是戴着面具看不出来，起码能露出来的部分都是好看的。他其实并不讨厌秦君夜，真的要是跟他发生些什么，他也不算太亏。可要命的是，如果跟他发生关系，定会被他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处子之身，到时候这秦老六还不挥刀砍了他呀！江宁儿没办法了，重重地咬了他一口。秦君夜吃痛地嘶了一声，终是抚着流血的嘴角离开了他的唇。秦君夜，我是打不赢你，但不代表我就会任你欺负。我虽不知道我今日到底哪里惹到你了，但我要明确告诉你，你今日要是真的睡了我，你救刘婆婆的恩情我就当是还了，那我们从此两不相欠，明日我就消失，绝不可能让你再找到。也对，你的一夜还不至于值100万两。江宁儿为了不露馅儿，故意一副震惊的语气。什么？救刘婆婆的9节续骨草居然要100万两？所以在还完100万两前，江宁儿，你休想离开晋王府。说完拢了拢衣袍，推门离开了桂心小院。秦君夜回到自己院中时，哪怕戴着面具，只要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出，他的心情已经坏到了极点。王爷，您今日不是宿在王妃那的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王妃没有留您？何止是没有留？王爷，你怎么还受伤了？王妃到底怎么拧了？秦君夜走进屋中后，一把摘下了面具，丢到了一旁。再在书桌前坐下时，满脸的挫败，简直溢于言表。王爷，您这是跟王妃吵架了吗？秦君夜叹了口气，他也不是很清楚，他还是第一次被一个人弄得自己如此失控，如此生气，也许算是吵架了吧。王爷，王妃与其他贵门女子不同，想要打动她，怕是得要多费些心思。你说这个女人在想什么？我完全不理解她那些想法哪儿来的。王爷，您这就问到我的知识盲区了。我们府里有女人的，大概只有您和温少爷了。您不如问问她。可不能找温少爷，他巴不得王妃早点离开王府。今日对王妃说了好多过分的话呢，要是找他出主意，定都是些馊主意。什么意思？温逸今天见过他，他都跟他说什么了？等听完前因后果后，秦君夜气得一下站了起来。发生这种事为何不早告诉我？我刚才去找王爷，其实就想跟你说来着，但王爷你不是慌着把我赶走了吗？秦君夜指着黄雀，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觉得今天晚上真的快要被气死了，竟是有瘟疫这个搅屎棍子在中间搅和了一场。自己去领罚。说完便长腿一迈，又向桂心小院去了。玄哥，我今儿到底是哪里惹到王爷了？又是被他踹，又是被罚的。弟弟，长点心吧啊！今日呢就当买个教训，以后记得王妃任何的一举一动都要给王爷禀告，特别是王妃要是受到欺负了，更是要第一时间告诉王爷，绝不可怠慢。看着黄雀还是听得云里雾里的。没事啊，等你日后也娶媳妇了，也许就能够明白了的。乖，安心受罚吧啊！秦君夜刚走进桂心小院，就看到了屋子里的灯熄了。他见状眉心一蹙，怎么他刚跟他吵完架，这么快就能睡得着了？于是他脚步一转，准备离开。可刚走10米远，他又站定，犹豫着要不要把他从床上挖起来，先道歉，说不定哄好了，今夜还能一起睡。于是又折了回去。就这样，在心中来回思虑了好多趟后，秦君夜最后还是决定算了，还是自己睡自己的去吧。江宁儿直到日上3竿才醒过来，终于有了精神，去思考昨天夜里秦君夜的反常到底是为什么。他一边想，一边在床上滚来滚去。突然屁股上什么东西隔着被子扎了他一下，居然是一根女人用的蝴蝶簪子。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他的床上呢？江宁儿想到昨夜他说秦君夜外面有人时，他都完全没否认，莫非真是秦君夜准备送给外面小情人的？渣男！他突然冒出一股无名火来，就想把簪子直接折了丢出去。可刚要下手，又想起自己还欠着100万呢，万一到时候
后他找自己讨要，这欠的不是更多了？为了能够尽早的还清100万的人情债，早日离开晋王府，他决定还是把簪子亲自给他送回去。江宁儿当即换上衣服，直直朝着秦君夜的院子走去。还未进去，大老远他就瞧见了院子里的黄雀在那儿扎马步。你这是干嘛呢？我这是被王爷罚了。你犯什么事了？他为什么罚你？我也不知道。你说来我听听，我帮你分析分析。于是黄雀又把昨天晚上秦君夜回来后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你怎么不早说？那感情昨天晚上还真是他无理取闹冤枉他了，难怪他走的时候是那副表情。王妃，你们昨天是打架了吗？我打他，你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我打得过吗？那王爷怎么脸上还挂彩了？我咬的。咬？这是什么打架的新招数？哎，小屁孩别问那么多。王妃，我16了，我可不是小屁孩。王爷人呢？宫里来了消息，说是赵王爷进宫商议雪灾一事，他一早带着清雪入宫了。又一雪灾？寻思那他就先回屋好了，等秦君夜回来再说。他人都还没出院子，便有下人急急来寻他。王妃，宫里来人了。宫里？王爷不是都走了吗？不是找王爷的，是找王妃你的。宫里这个时候找我做什么？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大宫女，说是奉旨来请王妃入宫学礼仪的。王爷此时才刚入殿，这雪灾每每一商量便是半日，皇后早不请晚不请，偏这个时候来请，分明是故意的。当然是故意的。那日在宫中说到皇后的，虽是林月寻，可公布于众打了皇后脸的是我。皇后一时半会儿还不能把于贵妃的人怎么样，所以就来找我麻烦了。既然如此，王妃你更不能去了，皇后定会动些手脚的。让我学礼仪，终究是皇上默许的。我眼下伤已经快好了，还能有什么借口不去？我若一再推脱，怕是皇后的麻烦就会借口找到王爷身上。那要不王妃你把我带上，我跟你一起进宫。你要是真出事，我没法跟王爷交代啊。我去的是后宫，你又不是太监，你就算去了，也只能在御花园里等着，有什么用呢？你呀，就老实在这院子里受你的罚吧，长长记性。说完，江宁儿便随着来通报的人走了。御书房里，一众朝臣皇子围聚一堂。秦君夜瞥见了殿外清玄像个没头苍蝇一样来回踱步，心觉不对，便找了个借口连忙出来。王爷，刚才皇雀递来消息，说您刚走了一炷香，王妃就被皇后召进宫里面了，说是要让她学礼仪。我怕皇后要对王妃动手，刚才特地让李雨楼安排在咸福宫的一个宫女去打听，结果宫女却说皇后偏殿今日确实有人说听到了惨叫，但现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人，也找不到王妃在哪儿。什么？他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即刻就动身，疾步而去。哎，王爷你去哪儿？本王去找他。皇宫不知名的小路上，江宁儿跟在吴嬷嬷的身后，他把赵嬷嬷和崔嬷嬷整趴下后，吴嬷嬷便来说这处偏殿弄脏了，又寻了个别的地方教他礼仪。就是这儿了，晋王妃请。江宁儿推门的那一刻，吴嬷嬷站在他身后，脸上终于露出了得逞的坚定之相，而他还一副好奇地朝里张望着。直到屋中一阵白烟朝他袭来，他来不及闭气，便身子一软倒了下去。吴嬷嬷上前拍了拍他的脸，要怪就怪你不知死活的得罪了皇后娘娘，我今日必叫你身败名裂。说完，吴嬷嬷便退身将房门锁上，扬长而去。确定屋外的脚步走远，江宁儿才眯了眯眼，慢慢坐了起来。堂堂皇后居然也用这种便宜迷烟，真是没劲。她站起身，低头拍了拍裙摆的灰，身后就有2只手朝着她的腰袭来。回身二话不说，直接一拳捶了过去。江宁儿一边甩了甩出拳的手腕，瞧着躺在地上已经晕过去的男人，看了半天，发现自己好像没见过这个人，并不知道这是谁。他探了探男人的脉，发现是被下了催情药的。与此同时，秦君夜找了过来。江宁儿专心用簪子撬着锁，啪嗒一声，江宁儿一推开门，便发现了门外有人，来不及看，一掌便直接劈了过去。秦君夜轻松一侧便躲了过去。王爷，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该在御书房的吗？皇去进宫说你被皇后叫来学礼，结果你却不在皇后偏殿，我怕你出事，你怎么会被带到这里来？我也不知道，皇后身边的吴嬷嬷带我来的。我进了屋子，就把我跟个男人锁在一起了。男人？
江宁儿拉着她进了屋。皇后身边的几个嬷嬷都可坏了，先是想要我给他们跪着穿鞋，又想拿开水烫我，最后还把我跟一个中了催情药的男人关在一起，说要让我身败名裂。那你没事吧？王爷你放心好了，皇后手段是多，但架不住我见过的手段比她更多。几个嬷嬷一点没伤着我，这个男人也没能对我怎么样，一拳就被我打晕过去了。这人到底是谁？秦君夜看向地上躺着的人，眼底透着寒意。是老三于贵妃之子秦君临。原来皇后不光是要我身败名裂，同时也借此想毁了二皇子争夺储位的劲敌。她这算盘打得也太响了吧！于贵妃和皇后这两个臭老娘们儿是把我江宁儿当面团是吧？觉得我这么好拿捏？他们不是觉得你好拿捏，而是想拿捏住我。江宁儿看了眼秦君夜表情，心中也明白，她是秦君夜的正妻，不管是哪个得手，固然都是江宁儿吃亏，可秦君夜也会因此在别人面前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等下定会有人过来，你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先离开。离开是要离开的，但是就这么走了，我怕我会气得睡不着觉的。你想做什么？等一下皇后肯定会号召一大批人来捉奸，岂能让看客无戏可看？你的意思是？江宁儿料到吴嬷嬷定会前来查探一番，再让皇后把人引过来的，于是她跟秦君夜就在这儿等着。可让她惊喜的是，来的不光是吴嬷嬷，早上受了她气的赵嬷嬷和崔嬷嬷两个也迫不及待的要提前来瞧瞧她吃亏的样子。于是三个嬷嬷进了后宫后就被秦君夜轻松放倒，再被江宁儿摆成了三个嬷嬷被秦君临左拥右抱的形状。秦君夜望着地上的四个人，揉着额头摇了摇脑袋，他当然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甚至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一会儿等皇后带人来时，场面一定非常好看。一回生二回熟，等下次王爷就不会不好意思了。秦君夜抬眸微微瞪了他一眼，他还想有下次，但见三皇子眼皮开始跳动，有了苏醒迹象后，秦君夜连忙把房门重新锁上，一把拉起江宁儿的手就往外跑。二人一直到了离那处偏殿足够远的地方才停了下来。王爷，我们走什么呀？好戏正要开始呢。好戏？那算哪门子好戏？你也不怕看了长针眼？三皇子一男大战三个嬷嬷，这么劲爆的好戏，长针眼也值得啦。你满脑子想的都是些什么？那种事情有什么好看的？王爷还不去御书房吗？皇上瞧见你不在，到时候要找你的。店里人多，父皇顾不到我头上来，不然就不会连老三不见了都没发现了。那我们得去人多的地方好好晃晃，制造我们的不在场证明，否则到时候皇后定会使盆子往我们头上扣。没错，我们去御花园吧。好，皇后这边我们也走吧，好戏该开场了。一行队伍仪仗十分的浩大，皇帝和皇后走在最前头，一群大臣紧随其后。眼见着离关江宁儿的地方只有10米之遥，皇后眼底的笑意也越发浓烈了起来。一阵微风吹过，夹杂着一丝情欲特有的味道从那个宫殿里飘了出来。在场大多都是有家室的人，一闻到这个气息都心中了然。皇后，这是怎么回事？臣妾也不知，前边的宫殿荒废多时，理应不会有人才对。带人去看看，是哪对不知羞耻的狗男女，居然敢在宫中如此，朕定不轻饶。看到几个侍卫进了殿中，皇后低着头，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实则微垂的眸子里尽是心知肚明的喜色。父皇，这是发生何事了？听到秦君夜的声音，正要抬头说些什么时，就看到江宁儿居然是与秦君夜一同来的。晋王妃，你怎么会在这里？母后，这话是什么话？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听母后的意思，我应该是要在哪呀？怎么会这样啊？他怎么出来的？这时刚去探查的侍卫也回来禀报，回禀皇上，殿中确实有3人衣衫不整。3人？怎么会有3个人？江宁儿和秦君夜听到后也有些意外，怎么是3个？不应该是4个的吗？3人是谁？你可认识？是皇后宫中的3位嬷嬷。你胡说，这怎么可能？3位嬷嬷日日跟在皇后身边，臣不会看错的。事关中宫，天启帝便没有让朝臣跟着，只有皇室中的几人随着他进到殿里查探。他们一进屋就看到了屋中3个嬷嬷都歪七八扭的赤身躺倒在那儿。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皇后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她要陷害的2个人都不在不说，还成了她的3个心腹落得如此境地。她第一反应便是朝江宁儿看去。王
爷，臣妾好害怕。有本王在，不怕。天启帝没有多留，便大步又走出了殿外。皇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伺候你多年的老嬷嬷居然干出这种丑事，你是怎么管理后宫的？还请皇上恕罪，是臣妾管理不周，竟让外男进了后宫。外男？老三呢？回皇上，三皇子早前说要出宫，之后便没见着了。去找老三。徐孝全一退身，天启帝的目光便看向了一旁的秦君夜。叫你进宫议事，一到一半，你又去哪儿了？还请父皇恕罪，今日母后召我进宫学礼，中途休息时，我实在思君心切，便去御书房找王爷陪我逛御花园。可我一进御花园，就弄丢了一只镯子。王爷跟我一起找，结果没想到一下就找了1个时辰。你骗人！1个时辰前，你怎么可能在御花园？我当时叫了好几个工人帮我一起寻。母后要是不信，可以去问问御花园附近几个宫的人，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这时正好随行就有参与找镯子的宫女，便招了招手，让他站出来回话。我们确实一群人跟晋王还有王妃一起找了1个时辰，只是最后仍旧没有找到王妃掉的那个镯子。你说你找个镯子如此兴师动众，害得那么多人陪你受累。但那可是王爷送我的镯子，对我意义非凡，臣妾自然紧张的。我还不是怕王爷怪罪我吗？不过1个镯子罢了，掉了本王再送你1个便是了，怎会舍得怪你？哎呀，王爷讨厌，这么多人看着呢，人家都要害羞了。要演就演全套，爱妃演技不错，不会这么快就不行了吧？你们2个虽刚新婚，有些事情朕可以理解，但也给我克制一点，这里是皇宫，不是晋王府。这时去找三皇子的徐孝全回来了，回禀皇上，三皇子说昨日吃坏了东西，腹中不适难耐，上吐下泻的，此时正在贵妃娘娘宫中歇息着呢，也是1个时辰前就过去了。你瞧见他了？老奴亲眼瞧见了，三皇子脸色苍白，全身无力，还一直在呕吐，看着难受的紧呢。江宁儿闻言与秦君夜对视了一下，二人都有些了然于心。这一切是不是都是你干的？3个嬷嬷本是在教你礼仪，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定是你动了什么手脚，否则3个嬷嬷一直都是严谨之人，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来？明明是3个嬷嬷与男人在此私通，母后不去找犯事的男人，却来怪我，这是什么道理？这个房间有锁，很明显是有人故意将3个嬷嬷锁在屋中，不让他们出去的。若是私通，何须锁着他们？母后问我问谁去啊？毕竟3个嬷嬷这般年纪的人都能下得去手，谁知道那男人是个什么变态？说不定锁着是他们玩了什么情趣呢？而且他们3个没嘴巴吗？若真是不甘愿，为什么不叫？这宫殿虽偏僻，但也不是完全没人，真要叫会没人听的。定是你给他们下了什么药，才叫他们无法喊叫的。母后，这是什么话？你说我给他们下了药，你可有证据？我分明在进宫时就被你的人全部脱光检查了一遍，如果我真的带了什么药进宫，你的人怎么可能查不出来？如今竟什么屎盆子都往我身上扣了。说完，他就趴到了秦君夜的肩头。母后，我的王妃又并非是狱中重犯，本王还真是不知道王妃进宫是需要脱光了检查的，这是宫中的新规矩，还是母后仅针对我晋王府的规矩？儿臣需要一个解释。江宁儿负责闹，秦君夜就负责闹大，二人的配合简直完美。朕也不知皇后何时定下的这个规矩。臣妾。父皇还恕儿臣斗胆，儿臣没本事，却想保全自己王妃的尊严。母后可以折辱我，折辱晋王府，却不能折辱我的妻子。若是学礼便必须如此，那儿臣宁愿她一辈子做个不知礼数的乡野村妇，大不了今后所有庆典，我们夫妇2人都闭门不出，定不会给皇室丢脸。什么闭门不出？瞧你说的是什么混账话！就在这时，有侍卫来报，说是在西城门处找到了一个打扮成太监的外男，且外男声称与3个嬷嬷早就暗通款曲，相约于此欢好的。但这个外男被抓没多久就撞树上自尽了，更多的便没有问到了。管教不好自己的下人，竟还胡乱攀要别人，我看皇后是忘了身为皇后该有的典仪之范了。是臣妾失职，还请皇上责罚。皇后今日老说身子不好，怕是也无暇顾及，才会出此丑事。你便将养着吧，朕会让于贵妃帮你打理后宫事宜。天启帝说的不冷不淡，看似是在给皇后找回面子。
子。可聪明的人一听便知道，这是直接褫夺了皇后的管理六宫之权。谢皇上体恤。罚完了皇后，天启帝的目光便落到了江宁儿的身上。这是他第2次见到自己这个新儿媳，但想起2次看到她，所有人都是一副鸡飞狗跳的局面，他便忍不住眉间一蹙，觉得有些不悦。父皇，够了，朕知道你要说什么。学礼仪是不可荒废，但你既不喜皇后教，你便把人带回去自己教吧。但你要记住，下个月的庆典再不可出现殿前失仪的举动。父皇放心，儿媳定不会给皇室丢脸。一场花园宴席被这样一闹，天启帝便也没心思再吃，于是叫众人都散了。人都走了，天启帝才下令3个嬷嬷以秽乱宫闱的罪名判罚了杖毙。此时秦君夜已经带着江宁儿出了宫，真是便宜3皇子了，没被抓到现行不说，于贵妃还白得了一个协管6宫的权利，怎么就让她跑了呢？真可惜。王爷是不是早就猜到会是这个结果了？没猜中全部，但也大差不差。老3与老2很不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自不会那么容易就被你算计到。哦，怎么不同？老3和于贵妃一开始都是宫中很不起眼的皇子和后妃，但是这3年却足以与皇后和嫡出的2皇子平起平坐，你就可以想得到他的手段如何了。老2若是猛兽，老3便是毒蛇，他们都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你日后能不与他们有接触是最好的。我也不想跟他们有接触呀，是他们2个非要找我麻烦，我能怎么办？说到底，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是被我牵连的。我不都没有吃亏吗？他们不惹我，我自然不会主动找麻烦，但他们若不知死活的非要送到我面前来，我也绝不手软。秦君夜知道他这话不假，鬼谷门的掌门也确实有这个本事。说话间，马车突然停了下来。王爷，有人把我们逼停了。3皇兄，怎么是你？不是说身体不适吗？我是如何身体不适的？还不是托了你王妃的福。别以为我不知道，当时我虽然不得动弹，却还是听到了一些。是你们把那3个老婆子给我关在一起的。我不明白3哥的意思，原来跟3个嬷嬷苟且的竟是3哥你吗？说完还打量了一下秦君临此时虚得不行的脸色。3哥品味独特，弟弟我望尘莫及，但喜欢老婆子也得有个度，否则小心精尽人亡。秦君夜逆，他气皇后设计，但他更气江宁儿和秦君夜居然给他留3个老婆子。你们不承认没关系，本皇子也不可能承认今日做了什么，所以我并不是来威胁6弟的。那3哥来找我是做什么？我是来祝贺6弟的。6弟好福气，躺着居然就能白见如此机警的一个王妃，实在叫为兄羡慕呀。全京城的贵女，怕是都找不到第2个像弟妹如此漂亮聪慧的女子了。漂亮的老2在你大婚之意都想染指一二。秦君夜听到这话，刚还淡定的脸色猛地一沉。6弟，你可真是得管好你这个王妃了，毕竟你顶着一张不得见人的脸，却有个这么漂亮的媳妇。我跟2哥虽然都没能给你戴上绿帽子，但保不齐哪日你王妃这颗娇滴滴的红杏总是有要出墙的一日。秦君夜冷眸刚扫过去，还未说话，江宁儿便拿起手边的茶壶，直接朝着秦君临的脑门上砸了上去。你大胆！你这女人，这是大街上，你居然敢当家的皇子！大街上怎么了？世人都知我家王爷暴力残忍，而我呢，出身乡野，不学无术。我们夫妻2个这样子的人设，心情不好了，当街揍个把人有什么好奇怪的？我倒是一点不怕别人知道马车里是晋王和晋王妃，但3皇子你敢让街上人瞧瞧你现在的模样吗？秦君临当然不敢，他向来表面功夫做得好，绝不可能叫外人看见他如此丢脸的样子。还号称什么贤王呢？就你这种比你娘年纪都大的嬷嬷，一次能上3个的家伙，有什么资格被称贤子啊？秦君临万万没想到，他还在大街上嚷这个事情。江宁儿，你闭嘴！我凭什么闭嘴？瞧你那肾虚的样子，3个老婆子就把你整成这样，我看虚王才比较配你。敢说我们家王爷见不得人，也不先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我们家王爷身条板顺，哪怕是戴着面具，都比你露出整个脸好看，还敢说我红杏出墙？老娘先对你出几拳！秦君夜，本皇子定不会放过你们，你给我等着！说完就让自己的车夫赶紧掉头离开。谁料江宁儿便直接脱下自己一只鞋子扇到了秦君临的嘴上。有本事你再跟老子说一遍！秦君临怕是这辈子都从未遇到过这么虎的女人，连忙催促自己的车夫赶紧远离他们。下次看到姑奶奶我就绕道走，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一次。
笑什么？那个三皇子都欺负到你头上了，你还乐？我有个如此厉害的王妃，岂能不乐？那倒也是，我要是能娶了我自己，我也乐。你还真是一点都不谦虚，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谦虚是美德没错，但人贵有自知，有自知之明也是美德。人不能太完美，我不能什么都要。秦君夜轻笑了声，觉得他总有些鬼扯的奇怪观念。你真的都不生气吗？气，但也习惯了。而且老三说的也是事实。王爷，我漂亮我承认，但说我总红杏出墙，我可不认。你难道也觉得我像他说的那般水性杨花？不，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我的脸确实见不得人。王爷的脸真有这么丑吗？若是有呢？其实在他心里虽未见全貌，可也从未觉得他丑过。可是觉得嫌弃了。王爷都没嫌弃过我的粗鄙，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你啊？当真？王爷又不当小官，要脸好看有什么用？我一直没有问过王爷，其实3年前你应该很强对吧？什么意思？你既然面容也毁了，又3年未出现在朝堂，可一醒他们还老是这样针对你，足以见得他们其实都很怕你才对。就像大狗看到小狗，因为自信打得过，所以并不会随意吠叫，只是静静地看着对方。但体型小的狗在大狗面前为了虚张声势就会疯狂乱吠，一如今日三皇子这般，他明明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却偏要拦车，就为了讽刺你几句，看起来是在耀武扬威，实则是他自己在害怕你的实力，心虚罢了。那你怕吗？今后像今天的事情怕是不会少。那王爷会像今日这般护着我吗？会，你只要不是把天捅破了，我应该都还有能力给你收拾残局。江宁儿晃了晃脑袋，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没事去捅天，不过不知为何，秦君夜这话听着叫他还挺舒服的，顿时觉得昨天夜里的那些不愉快好像都可以不再计较了。马车停在了王府门前，江宁儿刚站起来准备下车，秦君夜也看到他已经冻得有些通红的脚丫，无奈地摇了摇头，直接将他抱下了车。一回生二回熟，这次江宁儿不像昨夜那么惊慌失措了。本以为秦君夜是会把他送回贵心小院，可没想到秦君夜竟是抱着他进了自己的院子，直接将他放到了他的床上。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贵心小院太远，我嫌累。江宁儿现在严重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在变相的说他重啊。就在他还有些不满时，秦君夜居然从床底拿出一双女鞋来。他刚想问他房里怎么会有女人的鞋子时，秦君夜便托起他的一只脚掌，替他将鞋穿上。鞋子异常合脚，且还是新的。秦君夜，你话还未说完，温逸端着药剂走了进来。他怎么在你房里啊？她是王妃，王府哪里她不能去？江宁儿一愣，这才意识到秦君夜该不会是为了昨天温逸说他的那些话再跟他证明吧？哎，你们两个要眉目传情也等会儿。昨日温逸说你受伤了，怎么回事？他那天是……温逸刚想讲，就被秦君夜一记眼刀给打断了。既然如此，王爷你们慢聊，我先回贵心小院了。说完就离开了。走出了院子，江宁儿这才想起来自己好像没什么事儿做。哦，对了，那只蝴蝶簪子还没还他呢。他转身想回去，可低头看到脚上的鞋后又停了下来，陷入沉思。刚才他就想问了，他房里为什么会有一双崭新的女鞋？可现在看着手上的蝴蝶簪子，他觉得自己好像知道答案了。秦君夜果然还有别的女人，最后还是转身回自己的贵心小院去了。秦君夜透过窗户看着他明明回身却又走远的身影，疑惑地皱起了眉。嗨，你都不开口留，那人家当然就走喽。你闭嘴！我要是真闭嘴，你昨天能够一亲相泽呀？啊，你还好意思讲？谁让你乱跟他说那些的？我怎么不好意思了？你还得谢谢我呢。你要是没我的话，激了他一下，我看他连咬都不稀罕咬你。哎，你说说，你平日里那么杀伐果断的一个人，怎么在女人的事情上面变得这么磨磨唧唧的？直接强硬一点啊！生米煮成熟饭的话，那人不就是你的啦？你这招对普通女子或许可行，但对江宁儿没用。你试过？秦君夜没有答应他这句话，因为他怎么没试过？
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呗。女人嘛，都喜欢说话好听，还会送他们东西的男人。所以你送过他什么没？秦君夜想了想，他其实昨夜就想送他一只簪子的，可惜不见了。我给过他一个9转玲珑镯，那挺好的呀。他开心吗？不开心。为什么？样式不喜欢？不是，是因为镯子里我给他放了同心骨。你送东西就送啊，你干嘛还给他下蛊啊？那是刚成亲第2天，我还不信任他，所以我就……哎呀，那你赶紧给人解了呀！你把他当做俘虏一样的用蛊控制着，人怎么可能会高兴啊？换你能开心？其实他想过给他解蛊的，可今日他全是靠着同心骨才能找到他在哪儿。我不想解。哎，算了，你没救了，你还是自个慢慢琢磨吧啊！温逸走后，秦君夜还真是好好琢磨了一下，于是找了天中午，又把江宁儿叫到了他的房中来。王爷找我有事？是有事，但等一下再说，先吃饭。江宁儿瞧了一眼，案上已经布满了一桌子的菜，欣然地坐到了秦君夜的对面。不合胃口？今日肠胃不太舒服，所以吃不太下罢了。不舒服？让温逸给你看看。不是什么要紧的事，用不着看。王爷，你还是先跟我说事吧。你今日体贴的，我都有点害怕。江宁儿隐隐察觉到了秦君夜的不对劲儿。往日秦君夜多是一身深色的衣服，显得整个人威严而霸气，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但今日少见的穿了一身月白色的衣服，变成了一种翩翩公子的感觉，总觉得他这一身感觉怎么跟李雨楼的那个小白脸有点像啊。王爷喊我来，到底是有什么事啊？秦君夜看到他一脸警惕的样子，无奈地叹息了一声。他其实就是想跟他多待一下，但江宁儿却好像很不乐意的样子，于是他只能想了个理由。你带回府的那个刘婆婆快好了，之后你准备如何安置她？我准备让刘婆婆回老家养老。其实你可以把她留下来，你也缺个可以贴身伺候你的人。我待刘婆婆如自己亲奶奶，哪有让自己亲奶奶当下人的？我这个人也不喜欢下人伺候，我已经有打算了。多谢王爷好心。你确定不要个人伺候你？不用。秦君夜似乎就等他这个答复，满意的唇角一勾，起身朝他走去。江宁儿还没有明白他要干什么，整个人就已经被打横抱了起来。秦君夜将他放置在了床上。既然不要下人伺候，那上药这种事就只有本王勉为其难亲自来了。现在才害羞，是不是有些晚了？你全身的衣服都给你换过，你以为你还有哪儿我没看过？你什么时候给我换过衣服了？那日我抱着你从沛国公府回来，你一身是血，如果我不给你换，你觉得晋王府里还有谁可以碰你？江宁儿之前也在疑惑这个问题，只是一直没有问出口。自己脱还是我给你脱？江宁儿知道上药这事儿今儿是逃不过去了，于是自己将衣服褪下大半，趴在了床上。秦君夜一看到他后背，眉头就不自觉的一紧，伤口裂开了不说，本是红肿的地方变得青紫，看着更为严重。之前他一直静养，昨日宫中的事情他也没什么大动作，不足以叫他伤口开裂，想来只有是那日二人抢续谷草时弄的。意识到竟是自己造成的，他便觉得有些心里难受。你的伤。江宁儿一直不肯让他上药，其实并非扭捏，而是纯粹怕他多问，他不好回答罢了。见他一开口，他就故意吃痛的叫了一声，打断了他的话。秦君夜以为是自己真的弄疼他了，手上的动作立即变得轻柔了起来，怕他还疼，甚至一边上药一边俯身给他吹着伤口。但看着他微微颤抖忍痛的样子，他耐不住心中的愧疚，上完药后心疼的吻上了他背上青紫的地方。秦君夜，罗琦！温逸激动地喊着。秦君夜在他开门的瞬间，连忙拿过被子将身下的江宁儿盖住。滚！哎呀，我去！瞬间掉头就走。秦君夜再次转过头时，江宁儿果然已经逃走，不在他床上了。他一脸烦躁地揉了揉眉头，觉得温逸才是那个要被他下规矩不许再进他院子里的人，而江宁儿躲在屏风后，幸好是温逸来了。想起刚才他压着他时身体的反应，忍不住轻瞪了外面那人一眼。这个色狼！知道他已经穿得差不多了，秦君夜才起身将门再次打开，把温逸叫了进来。不好意思啊，打扰二位了，但真是有大事儿，否则我也不会这么急啊。你最好是真的有大事，否则……哎呀，是真有大事儿，鬼医来京城了，现在人就在京西的一处别院里面。鬼医？你确定？非常确定，现在那里已经围满了人，咱们找鬼医这么多年了，这是离他最近的一次，我们要不要也过去啊？江宁儿刚从屏风后面走出来，就听到温逸这话，秦君夜找他多年。王爷带我一个吧，我也想去见见鬼医。见他不说话，江宁儿怕他不同意，还拽着他的衣
脚晃了晃。哎呀，你就带我一起嘛。行，走吧。便牵着他出发。温逸看着二人牵手走远的背影，是不是挺会来事儿的？说完也赶紧小跑着跟了上去。没想到六弟也会来求见鬼医啊！二皇兄好的还挺快，本王以为你还要再休养几个月才能出府呢。多亏了医雪前阵子替我请了鬼医给本皇子上门医治，服下鬼医的灵药后，我很快就好。既然已经好了，那二皇兄今日还来寻鬼医做什么？上次本皇子与鬼医相谈甚欢，今日听闻鬼医在京城里落了脚，故来请他去我府上喝酒叙旧，当我府中的座上宾客。少在那儿吹牛了，鬼医是什么人？还跟你上门医治？你在做梦呢吧？人是当朝二皇子，说不定真有这个本事呢。当年北疆皇帝都得3跪2叩的亲自上门求医，区区皇子算个球。周围议论声渐起，但秦军旗却并没有不高兴，认为是一群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刁民罢了。等下鬼医开门迎他时，看这群人怎么被打脸。鬼医定会见你的，对吧？鬼医大人日理万机，说不定已经把医学给忘了呢。瞧你说的，你可是鬼医大人的救命恩人，他忘了谁都不会忘记你的。本皇子竟不知鬼医原来从不上门给人医治，所以见得医学你的面子有多大呀！今日你可定要说服鬼医，做我门客，成为我的助力啊！医学明白。别院的大门竟真的开了，出来的不是鬼医，而是一个书童模样的下人。江宁儿一瞧见开门的人，眼眸顿时一亮，随后了然一笑。他说是谁这么大胆子，敢公然冒充他鬼医的名头？原来是他。说了让你们不要在这里聚集，我家主子今日不看病，是为了等一个故人。一群人在别人家门口叽叽喳喳，真是吵死了，都回去。小兄弟，麻烦你跟鬼医大人通报一声，就说是沛国公府江家大小姐来求见。什么江家大小姐？你去跟鬼医通报即可，他老人家听到了定会来见的。那你等着，我先通报一下。鬼医不会真是为了见秦军旗吧？秦军业没有说话，但看到这一幕，心里也凉了半截。我说鬼医其实是为了见我，你们信不信？你不信，那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呀？行啊，赌什么？若这个鬼医等的人是我，一便给我磕3个响头，今后见了我都叫我一声姑奶奶。温逸眉间轻蹙，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跟自己打起这种赌来，但秦军业却心中了然，莫非他真的认识鬼医江离？行啊，别说是给你磕头喊你奶奶，鬼医要真等的是你，以后小恩我给你鞍前马后的听你差遣，你要我往东，我绝不往西。这可是你说的，一言为定。大门再次被打开，书童一开门就抱着一盆冷水，直接就往秦军旗身上泼了去。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跟我们鬼医攀关系呢？什么江家大小姐、江二小姐的，我们主子根本就没听过，哪儿凉快哪儿待去。你说什么？不认识？怎么可能不认识呢？前阵子鬼医大人还来过我二皇子府，亲自给我看诊的呀。你说鬼医上你二皇子府，你是梦没醒呢，还是喝大了？别说是亲自去你二皇子府了，就算你们北主皇帝来门前跪着求，我们鬼医大人也不见得稀罕见他一面呢。秦军旗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刚才的自信镇定已经不复存在了。六弟，你也看到了，连父皇来了都不见，我看你呀也别做梦了。秦军业向来懒得搭理秦军旗，对他这话只是冷着脸不予回应。你是你，我们是我们，自己没本事别想拖我们下水。鬼医不屑见你，不代表不愿意见我呀。你这话的意思，难不成你想说你的面子比父皇都要大吗？江宁儿，你别太可笑。哪有你装熟，结果被人否认，还泼一身洗脚水可笑。既然如此，那见王妃不如也去叫叫门啊。本皇子倒是想见识一下，你有什么本事让鬼医见你？那二皇子可瞧好了。说完，江宁儿就一边挽着袖子，一边叉着腰上了台阶，照着正要关门回府的书童屁股上就是一脚。江宁儿！秦军业急唤了他一声，连忙朝他跑去，拦住了他。温逸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也连忙跑来。哎呀，你真是我姑奶奶啊！你怎么能够对诡异的人动手呢？哎呀，我的天哪！这位小兄弟，我王妃她……天哪，我的小祖宗，你可来了！书童连忙来到江宁儿面前，冲他恭敬地行了个礼。主子就说这个法子一定可以把姑娘你引来，果真把你盼来了。臭小子脾气见长呀，对寻医的人大呼小叫，还泼人洗脚水，你主子这样教你的？主子说诡异的名声要紧，说凶一点都没关系，但绝不能让人败坏了，特别是谨防那些想要胡乱攀关系的人，绝对要把这种人的脸狠狠地打，让他们不再敢如此。哎，你刚才不是说诡异不认识江家小姐的吗？书童并不知道他本名，只知道主子一直唤他江离，但也知道他身份
名不少，有别的名字也不奇怪。他懒得搭理秦军旗，只给了他一记大大的白眼儿。外面天凉，快随我进去吧。主子早就准备好了姑娘你喜欢吃的东西，就等你来呢。江宁儿一走，你们两位是谁？在下北门一宗温逸。那这位呢？这位是他的夫君。夫君，我的小祖宗啊！你什么时候有夫君的？不行吗？说完也不管书童震惊的眼神，拉起秦君夜就大步往里走，温逸则紧随二人其后。秦军旗见状也想混进去，刚要抬脚就被书童一把推了出去。哐的一声，对着他将大门一关。别院不算大，而书童则是一直紧随他身旁，最后来到一个房门前。主子只见姑娘一人，二位可以去偏厅等着。王爷先等我会儿吧，我先跟他打个招呼。秦军旗因为不服气，竟然带着人马直接闯了进来。谁让你们进来的？你们也太放肆了！诡异大人相熟的明明就是江家大小姐，怎么可能是二小姐？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是你认错了人。书童一脸茫然，他怎么可能认错姑娘呢？这秦军旗是被洗脚水灌进脑子了吧？诡异大人，您前几日还在我府中为我治伤呢，您不可能这么快就不记得，还请您老人家出来相认一下。秦军旗自信满满，一边朝里边喊，一边大步上前，想将要进门内的江宁儿拽出来，自己进去。秦君夜，你好大的胆子，你敢对我动手？你若敢碰他一下，本王就让你再躺2个月。你敢？二皇兄不信，大可以试试。秦君夜，你也太不要脸了，仗着江宁儿与伊雪有几分相像，居然想让她冒领诡异的恩情。伊雪才是沛国公府教出来的尊贵大小姐，这江宁儿不过就是个乡野的泥腿子，就她怎么可能跟诡异大人相熟？替嫁的就是替嫁，地上的山鸡怎么可能跟凤凰比？也就是你不挑，随便给你3个女人都视若珍宝，但你以为诡异大人也跟你一般这么没见识吗？秦军旗话音一落，屋内就有一把古扇盘旋而出，朝他脑袋而来。幸是秦军旗的侍卫反应敏捷，推得他身子倾斜了一下，古扇没能直接割了他的喉咙。秦军旗吓得一下腿软，跌到了地上。终于，一个黑衣斗篷笼罩的神秘男人缓步从房间里走了出来。怎么样，这家伙敢如此说你？咱们杀了好，还是剐了好？你要是在这儿公然弄死一个皇子，我会很麻烦的。那怎么搞？放了他吧。算你运气好，我家小心肝说让我放了你，那我就算了吧，给我滚，别让我再看到你。不对，你不是诡异，诡异分明是个驼背的老人，你是假的。驼背老，我看你见到的是他吧？诡异摇了摇手，几个下人就将一个麻袋丢到了院中，那麻袋一掀就露出一个尸体来。江一雪看清这人的长相，就忍不住惊叫了一声，因为这个人正是他找的那个假诡异。此人不过是给我看管药炉的一个奴隶罢了，趁着我今日不在宗门内，偷了我一些药品，出来冒充诡异兜售。他根本就不懂医术，连把脉都不会，他居然也能骗了你们，真不知道你们北楚皇室中的人脑子是怎么长的，智商怎么就这么低呢？本尊最烦搭理脑子有毛病的人了，赶紧给我滚！金军旗终于知道自己是被骗了，他瞪着江一雪，刚要骂，结果张口就是江一雪一脸茫然，刚要问他怎么了，这是诡异江里研制的鸡鸣犬吠散，中招的人说什么都会变成鸡鸣狗吠，这真的是诡异啊！狗男与鸡女最般配了，还不滚？是想尝尝我别的毒吗？秦军旗这才明白自己做了多大的错事，哪里还敢多待？本想说快撤，结果哇哇了2声，屁滚尿流的就逃走了。江一雪想喊他等等自己，结果也变成鸡打鸣的声音，一路咯咯咯的追着他跑了。秦军旗的人一走，刚才还一副正经威严的诡异把江宁儿一把抱了起来。怎么一阵子没见，感觉丫头你瘦了，是不是又挑食了？嗨，我都多大了，不行长抱了。不就才将16吗？能有多大？好哥哥，你怎么来了？自然是来找你啊，想哥没有？才不想。我才不信！来，哥给你又搜罗了好多好玩的物件，进屋给你瞧瞧。说着就拉着他的手进了屋子。他叫他什么？好哥哥。他知道江家有个庶出的长子叫江婷，但显然诡异不可能是江婷。你真是我们家姑娘的夫君？你们家？是啊，江姑娘是我们家主子的师妹啊，你们不知道？师妹？原来你们不知道啊！书童一脸原来如此的表情，觉得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看来这个什么夫君跟小姐也不是很熟嘛。于是摆了摆手离开，不再搭理二人了。
怎么会这样？江宁儿是诡异的师妹，你知道这事吗？我也是今日才知道。既是鬼谷门的掌门，又是诡异的师妹，江宁儿的身份还真是叫他都十分意外呢。不过现在想来也有迹可循，我新婚那夜跟你说，有人把出你的改脉术，那个人就是他。那你怎么不早说呀？不是你说不可能的吗？我也不知道诡异这般独来独往、性格古怪的人，居然还会有一个当成心肝宝贝的小师妹啊！秦君夜闻言脸色一沉，本来刚看到诡异如此袒护江宁儿，以为他是诡异小辈之类的，可现在知道居然只是师兄，他的心情就顿时不大一样了。是什么样的师兄会把师妹称作是自己的心肝宝贝儿，还那般亲昵呢？师兄，你怎么到北楚来了？自然是来寻你的，你向来神踪鬼影的，不用这个法子，哪里引得出你来？一阵子不见，我师兄真是越来越帅了。再这样发展下去，他是被你迷死的人，要从城东排到城南了呢。少跟我灌迷魂汤，跟我老实交代，你个野丫头，什么时候成亲的？这事说来话可就长了。师兄，我饿了。行，我这就让人给你做，等着吧。阿西，书童便赶紧跑到门前附耳倾听，叫小厨房开始准备做菜，记住所有菜都不要放姜，姑娘她最不喜欢姜味，甜品里切记不可放香芋，姑娘对香芋过敏，藕粉膏要撒些桂花糖，再暖一壶杏花粉酒来。秦君夜和温逸并没有去到偏厅，而是一直在院中等着，所以花竹枝对厨房的叮嘱秦君夜都听得一清二楚，难怪他与他吃饭时都不怎么动筷子。他念着他怕冷，叫厨房备的菜都是放了姜的，甜品恰巧也是应季的拔丝香芋。现在他才明白，原来他是不喜姜也不能吃芋头的。而江宁儿也不讲，还说是自己肠胃不舒服，鬼谷门掌门、诡医师妹这些他从不肯告知于他就罢了，为何连自己这点生活喜好都不肯与他说？而此时屋内的那个男人却似乎知道他的一切。你去哪儿？本王还有事，先回府了。你就不等着诡异等下出来求他医治吗？你没听到人家师兄师妹还要吃饭喝酒吗？喝了酒还如何下阵看兵？本王改日再来就是。不是，那你也不等江宁儿了？本王为什么要等他？他又不是没有脚，不知道自己回吗？哦，也是，诡异这么看重你媳妇儿，你走了，说不定他还会亲自把江宁儿送回去呢。嘿，那我就有机会跟诡异多待一会儿了。秦君夜忍不住暗暗斜了温逸一眼。那你有事就快些回去吧，我在这等着，说不定还能与诡异说上几句话呢。秦君夜最后回头看了眼那个紧闭的房门，没有多言，甩袖离开。炫完了满桌的饭菜后，江宁儿满足地靠在椅背上，舒服地叹了一口气来。刚才吃饭间，他已经简单地将替嫁的过程都跟师兄讲了一下。听到他只是为了寻凤血丹的权宜之计，他跟秦君夜根本没有圆房后，花竹枝才放下些心来。怎么回事？晋王府平日不给你吃饭吗？那倒不是，只是因为今天中午……江宁儿想起中午那餐饭，虽说秦君夜不如花竹枝这个自幼照顾自己的师兄了解他的口味，所以准备的都是他平日完全不吃的菜色。哎呀，没事儿，不提这个了。他与师兄许久未见，二人相谈甚欢，一下就忘记了时间。等他走出房门时，已经是月挂枝头了。回王府的马车上，温逸朝着江宁儿扑通跪了下来，真的冲他磕了3个响头。姑奶奶，你可得救救老秦啊！王爷怎么了？老秦说你不是看出我给他改脉了吗？改脉？他都忘了新婚夜他把出过秦君夜中毒一事了，难怪他们今日来寻诡医，原来是来求医的。你们怎么不早说？我们也不知道你居然就是诡医的师妹啊！江宁儿张了张嘴，终究还是没把他就是诡医本人的事情说出来。快跟我说说他的毒到底怎么回事？从温逸口述，江宁儿才知道，原来秦君夜3年前并非是坠马昏迷，而是在秋猎途中遭遇了毒害。他当时并不在现场，所以秋猎具体的事情经过也不太了解，只知道他从一宗赶到晋王府时，秦君夜已经是弥留之际了。我虽一直在老秦身边为他调理，但我能做到的也只是暂缓，效用甚微。而他近日2次为了你动用内力导致毒发，毒素已经开始扩散了。什么2次？那他第2次用内力是什么时候？就是给你找9节虚骨草的那夜呀。他的虚骨草不是找李雨楼弄来的吗？他为什么动了内力？具体细节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那日清玄把他送回来找我时说，他为了取虚骨草动了内力，毒发了。这些他居然都不知道。听到清玄来报2人回府时，秦君夜看着书，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就回了，这种小事也要来报的。说完，他翻了一页手中的书，眉眼不抬。你们继续练你们的，不要分心。秦君夜下午回了府，便把府里所有的侍卫都召集在了一起，开始练兵。我回来喽！温少爷，怎么就你一个人？王妃呢？她自然是回贵星小院去了呀。但我们一直在这里，没见到王妃人呢。哦，她说是走这条路比较远，最近发现了一条府里的近路，所以抄近道回去了。秦君夜虽身形不动，可听到这话，他脸上的镇定终于开始裂开了。他怎么都不知道府里居然还有近路。见温逸要走，过来陪我下盘棋。哎，这么晚了还下什么棋啊？我明天再陪你啊，我要睡觉了。我叫你过来。见他难得这么渴求自己，温逸打了个哈欠，觉得那自己就陪陪他吧，挥了挥手，终于让练兵的人都散了。你笑什么？我笑老秦你栽了，你竟然真的对江宁儿动心了啊？谁说本王对他动心了？那如果没有动心，你告诉我，你现在是在这里做什么呀？你还记不记得你之前老说这里冬日落叶太多，路过会脏了你的衣摆，所以你少有来此路。怎么现在专门挑这个位置练兵了？还是说选这里是因为这是从大门去贵星小院的必经之路，以为江宁儿一回来就能看到他吧？你少在那儿借题发挥，本王根本没提起过他。哼，我借题发挥。那好啊，那我再问你，你可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找鬼医整整3年，好不容易看到鬼医了，为何却突然走了呢？练兵会是比解毒更急的事情吗？啊！秦君夜紧抿着唇，答不上来。你是不是因为看到了江宁儿与他师兄那般亲密的时候，你就心里面多么难受，如坐针毡，觉得一刻都待不下去了才走的？秦君夜有些吃惊地看了温逸一眼，然后迅速别开脸去。他很不想承认温逸将他不愿意展露的思绪说得丝毫不差。是啊，往日一贯冷静自持的自己，竟也会有这么情绪化的时候。这样子的自己让他觉得很陌生，也很排斥。唉，我困了，你就自己慢慢想吧，我先睡了啊。与此同时的二皇子府里，你说什么？江宁儿在诡异府上待到了天黑才出来？是属下亲眼所见，不仅滞留到很晚，出来时还是诡异亲送，甚至还亲自将他扶上马车。这个江宁儿到底是诡异的什么人？竟然能有这么大的面子？殿下，我也不知道那个老头子竟然是假的诡异。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人已经死了，他自然不能承认是自己找人诓骗他的。医学也是被骗了，医学只是想让殿下快些好起来，这才听信了谗言，还请殿下恕罪。殿下息怒，若真是我家二妹与诡异交好的话，或许才是对殿下最有利的事情。对我有利？分明最有利的人是老六吧？殿下，先不说诡异性子古怪，虽看着与二妹亲和，但这并不代表他就会因二妹的关系而愿意被晋王所用。再者说，就算因为二妹的关系，晋王得到了诡异相助，晋王也不能如何。不能如何？你知道诡异是多少人都力争的对象吗？谁得了诡异，那就是如虎添翼。殿下说的没错，诡异确实是能力非凡，可殿下忽略了一件事，如虎添翼的前提是那个人得真的是虎才行啊。的意思是，殿下您应该心知肚明，晋王此次求见是真的为了求医解毒的，出发点就跟殿下您不同。晋王曾经或许是猛虎，可这终究都是曾经了。如今的晋王躺了3年，早就和各方势力断了联系，虽是醒了，可也完全无心朝事，时至今日都不愿意上朝，容貌丑陋，面带黑斑，皇上也不看重他们母子，储君之位他势必无望，就算求得诡医，也不过是多个大夫罢了。你这话确有几分道理，接着说下去。如今殿下最大的对手是同样应验了那句麒麟之子的三殿下，只要诡医不是被三殿下拉拢了去，就影响不到咱们。没错，诡医来京，老三居然没有动静。听说三皇子府派了下人去门前携了重金相候的，只是未能进入门内。好，倒不像是他的作风了，他不是最好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吗？他的性子该是亲自在门前跪个几天几夜，以表诚意，才能对得上他贤王的名声，怎么会只让下人去？这点属下也觉得不对劲，但听说是三皇子病了，下不来床，才不得已派别人去的。病了？他虽一直没有入宫，但皇后被于贵妃夺权这么大的事情，他自然是听到了。江宁儿不仅漂亮，
还聪明又机警呢。江一雪听到这话，一脸的不敢置信，只觉得二皇子是疯了吗？虽江婷的一番话劝得二皇子不再计较假诡异一事，可江一雪心中清楚，自己肯定是在二皇子心里减分了，这让他很是懊恼。于是，一走出二皇子府，他就迁怒于江婷。你今日为何要帮江宁儿和靖王说话？你难道不知道他们二人害得母亲至今都卧床不起吗？母亲真是白养你一场。一雪妹妹言重了，我不过一个小小的庶出子，哪里敢得罪你跟二妹妹两位尊贵的嫡出女呢？而且我也不存在帮谁一说，我帮的从来都只是沛国公府。你说江宁儿尊贵，你竟然将我跟那个野丫头放在一起比，我跟她能一样吗？她凭什么和我相提并论？也对，你们二人自是不同的，毕竟一个只能弄来假诡异，一个却是真诡异的掌上宝。啪的一声，江一雪一巴掌就甩到了江婷的脸上。你是什么东西？凭什么这么跟本小姐说话？一雪妹妹拿我出气可没用，如我所说，你还真该庆幸诡异认识的是二妹妹。我居然还要庆幸？若没有靖王夫妇中间插一刀，诡异今日大概率是被二皇子和三皇子其中之一请走。但就光妹妹整出一个假诡异的事情，想必诡异大人定不会选二皇子。若诡异大人今日是被三皇子的人请走了，一雪妹妹觉得二皇子见下会如何对你？江婷，你好大的胆子！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我的身份我自不会忘，我是怕一雪妹妹你忘了，这是二皇子府门前，不是在沛国公府里。妹妹多年营造的柔静形象，想要在这里毁于一旦吗？听到这话，江一雪才冷静了下来，便转身上了回府的马车。2日后的上午，晋府里有客来了。王爷，有一个自称是王妃师兄的男人过来。师兄？那不是鬼医来了？鬼医居然亲自到他王府里来了。他人呢？温少爷听说后，已经把人往贵心小院里带了。这会儿人应该已经在王妃院中了。秦君夜眉头紧蹙，这个瘟疫居然都不过问他一下，就这么把外男往他王妃院子里引。王爷，今日鬼医上门，您定要把握住机会啊！琢磨了2日，秦君夜已经坦然接受自己喜欢江宁儿这个事实了。本王明白，哪怕鬼医不愿为本王解毒，本王也会试一试。鬼医既然是王妃的师兄，那想必有王妃这层关系，鬼医定会愿意的。但愿如此吧。刚进贵心小院，秦君夜就看到江宁儿正和他一个从未见过的人并肩走在一起，也朝院外走来。妖孽，这是秦君夜看到这个人的容貌时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词儿。江宁儿自那日回府后，就交代瘟疫把秦君夜3年所有的治疗记录拿给他看，所以这几天他连房门都没出过一下，一直在研究治疗方案。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明白了吗？放心好了，我都记下了，定不会坏你事的。那等下你就……再抬头就看到秦君夜正一瞬不瞬地看着2人。江宁儿被秦君夜盯得一愣，心想他怎么了？谁惹他了？害怕秦君夜莫名其妙的怨念波及到他，只是冲他浅浅行了个礼，就赶紧逃到远处，只留下他们几个男人。你就是秦君夜？不知鬼医来本王府上是有何事？来，把手伸出来吧。是你王妃特让鬼医来府里给你看诊的。看诊？是啊，不是说中毒吗？到底解不解？不解我走了。哎，姐，当然解，当然解。花竹枝捻拢3指，开始为秦君夜号脉。没耗一会儿，他就皱起了眉来。他与江宁儿都是师出毒宗老祖，2人虽毒术相通，可江宁儿钻研的是医毒，他则钻研的是蛊毒。你虽看似是中毒，可实则毒素早就深入4肢百骸之中，不是普通吃个解药就能好的了，必须得是解毒加绝妙的医术一起整个调理，才有可能恢复。那鬼医前辈，您能解吗？我普天之下，除了他医毒双精的师妹江离，不可能有第2个人可以办到。可他现在正是在假扮他鬼医的身份。我是鬼医，自然能解。太好了，老秦，你有救了呀！秦君夜闻言，本冷峻的表情也终于缓和了一些。他寻了3年，终于可以解脱了。但我说能解，却没答应我要救我。救你，我可是有条件的。鬼医尽管提，不管是多少钱财，本王都定会双手奉上。我对你的钱没兴趣，我要的是你答应我3件事。3件事？鬼医尽管提，只要本王办得到，定都会答应你。放心，这3件事对晋王来说一定都办得到的。那鬼医请讲。第一，我虽给你解毒，但我只是看在我师妹的面子上才同意的，所
所以这并不代表诡异的立场，诡异与你终究是无关的。本王明白，本王也从未存过这个念头。很好，那我们来说第二件事。我知你跟我师妹是皇室赐婚，并非你们二人所愿，但你不可因此欺辱亏待她，你得照顾好她一切饮食起居，她想吃的想玩的，你都得提供到位。太惹祸容易招惹麻烦，但你要她安全，不能让她受一点欺负。这个你放心，她是我的王妃，就算诡异不说，本王也定会做到。所以第三件事是什么？第三件事嘛，最简单了，可以说你动动手指头就行了。我要你休了我师妹。而另一边，江宁儿在自己房中等着花竹枝来告诉她结果。秦君夜与她有恩，这些时日对她也不错。虽说她也不知道自己还会在晋王府待多久，可无论是出于她的好，还是她的恩，她都不会看着她受蛊毒的煎熬而坐视不管。可同时，她也知道诡医这个身份十分麻烦，若让她知道了自己将来寻得了凤血丹，再想离开，怕她会穷追不舍。反正师兄已经办了，就干脆办到底好了。这样日后他走了，秦君夜要寻也是追着他师兄去了，这样可以减少他将来脱身的麻烦。姑奶奶，不好了！怎么了？哎呀，你快跟我过去吧，老秦和诡异他们两个打起来了。什么？江宁儿想不明白，把个脉怎么会打起来了？他跟着瘟疫连忙一阵小跑，到时正好看到花竹枝在空中以一道抛物线般的姿势被甩出了几米开外。师兄连忙跑过去，冲还要动手的秦君夜急喝了一声住手，紧接着转头就朝花竹枝跑去。师兄你怎么样？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为什么我的毒和蛊对他都没有用？他的毒中的太深，所以反而对其他毒都免疫，我的毒对他也没用。我靠，这家伙也太变态了吧，你怎么嫁个这种人？不是让你看诊吗？怎么还打起来了？你怎么他了？什么叫我怎么他了？你有没有眼睛？明明是他怎么我了，好不好？江宁儿想了想，觉得不对。秦老六虽脾气不怎么好，但也不会胡乱动手。说你是不是做了我叮嘱你之外的事情了？果然，花竹枝心虚的表情一噎。你到底干什么了？我不过就是跟他谈给他治疗的条件，结果他突然就动起手来了。条件？我没让你提什么条件呀？你跟他说什么了？花竹枝把刚才的经过讲了一下。原来他给秦君夜提出的条件是要秦君夜先写下休书，好让江宁儿日后想走时就能顺利离开，甚至编造了一个故事，说他与江宁儿是一对，二人情根深重，还劝秦君夜君子不夺人所好，要有成人之心。花竹枝，你蠢呀！你这不是相当于跟别人说你媳妇跟我有一腿，但你还要帮我养着，换你能忍？我又没有讨媳妇儿，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忍？我还不是怕他要是看上你，最后不让你走了怎么办？他看上我有什么用？他真想我留下来，也得我看上他才行啊，不然我真要想逃，他还拦得住我？秦君夜本是好不容易被瘟疫劝着过来跟诡异道个歉，可刚走近就听到江宁儿这话，他牙关紧了紧，然后拔腿而出。哎，老秦，你去哪儿？江宁儿闻声回头，才看到秦君夜负气离开的背影，他甩下花竹枝就朝秦君夜跑去。王爷！秦君夜本想离开这儿，自己一个人静静的，可听到他喊自己，他还是停下了脚步。王爷，我师兄是乱讲的，我跟我师兄什么都没有。见秦君夜还是不说话，我跟你发誓，他真的只是我师兄，不是我的什么情人。我3岁时就跟我师兄认识了，我们关系是好，但不是你想的那种。他自幼就像个老妈子一样照顾我，我可没有恋母情节。你想啊，如果我真跟他有什么，就凭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我不早就跟他孩子都有好几个了，我还会嫁给你吗？江宁儿这话不好听，但却很有道理，叫秦君夜心里又气，可却也冷静下来一些。你别生气了。你3岁不是在义庄吗？怎么会跟他认识的？这个事情说来话长，你若有兴趣，等晚点我跟你讲。但现在你乖，我们先把毒给解了，好不好？瘟疫在一旁听着，觉得江宁儿简直是把秦君夜当成小孩在哄了。老秦最烦别人敷衍他了，别又发脾气了才好。正要开口，就看到江宁儿拉着秦君夜的手要回去，而秦君夜居然也不多问了，任他牵着。瘟疫在后面看着这画面，简直惊得下巴都要收不回去了。回到院子的时候，花竹枝一看到秦君夜就气得嚷嚷起来。他不同意我提出的条件，我是不会给他解毒的。你还想打架是吧？打呀，刚才是我没注意，再打一场，我绝对不会再被你打飞。够了，给我坐下。听见没？我师妹叫你坐下。我是叫你坐下。小丽，我是不是你亲师兄？师兄，我什么时候给人看诊像你这样不庄重的？你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这才瘪了瘪嘴，老实的坐了回去。而秦君夜听到二人耳语的
的内容后，有些疑惑，皱起了眉。但碍于师妹的要求，他只能将提出的第3个条件作罢，换了个别的，要求秦君夜在治疗的这1年里不可以跟江宁儿行房。这是什么道理？能有什么道理啊？用意当然是防止这个丑王爷惦记他漂亮师妹呀。你的毒很特殊，若在解毒期间有行房的话，会影响效果，到时候别砸了我的招牌。不是都说晋王殿下向来不近女色的吗？怎么1年都不行？如若不行，我劝你还是别结了，躺平等死好了。江宁儿睨了花竹枝一眼，感叹这家伙又在乱讲话了。可这次他却没有开口纠正，想着反正是要走的，没有亲密接触，走的也更干脆。行，本王可以答应。一切条件谈妥，花竹枝将江宁儿提前告诉他的整个治疗方案都写了下来，然后交到了瘟疫的手中。解毒的方法我都写下来了，接下来就靠你了。诡异前辈，你是要我来啊？你不是北门一宗的吗？所有的用药和穴位我都写得很清楚了，怎么看不懂？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诡异前辈，你不亲自给老秦解毒吗？我怕我出差错怎么办啊？我师妹在这呢，你有不懂的问她就是了。我马上就要离开楚国了，我可没那个时间在你们这里待1年。秦君夜眼尾一挑，他要走了？这么快就要走？上次不是还说可以待一阵子的吗？师妹你来。说着，他把江宁儿单独拉着，2人走远了些。到底是什么事啊？我家老头子昨天夜里给我来信，说是有个什么西凉郡主跑我们那儿找我，非要嫁给我。我老子说是让我赶紧回去解决。江宁儿突然脸色一变，他差点都忘了这茬了。那个西凉郡主居然真的跑去找他了。秦君夜本是不想多看2人讲悄悄话的样子，可看到江宁儿骤变的表情，怕是出事，于是暗自运功，将听力放大了一些。那你是回去和亲？和亲？秦君夜只听到这个词儿就来了兴趣。我和个屁的亲呐！回去解释一下就好了。那个西凉郡主说什么我比武朝夕赢了他，还说我给他什么定情信物，真是可笑。小爷我都没有去过西凉，这个郡主指定这里有问题。那个说不定人家很漂亮呢，你也不愿意。怎么你见过？没有，我绝对没有见过。这样上赶着逼着别人娶她，这个郡主一定是个丑女没人要。然后听闻你师兄我的帅气，竟然想讹我。师兄，我要是闯祸了，你会怪我吗？你从小到大闯的祸还少，哪次不是我给你擦屁股？怎么突然说这个？江宁儿暗暗思忖，那这次就还是交给他去收尾吧。况且他这次应该也不算闯祸吧，毕竟那个西凉郡主可不是什么丑女，特别是跟花竹枝这张妖孽脸还挺配的。师妹，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没什么，你的事情听起来是挺棘手的，那你早些回去吧。你自己也小心，解决完了那个西凉郡主，我就再来找你。江宁儿只能乖巧点头，可心中却是想着，等他回去知道真相后，下次再见别是打他屁股就好。在府门前送走了花竹枝，秦君也来到了他身边。那个西凉郡主的婚约，该不会是你弄的吧？你居然偷听？本王耳力很好，用不着偷的，光明正大的就可以听到。你还没告诉我，你3岁不是在义庄吗？有些事，爱妃是不是该跟本王解释一下？我可以跟你讲，但是我站累了，先找地方坐着说吧。那去我书房。行。这还是江宁儿第一次来他的书房。怎么只有1把椅子啊？你不是说你累了吗？你坐。但这是你的书房，我怎么好意思让王爷你站着啊？那就一起。人在下一瞬就被秦君夜卷到了他的腿上。说吧，你到底是怎么成为诡异师妹的？我知道王爷查过我，所以你该知道，我刚出生不久就被叶氏给丢到了义庄。秦君夜点了点头，表示这点他是清楚的。其实我3岁那年出过一场事故，我曾坠过崖，是当时在外游历的师傅和师兄路过才救了我。坠崖？怎么会坠崖的？我也不知道，我坠崖以后3岁前的记忆通通都没有了，我只知道我醒来时已经被师傅救起，而他们是在天楚边境的一处山崖下发现我的，判断我的伤势就是坠崖所致。听到这儿，秦君夜面色凝重，他知道一个3岁的小孩不可能只身从天楚京城来到天楚边境的，显然是有人蓄意为之。是什么人居然对一个3岁的稚子下这种手？那年我师兄10岁，而我不过是个牙牙学语的稚子，我师父呢是个5大3粗的大男人，照顾不好我这么小的女孩子。那时我身上伤势又严重，可他每天不是把我这里磕了，就是把我那里碰了，我就哭吵得厉害。于是为了耳朵清净，他就让师兄照料我，时间长了，师兄就把照料我当成了他的习惯和责任。
师父无子，收我为徒后，就把我和师兄当儿女教导，师兄也就把我当成亲妹妹一样看待。所以这些年，你果然不光是待在义庄而已。没错，基本一半时间在义庄，一半时间在外面野吧。至于野出了一些什么名堂，秦君夜也心知肚明了。总之你记住，不管你师兄之前如何照顾的你，但你已经是本王的妻子，以后你都由本王来照顾。王爷，你该不会是吃我师兄的醋了吧？怎么可能？不可能吗？江宁儿本还有些期待的心又落了下来。可下一瞬，男人霸道的吻顷刻封上了她的唇。此时，江宁儿被他抱坐在腿上，想要推开根本就不可能。于是他稍微挣扎了一下无果，也就放弃了。良久，秦君夜才放开了他。你不管是闯祸还是惹事，都可以来跟本王讲。你师兄能给你兜底的，本王都可以；他不可以的，本王也可以。你可以什么？不如你也喊本王一声好哥哥，本王就告诉你，本王可以什么。王爷，我只是喊我师兄一声好哥哥，你就这样？那万一我还跟别的男人亲了、抱了、睡了，你会如何？你想死可以直说，不用这么麻烦。江宁儿的笑意顿时一凝，觉得他是真的说得出做得到的，于是才刚升起一点甜蜜，顿时变成了心慌。要不你就搬到本王这儿来，不用回贵。王爷，我还有事，先回贵心小院了。说完也不等他反应，他赶紧就转身离开了。一出房门，江宁儿以为他听不见了，自我催眠般的开始碎碎念：秦君夜是只猪，秦君夜是只猪，我不可能对一只猪动心思。念叨了数十遍之后，他开始觉得心里好过一些了，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而屋内的秦君夜听到后简直是大无语。先开始他以为江宁儿只是还不愿意跟他住在一起，可过了几天，他开始发现不对劲儿了。他主动让人邀江宁儿一起用膳，都被他用吃过了、不饿、没胃口等理由拒绝。直到这天，宫里来了圣旨，二人为了接旨，终于才在正厅碰上了头。什么？父皇让我去皇家学院上学？是啊，皇上说晋王妃聪明机警，只可惜年幼江家未能好生照看你。若是好好读点书识点字，定会不凡。成亲的妇人还能入学院的，晋王妃您是头一个呢，这可是天大的恩赐。收好了圣旨，江宁儿便要走，可刚走出2步，又朝秦君夜折了回来。王爷，我有一事想请教。你说。王爷可知有什么法子可以与李雨楼的楼主见上一面的？你要见他？是我师兄要见他，不知王爷可有法子？秦君夜一眼就看出他是拿花竹枝当借口，既然他什么都瞒着他，那就公平一点。既然是鬼医要找他，那我等下就让清玄把联络他的密钥给你。那就多谢王爷了。说完，江宁儿准备离开，被秦君夜拉住了手臂。只是一句谢谢，没点别的表示。臣妾愚钝，王爷想要什么表示？本王是做错什么了吗？你为什么近日都躲着本王？王爷，这是什么话？您没有做错什么。你今日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记本王上次欺你的事情？是啊，王爷知道就好。为什么？我们是夫妻，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我们确实是夫妻，但王爷很清楚，我们只是被赐婚绑住的夫妻。成亲前，我们甚至都没有见过彼此。我知道，男人可以靠着欲望行事，但女人不行，女人要的是感情。所以你是要说，你对本王没有感情？没错，我对王爷你没有感情，喜欢的人也不是你，与你亲近，我自然是难受的。那你喜欢的人是谁？王爷，你当我傻呀？告诉你了，我情郎还能活命。江宁儿，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我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在跟你成亲前，我就有喜欢的人了。虽说我已经不可能跟他在一起了，但不代表成亲后我就能彻底从心里放下他。只要我的心不在王爷这儿，我跟王爷亲近就是不舒服。江宁儿，你给我听好了，你最好记牢你现在的身份，你是晋王王妃。你可以心里没有本王，但本王不允许你心里有除了本王以外别的男人。说着，他俯身逼近他。你最好收起你的那些心思，若让本王知道你有跟别的男人做出什么损了本王脸面的事情，就休怪本王翻脸无情。王爷不觉得你这个要求太不公平了吗？你凭什么跟本王讲公平？是呀，王爷连公平都不许我讲，那你又凭什么要我心里只能有你？别以为本王真的舍不得对你动手。王爷当然不会舍不得，你是不能。你答应过我师兄，你若违信伤了我，你的毒就没人可以解。见秦君夜整个人只是僵愣在那里，死死盯着他，却没有再动作。王爷应该知道我的性子，我不喜欢吃亏。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拿出一物，也是有些脾气的，大力放到了一旁的桌子上。所以你说的让我心里不许有别人这事，等王爷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做到了，再来要求我好了。说完，恭敬地行了个礼，便提着裙角转身走出了正厅。
秦君夜一个人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具被他丢到了一旁，本俊逸不凡的脸上满是阴沉的颓废之气。老千，你没事吧？本王是不是很不招人喜欢？怎么这么说？自幼父皇就不喜欢我，不管我多么努力，能力远胜其他皇子，他也依旧不喜欢我。后来10岁那年，我无故生出黑斑，所有人都对我弃如敝履之，对我避之不及，看到我就跟看到鬼一样。甚至因为我母妃被宫里人一直说是妖女，才会生下我这种丑陋的儿子。我以为我让自己变强变冷漠，就可以保护母妃和军行，却在3年前，连累的军行小年纪就被废了双腿，再也站不起来。或许我真的是生而不祥，像我这样的人不值得被人喜欢。所以是江宁儿不喜欢你？秦君夜心里一阵苦涩。哎呀，你们的澄清时间还短，他还不是那么了解你。我觉得啊，你要是真想要他这个人的话，得给他一点时间。哎，这些日子呢，我也算是看出来一些。江宁儿这个人与普通的闺阁女子不同，不是一个王妃的名头就能将她框住的，也不是送些东西就能将她哄住的。你想要彻底留住这个人，非得拿到他的心才行。心？可我摸不透他的心。心是要用心去交换的，但你到现在就连真容都没有叫他瞧过，你也没把自己的真正一切交付给他，他自然也不会把心交给你啊。可如果实在不行，老钱你也别太难过，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咱们换个人喜欢就好了呀，你说是不是？秦君夜以为见不上，或许那份喜欢就会淡化，于是他也不再主动去寻他，想说就像瘟疫说的，干脆放弃好了。结果却发现越是见不上他就越烦，这份情绪不仅没有淡化，还越来越想他，根本就放不下。那日瘟疫跟他聊过以后，他觉得稍稍好过一些，这才起身看到江宁儿走前留在桌上的东西。一开始他不明白，他准备要送给他的簪子什么时候已经到他手上的。结合着他所说的话去想，他觉得江宁儿怕是有什么误会，他觉得就算是放弃，也得跟他把一切的一切，包括二人的那一夜都说清楚。于是他终究还是主动踏进了贵心小院去找他，结果下人却说他出门去给花竹枝送行，一早就出去了，他就又扎心了。哎呀，楼里来了信，说是有人要见六爷。是谁要见我？楼里的人说并未瞧见那人的面容，只是说留下了一个物件交给你，说是交给您，约您今日有时湖心画舫相见。这是他留给鬼谷门掌门的空盒，是江宁儿要约他。虽不知道他要寻六爷是做什么，但烦了好几日的人终于可以见到想见的人了。他到底该以哪个身份去见他呢？是刚被他直接表明过不喜欢的秦君夜，还是跟他有过一夜恩爱的六爷？秦君夜思忖了片刻，觉得如果是秦君夜的话，很可能二人又会发展成上次的样子，而六爷起码还能跟他好好说上话。他当即决定回房换了一身六爷气质的白衣。正当他迫不及待要出门赴约时，依雪见过靖王殿下。江大小姐不打鸣了？不打了，多谢靖王殿下关心。秦君夜懒得跟他解释什么。靖王殿下这是要出门吗？怎么不见二妹妹跟殿下一起？二妹妹也真是的，成亲前选择爷爷就罢了，如今都是人妻子了，也不知道多陪陪王爷。本王就是喜欢他也，虚你智慧。二妹妹承蒙靖王殿下如此爱护，真是叫依雪羡慕。但终究妻子就是该尽到妻子的义务，王爷您说是不是？说着他朝秦君夜走近一步。王爷要是不嫌弃，不如依雪陪王爷。不，本王嫌弃。靖王殿下是不是对依雪有什么误会？你之前对依雪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二妹妹跟殿下您说过些什么？之前江大小姐莫要乱讲，本王之前跟你分明都没说过几次话。我知道二妹妹一贯不太喜欢我，但她也不能在殿下面前如此污蔑我呀。还是说殿下其实还是在起替嫁一事？秦君夜瞥了他一眼，不想理他。依雪明白，本是你我二人有婚约，却突然嫁过来的成了二妹妹，殿下心中定是有不满，都是二妹妹的错。其实依雪心里是愿意嫁给殿下的，如果不是二妹妹从中作梗，依雪现在就是你的妻子了。说完了？依雪说完了。既然说完了就滚开，你再挡在本王马车门前，耽误了本王的要事，本王杀你全家。江依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靖王殿下，眼睁睁看着靖王的马车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了他眼前后，也上了自己的马车。快跟上去。
六爷，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姑娘约我怎么会不来？路上有事耽搁了一些，让你久等了。画舫中央只有一张矮茶几，二人随意坐在茶几两旁。我还以为这辈子我再也见不到姑娘你了。六爷不用担心见不到我，你上次摆我一道，本姑娘说什么都会找你还回来的。如此甚好，今后姑娘想找我，随时都可以。江宁儿拿出一袋金子，放置在了二人中间的茶几上。姑娘这是何意？这是定金，我有一个业务，不知道李雨楼接不接？业务？说说看。我知道李雨楼除了能买到想要的消息以外，还能替人寻物。我想要找2样东西，不知可否办到？原来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李雨楼做生意。我不是找你做生意，我还能找你做什么？若只是跟李雨楼做生意，你去楼里找任何一个办事的人都行，何必非要见我？因为熟人好办事呀。李雨楼里我只认识你，自然就更信任你。信任我？行，那为了不辜负姑娘你的信任，不管你要什么，我都定替你寻来。你到底是要何物？江宁儿从腰间拿出一物，朝他示意。这不是上次你从我这拿走的翠玉诀吗？什么叫从你这儿？虽然我不知道你怎么得到这个的，但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本就是我的。所以姑娘是何意？此物名为双月诀，本该是一对，其中一半我从你这得回了，但是另一半我却不知其下落，不知六爷可有办法找到？六爷垂眸思忖了片刻，另外半块应该就在江一雪的身上，想要拿到非常容易。姑娘如此重视此物，可是情郎送的？情郎？我没那种东西，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当真？当然是真的。江宁儿说完，就听到对面的人自叹般的笑了起来。六爷，你笑什么？在下是在笑，此事很简单，想着很容易就可以完成任务，觉得高兴罢了。简单？莫非你已经知道另外半块在哪？10天的时间，我便可将另外半块奉上。只需要10天？那么姑娘还有想找的遗物是什么？六爷可知凤血丹？凤血丹？你要这个做什么？李雨楼寻物都一定要问清楚来由吗？我要来做什么？应该是我的隐私吧？确实是客人的隐私，只是此物非凡，想弄到十分困难，花费的时间和价格可能都会更高。上次拍卖我虽输你，但不代表我是真的没钱，只要能够寻到，时间长点也没关系。至于价格，你开我都给。钱的话李雨楼也有，所以我不需要，你得拿别的东西作为报酬。你不要钱，那你要什么？六爷冲他勾了勾手，一副你过来我就告诉你的样子。江宁儿想着二人刚才一切都谈得很好，这小白脸也很和善的样子，便没有设防，站起身刚靠近，腰肢就被人一搂，紧接着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人直接被压制在了船板之上。你没错，我想要你。什么？要他？鬼脸下的江宁儿眉间早就皱成了川字。既然不反抗，所以是同意了。我跟你什么没做过，我反抗什么？是吗？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就重温一下那一夜。等一下，不是说不反抗的吗？你连我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不怕我是个绝世大丑女，我还不是怕你要了我，你会后悔，然后就不愿意替我寻凤血丹了。我虽不知你的长相，却知道你滋味很好，所以你放心，我不会后悔。所以六爷，你只是想要我的身体？身体？我还想要你的心，我要你做我的女人。你是要我当你的情妇？为什么是情妇？做我妻子不好吗？虽说你确实很合我的眼缘，长得也完全是我喜欢的类型。就在他被他撩拨的呼吸加重时，江宁儿贴紧他胸膛的手一用力，将他猛地推开，然后坐起身来。但可惜我不能同意。江宁儿不去看被自己掀翻在地的六爷，而是站起身后，双手环胸。实不相瞒，我是人妻，且我男人又凶又残暴又暴躁，又不讲道理，又小心眼，所以你想当我奸夫的话，我怕你没命看到明天的太阳。他又凶又残暴又暴躁又不讲理又小心眼儿，他在他心里真的有这么糟糕吗？那你能给我什么？我虽不能做你的女人，但我们可以换个条件，我给你解毒怎么样？解毒？你不是中毒了吗？而且应该寻医多年都无解吧？我可以给你解毒，作为你替我寻凤血丹的报酬，如何？这个报酬确实不错，不过我也有个要求，我要你亲自来。亲自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管制药用针还是什么，都得是你亲自来，不可假手于人，也不可让第三人知晓。没问题，一切都会是我自己来，此事我保证只有我们2人知晓。六爷也点头表示同意。那你把手给我，先让我仔细把一把脉吧。六爷看着他葱白般的细嫩手指轻搭在他的手腕上，心里满是筹划。他
他是看过鬼医给他写的那张治疗方案的，其中有针灸、有药浴，还有穴位按摩，都是可以跟他多接触的好手段。这样一来，就算他要躲秦君夜，也躲不过李雨楼的六爷。只要能跟他多亲近亲近，不要脸一点，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怎么这2年你们天楚很流行下噬魂这种毒吗？怎么1个2个都是中的这种毒？哦，还有谁这么倒霉跟我一样？江宁儿自不会泄露秦君夜的事情。给我1年，我可以跟你将毒尽除。那这1年可以行房吗？啊？他发现这家伙是色鬼转世吗？怎么满脑子都是这档子事儿？当然可以，你别精尽人亡就行。既然如此，我们说好了，1年你给我解毒，我在1年内给你寻到凤血丹。行，我没问题。那好，我们签个协议吧。见江宁儿点头，六爷去画舫上取来了纸笔，开始在茶几上拟上2份协议。好了，来盖手印吧。匆匆瞧了一眼，觉得没有意义，盖上了自己的手印儿。六爷看到2个手指印儿红红的交叠在一起，拿起后吹了吹，正准备心满意足地将协议收起来时，江宁儿瞥到协议的背面，怎么还有一行字儿？盖章者1年时间不许离开晋王府。江宁儿大惊，伸手要抢，被六爷转身躲过，并将协议迅速收进了怀中。你怎么知道我是晋王府的人？李雨楼想知道的事情自然会查得到，这点你应该清楚才是的。晋王妃，大家都是江湖中人，有些规矩你该明白。知道了我面具之下的人是谁，我不会放过你的。六爷的表情镇定，不仅不惧，反而朝他走近2步。那可千万别放过我，想我了时常来找我，我等着。这个家伙是个无赖吧？我也不想如此，可你有前科，所以你的信誉度在我这是打折的，我得防着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给我解毒的人，我要确保你1年不会反悔，所以你得留在晋王府，我才随时知道你在哪儿，确保你没有毁约。我什么时候在你这有前科了？你睡我前说过会对我负责的，结果却跑了，转头还去嫁给了别的男人，这还不算有前科？江宁儿有些傻眼，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事情有男人追着女人负责的。除非你同意从此做我的女人跟我在一起，否则你就待在晋王府，这1年你哪儿都别想去，不然用不着你不放过我，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所以你早就知道我是晋王王妃，那你刚才还敢对我如此？你不怕我告诉秦君夜后让他杀你吗？你觉得我跟他真的打起来，谁能赢？趁他愣神的这会儿，松开了他面具上的绳索，揭下了他的鬼面，将他壁咚在了墙边。江宁儿，我不光知道你是谁，我还知道秦君夜跟你从未圆房。他怎么会清楚这个的？他虽是你名义上的男人，但我才是跟你有夫妻之实的人，要比亲密，我该比他跟你亲密100倍才是。你跟他该是朋友吧？朋友妻不可欺，听过没有？朋友？谁告诉你我跟他是朋友了？想来也是，王爷怎么可能跟你这种人是朋友？我还知道鬼医让他1年不许跟你行房，但你刚才说了我可以。以后你若是需要人陪，或者他惹你不高兴了，你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他满足不了你的，我都可以。谁他妈要你满足？江宁儿刚开口，唇就被对方唇堵住，紧接着一连串想骂人的话也都含糊不清的被他吞进了腹中。就在江宁儿开始觉得这个吻怎么有些熟悉的时候，对方十分精准的在他即将要发火的时候放开了他，就转身使着轻功消失的无影无踪。他居然被那家伙调戏了。而此时江宁儿并不知刚才的那一幕已经被3个人看了个正着。天哪，真是没想到江宁儿竟是这种人，真是没想到约你们来游船却撞进了这种丑事，真是家门不幸。月寻、芊芊，今日的事情你们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我不想我二妹妹难堪。依雪，她现在已经是晋王妃了，这可不是家门不幸，这是在给整个皇族蒙羞啊！是啊，依雪，这种事情可不能放纵她。我听闻皇上还让她进皇家学院呢。什么？你们竟都不知吗？她不过是一个乡野村妇，她凭什么能进皇家学院？学院圣洁，若她这种水性杨花的人真进去了，那里都是些王公贵子，指不定她要勾搭多少人呢。没错，我也是这般想的。晋王面容不佳，想必跟晋王的婚姻，二妹妹也是有她自己的苦的吧？有苦不也是她自找的吗？当初她贪慕虚荣，打于你替嫁，结果现在拿着晋王的钱在外面养小白脸。晋王这绿帽子可戴得真是扎实。算了，二位妹妹，咱们就当没看到吧。那怎么行？依雪，你想包庇
庇她？我不是包庇，我怎可揭发我自己的亲妹妹？我实在是办不到。这不是小事，医学你要大义灭亲才行。说不定二妹妹只是一时糊涂，等她去了学院，学了理时，就知今日的过错了。我想她以后不会再犯了。我知你心软，但此事绝不能姑息。医学你不去，我去，我看不下去，定要去向靖王揭露江宁儿的丑事。等到林月寻赶至靖王府时，正好是秦君夜下马车准备进门时。靖王殿下，我是来向你揭发江宁儿的，她背着你偷人。你说什么？是月寻亲眼看到的，江宁儿今日与一男子在画舫上幽会。画舫？你还看到什么？林月寻还以为靖王这个表情是在生江宁儿的气了，于是添油加醋的将他看到的景象跟靖王仔细描述了一番。他们两个特意把船夫都支开了，在画舫里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一看二人就是暗通款曲，已经多时。但不想秦君夜的表情竟越是淡定，直接转身走了。靖王，江宁儿给你戴绿帽子，你竟然都没有反应吗？你是不是男人啊？下一瞬，剑心直指他的眉心，再污蔑本王王妃青玉，本王就杀了你。看到这一切的江宁儿，本还以为秦君夜听了他那些以他的专横霸道的性子会提刀来砍他的，却没想到他竟是完全相信他的，这倒是让他十分的意外。见秦君夜已经进了府内，江宁儿才走了出来。看到江宁儿后，江宁儿，你到底给靖王灌了什么迷汤？你明明都出轨了，他居然还相信你，你个不知廉耻的女人！林姑娘，你说我出轨，可有证据？我跟依雪还有赵芊芊都亲眼看见了，我们三个就是证据。哦，居然还有江依雪！江宁儿突然有些明白，为什么林月寻突然这么激动的找来了。可你们看到了又有什么用？我们家王爷又没看到。那是靖王被你迷了心窍，眼瞎耳聋。你说的没错，我们家王爷就是喜欢我，喜欢到眼瞎耳盲，任你如何在他面前说我，他就是会无条件信任我，去斥责你的。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很气呀？你这个女人也太不要脸了！我看林姑娘是不想要屁股了吧？上次被打的教训居然这么快就忘了。你要不声音再大些，在这儿宣告我与人私通好了。你看我家王爷是会听你的休了我，还是会以污蔑王妃的罪名再给你来几十板子？哼，你别以为靖王会一直宠着你，没有男人可以忍受被戴绿帽子，他休了你是迟早的事情。你说的没错，确实没有男人可以忍受妻子出轨，但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根本没有给靖王戴绿帽子，也没有去过什么画舫，你们看到的人不是我。你胡说，我们亲眼看见的。那你是亲眼看到我上船了，还是亲眼看到我下船了？林月寻噎住了。是啊，他怎么就没想着下船的时候抓江宁儿现行呢？林姑娘，下次想指证我，最好先拿出证据来，除非你能拿出像我上次留阴时一样的铁证，否则少来我靖王府面前显摆。一提起留阴时，林月寻就猛地瞪他。最后我再提醒你一句，我跟我家王爷情比金坚，夫妻恩爱，想挑拨我们两个关系，省省力气吧你。看到林月寻被气得涨红的脸，他顿觉刚在六爷那儿吃亏的那点不痛快消失得烟消云散了，整个人都脚步轻快了起来，就要往晋王府里去。他一踏入门内，府门嘎吱一声长响，刚刚关上。你说我们情比金坚？王爷，他以为他早就回自己院子去了，没想到这个秦老六刚才竟然一直在这里偷听。此时二人与画舫时都是各换了一身衣服。臣妾见过王爷。既然我们夫妻恩爱，爱妃便不必如此客气。王爷，我这么说不是为了对那些碎嘴子的贱人吗？本王不是要跟你计较这个，本王是要问你刚去哪儿了。我去买文房四宝了，不是要去皇家学院上课了吗？秦君夜的嘴角微不可知的弯了弯，心知肚明。买到了吗？买到了，东西晚些会送到王府来。江宁儿在心中叹了声好险，幸亏他换了衣服，是真的去市集溜达了一圈，不然刚听了林月寻的话，他又答不上来的话，免不了秦君夜还是会怀疑的。那王爷呢？我看你也是刚从外面回来。秦君夜没有回答，而是冲他招了招手，让他进身边来。若是没碰面，江宁儿还能装作没看到躲开，可如今撞了个正着，他也不好如何了，只能乖乖的到他身边去。他正想问叫他来干嘛时，就见秦君夜的手臂一抬，他整个人下意识就脖子一缩。秦君夜被他这个举动惹得有些皱眉。我还不是怕你打我。本王何时打过你？王爷，你忘了我们成亲第一夜你就对我动手了？那日不算。动
动手就是动手，这还能不算的？那日之后，本王不就一直护着你了吗？以后不许再提那天晚上的事情，本王以后不会了。如此，秦君夜又朝他抬手，可江宁儿还是歪着身子，警惕躲他。那王爷，你是要干嘛？秦君夜2次失败，开始有些烦了，这次直接将他脑袋一把按住。本王都喜欢你喜欢的眼瞎耳盲了，你还怕什么？王爷，你不是才说不计较我刚才跟林月寻说的话吗？秦君夜趁着他说话的空档，这次终于成功将簪子给他戴到了头上。这不是那日你把簪子放桌上时力气大，把蝴蝶翅膀磕断了一截，本王刚将修缮好的取回来。这个簪子竟是给我的？本王就你一个妃子，不给你还能给谁？这不是给你外面小情人的吗？秦君夜没说话。那上次的女鞋也是给我的？鞋子是你的尺寸，自然是你的。这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我那次明明是第一次进你屋子，你屋子里怎么可能就会有给我准备的鞋呢？王爷，你扯的吧？鞋子确实不是我准备的，是府里管事准备的。管事？我们大婚之后，那双鞋就一直放在我床底，为的是你留宿我屋中的话可以用上。所有皇子成亲都是这样，并非只是你如此。留宿难道不能穿鞋进去吗？这是什么规矩啊？正常留宿自然是会穿鞋，但侍寝可不穿。侍寝？江宁儿顿时就明白过来了，侍寝都是脱光了卷着被子送过去的，那确实是没鞋可穿，所以竟真的是他想错了。所以本王现在办到了，可以要求你了吗？江宁儿先没回过神儿，想说办到什么了，可很快在脑中回想起了，所以你所说的让我心里不许有别人这事，等王爷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做到了，再来要求我好了。秦君夜见他呆愣着不说话，心中微微有些失落，但这次他学会了不要逼他，逼他只会叫他越躲越远。无碍，本王可以等。转身先踏步离开了，直到秦君夜的身影已经彻底消失的看不见了，江宁儿才猛地回过神来。什么？所以他是在告诉他，他心里有他，没有别人吗？这算是跟他告白吗？我操，这个秦老六也太会了吧！不妙啊，不妙！他本来以为自己已经一把火把两人之间那么点小暧昧给烧毁了的，可现在怎么他脑袋这么痒啊？完了，他不会是要长出恋爱脑了吧？江宁儿深吸几口气，又摇了摇头，想将脑子里浮现的那些思绪都给摇出去才好。最后似乎是做了什么决定一样，一脸刚毅地朝着府里的花园大步走去。什么挖野菜？属下也不懂，属下还说帮王妃，王妃说不用我插手，说挖野菜是为了治练什么脑的，只有亲自挖才有用，属下也没听明白。罢了，他喜欢就随他吧。楼里对凤血丹的资料有多少？王爷要找凤血丹，那可是皇室珍宝啊！你去将凤血丹的作用和来历叫人整理成册，尽快送到本王这儿来。有些事本王要好好想一想。终于到了要去皇家学院上学的日子，江宁儿睡眼惺忪的就从贵心小院往府外冲。他看到门前停着的马车，二话没说，箭步就冲了上去。快去皇家学院，再不走我要迟到了。驾！一声鞭响，马车迅速闻声而动。此时江宁儿还没来得及坐下，一个踉跄就朝后倒了去，跌入了一个温暖又熟悉的胸膛中。王爷，你怎么在这儿？这个问题该是本王问你吧。江宁儿这才看了看马车，发现还真是秦君夜平日的专座，他上错车了。我以为这是送我去上学的马车，我不知道王爷在车里。说着，江宁儿就想从他怀里起来，可马车飞驰，他刚想撑起身子，又是一个踉跄坐了回去。王爷，你可以放开我了。爱妃主动上了本王的马车，又主动对本王投怀送抱，现在要本王放开，爱妃是以为本王的腿是这么好伤的？我哪有投怀送抱，我明明是被马车怂的，王爷没看到吗？没有。王爷，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本王喜欢你喜欢的耳瞎眼盲，说瞎话不是很正常吗？王爷，你不是说不计较我跟林月寻说的话吗？老是拿这话来取笑我，就没意思了。你要我忘了新婚夜的事情，你也要忘了昨天我说的话才行。要本王放开你也行，来本王怀里撒个娇，本王就松手。王爷真讨厌。二人分开坐后，江宁儿便趴在窗户，只给他留一个背影，做出一副好像在看外面路过的风景的样子。趴在窗台上一会儿，就已经开始昏昏欲睡。
等到马车缓缓停下，他才悠悠转醒，睁眼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竟躺在了软榻上的姿势。他有气无力，慢慢悠悠爬起来。是到了吗？你昨夜到底几时才睡？居然困成这样。大概是丑时吧。丑时？野菜就这么好吃，居然挖到了丑时？你到底是生了什么病？需要什么野菜，叫管事去寻就是了，何必自己动手？见他不说，秦君夜也不追问，只是跟他交代了几句。本王这几日不在京城，清玄在府上，有任何事都可以去找他。我知道了，王爷出去几日？大概5日的样子。这几日本王不在，你自己在学院里要照顾好自己，有任何事让清玄给我来消息，别让人欺负你。王爷，我只是上个学，又不是上刑场，我能有什么事啊？皇家学院鱼龙混杂，远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听秦君夜简单讲了一下，江宁儿才知道，虽然这里叫做皇家学院，可学院里的学生也并非都是名门望族的后代，甚至可以说一半都是各种户籍的寒门学子。皇家学院提倡有教无类，只要足够优秀，哪怕是贱籍和奴籍的后代，也可以凭借考试考进皇家学院。这种观念挺好的，如此先进的想法能在这个年代提出来，真是难得。刚开始誉王叔提出时，也是遭到了满朝文武的质疑，是他力排众议，执意要如此。不过现在看来，他这么做确实是正确的。誉王叔，你不会是说上次林月寻参与宫中选妃的那个玉亲王吧？皇家学院就是誉王叔所建，他就是这里的院长。但不是说玉亲王向来有逍遥王之称，是个闲云野鹤之人，时常到处游历，不在京城的吗？那他怎么管学院啊？学院由王叔一手创立，但是王叔不喜太繁琐的事情，所以平日的学院管理都由崔小坚打理。有重大事情和决策时，崔小坚会飞书给他，让他来定夺。哇，不愧是逍遥王，这甩手掌柜当的可真舒服。这话你与本王说一下也就罢了，进了学院最好不要当众议论誉王叔。为何？誉王叔反正王叔他的性子不是个好相与的，能不去招惹他最好。就在江宁儿暗暗思忖时，下巴被人挑起，这一次毫无征兆，轻柔的吻直接落了下来。江宁儿一脸你这是在干嘛的愕然表情看着秦君夜。刚才不是在等本王亲你吗？本王岂会叫爱妃失望？僵住了片刻，江宁儿惊慌失措地跳下了马车，然后照着马屁股就是一脚。受惊的马匹是不能立刻叫停的，吓得车夫也只能迅速稳住缰绳，专心朝前驶去。带着秦君夜坐的其中也是猛地一歪就离开了。要命要命真要命，这个秦老六真的是想我的小命吧？他不是高冷的傲娇王爷吗？傲娇被狗吃了，怎么突然这么聊了？江宁儿忍不住又抓了抓开始发痒的脑袋，下次找机会摘了他的面具，说不定看到面具下的长相后，江宁儿就会觉得这人爱不动了呢。是说送我到皇家学院的吗？这个秦老六怎么半山腰就把我放下了？皇家学院位于穹顶山上，按规矩，无论是什么身份，马车都只能送到半山腰处，接下来的路得学子自行上去，代表着皇家学院的一视同仁。你这个蠢女人，连这种事情都不知道，真不知道父皇为什么要批准你来这里。嗨，七弟，原来你也在皇家学院读书啊？谁是你弟弟？我又怎么惹你了？上次明明吃我做的毛血旺吃得那么开心，怎么一阵子不见又对我横眉冷对的？哼，别以为一点吃的就可以收买我。我有事问你，你给我老实回答。你问，你是不是在我哥背后跟别的男人暗送秋波，跟别人勾三搭四了？哈，你这又从哪听来的谣言？谣言？真的只是谣言吗？真没有耐不住寂寞给我哥戴绿帽子？秦君行，你该比我更了解你哥吧？我给他戴绿帽，他不早就亲手把我给砍了，我还能站在你面前？你当真没有？你这小鬼怎么老喜欢听风就是雨？上次挨揍没让你长记性是吧？这次又是哪听来的？听他讲后，江宁儿才知道，原来那日林月寻在王府门口吃瘪后，仍旧不甘心，既然无法阻止他进学院，便先在他没来时先把他名声搞臭。于是联合着几个交好的姐妹，四处在学院里散播他的谣言。别人这样说你都不在意吗？我在意有用吗？嘴在别人身上，他们要怎么讲，我管得住吗？可这种莫须有的事情，难道都不澄清吗？
澄清有用，他们要是智者，谣言根本不会四起，所以与一群乌合之众的蠢货讲道理，跟对牛弹琴没什么区别。秦君行虽有不甘，可也觉得他说的没错。没想到这女人看着不学无术，竟还挺明事理的。放心好了，你嫂嫂我这人什么都吃，就是不会吃亏。不许摸我脑袋，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嫂嫂。你不把我当嫂嫂，还这么关心我啊？谁关心你了？我不过是怕你这个蠢女人连累我哥。江宁儿无奈地摇了摇头，只觉得这小鬼傲娇时的样子跟他哥还真是像。你预备怎么做？学院里可不许学生之间打架斗殴的，所以你还不能揍他。我这么温和纯良的人，怎么会跟人打架呢？不打架的话，你还能做什么？解决事情的办法又不是只有暴力一种，敬请期待吧。他一人还是晋王与他一起的？韦小姐说是他与七皇子一起，晋王今日有事出城了。哦，断不可叫江宁儿顺利的进入到皇家学院。你只寻个过错，将他逐出去，或是刁难他，叫他知难而退。韦小姐放心，我这就去办，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行，你且去吧。李夫子掌管教务，也就是学生的操行问题。他来到了学院大门，听着上学的三声钟声一开始敲响，哪怕是瞧见了江宁儿和七皇子身影已经很近了，他还是将大门关上，准备就以迟到为由将人关在门外。江宁儿你就叫吧，反正叫破喉咙我也不会给你开门的。一声绵延巨响，就将门后站着的他一下迎面撞得脑子嗡嗡响。伴随着最后一声钟响，幸好没迟到。感叹完，江宁儿才看到一个身着藏青色长袍、头戴夫子帽的小胡子男人躺在那儿鼻血横流，一旁还未回到教室的学生和其他夫子见了，都连忙凑过来。哎呀，我以为门后面没人才会踹门的，不知道夫子竟然就站在门后呀。江宁儿，皇家学院的大门你居然也敢用脚踹，你也太大胆了。夫子，一看你就不是教语文的吧？我不用脚踹还能用什么？用手的话不是叫推吗？那也不叫踹呀。你休要跟我胡搅蛮缠，本夫子明明是说你没有礼数，皇家学院是圣洁尊贵之地，你这简直是侮辱学院，我定要将你今日之举上告皇上，你根本不够格来皇家学院。礼数？父皇不就是知道我没有那种东西，所以才让我来你们这的吗？江宁儿笑得纯真又可爱，所以这种父皇心知肚明的事情，我劝夫子就不要去烦父皇了，否则去了殿前闹了笑话，父皇还要怪你耽误他时间呢。林月雪听到动静也聚到了门前来。进入皇家学院都是经过考试的，可你呢？你凭什么？我今日不就是来参加入学考试的吗？我还没考呢，怎么这么怕我考过以后衬托出了你的水平不行？我会怕你？你少给自己贴金了！你个乡下女，你会什么？你哪一门考得过？我会的东西可多了，林姑娘应该问我有哪一门是考不过的才是。哼，江宁儿，本小姐以为你只是粗野放荡罢了，真没想到你居然还是这般爱说大话的人，你可真够不要脸的。林姑娘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就赌我能不能通过入学考试，我要是输了，随你怎么处置都行。好啊，赌就赌，你要是输了，你就跪下来跟本小姐穿鞋，一辈子当本小姐的奴隶，给我端茶倒水。但若是我赢了呢？你想如何？如果我赢了，我要你林月璇围着皇家学院给我脱光了裸奔3圈。江宁儿，我答应你就是，别说裸奔3圈，你真能过入学考试，我给你当众跪下来舔鞋，你若不过，就这辈子不许再踏足皇家学院。行呀，林姑娘说话算话，这么多人听着当然算，你别到时候害怕跑了才是。李夫子听着这场赌约，眸子里闪过一丝金光。好了，你们都不必争了。既然晋王妃今日是来参加入学考试的，那么一切就以考试结果为主。说着，李大夫朝江宁儿走近。学院科目分为文、武、艺3大类，如今文班已满，只剩下武班和艺班还有名额。不知晋王妃想要选哪一门进行考试？我选武。行，那晋王妃请随我来吧。
江宁儿跟着李夫子一路到了后山，才发现皇家学院原来还挺大。此处就是武学的试炼地，试炼地中有一颗绿梨珠，只要你在1个时辰内进去后拿到绿梨珠再出来，你的考试就算通过。就这么简单？既然晋王妃觉得简单，便把这份生死契签了吧。选择参与武学考试都是个人自愿，而武学避免不了会有刮蹭，若在其中受到任何伤害，签下后都不许向皇家学院追责。李夫子收好江宁儿签署的生死契后，就为他打开了试炼大门。看到江宁儿丝毫不犹豫的就走了进去，他眼底才闪过一丝浓厚的杀意。在他把试炼大门打开的那一刹那，山顶别院的一个静谧的房间就开始震铃大响，将其中本是翘着2郎腿再踏上小憩的青衣男人惊得猛然睁开眼来。试炼地极大，若是常人进了，莫说是1个时辰找到根本就不知道在何处的绿梨珠了，光是走一圈怕是都得花上小半天的时间。原来如此，整个试炼地其实就是个巨大的法阵，只要破了阵就可以知道绿梨珠的方向了。女娃娃，你是谁？怎么进到这里来的？你又是谁？你不一样也进来了吗？你居然连我都不认识，你还来皇家学院？他时间有限，不能跟这人多耽搁，便懒得搭理他，扭头就走。你不许再往前去了。怎么，这也是考试的环节之一吗？试炼我的决心，来劝我放弃的。考试？你是来参加入学考试的新生？是啊。休要乱说，入学考哪里会让你进到这里来？你快跟我走，否则等下阵法启动就麻烦了。这里可不是你这种娇滴滴的女娃娃可以来的地方。谁料男人话音刚落，二人脚下的土地就开始剧烈摇晃起来，阵法已经开启转动了。不好，快跟我走！但江宁儿认定他是考核的一环，根本不理，拔腿就朝迷雾里跑去。这鬼丫头，可又不能坐视不管，只能追着他进到了阵中。江宁儿急着去破阵，却发现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人的男人一路穷追不舍，觉得他很是碍事儿。于是他回过头，直接点住了他的穴位。你居然还会点穴？我警告你，别再跟着我了，再跟着我就揍你！就在江宁儿准备转身离开时，迷雾中传来一声低鸣声，紧接着迷雾中一个高大的兽影就朝二人狂扑而来。小心！直接一脚踹在了男人胸膛上，将男人踹出几米开外，然后自己再迅速退身，让二人躲过了大兽的攻击。而让江宁儿意外的是，这样的熊人居然有7只，正摇摇晃晃地朝二人而来。怎么会有熊人呢？怎么以前没有吗？当然没有，熊人这种危险的动物，我怎么可能让它在学院的范围里出现呢？还7只。会跑吗？我们朝东北方向跑，哪边可以出去？你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找机会杀他们。我吸引？我怎么吸引？就这么吸引。说完，直接就把他咻的一个抛物线踹到了7个熊人的面前。男人趴在地上，一脸茫然的抬起头，与7个熊人进行了几秒钟的友好对视后，男人就开始连滚带爬，撒丫子的跑了起来。臭丫头，你坑我！而7个熊人则在后边挥舞着熊掌，流着口水，哇哇的追着。见顺利被吸引走了注意力，江宁儿也迅速开始动作。他使着绝妙的轻功，游走在几处山石之上，故意触动阵法里的机关。快往这边跑！臭熊、笨熊、傻子熊，快来追我呀！7个熊人本是追累了，脚步放缓，但如今像是听懂了一样，愤怒的朝天吼了几声后，纷纷朝着男人狂奔而来。而身后的7只熊人则因为各个山头齐发而出的机关按键，然后轰然倒地。还行吧。女娃娃你可以啊，你到底是哪个班的？不仅认识这个阵法，还懂得运用阵法的机关杀熊，够聪明的呀。怎么，不就是个7杀阵吗？这有什么难的？你说什么？7杀阵不难？你个女娃娃看着年纪小小，口气倒是挺大。你可知这个阵法自创立以来，学院还没一个人破解过，这可是皇家学院最高级的阵法了。区区一个7杀阵就是最高级了，那皇家学院也不怎么样吗？女孩子家家的，还是要懂得矜持含蓄一些的好。你不过是过了7杀的第1杀，就这样说也太狂妄了些。你别得意，第1杀是最简单的一关，无非你能过第2。男人的话说到这儿，就听到山石碎裂的声音。霎时间，原本迷雾笼罩的四周顿时变得清明了不说，第2杀竟然也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破了。你刚说能过第2杀怎样？这男人生平第1次深刻的意识到人不可貌相的真谛了。
男人赶紧追上了继续朝里走的江宁儿。女娃娃，你到底是谁？你爹妈是哪个呀？怎么以前从没听说过京城有你这号人物啊？还有，你是哪个班的？是谁让你进来的？你阵法跟谁学的？在学校里有认了主课老师没有？说了我是来入学考的新生，李夫子把我带进来的，说让我1个时辰内拿到绿梨珠出去才算通过考试。什么？他居然让你一个小姑娘家入学考进来拿绿梨珠？李德正在那放他们什么五香牛肉麻辣屁呢？听你这么说，其实这不是入学考的难度。当然不是，就以你破第一杀的水平，你绝对已经通过入学考了。快别往里走了。那不行，我今日就是要拿到绿梨珠。他明白了，李夫子是有意刁难他，甚至不用多想都清楚，背后怕是皇后或者三皇子的势力有关。青衣男子本是怕学院的学子出事儿，所以一直跟着江宁儿。他先以为这娃娃虽然懂些阵法，但难免有些运气的成分。可看着他4、5关都果断决绝的战破后，他开始发现了这个女娃娃还真他妈是个研习阵法的天才，一路上居然1个机关都没有被触动，简直是如履平地一般。你要的绿梨珠就在湖中心的岛上，只要能拿到7杀阵，就算彻底被你破了。你就这样告诉我，算不算作弊啊？放心吧，这不算作弊，因为我告诉你也没用。啊？为什么？因为这片湖里养满了鳄鱼，且这里也没有船，若用轻功过去，两岸便会有暗器齐发，将你万箭穿心；若游过去，则会被万恶分食。湖中岛上还有火雷，不管你用什么法子到了岛上，只要你双脚落地，绿梨珠即刻会被引爆粉碎。这么听起来，似乎真的是无解的一关。怎么样，没法子了吧？可江宁儿只是捏着下巴，微微思忖了片刻。谁说我没法子了？青衣男人这次没有多言，只是背手站在一旁，等着看他出招。瞧见江宁儿拿出一支短笛，放在唇上吹了几个音节后，就又放回去，他才抿嘴笑了笑，觉得他应该是想不出法子的。周遭开始隐隐出现奇怪的嗡鸣之声，起先青衣男人还没看见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的这个声响，直到瞧见一团黑雾朝着2人的方向快速而来，他才看清那些居然是蜂群。我的法子来了！江宁儿短笛又一响，群蜂像是收到号令，开始变成黑雾，越过湖心，朝着岛上的绿梨珠而去。而蜂群上了岛，也无需落地，自然不会发动火雷，直到看着数百只蜜蜂把绿梨珠团聚在中间，成为一个黑色的小球，顺着万恶湖面飞了过来，并将一颗绿油油的绿梨珠丢进了江宁儿手中时，青衣男人惊得简直是两眼放光啊！天哪，御风术，这个我都只在古书上见过，没想到居然有人真的能使出这一招。我这7杀阵算过了吧？过，当然过了。女娃娃，你看，我们也算一起经历了穷人患难的人，不如我们结拜，你认我当义兄，以后在皇家学院就我罩着你，而你教我御风术如何？义兄？我有义兄，不会再认别人当哥哥的。那你做我义女？你生得出我这么大的女儿吗？真要结拜的话，我当大姐，你做我2弟倒是可以。你这就过分了啊！哼，爱拜不拜。江宁儿看了眼日头，我进来多久了？还有1炷香的时间，就1个时辰了吧？只剩1炷香了，那我得赶紧出去了。脚尖一点，使着轻功离开。好俊的轻功啊！然后才回过神儿来。大姐，你等等我呀！等到江宁儿走出试炼地时，此时试炼地外已经围了不少的人。江宁儿，你是怎么从里面走出来的？江宁儿拿出绿梨珠，向众人示意：我按标准1个时辰内拿到绿梨珠，且走出来了，所以入学考试是合格了吧？你开什么玩笑呢？这里可是学校最高级别的试炼地，你怎么可能1个人走出来？景王妃，你现在已经严重违反了学院的规定，你势必不可能留在学院里了。我顺利走过7杀阵，完成了入学考试，怎么就成违反学院规定了？因为根本不可能有夫子把你带到这里来搞什么入学考试。皇家学院第一要务就是学生要讲诚信，你这个谎说的太过拙劣了。你现在告诉我，到底是谁将绿梨珠交给你，并让你这样说的？这个时候，李夫子因为听到动静，想说跑来看看情况，于是就撞见了这一幕。他怎么都没想到，这江宁儿居然真的能够走出7杀阵不说，出来竟然还是毫发无伤的。姐，
晋王妃，你怎么私自跑到这里来了？不就是李夫子你带我来这儿，说这里是入学考试的试炼地，还叫我拿绿丽珠的吗？你胡扯！我胡扯？你敢说不是？当然不是。晋王妃，我虽只是个小小夫子，不比你王妃尊贵，但也绝不是可以任你随意污蔑之人。久闻晋王妃为人恶劣不堪，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撒谎成性就算了，居然还诬陷我皇家学院的夫子。是我诬陷皇家学院的夫子，还是堂堂皇家学院惯会联合起来构陷我一个女子？玉亲王也是够瞎的，居然选你们这些庸才当夫子，什么破烂狗屁皇家学院，我看是智障学院才是。晋王妃，你可以说我，但我不许你说院长。这样以表公平，我许你自证。有本事你就找出能够证明是我把你送进试炼地的证人来，如若不能，你现在就给我滚出皇家学院。本院能证明。见过院长大人。秦天玉不理这些人的行礼，径直来到了江宁儿身边。你居然就是老六的那个替嫁王妃？你就是玉亲王？秦王妃，你太不讲礼数了。刚才说院长眼瞎就算了，他怎么也是你的长辈？你连看到皇家的长辈都不知行礼吗？秦天玉走到两个夫子面前。他说的没错，本院确实是眼瞎，竟然选了你们两个蠢材做学院的夫子。院长这是何意？何意？五夫子是觉得本院的七杀阵很好破，还是如何？你明明亲眼看着他走出来，你居然还质疑？你到底是在质疑他，还是在质疑本院的能力？院长，属下只是觉得……觉得什么？你怕不是还要觉得是本院包庇皇家人，想让本院一起滚出皇家学院吧？不，属下不是这个意思。既然不是，那你们都跟我听着，是本院亲眼看着江宁儿破解七杀阵拿到的绿丽珠，本院可以用院长之名给他作证。但江宁儿连入学考都没通过，他为什么会直接进入七杀阵呢？这就要问李夫子了。李夫子，本院还想问你，为何本院离开了学院一阵子，七杀阵里居然还出现了7只熊人？并在离开前只将试炼地的入口钥匙交给了你一人，除了你没人能够打开七杀阵的大门，所以只有可能是你将他引入阵中。李夫子也没想到熊人居然都被江宁儿给杀了，那可是皇后命他暂养在试炼地中，想要将来作为秘密武器的宝贝儿啊。院长明鉴，属下刚才就发现钥匙丢失了，正在寻找，现在想来是江宁儿偷了我的钥匙。至于熊人，什么熊人，属下根本就不知道啊，许是从山里野熊误入阵中的。李夫子倒真是才思敏捷，想起借口来根本就不用花时间想。不过我也不傻，刚才签写生死契的时候，我存了个心眼，趁机在你的钥匙上撒上了一点夜光磷粉，只要天色再暗些，就能顺着磷粉的痕迹看到钥匙到底是在你的身上还是我的身上了。李夫子此时有些惊骇不已。至于你说是山中野熊，那就更奇怪了，天主未属中原，怎会有7只西域雍州特有的黑棕熊人？居然是你！来人，把本院给李德正拿下，江宁儿受死！江宁儿眉心微跳，正要还手之际，远处一道利剑直接穿透了李德正的心脏，让其当场毙命。属下参见王妃。王妃，你没事吧？江宁儿并未跟此人说过话，但是他瞧见过他，知道他是秦君夜身边最得意的暗影千明。你怎么在这儿的？而且怎么直接把人给杀了？这还怎么问出背后的主使来？还请王妃恕罪，王爷命属下一定要保护王妃的安全，属下也是见状情急，万一他伤了王妃，属下定会被王爷责罚的。院长大人，江宁儿违反校规，皇家学院有要求，所有人无论是什么身份都不得带下属随从来学院，但他居然带着暗影来。林姑娘的记性可真差呀！先前林姑娘不是还带头不承认王妃学子的身份吗？怎么刚才不承认的是你，现在你却又以学子的规定来要求她吗？我们王妃今日只是来参与学院入学考试，一印入学手续都还没有办理，所以此时此刻她还不是皇家学院的学子，不存在需要遵守什么校规。若贵校认可了她学子的身份，属下自会按照皇家学院的要求办事。可现在既然一切还未定下，江宁儿看着千明的侧脸，忍不住高兴地眨了眨眼。没想到秦君夜身边的暗影不仅武功高强，对人的功夫也不差嘛。没错，晋王妃还未领学子证，那么校规就管不到的。不过今日办过应手续后，明日晋王府的暗影可就不许再跟上山来了。秦天玉的话相当于已经是告诉众人，江宁儿已经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已经是皇家学院的一员了。等贵校认可了我们王妃学子的身份，一切处理妥当，属下自会按照要求消失。
林姑娘，我已顺利通过七杀阵，也被院长亲自承诺通过了入学考试，所以咱们的赌约，你是不是该履行了？你们有什么赌约？赌我能不能通过入学考试，若是我不能，我就要给林月寻端茶送水，为奴为婢，且一辈子不许踏足皇家学院。那现在你通过入学考试了，他要做什么？林月寻输了，就要脱光了围着皇家学院裸奔3圈。秦天玉神色微惊，这女娃娃也是够狠的，居然下这种赌约。林姑娘，愿赌服输，裸奔吧。江宁儿，本小姐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放不放过那都是后话，咱们今日事今日毕。你是想自己脱，还是我让千明给你脱？我可是军机处长史之女，你敢动我？你个无名无位的小臣女，都敢3番4次与我这个王妃叫嚣了，我又不是胆子比你小，你觉得我到底有何不敢？晋王妃，林月寻还是黄花大闺女，实在是拖不得呀。哼，莫非她未出嫁的人有名节，我这个已经成人妇的就不需要名节了？秦天玉也忍不住在心里感叹，这女娃娃真是好生的伶牙俐齿，反而觉得难得的遇到一个这么深得他心的小丫头，真是越看越喜欢。他虽在心上是站在江宁儿这一边的，觉得林月寻是该有些教训，可碍于院长的身份，他不能明着支持，于是他也全当是当作没有听到这个赌约一般，声称有事吩咐，便把夫子叫走了，只留下一众学子让他们自行解决。秦王妃，对不起，是我口无遮拦，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这一次行不行？赌约就是赌约，林姑娘这是想赖账呀！而且林姑娘忘了，上次在晋王府门前我已经放过你一次了，当时我就警告过你别来惹我，可你自己偏不听，怪谁呢？江宁儿，我都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你道歉我就要接受，不好意思，我偏不，而且我又没要你道歉，我只是单纯的想看你跑而已，别的我都不需要。既然林姑娘不脱，看来是在等我动手了。林月寻吓傻了，跌坐在地上，整个人止不住的抽噎着。江宁儿瞧着他这个样子，心里终于是觉得舒坦了一些。刚才秦天玉经过他身边时，冲他耳语了一句：大姐，悠着点，别叫小弟我太难做了。其实都不用秦天玉说，江宁儿本就是为了杀鸡儆猴，叫那些说到他的人从此闭嘴，也以此给林月寻一个教训。林姑娘，别说我欺负你，赌约是你自己当众应下的，现在是你不肯守信。不过既然你这么不愿意脱，我倒是可以答应把脱衣服换成别的惩罚，你仍旧围着皇家学院跑3圈，不过我要你边跑边喊晋王妃是天才，晋王妃人美心善，是晋王妃大人不计小人过，放了愚钝不堪的小人我一马，如此我就放过你。林月寻紧咬着唇，死瞪着江宁儿，似乎仍旧是不愿意。哼，签名！林月寻吓得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一边跑一边开始不甘愿地哭起来。晋王妃是天才，晋王妃人美心善，是晋王妃，是晋王妃大人不计小人过，放了许多不堪的我的小人我一马。林月寻这3圈足足跑了有半个时辰，很快全校的人都知晓了江宁儿通过了入学考试，这一下便没人再会质疑她没资格入学一事了。院长在第2天当众宣布了一个叫林月寻几乎崩溃的事情：秦天玉要收江宁儿做亲传弟子。我什么时候答应拜你为师了？我不要。我这是为你好，当我徒弟好处多多，绝对不会亏待你。有什么好处啊？例如你以后可以在学校横着走，我保证昨天你刚入园那种事情不会再发生。我又不是螃蟹，我要横着走做什么？那以后你迟到也没人管你如何，你做我弟子就可以待在我的山顶别院，那里别人进不去，你迟到早退都没人知道。江宁儿眨了眨眼，觉得这个倒是还不错。还有呢？还有当然是你可以从我这里学到很多东西啊。就你，我看分明是你想学我的御风术吧。我知道你本事大，我或许教不了你许多，但你做我记名弟子，在外你喊我师傅，在内我还是喊你大姐。你既然奉旨来了，皇兄势必会追问你的学习进度，派人盯梢，但有我帮你说好话做保证的话，你不就不用担心了吗？听下来，江宁儿觉得他最后说的这个理由最可以，以后有个亲王帮自己说话，说不定天启帝也不用老是那么嫌弃他，也能少刁难一些秦君业了。于是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做他的亲传弟子。
江宁儿成了擎天玉弟子这件事儿，对林月寻来说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一放学，他就跑到了沛国公府，抓着本还休着病假的江一雪一顿哭诉。江一雪听完也是匪夷所思，觉得简直是离谱，只能装模作样的安抚了林月寻一阵，送走他，再将此事告知了母亲叶氏。看来我还真是小看二妹妹了，居然连玉亲王都被她搞定了。这个江宁儿可真是个狐妹子，简直跟那个女人一模一样。娘，其实我一直都想问，江宁儿真的是我的亲妹妹吗？一雪，我知道你聪慧，这事儿瞒不住你。你的感觉没错，江宁儿其实并不是你的妹妹，她其实是一个戏子所生。戏子？没错，都是你爹，他太爱我了。可当年我年轻不懂事，为了一点小事跟他吵架不理他，你爹一气之下就去找了一个跟娘我长得极为相像的戏子回来。那戏子很有手段，将你爹灌醉后，二人相好一夜有了孕。你爹倒也是负责，便为其洗去了戏子的身份，对外声称她是江南富家女子，带回了府中。难怪我一直奇怪，娘对二妹妹态度十分冷淡，可她偏偏却又跟你的容貌有几分相似。原来是因为她娘本就是跟娘你长得像的，那她娘不过也就是爹找到一个你的替身罢了。你说的没错，她娘就是个狐妹子，进府后就叫你爹掉了魂儿不说，身边也是一缺男人，就跟现在围着江宁儿转的那些男人一样。你爹当年因为被他娘勾得迷了心窍，甚至想要废了我而扶他娘为正妻。后来信使那个女人生江宁儿时难产死了，我便寻了青天剑，将他女儿劈了个恶命，丢去了义庄。但你爹为了怀念他娘，非要对外说她是嫡女，逼我将她认下。所以沛国公府的嫡女其实根本就只有我一个。没错，他娘当年连妾都不是，只是个无名无分的人。娘，你真该早些告诉我的，我还一直以为她是我亲妹妹，所以没舍得对她下狠手。怪娘我心软，总觉得水性杨花的是他娘，她是无辜的。可现在看来，有其母必有其女。我沛国公府几代荣光，绝不可败在江宁儿这种女人的手上。我会替你好好教训教训这个顶撞你的下贱胚子的。一雪，你准备怎么做？晋王现在不在京中，江宁儿根本无人可以庇佑，正是我们对她下手的好机会。你是想沛国公府只需要有一个嫡女就够了。清泉山有一个闻名遐迩的茶庄，名叫永贤山庄，是李雨楼的一个据点。黄雀此时疾步而来，打断了三人的谈话。王爷，签名来消息了。等到黄雀将签名所达的内容转述过后，你说什么？他破了七杀阵？我的乖乖，想不到王妃不光是武功不错，居然还会阵法。那他可有受伤？签名说了，王爷出阵是毫发无伤，就是出阵后被李夫子企图暗害，但也已经被签名射杀了。如今王妃一切安好。这位王妃娘娘，我也有过耳闻，只是听到的风声明明不是很好，可怎么听起来竟如此厉害啊？岳亲王的七杀阵那可是闻名遐迩的，多少阵法高手曾去挑战过，都没人能够成功。陆庄主，我家王妃才不像传闻中所说那样，不然我们王爷也不可能那么喜欢她了。什么？你说楼主喜欢她？秦君夜闻言微瞪了黄雀一眼，黄雀才自知多嘴了，低下头不再言语。娇娘，你去查查那个李夫子的背后是谁，看来是有人把手已经伸到皇家学院了。黄雀，你给签名回话，要他务必保护好王妃安全。是，楼主，时候也不早了，您也累了一天了。小女灵依今日特设了家宴，想款待各位。本王不饿，你们去吧，本王想一个人休息一下。见他直接拒绝，三人只好行礼告退。陆生让黄雀和巧娘先去花厅，他则是赶紧到了女儿陆灵依的房中。爹爹，你看我今天这一身好看吗？灵依啊，世上好男儿千千万，爹爹再替你寻寻别人吧。楼主这边啊，你还是不要想了的好。家宴他也拒绝了。爹爹这是何意？楼主为何不去？你也知道，他不仅是李雨楼的楼主，还是天楚国的晋王爷，他已经成婚了。他成婚这事我早就知道了呀，但那不是他父皇赐婚的吗？又不是他愿意的，且我听说对方还是个替嫁。或许一开始并非他自愿，可我刚刚听来，楼主现在似
乎对这个替嫁的王妃十分的满意。满意？这怎么可能？爹爹，你是不想我嫁给楼主，在这诓我呢吧？季轩，爹跟你一样，觉得这些不过都是传闻，甚至觉得这是楼主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弄出的风声。但今日我才发现，这个王妃绝对不是乡下这么简单的。皇家局势多变，晋王妃这个位置更不是普通女子可以驾驭得了的。晋王府太危险，不适合你。爹爹，我知你是担心我，可以楼主的本事，只要我能做了楼主的人，不管有任何危险，楼主定会护我周全的。我有何可怕的？你这个孩子怎么就不听劝呢？你想想，往年楼主在我们这儿最少待上半个月，可这次他要求把时间缩短成了5天，为什么？为什么？自是因为新婚燕尔，京城有家人相候啊。陆生说完就先离开了，本是想让他自己好好琢磨琢磨，赶紧放弃。可陆灵一是个倔性子，于是端着饭菜直接去敲了秦君夜的房门。奇怪，楼主人呢？夜深，晋王府里，江宁儿刚洗完澡回到房间，江宁儿身体失重，向前扑去，被对方顺势稳稳地将她接住，抱了个满怀。看来姑娘挺想我的，见到我就投怀送抱。一听到这个语气，江宁儿不用抬头都知道是谁了，想抬手捶他，却再次被他预判。想摸我也可以直说，我也不会拒绝你。疼！你来做什么？还能做什么？自然是来找你解毒啊！你忘了？解毒？算算时间，今天确实到了答应给他解毒的日子了。解毒？你给我来个消息，我自会去跟你见面的。你到晋王府里来干嘛？不是你说的，我解毒需要天灵山的温泉池水进行泡浴吗？我听闻晋王府里正好就从天灵山引进的温泉池。你的意思，该不会是要我在王府里给你解毒吧？这里有现成的，我自然没必要舍近求远。你是真不怕秦君夜砍了你是吧？一闯他的王府就算了，你还想用他的池子，万一被他撞见了呢？放心好了，他不会回的。说完，径直推开门，向院子里大拉拉走去，吓得江宁儿也顾不上那么多，连忙跟上。喂，我说你别像逛自己家后花园一样呀，你好歹给我猥琐一点吧。可他刚跟着一起走出院子，才发现，奇怪，明明他刚去泡澡的路上还能看到有府兵在巡逻的，怎么现在竟真的一个人都没有了？府里的人被他调走去支援了，现在整个王府戒备松懈，不会有人发现。支援？他怎么了？怎么怕他出事？我是怕有人发现你，以为我偷人，然后他把我们2个都一起宰了。六爷只是笑笑不语，继续往前走。江宁儿则在心里觉出了一些奇怪，这个家伙怎么对王府里的路也那么熟悉？今天府里真是出了大问题，居然连几个路口的哨兵和平日洒扫的人都不见了。莫非真的被突然调走去做什么任务去了？我说了你不用担心吧，是不是没人？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李雨楼的探子当真厉害成这样了，连王府内部的调动你也知道？还有秦君夜他到底怎么了？怎么连扫地的都没了？我自有法子。所以你是为了来解毒，特意使法子让人把他引开的？不然怎么跟你偷情呢？偷你个嘚儿！江宁儿听他这样说，想着他或许就是故意制造了一些麻烦，把人引走了。但是想着这点本事李雨楼应该是有的，如此才松了一口气。脱衣服吧。结果六爷看着他，将手一摊，什么意思啊？我们合同上写过的，我的治疗过程全部都由你亲自来，不可假手于人。脱衣服也要我来？你没手吗？说了，不可假手于人。你……江宁儿觉得能把他气到磨牙的人真的不算多，这六爷绝对算一个。江宁儿虽不甘愿地哼哼了2声，但还是上前给他宽衣。他低着头跟他难解的腰带做抗争，而他则嘴角带着满足的笑意，低头看着他。他大老远的从永贤山庄快马赶回来，不就是为了贪图这一点点亲近吗？上衣脱净后，江宁儿就开始进入状态，开始施针。他的毒其实很严重，虽说江宁儿能解，可过程中也不能出差错才行，所以他全神贯注在针法上，丝毫没有注意自己此时在他面前弯着腰微微敞开的衣领。然而江宁儿没注意，却无可厚非的成功吸引了某个男人的注意力。六爷，作为你的主治大夫，我得告诉你，虽说我说过治疗期间不影响你刑罚，但是在我行针的过程中，你最好少想些不该想的。针气运行时，若你不能凝神静心，别怪我没提醒你，气乱的话毒是会下行的。下行会怎样？男人下面都很脆弱，被毒一下，你觉得会怎样？你该不会是指……没错，小心你断子绝孙。江宁儿语音一落，
然后反手一针就故意扎在了会让他下腹周围剧烈疼痛的穴位，吓得他赶紧就闭上了眼睛，一脸视死如归的表情，再什么也不敢乱看了。施针结束，他需要先打坐运功1个小周天，再去泡浴，好让真气运行。你要是很疼，要不喊几声，这样憋着容易气息紊乱，反而不好。要不你陪我说话分心，这样疼或许会好受点。你想要跟我说些什么？你近日有没有来癸水？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问这个也是怕你。怕我什么？你就是个死变。我不是变态，我是想对你负责。负责？你上次说要我做你的女人，不会也是因为你想对我负责吧？算是吧。你上次该不会是第1次吧？是。此时他运功已经结束，所以你到底有没有？没有。当真？当然，别说那么多了。你好了是吧？好了就下去泡着去。说完，他就面无表情的走了，留他一个人在这儿泡着。直到走到看不到的地方后，江宁儿才皱起眉头，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一脸的若有所思。等到他泡浴1个时辰起身后，江宁儿早已回房睡着了。他坐在床边，看着他的睡颜，看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没忍住，在他唇上轻啄了一下，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等到秦君夜回到永贤山庄时，天色已经快要大亮。一推开门就发现瘟疫趴在他桌上。老秦，你一晚上都去哪儿了？算了，你赶紧的，你今天该解毒了。人鹿庄主让人把天灵山的泉水都运过来了。不必了，本王已经解过了。啊？解过了？谁给你解的？秦君夜看着他，一脸你猜的表情。你不是吧？你居然连夜跑回王府找江宁儿去了？秦君夜冲他皱眉，做了一个虚的动作，示意他要小声些，然后简单将事情跟他讲了一下。我去，秦君夜你玩的够花的呀，自己绿自己，亏你想得出来啊！你这样准备瞒他到几时啊？等有合适的机会，本王自会与他说明的。最好是你自己讲，别是被他发现了才好呢，不然以江宁儿的性子，若是被他发现是你骗的，定不会轻饶你的。你别到最后玩脱了。时过晌午，天中响起了阵阵惊雷，大有风雨欲来之势。学院因此发出了离校通知，说是恐有风雪来临。江宁儿和上官小小得到消息时，人在山顶别院，所以路程比别人都要远。等他们离开学院时，其他学子基本都走得差不多了，于是他们便搭乘着秦军行的马车，3人一同下山。山路静谧，零星的雪花开始渐渐落下。刚刚行至离校1里的路上，紧接着马车整个激烈晃动，翻倒了过来。江宁儿反应很快，连忙一手一个护住了秦军行和上官小小的头。紧接着3人都听见了不少人的脚步声，很明显是有杀手找来了。你们就待在马车里，哪里也别去。小小，帮我照顾好小七。好的，师姐。你不能去，你出事我没法跟我哥交代，这里还没出学院范围，阿姨没法过来，你一个人不行的。怎么，现在终于承认我是你嫂子，开始担心我安危了？你这个女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跟我计较这种事情？放心好了，你嫂嫂我可没有那么弱，而且你出事，我也没法跟你哥交代，我可是答应过你哥会照顾你的。江宁儿说完，便直接跳出了马车外。他一落地，就看到了10个黑衣人持刀将他围住，迅速朝着林子里施展轻功而去。追！众人就连忙跟上，很快他们就把他堵在了一处荒凉的空地上。江宁儿看着10个黑衣人，表情不小的惊了一下。他们虽都蒙着面，可他认出了他们的步伐是迷踪步，竟然是他鬼谷门的人。谁他妈让你们来的？你们知道老子是谁吗？帝王妃，拿命来！他来不及解释，但见他身如游龙，轻松躲过了每一个攻击。终于有人认出来他的身手。你怎么会迷踪步？莫非你是3流的迷踪步，也敢在我面前卖弄？看到本长！张姑娘小心！江宁儿差点就要自曝身份了，却被突然一来的喊叫声打断了。冯公子，他们是冲着我来的，没必要牵连你，你快走。可冯玉不听不说，甚至冲他过来，张开双臂将他挡在了自己的身后。我怎可放你一个女子如此？说我真的走了，我哪还对得起我读过的圣贤书？既然要送死，我们不拦你，那就连你一起杀了。一拳头就被直接干趴在地上，开始啃泥巴了。但江宁儿还偏不能放任这呆子不管，他只能一边攻击一边躲避，还得一边护着冯玉这蠢货，同时还不能叫冯玉看出他的武功跟这些杀手是一路的。半天他也只撂倒3个人。本是被要求在马车里等着的秦军行不放心，硬是要求上官小小推着他赶紧寻他。见此局
局面，亮出了秦君夜给他的防身暗器，扣动扳机，直接将险些砍了冯玉的两人射杀。谢谢西皇子。又遭一刀砍了，江宁儿一脚把冯玉踹到了一边，虽帮他躲过了那一刀，可他也扭了脚，摔了一跤，头上的蝴蝶簪子也因此掉落。他看着蝴蝶翅膀碎了个凌乱，那可是秦君夜送他的。剩下的几名黑衣人也亮出了怀中的小型剑弩，数十枚利剑就齐齐朝着摔倒在地的江宁儿而来。江宁儿觉得自己这一遭怕是要躲不过去了。就在他几乎闭上了眼，准备迎接这一切时，一只强劲有力的手臂将他腰间一搂，抱紧我。整个人被迅速抱着腾身而起，躲开了暗器的攻击。紧接着剑光寒，箫声起，鲜红的血很快就将地面上的薄雪染上一朵朵红梅。江宁儿一直被那人抱在怀里，贴他贴得极紧。怎么了？怎么哭了？王爷，我簪子碎了。簪子碎了，本王再给你买就是了。不哭不哭。你再不来，我就要死了。这架打的真是太他妈累人了。累了就靠着本王，本王给你撑着。你不是说只出去5天的吗？怎么现在知道想本王了？才没有，我是在说王爷你这么大的人了，都没有时间观念的。本王错了。我又没说你什么，你道什么歉呀？害你哭了，自是要道歉的。江宁儿张了张嘴，本想说她哭其实跟秦君夜也没关系，可她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突然想哭。本王想你了。秦君夜，我也想你了。小雪飘飘絮絮，男人高大英勇，女人美艳无双。二人相拥在雪地里的画面，宛如一幅遗世独立的画，但前提是忽略一地凌乱的黑衣尸体和一旁几个吃瓜群众。冯玉见江宁儿不哭了，才敢上前说话。江姑娘，你没事吧？秦君夜听到这个称呼，不悦地皱了皱眉，迅速横了他一眼。托冯公子的福，我本来没事的，差点变得有事了。你说你武功不怎么样，你掺和什么？我还得护着你。但我明知你有危险，身为男子，难道我家道而逃坐视不管吗？那实非君子所为啊！行，这事我谢谢你。但是冯公子，你既然是读书人，以后武力这种事，你还是站在旁边躲起来比较好。要不是我家王爷，我今日真是差点要被你害死。江姑娘，你也别这么说。其实我家是武将，只是我不喜欢我才选了文。我自幼也学过一些武艺，只是不比晋王爷精湛罢了。你那叫只是不比王爷精湛吗？你那是天差地别好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皇家学院境内会有杀手？我也不知道，我们的马车突然被绊倒后，就出现了一群杀手，但是看着这些杀手好像都是冲着嫂子来的。你们看看这个。这时上官小小捧着几个从杀手身上搜罗来的令牌，来到几人面前。这位是？这是我师妹，叫上官小小。师妹，你难不成拜了誉王叔为师？本王不是说过让你不要招惹誉王叔的吗？王爷，是他招惹的我，是他死乞白赖非要收我为徒的，我很无辜的。秦君夜看到江宁儿这副样子，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既然事已至此，他也没法再说些什么了。把你刚才说的东西给本王看看。这是我刚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我记得我之前跟师傅游历时好像见过，是一个叫什么鬼？是鬼谷门啊，对，就是这个名字。我记得鬼谷门好像是江湖中的一个杀手组织。你得罪什么人了？居然有江湖里的杀手组织来杀你！你们问我，我问谁啊？他也很猛的好吗？他比谁都更想知道，到底是哪个大聪明，居然买鬼谷门的杀手杀他这个鬼谷门的掌门。黄雀，你看看他们身上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发现幕后之人信息的？对，顺便把他们鞋也脱了，看看鞋里藏什么没。啊，还要脱鞋啊？王妃让你去就去。黄雀瘪了瘪嘴，只得照做。果然在脱到第3个人的鞋子时，我的天，到底是谁想出来这么恶心的法子呀？还真把蜜寒放臭袜子里了。这话一出，几人都露出了一脸嫌弃的表情。你怎么知道鞋子里会有东西的？不过我也就是试一试，没想到真的有。黄雀把所有人的鞋子都仔细翻了一遍，发现只有刚才那一人有密函，于是一只手拎着那张密函走近几人。哎，行了，你就站在那别过来了，把密函摊开，就这么看就行了。密函上的不是字儿，更像是一些符号，看得众人都有些一头雾水。你看得懂吗？他当然看懂了，但是他摇头。我哪里懂？但
干涉王爷可以带回去研究一下，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线索。秦君夜点点头。那鬼谷门呢？既然知道是鬼谷门行刺的王妃，王爷，要不要我现在就带人去把他们窝给掀了？哎，好疼！秦君夜连忙扶住了他。王爷，我脚疼，刚才打架时扭到了。秦君夜知道他是故意在岔开黄雀的话，怕他追究鬼谷门。他清楚他的身份，自不可能去把他的地盘给毁了。那本王先带你回王府，其他的事情晚些再说。江姑娘受伤了吗？都是我不好，我这有药。多谢冯。正要伸手接过冯玉递过来的创伤膏，下一刻人就被秦君夜一把抱了起来。本王的王妃不劳外人费心。秦君夜先是给冯玉一记冷漠的眼尾，随后才转过头，马车上有药，本王回车上给你擦。就任他抱着自己朝马车走去。但抱了没一会儿，他开始察觉到不对劲儿了。王爷，我有点难受。你怎么了？我觉得头好晕，还觉得肚子里好香。但话还未说完，他两眼一闭，竟脱力晕了过去。宁儿，宁儿！秦君夜喊了他几声，见他不应，见状大急，连忙吩咐快马加鞭回王府，并把温逸叫了来。温逸以为是出了什么天大的事情，火急火燎赶到房间，结果一把脉就傻了。江宁儿只是来月事了。温逸说她是因为本就身子骨不算好，又在雪地里站着打了那么久的架，寒气入体外加消耗过度才晕过去的。但秦君夜听到这个结果，顿时就心情不美丽了起来。秦君夜急召了玉嫔身边的许嬷嬷过来帮衬着照料。等到他天黑回房时，许嬷嬷正好收拾好从屋里出来。王妃如何了？王妃娘娘之前肚子疼得厉害，一个劲儿的寒冷，现在刚喝下去温大夫开的药，将觉得好些，躺下了。许嬷嬷，女子这样通常会多久？不一定，轻的几个时辰，重的1、2天吧。不过王爷，我瞧着王妃未冷，日后可定要注意，女子若身体虚寒严重，可不好有孕呐。本王知道了，没什么事，你也先回去休息吧。是。秦君夜进了屋，看到躺在床上的人，脸色苍白，眉间微拧着，他有种说不出的心疼。他本是坐在床边先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脱了鞋，掀开被子一角也躺了过去。感觉到异样的江宁儿微微睁开眼，是本王，别怕。秦君夜推着他翻了个身儿，让他背向自己，然后手臂从他腋下穿过，从后面抱着他，掌心贴在他小腹之上。还很疼吗？现在没那么疼了。你师兄是鬼医，都没法治好这个毛病吗？江宁儿失笑了一声，感叹鬼医也是有能医不自医的事情的。那本王这样抱着你，你有好受一些吗？有，王爷这样让我觉得有好很多，本来很冷的，被你抱着就不觉得了。行，那本王今夜就这样抱着你睡。王爷，你要跟我一起睡？这个时候你还要拒绝本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不忌讳吗？他知道这个年代有很多男人是觉得女生月事时很脏，碰了会倒霉的。本王百无禁忌，而且我们是夫妻，早就该一起睡了。今日你不许动本王。江宁儿看他态度坚决，知道自己说什么也没用，既然他不嫌弃，那他也就不管了。这么个天然大暖炉，不用白不用。他们熄灯了吗？熄了。哎呀，老秦不容易啊，今天终于是把人留住过夜了。我为了怕他们不睡在一起，我还让人把王爷房里午休的榻给撤走了。干得漂亮！小事，我这也是为了服你们兄弟着想，毕竟大家都不想再被操练了。王爷房间熄不熄灯跟我们操练有什么关系啊？哎呀，你怎么这么蠢呐？我以后都不乐意带你玩。我可是王府第一侍卫，你敢说我蠢？就会个武功，没有点眼力见，你这样以后跟在老秦的身边，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才死呢！好了，温少爷，你就别跟黄雀贫嘴了，他还小，很多事情都不懂。他都16了，也该懂一懂了。嘿，小黄雀，要不要到温哥哥房里？温哥哥给你看点好看的书，给你开窍。看什么？我要开什么窍？哎呀，跟我走就知道了，保证你不会后悔。真的？那行，我跟你去。那你们去吧，我先回房了。你跑什么呀？一起呀！这一夜，很多人都成长，江宁儿也是。第二天醒来时，他发现二人是面对面互相抱着的。上一次两人一起睡时，还是他回门受伤的时候。还疼吗？不疼了。王爷，你昨天晚上占我便宜了。你确定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讨论？我这个人从不吃亏，我得找补回来。你要说这个，本王可就不困了。你要是怕吃亏，本王不介意让你摸回来。你的那么平，有什么好摸的？那你想摸哪儿？我想摸你的脸。你是想看本王的脸？可以吗？不怕本王长得很丑，然后失望吗？我是诡异的师妹，我也会医术，就算你真的有什么很丑的黑斑，我想我也能给你治好。
好，更何况我觉得你脸上根本没有黑斑。你怎么知道？传闻说你10岁后就全身长满黑斑，我推测你这种后天才出现的黑斑，应该是中了什么毒所致，并不是先天的胎记。噬魂这种毒最大的特点就是毒性十分霸道，中毒者虽会饱受其害，但同时你也不会再中其他的毒了。按道理，如果我推断没错，你的黑斑是毒素造成的话，中了噬魂后，你的黑斑应该就会自动消失。本王可以摘面具，但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本王想要你给本王生个孩子。孩子？我看一下你的脸，就要给你生个孩子，你这个条件也太不对等了吧？没有什么不对等，本王的脸很金贵，只给未来孩子的娘看。你不是答应我师兄1年不行房的吗？那就1年后，可好？1年后我……宁儿，其实我就是……王爷，宫里来了一个公公，请您赶紧进宫一趟。行，本王知道了。王爷，你还是先去忙你的吧，这个事不急。那行，等本王回来再给你看。江宁儿又自己躺着睡了一觉，再醒来时只觉得整个人基本都恢复如常了，于是不禁开始思考2个问题。一是他觉得自己需要跟那个李雨楼的六爷断了联系才行，凤血丹他也可以自己找，既然他想跟秦君夜好好过，那他必须得跟那个跟他有过一夜肉体关系的人不再往来。二则是昨天皇家学院里的那场针对他的暗杀，昨天那些门人死不足惜，他隐隐觉得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鬼谷门内恐怕是出了什么事情，他得回去查查了。思路清晰后，他便穿衣服起身，摸到了秦君夜的书房，准备去找找练字的字帖。他把书柜上一应字帖都拿了出来，在他书桌上摊开，可发现好像不是很喜欢，于是他又在书柜上随意的翻翻找找，最后看中了秦君夜自己手写的一本军法心得。这是江宁儿第一次看到秦君夜的字儿，觉得他的字儿真的写的是极好，工整又不失风范，霸气却不显张扬，简直完美契合了他的喜好。就这个了。江宁儿满心欢喜地把这本军法心得塞进怀中，准备回房好好研究一下。你是谁？怎么把王爷的书房弄得这么乱？这个问题该是我问姑娘你才对吧？你又是谁？我叫陆灵一，想必你就是那个江宁儿吧？江宁儿一眼就看出对方对自己的敌意，但怕他是秦君夜的什么客人，自己若是处理不当会坏了秦君夜的事儿，所以他决定不说不错，不予理会，就准备直接离开。陆姑娘这是干什么？我3年前就与王爷相识了，我今年16，应该比你大一些吧？日后我便唤你一声江妹妹如何？日后？陆姑娘的意思是要在王府久住？王爷没跟你说过吗？我是他从永贤山庄带回来的，我爹与他是多年的至交好友，而且很快他就会纳我为侧妃，所以往后就是我跟江妹妹你一起照顾王爷了。侧妃？是王爷这样跟你说的？若是王爷真的特别喜欢你的话，倒是也可以破格让你做侧妃。真的？这个就得正妻点头，得由正妻亲自给他纳进来才行。所以你的意思是，只要王爷喜欢我，你就得帮他纳我进门喽？通常来说，正妻讲究的就是一个大度大气，要有主母风范。夫君若是真的提了，自是要帮他纳的。不过很抱歉，我可不是那种大度的正妻，我是不会同意纳侧妃这种事情的。你这女人怎么这么小气？王爷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而且你也不过就是个替嫁的，你也没多高贵，你凭什么霸占着他不放？就凭我是他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妻子，凭我是皇上亲自御蝶的王妃，凭我是秦君夜喜欢的人，那么你呢？你又有什么？见陆灵一被他对的没话说了，江宁儿继续说道：所以陆姑娘，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有我在一天，除非秦君夜他休了我，否则我绝不会允许任何别的女人跟我分享一个夫君。还是说陆姑娘你只是想要当个无名无分的外室？江宁儿，你别侮辱人，我堂堂陆家大小姐怎么可能当外室呢？世人都知晋王又丑又残暴不仁，好人家的女子对他都该是避之不及才对的。陆姑娘，你到底看上秦君夜什么了？亏你还是他的王妃，你怎么能这样说楼主？楼主明明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才不是你说的那样。外面这种风声，别人信也就罢了，你是他王妃，你居然也信？而且楼主丰神俊茂，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男子，他怎么可能会丑？楼主这下把江宁儿弄得有些糊涂了。陆灵一为什么会唤秦君夜为楼主？哪个楼啊？你这么说，难道你见过他面具下的容貌？当然见过，莫非你是他王妃，你没见过？江宁儿眼尾一挑，好家伙，他本没怎么对这个陆灵一上心，觉得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可陆灵一的这话却叫他心里噔的一下，猛地一沉。早上他还跟自己说他的脸只给未来的孩子娘看，但现在看来，秦老六倒是给未来孩
孩子找了不少的娘妈，一把推开挡着自己的陆灵一，踹开了书房的门，就大步走了出去。怎么还动手啊？什么人嘛？陆灵一揉了揉自己被推的肩膀，瞧了眼被江宁儿摊了一桌没有复原的字帖，只觉得这个女人真是太没素质和礼貌，真是一点都配不上楼主。于是又把一本本的字帖合拢，将书房收拾干净。等到秦君夜回到书房时，正好看到陆灵一将最后一本字帖放回书架的背影。你来这里做什么？我只是想给楼主你送些糕点，进来后发现书房有些乱，所以给您整理一下。整理？你把这里当成是你永贤山庄吗？谁允许你进来的？陆灵一虽说与他确实认识有3年，可接触到的时候也不过就是每年李雨楼家宴而已，所以他还从未见过他发脾气时的样子。清玄闻声连忙跑了过来，看到陆灵一在这儿也是一惊，但也明白了秦君夜生气的点。是属下的失误，没有发现陆姑娘进来了，还请王爷责罚。楼主，你别怪清玄哥哥，是我趁着清玄哥哥不注意自己溜进来的，我真的只是想给你送点吃的就走的。王爷，陆姑娘也是第一次进王府，看在陆庄主的面子上，您就原谅她这一次吧。是啊，楼主，您就原谅我这一次吧，灵一下次不敢了。看到江宁儿哭时，秦君夜觉得心疼，但看到别的女人哭，他只觉得满心烦躁。你来这里没有让王妃看到吧？没有。都给我滚出去！陆灵一拔腿就跑，清玄也是连忙退身走出了书房。清玄哥哥，楼主怎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啊？我以前在山庄也见过他教训下属，可也没今日这么可怕过。你现在知道怕了，陆姑娘，我不是跟你交代过了吗？王爷的院子你不能随意进去的吗？我以为只是个院子而已，没想到会这么严重。书房里明明也没什么要紧的，但我觉得楼主刚才几乎想要杀了我。那倒也不至于，你是陆庄主的女儿，王爷再气也不会真的伤你的。而且王爷这么生气，也是怕王妃看到你会误会的。楼主难不成真的喜欢那个江宁儿？当然是真的。可那个王妃一点礼貌都不懂，人还特别嚣张。你怎么知道的？你不是说你没见过王妃吗？我是听说的呀。王妃确实是不拘小节，但是却与王爷很合的。怎么说？你今日也看到了，若是王爷凶起来，普通女子怕是都像你这样的吓得哭鼻子了。但王妃她就完全不会。她完全不怕吗？那楼主凶她的话会如何？王妃要是不高兴了，说不定能跟王爷打上一架，就算打不过，她也一定会反击。什么？她胆子这么大？陆姑娘，王妃现在还不知道王爷跟李雨楼的关系，不管你这几日会不会与王妃撞见，你切记断不可在她面前暴露你真实的身份。那我要是暴露了会怎么样？永贤山庄也算是颇有名气的茶商，又是唯一跟李雨楼有明面来往的据点。如果让王妃知道了陆庄主的女儿在这里，我怕以王妃的聪慧，很容易就能顺着猜出王爷跟李雨楼的联系了。陆灵一听到这儿开始腿软。怎么了？你怎么又哭了？我爹什么时候来接我呀？不是你当初偷跑出来说非要见识一下京城的吗？不了，我不想见识了，我就想回家。算了，不钓了，你这根本没鱼。你别污蔑我鱼塘啊，我这鱼多着呢，是你自己心不静。你这里这么安静，我有什么好不敬的？你心里想着秦君夜自然不静。谁说我想他了？老娘今日非要钓起你这一条鱼来，不然我就把你这破鱼池给炸了。到底他怎么得罪你了？怎么得罪？哼，好问题。一开始江宁儿只是不爽秦君夜带了个女人回来，都不跟他说一声，还让人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进了他的院子。想来他当初第一次进他院子时，都还被瘟疫阴阳怪气了一番的。为此江宁儿有些烦闷，就到玉亲王府找秦天玉和上官小小散散心，聊聊天，还没想那么多。后来他无聊摸出了怀里揣着的那本秦君夜的军法心得，竟越看越觉得那些字儿眼熟，总觉得一定在哪儿见过。他把跟六爷写的协议书拿出来看了一眼，结果一比对，发现六爷的字迹居然跟秦君夜的一模一样，又是被叫做楼主，又有一样的字迹，且六爷上次解读时还那么熟悉王府，他就算是傻子也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而且很明显，秦君夜应该早就知道他是鬼谷门的掌门了，但他偏不说，害他一直怕自己不是处子之身，被他发现后被他气急一刀砍了。为此江宁儿一直不敢面对自己的感情，而觉得苦恼不堪。结果跟他有夫妻之名的秦君夜和那夜跟他有夫妻之实的六爷根本就是同一个人。江宁儿觉得秦君夜就是故意用两个身份在戏弄
弄他，看他笑话。他最恨别人耍他了，这可把他气坏了。但你跑我这待着也不是办法呀，你都待2世了。怎么不欢迎？你要是来找我玩的，小弟我自然欢迎。但你如果只是拿我这避风头的话，我这人最怕麻烦事，但你那夫君偏就是个顶麻烦的。你是他王叔，你还怕他？你跟他成亲这些事，你难道会不知道他是个多不好惹的？但他还跟我说你不好惹呢。我跟他交集不多，但是我对他倒是印象深刻。小时候我们是一个太傅教导授课，我无聊就在他椅子上点了鞭炮，把他屁股炸了。他那个时候也才6岁，拿着剑愣追了我10里，真是的，一点都不把我这个长辈放在眼里。你拿鞭炮炸自己侄儿屁股，你这行为哪里像一个长辈了？我虽说跟他隔着辈分，但我也大不了他几岁。我那时候正是招猫逗狗的年纪，做这些不良人的事情不是很正常吗？是他没有娱乐精神好不好？江宁儿横了他一眼，实在不敢相信秦天玉这种人长大后居然还开学堂，还做院长。反正我跟他性格合不太来，他太一板一眼。嘿嘿，不过没想到多年后，我跟他媳妇儿居然合得来。他哪里一板一眼了？他根本也不是什么正经人。啊，他怎么不正经了？说说看。你少来八卦。不过也奇怪了，你出走2日，他怎么都不来找你？说不定是找了，只是进不来而已。啊？因为我来时在你府外的紫竹林里布了7杀阵。我说我亲爱的大姐呀，他到底怎么你了？你要让一个皇子死在我府门外，我可背负不起的呀！我有那么蠢吗？我设置的只是简单的7杀阵，没有放机关，顶多就是困着他进不来而已。那你这是为何？其实江宁儿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如何，但突然知道真相后，就是觉得满心恼火。但你就这么在我这里待着，也不是办法呀。江宁儿也意识到了，他其实就是有一口气儿没出罢了。翌日，秦天玉为了证明自己的鱼塘里是有鱼的，他打捞了几条上来，然后架起了篝火，跟上官小小还有江宁儿师徒3人在王府院中围炉烤鱼。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糊味？我的可香了，不是我的，我的还没熟呢。是不是师傅你自己的烤糊了？怕丢脸，在这里乱丢锅。胡说，为师稍可技艺精湛，怎么可能烤糊呢？他还是心虚的翻了一下自己的鱼，发现也没糊啊。都3天了，你还不会？你就这么急着赶我走？倒不是赶你走了，而是以我对秦君夜的脾气的了解，他若真的在乎你，你不声不响离开这么久，3日也该到他忍耐的极限了。我就希望师姐干脆就留在玉清王府，别回去算了。我们3个人在一起多自在呀！不怕黑，夜里师姐还能陪我一起去茅房呢。你师姐跟你不一样，世人都知你送我半个养女，就算她现在是我挂名徒弟，可到底是有夫之妇，长时间住我这儿是说不过去的。既然如此，师姐你可以休了晋王爷，嫁给我师傅呀，我正好缺个师娘呢。乱讲！他能用7杀阵对付秦君夜，我要娶了他，保不齐他能用什么对付我呢？你是嫌你师傅我命太硬，想送我快点走是不是？你几个意思？我有那么可怕吗？你还敢嫌弃我？没有，我哪敢呢？不过这确实是个法子，你真觉得跟老六合不来的话，我可以出面去跟皇兄说，让你和离。你们2个怎么回事？宁拆10座庙，不毁一桩婚，有没有听过？哪有你们这种合起伙来劝人离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不就是想让我走吗？哼，老娘走就是了。转身准备离开，但是走了2步又停下来。我问你，如果你发现有人耍你，你会如何？那就耍回去喽。耍回去？江宁儿回过身想了想，觉得这个主意倒是不错。等确定江宁儿真的走了，我说师傅，你真的不想留师姐吗？你们2个明明那么合拍。你真没闻到什么糊味？这会儿我好像闻见了。就在这时，王府的管家朝院中2人急忙跑来。主子，不好了，晋王爷把你的紫竹林给烧了。什么？秦天玉惊呼了一声，就开始朝府外跑。都给本王住手！玉王叔，真是许久不见了。老六，你少给我来这套！你几个意思？你真把我当你王叔，你还烧我林子？你知道我当初种这片林子时有多辛苦吗？那王叔见我王妃扣你府上多日，又是几个意思？我扣他？你可太看得起我了吧？我扣得住他吗？明明是他不想见你，自己设置的这个7杀阵就为了防你，连我都是刚才一层层解了才走出来的。你说什么？宁儿他不想见我，为何？我还要问你为何呢？你到底怎么欺负他了？我劝几日他都不肯走。他现在人呢？我要见他。人高回王府去了，现在已经不在我这儿了。老六，我可告诉你，他现在不光是你的王妃，也是我的徒弟，你最好是给我好好带他，否则我定跟你没完。秦天玉哼了一声，就转身要回去，走了几步，又回头冲着秦君夜吼：让你的人给本王把竹子都种回去，否则我一样跟你没完。秦君夜把他的人留在那儿给玉亲王种竹子，自己则一个人一头雾水的回到了晋王府。刚踏入府门，管事儿就来报说江宁儿确实回来了，不过没待多久就
就又出去了。他听到这个结果，满心烦躁。这时清玄带来消息，说鬼谷门的掌门要见他。什么？秦君夜得到这个消息时，脑子里有些错愕，但也没多想，换了身六爷的衣服，就赶紧去与他赴约。他约二人在京郊僻静的一处凉亭见面。大老远的，秦君夜就看到他倚在柱子上的身影。秦君夜摘下面具，漫步走了过去。不知晋王妃今日早在下。六爷，江宁儿一看到他就小跑了过去，一把跳起来勾住了他的脖子，并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你终于来了，人家可想死你了。秦君夜一下子整个人僵在了那儿。你怎么了？怎么，你不喜欢我亲你吗？自然是喜欢的。但是说完他又想起，等等，他现在可不是秦君夜呀。但你不是一直很反感我调戏你的吗？讨厌，人家哪有说过我反感啊，人家只是矜持一下了。你到底怎么了？生病了？哎呀，我没生病。走，我们先坐下来再慢慢说。然后拉着他的手走进凉亭，按着他的肩让他坐了下来。他本以为江宁儿会坐在自己对面的石凳上与他说话，结果下一瞬江宁儿就主动坐到了他的大腿上。你今日好像有点奇怪。我哪里奇怪了？我这不是见到你高兴吗？你确定你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六爷，你看我像不舒服的样子吗？今日喊你出来是有正事要跟你说的。什么正事？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我准备跟秦君夜和离。你要跟他你要和离？你干嘛这么惊讶？我跟他和离不好吗？是哪里好了？不行。为什么不行？六爷你怎么了？不是你说要我做你的女人吗？我不跟他离了，如何跟你呀？他一脸的错愕，这让他怎么回答？你这个样子是不想要我了吗？不是，你。他极力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深吸一口气问道：所以你是觉得秦君夜对你不好吗？他倒不是对我不好，只是我觉得我跟他不合适，还是早散早好。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六爷你比较好，所以决定甩了他，跟你在一起。他哪里不好了？其实一定要说哪不好倒也没有，就是他给不了我想要的幸福。秦君夜是有隐疾的。他有什么隐疾？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讲哦。秦君夜呀，不绝。这不可能。你跟他又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他不可能？但你不是也没试过吗？你怎么知道我没试过？因为我知道你们成亲后根本没有住在一起。那看来你的消息滞后了。我前2日就是在他院中过的夜，我那夜跟他试过了，所以才发现他不举的。你这就分明是在胡扯了。六爷，你怎么就知道我在胡扯了？关起门来就我跟他2个人，你总不会告诉我你李雨楼探子躺在我跟他的床底下吧？你是不是其实已经……六爷，你是不是在怕秦君夜？怕他不肯跟我和离，我没法跟你好好在一起。我其实也想过这个问题，你放心，我这次是非常坚定，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的。所以我决定，他如果不同意跟我和离的话，那我们2个就私奔。私奔？是啊，我东西都清好了，我们现在就可以走，反正我说什么都不会再回晋王府了。你是认真的？当然是。六爷，你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你其实不愿意跟我私奔？良久，秦君夜都说不出话来，江宁儿便推着他从他身上站了起来。看来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之前与我说的那些也都是耍我的事吧？我就知道你们男人的话就没一句能信的。哼，你跟秦君夜都是一路货色，你们就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你们蛇鼠一窝，你们一丘之貉，你们2个双向奔赴去吧。你不要我，多的是人要我，老娘才不要陪你们玩了。江宁儿越说越气，最后在他脚上狠狠踩了一下，转身就朝着装着细软的马车走去。宁儿，秦君夜，你放开我！本王不放。你是觉得我打不过你，所以你就可以这样为所欲为的戏弄我，是不是？你混蛋，你过分！你凭什么不放？就凭我是你夫君，是你男人，天涯海角，这辈子你都别指望我放开你。江宁儿见挣扎不过，气得转过身，照他胸膛狠狠咬了一口。谁让你不放开我？你活该！他俯身将他搂进怀里。是我活该。你若还不解气，我再让你咬，让你打也行，我都绝不反抗和还手。如何？你要我打我就打呀，那我不是很没面子？我偏不。是我的问题，我不该骗你，该早些告诉你。可我也是没办法，你一直躲我，可我又实在想跟你亲近，所以才用六爷的身份接近你。你耍我，你还有理了？没有，我发誓以后我再也不会如此了，我绝不会再瞒骗你什么。不要走，好不好？见江宁儿不吭声，他与她并肩厮磨了2下。宁儿，回复错了。江宁儿听到这声，忍不住磨了磨牙，感叹这个秦老六现在是越来越会哄人了，而他呢，偏不争气的吃他这一套。
套。哼，我有问题问你，你给我老实交代。你若再敢骗完我，我就一针把你扎到不绝。我可没有不绝，这个你是最清楚的。秦君夜，我现在没有在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好，你问吧，我绝不骗瞒你。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就知道我是鬼谷门的掌门的？从一宿阁拍卖第2天起。我到底哪里露馅了？你没有露馅，是前一天我们掉落崖底温泉时，我把千里香的墨涂到了你的手腕上。我用熏香碟顺着去找，看到了你在洗澡，发现你的手工纱遇到热水就消失了，我便都清楚了。你居然还偷看我洗澡！我是你名副其实的夫君，看一下你洗澡又怎么了？你要是怕吃亏，下次我们一起洗。他就说吧，这秦老六根本就不是什么正经人。那个陆灵一呢？他又是你什么人？陆灵一？秦君夜的眸光顿而一沉，这下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了。他什么人都不是，只是我李雨楼一个下属的女儿。过2天他爹就会来把他接走，不对，今日回去我就把他赶走。算了，既然是你下属的女儿，你要是把人赶走，岂不是丢了你作为楼主的人心？那姑娘喜欢你，虽有些小心思，但也没什么杀伤力，无伤大雅。就等他爹来接她吧，不用赶人家了。但我又不喜欢他，我只喜欢你。其实关于陆灵一跟他的关系，他多少可以猜到是怎么回事，也并非是吃醋，因为在他看来，陆灵一当他对手还不够格，但他就是小心思作祟，忍不住想听他亲口说。那你呢？我什么呀？宁儿，我也要听。你说什么？我眼神不好，没听见。确定要继续装傻？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王府了。我们秦君夜的吻总是强势又霸道，一如他的人一样，带着不容拒绝的气势。刚才被江宁儿撩不起的火，现在还在他身体里烧着。他炙热地侵袭着他刚才消响了许久的唇。江宁儿被他吻得七荤八素的，直到最后他嘤咛着告饶，他才松开了他。喜欢谁？你，我喜欢你，行了吧？秦君夜得逞般的一笑，这才心满意足地松开他。不过这份喜悦并没有维持很久，秦君夜很快就乐极生悲的眉心皱了一下。怎么了？下一瞬他便捂着胸口，猛地一口鲜血涌了出来，脱力的朝地面倒去。秦君夜连忙上前扶住他，发现他竟是毒发了，但怎么会呢？明明他什么也没干呀。这时江宁儿鼻尖才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气，他分析了一下香气的成分，一下明白了过来，正是这个香气诱发了他的毒。四周传来一群狂妄的大笑，数十个身影将二人团困其中。3年不见，晋王爷别来无样子还未说完，一枚飞石直接就把他脑门砸了个包。臭丫头，你敢伤我！宁儿，趁现在你快跑！好，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丢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今天一定要教训这个狗杂种，居然趁着我们2口子打情骂俏的时候下手，他太过分了，简直没有公德心。可你没有内力，你的功夫不足以应付他们，我现在护不了你。黄雀他们在1里之外，你快去找他们，听话，快走！不行，我不可能丢下你一个人走的。说完，他一把拿下秦君夜腰间的信号弹，直接朝天向1里外的黄雀他们发送信号。别白费力气了，今日不会有人来救你们的，这里4周都被我下了毒，你们的人不可能进来的。原来当年是你，看来这3年噬魂之毒应该是折磨的晋王爷够呛，才会将如何记忆深刻。没错，那年秋猎围场，你正是中了我古斯纳所下的噬魂毒。秦君夜，当年我没能直接将你毒死，让你搅活3年，但是这一次你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原来你就是害得我们家王爷中毒的人，正是我古斯纳下的，如何？哼，老子弄死你！真是没想到，这个晋王妃果然如传闻所说的相当美艳呐。是呢，而且性子也够辣，也喜欢。怎么心动了？那女的就交给你们慢慢折磨，我只要晋王的项上人头回去复命就行。那咱哥几个先轮番爽一爽，之后再慢慢的杀他。秦君夜听着他们调戏的话，一下气急攻心，又呕出一小口血来。不气，他们不能把我如何的。既然今日你护不了我，那就由我来护你。不行，你刚刚才答应过什么都听我的，所以不许说不行。而且王爷你忘了，我可从来都不是什么弱女子呢。这时古斯纳那儿已经退后2步，挥手指挥众人动手。谁敢伤我男人，我就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话落，众人都朝2人挥来。只见江宁儿腾身而起，
风吹发舞。他抬手将药粉向四周一撒，紧接着哗的一阵击鼓融化的声音，那些持刀砍来的杀手们不及喊叫，被分化成了点点血水，爆裂于空中，掩入尘土之中。秦君夜纵使知道他会毒术，可看到这一幕还是惊愣了神儿。古斯娜也是用毒之人，更懂毒的药性，所以他十分震撼。天下怎么会有可以做出这种叫人瞬间融化骨血的毒来？你到底是什么人？想知道？右手一抖，祭出袖中的古刀。那就问阎王去吧。江宁儿飞身冲去，却在快要一刀刺中古斯娜喉头时，又被暗处连发的暗器逼退。他迅速腾身后撤，看到这些暗器，这不是……可看到从暗处出来的几个鬼面黑衣人护在他身前后，他便又觉得自己有底气了。幸好主子有远见，怕那些散兵游勇解决不掉你们，早就留了后手。他们可是主子重金买来的江湖第一杀手组织鬼谷门，你们今日死定了！你主子到底是谁呀？怎么可以这么聪明？想知道？等下辈子吧！鬼谷门的兄弟们呀，给我杀了他！但不知为何，他豪言壮语一番后，他面前的几个鬼面人却迟迟没有动手。孙玉，你个鳖孙，还不给我滚出来！这声叫骂让他又惊又喜，吓得他真的就从树上直接滚落到地面，连忙跑到江宁儿面前，盯着他看了老半天。天哪，掌门，你什么时候变成女的了？江宁儿气得提着裙角，直接一脚不客气地踹了过去。老娘本来就是女的。鬼谷门玄武堂孙玉。见过掌门。王爷，王妃。这时黄雀也已经驱散了毒雾，带着人马奋勇而至。都住手，是自己人。谁跟他们是自己人？王妃，他们可是鬼谷门的人，上次还暗杀你呢，你忘了？我今日定要把他们的鬼窝给掀了。臭小子，大的口气，有本事你就来啊！看孙爷我打得你满地找牙。黄雀，给本王把剑放下！刚吃力吼完这一声，人又跌了下去。天哪！黄雀赶紧朝他跑去，都给我把刀放下！便也朝着秦君夜急急而去。黄雀忙把秦君夜上身扶起，江宁儿则是跪在他身侧，开始给他脱衣施针。这些鬼谷门人应该不会伤你吧？江宁儿一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一边给他快速施针，一边说道：“你放心，孙玉是我在鬼谷门内的心腹，跟那日皇家学院的不是同一批人，他们绝不会伤我。”王妃，你居然是鬼谷门的人？他就是鬼谷门的掌门，所以黄雀，你断不可碰鬼谷门。什么？王妃，你还是掌门？江宁儿不理黄雀的讶异，专门给秦君夜解毒。针灸过后，可以看到秦君夜的呼吸明显平顺了起来。他又给他喂下了一颗药。王爷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我明显感觉这次毒发比我以前都要好些，起码这次我还能看到你没有失明，以前我从未有过。毕竟我给你解过一次毒了，你自然会好很多。只要再多几次，你的噬魂毒我定能给你进出。你先把王爷送到马车上去，我一会儿来。你要去哪儿？自然是给你把当年的仇报回来。留活口就行，当年的事本王还有许多话要问他。还有，你这几日身子虚，出气让别人动手就行了，明白吗？明白。等到江宁儿重新走过去时，古斯娜已经被鬼谷门人五花大绑成了一个螃蟹，趴在地上。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要做什么？做什么？给我揍他丫的！一群人摩拳擦掌的开始对着那古斯娜一顿输出。厉害是吧？想杀我是吧？你还敢伤我男人是吧？说你那大聪明的主子到底是谁？你有本事就一刀杀了我！杀了你反而给你痛快了？你以为我会这么蠢？孙玉，给我阉了他！是，别，我说是二皇子，大聪明是二皇子。江宁儿听到这个答案不算意外，但还是忍不住磨了磨后槽牙。秦军旗那个死猪头，这个梁子他们结大了。秦军旗给你多少钱杀我们？他其实只要我杀晋王爷，没有说要杀你。他给我的2万，但我不会武功，怕弄不过晋王。然后我就去找了那些已经被你弄死的江洋大盗们。什么？我们家王爷的命居然只值2万？他侮辱谁呢？掌门，其实不值2万，给我们这儿也开了价呢。秦军旗给我们鬼谷门开了什么价？5万两黄金。你们为什么比我贵这么多？你还敢跟我们比价是吧？我们是专业的，你找的那些个业余的能跟我们比吗？就你那几个破烂玩意儿，还不够我们掌门玩的呢。所以我们现在拿到多少了？定金2万两黄金，还有3万两黄金尾款没有结，说是等拿到了晋王的项上人头再给钱。其实那个二皇子很清楚，古斯娜只有毒能看，根本看不上他找的那些人，更知道要晋王性命还得靠我们。你还给我挺自豪是吧？掌门，我真不知道晋王是你男人呢，不然给我100个胆子，我也是绝对不会对他。这个我们先不聊，之后我自会找你算账。问到了他想知道的，几人对着古斯娜又是一顿胖揍，直到把人揍晕了才作罢，然后就把人交给了晋王府的人。
等到江宁儿回到马车上时，秦君夜已经脸色大好，靠在软垫上闭目小憩。他本想喊他，看到这一幕却忍住了。他小心翼翼地挪到了他近身，歪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其实江宁儿上车的那一下，他就已经醒了。在看什么？自然是看王爷你呀。看我？那本王好看吗？好看。王爷比我想象的还要好看，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看的男儿。你之前又不是没见过，怎么不见你这样说？以前那不一样。那现在呢？现在你自然是我夫君呀。说吧，想干嘛？王爷，你怎么这么了解我？我其实也不是想干嘛，就是想跟你借个人。借人？谁？我想借签名一用。你要签名做什么？刚才我从古斯娜那里打听到了，背后之人是秦军旗那个死猪头。秦君夜闻言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看来也早就心知肚明。他给古斯娜开了2万两白银买王爷的性命，给我们鬼谷门则是开了5万两黄金。我就奇怪了，他怎么这么有钱？这就有钱了？跟你这种100万两买根草的李雨楼楼主自然是不能比的了。但我想秦军旗怎么也不会说倾家荡产要王爷你的性命啊，所以他的家底应该远比这些丰厚。可他虽是皇子，也不该有这么多钱才是呀。秦军旗有他自己的钱袋子，他掌管着漕运，平日没少从这上面牟利。那难怪了，感情也都是些黑心钱。怎么，你该不会想打秦军旗钱的主意吧？什么叫我打他主意呀？分明是他打王爷你的主意呀！他买凶杀你，咱们不得找补点回来呀？他买凶虽没成，可买凶的钱我得让他吐出来。你想怎么坑他？他还差我们鬼谷门3万两黄金的尾款没有结，我想去找他结一下这个钱。我见识过签名剑术高超，十分厉害，我想让他到时候隐在暗处帮我兜底。可你怎么结这个尾款？你难不成还要本王的项上人头？当然不会，我只需要王爷你的一个贴身信物就行了。不行。为什么不行？你若只是想要银子，本王的银子都可以给你，只是秦军旗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贸然对他动手，我怕你有危险。这不是银子的问题，他这么欺负你，难道我们就听之任之啊？自然不是，只是对付他得从长计议。我知道你为我生气，可你现在是我的王妃，是我妻子，我怎么可能明知道有危险还让你怎么搞的？你怎么还在吐血？宁儿，我好痛，我们先回王府吧。好，我们这就回去。一下马车，王爷这是怎么了？他今日毒发了，先不说那么多了，你跟我一起把他扶回屋去。黄雀，你去小厨房让人煮一鸡汤药来，他吐血太多，要补补。清玄今日不在现场，突然就看到王爷这样了，可把他吓坏了。他怕王妃架不住王爷，赶紧把王爷整个人拖到自己身上，就往屋子里冲。给本王滚！啊！清玄惊愕，飞快的明白了是个怎么回事，连忙把人又推回了江宁儿身上。那有了王妃，您扶一下王爷，我看王爷很严重的样子，我这就去把温少爷找过来。说完就落荒而逃了。哎，他只能一个人将人扶回去了。江宁儿扶着秦君夜还是有些吃力的，秦君夜也知道，所以自己留着些力道，也不让江宁儿太累着。好不容易回到了房间，江宁儿开始给他脱衣脱鞋，又扶着他上床躺着。现在他明白了，有媳妇儿是真的好啊。黄雀端着按照江宁儿吩咐炖煮的汤药进了屋，给我来喂他。王爷明明看着都没事儿了，为什么非要装难受呢？于是他谨记温少爷和玄哥教他的，王爷王妃独处时能有多远就走多远。江宁儿一勺勺的吹凉了喂着，秦居夜躺着一口口的喝着。他第一次发现原来药的味道也可以这么甜。入夜，趁着江宁儿去沐浴的时间，瘟疫才姗姗来了。恭喜恭喜啊！这一下子终于得偿所愿了。秦居夜也不反驳，靠在软垫上，一脸愉悦的勾了勾唇。你胸前这是怎么了？有伤啊？没什么，我媳妇要的。那毒怎么样了？要不要我瞧瞧？本王无碍，本王王妃调理的比你好。喂，秦君夜，你过分了啊！你叫我来不会就是来跟我炫耀的吧？你要是真是这么讨人厌的话，那我现在就走了。哎，那倒不是，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帮忙。好，有什么事儿你说。你不是说你近日要回一趟怡宗吗？我听说老宗主比较擅长调理女子身体，还有这种事？我老爹那可是出了名的妇科圣手。说完，他想起前几日江宁儿来月事晕倒的事情，于是明白了他的用意。哦，你是想给江宁
宁儿治啊？他说就算是他师兄鬼医也不善这方面，但我见他前些日子难受的紧，所以想老宗主是否有法子？我把过了江宁儿的脉，他的身子骨的确不算太好，确实需要好好的调理一下，否则呀，怕是会影响到你们将来要孩子的。孩子影响很大吗？放心，这事交给我吧，我明儿就回一宗找我爹，讨他那套不外传的送子秘方。王爷，王妃让我来传话，说他今晚还是宿在贵心小院里。你说什么？王妃说她睡觉不老实，王爷现在虚弱又总喊身子疼，她怕压着王爷了，说等王爷身子好了，她再住过来。秦君也无语，刚才他脸上的那份喜悦之情，顿时犹如被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看来我空袭的有点早了。老钱，我可得给你好好的科普一下啊！你想要孩子的前提呢，是男女得先睡在一块儿，不然这孩子是出不来的。说完就不理秦君夜如刀的眼神，嘿嘿笑了2声，就赶紧撒丫子跑了。而聪明如江宁儿，怎么可能没发现秦君夜在马车时的咳血和虚弱都是装的呀？只是这个男人霸道时强硬的不许人拒绝，而柔弱起来又实在是让他看着舍不得拒绝，所以他觉得去坑秦君其钱的事情只能是背着他去了。见夜色一深，他便走着老路从贵心小院翻墙出了晋王府，与他鬼谷门的人碰头。江宁儿跟孙玉他们交代了一下等下要怎么做，几个人就准备动身，可刚要行动，人就被一个身影拦住了去路。签名。王妃，王爷既然说了让你不要擅自行动，你还是听王爷的吧，你这样会让王爷担心的。听你这么说，就是王爷还不知道我出来了？王爷吩咐我暗中保护王妃，我见您出府就赶紧跟上，还没来得及跟王爷汇报。既然你怕王爷担心，你不跟他说不就好了？天亮之前我就可以解决完回王府，王爷不会发现的。可是，还是说签名你要强行把我绑回去不成？属下不敢。签名，你现在有2个选择，要么跟我一起去保护我，要么你就现在回王府去告我的状，反正秦君齐的麻烦我都是找定了。签名知道如何都阻止不了江宁儿的话，自然是选择以保护她为主。众人就开始出发。签名的任务很简单，就是隐在暗处随时待命，保护江宁儿的安全。签名选了一个能纵观全局的地点，此时已经看到二皇子带着他的人马正朝着约定的小山坡而来。签名拉紧手中的弓，开始做好随时动手的准备。这时秦君齐已经来到了约定的地点，而密林之中，江宁儿与鬼谷门一行也漫步走了出来。可看清那行人的脸时，他又错愕不已。江宁儿他们并非是用鬼谷门的身份，那一张张的脸竟是今日被他已经化成血水的江洋大盗和古斯纳的脸。古斯纳见过二皇子，这个声音竟也是一模一样的。签名有些吃惊，他还从未见过如此高超的易容术。古斯纳，怎么只有你的人，鬼谷门的人呢？二皇子就别提鬼谷门那群废物了，他们3两下就被晋王都杀光了，还得是我古斯纳出手来将晋王拿下。什么？你是说就凭你就把秦君夜给干掉了？听二皇子的话，看来是不信了。古斯纳丢过去一个东西，晋王的贴身信物，想必二皇子不会不认的。秦君齐的下属将地上的玉佩捡起来后，递到了秦君齐面前。这就是他的玉佩没错，我记得是玉嫔送给他的，他自幼就带着，从未离身。古斯纳，你可以啊！你居然真的得手！本皇子终于除掉了秦君夜这个心腹大患。事已成，那二皇子是不是该给钱了呢？秦君齐倒是爽快的，就让下人把银子搬了出来。只是2万两，怕是不够。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2万两，怎么了？你想变卦吗？二皇子，要我说，是你不地道才是。你给那些废物一样的鬼谷门开5万两黄金，只给我开2万两白银。可如今成事的是我古斯纳，是否也该给我5万两黄金呢？只要是能成事的，钱就该给能人之士。来人，把本来要给鬼谷门的5万两黄金也都给他。3个沉重的箱子被摆在了古斯纳等人的面前。古斯纳本满心欢喜的上前想要查看那几箱金子，却被搬运箱子的几个下人回身一记刀刺了过来，惊叫了一声，轰然倒地，箱子也被他推倒了一个。这时众人才发现3箱金子下边都是碎石头。你真无耻！就闭眼撅了过去。你才傻！你们杀了天楚国的一个王爷，居然还会以为自己有命花这些钱？来人呐，给我把他们都杀了！两边的人马开始了混战，但很快秦君齐就发现不对劲儿，他冲上去的人不知怎的都突然变成了软脚虾一样，齐齐倒在了地上。糟了，难道他们里面
面还有人会用毒，快跑！于是剩下的几个贴身侍卫连忙撤退，护送着他赶紧逃跑。千明利剑齐齐而发，百发百中，精准将护送秦军旗的几个人都就地射杀。秦军旗被这又快又准的剑法吓得整个人一个踉跄，摔了一跤。他一连好几个跟头翻下去，撞到了一棵树干上，晕倒了过去。千明从高树上一跃而下，连忙去看那个倒地的古斯娜。王妃，千明，你认错了，本王妃在这里。千明猛地回头，发现身后站着的竟是刚才人群里最为高大的一个胖子。胖子冲他笑着眨了眨眼，然后千明眼见着他的身形开始如破掉的气球一样恢复如常。王妃，您的装扮也太奇妙了，属下还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易容术。他奶奶的！这时古斯娜也醒了过来。你是孙堂主，你竟然没事？我们掌门神机妙算，就怕那个小瘪犊子会来阴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做足了万全准备的。我以前只知王妃是大胆，没想到王妃竟还是如此有谋略之人，属下着实佩服。千明，你的剑术才是非凡呢，你怎么学的？有时间你教教我吧。我的剑术是王爷。你是说你的剑术是王爷教的？千明一脸惊悚地看着他，连连摇头。江宁儿奇怪了一下，但很快看到了站在自己身后的人，他吓得一个箭步就躲到了千明的身后。属下见过王爷。过来。江宁儿明知道他生气，哪儿还敢过去呀？千明，你给本王让开！千明，你不许走！王妃，对不住了。然后赶紧一个闪身，迅速退开。没了庇护的江宁儿看到秦君夜正疾步朝自己靠近后，脑袋飞转，赶紧就一把将他的腰给环住了，扑在他怀里。王爷，别以为这样有用。那要是真的没用的话，你就推开我吧。见他没有推开自己，江宁儿就知道这一招果然是有用的。王爷，秦军旗那个坏东西他坑我，给的金子都是假的，他还想杀我们，人家都吓死了。但幸好你来了，看到你，我扑通扑通的小心脏才安定下来呢。孙玉和千明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秦君夜虽憋了一肚子的火，可愣是舍不得对他发出来了。千明，你纵容王妃胡闹，现在给本王回去领罚。是，属下领命。王爷，千明是被我强行拉来的，是我胁迫他的，你能不能别罚？你还为别人求情？你以为你撒个娇就不用被罚啊？你还要罚我呀？能不能不要呀？这时化妆成江洋大盗的几个鬼谷门的人抬着晕倒的秦军旗来到了几人面前。掌门，这个二皇子接下来我们怎么处置？把秦军旗用个麻袋装起来，不要让他瞧见你们任何人的脸，接着把现场所有人的尸体伤口模糊化，别让人看出动手人门派路数。夫君，秦君夜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他以前都不知道这丫头居然这么会磨人心智。给二皇子府送个信，让他们交20万两黄金作为赎金，就说不给钱就撕了秦军旗的票。现在就去把所有暗影召集，在此期间，秦军旗若是醒了，就把他打晕，醒一次就给本王打一次。王爷，这是要绑架二皇子？既然你们做都做了，那本王就干脆将事情做大。老二坑害本王多次，只要他20万两金子，已是便宜到了。江宁儿高兴的正想要讨好他，双脚就腾了空，人就被秦君夜直接扛了起来。秦君夜，你打哪里？给本王老实点，回去再收拾你。很快，二人就回到了王府。进了府门后，秦君夜终于把他放了下来。江宁儿一落地就想赶紧溜之大吉，回贵心小院，腰上又是一紧。秦君夜只是手麻，中途换了个姿势，就朝他的院子走去。一进屋子，就抱着他上了床睡觉，就把江宁儿紧紧顾在怀里。江宁儿是个心很大的人，虽然会担心秦君夜是不是还在生自己的气，可他的怀抱真的是太温暖，太有安全感了。很快进入了梦乡，听到怀里的人鼻息变得平稳，秦君夜才慢慢的睁开眸子，忍不住瞧了他一眼，感叹她还真是个没良心的小丫头。这边二人安然进入了梦乡，而另一边的二皇子府里却是彻夜难安。好个古斯娜，真是好大的胆子！这可怎么办？不如赶紧将此事告知皇上吧。皇子被绑架，这可是闻所未闻呐，这得出兵营救啊！不可，古斯娜知道太多二殿下的事情了，说是不能够当下就把他一招击杀，让他被俘虏进了宫，交代了二殿下买凶杀害晋王的事，怎么办？那你说我们该如何？这事不能声张，只能我们自己行动。先按照绑架信里说的，把二皇
皇子平安救出来，之后我们在江湖追杀古斯娜都行。可是他要20万两黄金，我们二皇子府不一下得空了。是啊，怎么刚好就是20万？那我这就让管事准备银钱。江婷点了点头，觉得也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张师爷刚踏步而出，正好与一个高大的络腮胡男人擦肩而过。郭堂主，你还有脸来？江公子，我听闻孙玉他们玄武堂的人都被晋王给杀了，而晋王被古斯娜杀了，这可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你自己看。江婷气愤地将绑架信朝男人脸上一扔，而这个男人正是鬼谷门真正违背江宁儿掌门禁令，私下与皇家勾结的白虎堂堂主郭青。江公子，你们是不是真的要给古斯娜20万两黄金？如若不给，郭堂主难道有更好的办法？不如让郭某去叫赎金吧，只要你答应我把二皇子救回来，5万两黄金还是给我们。郭某愿意将功赎罪，替你们杀了古斯娜。可是郭堂主，你们鬼谷门可已经败了1次了。江公子放心，我与玄武堂那些蠢货可不同。孙玉是死在晋王手上，可现在我要对付的只是区区一个古斯娜，我鬼谷门绝对不在话下。你最好能把二皇子安然带回来，并把古斯娜击杀，否则你拿不到钱不说，像你们鬼谷门这种无能的门派，二殿下也不可能再与你们合作了。江公子放心，之前是我小瞧古斯娜了，但这次我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王爷，你今天真的要跟我一起去啊？你昨天刚毒发过，你该好好休息几日的。难得你还知道心疼我。瞧你说的，我自然是心疼你的。我再给你贴个台阶如何？依你的来。此时秦君夜正坐在梳妆台前，而江宁儿正帮他一点点的易容。一番操作下来，秦君夜已经整个大变样了。他望着镜中完全陌生的自己，也忍不住有些惊叹。你的这些鬼招数也都是你师父教你的？有些是我自己行走江湖学来的。行走江湖，宁儿，你之前到底吃了多少苦？也没多少了，王爷不需要在意这个事情。以后万事有为夫在，我定会护你周全。江宁儿说没吃多少苦，其实并不是客气话，而是他本就是穿越而来，很多本事就是前世就有的。秦君夜的话还是让他觉得心中涌出一股从未有过的暖。我相信王爷，既然他们要当绑匪，自然要选个合适的地方进行赎金交易。昨夜他们先走了，便把剩下的事情都交给了千明和孙玉去办，交易的地方也由他们考察后决定。结果二人到了他们所说的交易点后，皆是一愣：你们怎么选的这里啊？这里易守难攻，我跟千明侍卫一致觉得这里最合适。掌门觉得这里不好吗？江宁儿噎住了，因为他们选的不是别处，居然是他与秦君夜初相见时交付彼此的那个破庙。这里是有什么问题吗？嗨，一个破庙能有什么问题啊？这里隐蔽的很，平日里都不会有人过来的，顶多来的也就是些偷情男女。哎，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偷情男女？听到这话，此时曾在这里偷情过的男女本人下意识的就相视看了一眼。江宁儿对上秦君夜的眼神后，飞快的就把人皮面具套上了，没让任何人看出他脸上染的绯红，暗自感叹这个有他黑历史的地方，他绝对不要再来了。去这儿吧，这里很好。这一次是由江宁儿扮演的古斯娜，秦君夜则是伪装成一个江洋大盗，站在离他最近的地方，方便保护他。孙玉则是跟千明等暗影们藏在暗处，随时待命。但看到竟然是郭青带着白虎堂的人来交赎金时，江宁儿还是不小的讶异了一下。古斯娜，你要的20万两黄金我给你带来了。我本以为会是二皇子府的人，没想到居然是鬼谷门白虎堂的郭堂主，你亲自来，还真是叫古斯娜我意外呀。看来二皇子府上的人叫你来交赎金，应该是打着想要我古斯娜命的念头吧。咱们都是江湖中人，我便不与你来官家虚与委蛇的那一套。我实话与你说，你猜的没错，我今日不仅要把二皇子带回去，还奉他们的命要将你杀掉。郭堂主好生嚣张，要杀我还直接告诉我一声。我并非是因为嚣张，而我郭青今日来虽是奉命，却没想过要杀你，而是特来寻古斯娜你与我合作。
作的。合作？我们有什么好合作的？你该知道，我想反我鬼谷门那个乳臭未干的小掌门许久了。哦，你想反他？想怎么反啊？我早就摸出了那个小子根本没有内力，虽毒下的厉害，轻功也了得，可实则武功并不怎么样。古斯纳，你也懂毒，你既然能够毒得晋王生不如死，不如你跟我一起帮我克制那个臭小子的毒，只要能让他使不出毒来，我想杀他便不是难事。倒是等我坐上了鬼谷门掌门的位置，我也可以分你一杯羹，是吗？郭堂主这话听起来挺诱人的，可是你今日要杀我，我又如何与你合作？只要你答应我，今后隐姓埋名，再不踏入天竺国半步，我可以做一个你的假死不杀你。二皇子府的人已经答应，只要我救回二皇子，就可以给我5万两黄金，到时候甚至可以分你一半。好一个威逼利诱！江宁儿面对郭青的背叛，此时已经在心里骂了无数声娘。不过为了让计划顺利进行，他假意答应，并让人把挂在房梁上的二皇子放下，交给了对方的人，然后走上前去，朝着郭青伸出一只手来。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却没想到远处一道利剑而来，江宁儿眼疾手快，迅速躲开，而这一剑却深深刺进了毫无防备的郭青胸口，直穿了他心脏。这是怎么回事？哪里来的弓箭手？江宁儿恢复了本音，还不明白吗？二皇子府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让你们任何人活着回去，所以早就安排了黑羽营的弓箭手尾随你们。只要二皇子一被放，他们就准备把这破庙里的所有人都杀死。你们还傻傻的跟我谈什么假死合作？你们的雇主根本就是想让你们全部都死掉。这该死的官家人真卑鄙！你的声音，莫非你是？哎，就你们这种智商还想反掌门？若不是掌门，你们今日怕是都得死在这里。看到孙玉没死，这时白虎堂的人便心知肚明，这个古斯纳到底是谁了。秦君夜将江宁儿一把拉了回来，把她护在残败的佛像之后，紧接着整个破庙里都是一阵阵兵刃相撞的尖锐金属声，远处便传来无数声的惨叫。江宁儿此时在破庙里可以说是无比安全，外面的黑羽党已经被尽数消灭。等到两堂的人回到破庙时，一齐向江宁儿行礼。参见掌门。怎么，你们白虎堂不是口口声声要反我的吗？现在还让我这个掌门？此前郭堂主说是因为不满意掌门的那些规定，觉得掌门这是在当鬼谷门的财路。可今日一事，我能理解掌门用心了，掌门的决定是对的。孙玉刚才只是简单的给他们说了一下，掌门其实是个女的，而站在他身边的是他夫君，却并未告知他们二人还是晋王和晋王妃。那个掌门啊，这些白虎堂的兄弟们呢，也都是被郭青的花言巧语给蒙骗了。他们刚才也跟我说，甘愿受罚，还望掌门能够原谅他们。这次不是掌门，我们怕是都要死在二皇子府的手上。经此一事，我虽把鬼谷门从天楚皇室纷争里摘出去了，但刺杀晋王失败，营救二皇子又失败，想必鬼谷门无能的名声不日便会在江湖上传开，这些可都要记在你们白虎堂的人身上。白虎堂众人闻言，将头都低得很下，脸上皆是懊恼的神色。所以要我原谅你们，你们就得去做好一件事，挽回我鬼谷门的名声，将功赎罪。掌门想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只要能办到，都在所不辞。江宁儿将装着20万两黄金的木箱一一打开，向白虎堂的人示意：我要你们把10万两黄金换成粮食和生活用品，送到天楚北部边城，另外10万两亲自按需分发到每一家每一户的手里。掌门是要他们去赈灾啊？没错，不瞒你们说，这钱并非是二皇子私银，而是国库赈灾的赈灾银。这个结果是给秦君夜、易容时二人一起商议决定的。秦君奇贪污国库的事情，自是瞒不过李雨楼的眼线。王妃有何吩咐？江宁儿嘿嘿一笑，递给黄雀一颗药丸。把这个给他喂下去，然后把人丢到城中的贫民窟去。至于二皇子府的人能不能找到他们主子，就看他的造化了。明白，属下这就去办。你给他喂的什么药？王爷明日就知道了，等着看好戏吧。转眼已是第二天晌午，江一雪由丫鬟扶着，正款款向门外停着的马车走去，结果就被迎面跑来的一个布衣男人撞了一下。不好意思。哎，
你这人走路长不长眼睛的？把我们家小姐撞坏了，小心你的脑袋！喂，不是什么大事，你走吧。多谢小姐，小姐人真好。男人乐呵呵地赞扬了两句，飞快离开了。来到一个街角后，将刚才从他身上拿到的那个物件掂了掂。江一雪也是表情一垮，抬脚朝马车走去。一雪，江一雪觉得这声有点耳熟，她悠悠转身，二弟就看到一个上半身赤裸，下半身只着一条蟹裤，跟个猪头样的男人，一下就被扑倒在地。来人，快来人，把这猪精拉走！一雪，是我呀，我是你的二殿下呀。我看你是跟二还差不多。哇，一雪，你看我左臀上面是有个红色胎记的，你是知道的呀？你看一眼就知道是我了。天哪，快来人把他拉开呀！江宁儿本是早就想着今日来看笑话的，一路打听到他的行踪，跟到了沛国公府来，没想到一来就看到了这种好戏呀。长姐，光天化日的，你跟这个男人在做什么呀？二妹妹，你们快把我把这个男人拉开，我不认识他。你们不认识，他还脱裤子给你看，真不愧是长姐，魅力真大。他是要非礼我。这样呀，原来是个大色狼呀，那我帮你教训他。秦军旗的身子有什么好看的？哎呀，谁是要看他身子了？我明明是要看戏，好不好？反正不许，你听个响就行。靖王爷，快来帮帮臣女，臣女很需要你。江姑娘，你自己坚持一下吧，本王让人喊官差了。我家王妃胆子小，她也很需要本王护着她。乖，这人脏，咱们别去碰他，谁知道他身上有什么传染病。而此时沛国公府里的家丁们也已经赶了出来，敢欺负我们大小姐，打他！众家丁就拿着木棍招呼上去了，都给我住手！这阵儿乱棍，直到大理寺的徐大人带着侍卫前来时，才被叫停。舅，你可来了！他们都打我！乱喊什么？谁是你舅？大胆刁民，竟敢冒充当朝皇子！给我把他拖进大理寺关押！舅舅，我真是你侄儿啊！给我把这个冒充二皇子的家伙关回去！下人得令，就把秦军旗丢进了囚车里，然后徐大人才哼哼两声，来到秦君夜和江宁儿面前。这次多亏了晋王爷派人来通报老臣，否则让这人到处自称是二殿下，就怕有蠢笨之人轻信了，折损了二殿下的声誉。我二哥气质金贵，面圣潘安，此人如此容貌，居然还敢冒充他，简直不知死活。徐大人可得好好盘问。现在就把这个猪头给我押回去严刑拷打，定要叫他供出幕后之人来。徐大人，你定要好好审审，他要是不招，您就18般酷刑都给他用上。已经没事了，爱妃不用如此害怕。那个猪精真的太可怕了，真是吓死臣妾了。王爷，你可得保护臣妾。爱妃放心，有本王在，本王定会保护你的。此人今日将我家王妃吓坏了，接下来的事就交给徐大人，本王就带着王妃先走了。今日有劳晋王了，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老臣了。晋王妃既然受惊了，那就赶紧回去歇息吧。本王相信徐大人定会处理妥当。说完，赶紧搂着他朝马车走去。江一雪看着二人贴得那么紧，离开的背影，袖中的拳头不自觉的就握紧了起来。江一雪整了一下自己凌乱的衣衫，可摸了腰间，才发现好像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发现竟是当初他捡的那半块江宁儿的翠玉珏不见了。奇怪，什么时候掉的？马车上，江宁儿笑得整个人前俯后仰。就这么高兴？难道王爷你不高兴吗？是你昨天给他喂下的药，才让他变成猪头的？没错。你从哪弄来的这种稀奇古怪的药？不用从哪呀，就是这2日空闲时间随便做的。他隐隐觉得他的这种性子和手段，倒是比他师兄花竹枝更像诡异一些呢。王爷，我本想的是秦军旗吃点亏也就算了，但你这招更厉害，几句话就把3皇子也扯进来了。秦军旗被绑架时，二皇子府或许一时会慌乱，但时间长了，他们还是会觉出一些奇怪来的。所以本王得提前给他们一点引子，好让他们把古斯娜的背后之人也想成老三才行。王爷，你是说他们会觉得绑架二皇子是有幕后之人指使古斯娜这么去做的？为什么就不能去想是古斯娜自己贪财呢？20万两黄金这个数额是我离雨楼查得到的事情，但是那古斯娜只是一个江湖术士，他没可能可以查得到。想必二皇子府的人定
定也会对此奇怪。顺着想，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古斯娜背后有别人，且是一个有可能知晓二皇子贪污灾淫，并很针对二皇子的人。哦，他们会觉得二皇子出事，看起来谁最有利，自然谁就是幕后之人。正是如此。但为什么不会觉得有利的是王爷你呢？因为他们觉得本王样貌丑陋，注定与皇位无缘。他们针对我是因为不喜欢我，不是因为觉得我对他们夺嫡有威胁。你这么说，那这个秦君奇就更坏了，只是不喜欢你就要暗杀你。怕是因为他看上我们家宁儿了。你可别吓唬我，秦君奇看上我？上次你跟诡异的关系那么熟络，秦君奇势必会心痒。他一心想要招安诡异，觉得得了你便能得此大愿，而他想要得你，自然得先除掉我。这个死猪头想得真美，就算没了你，难道本姑娘就会看上他？他在做什么春秋大梦呢？所以宁儿，以后行事定要与我商议，不可再像此次自己行动了。嘿，那以后我再行动的话，可以拉王爷你入伙吗？入伙？你说的怎么像是你要找犯罪搭子一样？行不行嘛？想要我入伙也不是不行，只是入伙前，爱妃是不是先把这一次的账结一下？啊，账？什么账？本王在这次教训秦君奇的事上也出了不少力，爱妃不该奖赏一下吗？江宁儿看明白了他的意思，伸着脖子就凑了过去。可就在唇瓣快要碰到的时候，秦君夜却将脑袋向后一撤，没让他亲着。什么意思？你不是要我亲你吗？我要宁儿这次亲的久一些。江宁儿有些哭笑不得，这种事情居然还有谈条件的。嘿，本姑娘就不信亲不到了。江宁儿愤懑了一声，直接长腿一跨，直接将他压得躺在了软垫上，另一只手将他的面具一掀，强硬着就俯身吻上了他。一边被他吻着，一边嘴角扬起得逞的笑意。他其实就是在想方设法的弥补第一次看不见的遗憾罢了。现在他终于亲眼看到，原来当初他第一次把他压着强吻的时候是这副模样，像个又凶又萌的小兽一样。终于心满意足后，秦君夜即刻拿回了主动权，抱住了他，翻身将他压下，承接着他唇间的痴缠。绵长的一吻作罢，秦君夜喘着气儿离开了他的唇。宁儿，我们……江宁儿肚子传来一阵咕噜咕噜咕噜的闷响声。秦老六，你还笑我？好，不笑了，不敢了。今早就说过让你吃些东西再出门，你不听。现在都这个点了，你肚子也早该饿了。我要是吃了再出门，就看不到秦君奇这场戏了，那怎么行？那现在戏也看完了，带你去吃点东西。不吃，饿死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算了。又是一阵清晰的闷响。好了，再不吃东西，你肚子要打雷了。等到了酒楼之后，秦君夜点了一桌子的菜，都是江宁儿喜欢的。菜色上齐，江宁儿忍不住先夹了一块红烧肉，一口咬下，甜咸适中的油香顿时在他嘴中爆开。开心的他埋头连干2碗白米饭。秦君夜看到他吃的这么香，他不用怎么吃也觉得心情大好了。这时黄雀来到他身边，附耳说了几句：“你先吃，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你去吧，我等了你。秦君夜起身随黄雀往外走去。没一会儿，江宁儿面前本是控制的位置，就坐下一个膀大腰圆的中年大汉了。大汉面容很是陌生，但声音却十分熟悉，正是易容过的孙玉。这菜看着就好吃啊！洗手了吗？就想碰我的鸡？掌门，以前咱们在鬼谷门里的时候，那可都是兄弟们一起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也没有见你嫌弃过呀。这做了亲王妃，怎么还娘们起来了？老子本来就是娘们儿。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按照掌门你的吩咐，白虎堂的弟兄们呢已经上路了，20万两黄金，兵分2路，一半换取棉衣粮食，另外一半折算成碎银。白虎堂的人啊，伪装成了运蔬果的货工，我也派了我一半的玄武堂的人，暗中跟着相互照应。很好，传我密令，兄弟们若是路遇贪官，尽管杀，出事由我解决。掌门不是说不许碰官家人的吗？但这次是我亲自下令，你放心，我有分寸。跟兄弟们说，杀完只要留下线索，让查的人以为是古斯那一行干的就行了。秦君夜已经让2皇子他们觉得古斯那是3皇子的人了，那他就不如再添把柴，加点油，让这2位麒麟皇子之间的火烧得再旺一些。北部边城不比京城，寒冬怕是要持续到4月，咱们速度快些，还能救上一些人。明白，掌门，你也许久没有回去了，门内的兄弟们都很想你呢，你是不是该回去看看了？说来也确实有快半年了呢。是吧？你以往3-4个月不在，他还没啥，但这次真的太久了。哎呀，我这2日还接到了门里的消息，
说是瑶瑶病重，你真的该回去看看她了。瑶瑶怎么了？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信里面说的好像很严重的样子，我也还没回去呢，不知道具体情况。他或许确实得找机会离开一下晋王府了。等到秦君夜回来时，孙玉已经离开了，只看到桌上多出来一个碗。是孙玉，刚来跟我告了个别。宁儿，过来。江宁儿走近后，他拉着她坐到了自己的腿上，然后从身后环上了她的腰，给她系着什么？是我的双月诀。之前答应你的10天替你巡回，但这些日子杂事太多，一直没有时间，虽晚了些10日，好在完好无缺，物归原主了。江宁儿欣慰地摸了摸自己的双月诀。本来当初你说10天，就在我意料之外了，不晚，已经比我想象的要快许多了。不过你是怎么找到的？此物就在江一雪身上。什么？怎么会在他那里呀？江宁儿惊诧过后，又觉得有些道理。难怪了。怎么了？我回门那日给江一雪吃下一颗尸毒丸，虽说当初那个假鬼医或许给了他什么意识可以压制毒素的药丸，可按道理只要停药后，他全身就该重新出现青褐色毒斑才对。可假鬼医已经死了这么久了，我本来推算时间，他的毒斑早该出来了，可他却一直容貌如常，我还奇怪呢。原来是因为一直拿了我的双月诀放在身上。莫非这是药浴？没错，当年我伤及到了经脉，师傅为了温养我的身体，才给我打造了这2块玉。你要找凤血丹，也是因为你的身体。看到江宁儿点头，秦君夜有些怅然若失。之前温逸曾跟他说过，江宁儿看着活泼，实则内里亏空的厉害。之前他只以为是女子体质本就弱些，可没想到竟是当年坠崖留下的问题。看来凤血丹他得想办法尽快查到下落，为他寻来才行了。喷火！爹爹，你为何打我？还为何？知不知道你差点要牵连到我们整个沛国公府？徐大人不也没认出来吗？这事怎么能只怪女儿一人呢？老爷，这个事情实在是情有可原，相信等二皇子好后，一雪去给他解释一下，二皇子定会原谅一雪的。是啊，爹爹，女儿也是为了二皇子保护自己的清白才如此的，我怎么会想到？老爷，一雪这么做没有错呀。他没错，他甚至教唆徐大人将18般的刑罚都用在了二皇子身上，这叫没错。行啊，你们最好是有本事让二皇子对他既往不咎，否则夜市与你说过的，我国公府里面不是只有他江一雪一个女儿，若是他不行，府里面还有3小姐，有4小姐，再不济还有5小姐。爹爹，你这是什么话？二皇子怎么可能会看上其他几个妹妹，那种庶出的下贱胚子呢？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德行，在外面阳春白雪，在家里面仗着自己是嫡出就耀武扬威的，张口闭口喊着自己妹妹下贱胚子。你以为你有多高贵？你以为你娘又是个什么东西？扶你娘为正妻，你才是嫡女。若我废了她，你也只是个庶女。老爷，你怎么能如此狠心？我好歹也陪你这么多年，你就因为一雪认错了二皇子，居然说出这种话来。当时晋王和江宁儿也在现场，他们也没有认出来啊，甚至还是晋王话里有误导，一雪才说要徐大人用刑的。你不能怪一雪，你要怪应该怪晋王和江宁儿才是啊。贱人，给我住口！什么都是别人的错，一雪就是有你这种母亲才会养成现在这种性子。当初你们母女2个一起陷害了宁儿替嫁的一事，我都还未找你们算过账呢。现在明明是他出错，还想要宁儿给他背锅吗？打二皇子的是宁儿吗？教唆徐大人用刑的是宁儿吗？我如今倒是要问问了，当初设计替嫁到底是你们2个谁的主意？爹爹，不是我和娘，分明是二妹妹自己贪慕虚荣，是她自己要。再给我装！江一雪的脑门上就被砸出了一道血印来，他连忙抱住了一雪在怀里。是我，都是我策划的。老爷，你要发脾气就冲我一个人来，你不要伤害我的医雪。是我设计要江宁儿替嫁的，都是我一个人策划的，与医雪无关呐。江一雪也十分识时务，一向高傲的她第一次跪了下来认错。爹，是医雪的错，但你相信女儿，女儿定不会让二皇子追究沛国公府。而会向二皇子道歉，你再给女儿一次机会吧。最好是真有办法让二皇子对你回心转意，既往不咎，否则你们2个主母和嫡女的位置就等着退位让贤吧。爹爹放心，女儿明白。至于你，给我搬出东院，住到西院去闭门思过，再给我交出库房钥匙，今后府中的钟柜都交给田姨娘来打理。叶氏整个人脱力的跌在了地上，一直站在一旁像个外人一般的江婷听到这话后
后，终于脸色微动了一下。江映初不想再理这对母女，冲江婷说道：“跟我到书房里来。”是，便随江映初携后而出。幸好我是有远见的，怕女人靠不住，提前安排了你当了二皇子府上的客卿。这次多亏得是你呀，否则我们沛国公府就要被你的医学妹妹给连累死了。儿子不敢邀功，都是父亲的栽培。二殿下现在什么态度？你觉得我需不需要废掉叶氏母女，换别的女儿送给二殿下？那么父亲觉得还有哪位妹妹更合适？以你之见呢？依我之见，5妹妹才13，怕是不行。3妹妹和4妹妹倒是快要及笄了，可容貌却远不及医学妹妹。二皇子好色，最是看重女子的长相，若是不如医学妹妹的话，他怕是看不上。要容貌胜过医学妹妹，又能让二皇子喜欢的，怕是只有二妹妹了。谁都可以送，唯独宁儿不行。那么看来，还是只有医学妹妹最为合适。他倒确实是将他娘那一身舞美功夫学得到位，但你觉得二皇子经过此事还会喜欢他？其实我也觉得，父亲不如就给医学妹妹一次机会。二殿下虽气，可他现在更气的是3皇子，暂时没那么多功夫计较医学妹妹打他的事情。3皇子，这事儿与3皇子也有关系？是不是有关，现在还不确定，但是二皇子一行便咬定是3皇子所为。不管是谁干的，能分散二皇子注意力，不计较医学的行为就好。只要医学妹妹的花容月貌还在，我觉得二皇子终究会原谅的。总之，二皇子府那边你再多上点心，为父对你的聪慧十分满意。话虽如此说，可江映初自己很清楚，他这些年根本就没把江婷当回事儿。要好好的在二皇子府里待着，将来我这个世袭的国公之位，迟早是你的。那儿子先告退了。您生辰将近了，今年要不要操办一下？你何时见本王操办过此事？属下知王爷从不喜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仪式感，可今年不同啊。今年如何不同了？今年您成亲了呀，有王妃了。我瞧见王妃近些日子忙进忙出的，我感觉就算王爷您不想操办，王妃说不定已经在替您做准备了呢。怎么，王妃近日很忙吗？且明说呀，王妃这2日其实去了皇家学院后，没待多久就逃学出去，在各个商铺里不知在采买些什么。可我问了管事的，说也没见王妃带了什么回来，或者有什么商铺送东西过来。我猜啊，说不定是王妃知道了王爷生辰将近，自己在暗暗筹谋，等着给王爷您一个惊喜呢。秦君夜闻言，眼神明显亮，这么听起来，他倒是真有几分期待了。秦君夜不知是想到了什么，微不可知的勾了勾唇，轻旋附耳过去。照做就是。明白了，属下这就去办。他会怎么给自己过生辰呢？因为这2日要采买，还要分包，把江宁儿累得不行。洗完澡后，刚刚进屋子，整个人就被打横抱了起来。王爷，您这是干嘛？秦君夜抱着他大步而出，将他放倒在了床榻之上。你怎么了？秦君夜上床后，长腿一跨，将他制衡在身下。半月了。什么半月？我休养半月了。宁儿还想为夫忍到何时？明日可以吗？今晚不行。我今日实在太累了，现在就想睡觉。想着江宁儿可能是偷偷打点给他过生辰仪式而弄得疲惫，秦君夜的那点失望即刻就被心里的甜蜜所取代。反正明日学院休息，他不用早起去上学，大不了就是多等一晚，几个时辰而已。行吧。他恋恋不舍地亲了亲他，又亲了亲他，最后才放开了他，双眼一闭，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翻身躺到了一旁，不住的深呼吸，努力平息脑子里的念头。王爷，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何事？我想回一趟鬼谷门。你回鬼谷门做什么？我太久没回去了，近日门内又出了白虎堂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有必要回去坐一下镇了。那你想什么时候回去？我计划的是近日就回去。近日？他近日就要生辰了，他却要回鬼谷门，他不留下来给他过生辰了。孙玉说门内来消息，瑶瑶之前病重很想我有点担心，觉得要回去看看她。瑶瑶又是谁？魏瑶是鬼谷门前任掌门的遗女，当年老掌门临终托孤，我答应过他会照顾瑶瑶，会对瑶瑶负责的。负责？你这些天四处采买，该不会其实是买你回鬼谷门的东西吧？是啊，鬼谷门里兄弟多，我买了好些京城才有的东西给他们尝尝，还给瑶瑶专门买了很多新鲜玩意儿带回去给她玩。
秦君夜此时的心情犹如从天而降，并狠狠摔在了地上的感觉。他冷着脸在床上坐起来。爱妃倒真是够体贴的，居然连门里的兄弟都能顾上。怎么了？没什么，就是觉得你对你鬼谷门的兄弟都比对本王负责多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可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的时候，你也说过会对我负责，可你后来如何做的？可我后来不是给你压制了你那日的毒发吗？只是压制毒发就够了吗？换成别的女子，就该是缠着男子，让男子娶了她，而不是第二天就跑了。若不是后来阴差阳错有了替嫁一事，我说不定到现在连你人都找不到。我那个时候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万一你是奸小之人，我也要睡一次就嫁吗？说到底，你那夜不过就是要个男人，是不是我根本对你来说无所谓。那倒也不是，之前江一雪安排了3个莽汉，但是我嫌丑，被我干掉2个，跑掉了1个。我也不是会委屈自己的人，本来我是想去找个水池泡一夜的，结果半路看到了你，看到你长得实在羞涩可餐，才忍不住把你打晕，拖到破庙的。江宁儿想安抚他，觉得还是打个马虎眼，让这茬先赶紧过去。我其实后来因为药物原因，那也很多事情我根本就不记得了，咱们不讨论这个事情了好不好？你说那夜的事情你都不记得了？他可是一直念念不忘，他居然压根不记得，这怎么可以啊？那是他们的第一次啊！是呀，不记得，我不记得，行了吧？说完躺下翻身不再理他。其实只要秦君夜来哄一哄他，他就会告诉他，他是想跟他一起回鬼谷门，然后跟他在外边替他过生辰的。等了一会儿，就是房门被一把关上的声音，秦君夜居然直接摔门出去了。秦老六，你有本事就今晚都别回来！结果这一晚，秦君夜还真的就是一夜都没回。江宁儿第一次失眠了。第二天，江宁儿没忍住，还是让人去找他。结果下人却说，他昨天夜里是直接出府去了，至于去哪儿也没交代。狗男人，哼，他才不要为了这个狗男人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呢。而另一边的秦君夜过得就没这么好了。誉王叔如果嫌弃本王的人不行，本王可以赔钱，你开多少都行。本王还有要事，就不跟王叔在这多讲了。老六，你休想给我跑！我的紫竹林是你弄坏的，你就得给我负责弄好。赔钱有什么用？老子就要你赔我竹子。本王的人只负责种，活不活是竹子自己的事。竹子不乐意在你这安家，有理你找竹子说去。好啊，老六，你就是这个态度是吧？行，有胆子你就走吧。转头就走。你走吧，只要你今天走了，江宁儿的蜜月假，本院长说什么都不会批准的。蜜月假那是什么？我哪知道是什么，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是昨天江宁儿拿着他皇家的玉蝶来找我，说是成亲后都该有个假期，要学院给他批个什么婚假，说是要用来什么蜜月旅行。虽说秦君夜现在戴着面具，他看不透彻，但也看得出他眼里的疑惑。什么？他跟我说是因为你生辰快到了，要跟你下南边去看看江南烟雨才要批假的吗？你怎么一脸不知道的样子？他要批多长时间的假？将近30天吧。你给他批？我批你个头啊！说的简单，你先给我把竹子种好。那誉王叔到底希望怎么种的竹子？紫竹金贵，种下后必须要灌溉定根水才能活，而这个定根水嘛，需要用到3分露水、3分无根水、3分高山清泉水，并且每日晌午以及子夜，日月当空时准时灌溉，早一刻晚一刻都不行。怎么这么麻烦？现在知道麻烦了，后悔烧我紫竹林了吧？我可不管你有什么事要忙，你必须给我把烧毁的都补回来，补完了我才批假，否则你就等你的蜜月泡汤吧你！去寻誉王叔所说的这3种水，若是种不活，你们就都回府领罚。看到秦君夜的臭脸后，秦天玉就高兴了，他喊江宁儿大姐。秦君夜作为他夫君，直接超级加辈儿，成了他姐夫，那他就不爽了。你也得给我亲自种，今天不种完不许回去，否则将来皇兄问我你媳妇儿学业如何，我就告状去。而晋王府里，江宁儿的心情就不那么美丽了，可直到天黑他都不见人影，且半点音讯都没有，这让江宁儿从一开始小小的生气变成了大大的生气。最后冲到他的书房，拿起他的纸笔，开始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张纸，之后将笔气氛一丢，就换了套男装出府了。孙玉在约定好的京郊驿站等候多时了。哎，掌门，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不是说带你夫君一起回去的吗？江宁儿臭着脸一跃上了马。不用，我自己回。怎么了？小夫妻吵架了？我的事你也敢打听？不敢。不敢就赶紧出发，驾！江宁儿用力一夹马肚子，毫不犹豫地策马离开了京城地界，朝着鬼谷门的方向进发。
等到秦君夜回到王府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他种了一天的竹子已经精疲力尽了，想说要赶紧抱抱江宁儿回点血才行，结果人早没了。王爷，您书桌上面有封书信，应该是王妃留下的，快给本王看看。从清玄手中接过那份书信，眉头不自觉地越拧越紧，最后将一叠书信递给了清玄。你也看看。我？清玄满怀期待地接过后一瞧，他写了什么？清玄无语，感情王爷也根本没有看懂啊，是指望他来解读的呀。哦，休书，这一定是王妃写的休书吧？什么休书？王爷，你想啊，王妃的性子要是走了，怎么还会给你留书信呢？定是休书，他这是要跟你了断啊！秦君夜眼角猛地一抽，本王这就去追他。鬼谷门位于翠竹山上，虽不在京城，但其实离京城不算远，快马1天1夜也就到了。小姐，小姐，掌门回来了，正朝院子里来，要来看你呢。瑶瑶，你好些了没？魏瑶一脸刚刚转醒的样子，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李哥哥，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你真的回来了？怎么这么烫？心里说你大病初愈，怎么还在发烧吗？小姐这些时日有些反复，偶尔还会有些发热。怎么搞的？我跟你瞧瞧。没什么大事，睡一觉就好啦。我只是前阵子受了些惊吓才会这样，但一看到李哥哥，我就觉得整个人都舒服多了。惊吓？谁吓你了？其实老堂主给小姐说了门亲事，这才把小姐吓到了。亲事？你外公这么急做什么？你离及笄还有阵子呢。掌门有所不知，女子说亲也是繁文缛节颇多，要耗费些时日的。婚事再七七八八准备一下，短的3月，长的半年1载的都是有的。许多女子都是离及笄还有些时日，家里就要张罗了。等到成亲的时候，年岁也就差不多了。所以瑶瑶，你其实是不想嫁人是不是？那个人我不喜欢，我不想嫁。你若不喜欢不高兴，那咱们就不嫁，黎哥哥支持你。我外公说我现在不嫁，等过了年纪就没人要了，那可怎么办？没人要不是还有我吗？我答应过你爹会照顾你，嫁不出去我养你一辈子都行。可是外公那边都快与别人说定了呢。改日我替你与你外公商议一下这事，既然你不想嫁，我绝不让他逼你。我就知道黎哥哥对我最好了。江宁儿又安抚了一下魏瑶，陪在他身边，看着他睡着之后才离开，回到自己掌门的房间。一路的舟车劳顿叫他特别的疲惫，本是想泡个澡洗去一身浮尘再睡，却没想到直接泡着睡着了，睡得特别的沉。秦君夜是夜里到的，正好今日是孙玉的玄武堂值夜，知晓他是掌门夫君，所以他进来的并不费力。毕竟掌门现在还未完全公开自己是女子的事情，孙玉给他安排了客房。孙玉一走，他就出门右转去了掌门房间内。鬼谷门夜间也有人分批巡逻，保障安全，但是这些人的武功自然不可能比得上秦君夜，所以他要避开他们，偷溜进江宁儿的房间还是很容易的。一进屋，秦君夜呼吸猛地一滞，空气里还能闻见沐浴的淡淡幽香。有人开门，江宁儿也并未醒。秦君夜见状，把他从已经微凉的水里抱了出来，抱到了床上。夫君，我在。可这声过后，他又恢复了平缓的呼吸。这时他才知道江宁儿根本就没醒，竟睡得这般没有防备，万一进来的不是我可怎么办？他俯身轻咬着他软嫩的脸蛋。江宁儿微微皱眉，不耐烦地伸手把人推开，但因那人的气息太过熟悉和太让他安心，所以江宁儿只是微微嘤咛了一下，就又安然睡去了。秦君夜无奈地轻笑了一声，便也不弄他了。看来有话也只能等到他醒来再说了。第二天清晨，江宁儿如往常一样抱住了身旁的人。醒了？王爷，你怎么在这儿？怎么，本王不能来这找你吗？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不是给你留信让你在永州等我的吗？永州？是啊，我写说你要不愿意陪我来鬼谷门，就在永州先等我，等我忙完门内的事情，就去永州找你碰头，然后我们再一路南行，去江南看烟雨。看到秦君夜一脸的茫然，他杏眸一垂，什么嘛，我的信你都没看吗？我写了好几张纸的旅游攻略，你居然都没看。秦君夜先是愣了片刻，然后忍不住一下松快地笑了出来。你还笑？我研究这份南行路线可研究了好久的。我字是看了，但爱妃的字迹实在是有些难住为夫了。我的字真的这么难看吗？不难看，不难看。爱妃的字鬼斧神工，开天辟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江宁儿无奈地想，这不还是拐着弯在说难看吗？知道不是休书之后，秦君夜悬了一路的心终于是放在肚子里了。那天的事，宁儿还在生为夫的气吗？那天明明是你生
生我的气好不好？虽然我根本不明白你在气什么。是我的错，我以为你忘了我的生辰。哦，原来是这样啊！江宁儿此时才弄明白他那天在别扭些什么。我后来就想与你讲的，结果你突然开始跟我翻旧账，你还摔门而出。对了，你一天一夜去哪儿了？有没有去什么不该去的地方？不该去的地方，爱妃是指哪儿不该去？你给我正经点，快老实交代，你到哪儿去了？在我京郊一处别院独守了一夜空房，起来后还被人拉着种了一天的竹子。种竹子？秦君夜跟他详细说了一下前因后果。这个狗的秦天玉居然骗你！等我回去一定找他算账。听他这么说，他就知道江宁儿应该是彻底不生气了。宁儿，怎么了？你不觉得冷吗？啊，冷？他不自觉地抱了抱自己的手臂，这才意识到他居然没穿衣服。江宁儿惊慌的就想去遮，可下一瞬秦君夜将他压在了身下。你怕什么？我又不是没看过。这里是鬼谷门，不能再……秦君夜不听，不由分说的就吻上了他，把他要说的话吞进腹中。昨夜他就肖想他许久了，可碍于怕他还在生气，所以才不敢贸然下手。李哥哥，你起来了吗？我操！他瞬间把秦君夜踢开，并一把按着他的脑袋，把他塞进了床底。江宁儿，我为什么要藏床？就被正跳着穿裤子的江宁儿用脚给踩了回去。嘘，乖，先别出声。门也哐的一声轻响，被人给推开了。李哥哥，你起来啦，快来吃早点，都是我亲自下厨给你做的。江宁儿死死坐在床上一动不动。怎么了，李哥哥？你怎么不过来吃啊？我腿麻了，坐一会儿。这样啊，没事，我过来喂你。喂我？不必，你放着，我一会儿就吃。但魏瑶不听，端着杏花羹就坐到了床边，勺子直接递到他嘴边。我很早就去采杏花了，放凉了就不好吃了。没了办法，只能让魏瑶喂。对了，李哥哥，我听孙大哥说，昨夜有个你的朋友来找你，你什么朋友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大半夜的到鬼谷门来寻你的。是我江湖上的一个普通朋友。结果这话一出，惹得床底那位不高兴了。普通朋友是什么鬼？他是他男人。秦君夜不爽地拍了拍床底，魏瑶坐在床边，奇怪的左右张望。是我放了个屁。瑶瑶，你要不先出去吧，我想出个宫。那好吧，剩下的东西你一定要吃哦。说完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人一走，江宁儿就连忙把床底的大佛给恭敬地请了出来。王爷，爱妃不妨再说一遍，本王是你的谁？夫君，你是我最爱的夫君。原来爱妃还知道本王是你夫君呢，你不说，本王还以为本王是奸夫呢。有人进来，我居然还要藏床底。那个王爷之前用六爷的身份，不是还主动说想当我奸夫吗？这不是让你体验一下吗？怎么样，有没有体会到跟我偷情的快感？我绿我自己，跟别人绿我能一样吗？我哪有绿你啊？你不是连女孩子的醋都吃吧？刚才那个就是你之前说的瑶瑶。是啊，怎么样？你小姨子是不是很可爱？小姨子？瑶瑶虽不是我亲妹妹，但是在我心里，我就是把她看成我亲妹妹的。我妹妹可不就是你小姨子吗？秦君夜其实刚才只看到了一个女子衣裙，没看见魏瑶容貌，但从他听到的，二人确实挺亲的。既然是你妹妹，我这个姐夫又何必躲藏？孙玉都已知你是女子身份，你不告诉他？这个事情我想过，但是现在白虎堂不在，朱雀堂的人也出去办事了，门内现在人不齐全。我是女子这事怎么也算个大事，我总得人都到齐再解释吧。万一大家只听个一知半解传了出去，我怕给鬼谷门惹来祸事。你的意思是，你就算让鬼谷门里都知道你是女子，也不准备让外界知晓？当然。为何？王爷你该知晓，鬼谷门行的是打杀之事，江湖中结怨不少，若是叫那些仇家知晓鬼谷门的掌门是个女子，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看秦君夜的眼神终于是缓和了一些，他才怯怯道，至于把你压床底，也是我一时情急。瑶瑶还小，我这不是怕她看到什么少儿不宜的画面吗？王爷别生气了，你饿不饿？我们一起吃啊。我不想吃这些。那你想吃什么？我叫厨房去做。本王现在只想吃你。他一把抓着他抱在怀中开始蹭，最后两个人都是一般狼狈了，他才心满意足地放开了江宁儿，冲他傲娇地哼了一声，抓起他的衣服就回客房洗澡去了。这个老六真是越来越狗了。
我不在的这些时日，有劳各位兄弟们了才是。今日我来先敬各位兄弟们，都满饮此杯。说罢，便将酒水洒脱的一饮而下。掌门还没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位朋友是？这位是秦六爷，他会在门内小住几日，过阵子我会与他一同去趟江南。离哥哥，你又马上要走了吗？你能不能多待些时日啊？这次恐怕不行。那离哥哥可以带我一起去江南吗？瑶瑶也没去过江南呢。秦君夜可听到这句话后，假装嗓子不舒服的轻咳了几下。江宁儿知道他定是希望过二人世界的。离哥哥这次去江南有些事，我答应给你买些江南的好东西，到时候送给你好不好？哎呀，你就带我去。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嘛，瑶瑶保证不会惹事的。掌门跟秦公子去江南，定是要去办事的，哪能带着你呢？我带你去外面转转，消个食。好，我也跟你们一起去。于是秦君夜扶着他的腰，魏瑶则抱着他的手臂，一边一个，三个人就以这种并排的状态，在鬼谷门的小路上漫步着。那是什么？江宁儿和魏瑶双双好奇地向左转看去。刚才有什么吗？的时候，就看到魏瑶已经被秦君夜弄昏过去了。王爷，你干嘛？江宁儿连忙将快要倒地的魏瑶扶住，秦君夜也蹲了下来。放心，我只是点了他睡穴。这个魏瑶对你心思不纯，我若不弄晕他，指不定他能对你做出什么事来。你在乱说什么呢？瑶瑶怎么会心思不纯？我都不稀罕说你，你今日也是的，跟他个小姑娘较什么劲儿呢？你当真没发现？发现什么？你没发现我想当他姐夫，但我小姨子却惦记他姐姐吗？什么鬼？这怎么可能？我也希望没这个可能吧。说着，秦君夜就把江宁儿拉了起来。走，带你消食去。等等，那瑶瑶怎么办？秦君夜打了个响指，很快藏在暗处的黄雀就一跃而下。黄雀，原来你也来了。我来别人门派总不好带一大帮子人，所以只叫了黄雀一人，他一直藏在暗处，所以你才没发现。我鬼谷门也都不是些酒囊饭袋，黄雀藏了一天，居然完全没人发现。黄雀是暗影，藏身的本事还是有的。什么？黄雀也是暗影？王妃，什么叫我也是啊？我可是暗影的统领，签名他们可是都归我管的。哇，小黄雀你不错呀，小小年纪居然就当官了，年轻有为呀。你负责把魏大小姐送回她房里去。是。魏瑶交给黄雀的话，江宁儿就放心了，于是就跟秦君夜牵着手散步去了。二人走远后，黄雀盯着躺在地上的魏瑶看了好一会儿，脑子里就想他该怎么把这个昏过去的魏大小姐给送回房呢？像王爷平常抱王妃那样把人抱起来？不，他还是想把抱女人这种事情留给以后自己媳妇儿的。他弯下腰，将魏瑶两只脚一抬，就开始拖。江宁儿带着秦君夜在鬼谷门里转悠了一圈之后，二人牵着手来到了山顶，背靠背坐在草地上，一起遥看着星空。这是成亲之后二人第一次一起离开京城。鬼谷门现在的位置是你选的吗？我记得以前李雨楼查到过，鬼谷门不是在翠竹山上的。之前鬼谷门在一处贫瘠的山谷里，我接手后就带着整个门派转移了位置到这里。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怎么是之前的地方不好吗？之前是瑶瑶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在山谷里，结果后来遇到敌对帮派的合力围剿，鬼谷门死伤太惨重了，血腥味怎么都洗不掉。瑶瑶是亲眼看着他爹娘去世的，之后每经过他爹娘相靠着死去的山坡就哭，于是我为了不让他触景伤情，就让所有人搬到这里。秦君夜能将李雨楼发展的这么大，江湖中的厮杀自然也经历不少。江湖就是这样，虽不似官场险恶，却也很残忍，强吃弱，弱吃更弱，只要稍微有松懈，就可能遭来覆灭。你就是在那一次围剿里继任的鬼谷门掌门？那时也是瑶瑶贪玩，跑出了鬼谷门，被我捡到了。我看小姑娘可爱，就送她回家，结果正好撞见了当时的惨状。我尽力想救，可到底是来得太晚了。我救回了身中8刀的孙玉，救回了伤了一条腿的龙渊老堂主，救回了今日你看到的鬼谷门大半的人，却没及时
将他父母救回来。他父亲临终前情急之下，把瑶瑶还有鬼谷门掌门令牌以及他一生的武功都传给了我，嘱托我带着活下来的人离开。他目光缱绻地看着江宁儿，而江宁儿用最平淡的语气说着这些。但秦君夜不敢想，将当年已经风雨飘摇的鬼谷门发展成现在的样子，江宁儿得付出多少。所以那日我才与王爷你说，我是要对瑶瑶负责的，而我对她的负责与对你的是不同的。如何不同？我受瑶瑶父亲之托，我有义务照顾她，但对你，虽然那夜之后我就跑了，但现在不管中间发生了什么，我都已经是你妻子了，且我也想跟王爷你好好过一辈子。一辈子？活着我们睡一起，死了以后我还想跟你躺一起。秦君夜微微愣住了，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认真地跟他表示要一辈子跟他在一起。不知为何，他心里生出了一份从未有过的惊喜。宁儿，但一辈子是有前提的，你要是哪天还有了别的女人，我不管再怎么喜欢你，我都一定毫不犹豫的就离开。秦君夜微蹙着眉，封上了他的唇。他一点都不想听到江宁儿说任何要离开他的话，他受不了。他用20几年的孤寂，好不容易才向老天换来了一个他怎会让他离开？不会。那万一？不会。他确实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但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此生都只会想要江宁儿一人。除非是你不想要我了，否则我秦君夜此生定不会负你。你敢负我，我要走也会把你第3条腿打断。江宁儿莞尔一笑，而那双好看的杏眸里像是炸开了一朵烟花一般绚烂。我想要你，我也想要你。随后扬起下巴，动情地吻上了他。相拥了片刻后，江宁儿拼命地拍他。这里不方便，等下会有人来巡逻的。那我们回你房间。见江宁儿点了点头，秦君夜即刻就抱着他，使着最快的轻功朝他房间而去。一进了屋子，他刚放下他，二人便又急切地缠到了一起，但这一次是一边吻一边褪着彼此的衣物。你怎么今天又是这个死腰带？我以后把这个款式的都换掉。你的束胸怎么没这么难解？我的绳子也是在后面。你还有别的吗？我能直接扯了。行吧行吧，你来。只听呲啦一声，束胸的绑绳被他直接扯碎，他们动情地唤着彼此。宁儿，夫君。掌门，老堂主找你过去。哎呀，对不起，罪过。然后把门又给他们吧嗒一声温柔关上。一天夜里被打断了2次的秦君夜坐在床边，一脸阴郁地揉着眉心。江宁儿裹在被子里，只露出了一个脑袋，也是满脸的挫败。他们就这样坐了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2个人眼里都没光了。你们鬼谷门的人都不知道门是用来敲的吗？大家都粗野惯了，又都想着我是男子，所以开门什么的也很随意。秦君夜猛地站起来，王爷你去哪儿啊？我去泡个冷水澡。那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再去？什么忙？等下可能还要去见老堂主的，所以能不能帮我把束胸重新穿上去？我一个人要穿好久的。秦君夜双眼猛地一闭，他想杀人呐！但之后秦君夜还是耐着最后一点性子，拿出一件完好的束胸给他重新穿上。江宁儿全程趴在床上一动不敢动，直到听到他关门出去的声音。哇，怎么就这么难呢？重新穿好了衣服，江宁儿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而才来到了老堂主龙渊的地方，真是劳烦掌门，这么晚了还要亲自到老夫这里来。老堂主腿脚不方便，我是晚辈，由我来寻您也是应该的。不知老堂主叫我来有何事？想必掌门也应该知道了，老夫想要跟瑶瑶说亲的事情。这个瑶瑶确实与我讲过，但是瑶瑶的意思似乎不太愿意呢。那个孩子有他自己的心思，我也明白。可他娘死得早，我这个当外公的总不能不替他操心终身大事啊！我一大把年纪了，也不知道还能陪他几年。掌门虽对他也照顾，可掌门你自己终究也要成家的，不可能无时无刻陪在他身边。但瑶瑶与我说，她不喜欢这门亲事，老堂主应该也不会希望瑶瑶嫁过去后不开心吧？自是不会。掌门您请过目。江宁儿接过龙渊递来的册子，上面写的是南方的庚帖瑜伽士。我粗略瞧着，对方条件好像还不错。对方是清河府的李家，与他爹也
也曾有过些交情。清河府的小儿子年岁18，为人谦和温润，小时候老夫也见过，是个不错的孩子。如此听来，也算是知根知底。可瑶瑶啊，现在是死活不肯跟对方见面，他就咬定不喜欢，这可怎么行啊？所以老堂主的意思是想我劝瑶瑶见一见。瑶瑶一贯都听掌门您的，过几日李家叔侄会到咱们这儿来，所以想掌门能不能跟瑶瑶一起见见他们。若他见了后仍旧不喜欢，老堂主可会逼他？自然不会，但他终究得跟鬼谷门外的男子多接触一下呀。这天，江宁儿一个人出了鬼谷门，魏瑶发现后，自是连忙偷偷跟上，结果跟到了镇上后，就不见离哥哥踪影了。奇怪，我刚刚还看到人是往这边走了的呀，怎么不见了？而此时，站在高树上的2个人才松了一口气儿。我们要偷情到什么时候？本王不想体会了。快了，朱雀堂和白虎堂的人都在回来的路上了，等人到齐了，我就可以给王爷您名分了。行吧，那本王就再忍2日，我们去市集逛逛。但瑶瑶一个人要不要紧啊？放心，黄雀会一直跟着他的。那走吧，我知道市集上有个小吃特别好吃，我带你去。2人使着轻功跃下高树后，黄雀才从暗处现身出来。他看着王爷和王妃2个甜蜜蜜的背影，心里无比的羡慕。黄雀双手抱胸，倚靠在树干上，遥望天空。老天哪，什么时候也给他赐个水灵灵的媳妇儿吧？他不想只当别人的爱情保安呢。不过感叹完之后，黄雀还是得继续干活，盯着每天插足王爷王妃之间的那个第三者，确保他今儿不会再打扰2位主子约会。可下一瞬看清他进了什么地方之后，他又是神色一震，个小姑娘家的进赌房干嘛呀？那不是李雨楼开的赌房吗？黄统领，您怎么来了？现在让你这里所有人都把衣服给我穿好了，男的都不许给我打赤膊，抽大烟的也都给我掐了，别弄得这里乌烟瘴气的。不是啊，黄统领，我这是赌坊，又不是妓馆，男人打个赤膊又怎么了？让你做你照做就是了，那么多话做什么？小胡子虽想不明白，但黄雀是楼主近旁的人，地位非同一般，他们都不敢得罪。将整个赌坊的人仪容仪表整顿好了之后，魏瑶一进来，黄雀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黄统领，您向来是不会来我们这边的，想必定是无事不登3宝殿，用意是这位姑娘吧？黄雀要保护魏瑶的安全，所以目不斜视地嗯了一声，算是回应，也没多想。结果小胡子却想差了，以为是他要追人姑娘，所以才特意如此的，于是一脸我懂的表情，就笑着先退下了。去安排些打手过来，等下佯装欺负那个小姑娘，好让我们黄统领上演一出英雄救美。赌博哪有拿药的？没钱就走，不跟你赌。我这个可不是普通的药，是鬼医江离的秘药，1颗可值1000金。只要把这药让你们喜欢的姑娘吃下，我保证那姑娘立刻就对你死心塌地的，非你不可。姑娘认的也是钱，是钱，谁会认你那个破药？你这药若是给男儿吃，也有此效吗？当然有。怎么样，小姑娘，你要不要跟我赌啊？魏瑶听过鬼医大名，觉得真有这种药的话，他倒是可以给黎哥哥试试。那黎哥哥不就非他不可，离不开他了吗？行，我跟你赌。一炷香后，魏瑶将所有的银子换成了轻便的银票，手上捏着一个方方的小盒，就一蹦一跳的出了赌房，准备回家了。刚出了镇子，踏进了鬼谷门范围的山路，突然一群蒙面人将魏瑶给团团围了起来。你们是什么人？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小姑娘想好好的，就赶紧把你手里的钱留下。什么叫此路是你开啊？这明明是我家的路。小姑娘好大的口气，看来得叫你知道厉害了，动手。几人拿着长刀就要朝魏瑶砍去，一道明黄的身影即刻就闪现到了他的面前，一脚将一个蒙面人给踹了出去。哎呦，可算来了，于是连连倒退，自己撞到了一棵树上，咬破血包之后呕出一口血来。黄雀见状还愣了一下，他没怎么用力啊。而后面其他的蒙面人也是纷纷朝着黄雀袭来，又轻而易举的就被黄雀给打败了。臭小子，你坏我们好事，你给我等着！黄雀抓了抓脑门，觉得这些蒙面人有些奇怪呀。姑娘，你没事？
结果魏瑶手持一个小瓶子，趁他一回头就对他眼睛滋的一顿乱喷。本姑娘什么兵器没摸过，别以为我看不出来，那些人的刀都没有开刃，你跟他们就是一伙的，你也是坏人。黄雀双眼又疼又辣，一下就看不见了。我不是坏人，我的眼睛，魏姑娘，魏瑶。黄雀拼命睁开眼睛，想要瞧见他跑走的方向，可无奈模模糊糊的，什么都看不清。但是分辨他的方位，大概是回鬼谷门了。魏瑶连连小跑，一直跑到了自己房间，将今日赢得的那颗药丸拿了出来。他开始琢磨着怎么把这药给黎哥哥吃下去。而另一边，秦君夜跟江宁儿也刚刚从外面回来，看到黄雀满眼通红。黄雀，你怎么了？王妃，你快帮我瞧瞧吧，我不知道被魏大小姐朝眼睛里喷了什么东西，洗半天都不好。三人来到了秦君夜的客房，江宁儿替黄雀检查眼睛。王妃，我不会瞎吧？没什么大事，瑶瑶给你喷的只是胡椒水，我等会儿给你一点药，擦了之后睡一晚就没问题了。听到只是胡椒水，黄雀这才松了口气。你在本王身边这么多年，本王都没瞧见过你如此狼狈的模样，没想到居然栽在一个小姑娘手里。你让本王说你什么好？王爷，那可不是普通小姑娘，那小白兔是长爪子的，她今日几个时辰可把你赌坊近1个月的进账都赚走了。哦，还有这种事？黄雀将今日跟着魏瑶的全部经过说了一遍之后，秦君夜倒是真的有些意外了。魏瑶还会赌术？瑶瑶不仅是会赌术，而且赌术高超。王爷可听说过江湖中有个被称之为千手菩萨的人？此人我知道，但是他在江湖中消失了多时了。我记得这个千手菩萨还有赌圣之称，他跟魏瑶有关系。千手菩萨跟魏瑶的爹娘是至交好友，把瑶瑶当伴侣来看，算是他干爹。起初是有一次他来鬼谷门中小住时陪瑶瑶玩，偶然发现瑶瑶耳力灵敏的惊人，便试着当做游戏教他听骰子。没想到瑶瑶在这块天资过人，最后尽得了这位千手菩萨的真传。那这位千手菩萨人呢？赌鬼哪有好下场的？听闻是有次在一艘赌船上，因为赢得太多了，被人嫉恨，暗害了后丢下海底喂鲨鱼了。幸好是这次有黄雀，否则他说不定就要被赌坊的人教训了。是属下职责所在。一日一早，朱雀堂堂主终于回到了鬼谷门内。江宁儿召集3位堂主开始商议，如今空缺出来的白虎堂堂主的位置该由谁来继任。讨论是从早上开始的，但时至接近夕阳西下，也不见结束。全哥来信说，白虎堂去赈灾的人在路上杀掉了3个官员。哦，哪3人？永安县巡抚和2个小官吏。永安县，那岂不是皇后的老家？没错，这个永安县的巡抚还是皇后娘娘的外戚。永安县正是漕运最重的一道关卡，也是老二掌握漕运经济的要点。鬼谷门这次也算是无意中斩掉了老二一条命脉了。他们可有露出什么马脚？杀人这事鬼谷门确实专业，下手都十分干脆利落。不过他们似乎刻意留下些线索，但是指向的都是古斯纳。消息前2日传回了京中，二皇子得知后气得从床上摔了下来，刚接好的腿说是又摔断了，又得多养些日子了。鬼谷门人勇猛有余，细致不足，叫我们的人都仔细些，一路跟他们把扫尾工作做好，定不要叫人察觉了。是，属下明白。对了，王爷，玄哥还在信里说，王爷你要他准备的事情已经弄好了。行，我知道了。黄雀刚离开房间不久，秦君夜的房门再次被敲响。秦六爷，我是大小姐的丫鬟云香，大小姐有请。魏瑶找他，这个邀约倒是让秦君夜挺意外的。他有时间不是该去黏着江宁儿吗？魏大小姐找我是有何事？奴婢不知，这个您要去亲自问小姐了。行，我同你去。而江宁儿与几个堂主商议了一整日了。走出议事大厅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他疲惫地捶了捶肩膀，本是想去找秦君夜，让他帮自己捏捏的，结果发现他房间里竟然没有人。奇怪，他去哪儿了？还说好了今天晚上在一起偷偷溜出去吃昨天晚上没吃到的那家铁板豆腐的。江宁儿晃了晃脑袋，决定先回去等他。刚回房，魏瑶就来了。李哥哥，你还没吃晚饭吧？我给你做了蟹黄豆腐羹。瑶瑶，你可太好了，我今天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这会儿正饿了。他接过魏瑶盛好的一碗蟹黄豆腐，糊了一碗就喝了下去。蟹黄咸香，豆腐滑嫩，实在是好喝的不行。刚放下碗，他就发现魏瑶用一种十分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怎么了？干嘛这样看着我？李哥哥喝完后再看我，有觉得什么不同吗？江宁儿先还觉得瑶瑶这话有些奇怪，但很快他发现变得奇怪的是他自己才对。这个季节应该还有些凉意的，但他怎么突然这么热呀？
林君夜被云香一路引往后山，走了一会儿，察觉到可能不太对劲儿，他立马把云香打晕后，就往江宁儿的房间里赶。等他推开房门时，魏瑶已经被江宁儿点了睡穴，昏睡了过去，而他则是瘫坐在桌上。宁儿，他连忙上前将江宁儿扶了起来，还以为他受伤了，可一靠近他就发现江宁儿的眼尾夹杂着一抹粉色，脸颊染着不正常的红。你该不会又中百媚香了？是瑶瑶给我下的药。什么？魏瑶居然给你下媚药？这就是那小丫头支开他的用意。夫君，江宁儿眼里蒙着一层雾水，攀着他的肩头就要吻他，帮我解药。秦君夜自然是知道这个药怎么个解法，看着他已经动情的眸子，他忍不住心里猛地颤了一下，他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等一下，你不愿意？当然不是，他想疯了好吗？而且这种事儿他根本就是在所不辞，哪会有不乐意的？你先忍一下，就抱起来往外走。你要带我去哪儿？我带你去个地方，这一次我说什么都不许再有人来打断了。江宁儿这才明白了他的用意，知道他是被前2次弄怕了，最后终于到了他说的地方之后，秦君夜，你有病是不是？这个老六居然把他带回了他们2个第一次的破庙里。上一次我什么都看不见，但这一次我想弥补回来。江宁儿听到这话，忍不住两眼一翻，要了命了，他这什么该死的仪式感呢？宁儿，你好美。这一夜很长，且有了爱意的加持，2人比第一次更加缠绵悱恻。等到江宁儿悠悠转醒，已经是4更天了。而让他没想到的是，此时的他已经不在破庙里了，而是正浸在一个十分舒适的温泉之中。醒了？我们现在在哪儿？你又带我到什么地方来了？没去哪儿，我们就在破庙旁边。什么？该不会温泉是你弄出来的吧？秦君夜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之前他让清玄暗中准备的就是此事。他拿了块糕点递到他嘴边，你先吃点东西，边吃我们边说。糕点又是哪来的？自是叫人送来的。什么？这里还有人？怕什么？有我在，我怎么可能叫旁人看到你这样？糕点是在我们来之前我就叫人备上的，我的人守在了翠微山的各个出入口，所以山上现在只有我们2人，没别人。难怪他说这次不会让人打断了，没想到竟然是直接封了山。如此，江宁儿松了一口气。第2天太阳高照的时候，魏瑶才睁开眼睛。小姐，不好了，出什么事了？小姐，清河府李家的叔侄俩要来了。什么？他们怎么来了？小姐，你怎么了？云香，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回到房里的？李哥哥送我回来的吗？奴婢也不知道啊，奴婢奉小姐的命令，本是把那个秦六爷引到了后山，却突然就晕了。再醒时，天都几更天了。我再回来，看到小姐已经安然的躺在床上，睡得正香呢。那李哥哥现在人呢？你快帮我去找他。李哥哥说过，这事他会给我撑腰的，他不会让我嫁的。掌门跟那个秦六爷好像是一起出去了，昨天一夜没回呢。居然一夜没回？魏瑶抓了抓脑门，有些失望。听起来那个药吃下之后，黎哥哥好像跟之前也没什么区别呀。这时有人传话，说是老堂主有事儿找他。魏瑶闻讯便赶紧换了身衣服，去到青龙堂见外公，想说一定得聚了这门亲。结果没想到李家叔侄竟是已经到了。哟，瑶瑶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成大姑娘了呀。瑶妹妹，真是好久不见了。但魏瑶看见这俩人，连忙躲到了外公的背后，连招呼都不想与这2人打一个。龙渊见状尴尬了一下，只能说魏瑶怕生，勉强寒暄了几句之后，就让人先上菜吃饭。李旭坐在魏瑶的身旁，时不时的给他夹个菜，想要与他示好，但魏瑶就像是全当没看见一样，低着头埋头干自己的饭，沉默寡言的，一点都不似往日活泼的模样。最后龙渊给叔侄2人安排了一个客房，便先让人送他们下去休息。外公为什么还要留他们住下来？瑶瑶啊，别人原来是客，你刚才的态度是不是有些太不讲礼貌了呀？李家怎么说也跟你爹娘是老交情，李二叔也算是你的师伯才是，李旭更是你师兄呢。外公，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嫁给李旭？我都说过我不喜欢他，你怎么就是不听呢？黎哥哥可是答应过我的，我若不喜欢就是可以不嫁。婚姻大事不可任性呢。外公瞧着那个李家世侄就很不错，人品端正，面容气质都不俗，你都不和人相处一下就说不喜欢了，这可怎么行啊？我有喜欢的人了，我喜欢的是黎哥哥，要嫁我也只嫁他。瑶瑶啊，我懂你的心思，可问题是掌门他只把你当妹妹呀。这怎么可能？
黄雀本是漫不经心地躺在树干上，翘着二郎腿，远远地关注着他们刚才吃饭的花厅。但瞧见魏瑶哭着跑走的背影，眉目紧锁。黄雀悄悄一路跟着，一跃上了他的房顶，然后掀开了一片瓦片，瞧着里面的动静。只见魏瑶坐在那儿，整个人哭得一抽一抽的，眼睛鼻子都哭红了，模样十分的可怜。看到这个场面，只觉得看到魏瑶哭，他也有些心烦意乱，想说怎么才能让他不哭呢？于是他想了想，飞身赶紧下了趟山。黄雀去山下买了些东西，再回去时正好看到魏瑶一脸黯然伤神的往外走，他没多想，即刻就跟了上去。魏瑶一路来到了山顶，黄雀本还奇怪他来这儿做什么，结果看到他朝着山下突然弯腰而下，黄雀第一反应就以为他要跳崖，惊慌的箭步而出。魏瑶，而魏瑶没想到这里还有人，被这声音吓了一跳。黄雀虽拦腰抱住了魏瑶，可二人脚下都踩了空，紧接着便一起掉了下去。二人的运气还不错，在摔下的过程中被一棵大树给兜了一下，这才不至于摔得太严重，但是还是都晕倒了片刻。魏瑶先醒了过来，就瞧见了近旁的少年郎，他愣了一下，很快就认出了这是那天假装英雄救美的人。你醒醒醒醒！被魏瑶用手指戳着轻摇了片刻后，黄雀终于悠悠转醒。魏瑶，你没事吧？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是秦六爷的下属，我叫黄雀，是秦六爷安排我跟着你保护你的。秦六爷他为什么要派人跟着我？黄雀以为魏瑶是为情所困，所以自杀，于是为了断了这小丫头轻生的念头，干脆什么都给她讲了。魏瑶，世间好男儿千千万，你真的没必要为了你的离哥哥而想不开，而且你离哥哥其实也不是你离哥哥，而应该是你离姐姐才是。你是说离哥哥其实是女子？他这次回鬼谷门，其实一是为了回来看你，二则是要告诉你她是女子这件事只杀于你们鬼谷门内，现在人还一直不齐，他准备等人齐时再一起宣告他。所以现在明白了吗？你离姐姐跟秦六爷其实是夫妻，你离姐姐把你当亲妹妹看待，所以我主子其实是你姐夫呀。魏瑶觉得这个真相来得有点料想不及，可再细细一想，好像一切都合理了。原来竟是这样，所以知道后你应该不难过了吧？难过？既然知道她是女子，我还有啥好难过的？而且我也早就接受了离哥哥不喜欢我的事实了。既然你放下了，那你还跑去自杀？谁说我要自杀了？我是眼睛哭肿了，觉得不好看，想去摘草药热敷一下，结果刚弯腰你就冲出来喊了我一声，这才吓得我失足的。黄雀闻言愣怔了片刻，搞半天原来是他误会了。那好吧，你没有想不开就行，那我们回去吧。魏瑶刚起身，脚踝就传来一阵剧痛，惊叫了声就跌坐了回去。怎么了？我好像脚崴了。上来吧，我背你。魏瑶小心翼翼地趴了上去，这女孩子好轻啊，以前她也背过负伤的兄弟，但跟此时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她身上似乎还有着甜甜的香气，像春日里的铃兰一样，十分的好闻。她突然一下就明白了王爷为什么老喜欢抱着王妃了，原来女孩子竟是这般香香软软的呀。二人走了一会儿，魏瑶耳尖微动了一下，似是听到了什么异响。等一下，前面好像有人来了。魏瑶拍着黄雀，让他赶紧找个地方隐匿起来。黄雀虽不明白为何要躲，但还是照做，带着魏瑶躲到了一个灌木丛后。等看清来人后，居然是李旭和他二叔。李旭是谁？清河府李家，是我的说亲对象。什么？这小白兔已经说亲了？黄雀侧头瞧去，就看到魏瑶趴在灌木丛后，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人看。不知为何，黄雀的心里莫名堵了一下。既然是你未婚夫，那要不我还是把你交他手上，让他送你回去吧。什么未婚夫？你别乱讲，是我外公硬要给我说的亲，我可没同意。没同意？那你现在这样偷看他是为什么？我是觉得奇怪，这里是鬼谷门后山，平日连我们门中人都不会来，他们两个来做什么？黄雀和魏瑶蹲守了一下，发现不仅是李家叔侄，竟还有一行黑衣人。没人跟着你们吧？大人放心吧，这里偏僻，我们出来时很小心，没人会注意我们。怎么样，李公子的事情还顺利吗？那个魏瑶根本不愿意搭理我，我们刚才来之前，我还特意想去再找他熟络一下，结果居然被他的丫鬟拦在了院外，说什么都不让我进。不就是个野人窝子里长大的臭丫头，居然还真他妈把自己当
当成大家小姐，他以为他算个什么东西？听到这话，黄雀不免露出诧异的神色。没想到我们李公子这种情场高手也有拿不下的女人呢。大人，我们今日刚来，还有时间可以跟那个魏大小姐多接触。是啊，还请大人再给我们一些时间。你们不用这么紧张，三皇子与二皇子那个蠢货可不同。三皇子行事向来缜密算谋，也不是这般心急的人。他叫我来，并非是斥责你们，而是要我来协助你们的。不知三皇子有何指示？你们也知，三皇子的用意是要让鬼谷门的力量能够为他所用，而现任的鬼谷掌门却不许鬼谷门参与皇室斗争，所以才将心思动在了前任掌门的独女身上。这位大小姐是在鬼谷门众人宠爱下长大的，她在鬼谷门众心里的地位可一点不会比这位只来了几年的新掌门差。再加她的外公还掌管着整个青龙堂，李公子若能成功娶了她，叫她对你言听计从，到时候再有三皇子在背后推波助澜，推翻现任掌门，由李公子这个姑爷继任掌门之位，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且我还有消息得知，这个魏大小姐前几日去了永州赌街，据说赌术惊人。李公子将来哪怕只是虚情假意的哄着骗着，让他替你赌几把，那大把的银子还不是如雪花一样的飘来。那个龙渊对我倒是很满意，可就是这个魏瑶，你对他温柔小意吧，他却净给你白眼。小爷我降服的女人没有100优50了，还从未见过如此不识抬举的女子。我倒有一计，既然他不喜谦谦君子，咱们给他来个英雄救美如何？英雄救美？我的人可以偷偷将他从鬼谷门里劫出来，到时候再让李公子前去营救，之后你只需要想法子跟他待上一夜不归，到时候孤男寡女在外共处过一宿，为保女子名声，他外公一定马上就会应下这门亲事，甚至巴不得你快些娶她呢。此计甚好，旭儿，咱们就这么干。没错，到时候不管他喜不喜欢，他想不嫁给我都不行了。黄雀将一切听了进去，不自觉的就捏紧了拳头，机关禽兽。他没想到，居然还真有人故意做局，用英雄救美诓骗女孩子信任的人，简直是卑鄙无耻。幸好他们现在发现了，不然魏瑶真被这种人渣骗去了，那还得了。惊蛰之际，天空一阵震耳欲聋的春雷响起，过目从后的二人听得正认真时，草丛耸动了一下，钻出一条被雷声惊得乱窜的青花大蛇。有蛇！什么人在那儿？黄雀此时顾不上什么难得不难得了，整个横抱了起来，脚尖一点，迅速带着他离开。确定没有人跟来以后，黄雀才停了下来。他第一反应就是想把抱着的魏瑶放下来。没有事了，你别怕。真的吗？真的，我不会骗你的。黄雀将他放了下来。上次你遇山匪围剿都不见你害怕，没想到你居然会怕蛇。我最怕的就是蛇了。见魏瑶还是一脸有些惊魂未定的样子，黄雀从怀里拿出他先前去山下给他买的那包东西，吃一颗压压惊。是唐山楂，你身上怎么会带着这个？你也喜欢吃吗？我怕酸，我从来不吃山楂，这是专门给你买的。你今日不是在屋子里哭了好久吗？那日你去赌坊，我瞧你除了赌钱，唯一就买了这个，想着你应该喜欢。我本来是准备偷偷放你房间桌上的，结果看你出门，这才跟着你去了山顶。原来那天你跟着我就是为了保护我，我还以为你是赌徒，是图我的钱呢。魏瑶，你以后千万别再去赌坊露面了，你刚也听见了，你的赌术很容易给你带来麻烦。我记得了，以后我再也不会去了。黄雀看到他这么乖巧的样子，忍不住摸了摸他的脑袋。小白兔其实还蛮听话的嘛。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个李旭有问题？也不算知道，就是隐隐觉得他一定不是个温柔的人，但我喜欢对我温柔的人，所以我不喜欢他。你怎么看出来的？我听他们刚才说李旭不是对你很温和吗？我对李旭有阴影。我父母跟他家有些交情，小时候我见过他，那个时候我们一起玩时捡到一只流浪猫，我就是信了他一脸温和有礼的样子，把小猫交给他照顾，结果被我在门缝里瞧见，他很开心的把那只猫虐杀掉了。虽然那个时候我只有4岁，但那个画面就一直留在我脑袋里。后来我与爹娘说，可他们都说他是个谦和有礼的孩子，还说定是我看错了。所以在得知外公说亲的居然是李旭时，魏瑶就生怕外公被那家伙的外表给骗了。我装病把黎哥，不是李姐姐叫回来，也是因为我觉得李姐姐见多识广又精明，一定能看破她的伪装。只是没想到她真是比小时候更恶心了。不过他们刚才的话我有些听不懂，他们说的三皇子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鬼谷门的力量？你就这样想，三皇子就是个毒蛇一样的人。那得想法子把这个事情赶紧告诉李姐姐才行。没错，上来吧。黄雀再次背对他蹲下，示意他趴上来，好赶紧带他回去。结果魏瑶不急着让他背，而是拿出一颗唐山楂递到了黄雀嘴边。
你也吃点东西，补充一点糖分再背我吧。回去的路还有好远呢。李姐姐教我的，说是运动量大的话，可以补充一点糖分，才会有能量。不了，我实在不喜欢吃酸的。糖山楂一点都不酸的，黄雀哥哥，你就试一颗嘛。这一声娇滴滴的黄雀哥哥，叫得黄雀半个身子都麻了，他抵抗不了，只能强忍着对酸味的不喜，眯缝着眼吃下。结果几口之后发现，居然真的还好。怎么样，好吃吗？是不是不酸？黄雀看到他笑得那么高兴的样子，顺着他的话点了点头。其实多少还是有些酸味的，只不过他笑起来的样子可以甜过一切。电闪雷鸣，大雨开始倾盆而下。江宁儿焦急道：“怎么样，找到人了吗？”我们把整个鬼谷门都找遍了，到处都找不见瑶瑶。还有今日刚到的那个清河府的李家树之二人，说是也找不见人了。瑶瑶不会是跟那个李旭在一起吧？先别急，黄雀也寻不到了。我猜他定是跟着魏瑶的，只是他们现在或许是被大雨困住了，一时回不来而已。是啊，掌门，黄雀小兄弟虽然年轻，但身手非凡。如果有他在瑶瑶身边守，瑶瑶应该是安全的。后山呢？后山你们可去找过？但后山什么也没有啊，荒郊野岭的，瑶瑶去那做什么呢？管他做什么呢？既然没找过，就去好好找一找。既然正门的人说没看到瑶瑶出去过，那瑶瑶就只有可能还在山上。但是后山那么大，掌门，我们要去哪个方向找啊？叫所有兄弟们兵分几路，先找了再说。龙渊找来时，正好听到最后几句话：“掌门，让老夫跟你们一起去吧。”老堂主，你本就腿脚不好，后山路陡，你就在门内等我们消息吧。我就剩瑶瑶这个孙女儿了，是我不好，非逼着她说亲，她定是气我才跑出去的。掌门，你就让老夫跟你们一起去吧。否则我这颗心哪里能够安定的下来呀？那老堂主，你跟我一路，孙玉，你跟其他兄弟再分几路。我跟你一起，等雨小些，黄雀定会跟我放信号弹。好，我们现在就去后山。正如他们所想，黄雀和魏瑶确实是在回来的路上被大雨给困住，二人只得先寻了个山洞避一避雨。还冷吗？我其实没怎么淋到雨，倒是黄雀哥哥，你为了护着我，你都淋湿了，你不冷吗？你也坐过来一些啊，别坐在风口处，我在我这边呢。你坐那么远，你烤得着吗？我们还是离远些好，你还没嫁人呢，男女授受不亲，传出去我怕对你名声不好。你都背着我走了一路了，还跟我谈男女授受不亲？你不知道江湖儿女不拘小节的吗？你还是拘一下比较好。我是怕你一直这样湿着会感冒的。我没关系，我不冷。魏瑶一脸的我没说错吧那表情看着他，黄雀吸了吸鼻子，想着他要是真感冒的话，等雨停怕会没力气背魏瑶回去，于是他起身就朝外面走。哎，黄雀哥哥，你去哪儿？外面下大雨呢。我记得来的路上瞧见过有个石缝里有草药，以前我们在外淋雨时都是吃那个草药，就可以防止风寒。我去摘些回来。黄雀从腰间拿出一个东西丢给魏瑶，这是信号弹，不过被雨淋湿了，你帮我放进旁边烘一下。等信号弹能用了，我就给烈月发信。你李姐定担心你呢。那你快去快回哦。放心，我很快就回来，你就在这里别乱跑。说着，黄雀迅速离开了山洞。魏瑶抱着双臂蜷缩在火堆旁，如今已经子时，他的困意开始渐渐袭来。他小眯了片刻后，听到有声响，瞬间清醒了几分，是黄雀回来了。可很快，他耳尖微动了一下，听出脚步声不对，听声音并不是只有一个人。这该死的雨怎么说下就下？正好有个山洞，咱们先躲一下，等雨停了再走。魏瑶听见的声音，整个人一惊，这不是黄雀，而是李旭和那个黑衣人首领的声音。魏瑶，瑶瑶，我们可算是找到你了。不知道你外公都急疯了，我跟你旭哥哥知道你不见了后，就赶紧找了些朋友一起来找你。是啊，瑶瑶妹妹，我找你找的好苦啊！快跟我们走吧，我们送你回家。你们别过来，你们是想害我，你们不是好人。魏瑶无助地看着山洞外的一片黑暗，心里不住地喊着：黄雀哥哥，你快回来啊！瑶瑶妹妹，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虽还未正式成亲，但我这次就是来上门提亲的呀。虽然还差些礼仪，但我们已经交换过庚帖了呀。我基本就是你的未婚夫了，夫君又怎么会害你呢？李旭，你少装了！你想娶我是为了想要鬼谷门掌门的位置，你想要鬼谷门去帮三皇子那个毒蛇，我告诉你不可能，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刚才灌木丛后的人，莫非就是你？魏瑶心道，糟了，拔腿就想跑，抓住他，绝不能让他跑了。既然已经
被他知道了，那就干脆直接挟持了他，一样可以拿住鬼谷门。他趁机赶紧拉动了黄雀留给他的那个信号弹，咻的一声，白色的烟火直朝山洞外而去。臭丫头！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将他扯了回来，反手就给了他重重一巴掌，将他打翻在地。别过来，别过来！臭婊子，敬酒不吃，那小爷我就让你好好的尝尝罚酒。李旭拉着脚腕就要将魏瑶扯回来，魏瑶挣扎着，却根本不是一个高大男人的对手。李旭将魏瑶钳制在身下，啪的又是一巴掌，魏瑶嘴角直接开始渗出血来。他被这两下打得脑仁嗡嗡直响，瞬间丧失了反抗的能力。但李旭还在狞笑着，抓起魏瑶的衣领，把她从地上拎起来，还想再抡她一下。一支乌金长剑划破长空，直接将李旭扬起的那只手掌刺透，并将其一下钉在了山壁之上。魏瑶，黄雀一身湿漉漉直冲而来，将魏瑶扶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对不起，魏瑶。黄雀哥哥。这一哭让黄雀整个心境彻底崩了。他猛地起身，将剑拔出后，一脚就将李旭踹得撞到了山壁上。哪里来的臭小子，都给我上！杀了他，我们都得死！数个黑衣人奋拥而上，黄雀一人抵之。他的剑术虽比不得秦君夜的强劲，却异常迅捷。紧接着，黑衣人一个个的倒下。趁着黄雀专心打斗之际，李家二叔赶紧将李旭搀扶起来，带着他先行离开，终于将最后一个黑衣人也消灭。黄雀身上已经不知道沾染了多少血腥。他本想去追李家叔侄，黄雀哥哥，你别走，不要再走了。这一声让黄雀迅速丢了剑，就朝魏瑶跑去。他刚蹲下，魏瑶就一把扑上来，抱住了他。我身上都是血，我会弄脏你的。但魏瑶不听，只是抱他抱得更紧了。是我不好，我不该离开他，但现在已经没事了，你别怕。你别走，别再留我一个人了。我不走，我不走，我就在这守着你，我哪里也不去了。另一边，魏瑶的那枚信号弹虽然时间很短，但还是被秦君夜敏锐地捕捉到。他们一行人朝着刚才出现短暂光亮的地方寻去，正好遇上了互相搀扶着跌撞而来的李家叔侄。你们二位怎么会在这里啊？还有李旭，你的手怎么了？老堂主，你们家瑶瑶遇到了山贼，我侄儿要保护她，但是我们毕竟只是个文人，实在不敌，我正要去找你们帮忙呢。是，看到你们就太好了。老堂主，快别耽搁了，快去救瑶瑶，他们就在前面的山洞里，去晚了恐怕瑶瑶要出事啊。龙渊闻言，当下便顾不上管李家叔侄二人，连忙带着人马上前准备去对付山贼。而江宁儿和秦君夜瞧见李旭红着的眼和手掌上的伤后，都觉出一丝奇怪。你不用跟，盯着李家二人就行，别让他们两个离开鬼谷门境内。然后才与秦君夜快步跟上了龙渊人马的步伐。好不容易到了山洞，看到满地的尸体，龙渊面容大震，紧接着里面就传出魏瑶和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可是我真的好疼啊！这个疼都是避免不了的，你稍微忍一下，一会儿就过去了。你轻点啊！好，我轻点，但是你别乱动啊，你一动我就找不准位置了。龙渊听着里面的对话，忍不住开始想入非非，更是气得握紧了自己的龙头杖，直接冲了进去。黄雀迅速将他刚才被李旭打得摔在地上错位的脚骨掰正。这时江宁儿和秦君夜也刚刚赶来，就看到龙渊一杖直接狠狠打在了黄雀的脑袋上，黄雀应声就倒在了魏瑶身上。我去，黄雀！黄雀哥哥，老堂主，他是我的人，不是山贼。什么？见黄雀倒地后，怎么叫都没有反应了。李姐姐，你一定要救黄雀哥哥呀！江宁儿微微愣了一下，奇怪，本是属于他的哥哥称谓，怎么一日之间就转移到黄雀身上去了？不过现在救黄雀要紧，他探了探黄雀的脉象，快，诺夫担架来，赶紧把黄雀先送回去。惊雷过去，大雨也停了下来。江宁儿推开房门出来时，魏瑶急忙问：黄雀哥哥如何了？不太好，他身上有伤，又淋了雨，伤口有些感染。不过这些还都是小事，最要紧的还是老堂主的那一棍子伤了脑子，恐是难行。哎呀，老堂主你也真是的，下手前也得看个清楚呀。黄雀小兄弟年少有为，怕是要断送在你这一棍子上面了。是老夫的不是啊，是老夫的错呀。掌门，你可定要救这个小兄弟啊！只要能救他，让老夫做什么都可以。是啊，李姐姐，
黄雀哥哥现在这样，完全是因为我也愿意对黄雀哥哥负责。我已经尽我全力了，但你外公这棍子实在太狠。我虽能保住黄雀性命，但他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有呼吸但只能躺着的活死人了。真的没法子让他醒过来吗？江宁儿两眼望青天，做无奈状。我也没有呢，所以这样，瑶瑶你也愿意对黄雀负责吗？我愿意，他要是不行，我就照顾他一辈子。瑶瑶，你可知道照顾他一辈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是不嫁他，怕是没人敢娶你喽。不娶就不娶，就外公想我嫁的那些人，我一个都不喜欢，他们都没黄雀哥哥对我好。江湖中人要讲一个义字，小黄兄弟若真是一直不行，那我们爷孙二人也确实有责任照顾他这一生，但还是希望掌门能够想想法子。老夫实在不想他这般的英雄少年就此损在我手上啊。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我也再想想法子好了。江宁儿重新回到了客房，秦君夜正坐在黄雀的床边。黄雀当真这么严重？当然没有，黄雀壮得跟牛似的，身体好着呢，他就是太累了，可能需要好好睡上1、2日恢复一下，之后就无大碍了。那你为何那样与他们讲？原因之一，自是为了让老堂主知道自己执意以为是为了瑶瑶好，而给他说不喜欢的亲，这是有多错误。原因之二嘛，也是试探一下瑶瑶的态度。王爷，我们家瑶瑶刚才都说了，愿意对黄雀负责一辈子的，那你们家黄雀呢？这话何意？我可是听瑶瑶说过了，黄雀背过她，抱过她，还给她正脚，两人算是共处一夜，且有一定的肌肤之亲了，黄雀不得也负点责？但你确定他们两个有这个意思？你该知道，魏瑶喜欢的是你。那是之前，她现在都喊我李姐姐了，自是知道我的身份了，而我这个做姐姐的，自然不能让妹妹吃亏，是不是？我自是没异议，但你还是得看黄雀他们的意思。说黄雀无意的话，我也没法逼他。这事确实得等黄雀醒来后，跟他好好谈一谈才行。二人说话间，外面来报，说是把逃走的李家叔侄已经抓回来了。不过李家二叔在逃跑中自己慌乱摔下，撞了山石死掉了，只运回来了尸体，活着的只有李旭一人。江宁儿疾步走到关押李旭的地牢后，二话没说，直接朝李旭的胸口一脚踹了过去。说你是哪只手碰的瑶瑶？我没有，不是我上的他，是那些黑衣人，不是我。不说是吧？江宁儿袖中古刀一出，手起刀落，直接将李旭双手齐腕砍下。别杀我！别杀我！我爹当初可是救过魏瑶父亲性命的。你们江湖中人不是最讲道义的吗？你们要是杀我，鬼谷门就是不仁不义，所以你不能这样对我。哼，真是亏得李公子居然还有脸把你爹搬出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记恨你爹把家族之位传给你大哥，便联合你二叔密谋将你大哥杀害，又将你爹毒害的至今都昏迷不醒，这才夺得了家产。但你成了继承人后，却挥霍无度，沉迷声色，几乎要将家底败空。你爹当年确实是个人物，却没想到本也久负盛名的清河府李家，最后落到你这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手上。放心，像你这种人，直接杀了你都是便宜你了。来人，把他给我关进蜀牢，关够3天3夜，再把他丢出鬼谷门境外。蜀牢，光听名字，李旭都能想象得到是什么样子的地方。不要，掌门，你放过我吧，放过我，我再也不敢了。但可惜江宁儿是个护短且不讲道理的人。等到黄雀醒来，已经是2日后了。他迷蒙着，刚睁开眼，就看到魏瑶趴在他床边正安睡着。他惊了一下，完全没有想到醒来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他。魏瑶的脸已经看不出被打的痕迹，但是嘴角还有着淡淡的轻呼。他忍不住用手指轻抚了一下魏瑶的嘴角。魏瑶感觉到异样，很快就睫毛轻颤着醒了过来。太好了，你真的醒了，我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魏瑶一激动，忍不住抱上了他。与此同时，江宁儿算准了黄雀醒来的时间，早就准备好了药，跟秦君夜一起来看他。结果一推开门，就看到了2人相拥的画面。醒了，先喝药吧，我来喂他。黄雀这才明白，当初王爷为什么要装虚弱，让王妃喂药了。看到魏瑶拿着汤勺凑近他嘴边，他也很想不要脸的装作自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被2个主子这
样看着，他实在是有些遭不住，还是从魏瑶的手里夺过碗来。我还是自己喝吧。二话不说就一口闷了下去。天哪，这个药也太苦了吧！我还从未喝过这么苦的药。良药苦口，里面可是放了老堂主本来准备留给自己养老的一株千年人参。黄雀一听，居然有千年人参，那大补啊！连忙又端起碗，把剩下的一点药渣也吞了下去。魏瑶拿出一颗唐山楂，递到他嘴边。压一压苦。黄雀没多想，张嘴就咬下去了。结果太着急，他不小心含住了魏瑶的一小截手指，还轻咬了一下。这一下不疼，但却是魏瑶从未有过的感觉，整个人顿时如被电击一样，迅速红着脸把手收了回来。我不是故意的，快给我看看。黄雀将他手抓了过来，瞧了瞧，发现还好没把他咬伤，这才松了口气。一旁的江宁儿看到这一幕，笑得那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真是万万没想到啊！晋王府里除了秦君夜，第二个脱单的男人居然会是年纪最小的黄雀。看着他跟魏瑶在一起时，却发现两个人其实还挺般配的。魏瑶清新可爱的像春日里的铃兰，黄雀则朝气蓬勃如旭日里的暖阳，二人都是青涩懵懂的年纪，小小的接触就让人怦然心动。这2日鬼谷门已经聚齐，江宁儿也将自己是女儿身的身份告诉了所有人。她跟秦君夜是晋王和晋王妃夫人的事情，单独跟几个堂主还有魏瑶说了一下，并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她现在已经是女装在门内游走了。王爷，你说我们还去江南吗？黄雀虽醒了，但是怕还得养上10天半个月才能恢复呢。怎么，你想爽约？我不爱了，我可以。你们2个要去江南就自己去嘛，干嘛非要带上黄雀哥哥？他有伤，也没办法行使护卫之责啊。瑶瑶，你前些日子可不是这样讲的，你之前还要我带你一起呢，现在都不留我了不说，还想赶我走，你这可太伤我的心了。前些日子我不知道你们是夫妻啊，要早知道我才不在中间插一脚呢。但黄雀哥哥要是现在这样跟着你们，肯定没法好好休养的。姐夫，你就让黄雀哥哥留下来，就当……你刚才叫我什么？姐夫，姐夫，世界上最好的姐夫。你看你这个当姐夫的，这次也没给我带什么见面礼，你就把黄雀哥哥留给我几天，当做给我的见面礼好不好？既然如此，黄雀呢这阵子也就留在鬼谷门，当一当本王的见面礼吧。王爷，您不会是不要我了吧？本王是要你留下来保护魏大小姐安危，直到我们从江南回来。你既然不愿意，本王换千明来就是。你给我滚回王府养伤去。不，我愿意，我愿意，属下遵命。稍微又休整了2日，江宁儿和秦君夜也终于要离开鬼谷门，去往江南。没了黄雀，他的职责自然要有人顶上，就换了千明来。千明将2个主子的东西放到马车上后，便跟前来送行的黄雀和孙玉打招呼。脸色这么难看，你这次真伤这么重？所以我才要你来啊！你可替我尽好护卫之责。放心，交给我吧。我听说王妃还有个妹妹，怎么没见人过来送送？你要见王妃妹妹做什么？这不是老看主子撒狗粮，也想有点盼头吗？黄雀眼角抽了抽，虽知道千明说的不过就是他们平日兄弟间关系好的玩笑话，但现在一听，黄雀就忍不住踹了千明一脚。快走，别让主子等你。总觉得黄雀这脚怎么不像玩笑啊，倒是带着些真情实感。不过他也没有多想，冲黄雀挥了挥手，就坐上了马车，拉起缰绳。马车缓缓朝着江南行进。离开了鬼谷门后，2人的蜜月之旅才算真正的开始。3日后，达达的马蹄到达了小桥流水、四季如春、烟火气息鼎盛的江南。秦君夜在路上就早就让人准备好了一处江南别院。不能想点别的吗？不行，你刚才那般撩拨我，就该想到要还的。但现在还是白天呀。秦君夜进屋之后，用脚将门踢着一关。那我们就一直到晚上。你这次温柔点。为父遵命。2人进屋时，晌午刚过，等江宁儿小睡了一下，天色已经暗下。腰还疼吗？江宁儿没说话，许是开始有经验了。这次她又很温柔，不像前几次那般没有章法了，并没有弄疼她。我肚子饿了，那让小厨房给你弄点吃食。反正时间还早，我也睡不着了，不如我们去街上买点小食，然后去听夜戏吧。听说这里有个水上夜戏，咱们还没去过呢。行，都依你的。江南不似京中夜里有严格的宵禁，所以夜生活格外的丰富多彩。江宁儿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欣赏着对面
戏台上的演绎，眉毛越拧越紧。怎么听个戏还听出脾气来了？这个王家小姐是不是没脑子？张生都那样对她了，她还要等？她等个屁呀！张生明明都答应了一定会娶人家的，结果自己老娘说了几句什么门不当户不对，他转头就去娶别家姑娘了。对付这种负心汉，就应该先阉后割，割完再阉，反复鞭尸。我要是这王家小姐，一定把这张生头给压拧断。什么破编剧，会不会写戏文呀？真是气死我了，还不如我来写呢。那如果你来写，你会让这个王家小姐如何？如果是我来写的话，张生的娘亲拿钱砸他，说让他离开自己儿子的时候，我就会直接把钱拿走。不仅拿走，我甚至还要讽刺张生的娘亲说，你儿子就值这么一点钱，然后用张生不可告人的小秘密跟张生娘亲讲价，让他多加点。拿到钱，然后呢？然后王家小姐就有启动资金了。既然她心灵手巧，善做衣裳，那就开个服装店呀。先找10来个又大又白的小姐姐，穿着她做的衣服，就开始在街上走秀。大家看着效果好就会买，这家店的生意就能慢慢做起来。之后就开第2家、第3家，最终目标就是7国连锁。店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维多利亚的秘密。维什么咪？没错，简称就叫维咪。从此我就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拥有100万财产，成为成功人士。闲得无聊了，再钱养他18个男宠，每天霸总、奶狗、年下忠犬换着来。至于那个什么狗屁张生，让他去死好了，死渣男，别来沾边儿。哦，还18个男宠。江宁儿沉浸在自己的想象当中，完全没有发现秦君夜眼神里的变化。18个好像是有点多哈，那就5个好啦。1周7天，得给自己留个周末休息一下。哎呀，王爷，你干嘛打我呀？看不出来爱妃身体还挺好，1周可以有5天，看来我们以后也可以按这个进度来。我是说的王家小姐，不是说我啦，戏文而已，你别当真呀。是吗？但我看爱妃刚才说的那么认真，后面的自称都是我了，恐怕这种生活是你的心之所向吧？江宁儿心虚地笑了笑，这种生活确实是他以前的心之所向。你还真的想过养男宠？哎呀，那是认识王爷你之前异想天开嘛，认识王爷之后，我就只想过养王爷一个人。其实我第一次睡王爷时就动过念头，觉得要是能把你拖回去当我的男人就好了。那你怎么没行动？我怎么行动呀？王爷你是不记得你第一次见我时有多凶了吗？也就是我那个时候有足够的色心壮胆，不然我才不敢睡你呢。那现在呢？现在我哪敢呀，而且我心里满满的都只有王爷一个人，放不下别人了。谅你也不敢。二人打闹间，台上张生与王家小姐的这出戏已经落幕。坐在二人不远处的一桌老戏迷，这出戏看了这么些年了，还是当年夜莺演的王家小姐最为传神。是啊，当年夜莺一哭，真的我心都在颤呐，至今我都还能记得呢。哎呀，只可惜呀，自从18年前她被带走之后，就再没有一个人演得出王家小姐的那副我见犹怜的劲儿喽。江宁儿听着几个人说的，心里表示赞同。他也觉得刚才这个王家小姐的演技差点火候，于是他也凑过去问了句：几位老先生说的夜莺是谁呀？小姑娘，你一看就不是本地人吧？居然连夜莺都不知道啊！可是我们江南红极一时的大花旦，当时多少人重金就盼着看他一出戏，多少公子守在后台就想抚一抚他的衣角呢。那他这么红，怎么不唱了？你们说他18年前被带走了，他去哪儿了？他呀，被个京城的大官看中，带到京城去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年那个京城来的大官出手可阔绰了，送的花送的礼，足以把我们现在这些座位都给占满了。哇，这么大方！他那个时候还时常包场，就让叶莺演给他一人看，那几日我们都进不来呢。你说的这个我有印象，当时我们这里街头巷尾都是在议论此事。我记得当初啊，赌方甚至有赌局就下注说这个大官到底能不能把夜莺给拿下。我当时还下注说不会，结果赔了我1两银子呢。
先生，你都说那大官这么大手笔了，你怎么还压不会啊？哎呀，那是你不知道其中的缘由。我们这些老戏骨天天在这戏房里，他们的一些关系啊，我们摸得可清楚了。夜莺可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师兄。江宁儿两眼放光，哦了一声，哎呦，还有三角恋啊，这有意思有意思啊！哎，当时我也是在赌，夜莺到底是眷念这多年情分，还是会更盼望京城中的富贵荣华。哎呀，但可惜呀，不过1个月的时间，夜莺在这种糖衣炮弹之下，就跟那个金钟大官去京城了，就此隐退。哎呀，若他留在江南，就算不是跟他青梅竹马的师兄，以他在我们这儿的名望和那么多的追慕者，在江南商户，绝对是有可能成为大户人家的正妻的。是啊，但在京城那种门第强烈的地方，以他戏子的身份，顶多就是个妾了。也不知夜莺现在如何了，可有后悔当年的抉择呀？那个京中大官姓什么呀？几位老先生可还记得？好像是姓江，我之前听到夜莺这么喊他来着，就是不知是江湖的江还是生姜的姜。江宁儿带着疑问又窝回了秦君夜怀里。京中有姓江的官员吗？江湖的江没有，生姜的姜倒是有一个。谁啊？干什么的？我见过吗？你姓什么呀？我姓……我靠，不会是我那个渣爹吧？这还真是吃瓜吃到了自己头上呢。所以极有可能当年在这儿一掷千金博红颜的就是江映初。有可能，但也不一定。18年前的话，江家倒是还有一子。看到江宁儿一脸的茫然，秦君夜失笑：你自己家的事，你竟全然不知？我那么小就被他们丢去义庄，如果不是替嫁，我本来是准备这辈子都不会再与沛国公府有往来的，自然也没兴趣去打听过他们。但听王爷你这么说，我其实还有叔伯。没错，如今的国公爷其实只是次子，江家当年还有一个十分了得的大公子。既然沛国公府当年有不止一个儿子的话，我爷爷就是脑子被门夹了，还是被下降头了，居然会把国公的爵位传给我那个屁用没有的渣爹。我那时也还小，知道的不算多，只偶有听闻当年这位江家大公子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国公世袭爵位也本来属于他来继承，只可惜也就是差不多17年前的时候，他在一次战役中担当主帅，仗虽然打赢了，但他却死在了前线。老国公伤心过度，在得知消息的当下就中风惊厥了过去，半年后撒手人寰。所以江映初其实就是走了个狗屎运呢，什么都没做，结果爵位直接砸自己头上了，他也运气太好了。现在看来确实是运气很好，老国公是天楚开国3大功臣之一，颇受祖父重视。那位大公子也是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据说当时在整个天楚国都是数1数2的大才子。当年的沛国公府在京城可以说是风头无2，只可惜天妒英才，最后由你父亲接手，沛国公府才会是现在这种样子。但听你这么说，我那个大伯既然这么厉害，也不太像是会跑江南来大费周章泡妞的人呀。江宁儿觉得这种事情就很像是江映初会干的事儿。听了2场戏后，江宁儿便困了，靠在秦君夜的肩上便睡着了。秦君夜招了招手，本在暗处的千明就赶紧上前来，让马车停到西房门前来。是。出来时，江宁儿说想看夜景，便没有坐马车。表姐，这就是我们这最出名的戏坊了，你等下可要好好瞧瞧。真是有劳表妹这几天一直陪着我了，我瞧着江南富庶又热闹，若不是怕爹爹担心，我真想来了就不走了呢。表姐若是喜欢，日后常来就是了，都是自家姐妹。说话的2个小姐便是江南巡抚于大人的幼女于心媛和跑来江南避避风头的林月寻。她与于心媛互相寒暄着，就走到了看台来，正好看到了秦君夜抱起江宁儿从另一边楼梯下去。你快瞧瞧，是本小姐眼花了吗？那个男人抱着的可是江宁儿。丫鬟在宫中跟她一起落的水，对江宁儿也是印象深刻。好像是晋王妃，但又好像不是。
快跟上去，看是不是江宁儿，看他们去哪，快去！是。丫鬟赶紧朝着二人离开的方向跟去。表姐，这是瞧见熟人了？表妹可还记得我与你说过的那个靖王妃？我刚才好像瞧见她了。什么？靖王妃也在江南？但她一个王妃若是来了，我爹爹作为江南巡抚，怎么会不知呢？自是因为她不是光明正大来的。我跟你说，这个靖王妃可是个狠角色，小小年纪，但狐媚的功夫比你们妓院里的头牌都还厉害。我之前就瞧见她与别的男人私会，二人在船上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刚才我又瞧见那个男人抱着她离开呢。表姐，你是说这个靖王妃偷人，还偷到江南来了？她胆子也太大了吧？江宁儿这人何止是大胆，她向来目中无人，狂妄自大。我看啊，她定是趁着靖王不在荆州，偷跑来江南跟他的野男人苟合。但我不是听闻靖王残暴不仁，怎会容忍他如此？所以我才说他媚男功夫了得啊！如今连靖王可都被他迷得团团转呢。你是不知，我曾当面向靖王揭发过江宁儿偷人，结果靖王不信，甚至还说是我污蔑，就甘愿当只绿王吧。你说气人不气人？天啊，靖王怎是这般愚蠢之人？真是可笑至极。追去的丫鬟回来了，如何？瞧见了？小姐，他们二人走得很快，回一处戏坊就不见人了。但我刚刚远远瞧见了男人怀中的人脸，确实是靖王妃没错。我就说嘛，果然是他。既然是偷情，哪还会光明正大的在街上慢慢走的？自然是跑得飞快，定不会叫人轻易跟上的。没错，这次江宁儿既然被我再次撞到了他红杏出墙，一定是天意，要让我惩治这个贱人。表妹，你可有法子找到他们的落脚处在哪？表姐放心，只要他们是在江南，那可就是我爹爹的地盘。翌日到了要给秦君夜解毒的日子，江宁儿正在屋子里检查着解毒要用的一应物品，窗台外传来一声清冽的喵的声音。他转了转眸，就离开了房间，退身到了别院里的一块僻静小竹林里，瞧了一圈，确定没人之后，明朝没多久，一只蓝眼黑猫从墙外一跃而入，引进了竹林。再出来时，便是一身黑衣的蓝眼少年。老大，东西呢？明朝拿出一个小盒子，放进他掌心，跟我想象的一样，不错不错。老大，这是要给靖王爷的吗？是啊，他生辰怎么能没有生辰礼物呢？但愿他会喜欢吧。明朝是他最信赖的小跟班，也是少有知道他所有身份的人。哎，对了，老大，你这次回江南了，那个于大人你还看着吗？哪个于大人？你忘了？就是那个头疾严重的江南巡抚于大人啊。每年你这个时候回江南，就顺便给他扎两针的。哦，我好像记起来了。今年我是过来度蜜月的，谁我都不看诊，到时候替我拿几颗药给他就是了。叮嘱他，今年烟火节定在7日后就行。与此同时的另一边，秦君夜也跟千明商议着他的秘密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王爷交代的事情，属下已经吩咐下去了，准备的差不多了。那就好。秦君夜想着他筹谋的事情，眼底带着淡笑。但愿宁儿会喜欢。不过王爷，昨夜您跟王妃乘马车回来的时候，似乎有什么人企图跟随，不过被我们给甩掉了。今日听闻江南巡抚还加大了巡防力度，似是在找什么人。江南巡抚是三皇子的舅舅，属下担心会不会是三皇子授意在找王爷你。他们不知本王面具下的容貌，应该不会是找我。不过你还是扫好尾，不管他们是找谁想干嘛，都不许人扰了本王和王妃清静。二人说话间，江宁儿回来了，千明正想走，被他叫住。哎，你别走，有事要你帮忙。千明，你会认穴吗？哦，会的。王妃有何吩咐？王爷今日解毒，除了针灸外，还需要穴位按摩，但我今日没力气，得你来。秦君夜看出他确实是有些没精神的样子，拉过他。怎么了？我肚子不舒服。秦君夜算了算时间，知道他应该是来月事了。很疼吗？现在还好，刚开始只是一点点不舒服，但是等会儿就不好说了，所以针灸完后，后面的事情就得千明替我了。说那么多了，我们快开始吧，赶紧躺平任我扎。此次解毒针数颇多，针法也繁复。江宁儿的下针过程中，肚子就开始造反了起来。他身为鬼医，向来是别人顺着他来，所以每月事他都是罢工的状态，不管是谁请，多少钱都不好使。也就只有秦君夜可以让他忍着痛，还给人治疗了。你要不歇一歇？没事，你别说话。解毒的每个环节都得在时间内完成，否则就会影响成效。你专心运你的气就是了。只有早些将毒尽数解除，他才能更好的护他周全。叹了口气，也只能先闭眼好好运气，不让他的付出白费。终于针灸结束，江宁儿叮嘱了千明一番，就捂着肚子回房休息了。他吃下自制的药丸之后，就开始昏昏沉沉的想睡觉。不知过了多久，感觉到一只温暖的大手附上他的小肚子之后，他舒服的嘤咛了一声。你怎么样？有双翼诀温养着我，我虽难受，但也比上次好
多了。我也是，运气时胸腹不似上次那般疼了，但就是签名手粗，不比你按的舒服。胸腹是这里疼吗？还是这里？江宁儿佯装认真问询，实则小手却在他的胸口摸了一把，然后又去抓他的腹肌，指尖还调皮的有朝下继续探索的意思。你老实点，现在别招惹我。王爷，平日这是我的台词吧？有胆量，你等你院试结束了也继续这样，到时候你想怎么玩，为父都陪你，敢吗？当然就是趁着这个时机才敢欺负他呀，平日他哪儿敢呢？只会趁着我不能对你下手的时候撩拨我，算什么英雄好汉？你要是平日也都这样，才叫有本事。这么明显的激将法，他才不上当呢。谁要当英雄好汉了？本姑娘只当狗熊。那狗熊叫一声来听听。江宁儿嗷的一声，在他手掌上咬了一下，他还用舌尖舔了他掌心一下。江宁儿，你要这样我去书房睡了。哎呀，我肚子不舒服呢。王爷，你舍得让我一个人呀？老实睡觉，不许碰我。看到秦君夜突然一副贞洁烈夫的模样，江宁儿只觉得有意思极了。他憋着笑点了点头，暂且先应下，反正还有几天呢，他有的是机会捉弄他。江宁儿因着来月事也懒洋洋的，便不想出去了。接下来的几日，二人都窝在别院里练字。秦夫子，今天我们练哪几个字？你今天就练这个吧。王爷，你这是写给我的，还是写给你自己的？秦君夜微不可知的吐出一口气，然后别开脸不去看他。天知道他这几日有多难熬啊！前4个字写给我，后4个字写给你，好好练吧，我去给你沏茶。说完便怕他又来招惹他，赶紧的先离开了。这边的二人多日没出门，所以这些天林月寻到处也找不到江宁儿和他以为的奸夫的下落。此时的巡抚府里，月寻，你说什么？你要本巡抚在烟火街上抓奸？舅舅，江宁儿偷人那日，我与心源可都瞧见了，但可惜我们跟丢了，才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落脚。这些日子，巡抚府的人在各个关口进行严格审查，都没有消息，所以我可以确定，江宁儿跟那个野男人定是还在城里。爹爹，你想啊，这个时候他们也不离开，女儿猜他们定是会去烟火节的。是啊，这可是个好机会。舅舅，你若是能抓到靖王妃偷人的证据，定是大功一件。你也知道，三哥和姑姑最是不喜靖王了，只要这顶绿帽子给他戴上，他指定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你当真确定靖王妃是跟野男人一起？会不会你们瞧错了？那个人其实就是靖王。不会，我飞哥让京中人打听过了，靖王确实不在府中，但他是去了西山感恩寺，给皇上还有太后祈福去了，根本不可能在江南。林月寻说的信誓旦旦，殊不知这只是秦君夜为了隐藏二人鬼谷门之行和不想被人打扰放出的假消息。之前我与靖王说过，但因为我没有证据，所以靖王不信。但这次只要发现江宁儿与那个男人私会，舅舅可以直接派人捉拿，这样众目睽睽之下，江宁儿如何都无法抵赖了。前几日明诏来找过余胜，所以他知道诡异大人现在应该也在江南，只是不知道现在何处而已。他虽也有些担忧，万一惊扰了诡异大人逛花灯节，那就不好了，但又觉得林月寻说的有道理，这事儿如果能成，他确实在三皇子面前是大功一件，这对他想升迁京城或许也有帮助。行，此计可行。我知那个晋王妃欺负过你，你放心，舅舅定会替你出这口气。多谢舅舅。终于到了烟火节，也就是秦君夜生辰日，约好了时间地点后，二人分别去往相约地点再见面。到了夜幕初降，秦君夜在路上遇到了点状况，稍稍迟了些，才到二人约好的拱桥边。结果一下马车，就看到江宁儿正被几个公子哥围着。姑娘看着好眼生啊，不是江南人吗？姑娘一个人吗？还是跟我可以带姑娘去划船。哎，大晚上划什么船呢？同我一起吧，我带姑娘去品茶吃糕点。我奉劝几位公子，还是离我远些的好。我是约了人的，我不是一个人。要是等我男伴来了看到你们可就惨了。什么男人，居然还让你一个姑娘家等他？我看这种男人，姑娘还是早些甩了的好。姑娘这般娇滴滴的人，一个人待着多危险啊！我看姑娘不如跟我吧，我定能保护姑娘你的安全。说着就开始上手想要拉她，就被另一只大手直接将手腕扼住。你是什么人，在这儿插什么手？哎，你别动手呀！你不是问我是什么人吗？江宁
宁儿心里咯噔一下，他不会气到要自曝身份吧？结果秦君夜竟是当着几个搭讪男子的面，直接吻上了他的唇。现在懂了。看到他这般宣誓主权又一身气魄的样子，哪还有不懂的？几个人连连点头道歉。滚！几人便吓得屁滚尿流的赶紧逃走。你犯规，说好了我们要装作第一次见面，看对眼再邀约一起游灯会的，哪有男子第一次见面就亲人姑娘的？你这会被人姑娘说是耍流氓的。我还认识第一次见面就把人男子给睡了的呢。江姑娘可熟悉此人？你不好玩，你一点都不配合。不好玩我们就不玩，干嘛非要装作不认识？我们明明就很熟。他想伸手拉他，被他甩开。刚才干嘛不动手？以你的性子，面对这些登徒子，你早该上脚踹了。他们也算不上登徒子，只是搭个讪而已。而且我也没怎么理他们啊，总不至于别人找我说几句话，我就对人动手吧。而且你要我穿成这样跟人打架呀？你今日为何穿成这样？啊，不好看吗？不好看，以后别这么打扮了。你，哎呀，算了。谁让今天是他生日，寿星最大，就当是死直男没有审美好了。那么这位姑娘可否愿意与在下一起游灯会？看公子你长得这么帅的份上，本姑娘就答应你吧。二人牵着窜进人海中后，很快就忘记了刚才那点不愉快。累了，二人找了处位置坐下。秦君夜眼瞧着他嘴边沾着刚才吃桂花糕时蹭到的糖粉，便下意识要去给他擦。你该先告诉我脸上有脏东西，我再自己擦。为何要这么麻烦？我不能替你擦吗？男女授受不亲，以我们现在的关系，我怎么能让你来呢？我得坚持。就算我们真是第一次见，这也不是你的性格呀。哎呀，我今天难得打扮的这么娘了，你让我做作一下不行啊？姑娘，你嘴角沾上糖粉了啊？真的呀？他正想拿出帕子，结果秦君夜直接撩起了他的下巴，将他嘴角的糖粉给舔了去。甜，你可以娇柔你的，但我可不是什么君子。江宁儿无语了，这个秦老六真是太难控制了，但他觉得自己也要求不了那么多了，于是全当一切都没发生，还是拿出了帕子，装模作样的擦了擦嘴角，然后把帕子递给他。多谢公子提醒，这个帕子就当做谢礼送给你吧。秦君夜没有多想，顺着他把帕子接过，可帕子到手心他才发现里边包着些什么东西。他翻掌一看，竟是2枚戒指。这是多谢公子提醒我的礼物。我听说有个地方的人成亲时，男女就会戴上一对戒指，这样旁人只要瞧见戒指，就会知道这二人是夫妻了。人左手的无名指是直接连接心脏的，夫妻给彼此在这根手指上戴上戒指，寓意将对方永远放在自己心上。秦君夜看着掌心那2枚戒指，吃愣住了，久久都没有回过神来。他就算再没有经验，也知道平日互生情愫的男女之间会互送定情信物，借物表心意。姑娘不是说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吗？一见面就送我这种象征夫妻的定情信物，会不会进展太快了一点？你刚不是还说要矜持一点的吗？你不要就还给我，我送别人去。我收下就概不奉还，而且既然是象征夫妻之物，你还想送谁？你的夫君只能是我，你也只能是我的。说着便牵起他的左手，正要给他将戒指戴上。江宁儿，你怎么这么不要脸？秦君夜一抬头，就看到林月寻和于熙元二人朝着他们二人冲了过来。林姑娘，你怎么也在江南？过来看肛肠科吗？你住嘴！什么肛肠科？我今日是来捉你奸的。捉他的奸？江宁儿疑惑地看了秦君夜一眼，这才意识到他如今没有戴面具，而京中都传他面带黑斑，丑陋无比，所以林月寻其实根本就没认出靖王来。六爷，恭喜你终于如愿成为我奸夫了，开不开心啊？那是他蠢。江宁儿，你这次被我抓了个正着，我看你还怎么抵赖？我没有要抵赖啊，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跟他有奸情，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有本事你去跟靖王说呀，要他来看呀。上次我们家王爷能够削你头发，这次他就能砍你脑袋。林姑娘不信，大可以试试。你表姐别急，我让人去通知我爹爹了。我们现在先稳住他们二人，别让他们跑了才是。林月寻深吸一口气，觉得没错，得先拖住他们才行。这位公子，你怕是不知道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才会与她一处的吧？她可不是什么未出阁的少女，她是靖王的王妃，是有夫之妇。我劝公子及时悬崖勒马，同我一起指证她，到时候在靖王面前，我还能替公子你美言几句。哎呀，公子，你听到了，我可是有夫君的人呢，你会不会不要我呀？本公子就是喜欢跟人气偷情，不是有夫之妇，我还不要呢。你可知靖王是什么人？你敢跟靖王的女人私通，你不要命了？靖王又算哪根葱？有本事你叫他来
来打我呀？懒得跟林月寻掰扯，就想换个清静的地方，好继续跟他卿卿我我。你们这对狗男女，别想走！我一定要把你们两个抓去进猪笼，我要你们身败名裂！就被秦君夜一脚给踹了出去，滑跪在了地上。表姐，于心媛愣了一下，连忙去扶他。你这个男人怎么能打女人呢？你太不像话了！怎么你也想被打？秦君夜懒得理这俩人，身形一跃，便抱着江宁儿消失在了此处。睡！我们朝他们走的方向追。二人跟着来到一处拱桥上，林月寻左右张望，终于又看到二人身影。正要上前时，突然整个人从拱桥上翻了下去。千明站在桥边看着湖中挣扎的人，让你打扰我们家王爷，活该。说完便又深藏功与名的引入黑暗。而此时另一条暗巷里，数十个巡抚府的侍卫已经被尽数放倒。明昭扭了扭脖子，照着最后一个倒下的那人屁股上踹了一脚。敢惊扰我们家诡异大人，找死！河岸的这一边，江宁儿将秦君夜拉着来到此处后，就说要先上茅房离开了一下，去暗巷从明昭手里接过花灯之后，又快步走了回去。锵锵，这是你自己做的？你敢嫌弃，打爆你狗头哦！不敢不敢。秦君夜笑着，连忙将花灯接了过来。只是奇怪，你什么时候做的？就是你睡书房的时候呀。所以你这些日子折腾我，不会就是为了让我睡书房，好有时间做这个吧？江宁儿心虚的笑一笑，连忙拉着他到河边开始放花灯。依着江南的习俗，男女双方会各自写上对彼此想说的话，放入花灯中，再在水上放行。江宁儿怕他计较自己这几天招惹他的事情，连忙将纸笔塞进他怀里之后，就自顾自地躲到一旁写了起来。你写了什么？才不告诉你，写你的卷。而秦君夜也低头开始书写自己的。二人携手将花灯送出湖面，看着他摇摇晃晃的与一众星光前行。江宁儿攀着他的肩，踮起脚在他脸颊上轻轻一吻。王爷生辰快乐。我自出生到现在，从未有人为我这么尽心准备生辰。宁儿，我真的很谢谢你，谢谢你来到我生命里。嘿嘿，既然王爷高兴，那能不能就不要计较我前几日整你的事情了？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给我？秦君夜看到不远处千明冲他做了一个手势，知道一切都准备好了，于是拉起江宁儿的手就要走。烟火还没看呢。无碍，回去我们那儿也能看到。转眼间，秦君夜就已经带着江宁儿重新回到了他们的别院，且还未进大门，他人竟就消失了。王爷，江宁儿还愕然地转身找他，就看到千明带着几个婆子笑眯眯地将他围了起来。他们是谁？王妃放心，他们是伺候王妃梳妆的。大晚上的为什么还要梳妆呀？这是王爷筹备了好些日子，就等着今日给王妃一个惊喜。王妃且跟他们去，晚一些你就知道。江宁儿虽然不明白秦君夜要做什么，但还是顺着他们的意思，任他们将自己的眼睛用布蒙上，跟着几个婆子离开。他只感觉到全身都被人翻来覆去的捯饬了一顿，等到黑布摘下的那一刹那，取而代之的便是一张红盖头罩在了他的脸上。两个婆子将房门再次推开，他看清别院里此时的景象后，惊得微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秦君夜一身红衣华服，以红色绸缎衣束发负手站立在中间，正嘴角含笑与他遥遥相望。新娘子快去吧，别让新郎官等太久了啊！新娘子，他轻讶了一声，就被一个婆子搀扶着他走了过去。盖头是我来掀的，哪有你这么心急的新娘子？这些事，我们成亲那夜实在匆忙又混乱，那日我表现也不好，之前还不以为然，可时间长了，愈发觉得对你有亏欠。说来，我们甚至都没有真正拜过堂，所以宁儿再嫁我一次，好不好？说话间，秦君夜拿出了刚才没能给他戴上的戒指，牵起他的左手，小心翼翼地戴到了他的无名指上。紧接着，二人便在满院人的欢呼簇拥下共拜天地。在秦君夜揭下盖头的当下，天空炸开一朵紫色的烟花。是烟火开始了，紧接着漫天遍野的紫光映照的人目不暇接。厨房一道道的上着美味佳肴，所有人无论平日是什么职位，都围坐在了一起，放下一切的包袱和烦心事儿，在杏花纷飞的江南小院里，欢声笑语中共赏漫天繁华。酒过三巡，新人被送入了洞房，开始了属于他们两个专属的仪式。交杯酒饮下后，二人一起坐到了床上。
知道接下来到哪个环节了吗？这个环节我们能不能？不能。人就已经被他推至躺了下来。哎，等一下，顺势一翻，变成了他压在他身上。我是要跟你说，这个环节能不能我来主导？好啊。小美男，今夜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那我需要配合你喊几声救命吗？我这么一个大美女睡你，怎么会是喊救命呢？哦，那我应该如何？你应该喊宝贝，那还等什么？江宁儿，你都是哪来的这些花招？那王爷喜欢吗？特别喜欢。说是江宁儿主导，可到底体力败下风，威武了没一下就被人反推了。而江宁儿也有这个心理准备，加之昨夜氛围那么好，他又忍了多日，于是便任他所求，而他也沉溺其中。但这个放纵的结果就是第二天到了晌午，他都还起不来床。你去哪呀？给你去小厨房拿点吃的来。秦君夜出了房门没多久，签名就出现了。东西呢？签名从袖中拿出一张小字条，就交到了他的手中，正是江宁儿昨夜塞进花灯里的那张。纸上写着：欲一人，念一人，执一人，忠一人，始于心动，终于白首，拥之则安，伴之则暖。看到王爷这么高兴的样子，签名也不想打扰。怎么了？王爷，那属下今日可以休憩了吗？休憩？王爷，您该不会是忘了吧？您昨夜晚上说今日大家都可以休憩一日的，属下是等着把纸条给您才没有走的，其他人可都跑着出去游玩了。而秦君夜刚走没多久，房间的窗台上传来一阵喵的声音，江宁儿也连忙推开窗户，就看到一张字条放在那儿。这件事儿，夫妻俩倒是想到一处去了。事不遇你，无人可欺，所见皆是你，来日方可期。秦君夜的字迹，他描摹多日，已经十分熟悉，也很喜欢。但此句是完全为他江宁儿所写，便觉得越发好看了。我也是。秦君夜亲口答应的休憩，不能说话不算话。于是小厨房根本已经没人了，二人只能出去吃了。想不想去月宁楼？但不是说月宁楼开张后一直都只接受有预定的客人，不接即客吗？我们又没提前预定，怕是进不去吧？你只用告诉我你想不想去就行了。要是可以的话，自然想的。秦君夜明白了他的意思，二人即刻就动身前往月宁楼。你看吧，我就说要预约的，我们还是去别家吧。现在改路去别家，我怕你肚子要等不及了。放心，既然你想吃，为夫定会让你得偿所愿。江宁儿被他牵着向前走，竟不是将他往人多的大门去，而是牵着他进了一条背街小巷，走进一家窄小的书斋。书斋没有客人，只有一个店员。店员看到秦君夜后，只是微微一愣，就连忙把他们往后院引。再推开门，二人就已经进到了富丽堂皇的月宁楼内。王爷，月宁楼该不会是你开的吧？听名字没发现吗？名字月宁，莫非是娶月宁儿的意思？所以老板娘对这里可还满意？你没事开酒楼做什么？你先点菜，一会儿慢慢再跟你讲。二人一边吃一边聊，江宁儿这才知道，原来李雨楼的生意几乎遍布了各个行业。现在他才知道，秦君夜的家底儿居然有这么厚。你们这里都是包间，私密性这么强，你们怎么得到情报？私密性只是假象，你试试转动墙上的那个瓷瓶。江宁儿顿而来了兴趣，他照秦君夜所说的，轻轻转动了一下那个青花瓷瓶。一声响后，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半人高的窗口，而窗口的另一边直接就是隔壁的包房。江宁儿一下就看到了隔壁包房里正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似乎是在等什么人。放心，他看不见你，这是一面单向的镜子，房间与房间之间都做了特殊的设置，声音也是你能听见他，但我们房间的动静不会传出去。江宁儿觉得十分奇妙，难怪李雨楼能成为最大的情报集中地。王爷，不如我们来猜猜看，这个男人是等谁？猜对了有什么奖赏吗？你那么有钱，还需要什么奖赏呀？但是我们可以来猜错了有惩罚，我猜错了吃姜，你猜错了吃香菜。加个码，若是爱妃输了，以后每日一小碗姜汤如何？你要玩这么大吗？那你每天一碗香菜汁，你敢不敢？那我猜这个男人是跟情人私会，你猜什么？那我猜他是生意人，与人来此谈生意合作的。二人这边打着赌。
门内的中年男子就即刻站了起来。小影，师兄。等到小二退出房门，将门关上之后，二人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相拥在了一起。10多年了，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师兄，是我不好，是我辜负了你。当年我就该听你的话，不跟他去京城，我对不起你。怎么了？是不是那个男人对你不好？男人说着，想要掀开他的纱帐。我现在一点也不好看了，你别看，就让我一直是你心里的那个小师妹就好，你别看我了。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永远是我心里最美的夜莺。夜莺这个名字听着好耳熟呀。前阵子你在戏楼与那几个老先生聊的，忘了？我想起来了，那个18年前的江南花旦。但是等等，不是说那个花旦极有可能跟他那个渣爹去京城了吗？江宁儿正疑惑间，对面的男人不听阻拦，还是将女人的头帐给摘了下来。看到女人的容貌之后，他花旦夜莺居然就是沛国公府的主母叶氏叶小影。师兄，那个杀千刀的降应初居然还打你，他当初不是百般答应会对你好吗？他怎能如此不珍惜你？他根本就不是喜欢我，他只是纯粹看上我这张脸而已。我也是跟他去了京城才知道，我只不过是一个替身。这么多年来，他心里都只有一个女人，他得不到那个女人，这才寻了我。只是因为我跟那个女人长得相像罢了。你别去京城了，就留在江南吧。现在我有能力养你照顾你，你回来我身边好不好？师妹，我这么多年都未有娶妻，就是一直在等你啊。师兄，你说的是真的？你当真一直都没有？没错，我心里只有你，哪里还能去旁人？我的心一直都只为你一个人跳动，不信你摸摸。男人拉着他的手按在自己胸口，叶氏顿时脸色一红，四目交接了片刻，这对多年不见的旧情人心中都有一种情愫开始迅速生长。两个人犹如干柴遇到了烈火，都没什么废话，两个身体顷刻间就交叠在了桌上。这一切来得太过迅速，江宁儿惊了一声，我去，天哪，他刚才都看到了些什么呀？而秦君夜则是眉目紧拧，他实在是没有想到有人会在他刚开张1个月的月宁楼里，哎，真晦气。他想开门叫人，被江宁儿拦下，别阻止他们。你看到叶氏偷人，居然不想揭穿他？不是不揭穿，而是这顶绿帽子怎么也得让江映初戴热乎了呀。没见过你这么热衷于给老爹戴绿帽子的。说实话，其实江映初到底是不是我爹，我都不确定呢。我觉得我跟他长得一点都不像，而且我也不认为就他那种庸才能生出我这么聪明伶俐的女儿。江宁儿早就有这种质疑了，只是不想搭理沛国公府，所以也没有深思过。王爷，你没听到刚才叶氏说江映初有一个跟他很像却求而不得的女人吗？而我与叶氏像，却不是他女儿。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女人可能才是你亲娘？这个我也不确定，但我可以确定的是，叶氏和江映初都待我不好，是不是我亲生父母，我都压根不想认他们，我讨厌他们。所以你不揭穿，是想把事情闹更大？反正此事我们已经知晓了，便是有了一个引爆沛国公府的炸弹，但这颗炸弹要什么时候才引爆，怎么引爆，自然就是由我们来掌控了。其实我跟你想的一样。那你刚才叫人是要做什么？放心，我不是要阻止国公爷戴绿帽子。秦君夜看了他一眼，还是推开门叫了人来。楼主有何吩咐？给夫人煮碗姜汤来。江宁儿听到后目瞪口呆。秦君夜生辰一过，也就到了要回京的日子，一如来时一般，收拾好行装，马车哒哒驶入城外。来到郊外密林时，马车嘎吱一声紧急停了下来。怎么了？王妃，我们的马车被人拦下了。郡王妃，爱卿下车。江宁儿，别以为你躲得掉，花灯节那晚上让你跑了，今日我还抓不到你。江宁儿在马车里与秦君夜面面相觑，一下就听出是林月寻。林姑娘，我们家王妃的名讳，岂是你能直呼的？王
王妃？哼，等她偷人的事情传回京城去，我看她还是哪门子的王妃。林姑娘，你可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污蔑王妃可是重罪。我看有罪的是你才对。花灯节那日，我可是亲眼看到她跟那个小白脸亲亲抱抱，不要脸的很。我不信你们这些下人跟着她到江南，不知道她是来跟那个野男人行苟且之事的，你也有包庇之罪。千明眉头紧拧，这个林月寻是不是那天被他推下去之后脑子进水了？江宁儿，别以为躲在里面不出声就有用，你给我出来！林月寻兴奋极了，他撸着袖子就要冲上马车，把藏在里边的江宁儿给拽出来。看本姑娘今日不把你，就被千明直接一脚踹飞了出去。你是个什么东西，居然敢打我！你给我等着，江宁儿到时候被判了下狱，你这个包庇他的人一样逃不掉。等回了京，我就去向靖王告状，定要让他治你的罪。林姑娘，我劝你呢，还是回京找个大夫看看吧。居然还妄想觉得自己能命令我们家王爷，脑残真的是病得治。马车里，江宁儿捂着小嘴，小声笑了起来。真是看不出来，千明居然嘴巴还挺厉害。本王真是没见过像林月寻这般蠢的女人。她不仅蠢，人家还锲而不舍呢，我都要觉得她精神可贵了。我看不让她真的抓一次奸，她怕是能把我们烦死。哦，你有想法？秦君夜冲其扬唇一笑，便把他推至了软垫上。晋王妃，你的马车已经被我的人包围了，你今日无论如何都走不掉的。我念你现在还没有被褫夺身份，所以也不想对你用粗，但愿你识相点儿，还是自己下来吧。老实认罪，或许还能留下一命，可若负隅顽抗，可就别怪老臣不客气了。雨落，马车随之晃动了一下，余胜嘴角轻勾，想着他这是要出来了吧？可没想到，等了一会儿，人没出来不说，马车也不止晃动了一下，而是不断的轻摇了起来。不仅如此，里面还传出男女暧昧的调笑声。马车外的众人都震惊了，就连千明都倒吸一口凉气。两位主子也太会玩了。世风日下，简直是世风日下呀！舅舅，他们两个就在马车上，快让人抓呀！这不就抓到现行了？对对对，晋王妃不守妇道，荒淫无道。本大人今日是替天楚皇室出头，替晋王爷捉拿此妇。都给我上去，把马车里的奸妇淫妇给我按下！巡抚府的侍卫得令，蜂拥而上。4个冲在最前头的侍卫带头将车门砰的一声猛地推开，但还未看清其中景象，4个人就被一阵劈面而来的强劲掌风跌落到了马车之外。晋王妃，你好大的胆子！你做出此等丑事，居然还敢拒不受捕！本王看大胆的是你吧，于大人。江宁儿是被人压在身下没错，但是她是衣衫完整的趴在软垫之上的，而压着她的男人一身华贵的紫金长袍，面上半副银龙面具，看向马车外的众人，眸光寒凉如尖刀。余胜听到他自称本王，又如此一副威压之势，此时已经将男子的身份猜了个七七八八。怎么会呢？怎么可能？靖王，你不是在感恩寺祈福吗？你怎么可能在江南？怎么，本王在哪儿还需要跟林姑娘你通报吗？老臣江南巡抚余胜见过晋王殿下，是老臣鲁莽，竟不知晋王殿下在马车里，冲撞了殿下，还望恕罪。但本王刚才听来，于大人就算不知本王在，却是知道本王王妃在的。怎么，本王的王妃就是你可以冲撞的了？晋王殿下，老臣也是听闻前阵子花灯节，有人说看到晋王妃与人私通，老臣也是为了皇家颜面才。私通可是大罪，于大人亲眼所见吗？这靖王殿下，我跟我表妹都是亲眼所见。林姑娘，你说你花灯节那日看到我了，但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我那日明明就觉得街上吵闹，便在别院里窝了1天都没出门呢。这怎么可能？你骗人！上次王爷就教训过你，结果你这次还在我夫君面前讲这种话，你也太恶毒了一些。幸好是那天王爷一整日都陪着我，我俩恩恩爱爱，寸步未离，否则你这一盆子脏水泼下来，我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爱妃放心，就算那日本王不在你身边，也定不会听信他的这些鬼话。我就知道王爷对我最好了。要不要本王再替你按按？你肩膀紧得很。哎呀，不按了，你刚才按的人家痛死了，也不知道下手轻一点。本王刚才还不够轻，分明是你娇气。原来刚才2个人竟是在按摩。余胜明白后，紧接着就是一股后怕从胸口里猛然漫开。该不会是
香妮儿，你这个贱人，你到底是使了什么手段，让男人都对你言听计从？靖王，你也是够蠢的！我真的是亲眼看到他跟一个小白脸卿卿我我，还不止一次，你怎么就是不信呢？来人！紧接着，四面八方隐在暗处的暗影就纷纷现了身。上次本王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可你不珍惜。林月寻三番两次污蔑王妃清誉，以下犯上，罚杖责30。林月寻还想说什么，紧接着就被晋王的人按在了地上。王爷，是误会，定是月寻看错了。还请王爷看在林家功绩累累的份上，看在月寻还小，看在于贵妃和三皇子的面子上，网开一面呀！为什么打我？不是误会，我没有看错，我是真的看到了。靖王，你去找，内野街上定还有不少的人看到了，香妮儿偷人，她真的偷人了。于胜是真的对这个侄女无语了。于大人听见了，他自己都说不是误会了。既然如此，签名再加10棍。王爷，怎么你也想被打？林月寻听到这话愣了一下，这句话内夜的男人也说过。晋王说这句话时的语气跟内夜听到那个男人所说时的十分相似，如此便终于不敢再嚷嚷了，只能哇哇哇地喊着疼。20棍时，林月寻就已经疼得喊不出来了。这时晋王留了几个人下来，接着行剩下的20棍，他们的马车便先行离开。老爷，晋王要走了，咱们要不要赶紧再劝劝呢？劝个屁！这个侄女简直是蠢死了，幸好是没有跟晋王爷的人马真的动上手，否则连你老爷我都要被他害得扣上污蔑皇室的罪责，跟他一起挨打。打完叫人把这蠢丫头送回府就是。然后忍不住瞧了眼那辆渐渐走远的马车，这两口子真是玩得花呀！王爷，你今日这样，不怕这个于大人猜出你其实脸上并没有毁容？如果这都猜不出来的话，于胜这个江南巡抚也不必当了。那这样没关系吗？无碍，我本也没打算将面具戴一辈子。唉，欢乐的时光总是特别短暂，回了京城，想必又一堆幺蛾子事。放心，本王不会叫人欺负你。我相信王爷。胜回了府，就立马书信一封，将晋王可能容貌恢复的事情加急送往京城三皇子处。但在三皇子收到消息前，更早收到书信的却是江一雪。叶氏一回府，江一雪就迫不及待地拉着他分享这个消息。娘，你也刚从江南回来，可有恰巧撞见此事？没有，我是去寻你舅舅的，没怎么上街的。一雪，既然知道此事，你预备怎么做？要不要去晋王府揭发？我只是听着，又没亲眼瞧见。这种事怎么能由我来揭发呢？林月寻为人冲动鲁莽，想必不用我劝，他自然会去的。这个我不担心。娘，这次你去江南，舅舅给你银子了吗？给了我10万两。什么？只有10万两？一雪，你可知10万两已经很多了？是你舅舅他体恤我，几乎是将手边现下有的银钱大半都给了我，你怎么还不满足呢？娘，你误会我了，我怎会是不满足呢？我也知舅舅做生意不容易，但你想啊，只要我成了将来的太子妃，别说10万两了，100万两我都能还给舅舅。你看能不能给舅舅写信再说说？他是生意人，定有很多生意人的朋友，怎么也凑足20万两才好啊。前阵子宫中来了消息，皇后有意要给二皇子选妃了，你也知二皇子府先前遭遇了变故，这时候我若能给出20万两，解了二皇子的燃眉之急，再加上大哥的注意，这个正妃之位还不是非我莫属？好吧，我会去给他写信，让他再想想办法。说来，其实我是给你准备了20万两的嫁妆的，都是那个江宁啊，如果不是他，我早就拿出银子给你了。这个小贱人，他娘因着与母亲你长得像而受到爹爹青睐，他又因为仗着跟我长得像，新婚夜居然还勾搭二皇子，他们母女两个还真是一样的卑鄙无耻。有机会我定要撕了他那张脸才好。江一雪发着狠，心里畅想着自己成为太子妃，甚至是将来的皇后，把江宁儿踩在脚底下，折磨得她生不如死的画面。叶氏本也想顺着他的话骂江宁儿几句，可抬头看到江一雪此时的脸后，一雪，你怎么了？娘，我怎么了？脸，你的脸。江一雪还有些不明所以的来到了梳妆台前，朝着镜中看了看。怎么会这样？我的脸，我的皮肤怎么会变成这样？一雪，你别怕，快去叫大夫，快去！
大夫一号脉就连连摇头。敢问大小姐，可是得罪了什么人？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们医学是出了名的人美心善、温柔婉约，怎么可能得罪人呢？大小姐中的可是尸毒，如果大小姐这些日子没接触过尸体，却中尸毒，就肯定是被人蓄意下毒。尸毒不是花草虫蛇，而是一种尸体沉积散发出的沼气，能将空气里的毒提炼出来，这一点就能看出给大小姐下毒的人毒术十分了得。本夫人叫你来，不是替你夸下毒之人高明的。既然知道是中毒，那你快给我们家医学解毒呀！老夫刚才说那些是想告诉夫人，此毒诡异，是老夫从未见过的制毒手段，老夫无能为力。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们想要解毒，只能去救下毒之人，要不然普天之下怕是只有诡异能解了。江一雪一听到是尸毒，就想起来当初回门日江宁儿给他喂下的尸毒丸。没用的老东西，给我滚滚！跑到房门口后，他才扶着胸口吐出一口浊气来。就这还人美心善、温柔婉约，这脸简直能把人给活活抽死！哎呀，医学，我的宝贝医学，你可千万别伤了自己。不行，咱们先让江宁儿给你把毒解了，好不好啊？那母亲去找江宁儿，但我可先说，她要我低声下气的求她，女儿是绝对不肯的。她个泥腿子，她敢！医学，你放心，娘说什么都要让那个小贱人乖乖给你解毒，否则我定饶不了他。母女两个想的倒是挺好，结果现实是晋王人马还要折回鬼谷门去接黄雀，所以他们现在压根就还未回京。看什么呢？我在看黄雀呢，王爷你来瞧。秦君夜便凑了过去，黄雀骑着马，半驾在马车近旁。黄雀的表情是一脸的心不在焉，走两步就忍不住回头看一下鬼谷门所在的翠竹山。看来这些日子他跟魏瑶相处的还挺好。你是没看到，刚才我们要走的时候，瑶瑶哭的眼睛都红了。这些年我每次离开鬼谷门都没见瑶瑶哭过，我想她肯定不是为我哭的。那不是很好吗？你之前还担心他们这阵子相处后会不成，哪里好了？要我说，王爷你造孽才是，拆散人小鸳鸯关我什么事？不是。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是你不放人吗？黄雀自幼跟在我身边，你把魏瑶当妹妹，我亦把黄雀当半个弟弟看待，他自己不与我提，想要从此就留在鬼谷门，你难道要我主动跟他要求？唉，这阵子下来，老堂主可是对他赞不绝口，说他英雄出少年，人品端正，对瑶瑶更是贴心的没话说。我走时，老堂主还找我要了黄雀的八字，感觉是认定他这个孙女婿了。只要黄雀提亲，老堂主一定立马就答应。但黄雀走的时候却态度十分的坚决。你说这臭小子是不是觉得还想再看看，不想就这么轻易定下来？黄雀应该不会是这般见异思迁之人。那他是在想什么？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虽年纪不大，却一向是个很有担当的人，只是他的性子怕不是会愿意去做你们鬼谷门上门女婿的人。我猜他有他自己的打算，而且他们都还很年轻，晚一些再成家也不是坏事。听他这样讲，江宁儿才点了点头，觉得也有些道理。而另一边，等了几日后，江一雪的脸开始越发的严重了起来。神呢？他回来没？还是没有。晋王呢？也没有吗？还有，他们府里不是还有说是北门一宗的温大夫，也没回吗？小姐，晋王府里几乎就没什么人，二小姐和晋王爷都不在。江宁儿这个人尽可夫的臭婊子，他偷男人偷得不亦乐乎了是吧？居然还不回来。二皇子呢？二小姐称病不出门这么多日，他有没有派人来个消息，说想要来看看我？奴婢按小姐的吩咐给二皇子说了小姐生病的事情，可二皇子府的人根本不太搭理奴婢了。江一雪自然是不会让现在这个样子给秦君琪看到，想着他来了，自己借着病气不见就是了。但没想到他居然一点要来看望，甚至是让人问候一声的意思都没有，气得将手中的茶杯往婢女身上猛地砸了去。婢女被烫得抖了一下。你躲什么？本小姐让你躲了吗？小姐，我
错了，奴婢不是故意的。来人，给我把这个贱婢抓住！婢女吓得想跑，却被几个嬷嬷及时按住。江一雪冲上去，先是给婢女几个巴掌，然后就用小刀在婢女的脸上一刀刀的割着。让你笑话我，贱人！连你们这些下贱胚子，现在也敢看不起我了？你们是些什么东西？你以为自己长得很漂亮吗？居然敢在我面前显摆！婢女惨叫着，可仍旧逃不过被江一雪红着眼将脸割烂，把舌头弯曲的下场。还不把这个臭丫头给拖下去杀了？哪来的胆子，居然敢惹我们一雪生气！晋王一行终于缓缓而归，清玄老早就准备好了一切，就在门前等着他们回来。王爷，你们可会？秦君夜冲他做了个噤声的动作。马车里，王妃正窝在王爷的怀里睡得香甜呢，所以他也半点都不想叫醒他，于是把他小心抱起，又脚步轻巧地下了马车，直接将他抱回房中，让他接着睡。清玄拉住准备跟上去的黄雀，这次江南行，王爷王妃煮的可好啊？翔哥，你看不出来吗？简直不能更好了呀！王爷我瞧的是挺高兴的，但王妃怎么看起来有气无力的样子？是不是路上病了？要不要去找个大夫来瞧瞧？王妃没病，这次江南行，王妃大半时间都是这个状态。大半都是？这是为何？这你都不懂，自然是那个原因了啊！你们这次出行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呀？黄雀眼珠子左右转了转，脸上也闪过一丝皎洁，一言不发的就赶紧小跑走了。奇怪了，这臭小子以前什么都跟我讲，怎么去了一趟江南也开始有心事了？清玄摇摇头，也跟着进府去，赶紧打理府内事宜。这时沛国公府也听闻了江宁儿回府的消息，派了小春来。姑娘可有拜帖？你们瞎了吗？我可是沛国公府的人，我要见你们王妃。没有拜帖你就请回吧，我们家王妃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千名闻声上前，发生什么事了？我是江大小姐的贴身婢女，我奉国公夫人之命来请晋王妃回一趟府。王妃在睡觉，现在不见可。夫人有急事，必须她现在就赶紧跟我回去，还请让人去叫醒她。叫醒她？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打扰我们家王妃休息？是夫人要见她，夫人可是她母亲，母亲话自然是要耳提面命的听从。她别说只是在睡觉了，就是现在她断了手脚，也得给我爬回去向夫人请安。国公夫人论品级在我们王妃之下，你们夫人如果真要见，就自己来我们王府门前三跪九叩的请。江宁儿，你给我出来！你千明立马就踹在了小春的嘴上。你好大的胆子！我可是沛国公府的人，你敢打我，就是不把国公府放在眼里了。沛国公府是眼屎吗？我为什么要放在眼里？谁敢再来打扰王妃，全部打出去！怎么回事？是沛国公府的人又来找王妃了，被千明给打出去了。哟，怎么他们来找很多次了吗？是啊，这几日沛国公府每日都派人过来问王妃回来了没有，似乎是有什么急事。江家找宁儿定没什么好事，叫人防着，别让沛国公府的人惊扰了他。是，属下一会儿就去交代。刚才说到哪儿了？你说那个李煜死了啊？没错，前阵子去了鬼谷门的那个李煜，在回清河府的路上面突发鼠疫死掉，而死的位置正好是在永安县。因为三皇子派去的人也都死在了鬼谷门，没有任何人传递回去鬼谷门的情况到底如何。而永安县又是皇后的老家，也就是二皇子的地盘，而李煜的尸体看得出双手明显是被人砍断的，所以三皇子就猜想是二皇子从中作梗，坏了他想拉拢鬼谷门的计划。二皇子那边又以为20万两黄金的事情是三皇子干的。这个月二人掐架的相当厉害，连带着宫里的皇后和于贵妃也有些不可开交。前阵子两个娘娘甚至直接在宫里面动手打起来了，听说皇后还抓花了于贵妃的脸，皇后则是被于贵妃推倒在地，手都摔断了。虽说是我们在中间撺掇，但没想到会这么精彩。不过虽是两封成功的厮打了起来，可是目前来看仍旧是皇后和二皇子这边占了上风。哦，怎么说？前几日老丞相病重，皇上为表体恤亲临丞相府看望，结果在回宫的路上突遇一群暴徒来袭，但被二皇子及时带兵全部绞杀。京中怎会有暴徒？而二皇子为何会这么巧正好带了兵？属下也觉得奇怪，派人去查过，但那些人都是被二皇子的人手起刀落，一点活口都没有留下，所以属下也没有查出来由。但是二皇子此次也算是救驾有功，皇上随后就将这次的百花大典的打理之权交给二皇子负责了。往年都是老三打理百花大典，可此次突然交给二皇子，怕不是救驾有功这么简单，多少还是因为皇后吧。王爷说的没错，本来皇上是对两边都不满意，各打50大板的态度，这阵子更是烦得连后宫都不去了，在养心殿住了大半个月。可皇后到底还是皇后，于贵妃再怎么得宠，可跟皇后动手怎么都是说不过去的。皇后找了几个亲信大臣在上朝时说起此事，皇上为了稳定朝臣言论，罚了于贵妃，并将掌管6宫之责还给了皇后以示安慰。之后便是把本是给三皇子的打理之权也给了二皇子。那老三什么反应？说起这个可就很有意思了。按道理
三皇子以往的性子该趁此多做形象，既然失了权，便去笼络人心，设棚施粥，继续走他的贤王人设。但此次三皇子也很奇怪，虽说是施粥了，却没有跟往常一样的亲力亲为，而只是派下面的人去，他则窝在府中日日招妓。什么？老三在府里招妓？三皇子近日像转了性子一样，让他的人去各地招募花魁到他的府上过夜，不过自然是偷偷找的，但是花魁也都留不久，就一夜，第二夜就都回去了。哼，有意思。莫非真是上次3个老婆子把他给弄出什么心理疾病来了？老婆子？什么老婆子？没什么，你继续盯着，我想老三定还有动作的。怎么一回来就议事？王爷你都不累的吗？秦君夜朝他伸手，他便揉着迷糊的眼朝他走来，然后一整个挂在他身上，继而被他搂着抱在了腿上，清玄十分识相的准备退身离开。哎，你别走，王妃有事吩咐。去厨房拿口大铁锅，放马车上去，我一会儿跟王爷出去外面吃饭。出去吃饭为什么还要自己带锅呀？王爷跟我去了就知道了。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秦天玉一回到王府，就闻到了院子里传出了阵阵香气，好香啊！你回来的刚好，正好去你园子里摘了点新鲜蔬菜，可以开始吃了。哎，你俩度蜜月回来了？江宁儿把菜篮放在了一旁的石墩上，拉着秦君夜并排坐下。我们刚回，还给你和小小带了伴手礼。算你还有点良心，这是什么？你弄的？是呀，想着你这有现成的菜园子，所以来你这吃火锅。火锅是什么？怎么吃啊？王爷，你尝尝。好吃吗？我也来试试。秦天玉向来喜欢新鲜玩意儿，迫不及待的就学着江宁儿的样子开始涮肉片。哇，这也太香了！然后接二连三的筷子不停。你可真是鬼点子多，这种吃法我还从未见过。原来这就是火锅呀，有意思，有意思。也就是我们家王爷不吃辣，不然做成红白鸳鸯锅会更好吃。江宁儿又盛了一碗汤给秦君夜，秦天玉看了眼，就有样学样，自己给自己也来了一碗。这汤真可以，看不出来你还有这种手艺。喜欢你就多喝点，毕竟也是用的你园子里的材料。我园子里的这些菜哪有你的汤底熬得好啊？又香又醇厚。我说的就是汤底啊！啊，汤底也是用的我的。秦天玉这才发现，今儿院子里好像是挺安静的，往日打架的大鹅、游泳的鸭子，还有孵蛋的老母鸡都不见踪影了。我的一条白板、红中还有发财呢。他们呀，在你肚子里团聚呢。你怎么这么狠心？你上次还夸他们毛色光亮，转眼就把他们炖了。我可是养他们很久了。正是因为你养得好，所以这个汤底才会这么好喝呀。秦天玉来不及跟他生气，因为江宁儿之前说厨房还在做肉丸，他怕那是他的大黄狗。东风，我的东风！秦天玉就喊着大黄狗的名字朝厨房冲去。这就是你要来玉亲王府的原因？当然，他骗你种竹子，我不得反击一下呀。我知道他是你王叔，你不好对他如何，那就我来。但你不怕玉王叔打击报复吗？他不敢，他还等着我教他御风术呢。你俩到底谁是谁弟子？江宁儿晃了晃脑袋，也说不上来。秦天玉找到他那些家禽的时候，就已经明白江宁儿是在报他让秦君夜种竹子的仇了。一回来，正好看到小两口浓情蜜意的互相喂着菜。秦君夜，你没手吗？多大的人了，吃个饭还要人喂？这是夫妻间的情趣，王叔没有娶妻是不会懂的。秦天玉本还想还击几句，王府里的管事急急跑来。王爷，王爷，怎么了？这么大惊小怪的？宫里出事了，皇上突然晕倒了。什么？天启帝是在跟大臣议事时突然晕倒的。等三人来到宫里时，天启帝的病床边，皇后正伺候着。皇兄可好些了，太医说只是劳累过度，在家救急才会如此，本就不是什么大碍，是他们这些人紧张过头了而已。皇兄近日太过操劳了，也该注意身体才是。难得好六你今日竟然来得最早。儿臣陪王妃去了玉亲王府，下人来通报王叔时，儿臣正好也在，便一起来了。说话间，屋外来报三皇子来了。秦君临跟秦君夜可不同，父皇一下就跪倒在了天启帝的床边。儿臣正在施粥，所以来晚了，还请父皇恕罪。朕听闻了，你这些日子一直在贫民窟施粥，你也是辛苦了。百姓疾苦，儿臣不敢忘，也不敢享受，却能尽一点绵薄之力为百姓解忧。你这话倒是不错，能将百姓放在心上。皇上，药来了，先喝药吧。让老三来，皇后你先歇歇吧。将药碗递到了老三的手中，喝完
完药，朝众人缓缓说道：这阵子老丞相病倒了，朕也病倒了，奏章公文堆积，现在有政治科举之际，国家大事不可耽误。诸位爱卿，若朕要选一个皇子来替朕分忧，你们觉得谁比较合适？这话一出，满屋子的朝臣表情都是一怔。天启帝这是要选一个皇子辅政监国了吗？臣以为二皇子最为合适，但二皇子现在正在主管百花大典，若二皇子来监国，百花大典又由何人来负责呀？没错，百花大典也很重要，老二不能分心，所以还是换个人好。不如三皇子吧。是啊，臣也推荐三皇子。三皇子为人稳重谦和，学识渊博，又乐善好施，定能担好此责。秦君里也知道，老二不行的话，大概率这活会落到自己身上。各位谬论了，本皇子哪有那般出色？但三皇子不是还要日日去施粥，体恤贫苦百姓的吗？此事也不一定要我亲自出马，可以交由下面人去做。父皇若有要求，儿臣就算辛苦，也一定不懈努力。几个朝臣几番议论，各有各的说辞，几乎说的就是要定下由三皇子监国一样。老六，你觉得呢？儿臣也相信三哥可以胜任。你呀，就是想偷懒。你醒了也快小半年了，先父家中这么久也不上朝，朕是不会再让你拦下去了。这样吧，你跟老三一起分担。皇后和三皇子眼眸都是顿时一眯。罢了，把老大爷叫上吧。他这个做大哥的虽然平庸了些，但这个时候也该有当大哥的担当才是。你们三人今夜开始就住在宫中，有什么不懂的也好随时来问朕。这下众人表情又都有了细微的变化。父皇，儿臣有一事相求。你说。儿臣想王妃陪儿臣一起住宫里。你就这点出息？朕让你进宫是来做事的，不是让你来享乐的。不行，朕不同意。皇上别气，晋王夫妇成亲也才小半年，正是浓情蜜意的时候，自然是难分难解一些的。是啊，父皇，六弟和六弟妹夫妻感情好是好事，毕竟给皇室开枝散叶也是大事。两人帮着劝说了半天，天启帝缓了一下，才表示监国是重事，不可分心，但体恤二人感情深厚，晋王妃可时常进出看望。随后便让所有人都退下，只要求秦天玉一人留下。刚才你都瞧出些什么没？瞧出皇兄儿子都孝顺，臣子都忠诚。你呀你，少在那儿装傻，别以为朕不知道。刚才各路心思那么昭然若揭，朕不信你瞧不出。所以皇兄是瞧出些什么了？之前朕总说不许皇子与朝臣暗中勾结，可今日朕一说监国之责，各个朝臣的态度就很明显了。谁是谁的人，谁往日与朝臣联络的多，就都能看得出来了。皇兄今日如此，就是为了验证这个。不光是如此，也确实是想休息一下了。朕年纪大了，之前不觉得，可现在不服老都不行了。皇兄言重了，您还在壮年呢。壮年？当年咱们父皇就是这个年纪，兄弟们就开始明争暗斗了。皇兄这话，臣弟可没法接了。不说这个了，说说你吧。你是母后老来得子，他跟朕念叨多回了，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肯娶妻？莫非还在惦记那个人？臣弟哪有什么惦念之人，只是自由自在惯了，不想有个人管着自己罢了。兄弟俩说话间，外间传来了吵闹的动静。徐小泉，怎么回事？徐公公迈着小步子躬身进来回话：回禀皇上，是皇后和于贵妃二人又吵起来了。皇兄你看，臣弟最怕这种事情了，所以才不愿娶妻的。若府里成日这般鸡飞狗跳的话，臣弟可受不了。这份罪皇兄担着就好了。别说你烦了，朕也烦。他们这阵子确实有些不太像话了，只得好好教训他们两个一下。随后冲徐孝全甩袖吩咐：叫他们都滚，自己唤静妃来。这些时日都别让他们两个到近前来。皇后被赶走之后，便回了自己的寝宫。娘娘，咱们没能刺急，您怎么一点也不恼呀？我恼什么呀？只要是急的不是于那个贱人，是谁都行。但这不是您跟于贵妃相争，白白让静妃得了利吗？得利？你真以为静妃是急，是因为本宫与于贵妃相争而来的吗？难道不是吗？大皇子、三皇子还有六皇子此次一起监国，而五皇子不在京中，于是宣五皇子的
生母竟非世己，这只是皇上一碗水端平罢了。他们几个谁都没有得利。但皇后娘娘要求送些胭脂水粉还有珠宝首饰给晋王妃，又是为何？娘娘之前不是最讨厌那个晋王妃了吗？之前是没有想到那丫头能有这般本事，让晋王这个往日冰冷凶悍的人，现在却色令智昏到如此地步。因着接下来秦君夜就要住在宫里了，江宁儿便先回王府替他收拾些衣服。结果刚回府，皇后的赏赐就来了。他检查了好几遍，发现居然都没有毒，这让他又失望又费解。于是再进宫给秦君夜送东西的时候，便将此事转达于他。皇后送的东西都不会差，她送你就收，不用跟她客气。但他这么做总该有个理由吧？我可不相信他有这么好心。好心自是没有的，不过没关系，对你是好事。好事怎么说啊？二人说着话，秦君夜已经牵着他到了他的住处。皇后是觉得我沉迷美色，所以想你继续努力，好好多色诱我一下。哦，原来你跟父皇说要留我跟你同住，只是为了让皇后放松警惕。没错，我还以为你是……以为我是什么？自然是以为他是真的离不开他，才那样当众要求的。所以竟是他多想了吗？算了，没什么，衣服给你送来了，我回去了。我今后好一阵子都要住宫里，不能时常与你相见了，你也不最后多陪我一下。见江宁儿抿了抿嘴，别开脸不去说话了。我确实是故意那样讲的，我也很清楚以父皇的性子不会同意你留下来，所以我们势必得分居。老三今日露了下风，为图表现自然，是不会让自己出任何差错的，所以我不担心他会有什么动作。但皇后和老二现在正是势头上，若不让皇后这样以为，我不在府里的这些日子，皇后定会找机会针对你。原来你是怕皇后找我麻烦。当然，我说过不会叫人欺负你，可我现在既然不能时刻护着你，自得有些筹谋帮你周全才行。这样你还要这么快就走吗？知道他原来都是在为他打算，江宁儿哼唧了一声，勾住了他的脖子。我也不想跟你分居啊。晋王殿下，御书房那边准备好了，三皇子和大皇子已经过去了，您这边是不是也该启程了呀？怎么今天就开始吗？说是前几日父皇身体就不太好，奏章积累很多，让我们今日就开始学着批阅奏章，但我们先不管他。秦君夜重新抬起他的下巴，便附上了他的唇，完全不理徐孝全在门外的催促，因为之后很长一段日子怕是都不能想亲就亲了。分居第一夜，江宁儿就有些不习惯，于是睡得不算好。第二日很晚才起来，一醒就被签名告知江一雪和叶氏在王府外。一听说江一雪是带着头纱来的，想都不用多想，江宁儿一下就猜到了他们的来意。王爷之前吩咐过，不能让这母女俩惊扰到王妃，所以王妃没醒，我们便没理他们。那他们等多久了？有1个时辰了。才1个时辰呀？那让他们进来吧。王妃要见他们吗？只是觉得让他们两个这样站久了，街上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多可怜呢。那王妃让他们进来是要做什么呀？哇，也不做什么，只是让他们换个地方继续等而已。江一雪和叶氏看到王府大门终于打开，让他们进时，还十分欣喜。这个臭丫头非要我们亲自来，一雪你放心，看娘等下见了那个泥腿子如何教训他。我们快些进去。可当千明领着他们来到一处大太阳的空地时，江宁儿人呢？叶夫人，请注意你的用词，王妃的名讳岂是你能直呼的？这位大哥，不知晋王妃何时会来见我们呢？你们以为你们是什么人，还敢劳烦我们王妃亲自来见你们？江一雪无言以对。让你们进了，只是嫌弃你们长得丑，怕影响我们王府门前的门面。你们若要等，就站在这里继续等；不想等的话，便打道回府。但若再站在我们府门前影响市容，王妃有令，那便直接将你们乱棍打到隔壁街去。江宁儿自是不会管叶氏母女如何，简单的梳洗打扮之后，便进宫去了玉嫔处，也陪玉嫔聊聊天，解解闷儿，说了说江南游的趣事。因为天启帝批准了江宁儿进出探望之权，临近傍晚时，他端着在玉嫔小厨房里熬煮的汤到了御书房来，3个皇子正在其中。宁儿，王爷，本王还以为你今日不会来了。怎么会呢？我一直在母妃那呢，是为了等汤才晚了些。说着，他打开食盒，抱出汤盅来。你亲自炖汤？是啊，我想着王爷你一定辛苦，所以给你炖了汤滋补一下。但看着江宁儿亲自炖汤来看
看他，他还是有说不出的舒心和满足的。好香啊！这位是大哥秦君耀。大哥好。六弟妹好，你这炖的是什么汤啊？怎么这么香啊？是炖的老母鸡汤，我其实给大哥也准备了一份，你也尝尝。说着又抱出一盅，也摆在了大皇子的桌上。那我今日也算是沾了六弟的光了，我可要好好尝尝六弟妹的手艺。喝下几口后，连冲江宁儿激动的竖大拇指。六弟你有福气啊！六弟妹这手艺可真好，简直比宫中的御厨还要好。哎呀，王爷你别小气嘛，我这也是替你联络一下兄弟感情，而且大哥那碗跟你的不一样，只有你的我里面加了适应你体质的补药，还有我的爱，他的只是一碗没有灵魂的鸡汤，你在我这永远是最特别最重要的。说完冲他在胸口比了一个心。此时在场的还有一人忍不住咳嗽了几声。江宁儿在秦君临的瞩目下，又从食盒里端出了第3盅汤。秦君夜心想，他该不会真的贴心到连老三的都准备了吧？而对面的秦君临也是这样想的。结果江宁儿就把汤摆在了自己的面前，开始一口一口的喝起来。哎呀，三皇子，你近日不是说要体会百姓疾苦，说是都跟贫民窟的百姓一样啃馒头喝白粥吗？你这个意志又伟大又圣洁，我当然要成全你喽。所以我没有准备你的汤，你应该不会怪我吧？秦君临还未开口。原来三弟今日啃馒头是为了这个呀，我还以为你是要减肥呢。那三弟你可真是伟大。这时正好小太监来问膳，看几个皇子想吃些什么，要开始吩咐御膳房准备了。要问到秦君临时，我猜三皇子晚餐应该还是想啃馒头吧？我也觉得是。那馒头啊，六弟妹你是没有瞧见，我看着我都下不去嘴，他吃着可香了。馒头虽然看似寡淡，实则细品也是香甜的。贫民窟的百姓能吃到一颗馒头都已经很满足了，我吃的还是精面馒头，已经比他们好很多了。而且每一份粮食都是我们农户辛苦种植出来的，这种蕴含劳动人民汗水的食物是最大的美味，我怎会不喜欢？哇，三皇子真是高尚的不行了，让我等望尘莫及。然后他冲传菜的小太监说，你也听到了，你们可一定要成全一下三皇子的良苦用心，快让人去准备馒头，以后也不用问他吃什么了。想来三皇子此等决心，定是要吃上好一阵子馒头的。三弟说的对，我也要效仿三弟。你们也给我来点馒头吧，我也要体会一下劳动人民汗水的味道。江宁儿本还奇怪地瞧了大皇子一眼，想说他也要演这种戏码吗？我红烧肉还是要上呢，馒头只是我的加餐，我就是尝尝味儿，看是不是像三弟说的那么好吃。江宁儿扑哧一小声，差点没笑出来。王爷，你干嘛这样看我呀？我脸上有脏东西吗？没有，就是觉得只要看到你，心情就很好。那我这些日子争取每日都给你送补汤来，让你每日都能瞧见我。好，江宁儿也只能跟秦君夜待到这个时候，就得离宫回府了。但他没想到的是，他回府时已经夜明星稀，叶氏母女居然还在等他。那叫他们到花厅来吧。等看到叶氏母女互相搀扶着进屋时，呀，他们这是怎么了？千明，看不出来你已经会根据我的指令开始自由发挥了呀。我也是想给王妃出口气而已。放心，我不是要追究你，我是觉得你干得漂亮。他这话一点都不避讳叶氏母女。小贱人，你这样对待自己的长姐和母亲，如此不孝，定会天打雷劈，不得好死。雷会不会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辱骂王妃想死的是你才是。千明，张嘴，我可是国公府夫人，你敢？千明立刻就挽着袖子上前，给了叶氏结实的一巴掌，将他打翻在地。叶氏万万没想到，一个侍卫居然敢对他动手，他还想还嘴。够了，你住嘴吧。江一雪咬着牙，虽也满心不愿，但还是冲着江宁儿第一次跪下。见过晋王妃，母亲她对晋王妃无礼的地方，还望王妃恕罪。还是长姐能屈能伸。行了，我这人对待讲礼貌的人也是以礼相待的。你们坐吧。谢晋王妃赐座。说吧，来找我做什么？我是来找晋王妃解毒的。解毒？长姐弄错了吧？解毒找大夫呀，找我做什么？江一雪拿出一封信函，推至他面前。我知道晋王妃不会那么容易帮我，所以我是预备跟晋王妃谈一场交易。我知道之前跟晋王妃有点误会，但我们终究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你好过，我也好过，应该相互扶持才对。江宁儿看了江一雪递过来的信件，他就笑了，居然是林月寻写给他的关于江南瞧见他所谓偷人的事情。长姐，这是交易还是威胁？只要我出面的话，我有把握可以让月雪妹妹不将此事外露，不会让别人发
现你的秘密，还不将此事外露。你的月雪妹妹此时都不知道在哪儿养屁股呢。江一雪还真的觉得自己脸面很大吗？我这人最讨厌别人威胁我，而且我也最是不怕威胁了。既然你们求人的心不成，那就回吧，签名送客。那我们换个交易，你想要什么？你说，你既然愿意见我们了，自然可以谈的，是不是？好说，你们找我解毒，给钱就行了。你要多少？一口价10万两。你出价时就拿了府里18万，现在又要10万，江宁儿，你别太过分了。别说了，那个18万是嫁妆，可你这次是解毒的诊金，这是两码事儿。我解毒就是这个价，嫌贵那你们就另请高明吧。我答应你，但现在我们手头上没有这么多银子，府里钟馗已经不在我娘手上了。沛国公府的钟馗换人了，这还真是新鲜消息啊！那你们先给5000两，然后打个欠条放我这儿，等日后我再向你们讨要。江一雪当即就答应，并写了一张欠条，然后跟叶氏二人摸出了身上的全部银子，刚好够5000，都给了他。江宁儿收了钱和欠条，让他把脸露出来先看看。江一雪撩开纱帐，取下面纱后，我去，真没见过这么丑的女。你这个侍卫怎么说话的？怎么了？说实话也有错吗？晋王妃能解对吧？你给了钱，自然就能。江宁儿拿出一个药瓶给他，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解毒的方法有些特殊，若你不照做，毒无法解尽，可就怪不得我了。你说，我都一定照做。药呢，要按时吃，1天10颗。同时你还得在乱葬岗里待1夜，找个尸体堆多的地方，就是那种又脏又臭，尸体都开始满是蛆虫乱爬的最好。从子时待到第2天早上太阳升起才可离开。你这是什么解法？方法我告诉你了，药也给你了，信不信是你自己的事情。叶氏母女一走，千明就上前问王妃，你完全不用给他解毒啊，这样就便宜他了。便宜他？你觉得我会吗？你以为我给他的那瓶真的是药？难道不是吗？我给他的那一瓶其实就是一瓶老鼠屎罢了。老鼠屎？这个也能解毒啊？当然不能，那个纯粹就是我觉得想让江一雪多吃几口屎罢了。真正的解药就在乱葬岗里。尸毒就是在乱葬岗的沼气里产生的，但解药其实也是这个沼气。只要江一雪能够真的听话，待够1晚上，多吸几口那里的沼气，她的毒自然就可以解了。所以一瓶老鼠屎换来5000两银子和一张国公府的欠条，你还觉得我便宜他了吗？哦，原来如此，还是王妃聪明啊。不过千明，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跟叶氏和江一雪之前有过节啊？我怎么感觉你好像特别针对他俩？哦，没有，我之前跟叶氏母女没有接触过，我只是看不惯他们欺负王妃你。他们欺负我？你何时看到别人能欺负得了我了？就是那次。千明本想说，就是他回门那次，当时秦君夜下令将沛国公府的弓箭手全部就地诛杀，而他就是参与行动的其中一人。那也是他第1次见到江宁儿，他看到江宁儿的第1眼，便是他半身是血倒在王爷怀里的样子。那么好看惊艳的一个人，却那么虚弱，但当时的第1眼还是让他最为印象深刻，所以他对沛国公府，特别是叶氏母女都格外的厌恶。不过千明并没有把这些说出来啊，没有，就是觉得江一雪现在这副尊容，早上他还企图给我暗送秋波，我觉得恶心。放心，既然你讨厌他，下次我再整他，一定把你叫上，让你看个乐呵。没什么事的话，属下就先退下了。行，你回去休息吧，我也要回房歇息了。千明一走出花厅，便引到了暗处，一路看着他打着哈欠，进了王爷的院子才止步，没有再跟了。想什么呢？那是主子。什么乱葬岗？他分明就是故意整你，哪有这种解毒法子的？娘，你当真觉得江宁儿那个丫头有本事制毒解毒？她在给我替嫁前连学都不曾上过1天，就这种废物，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厉害的毒来？医学，你的意思是？你忘了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她不知为何与鬼医十分交好。我想这个尸毒丸定是鬼医给她的，而鬼医的性子就如这个名字，诡谲异常。若这个毒是鬼医所制，有这种奇特的解毒法子也并不奇怪。我决定还是去试一试。但你可是沛国公府的嫡小姐，那么脏的地方，你怎么能在那儿过夜呢？为了我的脸，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江一雪说的坚定无比，可真是深夜到了乱葬岗之后，还是不免有些发怵。他因为害怕，于是把小春也拖着一起来了乱葬岗。每走一步，江一雪都在心里把江宁儿翻来覆去的骂上了100次。子时一到，空气中升腾起了十分腥臭难闻的沼气，恶心的人不行。二人蹲在一个有半人
人高的石墩旁互相依偎着。小姐，咱们真的要待一晚上吗？那个江宁儿会不会是在耍你啊？其实江一雪也很怀疑这件事儿，但是来都来了，怎么着也要试试才知道。待了一会儿，除了夜风呼啸的有些吓人以外，还算是相安无事。他感觉到身后有异样。你怕就怕，不要扯我头发。小姐你在说什么呢？我2只手不是被你抓着吗？我哪还有手扯你头发呀？应该是风吹的，是我弄错了。可很快，他的目光愣怔地看向江一雪的身后，然后就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晕倒了过去。小姐你怎么来了？你是来跟我们一起下地狱的吗？江一雪猛地回头，小姐，我死得好惨，我好疼啊！你来陪我吧，陪我吧。对啊！也顾不上什么蹲守一夜的要求，拔腿就跑。跑的过程中，他被地上一具腐尸的手臂扳倒，狠狠地撞到了地上。江一雪痛得不行，也完全不顾。你别过来！你别过来！然后手脚并用的连滚带爬的惊叫着赶紧离开了乱葬岗。好在那个柔儿似乎也不出乱葬岗，瞧见江一雪仓皇逃后，又飘回到了倒地的小春旁边，踹了小春2脚。见他彻底醒不过来了，柔儿才一把摘下了易容，恢复成了本来的面貌，露出了一双蓝色的眸子来。明昭蹲下后，用力拍了拍小春的脸，看小爷整不死你们。江一雪回府之后，吓得一直哭，抑制不住的嚎啕大哭。老爷，你怎么来了？哭就知道哭，大晚上的在这鬼哭狼嚎个什么劲儿？江映初一把掀开了床幔，瞧见了床上的人，一屁股就跌到地上。鬼，厉鬼呀！爹，我不是鬼，我是你女儿啊！这是怎么回事？老爷，都是江宁儿那个小贱人害的，是她嫉妒医雪美貌，当初回门时给医雪下了尸毒，医雪现在毒性发作才会如此的，你可一定要给医雪讨回一个公道啊！宁儿又没有念过什么书，怎么可能会做出这么厉害的毒来？我说的都是真的呀，真的是江宁儿下的毒，就算你不信我也没关系，但老爷你一定要救一救医雪，医雪可是你悉心栽培的女儿呀，不能看着她如此而不管啊！你还好意思讲？当初是你信誓旦旦的跟我说，定会让她成为未来的太子妃，替我国公府拉上靠山，保我们万代千秋。如此，我才倾尽全府之力栽培她，把她打造成了京城第一才女。可现在呢，她连容貌都没了。你们母女将我这些年的心力财力都付诸东流了。本老爷真是后悔当初没有听她的话，鬼迷心窍的立了你当正妻。江映初，你真可悲，你到现在满脑子都还是那个女人，但可惜那个女人可从未正眼瞧过你。叶小影，你说什么？我说什么？我说你无能，我说你是个垃圾，我说你一辈子都比不上你大哥，你一直眼红你大哥，你嫉妒他，嫉妒的发疯，甚至不知廉耻，没有道德的还觊觎他的女人。可你就算费尽心机弄死了他又如何？国公府到了你手上又如何？往年的风光还不是瞬间就都败在了你手上？而且就算你大哥死了，那个女人也不愿看你一眼。你江映初一巴掌就打了过去，不许他再说下去。你打我，你这个没品的贱男人！竟被发狠的叶氏一下扑倒在地，二人你一巴掌我一爪子，直接互殴了起来。本只是一个院子的事儿，可这番动静愣是弄得整个沛国公府都灯火通明了起来。父亲，消消气。疯婆子，她就是个疯婆子。娘，你这是何必呢？贱男人，你爹就是个贱男人。到底是发生何事了？我也不清楚。那有劳姨娘，先送我爹回房休息。有什么事，等明日休息好了再说吧。那其他的事情就有劳大公子了。叶氏母女相拥着哭了整整一晚上，二人到底什么时候睡着的都不知道。第二天一早上，还是被一阵房里的乒里乓啷的声音给吵醒的。他起身后也给自己带了一块面纱，疾步而出，结果就看到一群下人正在搬他房间里的东西。谁许你们进来搬东西的？都给我出去！回夫人，是老爷让我们过来搬的。老爷说很多东西夫人也会用不上了，所以让我们都搬去田姨娘的屋子中。不过夫人放心，会给夫人您置换的。叶氏看着这些，气得浑身发抖，将惊鸿搬来的东西一顿砸。惊鸿也完全不拦着。夫人，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府里钟馗紧张，你砸了，可能几个月都不能再给你置
是办一套了。叶氏瘫软地跌坐在了地上。老爷还说，这阵子夫人和小姐最好就不要出门了，毕竟大小姐现在的尊容，出去叫人瞧见了，会折损了沛国公府的形象。至于百花大典，大小姐也不必去了，老爷已经安排三小姐做准备了。刚走出屏风的江一雪听到这话，也一下失神，歪倒在了地上。叶氏朝着江一雪倒下的地方爬了过去，将她扶起来，抱进怀里。一雪，我可怜的一雪，是我害了你，都是娘不好。他在心里怨极了叶氏，完了，一切都完了。江一雪痛苦地闭上了眼。一雪，你的脸好了。江一雪本已经整个人都丧失斗志了，听到这话，疯了一般的冲到叶氏刚才打烂的梳妆镜前，清晰的可以看到脸上那些凸出来的恶心的毒瘤，此刻都平整了。我的脸居然真的好了！快，定是昨天江宁儿给的那瓶药起效果了，快把药给我，我要吃药。而昨夜他根本没有按照要求在乱葬岗待足了那么久，所以觉得有效的一定是那瓶药。什么乱葬岗，就是他江宁儿戏耍他的。他一打开这药瓶时，其实就隐约的能闻见瓶子里传出的异味，有着淡淡的臭，又好像有些淡淡的香。多吃点，一雪多吃点，这样就能好得更快了。娘，你要不要也吃一点？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定是诡异做的什么美容养颜的药丸。我只要恢复了容貌，就不怕爹爹废了我。但你昨夜跟爹爹打架，确实太不应该了。你也要好好养一养，整顿一下自己，定要给爹爹好好道歉才是。昨夜我也是觉得人生已经绝望了才会如此。你说的我明白，我定会找你爹的。行，正好我也伤了脸，我与你一起吃。反正江宁儿收了那么多钱，吃完这一瓶，我们再向他讨要。江一雪的脸其实靠的就全是昨夜吸进体内的一点点沼气，但是因为他没有按照江宁儿所说的待够那么长时间，所以这一点点沼气虽然暂且能压制，却完全没有办法将他的尸毒解除。等到这沼气作用消失的那一刻，江一雪才会是真的万劫不复的时候。二皇子府里，张师爷将近日的账本拿给秦军旗过目。不错不错，以前没觉得，现在本皇子才发现，关键时刻江婷居然这么有用。沛国公无能，这个庶子倒是有本事，不过1个月的光景就给二皇子赚来这么多银子，看来只要如此运作下去，不出2年，之前丢失的20万两黄金就能赚回来了。提起那20万两黄金，本皇子就生气。我明明可以拥有更多的财富，却被老三给害的。我现在还得再花个2年的时间，才能填补之前的财务空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现下于贵妃也受罚，至今都见不到皇上。三皇子又只能跟大皇子和晋王一起在御书房每天批些繁琐的奏章。殿下您想啊，大皇子和晋王是什么人？那可是皇上最不喜欢的2个儿子。皇上现在把三皇子列入他们一起，说不定也有特意打压三皇子的意思。好，他的贤王人设终于是失灵了。现下很明显，皇上最看重的还是殿下您呐。上次那些报名的事处理的如何了？殿下放心，尽数剿灭了。切记，西北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绝不可让父皇知道，也绝不可让这群刁民再出现在父皇的面前。属下会处理妥当的。江一雪这几日可还有来地拜帖？殿下莫非还愿意见他？不是我想见他，而是本皇子现在非常需要江婷的帮助。以前我觉得沛国公府无用，也想着踹开，可现在觉得江家现在还是能给我带来好处，我还是需要安抚一下江一雪的。听到二皇子居然派人来请他，江一雪高兴的不行。此时他已经彻底恢复了容貌，甚至觉得自己比以前还更美了几分。一番精心打扮，就来到了二皇子府来。秦军旗一见他，就将他搂进了怀里。哎呀，一雪，你可让我想死了！来，快让我亲亲。殿下，你骗人！你说你想我，前阵子我生病，你都没来瞧我。你生病了，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个事呢？哎呀，定是我忙百花大典去了，下面人疏忽了。晚些我就叫人去教训他们。哎呀，我的宝贝一雪病了，我怎么会不来看你呢？当真是因为太忙了吗？哎呀，自然是。我这会儿一稍闲下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你。听他如此讲，江一雪才展露笑颜了。秦军旗更是直接将桌面上的东西一扫，就抱着他压了上去。紧接着屋中便响起了旖旎的声音。许久没有跟江一雪来过了，久久来一次，秦军旗竟然觉出一些新意来。
等到快天黑的时候，江一雪才回到了沛国公府里。一雪，你可回来了。这些事在得知二皇子召见你后，老爷就让人又制了一批金器物件送来了。爹爹还真是势利。怎么样，今日二皇子对你如何？自然是对我百依百顺，呵护备至。还是我们一雪有本事。那个信呢？可有让二皇子瞧见？自然是瞧见了。不仅如此，二皇子还气得浑身发抖呢。这个臭丫头骗你去乱葬岗，还给你下毒，险些让我们母女二人被老爷遗弃，就该让他千刀万剐才好。之前林月寻去晋王面前告发没用，我就想着晋王定是碍着面子，所以纵容他。但二皇子可不会纵容他。二皇子一直不喜晋王，不管是他想要针对晋王，还是想要把此事拿去做文章，江宁儿都逃不过要遭罪。还是我们一雪聪明，江宁儿想跟你斗，简直不自量力。母女两个近日实在是太过糟心。如今江一雪的脸好了，二皇子重新宠爱她，又顺便陷害了一把江宁儿，两个人觉得这是阴霾过去，一切都顺利起来，未来一定会越来越顺。六弟妹请留步。回头看去，是大皇子的皇妃徐氏。大皇嫂有事。六弟妹是去御书房看六弟吧，我也准备去看看我家那口子，我们不如一起吧。也好，咱们一起。晋王爷，茶凉了，奴婢给您换一杯吧。秦君夜专注手中的奏章，眉眼不抬地轻嗯了一声，春桃便故意将茶杯整个一歪。秦君夜眼疾手快，迅速将桌上的奏章护住，结果这个动作使得茶水尽数泼到了他的身上。奴婢有罪，奴婢来给您擦。不用。然而这春桃还想继续上手，就在他要碰到秦君夜胸口的时候，秦君夜便一把钳住了他的手腕。本王说了不用，你是听不懂人话吗？春桃只觉得手骨都要折断了一般的疼，可想到其他宫女说的，一开始那些大臣也先是斥责，只要再娇声讨好，很快就会变成是拉着他们入怀了。王爷，您别抓着我抓得这么紧啊，您都弄疼奴婢了。王爷，你想要什么直说就好了，奴婢真的好疼啊。桃本就是存着勾引之意，虽说疼得都快哭了，但说出口的声音仍旧娇嗔妩媚，像是欢愉情调一样。听得正要推门而入的江宁儿整个人一愣，徐氏也是倒吸一口凉气。我怎么这么晕啊？紧接着就虚弱的主动往秦君夜身上倒去，结果御书房的门被大力推开，江宁儿和徐氏端着汤，正好就看到秦君夜抓着春桃的手，而春桃往他怀里扑的这一幕。秦君夜本已经几日没瞧见他了，看到他还神色一喜，可对上他那双冷眸之后才反应过来，完了，他别是误会了才好。他连忙松开了春桃，旋身一躲，没让他扑上，再朝着春桃后腰就是一脚，直接将人踹得被撞到桌角上，再跌翻倒地。春桃疼得整个脸都皱成一团。是奴婢昨晚忙到太晚了都没怎么睡，刚才头晕手软，才会不小心把茶水泼到王爷身上的，还请王爷恕罪。闭嘴！本王最烦柔弱的女人，若不是御书房不方便见血，本王早就把你杀了。不是说男人都喜欢这种的吗？难道说晋王是个例外？江宁儿也察觉到了他怨愤的目光，端着汤盅朝地上一摔，瓷片碎裂一地。六弟妹你别气，说不定是误会。宁儿我没有。结果江宁儿并不是想要发脾气，而是捂着额头学着春桃刚才的语气。我也好晕啊，手都拿不稳了。哎呀，不行了，我要倒了。秦君夜愣了一下，然后立马两步并成一步，就连忙冲了过去，在他倒地之前将他抱住了。怎么了？手没有伤到，给我看看。我怎么这么晕呀？哎，一定是昨天夜里想王爷想的都没睡着，才会这样。那我先送你回屋休息一下。说完，秦君夜便把他打横抱了起来。春桃看这一幕，简直是气得不行。这个晋王妃是学人精吗？连晕的理由都抄他的。而且晋王不是刚说他最烦柔弱的女人吗？这个晋王妃倒的比他假多了。晋王难道看不出来？区别对待是不是也太明显了一些？但秦君夜就是一个眼尾都不给春桃，径直抱着江宁儿回房。你不晕了？你少来！我不信你不知道我是装的。怎么了？你的手碰过别的女人了，我嫌弃。我碰。秦君夜回想了一下，他也就拦着春桃给自己擦身子时抓了一下她的手腕而已。江宁儿拽着她的袖子，将她拉到了水盆前，示意让她把手洗干净。秦君夜也有些哭笑不得，但也听话的将右手放进了水盆中。但见他只是放着，你就这么敷衍我呀？秦君夜放在盆中的右手不动，左手将她纤腰一搂。这只手没碰过
过别人，可以抱你吧，但抱了你，我就没办法洗另外一只手了。所以你说怎么办？什么怎么办？那你放开我呀！好不容易一次见你一面，说什么都不会放的，你帮我洗吧。非要我帮你洗是吧？可别后悔。他拿起一条毛巾架上最粗的毛巾，就开始跟他搓起手来，力道之大，疼得秦君夜当即就呲起牙来。这个女人是真的肯下手啊！可是疼过之后，他又忍不住轻笑了起来。你笑什么？我在笑宁儿是不是吃醋了？哼，我才没有吃醋，你当我傻吗？但凡有一点脑子的皇子，都会知道不要混乱宫闱。宫中所有的女人，名义上都是皇帝的，宫女虽低微，但只要碰了，那都是对天启地大不敬的事情。就算是秦君琪那种脑子长在裤裆里的家伙，遇到今日的情况，都不会动那个宫女半分的。你总不至于比秦君琪还混蛋吧？但听到江宁儿居然拿自己跟秦君琪比谁更混蛋，这就让他高兴不起来了。他有那么糟吗？但我怎么好像都闻到酸味了？没有，那是你的错觉。当真没有？如果真没吃醋的话，那让我亲一下。掰过他的脸，朝他唇的地方低凑了过去，结果被他一巴掌将脸推开。我有话问你。江宁儿试图岔开这个话题，结果被秦君夜再次一把抱了起来。有什么话我们坐下来再说。而秦君夜所坐下来的地方自然是在床上。江宁儿确实是有话要问，就先不管坐哪儿了，反正床上也舒服。正要问话，就看到秦君夜开始脱衣服。你脱衣服干嘛？我说了有话要问你的，你别满脑子就想着那档子事儿。秦君夜自是觉得好不容易才见一次面，而且难得有这个机会，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人来打扰，他当然不可能放过。我衣服都被泼湿了，当然是要脱掉的。你要我一直穿着湿衣服吗？我知道你在动什么心思，但你没有好好回答我问题前，你想都别想。你到底要问什么？你们皇子是不是成年后宫里都会安排个教习宫女？那你应该也有吧？那他人呢？一夜夫妻百日恩，你怎么没给别人一个名分？什么一夜夫妻百日恩？什么给名分？他在说什么呀？怎么这个事情很难回答吗？还是说不能告诉我？不是不能跟你讲，只是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王爷以前的事情我知道的不多，所以想要了解一下你的过去。但现在我府里就你一个，还讲这个有什么意义？没事，你讲，我只是想更加了解王爷。您放心讲，我不会生气的。当真不会生气？当真，比珍珠还真。确实，我跟其他皇子一样，16岁的时候，宫里有指派一个专门教我房事的教习宫女到我府上。那个宫女长得什么样？叫什么？那个宫女吧，长得还不错，身材也挺好，我记得是姓姚。那既然她那么好，你怎么没把人留下？你这点权利还是有的吧？这个权利自然是有的，而且我也留过她一阵子。但你也知道，后来我中毒昏迷了一阵子，清玄就给了她一笔银子，将她遣散了。你醒后没生气？当然生气，我醒后还打了清玄一顿，说她自作主张。那后来发现她走了之后，你没找她，以你李雨楼的力量，要找她不难吧？李雨楼也不是万能的，我是找过她多年，但是可惜没有下落，也许是故意躲着我吧。那你如实告诉我，我入府后，你还有在找她吗？秦君夜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迟迟没有答复。秦君夜，你回答我呀！秦老六，你以后都不许碰我！说完就要下床离开，秦君夜惊了，就要去拉他，结果刚碰到他，江宁儿反手一针就扎在了他手臂的麻筋上。宁儿，秦君夜咬着牙，忍着手臂的酸麻，强行将他从后面环住。你放开！我为什么要放？刚刚还信誓旦旦说绝对不会生气，你这是没生气的样子吗？而且以后都不许碰你是几个意思？我不碰你，我还能碰谁？今天不就还有人对你投怀送抱吗？你能碰的人多了，说不定你碰过的人也多了。他是想看他吃醋来着，但他确实没有料想到他吃起醋来会这么狠。你先听我解释好不好？你都说的那么清楚了，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你当初还跟我说你第一次是跟我当时还感叹你这人还挺纯情，结果现在才知道你根本就是骗我的，原来你早就是经验丰富了。我怎么就成经验丰富了？你自己冷静下来想想，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次，难道我看起来像很熟悉的样子？那是因为你那个时候看不见。那你现在把我眼睛蒙上，我让你看看真正的老手是什么样的。我都这样生气了，你还有心情跟我耍流氓？秦君夜，你过分！秦君夜按着他的肩膀将他转了过来。你听我说，我是骗了你，但只是刚才骗了你而已。我当初是有一个教习宫女，但你稍微打听一下就该知道，教习宫女从不可能有好看的。而皇后为了恶心
请我，给我拍了个又老又丑的。那个时候我光是看到他的脸，我就完全不行。所以你要问有没有，我可以告诉你，确实有这么个事情。但当时他来给我宽衣时，我就没忍住把他给打出了房间。我知道皇后再换也会换个如他一般的，于是就跟父皇请命说，我不需要这种宫女。江宁儿趴在他胸口，附耳仔细听着他的心跳，发现他心跳沉稳，确实是不像在说假话。当真？当年我将那教习宫女打出去后，他还专门到宫里来告我的状，说我打他。为此我还叫宫里人一阵笑话。此事你不信，可以去宫里随意打听，随便一问就能知道。你觉得耍我很好玩是不是？是我不好，我其实就是想看你吃醋，逗一逗你。但我也没想到，你一贯聪明机警的人，今日竟会这么容易信以为真。我本以为三两句你就应该能听出不对劲的，谁想你竟一直没听出来。后来我都实在编不下去了，才没说话的。我的所有经验都来自于你，我只有过你一个女人，除你以外什么都没了。你惯会欺负我。你今日是不是听到些什么？不然你怎么会突然问我这个？是今日大皇嫂问起我那侧妃的事情。侧妃？江宁儿将一切的缘由与他细细说了一下。秦君夜也明白他在想什么了。实话讲，其实你不是我第一个赐婚的对象。美人计这一招，皇后以前也都有使过，想过给我府里塞人，只是都被我避开了而已。那你怎么避开的？其实也不难，以前他们对我百般刁难，我自顾都不暇。一个人在生存都有问题的时候，所以根本不可能有那个心思去想男女之事。且我知他们这份心思，自然对突然接近自己的所有人都保持着警惕。几个皇后有意赐婚的对象，我能拒绝的便会直接拒绝，拒绝不掉的就会想办法除掉。久而久之，暴力之名传出去了，都知道谁嫁我谁倒霉，便谁家都不愿意把女儿许配给我了。那当初赐婚你跟江阴雪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拒绝？你是不是吃醋吃傻了？那个时候外界都以为我在昏迷，我怎么跳起来拒绝？所以那夜的弓箭手果然是准备杀入府的新娘子吧？其实不是入府的新娘子，而是为了杀你。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沛国公府换了你替嫁，我一直都知道我要娶的是你。你可真狠！江宁儿虽怨了他一声，但又觉得这个事情无可厚非，毕竟刚见面时两个人对彼此都不友善，他也想着下毒杀了他来着。那你当时明明可以让弓箭手杀我，为何还要护着我，还因此用了内力？现在说来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就是觉得你骂我时的语气让我觉得很像破庙里睡我的那个女人，然后下意识就去护着你了。原来你那么早就察觉到了。有察觉，但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试探过也动摇过。你快跟我讲讲。秦君夜将他手牵了起来，二人再次坐回到床上，他跟江宁儿细细讲了所有的心路历程。江宁儿才知道居然中间还有江一雪冒认他双月诀的事情，这可真的太让他没有想到了。哇，你怎么这么厉害？他都拿着双月诀让你瞧见了，还那样说了，你居然没认错。就像我们新婚那夜我就察觉到你不同一样，也许是因为到底是有过最亲密行为的人，那份熟悉感就是不同的。当知晓中间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之后，不知怎么的，江宁儿今天的那点不安顿时就烟消云散。原来他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他了，这让江宁儿的心一下就安定了下来。大哥和大嫂的问题其实也不在于他们二人的感情，是皇长孙的问题。现在几个皇子里只有大哥和我娶了正妃，其他成年皇子有姬妾，但正妃和侧妃之位都空悬着，所以这些年能有资格诞下皇长孙的只有大嫂。大嫂有多年无出，所以压力才那么大。那大嫂确实很惨，明明她跟大哥两个人应该是很恩爱的。你想帮大嫂也不是没办法。怎么帮？说话间，整个人就已经被秦君夜桎梏在身下。皇长孙这个事情，现在你也可以。如果有人已经生下皇长孙，大嫂便自然没有这份压力了。江宁儿愣了一下，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之后，唇就被再次精准封上。碍于还是在皇宫里，秦君夜没敢要得太狠，轻解相思即可。结束后，二人只是合衣拥在一起，继续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话。王爷，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王府呀？应该是百花大典之后。那个时候你父皇就能好了？父皇能不能好我不确定，但是百花大典后老二便空闲下来了，只要他一闲，定会来抢坚果这个差事的。到时候我跟大哥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功成身退了，其他的就是老二和老三的缠斗了，我便可以回府了。王爷，你没想过要争皇位吗？你想当皇后？可饶了我吧！我这些日子被皇后喊着，听她叮咛教导，可把我给折磨死了。皇位于我而言，远不及所珍视之人周全安康重要。一个有能力的皇子说自己对皇位不感兴趣的话，就太假了。但王爷，你也没说不想，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你有想法？真话就是曾经确实想过，但是现在不想。这是为何？我曾想过要争太子位，但确实是没想过要当皇帝。我自幼不受宠，小时候我便以为
为是不是当了太子，便是父皇最真实的那个孩子，父皇便能多看我一眼，而不是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偏宠二哥。是不是我足够优秀的话，母妃就可以在宫里好过些？所以我也曾锋芒毕露，万事争强好胜，想要拔得头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父皇不仅没有多看我一些，母妃也在宫中备受欺辱。3年前那场秋猎，我身中噬魂毒，小七也被我连累的伤了腿。什么叫连累？分明是那些家伙眼红你，是他们居心叵测，是他们自己比不过你，就用这种阴招。王爷，你不要把这种罪责背在自己的身上。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放过自己，然后辱骂他人。我不想再听到你这样说你自己了，你这样讲我会心疼的。所以你问我现在想不想当皇帝，我确实是不想。我已经过了渴求父皇关注的年纪了，也认识到了父皇的偏宠与我能力够不够强无关。3年前的变故让我意识到了，我最想要的其实就是母妃喜乐，军行安康。现在还多了一个想要的，就是想要你永远在我身边。你既然不想当皇后，那皇位于我便没有多少意义，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想当皇后，那我为了你还会去拼一拼。江宁儿静静望着他望了好一会儿，先是疼惜他年少时的过往，最后这句话则是让他感动的哼唧了一声。我才不要你为我去拼这种事情呢，你放心，你以后有我爱你，你曾经得不到的父爱都会在我这补偿回来的。什么？他补偿他父爱？你补偿我父爱之前，先好好补偿一下我这几日独守空房的寂寥吧。二人继续笑闹了一会儿，终于还是等来了门外喊他去御书房的动静。推着秦君夜进了御书房之后，江宁儿也到了该出宫的时候了。他刚路经一条比较隐秘的花园时，六弟妹，江宁儿闻声回头，居然是二皇子秦君奇。江宁儿在心里嫌弃的咦了一声，当作没看到，转身想继续走，结果秦君奇却快步追了上来，与他同行。刚才在父皇那边请安时，听下人说六弟妹不舒服，可要紧呢。江宁儿不懂这人找来是干嘛的，但想着肯定是没安好心，于是加快脚步向前。秦君奇捋了捋自己的发带，也加快了脚步跟上。六弟你也太不上心了，六弟妹不舒服也不知道找个御医给你看看，万一有什么不好的，落下病根怎么办啊？若是本皇子的话，本皇子定不会如此疏忽的。我得的是相思病，御医是看不好的，只有我们家王爷治得好。我的身体如何，还轮不到二皇子来操心。相思病，六弟妹，你确定你是对六弟相思吗？我不对王爷相思，难道对二皇子你相思吗？六弟妹，我们聊聊吧。我知六弟性子不好，长得也不好，你这种花容月貌的委身在他身边，确实是有些委屈了。你若有别的心思，我也十分理解，对你的处境也十分怜惜，但你大可不必舍近求远啊！而我知道之前的事情让你对我有些误会，但我这个人你是不了解的呀。我其实文韬武略，才貌双全，一拳头就直接朝他脸上招呼了过去。真是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就是防御意识太强了，看到前面突然有人，拳头就不受控制的挥过去了呢。不过这件事，想必二皇子在我新婚那夜已经是了解过的，对吧？我奉劝二皇子一句，下次可别再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喽，不然我又伤了二皇子，可就不好了呢。无妨，六弟妹劲儿小，我不疼。不仅不对他发脾气，还冲他笑，这点儿就有点超出江宁儿的料想了。本皇子有一物要送给六弟妹，请六弟妹别与六弟讲，这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秘密。江宁儿才不想跟他有什么2个人之间的秘密呢，但秦君奇根本就不给他拒绝的机会，就塞了条汗巾在他手里，然后冲他挤眉弄眼之后大步离开了。江宁儿一个人站在原地，一脑子的问号，一直到出宫门，他一路都在琢磨这件事儿。千明大老远瞧见他，就从马车车夫的位置一跃而下，赶紧来迎接他。王妃今日怎么这么晚才出来？属下还以为王妃又出什么事情了。我有一个东西送给你，但这个事情你千万别跟王爷讲，这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秘密哦。说着，他就把刚才秦君奇给他的那条汗巾塞到了千明手里。王妃您这是会不会不太好啊？怎么样？我刚才这样说这样做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觉得我是什么意图？看千明一脸的错愕，江宁儿摆了摆手，直接说明用意。我刚才在宫里遇到了秦君奇，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然后给了我这个就走了。我有些揣摩不清这家伙的意图，所以用同样的方式让你感受一下，看你是什么感觉。千明本是脸色绯红，可听他这样说之后，双眼顿时瞪了起来。王妃你说什么？二皇子居然如此
子，他是不是也太狂妄了一些？怎么，你懂他意思了？我也是听戏文里面说的，那段戏文曾在京中很是有名，说的是一对偷情的男女，戏中男女相约偷情时，女子会以红杏手绢相赠，寓意是想要红杏出墙。因为这个戏文传播太广了，京城就开始有以红杏手绢暗喻着想要偷情的意思。所以他给我送这种东西，是暗示要跟我偷情？这个猪头还真是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不发育啊！他都在我手上吃过多少次亏了？上次大理寺是被打得不够惨吗？怎么就是不知道长一点记性呢？王妃，上次大理寺的事情，二皇子可不知道是你弄的。也是哦，但不对啊，他怎么就觉得我会愿意同意，不会泄露给别人知道呢？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江宁儿琢磨了一下，突然想起他的那句：你若有别的心思，我也十分理解，对你的处境我也十分怜惜，但你大可不必舍近求远。舍近求远，江宁儿眉眼一亮，想起了那日江一雪拿来要挟自己的信，好像就都明白了过来。我懂了，既然他有这份心思，那本姑娘就陪他玩玩。我的意思是说，好好的玩弄他。不管秦君夜想不想要皇位，但是有一点他很确定，那就是一定不能让秦君奇拿到那个位置，否则晋王府是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他还正愁呢。以现在的局势看来，如果秦君奇再办好了百花大典，天启帝会不会一高兴就册立他为太子了？现在正好啊，说不定可以借着这个汉金在百花大典上搞搞事情，让他这阵子的苦心造诣功亏一篑。另一边，沛国公府里，二皇子是不是因为找不到证据，所以才迟迟没有动作的？很有这种可能。如果不抓到现行的话，江宁儿倒打一耙，确实容易被他开脱。但他实在是太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江宁儿吃亏了，于是江一雪有了些想法。娘，我在想，如果二皇子是需要证据的话，不如我们给他制造一些证据。我觉得百花大典就是个好机会，那个时候文武百官、皇室宗亲都在，这可谁都保不住江宁儿。一雪，你预备怎么做？江一雪跟叶氏耳语几句后，叶氏觉得可行，就按你说的办。又过了几日，终于到了百花大典的当天，叶氏一行一到场就吸引了满园人的瞩目。这几人是谁？那个姑娘好美啊！那是京城沛国公府的大小姐，是京中有名的才女美人呐。叶氏听到这些人的夸赞，嘴角忍不住扬起，而江一雪看着这些人羡慕嫉妒的目光，心中自然是喜悦非常，但脸上却仍是一片淡定。昨日二皇子往府中送了消息，暗示今日的选妃只是走个过场。二人此时心中都十分的笃定，只要今日一过，二皇子正妃之位就非江一雪莫属了。对那些品级太低的官员家眷，他们都是看都不看一眼，径直朝一品大臣的家眷集中地走去。这位小姐看着眼生啊，她是这是府中的庶出三小姐，还不快给各位夫人行礼问安？叶氏特意着重强调庶出二字，语气也像是在使唤下人一般。姜子英见过各位夫人小姐。就在母女二人正得意时，晋王妃到。当即所有人的目光都朝走来的两人看去。秦君夜虽戴着面具，看不清容貌，但是身材挺拔高大，气质华贵，叫人不敢直视。晋王殿下怎么也来了？我听闻皇后默许今日其他的皇子也可以选侧妃，不知晋王殿下来可是为此？本王来此完全是为了想陪着我家王妃，而且本王不会纳妾。晋王殿下这话可不能乱讲，你说你不纳妾，这怎么可能呢？哪个皇子府中没有几个女人啊？男子后院繁华鼎盛，才能彰显身份地位嘛。叶夫人，本王的事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智慧了？叶氏噎了一下，他怎么说也是晋王的丈母娘啊，他怎么可以当众对她如此不敬？母亲的意思是觉得二妹妹性子我们清楚，她做主母怕是会打理不好府内事宜，所以才觉得晋王殿下或许还需要更仔细的人才好。江大小姐此言差矣，本王是娶妻，又不是找管家，那些琐事自有人处置，王妃只需要好生养着就是了。其他的事情，本王可舍不得让她烦心。再说了，本王的王妃花容月貌，本王既然都见过最好的了，哪里还看得进别人？晋王这话让现场不少女眷都倒吸一口凉气。不过，既然叶夫人觉得后院鼎盛才能彰显地位的话，人各有志，本王也尊重。本王回去就让人给国公爷送2个姬妾，让国公爷后院人多一些，这样他地位显赫了，叶夫人也跟着沾光。
江宁儿差点没笑出声来，这个老六的嘴呀，是真的越来越毒了。长姐的脸恢复的还挺快，不像上次那样丑的鬼看了都要叫娘了。江一雪一惊，万万没有想到江宁儿竟会当众说出这件事儿来。二妹妹说笑了，哪有那么严重？我不过是起了一点疹子而已，早就好了。是吗？一点疹子就那么严重？那可快让我瞧瞧。江宁儿做出一脸关切的样子，直接上手开始摸她的脸。哎呀，还真的好了呢。江宁儿，你放手，你别碰我的一雪。夫人居然叫我别碰，你忘了前些日子你们来王府里跪下求我，一定要给他看脸了吗？见叶氏瞪他，江宁儿接着说：夫人，你不会真的是忘了吧？那可不行，你们当初可还给我写了欠条呢，这个你们可不能忘，你们可得把钱都结给我呀。他咻的一下就拿出了欠条，展示在众人面前，开始公然要债。来，既然好了，那就给钱吧。叶氏被他这个举动气的是差点没一口血吐出来。你就是三妹妹吧？子英见过二姐，不是，是王妃娘娘。起来吧，你就是田姨娘的女儿吧？正是。那还劳烦你把夫人和长姐欠我进王府95000两的事情告知田姨娘。想必我要拿回这钱，现在只有田姨娘能做主了。95000两？江子英震惊，乖，叶氏母女是搞了什么呀？欠这么多钱？不过她自不敢多问，都先应下。子英回去定会跟我娘转达此事。三小姐，快别行礼了！你没听到晋王妃都让你起来了吗？将秦君夜胳膊一挽，二人朝着皇室中人的高位坐席而去。刚坐下，皇后也带着一众妃嫔来了，这是个信号，意味着二皇子的选妃仪式终于是要开始了。真是没想到，想嫁秦君齐的人居然有这么多。王爷，你说最后谁会赢？应该是于丞相的孙女。哦，于丞相。刚才我教训叶氏，你看得那么开心，今晚可有奖励？王爷，我3日前来月事了，所以不行哦，你再忍忍。秦君夜哑口无言。王爷，不如咱们继续说刚才的事情吧。你怎么知道最后会是于丞相的孙女赢？因为皇后的人这阵子私下与丞相府来往密切。那江一雪呢？二皇子不是很喜欢她吗？她就完全没希望了？她的话，顶多是个侧妃吧。哦哟，那她今日可要失望了。她可一直盼着自己是正妃呢。那是她在做梦而已。老二虽好色，但也不会因为好色去已经落寞的沛国公府嫡女为正妃。沛国公府对他来说，有注意的只有一个江婷。老二不至于为了一个谋士白白浪费一个正妃的位置，但也不会就此舍弃他。毕竟沛国公府现在也知道他不少秘密，所以给他一个侧妃之位是最合理的。他不能当正妃还真是可惜。不过不管怎么说，秦君齐跟江一雪这个贱男配渣女的组合能成就行。你居然会希望江一雪如愿？你都说了，她只能是侧妃，那也就是妾。她心性那么高的人，当妾不比杀了她还难受吗？我看到她难受，我就心情好，所以我希望二皇子可一定得把她收进府里去。不过丞相之女居然要嫁给秦君齐这种贱渣男人，也是够惨的。这种婚姻都是事先达成好的协议，他不同意，皇后也没法子。所以这种女人你不必可怜她，她看中的只是利益而已，又不是真心。只能说秦君齐是丞相府自己选的。这时有天启帝身边的太监来宣秦君夜，说是谈到岭南治水事宜，那个奏章正是他负责批阅的，所以把他喊去一起商议。他一走，他也有些坐不住了，便准备去找秦天玉那个老小子玩会儿，反正他这个逍遥王用不用搭理朝政，闲得很。走到人少的地方，有个小丫鬟快步而来。晋王妃，大小姐想请你一步，她有话想跟你聊一聊。她请我就要去，那我多没面子啊！翠萍似乎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拿出了一张5000两的银票。自然不会让晋王妃白去，大小姐就是想把这个欠账跟晋王妃还清，只是这里不太方便。嚯，有出场费啊？那你早说嘛！顿儿乐滋滋的把银票塞进怀里。那行，你带路吧。晋王妃请跟我来。翠萍躬身堆着笑，可一转身后就变成了嫌弃的臭脸。还是大小姐说的对，这个江宁儿没见过世面又贪婪，用5000两银子定能把她骗去。翠萍推门，江一雪果然坐在其中。二妹妹，你可终于来了，我还怕你生我的气不肯来见我了呢。这里就我们2人，你就不必给我演姐妹情深的戏码了，直接说吧，想聊什么？那行
行，既然二妹妹爽快，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叫你来，是因为今日一过，我们不光是亲姐妹，更是妯娌了。我觉得我们到底是一家人，以后同在皇室之中，不应该这样针锋相对。你也知道，现在二皇子的势头，皇上封他做太子是早晚的事情，而将来太子妃之位，就自然非你姐姐我莫属。今日我喊妹妹来，就是想要你去劝劝靖王殿下，不如你跟靖王选择现在投靠二皇子，做姐姐的还能在二皇子面前替你美言几句，之后封侯拜相，少不了靖王和妹妹你一份。长姐怎么就这么自信？你能嫁二皇子为妃？这是二皇子亲口向我允诺的。今日的选妃不过是走个过场，这些女子也都只当做我的陪衬罢了。你这么说，我还真是需要好好想想。我跟王爷确实也得找条出路才行。江一雪还以为是把他说动了，连忙给他倒了杯茶。二妹妹想通了就好，你可以回去跟靖王爷好好商量一下。不过说真的，以后我们姐妹两个真的不能再像今日这般了。我跟母亲好，对妹妹你也好不是？说起来，我就是心里不平衡。我自出生就被爹娘丢弃，从没有享受过家人的关爱。我也不过是想多争取一些你们的关注罢了。二妹妹的心情我能明白，其实母亲是心疼你的，只是之前的你拼命不好而已。不过你放心，之前的过往咱们就都算了，以后我们一家人齐心。喝了这一杯后，曾经的恩怨咱们就一笔勾销。江宁儿若有所思地瞥了那杯茶一眼，妹妹还怕我给你下毒不成？这样我先干为敬。然后神情坦荡地给自己倒了杯茶，当着江宁儿的面一饮而尽。江宁儿笑着拿起面前的那一杯，也痛快地饮下。喝了没多久，江宁儿开始眼神空洞了起来。我能让你失一次身，就能让你失2次。你害我！我只是想要看看二妹妹跟靖王是不是真的那么夫妻情深。当初你失身嫁进靖王府，他都不嫌弃，那么这次他又还会不会要你呢？江一雪狞笑着带着翠萍推门而出，而房门外早有一男子等候着，可要把屋子里的人伺候好了才是。便跟翠萍重新往刚才的选秀庭院走去。男人进屋，瞧见趴在桌上的江宁儿，想把她扶到床上去，结果刚碰到她的肩膀，江宁儿便利落的给了这人一个过肩摔。你是什么人？我是你姐姐找的主管的小官。谁让你脱衣服了？结果一拳人没晕，只是摔在了地上。姑娘原来是喜欢玩这种重口的是吧？你早说呀。于是这小官把自己带的皮鞭、蜡烛、小手铐一一抖了出来。玩这种倒也不是不行，但是我得先说，玩这种的可得加钱。我玩你大爷！其实千明一直都在暗中跟着，确定江一雪走远之后，立即就破门而入。王妃，你没事吧？我没事，不过既然我没事，接下来就有人要有事了。我去把江一雪打晕带过来，把酒给她灌下，让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哎，你别动江一雪，她布置了这场戏，肯定还要引别人来看的。你要是把她先整了，观众不就无戏可看了？那王妃预备如何？难道就这样放过她吗？当然不会放过她，而是我觉得杀她要用诛心这一招，所以你去把二皇子引来。二皇子？你觉得是江一雪和小官乱搞被发现刺激，还是江一雪带人来抓奸，结果众人亲眼看见二皇子和男人在乱搞刺激啊？当然是后者了。江宁儿嘻嘻一笑，他还正愁如何借上次秦军旗给的那条汗巾做点文章呢，这不就巧了吗？天启帝议事大殿这边，秦军旗被一个低着头的下人撞了一下，结果发现那人在自己手中塞了个纸条，迅速躲到一旁，打开一看，顿时那眼睛就看直了，这竟然是一封情意绵绵的情书。秦军旗眉眼一亮，一下就猜到了是江宁儿。秦军旗迫不及待的想要去信上所写的地方跟江宁儿见面，但是走了2步，他又好胜心起，于是折回来，跑到正被几个大臣缠着的商议岭南治水事宜的秦军业面前，故意溜达了几圈，而秦军旗发现他看自己了，顿时不走了，站定在那儿，十分得意的冲秦军业将自己梳得光亮的头发一摸，就离开了大殿。秦军业疑惑的皱眉，这猪头冲他发什么骚啊？而秦军旗走后不久，秦军业的人也跑过来跟他耳语了几句，他脸色一正，跟几个大臣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大殿之后，赶紧来到了一处小花园里与江宁儿碰头。怎么搞的？你可要紧？我没事，同样的亏
亏，我不可能吃3次。原来前2次本王竟让爱妃觉得亏了。不亏不亏，王爷这么帅，身材这么好，我睡你哪里会是吃亏？吃亏的是江一雪才是，他是被猪油蒙了心，居然选择那个秦军旗，还傻了吧唧的把这么好的夫君拱手让给我，我还真是要谢谢他。如果不是他，我还真不一定拿得下王爷你的一血呢。你惯会在你来月事的时候折腾我。你是我男人，我想什么时候摸你、亲你、抱你都是合法合规的。王爷不服可以去告我呀。这里不方便，等晚上回府后让你亲个够。江宁儿瞥见了那几个人影，这才作罢。来的是2个宫女儿，经过2人身边时，冲他们欠身行了个礼，便牵着江宁儿像散步一样继续向前走。那江一雪想要害你没成功，你没做什么反击。听完江宁儿所说的之后，秦君夜哼笑了一声，难怪秦军旗刚才还来我面前卖弄，现在想来估计是觉得给我戴了绿帽子，所以得意。不好了，怎么了？我忘了刚才应该把那个汗巾也放在那个小官身上的，这就可以坐实二皇子与小官早有首尾了，到时候他如何都甩不掉这件事了。2人说话间，花园的不远处就传来了一阵呵斥声。你可知咱家是谁吗？居然敢撞我！奴婢错了，奴婢再也不敢了，还请公公恕罪。王爷，这个公公我看着好眼熟呀。你忘了你第1次入宫的事情了？我想起来了，他是二皇子的人。没错。哼，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只是撞一下居然对宫女下这么重的手，这阉人真狠。你不是正愁汗巾放谁身上吗？他俯身在江宁儿耳边耳语了几句。王爷，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把3皇子和3个嬷嬷摆一起的时候，你可是一脸的不情愿呢？但你现在想损招，居然比我脑子动得还快了。大概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我就当你是在夸我有魅力，影响大了。2人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倒一个公公，那还是十分容易的。江宁儿把汗巾塞进了林公公的袖子里，然后把签名再次叫了出来。签名，按王爷的意思，把他也丢到那个房里去。王爷的意思？人多热闹嘛，让老二今天过个年。秦君夜和江宁儿的本意是想让秦君奇想一想左右为难的福报，但没想到2人的计划出现了偏差，事情朝着更为诡谲的方向发展了。因为那个小官提前醒了，小官捂着后脑勺，整个脸吃痛的皱成了一团，发现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了，想给自己倒杯茶先压压惊。小姐，应该就是这儿了。听到外面的声音，明显不是江一雪和他的小丫鬟，小官惊得连忙从窗户逃了出去，连自己的那些装备都忘了拿。而房门推开，被人扶进来的是一个在京中许久未有露面的人，林月寻。我刚问过管事太监，说这处就是用来给参加百花大典时身子不适的贵人们休息的地方。行，你先去给母亲回话，说我在这里，免得她担心。那要不要我扶小姐你先去床上躺躺？你先让我在这坐一会儿，缓一下，我等会儿自己去。那好，小姐你先休息，我去给夫人回话。江宁儿这个小贱人，等本小姐好了，定不会放过她。直接拿起桌上的茶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然后脚软着朝床上走去。秦君奇叫自己的人都不用跟着，一个人朝着信上约的地方而去。一进屋，他就能看到朦胧的床幔之下已经躺着一个伸出一条大白腿、英宁不止的女人。秦君奇也没想到江宁儿能这么主动，顿时气血下涌，立马就兴奋了起来。他被这画面弄得口干舌燥，顺便倒了杯茶后，就一边脱着衣服，一边狞笑着上前。美人儿，小爷我来了。江一雪回到选秀的现场，是想给自己制造一些不在场的证据，同时也为了方便等下引众人过去。她正佯装看着其他的小姐们表演才艺，翠萍疾步而来，布尔说了声：“小姐，成了，确定吗？可别出差错了才好。”奴婢确定，二小姐叫得又浪又淫荡，声音大的没推门都能听见。但以防万一，奴婢还是捅破窗户只瞧了一眼。床幔之下，2人缠绵的甚是激烈，床板恨不得都要垮了。我就说他是个放浪货吧，不过下了一点药，就不知羞耻成这样。还是小姐有本事，那个江宁儿根本不是您的对手。江一雪唇角一勾，想到明日自己的封妃之日就是江宁儿下狱之时，她的心情大好。这时她余光瞥
瞥见了只身而来的秦君夜。走吧，咱们的戏也该开始了。江一雪面带笑意迎上秦君夜。晋王殿下可是在找二妹妹？怎么，江大小姐知道本王王妃在哪儿？知道是知道，但只是什么？王爷，有些事就算她是我妹妹，我也要说。我知道王爷对她很好，但我这个妹妹真是野惯了，她是不值得王爷对她这么好。你这话何意？晋王殿下何其尊贵，有王爷你这般宠爱，换成旁的女子就该心怀感激，加倍回报王爷才是。可我这不争气的二妹妹居然把外男约到了百花大典来，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依雪不忍心王爷被如此蒙骗。你确定？我确定，我亲眼所见。晋王爷，奴婢也看到了。刚才我与小姐散步时，看到二小姐与一个油头粉面的男子一起进了西南角的厢房，二人又亲又抱，像是看到了许久未见的小情人一样，情急得很。住嘴！你们可知自己在说什么？又可知污蔑王妃是重罪？晋王殿下，依雪说的都是真的，她是我的妹妹，依雪怎么会想要污蔑她呢？依雪真的是为了王爷着想，王爷若不信，可以现在去西南厢房看一看便知道了，他们一定还在那里。二人最后的动静很大，皇后也闻声疾步而来。怎么了？你们二人如何吵起来了？江一雪满脸委屈地将刚才的始末说给了皇后听。晋王妃当真如此大胆？母后，你需要听她胡说，本王相信宁儿，她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来。晋王，这可是关系到皇家颜面的大事。但是母后，你不用再说了，百花大典上出了这种事情，本宫绝不会姑息。来人，派人现在就去把整个西南厢房都围起来，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说完，皇后凤袍一甩，勒令江一雪带路，最后就是一大波人马浩浩荡荡而去。众人来到西南厢房院子里时，另一边天启帝身边也跟着几个大臣而来。父皇，您怎么也来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朕怎么可能不来？怎么，你还想欺瞒着朕不成？屋子里年轻男女呻吟的声音和床板摇晃的动静，丝毫不加掩饰的就传了出来。来人，给朕把门打开！几个侍卫立即上前，准备破门而入。且慢，叶儿，我知道你宠爱这个王妃，但也不能如此袒护。她出身乡野，朴素无礼的念着你喜欢，朕姑且还都可以视而不见，可如此行为实在是不把皇室放在眼里，朕实在不能姑息。父皇误会了，儿臣不是要袒护，而是想问清楚，这一切都只是江大小姐和丫鬟的一面之词。如若开了门，里面的人根本不是宁儿，又当如何？依雪虽知家丑不可外扬，可依雪是皇家学院教习，知识懂礼，对二妹妹这种行为也十分的不耻。沛国公府受皇恩俸禄，是皇上的臣子，就该对皇室忠诚。依雪说出此事，一是实在不忍晋王殿下被蒙骗，二是也希望皇上能不能看在依雪检举有功的份上，不要牵连沛国公府。如果屋子里的真不是他，依雪愿意受罚，任凭晋王爷处置。好，这可是江大小姐你说的。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还不快把门撞开！一行侍卫鱼贯而入，房内传来男女的惊慌尖叫声，人群之中传来一声调笑。哟，这里怎么这么热闹？发生什么事了？是秦天玉带着皇家学院的几个门生正朝这边而来。你怎么不在里面？长姐，这话是何意？我为什么要在里面？大家怎么都盯着我瞧呀？怎么，本王妃今日格外的美吗？秦君夜快步上前拉住他的手，明知故问：你刚才都去哪儿了？王爷被父皇叫走后，我一个人无聊，就去寻了师傅，跟这些同学一起听他讲他到沙漠戈壁里的趣事。玉亲王，他说的可是真的？是真的。刚才我们一大群人都一直在一起，听见动静才过来的。皇兄，这是发生何事了？天启帝松了口气，只觉不是皇家人出了丑闻就好。皇上，屋子里的人如此不重视百花大典，您可一定不能轻饶。但他话音刚落，屋里的男女就被侍卫给带了出来。启儿，怎么会是你？天启帝脸色震动，一旁的军机处长史林大人看到自己女儿也是又急又气，浑身发抖。怎么会是二皇子和林月寻呢？皇上，屋子里面没有别的人了，但是找到了这些，还将屋子里搜到的皮鞭、蜡烛、小手铐等一众的两性专业用品一并展示在了众人的面前。这东西我不知道啊，这不是我的，我没有用过啊！畜生！就算这些不是你用的，那你刚才都在屋子里做些什么了？父王，我……秦军旗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就睡了林月寻这个丑女，还睡得那么开心。
父皇恕罪，我与林姑娘其实已经相恋多时，许久未见，今日又多喝了几杯，才会情难自已。还请父皇看在我与林姑娘用情至深的份上，饶恕儿臣这次。谁跟你？月寻，林大人急喝了自己女儿一声，又给了她一记警告的眼神。我跟二皇子确实早已情定。这么多人看着呢，皇帝也想把此事平息，他管不了是真是假了，只想挽回一点皇家的颜面。不管你骂人是不是早生情绪，如此行为实在太过荒唐。但朕念着你们既然是互生爱慕，便为你骂人赐婚。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二皇子的选妃也不用再选了，正妃之位就给林姑娘了。林月寻成了二皇子正妃，这个结果让今日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始料未及。林大人此时何其气愤，他很清楚自己女儿的心思，知道其中势必有诈，更知道这二皇子根本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谢皇上隆恩。皇后更是一口牙都恨不得咬碎了，她费了多大的心力才跟丞相府谈好的呀，结果就差临门一脚，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你这孩子也真是的，倾慕林姑娘也不早跟母后讲，还好你父皇赐婚，还不赶紧谢恩。谢父皇成全。林月寻则是眼里含泪，咬着唇说不出话来。但最为难受的还是非江一雪莫属了，因为他筹谋了这么久的正妃之位没了，还是他亲手弄没的，这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江大小姐，你刚才坚称自己看到的是本王的王妃和外男在此野合，可事实并非如此。你如此当众污蔑本王王妃，还兴冲冲领着这么多人过来捉奸，你该当何罪？江一雪的呼吸一滞，连忙跪了下来，还请靖王殿下恕罪。王爷，我长姐也是太正义了才会如此的，我的名声脏了也没有关系的，只要王爷信我就好。本王一直都是相信你的，食堂冥顽不灵，本王多次劝阻都不听，身为你的亲姐姐却如此残害胞妹，想要陷你于不义。王爷别这么说，而且我长姐也没说错呀，屋子里是有一男一女啊，只是认错人了而已。说来二皇兄和林姑娘还真要多谢谢我长姐呢，如果不是我长姐，他们说不定还没那么容易能够被赐婚呢。他们现在有情人终成眷属，我长姐也算做了件好事呀。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这夫妻俩看似是在问江一雪的罪，实则根本是在给各路人马讲明前因后果，生怕大家放过了他，再给他拉仇恨呢。别哭别哭，什么叫名声脏了也没关系？你是皇家人，怎会没关系？晋王你放心，江一雪辱没晋王妃的声誉，也是辱没皇室，朕定会重罚。至于晋王妃，朕回宫会给她一些赏赐，以示安抚。晋王也先带你王妃回去好好安慰一下，此次她确实平白受委屈了。今日在场所有人，谁敢因此乱传晋王妃一句，朕若知道了，都定不轻饶。最后一句话，天启帝看似是在帮江宁儿说话，实则聪明的人一下都能听出来，也是在警醒所有人不要乱传二皇子和林月寻的事情。接下来的几日，京中相对平静，平静到百花大典上的事情似乎从未发生过一样。这日，瘟疫当初答应帮他做的药也从北门一宗寄过来了。秦君夜打开盒子，发现里边除了有几瓶药以外，还包着一本书和一封信。他先将信拆开，其中写道：老钱，我药宗里还有些事情，暂时走不开身，药给你都配好了，怕你不会，再送你一本我的秘密宝鉴，你好好学习，认真研究，包你必有大成。秦君夜觉得信里的内容有歧义，药有什么不会吃的，还需要给他寄本书来教。他疑惑地打开，紧接着书皮上房事入门18式的字样就直冲冲地映入眼帘，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他渐渐开始看得入迷。王妃，李管事养的狗一胎生了9个，可厉害了，你要不要去看看？兴冲冲地过来喊王妃去看热闹，因为太激动了，直接就把门推开了，杀了秦君夜个措手不及。于是王却第一次看到王
王爷露出了有些慌乱的身形，迅速把什么东西给踢到了床底。王爷，属下不知道您在房里。放肆！难道王妃在房里，你就可以这样直接开门了吗？王爷，您该不是也在看那个房事入门18式吧？秦君夜脸色一正，猛地回头，这才发现书没踢进去。不是，休要乱讲，本王怎么会看那种东西？然后迅速转移话题，并指责他：你说也是什么意思？你在看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书？是温少爷之前给我看过，我看着书皮有些像，还以为王爷看的也是呢。怎么，你都开始有房事了？没有，属下绝对没有，是王爷和王妃第一次同寝那夜，温少爷说不了以后都有好日子过了，我当时没听明白，他嫌弃我什么都不懂，就说让我成长一下，就拉着我和玄哥去他房里，给我看了那本房事入门18式，然后我才知道男女之间是怎么个回事。这个瘟疫怎么到处在他王府里传播奇怪的东西？本王之前没有问你，你也没有提，但是关系到王妃，本王便不得不管了。黄雀，你当初虽是救了魏瑶，但到底跟人姑娘有了肌肤之亲，你之后对魏瑶预备怎么样？我自然是想对他负责的，那为何当初在鬼谷门时不提？王爷，娶媳妇儿当然也有老婆本，但我之前没想过这种事，也没专门存这一部分的钱，所以我当时在鬼谷门才没敢提，怕他不乐意，也不愿意让他跟我吃苦，想等先存够一些钱再去找他。哼，算你小子有点良心，我还以为你是想不管瑶瑶了呢。王妃，其实刚才王爷问你的话，我早就想问了，但你小子这阵子去哪儿了？我想找你，但都不见你人。王妃，我是替王爷办事去了。李雨楼里的这些事，之前不是清玄负责的吗？我这些日都在宫里，不需要他护卫，便让他去帮清玄分担。在鬼谷门逍遥了快1个月，他缺的活总得补上，不能叫他偷懒。而且他也该多历练了，否则日后如何成家？说起历练，王爷，我正好也有个事想跟你商量。江宁儿嘻嘻一笑，跑过去晃秦君夜的手。我收到了老堂主给我的来信，说是瑶瑶还有2个月就要及笄了，也该出来走走看看，所以说想让她来京城，让我带着她。那你的意思是？我身边不是缺个婢女吗？我想瑶瑶以贴身婢女的身份跟在我身边，进到王府里来。秦君夜听到这儿时没多大反应，倒是站在不远处的黄雀两眼一亮。府里就你一个女子，有时候有些事也不方便，有魏瑶陪你也好，她别觉得不习惯才是。所以王爷是答应了？自然。王爷你真好，那王爷能不能再答应我一件事？你也知道瑶瑶身份特别，上次鬼谷门里的事情你也看到了，我还想要个暗影，能暗中保护她。那你觉得谁比较好？我觉得签名就挺好，王爷您觉得呢？本王觉得可以。不行，签名不好。王雀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正好被过来给主子送参汤的签名听了个正着。签名将石牌放下后，我怎么不好了？你小子怎么还开始背着我在主子面前说人坏话了呢？谁是说你坏话了？可不就是你吗？我刚刚都听到了，王妃夸我，你却说我不好。是啊，黄雀，你倒是说说看，签名哪里不好了？为什么不能让他去？又或者你觉得签名不行的话，你给我推荐一个。你是暗影的统领，你最清楚了，谁适合去保护瑶瑶？黄雀，你倒是说呀，怎么脸还红了呢？哎呀，王妃，你们就别取笑我了。我倒不是取笑你，出于私心，我自然是更想你来陪瑶瑶。不过王爷现在不是给你有新活了吗？我怕耽误你前程呀。我可以两边兼顾。那你不是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儿，你不怕累哦？不怕。那王爷觉得呢？他要是真的能两边都兼顾好，本王倒是不介意给他加俸禄。谢王爷王妃。就兴冲冲的离开了。签名也看着黄雀离开的方向，感叹了句：哎，真是没想到啊，我们王府里面除了王爷，第2个脱单的居然是小黄雀。你也可以啊，你要是有喜欢的女子，我跟王爷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签名听到王妃这话惊了一下。你这个表情该不会真的有了吧？没有啊！签名连声否决，然后迅速关门逃离。脸皮真薄，居然说2句就跑了。你过来这边。秦君夜把盒子里的那3瓶药指给他看，这是瘟疫寄过来的药，是给你调身子的，但是他也没说明如何吃，剂量多少。3瓶我看着似乎还有不同，你瞧得出吗？江宁儿把3个瓶子依次放在鼻子前闻了闻。王爷，你确定你是跟他说的是给我调理
礼乐是？是啊，怎么了？药有问题？倒也不是有问题，只是这一瓶确实是用来给我调理的，这一瓶呢是助孕的。至于最后这一瓶嘛，这瓶应该是给王爷你的。给我的？我没有让他给我配药啊。但这瓶一定不可能是给我的，因为这一瓶是给萎靡不振的男人用的雄风丸。本王没有让他给我配这种药，真的没有。我只是让他配置一些让你越是不难受，然后顺便……秦君夜心里痛骂着瘟疫。不过我倒确实不知道王爷这么快就想要孩子了。你不喜欢孩子吗？小孩子那么可爱，我自然是喜欢的。其实我一直没跟王爷讲，除了我们第一次我当时也没经验以外，之后其实我都有在避子。为何你不愿意？你别紧张，我不是不愿意，原因有很多。一是我确实摸不清你会不会喜欢小孩，我们也没聊过。二是我知道你蛰伏3年，一定对未来的事情有很多筹谋和规划，现在局势不明，我怕我万一有了孩子会打乱你的计划。你如何避的？可会伤身？我是医者，我有分寸，不会伤到我自己的。怪我之前都没问你这些，我还以为什么？宁儿，从你走进我心里的那一刻起，关于你的种种都在我计划里，所以你不用担心。所以王爷真的喜欢小孩？如果有个女儿像你，我一定会很喜欢。瞧你这说的，那万一是个儿子像我怎么办啊？秦君夜认真的想了想，女儿像他必定玲珑可爱，但若是儿子像了他，那估计得是个很闹腾的混世魔王。秦老六，你居然犹豫了，你嫌弃我？儿子像我就不行了？没有，我是在想，如果儿子像你，一定会长得人很好看。哼，所以王爷是夸我好看吗？他晶亮的眸子盼望地看着他。王爷，你知道吗？你还从没当面夸过我好看呢，你能不能认认真真再夸我一次？我想听。哪里没有？第2次在破庙里时，我就说过你很美。那个不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的？你那是动情时说的话，那种时候说的话都不能作数的。为何不能？难不成那种时候，宁儿每次说的喜欢也都是假的？那都是你逼我讲的。我逼你了吗？那你说说看，本王都是如何逼你的？你小骗子！明明你每次也都感觉欢愉，就是不肯承认。让你夸我一句，真是比登天还难。我不听了，我要去看李管事的狗了。江宁儿愤愤想走，可哪里走得掉？本王的腿哪是你想下就能下的？然后掰正了江宁儿的脸，在她脸颊上落下一吻。宁儿的眼睛好看，又娇俏又可爱，鼻子挺拔秀丽也好看，唇不点而红，小巧诱人。哼，嫌弃你以后别碰。那可不行，我只是想到了你上次吃素时的样子，真不是嫌弃你。而且宁儿的身材就很好了，为夫相当满意，这算夸奖吗？行了，夸够了，可以了，我听完了。还没开始，怎么会够？王爷，纵欲伤身，你小心你将来真的要吃雄风丸。本王没说是要纵欲，爱妃是在想什么？当真？本王只是刚看了本书，学了点知识，想跟爱妃探讨一下。书？什么书啊？秦君夜把那本房事入门18式又摸了出来。我去，你怎么还有这种好东西啊？秦君夜把他一把抱了起来。好东西自然要跟爱妃分享，所以我们去床上一起看。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秦君夜。这时不知道是什么风把秦天玉给吹到了晋王府来，却被清玄拦下。月亲王，现在王爷不能见客。他们不在府里吗？你们门口的侍卫明明跟我说了，他们没出门啊，想糊弄本王不成？不是不在，而是不太方便。什么不太方便？他们以往来我府里的时候也没问过我方不方便啊，而且大白天的能有什么不方便的？秦天玉可不管那么多，更是不管什么秦君夜的院子不能进的规矩。清玄只敢劝，也不敢直接阻拦。可还没进屋，二人就依稀听到了什么动静。秦天玉在原地愣了3秒后，便又拢着袖子红着脸，然后径直转身，边走边低头念叨着：这俩倒霉孩子，这青天白日的，这真的是……哎呦我去！屋内棉被翻涌下，江宁儿赶紧冒出脑袋来。我怎么好像听到老小子的声音了？他来做什么？很快秦君夜的脑袋也冒了出来。你专心一点。便再次用棉被将二人拢了进去。良久，屋内才归于平静。江宁儿瘫软地窝在他怀里，整个人累得不行。别动我！我不折腾你了，我是想抱你去沐浴。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先不去。为何？往日你都定要沐浴过再睡的。还能为何？
不是你说想要孩子的吗？晚点再去。刚才二人研习了一下瘟疫的那本书，那确实可以称之为是宝剑了，巨细无遗的给初学者从各方面图文并茂的讲解了一番。刚才确实是玉亲王来过吧？要不要见见他？应该是他，但都这么晚了还见什么？他肯定早走了，明日再说也不急。江宁儿望了望窗外，真的天都黑了。第二日一早把清玄叫了来，才知道二皇子与林月寻赐婚的旨意终于下来了，时间就定在1个月之后。唉，堂堂皇子跟内奸乱搞，只是禁足而已啊。满足吧，你忘了上次他意欲在我大婚夜里对你不轨，父皇也就只是斥责了几句吗？父皇偏心他也不是1日2日了，一贯如此。我反而觉得禁足很难得了，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被如此责罚，而且经此一遭，老二和于丞相之间彻底算是断了，再无可能得其注意。这对老二来说可是最大的打击。我们这次的行动一点都不亏。没错，而且我们的消息还打探到，其实皇上本就已经拟了圣旨，对二皇子罚得更重的。但是三皇子知道了百花大典的事情后，便召集了他的麾下之臣，向皇上说了二皇子不少坏话。皇上一怒之下，当众反斥了三皇子，说他不懂兄友弟恭，不贤不德，这才重新拟定了惩罚，只是禁足而已。三皇子这是心太急了呀，他这样一闹，皇上一定怀疑这事儿是不是他陷害的二皇子，所以才重新掂量的。加之林月寻还是三皇子的表亲，三皇子设计的嫌疑本就大，我真想给老三颁发一个金牌背锅侠的奖章，我这次都没想往他身上甩，他自己就给揽上了。老三是觉得老二一倒，太子之位就非他莫属了，所以有些喜出望外，没想到乐极生悲了。不过奇怪的是，这次皇上就没有叫任何皇子监国了，而是叫了玉亲王来。这是为何？有这么多皇子，他让个亲王监国？以前也有封亲王为摄政王进行监国的，而且誉王叔虽有些不着调，但论学识、论见地和能力，也不输任何一个皇子。我想父皇是觉得百花大典的闹剧是党争的结果，认为此次丢了皇室的脸面，所以请用这种法子警醒各个皇子。父皇御下向来是奉行的制衡之术，这个时候让哪个皇子来监国都会打破平衡，誉王叔也就成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难怪昨天老小子来府上，昨天玉亲王来时可有说什么吗？没有，玉亲王后来在客厅里坐等了一个时辰，然后骂骂咧咧的就走了。他还等了一个时辰，那他知道我跟王爷？应该是知道的。江宁儿本还想打个马虎眼，说他跟王爷2个人是在房里看书学习的，结果看到清玄的表情，他就明白了。清玄也知道，他怀疑是不是整个府里的人都知道昨天他们下午一直在那个。王妃，属下还有一事禀报，今早玉亲王又来了消息，说是您醒后就到宫里的御书房里去一趟，他找您。看到这里口渴，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冰爽清凉解渴，6瓶不到9块9，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在王府里用了午膳之后，江宁儿便只身进了宫，前往御书房。看到奏章堆积了几张桌子来放，而这些都得秦天玉一个人来解决时，江宁儿不道德地笑了一声：“徒弟见过师傅。”你们先下去，我有话跟我这位徒儿讲。江宁儿已经明显听到他说话时磨牙的声音了，但还是提着裙角走了过去。师傅，你别喊我师傅，我担当不起。你们夫妻2个是不是命中注定来克我的？为什么每次你们2个的事，最后倒霉的都是我呢？你搞清楚，是你哥喊你监国的，关我和我们家王爷什么事儿？而且监国这么好的事，多少皇子做梦都想抢着干呢。这个福气给你，你要不要？我又不是皇子，我是逍遥王哎！看我现在呢，哪儿都不能去逍遥了不说，你看我就一晚上的时间，白头发都冒出来几根了。那是你自己老了，正常的新陈代谢而已，别拉不出屎怪茅坑。我也就大你10来岁而已，我正是壮年，老个屁！这时御书房外传来了敲门声，听到屋外的太监只是来问他们要不要茶水点心，并没有推开门，秦天玉才放松了一些。要不要茶水点心？当然要。皇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皇子？皇家还娶了你这样的儿媳呢。你给我老实交代，百花大典的事情是不是有你们的成分？我觉得我那天晚上就是被你们夫妻2个给利用了，用来给你们做不在场证明了。江宁儿讲了前因后果之后，秦天玉气得拍桌子。这个老二居然对你存了这种心思，还有那个江一雪，他居然敢在百花大典上如此行事，看来真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活该。是不是之前都没有想到江一雪会是这种人？我还以
以为我说了你不会信呢。不是说他把皇家学院上下都迷得团团转吗？这种事你早该跟我讲的，你才是我亲传弟子，我怎么都会是站你这边的。而且江雨雪的为人，我其实从她入皇家学院第一眼时就看出来了，她跟她那个娘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她骗得了别人，但绝对骗不了我。上梁不正下梁歪，她是叶氏的女儿，怎么可能好到哪里去？哎呦，我帮你说话你还打我？我也是叶氏的女儿呀，你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不是也在说我吗？江宁儿虽然已经知道自己只是叶氏名义上的女儿，她的生母另有其人，但是这绝对是沛国公府的一个秘密。听你讲的，你跟叶氏好像很熟悉，很了解她的样子，你不会也跟她有一腿吧？我怎么可能看上她？你当我跟江映初一样没节操啊？像个变态一样。你怎么知道我爹没节操？他如何变态了？我怎么感觉你好像知道好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啊？你跟沛国公府很熟？往事不必再提，我是知道他一些事，但我跟他可不熟。江映初那个玩意儿入不了我的眼。那你这人可就怪了，你不喜欢江映初，不喜欢叶氏，也不喜欢江一雪，那你到底为什么偏偏要收我做你亲传弟子呢？你是不是其实也一早就知道我不是叶氏的女儿了？秦天玉听到这话，一下呛得咳了起来，然后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他。秦天玉，你果然知道？不，我不知道。就想去拿个奏章来掩盖，结果奏章被江宁儿一把抢了过去，做事要撕掉。我的姑奶奶，这个可不行玩啊！这个弄不是要出事的呀！你监国出事的也是你，我怕什么？小丫头，我对你可不薄，你不能这样害我呀！你确实对我还挺好，所以让我来猜猜看，你为什么明知道我其实不是沛国公府的嫡女，还对我这么好呢？大概只有爱屋及乌这一个原因了吧？算算年纪，我娘生我时，你约莫14左右。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正是一个少年懵懂初开的年岁，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年少时不能遇到太惊艳的人，否则没得到这人的话，将会一辈子陷在这人留下的漩涡当中。再看谁都索然无味了。你多次逃避选妃，不愿意成家，是不是因为你喜欢我真正的娘亲，心里还一直放不下我娘吧？看到秦天玉猛地一震，江宁儿继续说道：想来我跟我娘一定长得极像，而你主动收我为徒，又处处纵容我，老小子，你该不会是把对我娘的感情转移到我身上来了吧？你喜欢我？呸，你乱讲什么呢？我要真喜欢你，我还会批你的蜜月假，让你跟秦君夜去江南恩爱。这倒说的也是，所以说到底你还是喜欢我娘咯。秦天玉，我把你当兄弟，你居然想当我爹，难怪你一开始要我当你义女。秦天玉倒吸一口凉气，别开脸，干脆不搭理他了。看来你是不肯老实讲咯。不是不讲，而是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测而已，我可从头到尾都没承认过。我只是觉得你自幼不在沛国公府长大，所以我虽不喜欢江家人，但你没有他们身上的习气，所以觉得你是不一样的。收你为徒，更是因为我当众允诺过，谁破了我的七杀阵，谁便是我的亲传弟子，仅此而已。你当真不认识我娘？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是今天听你说，才知你竟不是叶氏的女儿，这个事情还真是吓我一大跳呢。江宁儿一脸的你看我信不信你说的话的表情，瞧着他。算了，不与你打混了，我今日叫你来，确实是有正事要跟你讲。哦，你还会有正事啊？过阵子皇家学院有大考，你到底是我名义的亲传弟子，到时候皇兄也肯定会追问你的成绩，你也别让我太难交代。哈？怎么还有考试啊？你这不是废话吗？普通的私塾都会有考试，皇家学院是给天楚国直接输送治国人才的，自然是不会少了大考选拔呀。看到他一张小脸都皱成了一团，秦天玉觉得有点意思。我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居然怕考试。哪个当学生的不怕呀？师傅，现在知道喊我师傅，不当我大姐了？不当了，你想当我义父都行。所以亲爱的义父，考试这个事情您能不能跟我开个后门啊？你放心，考试我跟你已经把关系都找好了。还是义父好。你给我找的什么关系啊？你考试的时候你就默念观世音菩萨加持，让你考试顺利通过。这就是你所谓给我找的关系啊？是啊，这个关系多硬啊！江宁儿给他一大逼斗，你晃点我。
我这是在告诉你，临时抱佛脚多少还能有点用。武学失恋我不担心你，但是文考你几乎就没怎么上过课，那你现在找人给你抓紧补补，说不定结果还能不太难看。我平日可以纵容你，但考试这种事情必须讲究公平公正，我不会偏袒你的，否则这就是对我其他学生不公平了。你就不怕我成绩太差，最后也丢的是你这个师傅的脸吗？怕，所以我才专门把你叫进宫来提点你啊！而且到时候不光是丢我的脸，你与郡王夫妻一体，到时候被笑话的也一定有他。你可以不管我的脸面，但就看你心不心疼你夫君喽。你给我等着，我现在就到你府里，把你鸡鸭鹅狗都给你炖了。你不会有这个机会的，我早就猜到你会如此。昨日入宫前，我就已经把他们都秘密保护起来了。你也真是个怪人，居然把这些东西当宠物养。我乐意，你管不着。江宁儿可看不得他这嘚瑟样，气闷地哼了一声，转身就走。金天玉看着他走远之后，脸上的笑意也转为惆怅的模样。想起刚才他的那些猜想，还真是把他吓出了一身的冷汗。这鬼丫头真厉害。他抬眸看了江宁儿气冲冲离开的背影，记忆中另一个人的背影开始与他重合。阿玉，你还有几年就要成年了，就是正儿八经的亲王了，你以后想怎么过？我想跟南哥姐一样游历世间，连万里河山，当个逍遥王。南哥姐你呢？我倒是跟你差不多，但我还想要有个小院，院外种一片紫竹林，院里养几只老母鸡，几只小水鸭，再养一条大黄狗和2只大鹅，看家护院。南哥姐，莫非想当农妇？谁说当农妇了？这些都是宠物。我呢，想出去玩时就出去玩，回家后看到它们，我就会觉得自己有了一片宁静的小天地，可以不理尘世，不再参与任何的纷争。景象散去，回归现实的秦天玉自嘲般的叹了声：“南哥姐，确实是怪我最终还是没能让你女儿逃离天楚皇室的纷争。如果不是我带回来高阳道人的谏言，便不会有提嫁的事情，她和秦君夜也凑不到一对去。真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啊！所以老爷我给他2个收拾烂摊子，也是我自己造的孽。”秦天玉长叹了一口气，再次拿起奏章来，自言自语道：“干活吧，干活吧。”江宁儿回去的路上，整个人都有些凝重。他很清楚，考试的事情是秦天玉想要避开他娘亲的话题才故意岔开的。虽说老小子不肯承认，但他就是隐隐觉得他的猜想极有可能离真相大差不差。回府后，秦君夜一下就看出江宁儿脸色不对劲儿。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王爷，如果我根本不是沛国公府的嫡女，你会如何？这是什么话？你当初睡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是国公府的人呢，不一样被你吃抹干净了。况且国公府嫡女这个名头也没多大用处，除了让你替嫁给了我，还有什么用？秦君夜有些担心了起来，拉起了江宁儿的手。到底出什么事了？进宫前你还好好的，誉王叔欺负你了？江宁儿把今日在宫里的事情和心里的猜测都跟他仔细的讲了一遍。如此说来倒是合理了，我确实觉得誉王叔对你宽容的有些过头了，他可从未对皇室中哪个晚辈如此的。但你为何觉得国公爷也不是你爹？我查过你当年确实是在国公府出生的。王爷，你想啊，我娘既然与我长得很像，那一定是个大美女，相映出那种又猥琐又无能的家伙，我娘会看得上她，更别说同时还有当年的玉亲王喜欢我娘了。那个时候秦天玉或许还稚嫩，但怎么也是个水灵灵的小鲜肉呀，又是唯一的亲王，地位尊贵，我娘脑残了，不睡年下美少年，去睡傻逼江映初。秦君也没想到江宁儿居然是从哪个角度好睡去想这个问题的，所以你才觉得你爹是另有其人。我虽不是那么确定，但心里总觉得我爹当年既然能够打败一个国公家2少爷和一个亲王，一定是个无论身份地位还是长相能力比他们都厉害的人。但这些毕竟都只是你的猜测。确实，我现在心情也有些复杂，我有些想知道他们是谁，但又害怕知道他们是谁。为何？因为我怕真的是因为我是所谓的天降邪星，所以他们抛弃了我呢。说他们真是抛弃了你，那他们定会后悔，因为他们抛弃了世间最名贵的珍宝。宁儿，不管你父母是谁，你现在有我，永远都会有我。江宁儿抱着他的腰，头埋在他的胸口，感受着他的心跳，他的味道让他安心。我现在有夫君了。江宁儿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感伤了起来。其实当年师父救回我时，我因为高空坠落，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正常行走，但等我休养到能够正常走路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回到了沛国公府。
还记得那日大雪，我来到沛国公府门前时，正好远远瞧见叶氏和江映初牵着江一雪出门游街。我尾随他们3人，在路上走了好久，直到大雪冻得脚都没有知觉了，才停了下来。宁儿，别说了。王爷，我不是在自怜自哀，我其实是想说，那时我以为他们是我的父母和姐姐，所以我确实难受过，因为我觉得他们3个气质真糟糕，长得也不怎么样，我可嫌弃了。我当时真担心我长大后会跟他们仨一样，但好险，我现在这么美丽大方，人见人爱，一点没染上这仨烂人的习性。现在我更是知道，这2个老逼灯都不是我爹娘，还挺让我高兴的。我可一点不想我身体里沾上这2个家伙的血呢。我们宁儿明艳动人，聪慧机警，是9天的仙女下凡，哪是江映初和叶氏能生得出来的？王爷，你以后一定要多夸夸我，你看你一夸我，我就开心了。好，以后一定多夸你。你说的没错，我这么聪明，一定是遗传的我爹娘，所以我爹娘一定是一对又好看又有大智慧。说到这，我都说饿了，真想晚上出去吃顿好的，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像我出去消费都用美团团购，团咖啡、奶茶、快餐、零食、剪发、美甲9块9就够了，特价团还有更便宜的，在美团搜特价团9.9，或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团，吃喝玩乐全都有，不用就亏了。美团团购店好多，省好多。又不得了的人物，这样子的人怎么会听信天降灾星这种荒谬的定论呢？我觉得我爹娘要么是死了，要么就是困在了什么地方，才无法来找我的。江宁儿刚才确实因为失落而有些乱了阵脚，可一被秦君夜抱着，他有一些慌乱的心立马就安定了下来。2人又聊了一阵子，但是关于他父母到底是谁的头绪，目前不多。江宁儿觉得还是很想知道自己亲生父母是谁的。秦君夜说，当年的事情可能需要花点时间才能弄清楚，并答应会帮他查。这个话题才告一段落。下午宫里也来了旨意，说是让我去大理寺任少卿一职。王爷要开始上班了。不光是我，5皇子去了军机处，大哥也去了吏部。其实按道理，皇子成年后就该担负责任了，只是之前是只有老2和老3有具体的副职，我们没有而已。你父皇干嘛要扩大局势？就让2、3皇子争不就好了？他把你们当股养呢。你倒是看得透彻。秦君夜其实也觉得天齐地这个决策有这种意思。王爷在想什么呢？怎么不说话了？没什么，我在想，父皇是个心思很深的人，或许他所思考的我们根本猜不到。沛国公府里，回国公爷的话，夫人确实有差不多3个月的身孕了。哦，当真？但夫人忧思过甚，这胎想要怀好，后面还是得好好注意身子才行，切莫再让夫人动气才是。江映初的后院已经很多年没有女人有孕了，如今这个年岁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是喜出望外。送走了大夫，江映初连忙坐到床边，拉住了叶氏的手。你怎么搞的呀？你又不是没生过孩子，怎么有孕3个月都不讲啊？老爷，你也不看看你这阵子对我的态度，你要我如何去讲啊？你刚还要废掉我跟一雪呢。行吧，我不怪你们就是了。我这半年的罚俸，就当是为没出世的孩子提前挡灾了。但是老爷，一雪怎么办？你不能只为了没出世的孩子着想，一雪2皇子妃的位置就这么没了呀。你还提那个臭丫头，这个位置怎么没的？还不是她自己造成的。2皇子和皇后念在我们沛国公府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才没有问罪于他。他还想怎么样？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末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老爷，你也知道一雪早就是2皇子的人了，如果2皇子不娶她，她还能嫁给谁呀？你还好意思讲？那还不是她自己不自爱啊！老爷，好了，我会让江婷再去2皇子府周旋，给她争取一个侧妃之位。但是我们一雪怎么能只是当个侧妃呢？她就该当正妃呀！正妃你就别想了，皇上赐婚林月寻为正妃的旨意已经下了，不日就要成婚了。他害得2皇
子当众受辱，能有个侧妃就不错了。他要真有本事，就先入府了再去与林月寻斗。他将来只要能够争得到足够的宠爱，肚子里有争气的话，让二皇子废了林月寻又不是不可能的。那就劳烦老爷定要让依雪入府啊。行了，你先好好休息吧，我这就去找江婷说说，你就别管这些事了，安心养胎吧。江映初一走，叶氏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神色十分的焦虑不安。他比谁都清楚，这个孩子应该是在江南时候跟师兄怀上的，根本就不是江家的。之前他不说，那是因为还存着心思偷偷的将这个孩子给打掉。他虽有些害怕被发现，但是现在这个孩子能够救他跟依雪度过危难，他便管不了那么多了。第二天早上，江宁儿一醒，习惯性的想去抱身边的人，结果长臂一伸，发现床已经空了，就看到屏风后秦君夜一边整理着袖口，闻声走了出来。怎么醒这么早？可是我吵到你了？江宁儿摇头，然后愣愣看他。他今日就要去大理寺任职了，此时所穿的正是官服。怎么了？没什么，就是觉得王爷今天好帅啊，看得我都入迷了。你这副样子最好别撩拨我，你该知道我对你的自制力可不强。谁撩拨你了？你这个妖孽需要在这里坏贫道的修为了，上你的班去吧。爱妃什么时候还开始修起仙了？不是王爷你说的吗？我是9天的仙女下凡，不能送你去学院了，但我要是能结束的早，就去皇家学院接你下学，别叫人欺负了你，听到了吗？放心吧，皇家学院都是些没成气候的小兵小将，我应付起来还是很游刃有余的。倒是王爷，要是大理寺有人敢为难你，你不好动手就跟我说，我帮你去折腾。大理寺的长史徐大人徐正清是二皇子的舅舅，可以想见秦君夜去了大理寺必定不会顺利。你怎么会？徐大人，你可来晚了，大人往日也都是这个时辰才来吗？你就是如此当值的？晋王爷说笑了，往日臣都是很早就来了，只是今早府中有些事情耽搁了而已。但是徐正清说完又觉得不对呀，他才是上级呀，怎么搞得他还成了卑躬屈膝的人了？不是说好了要给他下马威的吗？晋王殿下，皇上有过交代，几个任职的皇子到了职务地便无特权，以后我在工作时间会一视同仁，以姓名称呼，还望晋王知晓。徐大人自辩就是。既然如此，秦君夜，本官问你，你为何没有按照本官通知的时间来？本王从未来过大理寺，怕自己不熟悉路，第一次上任想着来早些，怎么早到不行吗？本王刚已经看过大理寺的各项规章制度了，早到似乎没有错吧？徐正清没讨到好，冲一旁的师爷发脾气。怎么回事？谁把大理寺的章程给他看的？哎，大人您没来，少卿就是大理寺的2把手。晋王一来了，直接把皇上任命他的圣旨丢在属下脸上，说要看大理寺的章程。那您说属下哪里敢不从啊？徐正清为了彰显自己的位置，坐到了主使位置上，才开始说话。少卿今日刚来，对大理寺的事务还都不熟悉，不如先多看看卷宗吧。正好库房里有一批卷宗还未分类，不如少卿就负责给卷宗分类吧。行，既然是大人交代的，那本王就负责卷宗吧。师爷将库房里所有的卷宗都堆积到了秦君夜办公的房中，灰尘厚土，弄得整个房间都充斥着难闻的霉味儿。清玄一进屋就在鼻子前扇了扇风。王爷，这个徐大人分明是在刁难您，您是少卿，有哪个少卿会干这种下人干的活啊？无碍，来之前本王就已经料到势必会如此。是所有的卷宗都在这里了吗？应该是了，据说甚至先皇时期的一些案子也在这里。秦君夜答应过要帮江宁儿查他父母的消息，根据江宁儿所说的，他的父母如果真是当年厉害的人物，刚好说不定这些卷宗里能找到些蛛丝马迹来。送走了秦君夜没多久，江宁儿也麻利的起床，前往皇家学院。师姐，来坐这边啊！他远远瞧见冲他挥手的上官小小，旁边还坐着小七秦君行，便抱着书径直朝二人走了过去。奇怪，这些人都屁股长痔疮了。师姐，别管他们，还不是那个江雨雪弄的啊！他这么快就来皇家学院了？他这几日没来了，但是自从你跟晋王去了江南之后，他就回学院上课了。师姐，你是不知道
道，你不在的这阵子，他可做了不少妖。哼，说来听听。他那一帮子小姐妹都说师姐你当年被钦天监册命是天降邪星的事情，加上之前阵子百花大典，皇上下令责罚整个沛国公府，可下令只说是得罪了你，又没说清楚到底是何事，所以学院里很多人都听信了天降邪星这个说法，都说靠近你就会倒霉出事，就跟沛国公府一样。哦，原来是这样呀，难怪躲我呢。还不止呢，江一雪还多次明里暗里跟人暗示说你在府里时常虐待她欺负她，但她念着是你姐姐，都谦让着你，把她说的圣洁伟大，把师姐你说的都邪恶的不行，偏她在学院里名声很好，所以很多人都相信了她的鬼话，都觉得师姐你是个又坏又邪性的人，也不知道这些人的脑子是怎么考进皇家学院的，是如何就看不透江一雪的伪装呢？简直脑子有泡！哎，七皇子，你怎么了？因为小七就是你说的脑子有泡的一员呀。啊，七皇子，你怎么这么蠢啊？你说谁蠢呢？自然是你了，这种把戏你居然都看不透，亏我还以为你聪明呢。好了好了，小小你也别说小七了，毕竟江一雪当年对他有恩。那是以前，我现在没有再相信他了。前2日他还想来找我哭诉，跟我说嫂嫂的不是，但我没理他了。小七变聪明了吗？真是孺子可教。本皇子本来就很聪明，只是他太会演了而已。而且那么多人都被他骗了，你怎么单说我蠢呢？你老念叨的那个新来的不也是吗？什么新来的？是这阵子学院新来了一个学生，叫做洛天成，是以全科满分的成绩考进学院来的，样貌高大帅气，为人也谦和有礼。我看过他的学论文，确实挺有才的，武学也不在话下。可没想到这个洛天成一来也成了江一雪的裙下臣，我已经好几次看到洛天成专门等江一雪下学，跟他一起聊天散步的画面了。唉，在得知他如此没品位之后，我便再也没觉得这个家伙厉害了。我一阵子没来皇家学院了，没想到变化还挺多。你确实好阵子没来了，你落下那么多课业，你大考考得过吗？好问题，你们说我要是装病不参加有没有用？平日小考或许可以，大考的话，有夫子把试卷送到生病的学子家中，然后单独监考，再将考卷收回，最后的成绩还要张贴公示。师姐，你怕是逃不过的。怎么办呀？那你们能给我补习一下吗？上官小小看了看江宁儿拿的都是数算类的书，摇了摇头。不瞒师姐说，算术也不是我的强项，但是七皇子倒是擅长。小七，你一定要帮帮我呀！行吧，不过我今日没空，下午还有好几节课，等明日吧。那就这么说定了。于是今天1天的时间，江宁儿先是自学，但是看了1日的书后，她领悟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道理，那就是亲人也许会背叛你，朋友也许会背叛你，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背叛你，唯独数学不会，因为数学不会就是不会。等到下学的时候，他只觉得整个人的脑子都在发懵，一路走到半山腰，他满脑子还在思考刚才看到的那个题到底最后是怎么演变成那个结果的，就被一圈人给围了起来。你就是江宁儿？我是呀，怎么了？你们想干嘛？一雪对你这么好，你却如此欺负自己的亲姐姐，简直是丧心病狂。今日我们就是要替一雪出头，教训教训你这个臭丫头。没错，我们要教教你怎么做人。江宁儿明白了，原来是江一雪的舔狗大军呐！江宁儿一脸似乎被吓到的样子，连忙拔腿就跑。敢跑，都给我追！江宁儿身形慌乱地朝着山涧密林里跑去，身后的几个男子也穷追不舍，直到跑到一个绝境，江宁儿才停了下来。看你还往哪儿跑？谁说我要跑了？我只是念着皇家学院境内不能打架，把你们引到这出来，好方便我动手而已。少说大话，小爷我本来是不打女人的，但你这种恶毒的女人，实在是叫我忍不了。像你们这种没脑子的舔狗，本姑娘也忍不了。你说谁是舔狗呢？谁舔江一雪谁就是了。我真是不明白，你们怎么就都这么喜欢捡二皇子的破鞋呢？他对我有意见，自己不来跟我正面硬刚，找你们这些群下之臣来围我，这种行为你们还能喜欢他？你们确实不是舔狗，说你们是狗都是对狗智商的侮辱。把你嘴巴放干净一点。你说谁是破鞋啊？一雪都说了，他跟二皇子根本就没有什么。行吧，那今日我就来免费给你们脑子开开光。大言不惭，兄弟们上！但很快
密林里一阵层出不穷的啊哦后，他们就以各种妖娆的姿势倒地上了。你知道我爹是谁吗？我爹可是……怎么，你爹是谁？你娘没告诉你吗？然后哐哐两拳照着人眼眶砸去。老子管你爹是谁，能教出你们这种在学校里围困女生，企图搞校园暴力的小混混们，你们爹想必也不是什么好货色。不过你们爹要是平日不会教育你们，我不介意你们回去把你们爹都辞了，我来当。明天都带着户口本来认爹吧，小垃圾们。江宁儿扬手挥出一片药粉之后，本都像蛆一样痛苦的在地上爬行的舔狗大军们瞬间就都失去了知觉，躺平不动了。江宁儿吹了声口哨，一身黑衣的明昭悄无声息地落到了他的近旁。哎，他们是怎么这么想不开，要来惹老大你？没办法，谁让我长了一张好欺负的脸呢？要我说呀，咱们还是什么时候把那江一雪给做了吧，省得他老是作妖。他已经开始歹事了，之前还能摇来鬼谷门的叛徒杀我，现在就只能摇来这种货色了，足以看出他已经是没多大能耐，离自取灭亡那日不远了。怎么样，我让你叫的人可准备好了？中午接到你的消息，我就去喊人了。现在阁里的人都到京城了，就等老大你的号令了。那行，等天黑我们再行动。江宁儿看了看天色，又瞧了瞧地面这些世家子弟，你先现在就把人叫来吧，替我把他们收拾了先。好的，你想怎么收拾？他吩咐了几句，就哼着小调，一蹦一跳的先离开了。殊不知他一离开，远处的一棵宽厚大树下边走出两个人来，正是皇家学院新来的风云人物洛天成和他的随从。没想到天楚国皇家学院里还有这种女子，公子那是谁啊？洛天成背手看着那个欢脱走远的背影，不知道，我也没看清正脸，不过这个女孩子确实有点意思。不知为什么，洛天成光是远远瞧见她的身影便不自觉地被吸引。奇怪，他怎么突然有种熟悉的感觉？罢了，反正皇家学院就算乱翻了天，也与我们无关，我们不必多管闲事，当做没看到就是。也对，那公子我们快走吧，跟江大小姐约的时间快到了。走吧。到了茶楼后，江一雪已经早坐在其中了。洛公子，你来了。不知江姑娘今日约我来此是有何事？是这样的，我因为这阵子不太舒服，休息了几日，明日便会回学院上课了。但明日有乐理课，需要双人扶琴，我想约洛公子与我一同完成课业，不知可行？自然是行的。既然如此，那一雪就谢过洛公子了。江一雪端着笑意，做出要给他敬茶的样子，但是手一抖，茶水泼了自己满身。好烫！江姑娘的手怎么伤了？没怎么，自己不小心弄伤的。小姐，什么叫你自己不小心？分明是江宁儿弄的。可别瞎说，关二妹妹什么事啊？小姐，你总是这样维护江宁儿，但江宁儿怎么对你的呢？她不仅连累的整个国公府受罚，还让你被老爷责骂。她嫉妒你美貌，仗着自己是靖王妃，还在府里对你百般折辱。这种人你还护着她？二妹妹是我妹妹，她这么做也是怪我们这些年没好好照顾她。翠萍，你莫要再说了，你再污蔑二妹妹，我可要罚你了。教训完了翠萍，江一雪才又笑笑看向洛天成，让洛公子见笑了。江大小姐所说的二妹妹，也就是江家的二小姐喽。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啊，月末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吧，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什么二小姐啊，分明就是个外室生的，却老是欺压到我们小姐的头上。二人这是按照剧本在走，目的就是为了在别人面前贬低江宁儿身份。一番戏演完，最后他照常给洛天成也说了些他会有机会得到他的话，还别有深意的将自己刚才擦过茶水的帕子亲自塞到了他的手中，然后才起身离开，给洛天成留下一个无限遐想的背影。出了茶楼，小姐，这个洛公子会帮您出头吗？他看着好冷静啊，也没像那些男人一样对您发誓或者说些好听的话。你懂什么？那是人家有教养罢了。你可知洛天成是谁？奴婢愚钝。洛天成虽从未说过自己的出身，但他的气质绝对不是普通人家子弟。我查过，氏族里姓洛的只有一家，就是汝南王府。说起汝南王，那还是当年3大开国功臣之一，曾经还当过摄政王，只是后来不知何原因，突然说要告老还乡，皇上这才赐他去了边境开府。我猜洛天成极有可能是汝南王的后人。天啊，没想到这个洛公子身份这么厉害，不过还是小姐你更厉害，随便一下就把他拿下了。
我们且看着吧。这么多人针对江宁儿，我看他如何好过。而茶楼里的洛天成一直在2楼窗户处，看到江一雪走远后，立马将他塞给自己的手帕咦的一声扔掉。快给本公子打盆水来，本公子要洗手。天哪，本公子居然被这个脏女人碰了，我不干净了。随从立刻去接了盆水来。洛天成一脸嫌弃的把刚才江一雪碰过的那只手搓了一遍又一遍。真是难为公子了，居然要忍着陪那个江一雪演这种戏码。属下刚才听他那么说，分明就是想公子你替他出头，去教训那个江宁儿。他以为他是谁呀？脸怎么这么大？这位江大小姐怕是觉得公子跟他那些群下之臣一样愚钝了，说不定还觉得公子你喜欢他呢。他真是想得美长得美，他在想屁吃。洛天成又骂骂咧咧了一阵，坐了下来。可我们也来京城有一阵子了，不跟他套近乎，我就没法接近江家，不接近江家，我就打听不到那个人的消息。哎呀，真烦人！公子，你当真确定那个人还在世上吗？不是很确定，但我总得来试试才能死记。对了，刚才江一雪所说的那个二妹妹，之前可有查过？江家所有小姐都查过了，确实唯独这一位没有。为何不查？因为就这位出嫁了，之前也很长时间不在京中，据说是最不受宠的一位小姐。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初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我和姐姐祝愿各位。既然如此，先查查再说。是。随从走出茶楼后，洛天成拿出了怀里的一幅小像，上面画着的女子是他在梦里才能偶尔见到的人。我虽然不知道我这样做会不会有结果，但如果妹妹还在世上，我定要找到她。所以娘，您若在天有灵，便保佑我顺利找到妹妹，带她回家吧。与此同时的大理寺里，秦君夜把江宁儿出生前后几年京中的一些大事迹都整理了出来。之前不查还不知道，原来那几年京中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不过影响最大的有2件，一是骆家被刺告老还乡，举家迁徙边境汝南王府；二便是年末时被称为惊世奇才的沛国公府大公子江清衡战死沙场，引得老国公惊觉不醒，其妻木南哥殉情自尽。而大公子与其妻当时已有2子，可后来2名质子也都从此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沛国公府便是自此开始陨落的。秦君夜手指在桌上一下下的敲着，脑中想着江宁儿是否与这些事儿有关。这时徐正清身边的孙师爷过来找他。少卿大人，孙师爷有何事？是这样的，刚才来了消息说有几个人被脱光了，挂在城门上，这会儿引来了好些人的围观。徐大人说他们影响市容，让少卿大人赶紧去处理一下。这种事情不都是该京兆府处理的吗？京兆府啊，最近有大案子要办，人手不够，这边来找到了徐大人。但是徐大人算了算，手边的人大家都有事儿在忙，唯独就少卿大人最是清闲，所以想劳烦少卿大人去。行，本王这就去。但是现在大理寺里闲人不多，恐怕没有帮手能帮少卿大人，得少卿大人自己去将这些人给抓回来了。秦君夜自然清楚这又是故意的刁难，不过也懒得多说什么，轻哼了一声便起身唤清玄。我们走。等到他们来到城门时，果然已经围了不少的人了，而城门上有几个年轻男子被拖得只剩一条裤衩了。依我看呢，这定是跟人媳妇偷情，被当家的看到了，才这样侮辱他们的。这么多人一起偷情啊，不太可能吧？我觉得像是嫖客，嫖完了不给钱。但你们看这些人的裤衩，这也不撩用的，比我外衣多，这些都是贵家子弟吧？秦君夜将这些人的言语听到耳里，也想不出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清玄问完了附近的一些商户之后，回来说道：王爷都问过了，没人看清这些人是怎么被挂上去的。现在还是白天，这里又是闹市，怎么会一个人都没看见？属下也奇怪呢，但确实没有人看见，说是突然这些人就从天而降的挂在那儿了，就连城门的守卫都没有看见是谁干的。不过有一个人说自己本来是想上城墙拿东西的，可不知道怎么的像着了魔一样，最熟悉的路却绕了好久才寻到楼梯，结果一上去就看见人已经挂着了。听起来像是有人施了什么障眼法，又像是有人给城墙的楼梯下了什么迷惑的阵法。阵法？什么人这么厉害啊？闹市里当众布置阵法？将人都放下来再说。是。大理寺没给帮手，清玄只得喊了几个王府的人来，将几人放下之后，把他们都解下来，看看到底是谁。
很快肚兜都解下了，发现果然全部是京中贵子。清玄惊的连忙去跟秦君夜汇报：王爷，都是些少爷，而且这个还是徐大人的独生子徐克。哦，他是徐正清的儿子？是啊，不光是这个徐克，其他几个我没记错的话，都是皇家学院里面的学子。说着，清玄凑近秦君夜耳边：属下有一个不成熟的猜想。你说，按照时间来看，他们在被弄晕前，应该都是在皇家学院上课才对。但皇家学院里面能弄出这些阵法和这种动静的，怕是只有……清玄话还未说完，秦君夜了然一切的眸子便扫了过去。二人些微对视了片刻，都心知肚明了。王妃真的是王爷您的福星啊！哎，他是怎么料到徐大人在大理寺里刁难您的？他应该不是特意如此，大约只是凑巧，估计是这些人惹到他了。先把这些人押回大理寺监牢，先关3天再说。大理寺中，徐正清还在因为刁难了晋王而沾沾自喜。孙师也给徐正清捶着肩膀：这说是那些人裤衩的布料都很好，一看就是贵家子弟的，定是什么贵族之间的纷争闹的。这些贵族纷争啊，最是麻烦琐碎，晋王去处理，怕是能烦他的一头包。你说的没错，今日本大人就是要让他知道一下，我大理寺可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这时有人急忙来报：徐大人不好了！本大人怎么就不好了？真是的，整日在这大呼小叫的触本大人的眉头。哎呀，是啊，大人平日里面都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遇事不要慌张，要冷静自持。你们这些人都不把大人的教诲放在心上。还是孙师爷最懂本大人的心，在俺这里，我这儿也算。哎，是，大人您劳累了，哪不舒服您吩咐，小的跟您松快松快。说吧，出什么事了？大人，少卿大人把那些个城墙挂着的人都押进大牢了，那些人可都是官家子弟，现在这些子弟的家人来要人了。真是他管的，这些子弟的家人来找，就让他们都去找他，可千万别让这些人来找我，跟我可没关系。徐正清早猜到会如此，十分得意自己给秦君夜找了个大麻烦，觉得他这次会得罪不少的人。但是大人，这次被关的人里还有您儿子呀！哎呀，我都说了，他关就关，跟本大人没关系。就算有我……等等，你说有我什么东西？有少爷呀！等徐正清疾步来到大牢时，正好看到秦君夜要把徐克拖出来审问。秦君夜，你住手！秦君夜坐在那儿纹丝不动，只是微微侧头看了他一眼。徐大人怎么有空来大牢？你在做什么？不是大人说的吗？这些人影响市容，让本王将他们关押大理寺监牢。本王正在审问他们如此做的动机呢。徐正清看着两个眼睛乌青的徐克，大声叫嚷了起来：这可是我的儿子啊！你居然让他只穿着一条裤衩从城门一路回大理寺，让老百姓看笑话，你是不是故意的？哦，原来这位是令公子啊，不好意思，本王不认识你。而且徐大人此言差矣，就算是你的公子，当街耍流氓也是不对的。徐大人回去还得好好管教管教儿子，让他下次别这样了。你瞎吗？你没看到我儿子被人打了吗？他分明是被人故意伤害然后挂上去的，你审他做什么？你该去抓害他的人才是啊！本王也觉得蹊跷，所以才想审问一下，但是令郎好像不是很配合，如此恐怕很难抓到害他们的人。怎么可能？你把门开开，我亲自问问他。牢门一开，徐正清就赶紧上前，心疼地喊着：儿啊，你说句话呀，是谁在整你们？徐克本是眼神朦胧，被徐正清喊了一阵之后，向他看来，一张嘴就是爸。你喊什么呢？你说话呀！无论说什么，徐克都是流着口水，一直啊巴啊巴的，像个痴呆儿一样，一句正经话都说不出来。尹君夜，是不是你给我儿子做了什么？徐大人，东西可以乱吃，但话不能乱说。我们是奉您的命去抓的，满城的人都看着，他们一醒就是这样了，我们也没办法。而且大人也不给我们个牢车，把他们押回来的，还是我们王爷自己出钱租了装夜香的车才送回来。您可不能冤枉人呐！快来人，把少爷送回府去！不可，徐大人，你儿子是不是被人害是一码事，但是有碍市容是另一码事。按照律法，当街耍流氓需要关够3天才能放人。秦君夜，大理寺是我说的算的，我说放就得放。徐大人，这次不光是令郎，还有好几户官员的子弟，刚才他们都想像大人这般把人带回去，但都被本王斥回去了。他们可都瞧见令郎了。若让这些大人知道，徐大人你单把自己儿子放出
去了，其他的大人怕是要参你徇私枉法吧？你当真时间过了，赶快回你的王府去吧。大人这是要赶本王走了？既然都是皇家学院的学子，也就意味着他们很可能是在皇家学院御府。令王妃不是也在学院上学吗？少卿大人该赶紧回去关心一下才是。徐大人说的有理，那本王便也不多留了。但走了2步，秦俊业又折回身来。不过大人既然将此事交托给本王，本王自然是要办好的。那本王就明日一早再来审练公子吧。相信徐大人作为大理寺长史，知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道理，不会私放令郎的，对吧？秦俊业，你……秦俊业不理徐正清怒极的眼色，便潇洒地走出了大牢。要上马车前，他看了眼快要黑下来的天色，知道自己肯定是错过江宁儿下学的时辰了。王妃可回府了？还没呢，但是王妃递了消息，说是今天要在学院里面补习备考，说是不回来吃晚饭了，让王爷不用等。那军行呢？七皇子也在学院？七皇子倒是正常时间下的学。那他找谁补的课业？这个王妃没有说，属下也不知道。本王亲自去接王妃，你们不必跟着了。转眼已是夜明星稀，没了学生的皇家学院此时一片静谧。密林里，江宁儿与一行人皆是一身的夜行衣，正在商议对策。兄弟们，今日的任务十分的重要，大家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大家一定要同心协力，不成功变成人，听到没有？有事阁主吩咐，我们都定当竭力。是啊，阁主，你要做什么，我们都听你的。好兄弟，你们今日的任务就是要掩护我，帮我成功偷到试卷。老大，你让我把玄机阁里面阵法厉害的都叫来，我还以为你是要我们卖命做什么呢？怎么是偷试卷啊？你懂什么？这对我很重要。本来他向来不会轻易把玄机阁的人招来的，但他白天看过了，秦天玉让教务处重兵把守，并且在教务处18个方位设置了阵法。阵法不算难破，但难就难在需要18个人在18个方向同时破出，一人之力绝对无法勘破。18人又是聚集在一起一阵耳语，众人都认真地听着江宁儿的吩咐。都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开始分头行动。是。韩明昭在内的17人都各自去到各自的方位，为解阵开始做准备。江宁儿负责的方位则是在皇家学院的库房。殊不知，此时的洛天成也在天黑后摸到了库房来，就跟江宁儿正好在库房撞了个正着。什么人？洛天成这一声呵斥，惊得一身蒙面黑衣的江宁儿脖子一缩，不能让人坏了他的好事啊！空中一个翻身，准备将其打晕，却没想来人居然身手十分迅猛，躲过了他每一个攻击不说，还长袖一震，数十枚暗器就如密语一样朝他而来。我去！他瞬间躲避，逼急只能下毒了。一枚本是已经超出射程的暗器，突然在空中转了个方向朝他而来。干什么鬼玩意儿啊这！他弯腰躲开攻击，可暗器将他脸上的面罩打下。洛天成趁机掌心一转，手里剑顿时从袖中而出，朝他眉心直指而来。看到他脸后，又猛地倒吸一口凉气，瞬间收回了手中的剑。娘！你他妈喊谁娘呢？老子是嫩爹！洛天成震惊之余忘了躲避，结结实实的挨了一下，立刻就两腿一夹跪在了地上。眼前的女子十分年轻，不可能是他娘，可为什么他跟他娘这么像？他心里突然生出一个想法，于是疼得额角血管直冒，可也死死拉住他的手。姑娘，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江宁儿手中毒药已经准备好了，正要挥过去。库房好像有动静，去看看。刚才他们打斗无疑引来了夜间巡逻的人。来这边，我掩护你。拽着他手将他推到了暗处。喂，你！库房的门被砰的一声大力打开。你是什么人？我是皇家学院新来的学生洛天成。原来是学生，这么晚了，你还来库房里做什么？明日有乐理课，所以我先来取琴回去练习一下。来信跟库房的管理助教说过的。那刚才怎么弄出那么大动静？就你一个人吗？可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物没有？琴放在上层，我拿时不小心砸到了自己。至于可疑的人物嘛，倒还真瞧见了一个。我瞧见有个人影朝食堂的地方去了。江宁儿此时就躲在洛天成背后的架子上，本是要下毒的手刚刚伸了出来，听到这话之后就又收了回去。走，都跟我去食堂那边瞧瞧。没多久，一行侍卫远离了库房的地界，江宁儿从架子上跳了下来。原来你就是洛天成。姑娘知道我？听说过江一雪的舔狗吗？谁说的？我什么时候就成江一雪的舔狗了？我看起来像是睁眼瞎的人吗？江宁儿打量他一番，确实这个洛天成跟那天围堵他的舔狗比较不一样，武功不错，模样气质都是上等的，眼神也是明智清亮的，确实不像个睁眼瞎。不说这个了，姑娘可否告知
知在下你是谁。老大，这时明昭急忙来到了库房找他。怎么了？你怎么过来了？老大不好了，我们有一个兄弟，刚才为了躲避侍卫队的巡查，不小心中到了阵法的机关，现在已经站不起来了。我们18人差一个了。秦天玉这老小子，这次下真功夫了。原来姑娘是来偷试卷的。你怎么知道？18方阵法围绕着教务处，这段时间就是重兵巡访，我一早就猜到应该是大口的试卷放置在其中，而且算起来库房这里正好就是18方阵法的阵眼，所以你来库房是为了破阵的。没想到你也会阵法。正是，你不是少一个人吗？不如我帮你啊。你刚才还跟我动手，现在却要帮我，你会这么好心？我刚才以为你是小偷，要知道你也是学子，我定不会向同学出手的，而且我也有想要偷试卷的心，只是我叫不来那么多会阵法的人罢了，你就让我加入吧。行啊，试卷拿出来我们一起看，你这种伪装我也不会说出去的。讲了一下他的计划，洛天成不疑有他，连忙就去补上了倒下那个人的位置。老大，这傻白甜到底是谁啊？真让他加入？谁知道这家伙有什么毛病？我们差人先用他把阵破了再说，等出来再弄这呀。于是新的18人就位之后，以在阵眼的江宁儿为主，18个人开始同时解阵。江宁儿最后转动库房里的一个烛台，紧接着18方阵解了。洛天成解完阵又朝他跑来，走，我们进去找试卷。我们走。秦君夜只身来到皇家学院时，正好看到江宁儿对洛天成微笑之后，洛天成兴奋地拉着江宁儿手腕朝着里头跑去的样子。看到这一幕，秦君夜当即眉头紧皱，他2步上前想紧随其后，但刚刚解除的阵法又恢复了原状。刚才的2人几乎是瞬间就消失在了眼前，而他被挡在了18方阵外。但这时刚刚才走远的巡逻队伍也隐隐发现了动静，赶紧围了过来。虽不知道江宁儿要做什么，于是故意弄出些动静，以轻功朝远处而去。那边有人。果然侍卫们发现空中的身影，便都紧随其离开，并未发现院长的阵法已经被人动过了。而进入阵中之后，其中还有不少的机关。虽说秦天玉的阵法对江宁儿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洛天成就是一直把他护在身后，一切都他来应对。江宁儿乐得清闲，便也不说话，心里盘算着这小子还有点厉害呀，等下用什么毒对付他才好呢？终于进了教务处，江宁儿从抽屉里找到了羊皮纸袋封着的试卷，为了不让人怀疑，他抽出一张之后，将一切放回原位。可没想到当他把东西再放回去时，关上的那一刹那，整个四周墙上挂着的铃开始哐哐直响。糟糕！洛天成连忙拽了他往外跑。快走！这个动静终究还是把四面八方的巡逻侍卫都给引了过来，但好在2人反应很快，并未被人发现。好不容易到了安全地，洛天成安抚江宁儿：“你在这里等我，我设置一点小机关，避免等些人追上来。”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弄好了吗？好了。洛天成听到妹妹夸自己，高兴的不行，拍了拍手，正要回头，紧接着就是一阵药粉扑面而来。话还未说完，就抵挡不住药性，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江宁儿拍了拍洛天成的脸，确定他没了意识，就朝洛天成的胸口伸出去，结果被另一只手挡住。王爷，你怎么在这里啊？秦君夜警惕地把他拉着，离洛天成远了一些。自然是来找你的，我就知道你哪里可能是为了补课留到这么晚，但这种事为何不与我讲？毕竟害怕考试偷卷子这种事情不光彩吗？我还不是担心万一没成功把你拖上了，有损王爷你的英名吗？算你还知道为我着想，那他又是谁？他呀，也是半路来偷试卷的人。秦天玉设置的阵法，我一个人搞不定，便拉他一起了。而且这事儿如果被发现，肯定得有人承担，所以我一路让他跟着，就是想着有个人可以背锅。原来如此，那你让他看到你的正脸了，不怕到时候他把你招出来？不怕，我给他下药了，这个药可以把人半天的记忆消除，他根本不会记得他见过我这个事儿。药还能消除记忆？这是我研发的新药，不过有个后遗症一直没办法解决，就是中了药的人昏迷后再醒，会像痴呆儿一样啊吧啊吧一阵子，但等这阵子好了，他们就不会记得这半天发生过什么了。城门上那些人果然是你干的。王爷，你碰着了。今日我当值，他们就是我去抓的，我猜到是你，还在担心万一他们供出你来，我该如何是好。不过现在看来，他们怕是都不记得了。
好了，此地不宜久留，先回去再说。王爷，你先等一下。然后又折返到了洛天成身边，蹲下。怎么了？这个家伙刚才跟我打架的时候，朝我用了好多邪门的暗器。我行走江湖这些年，看过的暗器也算不少，但他身上的我还真是没瞧见过。我不善远攻，一直就想要个趁手的暗器。我感觉他的暗器就还不错，我好奇是什么。秦君夜拦住他，照你说的，那他应该藏了不少机关器在身上，你别动。他捡起路边一颗石头，朝昏迷的洛天成身上扔了过去，结果只是轻触了一下，洛天成的腰间他藏在衣服里的暗器便自发地朝秦君夜投来。王爷，你怎么样？秦君夜旋身落地之后，指尖夹着那枚精细的暗针，也忍不住感叹：这暗器果然厉害，他到底是什么人？他是皇家学院的新学生，叫洛天成，姓洛。秦君夜几乎是顷刻便想到了今日在大理寺翻看卷宗时瞧见的汝南王洛家，眉心一拧。但洛家的人怎么会突然到京城来的？我们先离开这里，此人危险，别再碰他为好。有了刚才的教训，江宁儿也觉得先撤比较好。这时明昭使着轻功追来，秦君夜下意识就把江宁儿往身后一藏。王爷不用担心，明昭是我的人。你的人？你来找我做什么？不是说了让你们先撤的吗？老大，那个中了机关的兄弟你得去看看呀，机关上面似乎有毒，现在他都有些神志不清了。中毒了？你快带我去看看。秦君夜虽有些疑惑，但还是跟着他们二人一起前去。在皇家学院境外的一个密林里，另外17人已经在那里聚集。江宁儿看了看受伤那人的脚，放心吧，不是什么毒药，是混了一点迷魂药，会让他产生幻觉而已。他给受伤的兄弟喂下一颗药之后，没多久那人的眼神就清亮了起来。多谢阁主，你们把他带回去好好休息，这次有劳你们了。有事我让明昭再叫你们，没事你们就藏好，听到了吗？等到17个人都离开之后，秦君夜才缓步上前。阁主，他们应该不是鬼谷门的人吧？既然王爷你都发现了，我也就直讲了，他们是我玄机阁的人。听到玄机阁3个字，秦君夜整个脸色都是一震。你怎么又成玄机阁的阁主了？什么时候的事？也是差不多2、3年前的时候。为何你不曾与我讲过？若我今日没来，你是不是预备一直不跟我讲？江宁儿，你到底还有多少身份瞒着我？这个过程有些复杂，等回去我再慢慢跟你讲。我们先走。回王府的路上，江宁儿就感觉到了秦君夜的低气压，因为他都没跟他说话。他也清楚秦君夜怕是因为自己向他隐瞒马甲的事情而有些不高兴了。王爷，要不你先睡吧，我还有点事，你不用等我了。江宁儿想跑。去哪儿？我想去走走。秦君夜也听出他这语气里的不高兴，明明是他撒谎说补习，实则去偷试卷，同时还瞒着自己玄机阁阁主的身份。秦君夜把他带进怀里来，可他一拉他却下意识想要抵挡。自己做错事还不让我抱了？王爷，我身上脏。秦君夜眼色一沉，便将他打横抱了起来。江宁儿秒懂，秦君夜，你起码先让我洗个澡吧。没说不让你洗澡，我也没洗，所以一起。秦君夜抱着他到浴池之后，便有些粗鲁的将他衣衫一层层的褪下，然后把人丢进了浴池里，紧接着自己也下了水，二话不说，身子便附了上去。江宁儿已经许久都没有感受到他这般霸道的吻了。秦君夜，玄机阁其实是……别说话，先专心安慰我一下。其实比起生气，秦君夜觉得他此刻的情绪其实更多的是不安。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今日看到洛天成拉着他走远，他却无法追上去的时候，这么精彩的视频看着还高兴吗？再告诉你个高兴的消息，马上情人节啦，这不得整点仪式感吗？我刚在抖音商城买的德芙巧克力礼盒，跨年送女朋友礼创意礼，既好看又好吃，这一盒不到1杯奶茶钱，连价格都是理想型。这些小东西真是画龙点睛，毕竟情人节给最重要的是得准备迎接浪漫。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有，花小钱造大仪式感。我也点评论区看看去。他心中突然有了一种恐慌感，而这份恐慌一开始只是一点点，可在得知他是玄机阁掌门之后，这份恐慌感开始放大膨胀了起来。他一直知道他的本事，同时也知道他本事越大，身份越多，也就意味着若是有天他要离开，他越是留不住他。良久，激荡的水面才恢复了平静。江宁儿本在皇家学院破阵就已经很累了，最后更是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至于秦君夜是怎么把他抱回房的，他都有些不知道。
不行，我好累，要睡了。现在知道怕了？知道了，知道了。那你老实交代，除了鬼谷门掌门、玄机阁阁主以及鬼医以外，你还有什么别的身份没有告诉我的？江宁儿此刻只想睡觉，不过脑子的应道：没有了，没有了。殊不知秦君夜听到这话，眉头一扬：你果然就是我找了3年的鬼医江离。江宁儿脑袋一歪，已经靠着他的臂膀彻底睡了过去，没有应他。世人都说我秦君夜娶了一个乡野村妇，可谁能想得到你这乡野女子的身份，竟叫我这个王爷有些压不住了。我可拿你怎么办才好？第二天，江宁儿醒来时是被秦君夜搂在怀里的。他眨了眨眼，才开始回想自己是怎么从浴池回到床上来的，还有回来后他在自己耳边说的那些话。我去，鬼医大人想去哪儿？为父陪你。这个秦老六真的趁他迷迷糊糊的时候，把他诡异的身份也炸出来了。他一晚上掉2个马甲，损失惨重啊！你怕什么？我还能卖了你不成？人家还不是怕你生气吗？昨天掉1个马，你都气得一路不跟我说话了，这一下掉2个，我怕还没哄好，你又生气起来，几天都不跟我说话怎么办啊？昨日刚知道时确实有些气，不过也已经被你哄好了，而且我哪里舍得晾你几日那么久？我昨日都还没跟你解释玄机阁的事呢，怎么就把你哄好了？你没听说过夫妻是床头打架床尾和的吗？没有什么矛盾是睡一觉解决不了的。虽说昨夜不是在床上睡的，但是效果一样。要有下次你再惹我生气不知道怎么办的话，你可以直接扑倒我，我也同样接受肉偿。这个秦老六已经完全不是当初被他睡了一次之后就追着他要他负责的那个纯情的小伙子了。他不知道又是看了什么书，现在的花样更是……这么精彩的视频看着还高兴吗？再告诉你个高兴的消息，马上情人节啦，这不得整点仪式感啊！我刚在抖音商城买的德芙巧克力礼盒，跨年送女朋友礼创意礼，既好看又好吃，这一盒不到1杯奶茶钱，连价格都是理想型。这些小东西真是画龙点睛，毕竟情人节得最重要的是得准备迎接浪漫。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花小钱造大仪式感。我也点评论区看看去。多到他这个向来大大咧咧、自诩女流氓的人都已经有些招架不住了。怎么还害羞了？才不是害羞，而是在想我该怎么跟你讲这2个身份的由来才好。我不知从哪开头。我爱这个可以慢慢讲。二人起床后边吃早点一边聊。江宁儿告诉他，其实他玄机阁阁主的身份比鬼谷门来得更早。当年他与玄机阁老阁主起初是因为口角开始斗阵法，结果缠斗了几日都分不出个高低来，最后一老一少相视一笑，便放弃了缠斗，反而握手言和，成了忘年之交。玄机阁这些年来在江湖中几乎消失，就是因为你接手了玄机阁。当年老阁主因为听信了奸人，弄得自己被卷进了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最后反被奸人杀害，且那个奸人十分心狠手辣，甚至想要灭了整个玄机阁。我得知消息后，替他报仇，逼死了那人，并带着已经所剩无几的玄机阁门众躲了起来。加之我一个年轻女子，作为鬼医行走江湖，很需要有人掩护，帮我隐瞒身份，所以我见那些玄机阁的门众无路可去，便让他们跟在我的身边，替我打掩护。说来，我其实只是出于义气，帮老友照顾一下他的门众，可这些玄机阁的人愣是推举我，让我做他们的新阁主，便一直阁主的叫我。原来如此，果然跟我想的差不多。王爷，你怎么会知道我是鬼医的？是我师兄装的不像吗？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倒不是他装的不像，而是他没你这般有本事。这话怎么说？自从你师兄离开京城后，我其实一直派人在跟着他。如果他真是鬼医，以鬼医的警觉，应该早就发现并把我的人甩掉了。但你师兄是很后面才发现的。如果鬼医真是他的话，那我的李雨楼就没可能3年都寻不到鬼医的踪迹。相反，你的行事作风、古怪的毒术，还有飘忽诡异的轻功，显然你更像是鬼医。江宁儿万万没想到，秦君夜居然是从能否追踪到线索这点去想的。他还以为师兄已经装扮得够像了呢，殊不知秦君夜竟然比他师兄更为了解他了。今早秦君夜有时间，便先送他去皇家学院，再去大理寺。马车来到半山腰入口时，就发现今日的皇家学院守卫格外的森严。刚下马车，王爷，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知道的清楚这里是学院，不知道的乍一看还以为是什么战场呢。大约是因为昨晚的事情，居然弄来这么多守卫，这有点离谱了吧？不离谱，昨夜有人闯了教务处，是不是你干的呀？
我的好徒儿。你在说什么呀？我都听不懂呢。而且我去你教务处干嘛？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御书房批奏章吗？老家都被人偷了，我还批个屁！你昨夜在哪儿？可有来皇家学院？我来做什么？真不是你干的吗？我在教务处里放了大口的试卷，放试卷的抽屉明显被人动过。而且教务处外，我设置了18方阵，学院上下能够轻易破我阵法，且全身而退的人可不多，但你就是一个。你都说了18方阵，那就是要18个人才能破除。我承认我阵法是比你厉害，但我要去哪找18个像我一样厉害的人呢？这倒是。秦天玉摸索着下巴，望着天，这也是他一直隐隐觉得是他，但又觉得不像是他的地方。真不是你？那你昨夜在哪儿？可有人证？我还能在哪儿？自然是跟我家王爷在王府里生孩子了。不信的话，要看吗？说着，他就要拉领口，让他瞧脖子上的吻痕。秦君夜连忙用手将他这个动作制止住，并且微瞪了他一眼。哎呀，你这个小丫头，你真的是……他就没遇到过像她这样不拘小节的女孩子。你们两个年纪轻轻的，还是要节制一点，知不知道？王爷，听到了吗？连王叔都说你不节制呢。以后少折腾我点。本王跟自己明媒正娶的王妃有什么好节制的？再说了，皇嗣是第一要务，王叔不娶妻，不用承担这份责任，总不能叫本王也不承担吧？江宁儿一噎，本是想借长辈的话教育他一下，结果这家伙把这事儿说得光明正大了起来，叫他都无法反驳。既然阵法被破，你叫这些人来巡逻就有用了。叫人来是因为这里毕竟都是学子，能破了我的18方阵，就不是学院中人的话，那学院的安全就有问题了。而试卷又被人碰过，不排除有人想要在大考作弊的嫌疑，所以我准备更高考试模式，考题在考试当天就我抽签决定。我去，你也太狠毒了吧！要不要这样啊？你好好复习，只要别想着作弊的话，什么题不都无所谓嘛。罢了，不跟你们两个多说了，既然没抓到人，我便回宫了。秦天玉一走，江宁儿一张小脸顿时皱成了苦瓜。感情我昨天夜里都白忙活了，我的数学可怎么办呀？起码你知道考试的重点和范围了，根据这个再补一下，你这么聪明，没问题的。现在也只能这样了。此时去往皇家学院的另一条路上，洛天成正一脸苦恼地晃着脑袋。他是昨夜随从见他许久不回来寻他，这才在院外的密林里发现了他，将他及时带走，于是逃过了守卫的巡查。但是他醒之后完全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去皇家学院，又干了些什么，见过谁。他揉着太阳穴，朝着皇家学院走着，远远瞧见了一个紫色的娇俏背影闪过。起先他只是觉得这个女子身形俏丽，可当他瞧见那人转身时的侧颜之后，整个人都怔在了原地。他怎么觉得这个女子跟他娘长得有9分相像啊？洛天成顿时脚下生风，急忙朝着那则身影追了过去。眼见着终于要追上了，可那女子一转角，突然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神呢？洛天成原地张望着，给爷死！脑袋上扎实的挨了一砖头。谁啊？我才要问你是谁呢？跟踪我做什么？洛天成一抬头，怎么又是你啊？洛天成本也是想要斥责此女的粗鲁，可看见眼前的女子的脸后，他便只剩下惊喜了。这世上怎么会有人跟他娘长得如此相像的？姑娘说幼是见过我吗？江宁儿这才想起了，她应该是不记得昨夜一起破阵的事儿了。没见过，但你这种尾随女子的能是好人？何来尾随一说？皇家学院的路谁都能走，姑娘你能走我也可以啊。洛天成，我警告你，别再跟着我了，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姑娘怎么知道我是洛天成的？我不仅知道你是洛天成，还知道你是江一雪的裙下臣，而我呢，跟江一雪有仇，所以我看到她的裙下之臣就不爽。为了讨好你的女神，我奉劝你也离我远些，小心你的女神看到了，把你这条鱼赶出她的鱼塘。江宁儿说话间，余光瞥见了远处正好路过的上官小小，连忙就跑过去。小小，我们去藏书阁吧。现在去？但是师姐，我现在要去上音律课呢，等下课陪你去吧。那我跟你一起去上音律课。师姐，你还上音律课啊？你会弹琴吗？就是不会才要去上呀。走吧走吧。说着，他赶紧拉着上官小小离开，管他上什么课呢？他现在就想甩掉洛天成再说。而此时音律课的教室里已经聚拢了不少人，都是慕名要来听江一雪和洛天成合奏的人。哎呀，一雪你就好了，能够让洛公子答应和你一起合奏。好，是还有邻居，我刚才到的是吃零食麻辣王菜，谈下饭。
派是派，最近都在抖张腾大牌是真皮，身边的朋友嘴上只都在这里挑起，这一包在吃饭，超多保这个挺值得。好，张腾，大牌是有，我这不怎么。是啊，我真是又羡慕又期待。要是我也能跟洛公子合奏一曲就好了，但恐怕洛公子根本不会答应我呢。哪里，我也不胜惶恐。难得洛公子看上我的琴艺，各位同学可千万别乱说，洛公子跟我只是同学罢了。你或许是把洛天成当成同学，但我看他对你怕是别有用心。我可瞧见过好几次你们二人协同而出，在学校里边边走边聊天的画面了。他要是对你没有意思，怎么不搭理别人，偏偏就理你呢？不过洛天成也是有眼光，一来就看中了我们皇家学院最漂亮的姑娘。各位同学可别打趣我了，一会儿让洛公子听见了可不好。听到了又如何？他想追求你，还能与你置气不成？而且我们也是说的实话呀。江一雪脸上带着少女的羞涩。江宁儿和上官小小来到教室的时候，才发现音律教室围了好些人。怎么这么多人？大家都要上音律课吗？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音律课来了这么多人。二人说着话，找了个相邻的座位坐下。江宁儿怎么来了？以前从没在音律课上见过她呀。谁知道啊？她听得懂音律吗？我看哪是来上课的，应该是听到消息来看洛公子的吧。二妹妹怎么来了？平日在学院里都不曾见你。长姐当然难得在学院里见到我，毕竟我来时长姐都在家养脸，这也是好不容易等你有脸了，咱们才能在学院里见面呀。二妹妹说笑了，妹妹不通音律，何以来上音律课？莫非真是来看洛公子的？哈，我看谁？没想到二妹妹也仰慕洛公子，大家姐妹一场。等下跟洛公子合奏后，我会跟洛公子介绍介绍你，让你跟洛公子说会儿话。如何？江宁儿这才明白这么多人是来干嘛的，原来都是来看洛天成要跟江一雪在音律课上合奏的。那他不能待下去了，他是特意为了躲洛天成才来的，别又被他跟上了才好。这么精彩的内容，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我就经常上闲鱼抢麦当劳超低套餐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麦当劳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妹妹走什么？洛公子还没来呢，你不是等着见他的吗？谁是来见他的？我是被他缠烦了才躲过来的。我不知道妹妹跟洛公子是认识的呢，那何不留下来，等一下听听我们的合奏，也给点意见。洛公子来了。洛公可没想到，直接忽略了行礼的江一雪，一屁股坐到了江宁儿的身边。洛公子，一雪在这儿。我刚问到了，你就是江家的二小姐，你叫江宁儿对吧？江宁儿纳闷了，洛公子，你要找的是江家大小姐吧？你一路缠着我师姐做什么？你不是来找江一雪合奏的吗？你坐我这边做什么？你离我远点。洛天成得知她是江家二小姐，又看了随从查来的关于二小姐的信息之后，发现这个二小姐的年岁跟她妹妹可能出生的年岁完全对得上，他觉得江宁儿是她妹妹的可能性几乎是90%。但好不容易找到了妹妹，妹妹却这么嫌弃他，他好难过呀。他觉得妹妹对他有误会，而这个误会就是来自于江一雪。合奏？什么合奏？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啊。洛公子，你说什么呢？你昨日答应过的，你忘了？我答应过你吗？江大小姐，你不要信口开河呀。洛公子，你怎么了？你为何不承认呢？明明就是你答应的呀。昨日在茶楼你跟我说的那些话，你都忘了吗？江姑娘，你可别乱讲，我根本没去过什么茶楼。洛公子，你是不是听二妹妹说过些什么才会如此？二妹妹，你怎能如此呢？我一向待你宽厚，你已经有靖王爷宠爱了，又有院长给你撑腰，你何故还要在别人面前诋毁我呢？我可是你亲姐姐，你怎么能如此待我？江宁儿，你看你干的好事，非要把一雪逼哭才高兴是吧？是啊，你可真是好本事。洛公子之前明明对一雪很好的，怎么你一来就把人给勾走了？你个狐妹子，已经是人妇了还不守妇道。江一雪，我给你脸了是吧？你想人多欺负人少，用这种手段欺负江宁儿是吧？洛公子，一雪只是想要解释清楚误会，一雪没有。大约是有些误会，但是我看江姑娘误会我了吧？洛公子何出此言？正好今日这么多人看着，我也就当众说清楚好了。江一雪，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你那种钓男的手段对徐克他们或许有用，但对我可没有。洛公子，你说什么呢？什么钓男？一雪怎么会如此呢？大家都是同学，我只是跟同学之间关系好点，有错吗？这么精彩的内容，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
我就经常上闲鱼抢麦当劳超低套餐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麦当劳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你怎么不会如此了？每次我在湖边看风景，你都没事偏要凑上来，不是掉了手帕，就是掉了簪子，还非要让我捡。行，我看在同学一场帮你，结果我好心帮你捡了吧？你又不是头晕，就是眼花的，还要往我怀里扑，最后还害得学校的人都传说我喜欢你。我早就想跟你说了，江姑娘手抖拿不稳帕子就别拿，江人走不好路就回去躺着去。若你此举是因为真的有什么癫痫类的隐疾，就好好回去治，不要在这里玷污了我的名声。男人的清白也很重要的。洛天成，你或什么？我还没说完呢。你不是号称贤德吗？我不过是说出我没答应过跟你合奏，没跟你见过面的事实，你却转头去责怪自己的妹妹。怎么，你的贤德之名就是这样来的？真不知道你这种人是怎么还有一大群没脑子的，居然还簇拥你，陪你牵着鼻子走。洛天成这下不光是当众打脸了江一雪，还顺带把刚才帮江一雪说话那几个人的脸也一起给打了。但是打脸过后，众人就都面面相觑啊！感情之前他们看到的二人在一起的画面，都是江一雪自己使用手段故意制造出来的。就是如此，我还以为真是洛公子对他青睐有加呢，这不就是明晃晃的勾引吗？这种手段，跟青楼里的那些勾栏女子不是如出一辙吗？亏她还是沛国公府的大小姐呢。我还以为她只是对我一人如此，她也让我捡过帕子。长姐，我只知道你跟二皇子这样那样又这样过，但没想到长姐原来跟这么多男人都暗许情谊啊！长姐真是好本事。但这件事二皇子知道吗？二妹妹，你胡说什么？我跟二皇子清清白白，根本没有什么。二妹妹，我劝你做人要善良，我怎么也是你亲姐姐，你就算再不喜欢我，也不可当众污蔑我的清白。江宁儿从怀里拿出一物来，那正好让大家都听听看你自己说的话，看到底是谁污蔑了谁。首次下单有10元无门槛，货满20减18的优惠券，像我买的德芙巧克力礼盒优惠后才1块钱，关键还包邮，入口我放评论区了。江宁儿开启留音时，里面放出来的是江一雪在百花大典上跟他说的那些话。叫你来是因为今日一过，我们不光是亲姐妹，更是妯娌了。我觉得我们到底是一家人，以后同在皇室之中，不应该这样针锋相对。你也知道，现在二皇子的势头，皇上封他做太子是早晚的事情，而将来太子妃之位，就自然非你姐姐我莫属。今日我喊妹妹来，就是想要你去劝劝靖王殿下，不如你跟靖王选择现在投靠二皇子，做姐姐的还能在二皇子面前替你美言几句，之后封侯拜相，少不了靖王和妹妹你一份。长姐怎么就这么自信？你能嫁二皇子为妃？这是二皇子亲口向我允诺的。今日的选妃不过是走个过场，这些女子也都只当做我的陪衬罢了。留音室里的声音很清晰地把江一雪当时得意的语气一分不减地展现了出来，其中对于其他秀女的鄙夷也是尽显无疑，与她往日那种装好人装得体的语气完全不同。假的，你们别信他，我没说过这种话，一定是江宁儿造假弄的。假？江大小姐说这话可是要负责任的。江宁儿手中的可是一宿阁出品的留音石，你说她造假，是不是在指一宿阁卖假货呀？江一雪，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可真不要脸！是啊，还我们都是你的陪衬而已，你凭什么这样说我们？你不是说你跟二皇子没什么吗？那他怎么还允诺你当二皇子妃？你真是满口谎言，撒谎精！你这种人怎么还自诩天楚国第一才女美女的？但可惜啊，二皇子最后定的二皇子妃不是长姐你，而是你的好姐妹林月雪。对了，这么说来，刚才还有人说是我抢你的东西，可实际上是长姐你居然在跟自己的好姐妹抢男人呢，你可真贱呢！江宁儿，你我什么？长姐，你敢说不是吗？江一雪一时接受不了这个结果，便想装柔弱，假装气急昏倒，躲掉这事儿。他本以为怎么都会有人扶着他的，却没想到最后叫他本是装晕倒的人，变成真的脑袋撞到了桌角，双眼一闭昏了过去。好好的一节音律课被江一雪的晕倒弄得一团乱麻。
没想到你居然真不是江一雪的舔狗，我先前还真误会你了。怪我之前看到你跟江一雪在一起，我也是这样以为的，没想到都是他自己自导自演给别人看的。洛公子，我为我之前跟师姐说过你坏话的事，是我认人不清。无碍无碍，江一雪那样确实很容易让人误会，这也是我之前念着她是女子，也没机会一一跟别人解释，才落得这个结果。不过今日正好借着这个机会给我自己自证了。那你也很奇怪啊，之前我是以为你是江一雪的人，想要对付我，所以跟踪我。既然不是的话，你刚才干嘛跟我？洛公子，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师姐吧？你可知我师姐的身份？不是，你们误会了，我对江姑娘不是那个意思。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上闲鱼有钱花。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那你跟着我是何意？我起初跟着姑娘，是因为觉得姑娘很像我认识的一个故人，我认错了。后来才知道姑娘不是。我知道你是晋王妃，自然不会对你有男女之意，但相识一场也是有缘，想跟姑娘交个朋友。师姐，这洛天成的借口，连我都觉得过时。这都多少年前追女孩子的话术了，他怎么到现在都还在用啊？我也觉得，我还以为能听到什么新鲜说辞呢，又是什么你跟我前女友很像这种烂梗。我不是要追你，是你真的跟我娘长得很像。用你娘来说的话，确实比前女友新颖了一点，但你觉得我听了会开心吗？我有那么老吗？我是说真的，不信你看。洛天成无奈，只能拿出怀里的小象来给他看。你还偷画我？我刚看你对江一雪，还以为你是个明眼人，结果你就是个大色批，你这人可真无耻。洛天成百口莫辩时，上官小小倒是拿过画像仔细瞧了瞧。师姐，我说句公道话，这个画年份已久，不像是近日画的，而且画中人与你眼睛像，嘴巴却不那么像。你看，你眼角这里也没有痣，但画中人却是有的。江宁儿拿过小象，也仔细瞧了瞧。好像还真是啊，还是上官姑娘公道。江宁儿这才把小象又还给了他。没想到我跟你娘还真是有几分像，但你没事把自己娘亲的画像放身上，这也很诡异吧？因为我自2岁后就没有见过我娘了，对娘的记忆其实十分模糊，所以为了念想，我才把娘亲的画放在身上，时常看看，就怕自己忘记了。你娘怎么了？她大约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听到这话，江宁儿顿时生出一些感同身受来。因为他也不清楚自己的爹娘到底是谁，所以还挺能理解洛天成的感受。我家王爷是个醋坛子，我要跟你做朋友的话，我们王爷估计要吃醋的，所以你要是真想跟我交好，我们可以认个关系。你既然思母心切的话，我不介意认你这个好大儿，你愿意管我叫爹的话，我以后就带你玩。洛天成都惊呆了，这什么跟什么呀？他可是他亲哥呀，怎么还能成他儿子了？这不是乱套了吗？我比你大几岁，就算要认也是你哥哥呀，怎么成你儿子了？而且按照你这个逻辑，思母心切怎么也该是认娘，怎么会是叫爹呢？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上闲鱼有钱花。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没有什么为什么，我这人就是爱好让别人叫爹。洛天成心想，妹妹的爱好真别致。我跟你说，认我当爹你可好处多多，你当我好大儿，你以后就是晋王府笨子不说，秦天玉都认我当大姐了，你还有他这个做院长的当老舅呢。你要再会想一点，那皇帝老儿都能是你爷爷，是不是很划算？简直超值呢。洛天成发现自己妹妹的一个特点了，能言善辩，且非常能在人际关系上占他人便宜。你说皇家学院的院长是你当大姐，你不是他亲传弟子吗？那是对外的说法，对内他就是喊我大姐的，而且可不是我要拜他为师的，是他死乞白赖要收我的，我也很为难的。没错，师傅私底下其实很怕师姐揍他的，他打不过师姐，阵法也比不过师姐。洛天成揉着太阳穴，一脸的彷徨，居然皇家学院的院长都如此吗？他妹妹这么厉害呀？但是我叫你爹，那晋王成什么了？我难道叫他娘不成？而且我不想跟天启帝攀上关系，他跟我家有过节，我怎么能当仇人的孙子呢？你是哪家的？我是汝南王府的人。原来你是当年摄政王的儿子，你是汝南王府的世子。我不是摄政王的亲生儿子，
是义子。我亲生父母都与摄政王是八拜之交，义父一生没有子嗣，对我视为己出。我虽没有世子爵位，但在汝南王府地界，与世子无异。江宁儿昨夜也听秦君夜说过，洛天成很可能是汝南王府的人，只是没想到竟是摄政王的义子。原来你已经有干爹了呀，那还叫我爹是不合适，那你当我姐妹吧。我是男的，怎么跟你当姐妹啊？我都说了，我们家王爷是个醋坛子，你要是不能同意，那就只有算了。行吧行吧，姐妹就姐妹。好姐妹，以后有什么我罩你。晋王是不是对你不好？既然都是姐妹了，那就是一句姐妹大过天。秦君夜要是对你不好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讲，当姐妹的我一定帮你出气。好不好也是别人的家事，洛公子，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宽了？小七，你怎么来了？我是听闻了江一雪刁难你的消息，想过来帮你的，结果你还真是。秦君行来的路上，听大家言语间就知道了洛天成维护江宁儿的事情，知道他没被刁难，本还松了口气，可谁想一来就听到洛天成在说他哥哥的坏话，故而对这人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上闲鱼有钱花。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印象不太好，你还真是红颜祸水。臭小鬼，你注意一下你夸人的艺术，想夸我漂亮就说漂亮，怎么非要说是祸水呢？而且我跟洛天成也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刚刚他让我做姐妹了，以后你也别喊他洛公子了，可以喊他洛大姐了。而洛天成听着洛大姐这个称呼，也是嘴角抽了抽。他感觉自己怎么突然像成了村口老嫂子了，但没办法呀，不这样他就没法接近妹妹呀。你不是要补数学的吗？还补不补了？对啊，走走走，我们去藏书阁。你们是要去为了大考补习吗？能不能带上我一个？好呀。他是觉得昨天洛天成来偷卷子，应该跟他一样是个学渣，找个人衬托一下自己，不至于显得自己太不学无术。可到了藏书阁之后，江宁儿发现自己被深深的骗了，分明是两个超级学霸对他一个学渣而已。洛天成，你成绩这么好，你补什么呀？我这成绩也算不上好吧，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不足呢。他看了看刚才两人同时做的一套题，他写的又快又好，而他一题都没答对。这种题你怎么也能错的？这种题错了就错了，有几道题注定是要丢分的，不打紧的。那这个呢？也错了。这题也很难啊，错了也情有可原。那这个呢？这个小孩子都不会错吧？我不信你还能帮他说话。这题字写的不错，你字倒确实进步了很多。你这是照着谁练的？你哥呀。难怪我觉得你的字跟他有80%像了。既然如此，你数学干脆也让我哥教你吧。王爷现在每天要去大理寺，回府后他又什么？没什么，反正他现在没时间教我了，不然我也不会找你了。唉，你这不行，不加把劲肯定考不及格的。要不你下学了跟我去王府再给我补一补吧，我下厨给你做好吃的。七皇子不愿意的话，我可以教你啊，而且我可以保证绝对有耐心，不会对你大吼大叫的。你教什么？我又没说我不同意，我去。他因腿残，能够做的事情并不多，平日更帮不上哥哥什么忙，但是帮他哥挡一挡嫂子的烂桃花，他觉得他还是可以的。金君行总觉得洛天成靠近江宁儿有些非奸即盗，他老哥好不容易铁树开花，有个喜欢的人，他绝对不许有人影响他哥和他嫂子的婚姻。而洛天成则是不满的轻啧了一声，腹诽这小鬼头可真碍事儿啊，他就是想跟妹妹多接触一下，好加深他们的感情，多探究一些事情。下学后，洛天成远远地看着江宁儿和秦君行一起上了马车回王府，紧接着他也回了京城他布置的小别院里。他在书房里激动地写着信，写的正是今日的事情。公子，你真的确定那个江宁儿就是我们要找的小姐吗？我今日在藏书阁，正好坐在她右侧，她低头后，我瞧见她耳后就微跃胎记，就算她不是我亲妹妹，也定是母亲娘家的人，这点不会有错。他将信封好后交给随从，把这个给大哥送过去，告诉他，如果我一旦确定了江宁儿真的是我们的妹妹的话，必定带她离开天楚国，让她准备好接应。可小姐不是已经嫁人了吗？她会愿意走吗？晋王丑陋暴力，哪里配得上我那么好看的小妹？且这个婚事又是江一雪不愿嫁才让她替嫁的，我想一定是妹妹被逼无奈才会留在晋王府与这种男人为伴的。他
他这个大舅哥对传闻中的秦君夜是100个不满意，他觉得以晋王传闻里的暴力的性子，说不定在家还是个会对妻子动手家暴的男人。光是想到他妹妹在王府可能过得水深火热，他就觉得心里如猫爪抓般难受。所以等他查清一切，跟妹妹相认之后，定要想法子劝那妹妹跟他和离，然后再给妹妹找个更好的男人。而此时洛天成心里的家暴男也正从大理寺下职，路上还买了江宁儿爱吃的桂花糖糕。一回到王府，就看到江宁儿和秦君行在院中相对而坐，脸色都不好。中间的石桌上还有一只鸡和一只兔子，两个人都一脸赌气的目不转睛盯着桌上那只鸡和兔。他们这是在做什么？王妃和七皇子在为了一道题较劲呢。题？什么题？是一道数学题，题目说今有鸡兔同笼，上有35头，下有94足，问鸡兔各有多少只。七皇子说这道题要假设鸡兔一起抬脚，但王妃偏说这么多鸡兔不可能一起抬脚，说这个假设不成立。二人争执了一下就吵了起来。王妃为了验证，就抓了只鸡和兔放在那儿。七皇子也争得上头了，但又说不过王妃，现在就逼鸡兔抬脚，看谁说的对。秦君夜听完缘由之后，简直有些哭笑不得了。抬脚，快抬脚啊！再不抬脚，把你做成麻辣兔头，把你做成麻辣鸡丝。那只鸡像是听懂了一样，脖子一转，开始了金鸡独立。而那只兔子却被秦君行的动静给吓到了，转身就想逃走。江宁儿伸手去抓，还急得将它咬了一口。你这个死兔子，他逼你的，你要我做什么呀？你看吧，他宁愿被做成麻辣兔头，都不肯跟鸡一起抬脚。你还说你这个假设成立？秦君夜见状，快步上前把他手抓了过来。给我看看，有伤你了吗？江宁儿一看到秦君夜，就忍不住抱他的腰，开始撒娇诉苦。王爷，数学好难呀！出这种题的人到底都在想什么呀？是鸡屁股吃多了噎的吗？你对你嫂子要有点耐心呢。哥，我以前做题做慢做错，你可是直接教训我的，怎么到他这儿就成要有耐心了？你这也太偏心了吧！你不能跟洛天成一样惯着他呀，这样他哪学得会啊？洛天成，你不是说给他喂了药，让他失去记忆了吗？江宁儿跟他讲了讲始末。秦君夜虽然对洛天成突然对他靠近有些奇怪，但知道他态度明确之后，便也没有多说些什么。毕竟他也没有专断到要阻断他与旁人来往的意思。但就算洛天成对他没有男女之意，他的直觉就是对这个突然来到京城的男人有种说不出的危机感。看来他有必要好好的查一查这个洛天成了。江宁儿这天在府里做题做得头昏脑胀，听到外边有动静，就到了府门前来看热闹。这是谁家臣妾？这么长的队伍？王妃，你不是在书房里面做题吗？我坐太久不动，身子都僵了。你快告诉我，这是谁家呀？好大的阵仗！这是二皇子给林家下聘的队伍。下聘？他什么时候又这么快有钱了？还得是你好大哥的功劳。什么？我大哥？自从上次你敲诈了二皇子20万两黄金后，江亭便开设了不少黑赌坊，所以回血很快。之前我就听王爷说过，二皇子很是看重这个江亭，听起来他还真的挺厉害的。他虽是个庶子，但因为是国公爷唯一的儿子，从小也是送到名师手上专门教导的。大约是3年前，江亭才回到京城，一回京便进了二皇子府，成了二皇子的客卿，给二皇子立下了不少的功劳。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二皇子府一旦失去了江亭，又或者江亭倒戈，秦君奇也就完了。二皇子毕竟家族背景深厚，很快就倒应该还不至于。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一只鹰没了利爪和尖喙，但羽翼还在。鹰要是没了这些，不是饿死，就是被其他的天敌弄死，毛多有什么用？还不是离死不远了。王妃说的也是，但帮二皇子做了那么多事，他们二人的利益早就密不可分了，不然也不会江一雪在百花盛典上面害得二皇子丢了丞相的注意，也仍得了侧妃之位。既然你们知道斩断了江亭，便能断了二皇子有利必保，王爷没想过对他动手吗？自是想过的，但王爷这人，王妃应该能看得出来，外表不近人情，实际十分的重情义。当初江一雪救了七皇子一命，也算是报恩，所以王爷一直没有对沛国公府动过手。唯一一次真的动手，就
数当初王妃回门受伤的时候。更何况现在又有了王妃你，就算你跟沛国公府的关系再糟糕，若真的把沛国公府一举歼灭，怎么都会连累到你的。但是弄倒江婷，不代表非要歼灭整个沛国公府才行啊！只要能让他在二皇子面前失陷不就好了？王妃你的意思是，江婷的黑赌坊都在哪儿？你知道吗？这个李雨楼自然是知晓的，但是就算是带人剿了这些黑赌坊，还有别的地方可以看，这个是清除不完的，还容易打草惊蛇。哼哼，我有办法不打草惊蛇，还能让他们自动关门。是何法子？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把黑赌坊的地址都告诉我就行了。清玄按照他的要求，把黑赌坊各个地点写成纸条交给了他。王妃要去赌坊的话，那要不要我派些人给你？不是说怕打草惊蛇吗？自然是人越少越好。我只是先去打探一下，不会做什么的。但是，王妃，清玄还想说几句叮嘱安全的话，但江宁儿已经兴冲冲地跑远了。去大理寺跟王爷通报一声，就说王妃去对二皇子的黑赌坊下手了。江宁儿离了王府，先来到码头边等人。没一会儿，一艘小舫靠了岸，走下来一个粉着玉彻的白净小生来。江宁儿眼眸一亮，瑶瑶，魏瑶连忙欣喜地朝他飞奔而来。黎姐姐，你怎么是穿的男装？不是黎姐姐说的吗？行走江湖还是男装比较方便。魏瑶身后还跟着几个打扮成商户的鬼谷门众，他们也急步上前，正要跟江宁儿行礼。哎，这里没有掌门，把瑶瑶送到这里就行了。你们先回去吧，这里有我照看瑶瑶，不会有事的。是老堂主吩咐说，怕你跟瑶瑶在这边，万一需要有人照应，所以从门里拨了20来号人留在京城，随时听候你们差遣。我们从今日起便留在京城了。最近忙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今天收拾出很多闲置的物品，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好之前在闲鱼上卖掉了不少闲置物品，赚了点零花钱。闲鱼复苏季马上来了，赶紧上闲鱼搜有钱花 ，AI 帮你轻松发布闲置物品，还能有机会抽取2025元红包。点击左下角去闲鱼复苏季。AI 发闲置抽大奖，上闲鱼有钱花。这样呀，那行吧。不过你们自己找地方待好，千万别暴露我跟瑶瑶和你们自己鬼谷门的身份。是。为了避人耳目，江宁儿让这些人先四散离开，不要再跟着他们二人惹人注目。等鬼谷门的众人离开之后，魏瑶才开始伸着脑袋四处张望。小丫头不是说来京城看我的吗？我都站你面前了，你还找谁呢？没找谁，就是第一次来京城，觉得好奇，看看风景。别看了，就我一个人来接的你。黄雀跟着王爷在大理寺呢。哎呀，谁说我是在看他了？李姐姐你乱讲。放心好了，我跟王爷已经说好了，等你来后，黄雀负责照看你安全，到时候你们见面的机会多着呢。就是他现在也要打理李雨楼里的事情，可能不能像在鬼谷门里时无时无刻都陪你了。但你记得，你此次住王府里是以我贴身婢女的名义，虽不会真的让你当下人，你也可以仍旧叫我姐姐，但在外有旁人时还是得注意，别说漏嘴了，明白吗？李姐姐放心，瑶瑶知道的。江宁儿先把她带到了京城有名的酒楼，给她接风吃饭，同时也给她讲了一下目前京中的情况和要注意的事情。二人正吃着呢，洛天成就出现了。江宁儿看着兀自坐在他们这一桌的洛天成，一脸的发懵。你怎么在这儿？有缘不是，我想来这里吃个饭，正好就看到你了。当真是因为有缘，还是你小子跟踪我呀？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姐妹你啊。不过我没有别的心思，是看你这些天都没有来学院了，我怕是你出了什么事。我去王府找过你好多日，但是都被你们王府的人拒之门外，所以一听到你出府了，我就赶紧来找你了。都跟你说了，我家王爷爱吃醋，你来找上门来，被挡在门外也是你活该。但咱们不是姐妹吗？说是做姐妹，但你到底是个男人，早就说让你喊我爹，你又不喊。你喊我爹，四舍五入也是秦君夜的好大儿，自己儿子他肯定就不会拦你了。那这个我确实不乐意，拦就拦吧，反正你也总要出门和去上学的，我不去王府找你就是了。这位姑娘是？你怎么知道我是姑娘？我行走江湖多年，经验丰富，你是女子，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我的贴身婢女，也是我义妹，叫瑶瑶。你的妹妹，那就是我的妹妹，那大家以后都是姐妹了。我叫洛天成，以后你可以喊我洛大哥，不是，是大姐。李姐姐，他是谁啊？一个大男人要我喊他大姐，他是变态吗？洛天成十分的无奈，他多想说，他也不想的好不好？这是我皇家学院的同学无爱，你还是喊洛大哥就行。我说洛天成，你怎么就这么执着要跟我交朋友呀？皇家学院里那么多女子想与你亲近，你不搭理，偏偏怎么就缠着我呢？我不搭理他们，是觉得他们没意思，但你不懂，你很对我的胃口。
我们不过萍水相逢，你怎么就知道我不同了？而且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怎么就知道我对你胃口了？之前我确实不了解，可是我想起那夜破18方阵的事情后，就自觉对你还是有几分了解的。你的胆识和你的聪慧还有能力，甚至是功夫，都不是皇家学院里那些普通弟子可以比拟的。洛天成这话还没说完呢，江宁儿就用一只包子把他嘴给塞住了。你在乱说什么？洛天成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那包子给拿了出来。你放心，我不会出卖你的。破18方阵有我一份，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是泄露你，我也逃不掉。你小子到底是怎么想起来的？我是前2日想起来的。我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我义父汝南王为了给我治病，曾给我吃下过3角金蝉。你吃过3角金蝉？是啊，我已经许多年没有被谁药倒过了，但你还真是厉害。虽说最后我的体质还是得以将你的毒给化解，可我却还是实打实失忆了好些日子。江宁儿这才明白过来，自己的药是为何失效的。可你既然想起来了，就该知道上次我坑过你，你不怪我？自然不怪，刚认识嘛，你一个女孩子对我有戒备之心很正常，我没什么好责怪的。相反，我觉得你做得很对，我对你来说只是个陌生人，女孩子要保护好自己，下点狠手没什么的。我倒是很希望你能保持这个特质，以后遇到像我这种突然冒出来的陌生人都不要客气。几个人说话间，酒楼对面的一个暗巷里传来一阵男人被殴打的声音。天化日之下，京城怎么也有当街打人的事情？京城虽繁华，但是可不见得比你所在的永州地界安全。这边更加的吃人不吐骨头，所以你日后若自己出门也要小心。瑶瑶明白的。听闻这个暗巷里是个赌坊，因为赔率高，吸引了不少赌鬼。赌鬼没钱，他们便提供借钱服务，但是借钱的利息十分高昂，通常借了就还不起了。于是赌坊就赚借贷的高利息钱，还赚赌金，是个近日兴起的黑赌坊。哇塞，姐妹你可以呀，知道的还挺多。你特意选择这桌吃饭，该不会就是为了看对面那家赌坊的动静吧？是啊，姐妹要不要一起？行，你说你想做什么，姐妹我都两肋插刀。此前江宁儿本只是想打探一下，可有洛天成加入之后，他就改变主意了，觉得自己今天就能把赌坊给闹翻天。1个时辰之后，3个人做了不同的装扮出来。他跟魏瑶是小厮打扮，而洛天成则是被他化成了一个女人。为什么去赌坊一定得打扮成这样？你既然知道那边是黑赌坊，自然我们要掩人耳目一下，这样就算日后赌坊找麻烦，认得出你来吗？洛天成十分无奈，他觉得不想让人认出，戴个面具也成啊，干嘛一定要这样啊？怎么不愿意呀？我这人就是这样，经常惹是生非的。你要是不能接受的话，就赶紧离开吧。那你这个人也就不适合跟我交朋友了。不就是穿个女装吗？这有什么？那行，我们走吧。真去啊？你是不是很缺钱？如果是的话，你跟我说，我给你啊。你们2个女孩子家家的，去赌坊那种地方可不好。你说错了，现在我跟瑶瑶是男人，你才是那个女孩子家家的。有不好的是你，也不是我们呀。而且我们2个的打扮可是随从，你才是小姐。真正要去赌博的人可是小姐你。什么？你让我赌？怎么害怕？害怕的话，现在回去还来得及。笑话，赌博而已，我有什么好怕的？只是我不会啊。放心好了，不会让你输钱的。你出本金，我们出技术，保证你只有赚的没有赔的。最后我们5-5分账。居然本金也是他出啊！感情他还想空手套白狼啊！洛天成已经深深的觉得自己好像进了小妹的什么圈套里，同时也意识到他似乎还是不信任他。但是进套就进套吧，别说5-5分成，他若是想要钱都给他都行。行，5-5分成，可是你说的。江宁儿给他喂下了变声丸之后，一会儿听我的就行。卸了妆的3人转眼来到了那个暗巷的赌坊里。我们赌什么？想玩什么？今日你放开了来。真的。他环顾了一圈后指了一桌，那个吧。行，你全程听我小妹瑶瑶的，帮你赚得盆满钵满。哦，你们2个跟本小姐去那边，本小姐想玩那个。是小姐。那是一桌赌牌九，算是入门级别的东西。庄家念着有肥羊来了。哎，这位小姐想赌多少啊？什么赌多少？我劝小姐啊，
一开始别赌那么大，先玩小一点的，熟悉一下规则，如何？哼，你这人还怪好的嘛。然后拿出100两银票，他知道第一把都不需要魏瑶出手，对方为了吊住这个赌客，自然会想法子让他先赢几把，勾起他的胜负欲。果不其然，前3把都是赢，一下赢了500两，本金翻了5倍。小姐，没想到赌博这么容易，我们这把来个大的吧？哎，是，这个小姐手气好得很呐，压的越大，赢的也越大。咱们这跟别的赌方也不一样，我们赔率特别高，别的顶多1赔5、1赔10就是上限了，我们可以1赔20。洛天成没法子，只能按照他说的，把刚赢的500两又推了出去，想说反正500两他也赔得起，那接着来吧。庄家这时候倒是笑得开心，但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魏瑶全程站在洛天成的身后，也不言语，但都会把他听到的点数悄悄比划在洛天成的后背，让他知晓不过1盏茶的功夫，这家赌坊的银子就都赔得差不多了。但江宁儿也不把赌坊里的银子全部赔完，还留一些，就暗示2人离开了。你这个妹妹可真是赌神啊，怎么会这么厉害？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要我化妆成这样了，你是不是主要是要掩护你这个小妹？毕竟这么厉害的赌术被人发现了，可不得了。算你聪明，不过我小妹会赌这事儿，你可不能告诉别人。你放心，你妹妹就是我妹妹，自家人，我以后一定也照顾她，不会泄露的。李姐姐，我们现在去哪儿？当然是去下一家呀。还去下一家？这些银子还不够啊？你去不去？不去，我跟瑶瑶2个人去。去，说了赔你就赔你，走。看着3人走远的背影，刚才赌坊里的小老板一脸的阴狠。老大，这3个家伙分明是来砸场子的吧？还需要你说？我明明都动了机关，变了点数，但是他们还是能猜到，这明显就是一群专业赌徒。那怎么办啊？就这样让他们把钱带走吗？刚才他们太引人注目，所以我不好下手。你让人去跟着他们，同时赶紧跟大老板送个信，就说有人来砸场子。是。他按照清玄所给的地址来到了最后一家赌坊，3人一进赌坊就发现，居然一个闲散的赌客都没有。有诈！不怕，我们这是终于把正主给逼出来了，正合我意呢。你是谁家的？可知这里是谁的地盘？敢来我这里捣乱？何来捣乱一说？我们才刚进来，还没开始赌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去的每一家赌坊都是我的地方，还说你们不是来捣乱的。你开赌坊不就是欢迎4方赌客的吗？我们正常来赌，只是手气好，赢得多了一点，你们就这样说我们，是不是赌不起？江婷锐利的眸子一眯，整个赌坊的人拔出长刀来，大门也哐当一声关上。怎么，这是要打架吗？说是你乖乖把刚才赚来的钱都留下，再赔个几万两银子，我就放你们离开，否则可就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了。好，吓唬我？你觉得你的这些歪瓜裂枣就能对付了我们3个人？是不是吓唬？姑娘试试就知道了。给我上！众人开始提刀而来，洛天成长袖一挥，无数枚暗器便旋发而出，一下撂倒了10数人。该死！然后赶紧躲到了一个死角处。其他人见状也是有样学样，不是要对付我们吗？躲起来做什么？他长臂一挥，药粉四散，紧接着整个赌坊都响起了各色痛苦的哀嚎声，纷纷跌在了地上，统一保持着双腿夹紧，双手紧紧捂着裆部，蜷得像只煮熟的虾一样的姿势。李姐姐，他们这是怎么了？说是我研发的毒会让中毒的男人下体剧痛不已，瞬间丧失行动能力。我给这种毒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淡淡的忧伤，到时候也给你身上带点防身用。你怎么研发这种毒啊？你捂个什么？进来前我就给你吃下解药了，你又没中毒，少在那碰我的词。你这招实在够狠，真是高！你怎么想着要做这种毒的？我之前曾经被武功高强的男人追杀过，我发现有些武功高的男人对蒙汗药、软精散之类的都无法让其迅速丧失行动力，于是我就开始研究男性的究极弱点到底是什么，之后就研发出了这个毒。此时按照道理，除了他们3个人，应该是对方全员中招，再无一人有反手之力才对，所以3人的姿态十分的放松，却不知还有一人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甚至趁几人说话的空档，一把拉下了一旁的把手。紧接着一阵机甲声响，从天而降一个巨大的铁笼。妹妹小心！陆天成，糟了，李姐姐，那个人跑了。江宁儿闻声看了眼，隐隐瞧见是江婷的背影，但是为什么江婷好像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这个笼子应该是精密的机甲铸造，不是普通的笼子，我打不开。江婷跑了，肯定是去叫帮手去了。你们先走，等下要是来的人太多，可就不好对付了。我们走了，你怎么办？你不用管我，我知道你喊我来就是想让我给你垫背，给你兜底的。我在这兜着，你们先跑。江宁儿万万没想到江婷会躲过一劫，她确实是失算了，但江宁儿更没有想到洛天成竟会这样护着自己。你知道你怎还敢来？你蠢吗？不是我蠢，大好姐妹不就是要两肋插刀吗？我是真心想要交你这个朋友的。你们走，这里我能解决。你怎么解决？既然你想我给你兜底，我自然要做到。你替我在赌坊外设置一个阵法，给我留点时间就行了。我上接甲术，我应该可以打开。行，我带着瑶瑶先离开，你出来了，我们在杨柳溪边汇合。好。江宁儿按照洛天成说的，给赌坊外设置了阵法，让人一时半会儿都进不来，给他留足开笼子的时间。他刚带着魏瑶准备追江婷。你们是什么人？鬼鬼祟祟的做什么？江宁儿闻声回头，看到来人，惊喜道：王爷！秦君夜听出这个语气是谁，便拉着小厮打扮的两人避开了大理寺的人，进了暗巷里。江宁儿把易容一接：王爷，你们怎么在这？这话我来问你才是。清玄说你来江亭黑赌坊了，不怕你出事，借着大理寺巡逻的借口过来帮你的。刚才看到你们两个急匆匆出来，王爷还以为是江亭的人呢。江亭的人已经都被我放倒了。你无事便好，但他是赌坊可不是我的主场，自然是要带两个能制霸全场的人。魏瑶第一次易容，接下易容时磕磕绊绊的，半天才露出真容。姐夫，是我。我的天！黄雀脸色一急，连忙上前。刚才他都没有想到这个人会是魏瑶。瑶瑶，你有没有受伤？我一点事都没有，李姐姐把我保护的可好了。确定他没有受伤后，黄雀才松了一口气儿。王妃，你能不能教点好？瑶瑶一来京城，你怎么就把她往赌坊引？你个臭小子，都敢问我的罪了？他不是没事吗？而且我的易容术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揭穿的，对付一个江亭而已，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虽说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江宁儿话说到一半，突然想起来什么。对了，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王爷，我可能发现江亭一个大秘密了。另一边的洛天成顺利解开了牢笼，逃了出来，并前往杨柳溪，准备跟江宁儿碰头。结果在一条无人的路上，发现了江婷被一个下人搀扶着一起逃走的背影。他知道江宁儿的目标是他，于是直接朝他腿上投出一枚暗器，想让他无法再逃。江婷见状，身形一闪，结果失去重心，直接从桥上翻身掉进了湖里。江婷不会水，下人连忙越水相救。可没想到，江婷扑上水面之间，衣襟散开，竟隐隐约约露出了里边的裹胸。洛天成看到这一幕，瞳孔地震。沛国公府的大少爷江婷居然是女子，而刚刚赶来的江宁儿和秦君夜也看到了这一幕，皆是意外。刚才他没中我的毒，我就觉得奇怪了，她果然是女子。饶是我也完全没想到，她居然可以假扮男子这么多年。你来了？你的机甲术很厉害吗？居然比我来的还快。而洛天成是第一次见到这人，但看到他的面具便知道此人定是靖王了。而湖中跟着跳水救人的下人看到江婷的身形后，也是震惊不已。老板，你没事吧？我没事。老板，我也没想到你居然是女子，刚才我也是情急才如此的。但二皇子可知道这事啊？你这是什么话？主子自然是知晓的，是主子让我男扮女装，掩人耳目的。下人神色犹豫了一下，明显有些怀疑。我脚崴了，能不能来扶我一下？下人没多想，便上前去搀扶，却没想一靠近，江婷袖中的匕首直接捅入了他的心脏，并用力搅动了一圈。老板，你……男人的瞳孔满是惊悚，很快就没了光彩。老板，我不是教过你很多次了吗？女人的话一个字都别信。这女人可真狠，连救她的人都不放过，真是心狠手辣。我倒是觉得她做得很对，换成是我也会如此。她很清楚，她是女子的身份一旦泄露，等着她的将会是万劫不复。不杀了那个男人，死的可能就是她。听你说的，怎么好像很共情她的样子？你说的没错，以前他是男子，我顶多觉得他是个阴鬼小人，可刚才那一幕还真让我对江婷改观了。明明不会武功，却有勇有谋，那么惊慌的情况下也可以迅速冷静下来，不给自己留下任何隐患。我倒是觉得这个女人可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人才？你莫不是还想收了江婷不成？
王爷可真了解我，虽说我们现在知道他这个秘密了，想要废了他，简直就是轻而易举。我这人爱财，若把他就这么废了，我还真是觉得不划算呢。人才自是先降服，若是降服不了，再杀也不迟。那你准备如何收服他？江宁儿想了想，看到远处的人影后，眉梢一喜，帮我降服他的人来了。江婷将下人的尸体踢进河里，毁尸灭迹，身后就响起了一阵脚步声，来人正是三皇子手下的谋士张正。嚯，小爷我今日可真是来着了。江婷，我还真是万万没想到，以前只是觉得你阴气重，没想到你居然真是个娘们儿。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小爷不知之前竟都是输在一个女人的手上，这可真是奇耻大辱。来人，给我把她绑起来，先丢进窑子里，找人折辱一番，再把她女子身份公诸于世。大哥，他到底是沛国公府的人呢，丢去窑子会不会不太好？沛国公府，老国公要是知道自己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根本是个假的，我看第一个要杀他的就是他老子吧。躲不过一个偏房所生的庶女，不值钱的下贱命，怕什么？动手！江婷拔出匕首想要自保，可他独身一人，根本不是这么多人的对手。放开我，你们别碰我！挣扎也没用，你今日必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字儿还未说完，张正的喉头就中了一枚暗镖，紧接着张正一行的其他几人也都遭到了同样的攻击，片刻间便尽数歪倒在地。江婷看着向自己走来的三人，满脸不解，莫非你是二妹妹？我们也算是初次见面了是不是？我的江婷长姐。二妹妹，你到底想做什么？还看不出来吗？我自然是来救你了。救我？二妹妹莫不是以为我是江一雪那种傻子？我现在的局面可不就是你造成的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三皇子的人不可能正好出现在这里，应该是二妹妹去三皇子府报的信，故意想让他们抓我的吧。你说的一点也没错，我砸了你赌坊的场子，自然得有人来承担，所以我让人给三皇子府的人报了信，想让他们堵截落单的你，这样你跟二皇子便自然而然的会把赌场闹事的人想象成是三皇子的人。如此，你还敢说是来救我？二妹妹好生可笑。人是我叫的没错，但发现你是女子后，我改主意了。聪明是一个女人最性感的地方，你有一个这么性感的大脑，我可舍不得三皇子的人伤了你，所以我才把三皇子的人也都杀了。而三皇子定是知道他们是出来堵截你的，他们死了，三皇子理所当然会觉得是你干的。江宁儿，你好卑鄙！哎呀，长姐别生气，我说了我是要救你，不是要害你。你想脱离这个困境十分的简单，做我的人，我可以保你安全，你担心的事情都不会发生。我若是答应做你的人，有何好处？没有好处。江婷叹了口气，这个江宁儿到底会不会招安呢？想要让人为他做事儿却没好处，这种事儿谁会干呢？你是不是在想先糊弄我，然后再回去找你的二皇子给你撑腰？被说中了心事的江婷脸色一正，好处没有，但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你若不答应我，你的坏处有什么？我知道秦军旗念着你的能力应该会保你，但我呢会一日三餐去你的赌坊闹事，让你从赚钱变成亏钱，把你在秦军旗那的价值毁得一文不值。到时候你觉得你的二皇子会如何对你？江宁儿，你看你这反应被我猜中了，你果然是想着糊弄我的。二妹妹，我不是想糊弄你，而是这不是小事。你要我一下子放弃这些年在二皇子身边筹谋的，突然倒戈进王府，那我之前所有的计划都没了，这对我损失太重了。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时间考虑一下。你说的也对，我呢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我还可以给你2个选项。什么选项？要么你乖乖选择跟我，要么我把你打一顿，打到你同意跟我为止，你选一选。江宁儿，你这根本就不是招安，你这是威胁。是啊，我就是威胁你了，你能拿我如何？谁叫我有威胁你的本事呢？江宁儿拿出一瓶药水，当着江婷的面倒在了一具尸体上，紧接着那具尸体击骨消融，消失在了原地。江婷看到此景，惊得一下脚软，跌倒在了地上。
洛天成看到这一幕，一下躲到了秦君夜的身后。你离本王远点儿。洛天成被嫌弃之后，没好气儿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来到江宁儿身边。我说姐妹，这毒也是你研发的？我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了，可也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毒。是啊，要不要给你试试？看是你这个吃了金蝉的体质厉害，还是我的毒厉害？洛天成惊恐地连连摇头，他发现了他的妹妹好像比他想象的厉害得多了。给你有一炷香的时间了吧？如何？你怎么选？你选活还是选死？行，我答应你。但是我既然倒戈进王府，二皇子知道了必定不会放过我，你得保证我的安全才行。还有张正的死不能推到我的身上来。放心，我既然要用你，你的安全自不必担心。而且我虽说让你做我的人，可你还是得继续待在二皇子身边。你要我当卧底？长姐果然是聪明人，一点就通。我就喜欢跟你这种人合作。所以你其实是要二皇子的消息？是，但不全是。至于之后要你做什么，往后会跟你讲。但是这样一来，二皇子根本不知道你倒戈，他和我都会保护你，你只会比以前更加安全。而且你是女子的事情，我会替你保守秘密。你可以继续做你沛国公府的长子。江婷的身份对于沛国公府和二皇子，或者都只是个配角般的棋子。可是在江宁儿心里却不这样想，他觉得江婷又能打探二皇子府的消息，说不定还能帮他查探当年他父母的事情，简直就是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好，以后我便听二妹妹差遣。他朝江婷的腹部打了一拳，紧接着拿出一颗药便塞进了江婷的嘴里。介于长姐刚才有想糊弄我的心，且又聪明狡猾，所以原谅我目前对于长姐不得不防。7日内，长姐给我交一个投名状，我便给你解毒。你要什么投名状？这个就看长姐你自己的诚意了。但若你给出的东西我不满意，又或者有别的心思，7日后便是长姐你的死期。行，我答应你。但二妹妹可别食言。这个你放心，我这人虽然有些强盗逻辑，但是道义有道，我既然能答应你，就绝对不会食言。江婷只是叹了口气，似乎已经彻底放弃了跟江宁儿挣扎。这时黄雀使着轻功急急而来。她怎么会是女的？死黄雀居然盯着尸身的女子看，非礼勿视，懂不懂？小心我等下告诉瑶瑶。王妃，我没有，我只是太惊讶了，我真没有那个意思，你别在瑶瑶面前乱讲话。江婷以后就是王妃的人，她是女子的事情，绝不可外传。王妃的人？你来是有何事？不是让你在林外等着的吗？对了，王爷，二皇子大人正朝这边而来，我得到消息后就赶紧来通知你们了，应该离这里只有半条街了。你报的线，赌坊被你那样闹事，我又被你们追，我要保命，自然得通知二皇子，但那是我落水之前发出的消息。王爷，有办法把二皇子支走吗？我本来是想把张正等人的尸体都化成血水，叫人以为无迹可查的，但需要一些时间，在我处理好之前，不能让他到这边来。行，老二那边交给我。秦君夜带着黄雀刚刚从密林里走出来，就看到了也气势汹汹而来的秦军旗和他的部下。秦君夜带着他的人主动迎了上去，拦住了秦军旗等人的去路。二哥不是大婚在即吗？不在府里好好备婚，带这么多人到此是要做什么？本皇子府中出了一个内贼，偷了府里面不少东西逃跑了。本皇子是追此贼才来到这儿的，六弟快些让开。想必这个贼定是偷了二哥很珍贵的东西吧，否则禁足期间二哥居然也跑了出来亲自抓捕。秦君夜，我警告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给我让开。二皇兄，里面是大理寺查案现场，任何人不得擅闯。皇兄不仅违背父皇禁令，现在还想违背天楚律法吗？查案？你能查什么案？你不就得了一个分类卷宗的闲差吗？少想唬住本皇子。二皇兄说的没错，本王确实负责卷宗，正是近日翻看卷宗，看到二皇兄当初力杀暴民，救下父皇的案子，让人觉出一些奇怪。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初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京中治安极好，怎会突然有暴民要刺杀父皇呢？为此我正想向二皇兄请教呢。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在怀疑本皇子不成？本王是怀疑那些暴民没有除尽，怕还有余孽影响京中治安。查了查，发现真还有些踪迹，这才跟了上来。是说还有暴民在这里？这里刚才查过了，但是很可惜，
什么人都没有。看到秦军旗明显松了一口气儿的模样，秦军业眉头稍微挑了一下。不过我的人还在里面找有没有别的蛛丝马迹，所以为了避嫌，奉劝二皇兄还是不要靠近的好。本王可以不将你私自出府的事情上告父皇，但皇兄这么多人，要是谁弄乱了本王查案的线索，本王可就不会轻易让过二皇兄你了。那六弟可查到什么线索没有？查到了。当真还有暴民余孽？我怀疑暴民余孽可能在城西还有，准备把这边彻底勘察过后，就去那边接着查的。城西？既然六弟在忙公务，皇兄我也不打扰你了。小贼兴许不在这边，本皇子再去别处去寻就好了。秦军旗疾步离开，他的人马也紧随其后。等他穿过密林，重新回到河岸边时，张正一行的尸体已经全部消失不见了。秦军业环视了一圈，发现刚才的3个人也不见了。正疑惑的时候，王爷，我在这儿。秦军业一抬头，江宁儿正好从树上跃下，他即刻将他接住，抱了个满怀。王爷你好厉害，居然这么快就把秦军旗赶走了。怎么藏树上了？我还不是怕你万一没拦住秦军旗，所以为保万全，我们就先躲起来了。我刚才偷偷瞧见秦军旗的脸色，看他那么急的样子，我还以为他会冲进来呢。你怎么办到的？怎么一下子就让他走了？其实我也没有料到，或许还要问问江婷才能清楚。他人呢？话音刚落，洛天成就扶着江婷从树上轻巧落地。洛天成看着二人这般亲昵的模样，一脸的不高兴。本王问你，当初二皇子剿灭暴民救驾的事情，你可清楚？二皇子身边并非只有我一个谋士，还有一个张师爷。这个事情我听说过，但不是我处理的，是张师爷那边办的。怎么，晋王爷为何突然问起此事？王爷觉得那个暴民案有问题？刚才我借口说是来此查这个案子，秦军旗听到后就即刻走了。我怀疑这个案子应该有别的内幕，且其中缘由或许比赌坊的损失来得更让老儿紧张。张姐，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懂，我会去二皇子府那边查探一下此事。跟聪明人说话就是愉快。7日内，等你准备好了投名状，让人给晋王府来消息便是。江婷默了默，便先行离开了。洛天成遥看着江婷的背影，摇着头。我说姐妹，你真就相信江婷了？万一他偷偷找人解了你的毒，又把你的事情告诉了二皇子，可怎么办？我当然不会这么轻易就相信他。我猜江婷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找人把脉，试图解我的毒。但是很可惜，我刚才其实给他喂下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而是刚才随手捡的兔子粑粑而已。洛天成猛地睁大了眼睛，嘴角咦了一声。你一个屁哟！兔子粑粑又叫望月砂，不仅对身体无害，还是中药的一种。你这样做又是为何？江婷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有个弱点，就是容易多思。他找人把脉，发现无人能够把出是什么毒后，只会越想越害怕，越害怕他就会越发不敢轻举妄动。没想到你虽数学不好，但空手套白狼和占人便宜这2件事，你绝对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我怎么觉得你小子在拐着弯骂我呀？没有，我是夸你。王爷，我今日赚钱了，你应该还没吃午饭吧？想吃什么我请你啊。想吃什么都可以。是啊，想吃你。江宁儿噎了一下，哪里看不出来秦军业是故意的。先把5脏庙喂饱，至于别的，等你下车回府后再说。吃饭我怕是没时间了，大理寺的人还在外面等着，我不好耽误太久，我可能回大理寺吃了。这样呀，那今晚我们一起鸳鸯浴呀。秦军业闻言，眉眼顿时亮了几分。那我今日早点回家。好，我等你。看着夫妻2个牵着手离开的背影，洛天成站在那儿气得牙痒痒。今日他对这2人的关系改观了，他很惊奇，这2人感情好像还挺好。可他想不明白，既然他小妹如此聪明机灵的话，为何会看上残暴丑陋的晋王呢？洛天成思索了一下，觉得只有一个可能，或许号称天楚国最糟糕的皇子并非如传闻那般，而是一直蛰伏实力。如果真是这样，洛天成反而更加不安了，就怕江宁儿卷入天楚皇室的夺嫡纷争中，重蹈当年爹娘的覆辙。此时沛国公府里，江一雪却气得砸东西，滚，都给我滚！他
他气愤地拿起手边的茶杯，就往来送礼的礼部官员身上砸，惊得刚进屋的叶氏捂着肚子抖了一下。哎呦，谁惹我们宝贝医雪了？叶氏如今有孕后重掌了主母之权，甚至母凭子贵，比之前更为嚣张了。他不满地看向来下聘的官员，大小姐要你们滚，没听到吗？都聋了。几个官员官衔低微，只能点头离开。哎呀，医雪，这些可不能砸呀，到时候二皇子知道了，还以为你对他不满呢。我可不就是对他不满吗？他口口声声说要我当正妃的，可现在呢，竟然要我与林月寻同一天入门不说，他穿正活，我只能穿媒活；他走正门，我只能走侧门。他哪里考虑过我的感受？贱人，贱人，都是些鼠目寸光的贱人。林月寻就算是正妃又如何？就他那个大饼脸，若不是当初我的药，二皇子睡谁都不可能睡他。一雪近日脾气日渐暴躁，已经越来越装不出那副小白莲的温婉模样了。正好此时江婷回了沛国公府，路过院子口，你给我站住！江一雪正烦无人发火出气，便快步上前。我问你，为何我今日去茶楼，听到了我到处勾搭男人的传闻？一雪妹妹，我已经尽力给你把这些风声压下来了，但是人多口杂，哪能堵得那么干净？那你尽力啊！我看你根本就是不上心。我如何尽力？这种事情，一雪妹妹不干的话，会被人如此说道吗？你是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斥贿我？江一雪还是第一次被他用这种眼神看着。怎么，你还敢不服气？你以为你是家里的长子就了不起了？江婷，你是不是以为自己能够继承沛国公府的爵位了？我告诉你，今日大夫已经说了，我娘的这一胎是个男胎，等我弟弟一出生，沛国公府就绝对不可能落到你的手上。你最好给我弄清楚你的地位，你的存在就是为了给我成为二皇子正妃铺路的。可我现在竟然只是个侧妃，便是你的无能，你就该死！江婷袖中的拳头捏得嘎吱作响，她一直都知道自己的出身在沛国公府里，若是无用的话，便和一条狗没什么区别。叶氏走上前来，瞪了江婷一眼，这是个没用的东西，就会惹我们医学生气。哼，本小姐大人有大量，这次别放过你。但再让我听到外面有关于本小姐的风言风语，或是让这些话传到二皇子耳中的话，我定不会轻饶你。江婷心中虽恨不得将叶氏魔女千刀万剐，可脸上却掩饰得极好。一雪妹妹放心，我会加大力度清除那些言论的。江婷转身走后，眼底才开始情绪浮现，隐忍着咬着牙关。江一雪出了气，心情才好了一些，表情渐渐恢复了以往高贵傲娇的模样。一雪你别急，林月寻身材样貌都不如你，就算是个正妃，也不过是个挂名罢了。到时候你只要早些怀上皇嗣，说不定还能生下天楚皇室的皇长孙呢。届时一样是母凭子贵，自会尊贵的。事已至此，现在也只能这样想了。林君夜下职回府之后，发现府里异常的热闹，院中的石桌上摆着各色酒菜，江宁儿和魏瑶张罗着，清玄则跟小七在一旁拿着扇子，冲一个冒烟的土堆扇着火。王爷快过来，今日我跟瑶瑶亲自下的厨，你有口福了。黄雀，你去厨房拿碗筷来，今日给瑶瑶接风，我们一起吃。秦君夜被他拉着坐下，看了看这些人，又看了看江宁儿，最后无奈地叹了口气，不是说好鸳鸯浴的吗？天色还早呢，你别急啊，我们先吃饭。行，那就先等你吃饱了，我再来吃你。王爷，你知道吗？你现在越来越像个流氓了，还是很道貌岸然的那种。在爱妃这里，本王只想日日当个流氓。说完，还趁着没人注意，悄摸摸的在他屁股上抓了一把。你，江宁儿推开秦君夜，连忙跑开，去瞧那个冒烟的火堆去了。应该好了，把土堆挖开吧。清玄得令，拿着铁锹捯饬了好多下，才露出了一个烧得黢黑的土疙瘩来。是真的能吃吗？你让我扇了这么久的风，该不会最后让我吃土吧？这是一道名菜，叫做叫花鸡，是不是又孤陋寡闻没听过吧？叫花鸡。看到另一边的魏瑶和黄雀一人端着2个菜走来，江宁儿吆喝了声：“菜齐了，大家上桌吧。”江宁儿和魏瑶的手艺都不错，加之今日人多，大家吃得十分热闹。吃饭间，江宁儿瞧了瞧四周，奇怪，怎么饭点大家不去吃饭，老在这晃悠做什么？好像确实是如此。他们应该都是来瞧魏姑娘的吧？毕竟府里面这么多年，还从未有过什么姑娘家。我不是女的吗？我进府时都没看到他们这样瞧我呀。王妃自然是不一样的。我怎么不一样了？你哪里像个女人了？你这个义妹才像个正常的姑娘家。你
哎呦，你怎么又打我？我就说你不像个女人吧？哪有女人成天动手动脚的？夫君，你弟弟骂你，他说我不是女人，那就是说你每天都在睡男人。别理他，你不是女人，你是仙女。我还是喜欢听王爷说话。清玄听到秦君夜这话，虽觉肉麻，可到底是下属，不敢造次，只能低头干饭。黄雀则是专心的帮魏瑶挑着鱼肉里的刺儿，尽量不参与主子们的事情。哥，你真是我哥吗？你的血性呢？等你日后成亲就懂了。直到天色渐暗，这场饭才将将吃完。稍微溜达了一下，秦君夜便拉着江宁儿朝浴池的方向而去。魏瑶见状也想跟上去，被黄雀赶紧拦下。你去做什么？我许久没见黎姐姐了，想去找她夜里聊聊天啊。你以后夜里还是别找王妃，要找她等白日再找吧。你的黎姐姐和姐夫已经不是鬼谷门市的他们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反正见黄雀面露难色，魏瑶也不多问了，转而拉住他。那我不找黎姐姐了，黄雀哥哥，你陪我去街上走走吧，我想看看京城的夜景。黄雀看着他拉着自己的手，嘴角就忍不住扬了起来。我听说朱雀街上有家卖唐山楂的，我带你去吃。好呀，走。秦君夜进了浴室，拉着江宁儿刚转角过了屏风，便将她抵在了墙上吻她。二人吻得动情了，秦君夜便开始上手想要解她的衣衫，却被他拦住。怎么了？今日我先来给王爷你宽衣。秦君夜愣了一下，这种事情他主动的时候不多，自然是要好好珍惜的。行，那你来。江宁儿抿嘴一笑，然后给他解开腰带之后，就掌心一推，将其推到了水里。秦君夜起水后摸了一把脸上的水珠，不解地看他。我其实是好奇，王爷要是成了落汤鸡会是什么样子？我以为会是很狼狈的样子，没想到王爷身材好，成了落汤鸡也好看。秦君夜无奈摇头，便上前想将他也拉下水，结果江宁儿连连后退。你躲什么？我其实在王爷回府前就洗过了，所以王爷一个人泡就好了。你不是说好鸳鸯浴的吗？是鸳鸯浴呀，王爷你看。秦君夜顺着他指的方向，这才看到浴池的水面上有2个鸳鸯形状的木雕玩偶在水上再浮再沉。秦君夜都无语了，这就是他说的鸳鸯浴。江宁儿，你耍我！江宁儿看到他脸色开始不对了，连忙起身就跑。刚出浴室几步，整个人就被湿着衣服出水的秦君夜给抓住了。在他双脚离地的瞬间，就开始连忙告饶：王爷，人家就是皮一下嘛。可最后还是没有逃过，也被丢进水里，成了另一只落汤鸡的结局。第二日，江宁儿是晌午才悠悠转醒的。她起身刚刚动了一下，便觉得腰酸腿软的不行。秦君夜正好穿着官袍，提着食盒进房，看到他这个样子，连忙上前：怎么了？还能怎么了？不都是你害的？谁让你昨天要调皮的？然后让他趴下，帮他揉着后腰。他的掌心温暖，力道又合适，很快江宁儿就觉得好受不少。王爷，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是下人来大理寺说你一个上午都没起床，我怕你是不舒服，所以赶回来看看。一个上午？现在是什么时辰？晌午了。居然这么晚了，以后你不许这样了，我一睡半天都没了，这太浪费光阴了。我都是为父的不是。饿不饿？起来吃点东西。二人甜甜蜜蜜的吃完东西，秦君夜便又要回大理寺。他走时吩咐清玄：天气转热了，让人给屋子里加些冰，再让布庄送几匹上好的冰丝锦来给王妃选，用来给王妃做几套夏衣。清玄神色木然：你那什么表情？不是，属下只是意外。我跟在王爷身边这么多年了，以前可从未想过王爷有一天会变成这么温柔体贴的人。怎么，你这话说的，本王以前难道很不近人情？没有，就是觉得自从王妃入府后，王爷笑的都多了，人也细致了。属下只是感叹，爱情的力量真伟大呀！居然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改变一个人几十年的性子。现在的王爷，哪怕戴着面具时，也能让人看得出心情很好。真有这么明显啊！特别是每日早上，王爷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都特别的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每日早上，秦君夜拍了拍清玄的肩：等日后你成亲了，就明白了。清玄摇头。想他也是学富五车，见识渊博，可感情的事儿确实是一片空白。叹什么气啊？属下是觉得我不懂事情，但可能黄雀都已经懂了。哦，黄雀如何了？他估计要被揍了。为何？
王爷，你也知道府里面来了一个女子有多不容易，府里又都是些官官。昨日兄弟们知道王妃的义妹要住在王府里面，都高兴的不行。加之魏姑娘模样玲珑可爱，大家都热情高涨。结果夜里就瞧见黄雀跟魏姑娘两个居然牵着手出门逛街。府里面这么多兄弟，多少比她年长呢？这么多年怕是都没碰过女孩子的手，自然眼红的不行，都在说她怎么背着哥哥们下手这么快。见秦君夜一点都不意外的样子，清玄惊道：难不成王爷您知道啊？应该说本王现在才清楚，原来你们都不知道，他竟没有跟你们任何人讲吗？秦君夜简单的讲了一下黄雀跟魏瑶在鬼谷门的事情，清玄脸色大骇，这臭小子居然连我都瞒！不行不行，我现在也想揍他了。自家兄弟下手可以重点，本王吩咐的事情别耽误了就行。王爷放心。随后他就瞧见了不远处的黄雀，然后指着他追了过去。臭黄雀，你给我站住！黄雀刚刚去给魏瑶买了一包糖山楂，正准备去找他，结果就看到清玄面目不善的朝他追来。他愣了一下，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得罪人了，但察觉不对劲儿之后，下意识的就使着轻功开始逃。清玄轻功不如他，自然是抓不到，但还好，此时黄雀是引起了全府人众怒的。很快，两个暗影就冲上去，将他围住，从半路把他给抓了下来。哎呀，你们做什么呀？干嘛绑我呀？你们要带我去哪儿？我的山楂掉了！黄雀无能狂怒，最后还是被几个哥哥们直接拖到了小黑屋进行爱的问候。江宁儿又躺了一会儿，等到身子骨舒适了之后，便去找了魏瑶。院子里二人相对而坐。李姐姐，你可醒了？昨夜黄雀哥哥不让我找你，早上也不让我去喊你，我问为什么也不告诉我，只说让我等你自己起来。李姐姐，你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江宁儿看着魏瑶那双清澈天真的眼睛，下意识就撒了个谎。是有点不舒服，那要紧吗？怎么不请大夫啊？不要紧，现在已经好了。好了就好。魏瑶松了一口气儿后，一直盯着他看。你在看什么？黄雀哥哥昨天跟我说，你跟姐夫和当初在鬼谷门时已经不同了。我是在瞧你们到底有什么不同。魏瑶歪着脑袋，好像是有点不同。之前只觉得李姐姐好看，可现在怎么说呢？李姐姐好像比在鬼谷门时更好看了，脸色滋润的像朵盛开的花一样，更娇更妩媚了。江宁儿感叹，这小丫头懂得还不多，但还真是敏锐，迅速转移话题。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吗？习惯。昨晚黄雀哥哥还带我去看了京城的夜景，本来是要去看什么楼船的，但我困得不行了，就没有看成。瑶瑶，你快及笄了，可有什么想法没有？什么想法？你该知道，你外公很担心你的终身大事。可不是李姐姐你说女子不一定非要嫁人的吗？我那是说不要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但要是你有喜欢的，自然可以嫁。你有喜欢的人吗？这时，刚被哥哥们亲切教育过的黄雀正朝这边而来，一听到二人的对话，连忙躲在了一旁，竖着耳朵听了起来。以前我以为我喜欢你，可你跟我说那种不是喜欢，是对你的依赖。那之后我就有点不知道怎么算是喜欢了。就是你看不到一个人会想他，想跟他一直在一起，看到他后心里会有一只蝴蝶一样一直扇着翅膀让你躁动，他开心你就开心，他不开心你也会不开心。如果看到他跟其他的异性走得近，心里还会觉得酸酸的，有没有让你有这样感觉的男子啊？躲在树后的黄雀听到这番描述，之前他还不确定，可现在听到王妃说的，他发现自己对魏瑶的情绪好像就是这样。当初离开鬼谷门的时候，他就很不舍，本以为这份不舍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淡一些，就好受了，可结果却是情绪越发浓烈。直到昨日在街上再次看到魏瑶时，这份感觉便瞬间的烟消云散了。我当初还不知道李姐姐你是女人时，看到你跟姐夫一起，我会不高兴，但不会觉得酸，而是害怕李哥哥会不能陪我了。所以我才说你对我的是依赖，不是喜欢呀。你对黄雀是什么感觉啊？似乎有一些是你说的那样，但有一些也不是。我看到他跟异性走得近时，我没有酸的感觉。他跟哪个异性走得很近？你啊，我看到他跟你走得近，我没什么感觉。哎呀，我不一样的。为何又不一样了？江宁儿抓了抓额头，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这个区别了。
罢了罢了。他本来是想有意引导一下两人，可现在发现还是顺其自然，不要拔苗助长的好。黄雀也是默默地叹了口气，果然魏瑶现在还是半懵半懂的状态。因着昨夜魏瑶没能看到楼船，江宁儿便叫上了黄雀，带着魏瑶一起去楼船看看。所谓的楼船其实是一艘有几层楼的大船，只是这船并不出海，船上其实是一个类似酒楼的样子，有包房，有散桌，多是呼朋伴友吃饭看景儿的去处。三人上了船之后，去了2楼的包房雅间。魏瑶本就少有离开鬼谷门，看啥都是稀奇的，趴在窗户边上看着外边的景象，目不转睛的惊叹连连。这时他们包房里突然走进一人。嘿，姐妹。洛天成，洛大哥，你怎么来了？是啊，你不会又跟踪我吧？今天还真不是跟踪你，这次真是缘分。我比你们上船早，是因为群贤诗会的聚集活动才来的。只是我正好坐在窗边，刚才远远瞧见像你们的身影，本来是想来确认一下，没想到真是你们。群贤诗会？是啊，可听说过。你才来京城几个月，这么快就加入他们了？我也是被我班上的一个同窗邀请来的，今日也是第一次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是邀请我加入来着，但我还在犹豫，所以来瞧瞧。二人说话间，包房里又走进来2个人，其中一个是赵芊芊，还有一个女子脸生，江宁儿从未见过。洛公子怎么急忙忙就走了？原来是晋王妃在这里。洛公子还真是心系晋王妃呢，在学院里追着晋王妃跑，在学院外也追着跑。晋王妃，你的魅力可真大。赵芊芊你……那是因为洛公子知识懂礼呀。在学院里我们是同学，互相尊重，可出了皇家学院，我便是天楚国的晋王妃。洛公子特来给我这个王妃问安，怎么2位姑娘来本妃这里，难道不是特意来给本妃问安的吗？是啊，赵姑娘和庄姑娘过来，怎么只顾着说话，还不下跪行礼？我可是跪过了才起来的。江宁儿瞥了洛天成一眼，心想他跪了个屁呀！没错，见了王妃自然是要行礼的。在下礼部侍郎之女庄雪晴，见过晋王妃。起身坐吧。江宁儿摆手赐座。我早听芊芊姑娘说过，晋王妃做事很厉害，还在课堂上赢过她。雪晴一直对晋王妃很好奇，前2日还特意给晋王妃下了春江宴的请帖，只是没想到竟被拒绝了。想必应该是晋王妃觉得我们这种宴会不成气候，不肯赏光吧。庄师姐谦虚了，春江宴可是皇后钦定让你主持的，怎么会是不成气候呢？我看应该是晋王妃不把你们庄家放在眼里吧。赵芊芊的挑拨，江宁儿听得很明白，但她没搭理赵芊芊，而是打量了一下第一次见的庄雪晴。赵姑娘言重了，我觉得晋王妃应该不是这样的人。那庄姑娘可就想错了，本王妃还真就是这样的人。晋王妃的意思是，你当真是不把我礼部侍郎府放在眼里了？说句实话，不是你自我介绍，我根本就不知道天楚国还有礼部侍郎这个职位，我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请帖都会看的。庄雪晴深呼吸一口气，表情尴尬了片刻后，拿出了怀中的一份请帖。无妨，那么我便亲自再请一次，这次还望晋王妃多考虑一下，能否亲临。之前不认识，但是既然庄姑娘已经把请帖送到我面前了，自然要认识认识了。既然如此，就等晋王妃大驾光临了。目的达成，二人没多留，很快就离开了。刚才庄雪晴说给我来过请帖，真有这个事儿？是来过，但是王爷拒了。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了，谁曾想这个庄姑娘还真的是不要脸，居然当面找王妃了。是王爷去的，所以王爷是知道这事儿的，可我怎么完全不知情？听起来你们晋王府是不是跟庄家有什么过节？要说过节也是有，但我说了，王妃你可别介意啊。你说说看。这个庄小姐其实是在王妃你之前，王爷的上一任赐婚对象，所以庄雪晴其实是秦君野的前任。洛公子你可别乱讲，什么前任呀？王妃跟他从始至终可都没有什么，那是3年前王爷晕倒前的事情了。当时还是礼部侍郎亲自去求的这门婚事，皇上念着王爷到了可以成婚的年纪了，礼部小姐也匹配，便许下了赐婚旨意。赐婚旨意都已经下了，那为什么后来没娶她？旨意是下了，但当时王爷被赐婚后，却在殿前当众回绝了这个婚事，拒绝的理由就是觉得庄姑娘太丑了。那我明白了，所以那个庄雪晴其实就是在记恨被王爷当众说丑了。庄家被王爷当众拒婚，还被嫌弃容貌，自然也不肯让女儿再嫁他。
很快这事就传开了。王妃你也知道，王爷在外的名声一直都不好，于是很多人就说连晋王都看不上庄小姐，让庄小姐被笑话很久，使得退婚后大户人家的子弟都看不上庄小姐。都过去几年了，她之前还未嫁出去呢，都成老姑娘了。没想到王爷一句话杀伤力够大呀！既然他不喜欢晋王府，那他为什么还一定要让李姐姐你去参加他什么春江宴啊？自然不是安的什么好心，大约是他不能把王爷如何，便觉得我好欺负，想从我这里下手。那这春江宴你不能去，明知道他要坑你，你该躲着点才好。我都亲口答应下来了，若是不去，岂不是让他觉得我怕他？既然摆明了是冲着他来的，别人都已经宣战了，他没有怯战的道理。皇后他都不放在眼里，会怕一个庄雪晴？是夜，秦君夜下职回房时，江宁儿直接拿出那张请帖展示在他面前。这是什么？我今日接的请帖，你前任给我的。什么前任？你在说什么？王爷不是还特意替我拒了别人的帖子吗？为什么不跟我讲？你怕我吃醋呀？何来特意一说？本王向来拒绝所有的请帖，而且不是你说这阵子要备考，不想人打扰的吗？哦，原来是都拒了呀。你刚说的前任是什么意思？你把话说清楚。就是那个礼部侍郎之女庄雪晴啊。秦君夜认真的想了想，摇着头。庄雪晴是谁？你都不记得吗？黄雀说是你前一任赐婚对象，结果被你当众拒婚，还说人家丑的。这样说来，我好像依稀记得是有这么一回事。他找你？江宁儿把今日发生的事情跟他讲了一下。秦君夜拿过春江宴的请帖看了看，坐在床边随意的把其丢到了一旁。春江宴确实每年都有，由皇后主办，每年会找一个臣子负责承接，主要目的是集结京中未婚的男女，让他们借此机会互相认识。那不就是相亲会？差不多吧。所以你其实没必要去，不去皇后也不会说你什么，到时候找个借口成病就行。那可不行，这不是请帖，这是给我下战书呢。秦君夜把他捞进怀里。干嘛这样看着我？我在想，庄家当年主动求赐婚，是不是因为庄雪晴喜欢你啊？世人都知我残暴丑陋，他喜欢我什么？那可不一定，毕竟这些传言都不是真的，说不定人家就是无意中发现了真相呢。我不也是在不知道你真容前就对你……对我什么？哎呀，跟你说正事儿呢，你正经一点。据说他现在一直没有成亲，我总觉得会不会跟你有关？我倒不这么认为。当年我之所以拒绝，是因为礼部侍郎这个职位虽没有什么意义，但庄家与皇后总的还算交好。先不说庄雪晴本人到底如何，是否对我有益，我也断不可能让皇后有机会把眼线安插进晋王府里来。你都说礼部这个位置对夺嫡没什么意义了，也就是皇后可能确实没拉拢庄家，她也可能不是皇后的人。是有这个可能，但晋王妃的位置可不好当。你觉得她就算进了王府，又能活多久？这一点江宁儿最清楚了。自从她当了这个晋王妃，可谓是麻烦不断。要不是她自己有2把刷子，确实早就不知道死哪儿去了。我当众拒绝他，是给他留了一条性命，让他远离晋王府，已经是我给他的仁慈了。若他要真的因此介怀，想对你动手的话，本王就绝不会对他手软。那王爷要跟我一起去吗？你当真要去？自然是要去的。我问你这些，只是想知道他跟你的瓜葛到底有多深，好来决定我是轻轻的虐他，还是重重的虐他。我还以为你说这么多是同情他了。他的遭遇确实让我觉得还挺值得同情的，可遗憾的是，他非要来招惹我。他不来找我，我这辈子都不会去惹他。但他既然跟我宣战，我就不会对他客气。行，既然你要去，为夫便陪你。二人说话间，清玄来敲了敲门，送了些东西进来，正是中午秦君夜吩咐的冰块和制好的夏装。怎么突然给我做衣服啊？你昨晚不是说热吗？这个冰丝锦触感冰凉，最炎热的夏日也能感觉到凉爽。江宁儿抿嘴笑了笑，她的细致贴心让他觉得心里甜甜的。他拿起手边的那个新肚兜摸了摸，哇，这个布料真的好凉好舒服呀！要不试试看？哈，肚兜有什么好试的？秦君夜从身后勾住他的腰，开始单手解他的腰带。为夫想看。
看你个头！我今日傍晚来月事了，你别想那些。看到秦君夜眼里有一闪而过的失望之后，江宁儿转过身，捧着他的脸：“你别急嘛，好消息是我这个月确实不那么痛了。”真的？是真的。你看，我还能活蹦乱跳的，就知道了。说起此事，我今日听到一个消息，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什么消息啊？听闻叶氏怀孕了，之前沛国公府没有对外声张，如今满足3个月才降，据说还是个男胎。啊，3个月就把出男胎，他扯呢。但是江映初好像是信的，还归还了叶氏主母之权。难怪我之前还奇怪，为什么百花大典后江一雪居然没有被江映初责罚。原来是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啊！不过这对我们来说也许是个好事。怎么说？江映初以为是个男胎的话，江婷在沛国公府的处境便会很难熬了，这有利于他倒戈我们。看得出你是真的很认可江婷了。其实在江婷给出让我满意的投名状前，我也不是说就认可他了，我只是觉得他跟我一样，心里定是很怨恨叶氏和江映初的。既然我们目标一样，当然是当朋友比当敌人好。我用男装闯荡江湖，所以我很懂他的无奈和艰辛。我尊重每一个为了生活拼命努力的人，我想给江婷多一个选择的机会。但愿江婷能如你所愿。与此同时的另一边，娘疾步上前，把嬷嬷一把推开。你在做什么？大少爷，这可是夫人要求的，是大夫说夫人夜里睡不好，需要服五色豆煮的羹汤养神。奴婢端着豆子准备去厨房给夫人炖汤，谁料崔姨娘把奴婢撞倒了，把分好的五色豆也都撞洒了。夫人大人不计小人过，便让崔姨娘把五色豆子捡起来重新分好。婷儿，娘没事的。既然是捡豆子，你踩踏我娘亲的手指做什么？这也是夫人吩咐的吗？自然不是了，是奴婢好心想帮崔姨娘捡的，谁料不小心踩到了她的手指呢。崔姨娘还不快接着捡，要是夫人睡觉前喝不到五色豆羹又失眠的话，可就是你的过失了。眼见着崔氏又要趴下去捡，江婷一把拽起崔氏，并朝着嬷嬷胸口踹了过去，把嬷嬷踹得4脚朝了天。小不忍则乱大谋，别争了。可是娘，婷儿听话，娘是为你好。大少爷好大的脾气，对我的嬷嬷拳打脚踢，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江婷听到叶氏的声音，闻声回头，发现江映初也在一旁。婷儿，还不快去给你母亲认错！老爷，江婷虽然过继在我膝下，但是她的心还是向着崔氏的。我看，要不我把儿子还给崔氏好了，反正江婷看着我这个母亲啊，根本就不敬。婷儿，过来给夫人认个错，这事儿就算了。江婷深吸一口气，走上前去，冲叶氏行了个礼。母亲，对你的嬷嬷动手是我的不是。叶氏昂扬着下巴，本是对他一脸的不屑，谁料江婷接着说：大母亲是不是也该讲点道理？你什么意思？你说我不讲道理？我日夜在外忙着，不让依雪妹妹做的那件龌龊事传得满城皆知。母亲不仅不念着我对依雪妹妹和沛国公府的付出，却在府里如此折辱我娘。你的嬷嬷将我娘的手踩成这样，我教训一下她，到底有何不妥？龌龊事是什么事儿？老爷，你别听他乱说，依雪怎么会有什么龌龊事呢？依雪妹妹在皇家学院勾三搭四，被你二妹妹当众揭穿。什么？且几家公子互相对证，发现依雪妹妹竟给每一个人都送了定情信物，便跟他们暗示会嫁给他们。于是现在不少人都在传沛国公府大小姐水性杨花，不知廉耻。你住嘴！你说谁不知廉耻？你敢这样说我的依雪？当真有此事，本国公怎么完全不知道？是我想着这是无中生有的小事，便没有告诉老爷，免得老爷烦心。老爷，依雪不会这样的，这是江宁儿陷害依雪，你一定要相信依雪啊！哼，她会不会我不管，但是此时此刻绝不能因此影响了她嫁给二皇子。你带你娘回去，捡豆子这种事让下人来做就行了。那儿子就先带娘亲离开了。江映初看着江婷的背影，微微的愣了一下。他觉得刚才自己似乎从他的眼神里察觉到了一丝异样，但因为那丝异样消失得太快，他便没有多想。江婷搀扶着崔氏回了房间。婷儿，你这是何苦呢？咱们这么些年都忍过来了，这点小气怎么就突然受不了了呢？娘，之前忍她是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
之前我觉得我要在沛国公府立足，只能帮着父亲，帮着叶氏的女儿进二皇子府。只要父亲过世，我便是唯一的儿子。那时，我们母女2个才能出头，才能有尊严的活。婷儿，什么母女？别乱讲。娘，我的女儿身已经被你二妹妹发现了。你说什么？江婷把那日的始末跟崔氏细细讲来。崔氏讶异：你说二小姐要你做她的人？是，若是我不同意，我的身份怕是就保不住了。莫非是天意？什么天意？既然如此，婷儿，你就跟二小姐吧，我相信她。娘，你应该还没有见过你二妹妹吧？你为何会说相信她？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她不是让你交投名状吗？娘知道交什么给她，能够让她对你满意。度过了2日，到了春江宴的日子，在院中等着的秦君夜，还有今日随行护卫的千明，都是愣了一下。江宁儿在他面前转了个圈儿，王爷，好看吗？哎，结果转到一半就被华贵的长裙给绊了一下。千明和秦君夜都下意识想要去扶他，但千明半路就把手收了回来。他落到了秦君夜的怀里。完了，今天这身裙子我怕是不能做什么大动作，得淑女点了。去个春江宴而已，你至于打扮成这样吗？你也想去相亲不成？有你在我身边，谁敢动这个心思呀？庄雪琴叫我去参加这个宴会，不就是想让我在众人面前丢脸吗？我虽然还不知道她要用什么招数，但我今日就是要从德智体美劳各个层面把她压在地上摩擦，让她知道招惹我她会输得多惨。其实李姐姐你不怎么打扮，也比她好看100倍了。我们瑶瑶真会说话，不像你姐夫。你自然是好看的，为夫只担心你受憋，在春江宴的时间可不短。大不了不打架就是了，我动嘴一样能虐死对方。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点饮料边喝边看。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6瓶不到9块9，冰爽清凉解渴。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抢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到时候需要动手的时候，九王爷你帮我啊。行，本王定不会让人碰你一根毫毛的。几人刚准备出发，清玄急忙跑来。王爷，大理寺那边有急事，说是需要你现在去处理一下。没事儿，你先去吧，反正春江宴时间很长，完事儿你再过来就是了。千明在呢，如果要打架，他可以替我上。行，我尽快处理完大理寺的事情，就去陪你，莫要让人欺负了你。王爷放心，向来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儿，你什么时候看别人欺负到我头上的？秦君夜对江宁儿这话还是很认可的。到了礼部侍郎府时，大多数人都已经到了。庄雪晴上前迎接。雪晴见过靖王妃，不知靖王殿下怎么没有跟王妃一起来？王爷大理寺临时有些急事，先去处理了，晚些再来。既然如此，那请靖王妃先入座吧，宴会一会儿就要开始了。江宁儿正犹豫着坐哪儿比较好时，徒儿来这边。江宁儿快步走过去，坐了下来。老小子，你今日怎么来了？不用批奏章啦？皇兄放我1天假。放假这么开心的事情，你怎么一副死了爹的表情啊？你这小丫头，真是什么话都敢讲。我爹那是先皇好吗？我当然知道你爹是先皇，所以我这也是陈述事实呀，没说错什么呀。你当我想来啊？我是被皇后逼着来的，我也是没办法。你还没成亲呢，皇后是想你也来相亲的是吧？说吧，你看上谁了跟我讲，我帮你去要联系方式去。你看我像是想相亲的人吗？也是，我差点忘了你对我亲娘念念不忘了。但是老小子，我真心劝你，有些人该放下得放，你别积郁成疾了。都说了，那些都是你自己乱猜的，没有这种事。那要真是没有这种事的话，你都这个年纪了，干嘛还死活不成亲？还是说你其实是喜欢男人的？跟我讲讲嘛，我不会泄露出去的。你少在那儿胡言乱语。老小子，防备心还挺强。暗暗嘀咕了一声，看来他想从秦天玉这儿问出他爹娘的事情是有些难了。没一会儿，洛天成也来了。大老远瞧见他，就径直坐到了他这边。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点饮料边喝边看。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6瓶不到9块9，冰爽清凉解渴。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抢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学生见过院长。你不用跟他客气，你是我姐妹，他是我小弟，他算着跟你平辈。你怎么到处认亲？我一直想认几个好大儿喊我爹，但是目前还没有实现。你等等我，等我认了儿子，
你就能抬辈分了。陆天成看到二人的互动有些意料之外，之前他是知道江宁儿是院长的亲传弟子，但没想到二人的相处模式竟然是这个样子的。你还真来了呀？你不也来了吗？我有什么不能来的？我来是想着，万一庄雪晴真要在这种场合找你麻烦的话，我说不定能帮帮你啊。他有对你发难了吗？目前还没呢。几人话音刚落，似乎是有什么重要的大人物来了。是萧阁楼，庄家居然把他也请来了。怎么老头也来相亲？来这找西安红吗？你不知道他可是天楚国的大文豪，之前曾在宫中短暂的当过太傅，你家男人都曾经在他手上受教过。你是说他是王爷的老师？正是，不光是秦君业，天楚不少人都是他诗词的仰慕者，但他淡泊名利，早些年便归隐了。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还能再看到他出山。为请留步。二人快要离开礼部尚书府时，身后被人叫住。庄雪晴快步而来，恭喜靖王殿下，这是摄这一场赢下的夜明珠。秦君业只轻瞥了一眼旁边的签名，示意签名将东西收下。但显然庄雪晴不光是为了送夜明珠而追上来的。靖王殿下，请先别走。可还未迈出2步，再次被人叫住。这次回头却发现庄雪晴已经眼眶发着红，眼里都是泪水。哼，你看我做什么？我又没哭。庄姑娘这是何意？靖王殿下，雪晴有一事不明，靖王殿下当年到底为何要如此对我？你还记得吗？我年幼时跟随父亲进宫，有一次从假山上摔了下来，是你救了我。你当时还给了我外伤的药，叮嘱我小心，我到现在都还留着。从那个时候，我就对你芳心暗许，哪怕后来你面容尽毁，我都没有低看过你，就等着自己及笄之时能够嫁给你。可你为何当众拒绝婚事，叫我难堪？我真的有那么差吗？江宁儿眨了眨眼，这才明白了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庄姑娘，别在本王王妃面前讲这种似是而非的话。你不说，本王根本不记得小时候有救过你。你说什么？而且就算有，也不能代表什么。至于拒婚的原因也很简单，不过就是本王不喜欢你，随意找了个能脱身的借口罢了。靖王殿下当真对我没有一点？没有。你不必再做些无意义的事情了。本王今日心情好，庄小姐故意刁难本王王妃的事情，便不与你计较。但若再有下次，本王绝不姑息。秦君业这次走得决绝，任庄雪晴如何喊都不再搭理他了。秦君业抱着江宁儿上了马车，将她放置在了软榻上。放心吧，我是你的，谁都抢不走。哼，就算有人想抢，也一定抢不赢我。秦君业看到江宁儿露出这种耍性子的小表情，只觉得十分的可爱，像只发脾气的小猫一样，看得他心头一痒。他伸手把她捞进怀里。还吃醋吗？看你表现还挺好的份上，已经不吃了。那既然表现得好，可有奖励？奖励？你要什么奖励啊？本是放在腰间的手有些不老实的迹象。想什么呢？你明知我那个来。我最近看书，知道可以用别的方式解决。救命啊！你到底是哪里来的登徒子啊？让你每次来月事就撩拨我，自要想些法子治你。我承认之前是喜欢这样整你，但这次我可没有。谁说没有？我哪有？二妹妹可有时间，能否聊聊？大哥有何事可以在这里说。是父亲有些话让我转达给二妹妹，在这儿怕是不便。那好，正好我跟王爷还没吃晚饭，不如大哥一起。那恭敬不如从命。秦君业让马车转了方向，去往了京中一家李雨楼名下的酒楼。三人进了屋子之后，两边的人便都留在了门外。二妹妹好诗，靖王爷好剑术，此前是我眼拙，你们确实是人中龙凤。长姐来找我，是投名状准备好了。江婷若有所思地看了眼门的方向。放心，这里是王爷的地方，我们说的话刚才你那些手下都不会听见。确实是准备了，但是好不好还要二妹妹你来定义了。好，这么快？二妹妹可听说了叶氏怀孕了？知道，怎么了？二妹妹对此有何看法？听闻是男胎，但是我觉得很扯，才3个月就辨认出男女，简直是无稽之谈。但父亲却是深信不疑的。长姐，这是投名状还是想我帮你除掉叶氏？二妹妹严重了，二妹妹要用我便得先保住我。叶氏这一胎对我在江家不利，
我若是失去了独子的身份，以后我在沛国公府便也没有什么话语权，父亲自然也不会重用我。那么我对二妹妹来说，作用便会大打折扣，不利的还是二妹妹，你说是不是？说下去，我确实私心想要除掉叶氏，但你也讨厌叶氏，不是吗？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你想怎么样？把他腹中的胎儿毁掉吗？非也。不瞒二妹妹，其实父亲这些年女人不少，不光是府里的，还有不少外室，前后后加起来，光是我知道的，少说也有20-30个了。20-30个，难怪我看他面相就觉得他肾气不足，一脸猥琐样。他也不怕精尽人亡，这么多女人，他睡得过来吗？我知道父亲其实并不喜欢我，只是碍于觉得我是男子身份，才不得不栽培我。实则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过想要再生一子而放弃我，所以才找了这么多女人。只可惜他怕是命中注定无子，除了沛国公府里有名分的姨娘所出的5个女儿之外，外室也有3个孩子的，但也都是女儿，一子都没有。外面20-30个女人，结果只有这3个女儿，这正是我要跟二妹妹说的。准确来说，其实差不多10年前，这些女人谁都没有怀上任何一个孩子，可叶氏却是突然有孕了。江婷拿出一些药方放在了桌上。这些怎么都是壮阳药？谁吃的？这是父亲私下常年让人开的药方，我让人打听过了，是壮阳助孕的药。而后我查了一下，发现叶氏在10年前，因为也惧怕有别人生下儿子，威胁到他主母的地位，他拦不住父亲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便偷偷的给父亲下了药。但父亲并不知道，其实自己早就已经没有了生育能力了。言下之意，叶氏腹中的胎儿根本不是江映出的。没错，她怀的应该是别人的孩子，并非江家骨血。大夫说她怀孕3个月，你可看过她肚子大小如何？我问过有经验的人，说比3月会大一些，但大夫说因为是男胎比较大，还说是叶氏营养好，胎儿健康。父亲听了还挺高兴的。那就有可能根本不止3个月喽。江宁儿说完，若有所思地看向身旁的秦君夜。你是想说江南月宁楼那次？如果叶氏其实胎儿在3月以上，这个时间不就正好对上我们撞见的那次吗？怎么，二妹妹和晋王爷已经知道了？其实我们早就发现叶氏出轨了，甚至还撞见过现场。居然还有这种事？只是没想到她还怀上了孩子，甚至胆子大到敢冒充沛国公府的种。江宁儿激动地搓了搓手，感觉这个事情要是暴露，叶氏这一次便一定会被锤得死死的。这个消息是还不错，可长姐的出发点却是为了你自己着想。如果你今日唯一的消息是想借我的手成全你自己的话，那你这个投名状可就没多少诚意了，我可不会满意。江婷料到江宁儿不是这么好应对的人，遂又拿出一摞画像放在了桌子上。二妹妹放心，我既然来求你了，自然是有诚意的。扳倒叶氏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需要你我合作才能达成，所以我才来与二妹妹讲。但我真正要给你的投名状，并不是此事，而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刚才的只是开胃小菜，这些便是全然关乎二妹妹的事情了。江宁儿把画像随便翻看了一下，发现都是女人的小像。她们是谁？给我看这些是做什么？这些便是父亲府内府外的女人。我追寻到这些后，便让京中最好的画师给他们都画了画像。江婷说着，抽出一张，单独摆在了一旁。二妹妹应该知道，我的母亲崔氏是通房丫头，也是父亲最早的女人，这是我母亲。而剩下这些，包括叶氏，便都是我母亲之后的女人。你可以看看这些女人有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些女人似乎都很相像。像吗？江宁儿闻言仔细瞧了瞧。你看这几个眼睛都一样，下面这3个则是嘴巴都一样，还有就是这些女人，这些个则是眼角都有一颗痣。王爷，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哎。晋王爷说的没错，我找画师把这些女子画像的特征试着合成了一个女人。二妹妹再看这张就懂了。江婷拿出一张，摊开了，压在所有画像的上方。怎么会跟我这么像？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娘跟我说过，父亲有个心爱却得不到的人，于是他便从别的女人身上找寻那人的影子。他这么多女人，除了一心想要生个儿子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在这些女人身上追寻那个人的影子。这老逼灯不仅是个色批，还是个变态啊！江宁儿觉得这个画像上的女人应该就是她亲娘。你知道他心爱的这个女人是谁，在哪儿吗？这个女人
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大哥江清衡的结发妻子木南歌，就是当年那个名满京城的大才子江清衡，沛国公府的大公子。没错，我一直觉得父亲对二妹妹你的态度最为特别。一开始我不明白，可后来看到二妹妹的脸，我就懂了。因为二妹妹与这位当年沛国公府的大少奶奶木南歌实在是太像了。我真正要给二妹妹的投名状，就是你的身世。我怀疑江清衡与木南歌的女儿。你凭什么如此怀疑？本王查过，当年江清衡死于沙场后，木南歌便殉情自尽了。他死的时候，宁儿根本还没有出生。王爷说的没错，但其实当年江清衡上战场后没多久，木南歌就已经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此事连江清衡自己都不知道。如果他没死的话，那腹中孩子出生的时间就正好与二妹妹吻合。那为什么江清衡都不知道木南歌当年有孕，你娘却知道？其实这些也是近日我娘知道二妹妹想要招安我之后才告诉我的。因为我娘其实就是江清衡和木南歌的丫鬟。当年江清衡离府后，木南歌总觉得心绪不宁，吃不下小厨房的东西，念叨着我娘的手艺，老国公便让我娘那阵子负责她的饮食。正是在我娘亲的陪伴下，木南歌后来才发现自己的饮食不佳，是因为有孕在身了。你是说木南歌生下我后，我却被抱来成了江映初的女儿？当年叶氏确实同步有孕，也诞下1个胎儿。我母亲担心叶氏若生下嫡子，我会很难熬，所以偷偷去瞧过。当年她藏在暗处，亲眼见到抱出来的是个死掉的男婴。没曾想不出1日的时间，父亲却昭告天下，说叶氏生的是个女儿，便是二妹妹你。之后所有参与了叶氏生产的下人全部都被换了，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全府除了叶氏和父亲，怕只有我娘知道了。江婷走后，酒楼的房间里便只剩下江宁儿和秦君夜2人。王爷，你觉得江婷的话真假有几分？不好说，但是有一点我也查到，当年木南歌的死讯是江映初发的丧，丧礼也是他办的。如果他真的趁机是把人藏起来弄出的假死，不是没可能。你是如何想的？我觉得不管是真是假，也算是给了我一条我爹娘的私讯。而且江婷今日跟我说这些还是挺有用的，证明她也算是终于倒戈我了。既然他娘亲崔氏是江清衡与木南歌的丫鬟的话，你或许可以直接找他本人问问。毕竟按照江婷所说的这些，应该也都是崔氏的猜测。有机会我定要去见见这位崔姨娘。他拿起江婷留下的那张画师猜测合成的女子画像，突然觉得很是熟悉，好像自己在哪儿见过这张画才对，可一时之间他又想不起来。江婷离开酒楼之后，便上了自己的马车。回去的路上，他也是心有余悸，因为他也不确定他今日给出的这2个消息，江宁儿到底满不满意。正在他满心思虑时，马车刚刚进入一条暗巷，便遇到了一路杀手的伏击。好在没多久，又来了一个黑衣人，以更加迅猛的姿态把杀手尽数剿灭。黑衣人提着还在滴血的刀，走到了蜷缩在角落里一脸惊恐的江婷面前。你没事吧？你是什么人？我叫明昭。说完，明昭便给他丢了一个药瓶，其中有3颗药丸。这是老大让我给你的。老大？莫非你是指二妹妹？是啊。这是我的解药吗？不是，老大说他其实根本没有给你下毒，这个是给你救命的药，受伤和中毒濒死可以吃，能够保你一命。他吩咐我们暗中保护你，但我们也不可能无时无刻都在，所以你最好能够自保。你们应该不是晋王府的人吧？不是，我们跟你一样是老大自己人。自己人？听到这话，江婷终于可以放心了。这3个字是不是意味着江宁儿是认可他交出去的投名状了？二妹妹到底是什么人？这个等你以后就知道了。你现在还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呢，我还不能告诉你老大的身份。身份？江婷深深叹了一口气，这个二妹妹的能力已经让她惊叹了。这么听起来，她似乎还有不得了的身份。放心吧，跟着老大很好的，以后他会罩着你的。这里这些人我们会处理的，你快走吧。江婷虽心里有万分不解，但还是迅速离开这个地方。走远后，她才再次把那个药瓶拿了出来，心中暗道：但愿这次她没有跟错人吧。翌日，叶氏本还在睡梦中，就被外面的动静给弄醒了。怎么回事啊？外面怎么这么吵？夫人，不好了！二小姐带了一群人来门前闹事，说要找夫人理论。江宁儿，她又来闹什么？我没招着她呀。叶氏挺着孕肚，被嬷嬷搀扶着来到了门前，便瞧见府门前被围得水泄不通，地上摆着几具尸体。大家
呀，快来瞧，快来看呀！沛国公府夫人无德无贤，草菅人命了！江宁儿，你在乱喊些什么？哎呀，苍天呐，没有天理了！沛国公府夫人买凶，要我家男人去杀国公府的大少爷，我男人失败了，结果他就把人给杀了。哎呦！是啊，沛国公府黑心肝了。我家儿子干这种营生是有错，可大不了把钱退你就是了。你杀人做什么？叶氏这才认出地上这些尸体还真是他安排去刺杀江婷的杀手。你在说什么？胡说！我何时杀过你们男人和儿子？快来人，把这些闹事的人给我送去官府！你敢做不敢认，我儿子身上还有你买凶杀人的证据呢。好啊，去官府，我们倒要看看你国公夫人买凶杀人该怎么办。快来看哦，国公夫人老弱妇孺都不放过哟！孽女，你在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昨日我跟大哥一起离开的春江宴，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伏击，幸好是王府侍卫将人拿下，我们二人才得以保全性命。我念着他们是刀尖舔血，赚钱不容易，只是把人拿下给了警告就放了，谁曾想他们通通都死了呢。今日这些杀手的家人来我晋王府要赔偿，可我哪里能给？冤有头债有主，自是带着他们来找夫人你呀。你是雇主，自然是要负责的。这时，本是在书房里议事的江映初和江婷也听到了动静，走了出来，正好把江宁儿那番言论听进耳中。江婷先是被一地的尸体愣了一下，万万没想到，昨日明昭说他们会解决，是这么个解决法。当真有此事？不敢欺瞒父亲，父亲不是交代儿子与二妹妹说您生辰宴的事情吗？昨日春江宴后，我与二妹妹便去了一家酒楼小聚，出来后我们二人便遇到了伏击。当时在逼问下，这些人确实说是母亲派人来刺杀儿子的，儿子也吓了一跳，但没有证据，不敢贸然跟父亲讲，怕是有人冤枉母亲。老爷，这就是冤枉，你别听他们乱讲，我没有。你闭嘴！叶氏想要辩解，被江映初急声呵斥住，但念着叶氏腹中的胎儿，江映初也没有公然罚他。不管你有没有错，沛国公府的名声不能被辱没，还不快趁着围观的人不多，把银子拿出来给他们，打发他们赶紧走啊！说完，江映初就因为怕被人非议而先躲回了府中。叶氏没了办法，虽说他没杀这些人，可哑巴亏已经吃下了，只能都给了银子，足足给出去了大几千两，才把他们都弄走。畜生！我根本没有杀人，这些人都是你故意弄来的，是不是？哎呦，不错哟，开始长脑子了吗？是偷偷喝成长快乐了吗？你少跟我打岔！你到底要做什么？还能做什么？自然是不想你好过了。你这个孽女！我是你娘，你怎敢如此冤枉自己亲娘？你会遭雷劈的！叶氏，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是我娘，就你这种戏子出身的人，也就只能生出江一雪那种不入流的货色，你可生不出我这么聪明的脑瓜子来。你说什么你？江南梨园的花旦夜莺，怎么是来京城太久了，就忘记自己其实是谁了吗？麻雀飞上枝头，也只是飞得高的麻雀，你真以为自己能成凤凰？江宁儿怎么会知道他过往的呢？叶氏心中惊慌不已。江宁儿，你别得意，你现在不过是看着有晋王给你撑腰罢了。一雪很快就要入二皇子为妃了，到时候一雪定不会放过你。哎呦，好厉害的样子哦！但你怕是忘了，江一雪是妃，但只是侧妃，而我才是正儿八经的正妃。就算江一雪进了二皇子府又如何？见了我还不是得对我行礼？而且我这个高江一雪一等的正妃身份，还是叶氏你亲手造成的呢。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直接把你们母女俩给直接弄死吗？不是你们两个人，我进不了晋王府，更是得不到我们家王爷的宠爱。我是念着我的这份好姻缘是你们一手促成的，才留你们母女一条命。可我这次根本就没有惹你。你确实没惹我，但架不住我讨厌你呀。我讨厌你就会整你，不需要理由。让我撞见捉到你的把柄，就是你自己倒霉。江宁儿最后给了叶氏一个白眼儿，哼着快乐的小调离开了。他路过江婷身边的时候，冲其微微眨了眨眼。江婷接收到这个眼神之后，低垂下了头。江婷很清楚地知道，江宁儿今日此举完全是为了保他。
日便是二皇子大婚，此次婚事皇室尤为重视，甚至让所有大臣沐休3日。江宁儿趁着这3日，便把秦君夜解毒的事情又提上了日程。秦君夜看着他这次打开针灸包，针的数量分明比之前都要多，有些不解。我记得不是该下月才行针解毒的吗？如果是按照原计划，1年的话是如此，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面容恢复了，保不齐有些人会开始心思活泛起来，又对你下手。毒不解，你没法再用内力，我担心你有危险，就改变了一下治疗方式。不过加快解毒，你可能会有些难熬，王爷能够坚持吗？放心吧，之前你不在的时候，更难熬的情况我都遇到过，更何况现在有你。那我开始了。王雀和清玄为其脱下外衣，江宁儿便开始施针，针施到一半，秦君也便整个人开始满头大汗。王妃，王爷没事吧？江宁儿没理，继续手上的动作不停，直到749针全部结束。没事，但是应该是太疼了，你们快过来，帮我把王爷送到浴桶里去泡药浴。都说关心则乱，如果是旁的病人，江宁儿断不会有心慌的感觉，可看到秦君夜这副模样，他还是忍不住的会心疼。阿叶，要是很疼，你就叫吼出来，没关系的。秦君夜微微睁开眼睛，你刚才叫我什么？再喊一次。阿叶，阿叶。秦君夜没有如江宁儿所说的吃痛的喊出声来，几个呼吸过后，他一下急呕出一口黑血来。黄雀清玄，快把王爷从浴桶里扶到床上去。等到秦君夜悠悠转醒时，只觉得刚才的疼痛已经不在，周身气息充沛。恭喜王爷，刚才那口黑血就是你的毒，之前的所有治疗就是为了让毒化成毒血在你体内凝聚，这些毒血凝聚一定程度后就比较好排出了。现在你的毒解得七七八八了，顶多再2次，等吐出的血呈红色，你的噬魂毒就可以尽解了。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感觉很好，刚才虽疼，可现在明显体内气息通畅无比。王爷，真是太好了，你被这个该死的毒害了那么多年，现在终于眼见着毒就要解掉了。是啊，王妃真的是王爷命定的福星啊！没错，幸好是有了王妃，不然我还以为王爷真要被这个毒害得英年早逝呢。呸呸呸，什么英年早逝？有我堂堂鬼医在，就算是阎王来了，也得在门口给我等着。王妃，你是鬼医？此事不能让别人知晓，明白吗？清玄和黄雀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但很快也就接受了这个现实。确实啊，他们家王妃这么厉害，他们早就该猜到她是鬼医江离的。王妃，你既然是鬼医的话，你能够解得了王爷的毒，那七皇子的腿呢？可有法子？是啊，我听闻鬼医曾将一个筋骨筋断的人治好了，七皇子的腿骨是不是也可以？确实有给一个坠崖导致筋骨筋断的男人治好过，但他跟小七不同的是，人的筋骨有恢复期，如果是刚刚受伤，3个月内我或许还有复原的办法，可3年的时间，小七的腿骨怕是早就丧失复原的能力了。当真没法子了吗？不过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他当年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儿？你们谁能跟我讲讲？当年秋猎的始末，我到现在都还不清楚呢。是？怎么？你们居然都不知道？当时我先出的事，清玄和黄雀一心都在我这里。君行是被父皇的人带回来，他们才知道君行出事了。只是根据他身上有利刃造成的伤口，所以猜测应是人为。可君行吃了当时江医学给的药，虽说醒了，可却不记得坠崖前的事情了。就算不记得，身上既然知道有利刃痕迹，也很可疑啊！你父皇都不查吗？几个皇子都出事，用脚底板想都想得出来，跟夺嫡有关系。幕后之人必定也是皇子，但是皇子已经损伤惨重，皇上不舍得再有更多的皇子被连罪，所以定性的意外。江宁儿心知肚明，秋猎这些事情定是2皇子和3皇子坑害他们的。如果天启帝真要追究，他怕是就没有什么有用的儿子了，那么皇室根基必定动摇。这确实是一个帝王会做的决定，可从父亲的角度去想，这个老爹就很要不得了。难怪王爷你一直对你父皇有很深的介意，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但你后来既然醒了，他怎么还这么偏心？老2、老3是同一天出生，那时天有祥云，状似麒麟。玉亲王又带回了关于麒麟之子的谏言，所以父皇一直觉得他们2个有一人是命定的统一7国之人。谏言？什么谏言？说起来，这个谏言也跟我们2人有关。我们？江宁儿听他说完，这才了解了一切的始末。原来当初的赐婚是因为要验证这个高阳道人的谏言，但王爷你明明不是成婚当夜才醒的呀，这什么鬼道人呀？不就是个神棍吗？没错，事实是如此，可从外人看来便不一样了。不过属下倒觉得多亏了这个高阳道人，否则王爷说不定还真娶不到王妃呢。是啊，那王爷的毒也没法子解了。
确实，如果不是因为高阳道人那次破庙一夜后，我怕是就再也寻不到你了。所以这个神棍还有点贡献。麒麟之子，二皇子和三皇子两个，从360度看都不像是能一统七国的人呀。能搞统一的君王，从来都是有大才的君王。他们两个有什么？脑子里装的都是屎啊！而且不管是秦军旗还是秦军林，是谁当太子，都对他们很不利。所以不管最后是谁坐上那个位置，说什么都不能让这两个家伙上去。与此同时的另一边，洛天成之前给大哥的信件得到了回信，大哥派了一个亲信童颜来京中向他传讯。你说什么？大哥要亲自来京城？这太危险了！我当年是年幼，容貌变化大，加上我长得不是那么像爹娘，而是像外公，所以在京中才没人认出来。可是他跟爹长得太像了，容易露馅的。我也这样劝过公子，可还是因为三小姐的事情实在是对他冲击太大了。公子收到二公子你那信件，便欣喜若狂，让属下赶紧带着威越族的验血珠来找二公子你。公子说你先想办法取到这个江宁儿的血，你们二人验证，说她真是三小姐，势必不能让她留在天楚国，待在晋王那样一个危险的男人身边，他会立即出发来京城。但是我现在接触下来，感觉妹妹是不会愿意跟晋王分开的，而且她如果自己不愿意，我怕是根本没法子拿她如何。就算是大哥亲自来了，怕是也难。为何？洛天成简单讲了一下这阵子跟江宁儿的相处。此等才华，光是听起来就很像是主上的女儿。江宁儿的才华像爹，性子像娘，长得也跟娘几乎90%相似。对了，这个事情应该还没跟爹讲吧？大公子交代过，说等确定后他才会告知主上，他也不想主上空欢喜，毕竟以主上的性子，若是知晓，定会亲自到京城来，那可就麻烦了。行，我会想办法弄到他的血的。二公子还得快些才行，如今天楚皇室中几位皇子都开始蠢蠢欲动，大公子说如果三小姐牵扯进皇室夺嫡纷争，就难以脱身了。这个我明白，我会尽快的，让他等我消息。转眼间7月初7，正值七夕节，二皇子大婚之日，整个主街道都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二皇子骑在高头大马上，身后带着奢华非常的迎亲队伍，全京城的百姓都夹道欢送，举城同庆。但是迎亲队伍是去正妃林家接林月寻的，作为同一天出嫁，但是只是侧妃的江一雪这边就显得格外的冷清了。江一雪坐在房中，听到隔壁街的吹拉弹唱，鞭炮齐鸣，只觉得沛国公府安静的凄凉。凭什么这样对我？我出嫁的阵仗，居然连江宁儿当时都不如。本小姐可是沛国公府唯一的嫡女。当然不如了，因为我是正妃，你只是一个侧妃而已。侧妃出嫁还想排场胜过正妃。江宁儿，你来做什么？谁让你进来的？你以为我想来啊？我是今早奉皇后娘娘旨意，特来给长姐你送嫁的。送嫁？江一雪皱了皱眉，瞧见跟江宁儿一起进屋的还有皇后身边的赵嬷嬷。既然是皇后的旨意，那就有劳妹妹来伺候我穿喜服吧。我伺候你？好呀。江一雪下颌一扬，心想有皇后身边的嬷嬷在这儿，江宁儿不敢不从的。江宁儿笑盈盈的走来，先是给她整理了一下衣领，随后抬手一巴掌就打在了江一雪的脸上。你好大的胆子，你敢打我？不是打你，是你刚才脸上有蚊子，我不想让蚊子毁了你的妆容，不小心下手重了一点而已。你这分明就是借口。哎呀，又一只！大夏天的蚊子真多。来人，快来人，给我把他拿下！江一雪气愤不已，本是想叫侍卫来教训他，谁料屋子里是进来了人，可不是沛国公府的下人，而是签名带着晋王府的一群暗影，占满了一屋子。嬷嬷刚才看到了吧？那么大的2只蚊子呢？我只是帮长姐拍蚊子，对吧？是打蚊子。见嬷嬷这样说，可有这么多暗影在这儿，她也不敢再多说什么。江宁儿见二人不作声了，又转头看向房间里放置的一箱箱嫁妆。想当初我也是从这个房间里出嫁的，当时江家可没给我准备这么多的嫁妆，说来还是长姐的待遇好，出嫁有这么多东西。你能跟我比？我也没想跟你比，我只是觉得正好，既然来都来了，来人，把嫁妆搬回王府去。你说什么？这些都是我的，你还想抢我嫁妆不成？你别太过分了。我知道是长姐你的，可长姐难道忘了你为了治脸给我写过欠条了？之前你一直说没钱，可现在有这么多钱，不正好可以还给我了吗？放心，你欠我10万两，我不拿多。不行，你们不能
了呢。可无奈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嫁妆被搬走。恭祝长姐新婚快乐！长姐进了二皇子府，一定要好好服侍二皇子和正妃娘娘哦。我家王爷还等着我呢，我就不陪你了。说完，也不管赵嬷嬷和江一雪是什么表情，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刚刚走出屋子，就听到了江一雪在里边歇斯底里地喊着：“江宁儿，总有天我一定要杀了你！”江宁儿驻足，微微回了回头，勾唇一笑，想杀他的人可多了，就江一雪这种货色，还真是排不上队。去沛国公府送嫁之后，他就回了王府，睡了个回笼觉，睡到快下午晚宴时才重新起来，跟秦君夜二人上了马车，前往二皇子府。好好的七夕节，我们居然要去参加猪头的婚礼，真扫兴。我们等下可以早些离开，到时候偷偷溜出来，我带你去庙会。真的呀？当然，本王何时忽悠过你？但今日是皇后下旨，要求我们都得参加的，早走的话会不会不好？会不会对我们有影响？怕什么？皇后本就看我们不爽，不差这一件。再者说，参加就够了。李承后还留下来的，大多都是借这个场合与别人交际。我没有与朝臣结交之意，皇后该高兴才是。王爷，你说成亲后，林家掌管的军机处会帮二皇子吗？会不会对我们有影响？很难。林大人虽是军机处长史，可军机处不光是他一个人的，想要调动没有那么容易。若不是因为百花大典的这个意外，军机处是在老三手上的。就算林家真想投靠老二，老三也定会从中阻拦，这个我们不用操心。如此，江宁儿才安心的点了点头。你在想什么？我在想，为了晋王府着想，我们势必不能让二皇子和三皇子夺嫡成功。但斗倒了老二和老三后，所有皇子里最有才能的就是你了。加上你现在容貌又恢复了，你的机会是很大的。到时候你会争那个位置吗？你不是说不想当皇后吗？我是不想，但王爷，你真的不想吗？真到了那个时候，皇位对你来说就是伸手够一个就可能够到的东西了。或许真到了那个时候，确实会如你所说，父皇可能会想到我。但你不想当皇后，这个皇位于我而言又有什么用？你当真是为了我可以不要那个位置？其实也不全是为了你，而是我确实没有想过要那个位置。那个位置有很多的身不由己，我不喜欢。权势于我本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那王爷，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蛰伏的这3年到底预备之后怎么办？之前我蛰伏，一是因为身体原因，二也是让自己默默强大，为的是想带着小七和母妃离开京城，甚至离开天楚国都行。当然，这是之前的想法，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还有你，我想远离皇室纷争，跟你一生一世一双人。我们一家人找个安定地方定居，你若无聊了，我便陪你去江湖里走走。若想回家，我们就安闲度日。但是带母妃出宫不容易吧？是的，难就难在母妃是宫妃，就算不受宠，要离开皇宫也是不容易的。还有军行的腿脚不便，到时候逃离的时候，怕是也险阻重重。所以我也还在准备当中。我也不喜欢京城这种麻烦的地方，就算离了皇室，有你的离雨楼和我的鬼谷门，天下江湖还不是让我们闯？我们一样可以逍遥自在，可以过得比现在更好。没错，我正是这样想的。江宁儿靠在他的肩头，微不可知地吐出一口气来。听到他如此确切地告诉他，他不想要那个位置，江宁儿心中松快不少。此时晋王府里的黄雀已经在桂新小院里转了好多个圈了。今日七夕，他自是也想约魏瑶出游的，但小男生脸皮薄，他有些紧张。转了好多圈之后，准备敲门。他刚想喊说他可以进来吗？救命啊！黄雀听见动静，把门猛地推开，冲了进去。小耀，你怎么了？魏瑶直直地抱住他。黄雀哥哥，有蛇！黄雀知晓他最怕蛇了，连忙拔剑将悬在房梁上的蛇一剑劈成了2段，并丢出了窗外。好了，没事了，蛇我杀死了。你……黄雀本是想拍拍他的背，安慰他不用怕，可刚碰到他就发现不对，所以他一低头，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白花花的东西。黄雀瞳孔地震，连忙想要别开头去，鼻血比他转头的速度更快。黄雀哥哥，你怎么了？黄雀吓得想要脱身离开，二人脚下都沾了不少的水，于是一个人突然后撤，一个猝不及防的朝前，一起摔倒在地。参加完二皇子婚宴的江宁儿觉得庙会要人多才好玩，于是特意先回府喊瑶瑶一起，结果听到这声跌倒的动静，连忙闯了进来，就看见衣衫不整的魏瑶把黄雀压在地上的劲爆画面。我去，王妃你别去，不是你想的那样。可江宁儿已经火速原路退出。我没看
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你们继续啊！然后把门给关上了。王妃，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秦君夜刚才跟清玄交代事情，所以晚他一步来到贵心小院，刚来就看到江宁儿退出房间的模样。怎么回事？我怎么听到黄雀的喊叫了？江宁儿拦住他准备开门的手，并对他表情严肃地做出了一个噤声的动作，然后便将耳朵小心地又贴到了门上。秦君夜看到他这个样子，也跟他一起把耳朵贴了过去。魏瑶摔得有些猛，半天才回过神儿，爬了起来。黄雀哥哥，你怎么样？魏瑶不明白黄雀脸色通红又流鼻血是怎么回事，慌乱地拿了个手边像帕子的东西，只想给他把鼻血擦掉。黄雀本极力的凝神静气，他觉得自己只是看一眼就流这么多鼻血，真是太丢脸了。他不想被魏瑶发现他的小心思，于是一脸刚正的接过他递过来的东西，仔细的擦着。可用那东西擦了擦鼻子之后，他发现帕子的触感很特别，一摊开，黄雀脸色大骇。什么？他刚往脸上擦的竟然是魏瑶洗澡脱下来的肚兜，这下刚刚好不容易止住的鼻血又开始不可抑制的流了出来。天啊，黄雀哥哥，你到底怎么了？怎么会这样？你怎么又流鼻血了？是不是之前我外公用棍子打你的那次还没好？你等着，我去找李姐姐来。不用，你不用找王妃。你都这样了还不用？你看起来好严重。我不打紧，你先就把衣服穿好，我休息一下就好了。衣服？魏瑶刚才被蛇吓得惊慌失措，连忙钻进了屏风去穿衣服，可不知怎么的，她此时不在了。黄雀反而明显能够听到此时自己的心跳快得不正常。等魏瑶穿戴好出来时，黄雀的鼻血也止住了。你好些了吗？真的不用找李姐姐跟你看看吗？不用，我已经没事了，不需要劳烦王妃。那好吧，你没事就行。黄雀站起来时，有些东西从他怀里掉落，魏瑶捡起来一看，是一只玉簪子。这本是黄雀今日要送他的七夕礼物，是想等去庙会向他表明心意后再送的。黄雀哥哥怎么也有这个簪子？也为什么是也？魏瑶回身拿出一只簪子展示给他看，这是今日阿贤送我的，这只簪子也是兔子的花样，不过这样看来两只是不同的，好像黄雀哥哥你这只更好看些。阿贤？哪个阿贤？就是平日给府里小厨房送菜的那个阿贤啊。之前有次我去厨房找吃的，正好碰到他来送东西，那天他失手把送的土豆洒了，被他老板骂个不停，我就帮他一起捡。他问我是谁，我就按李姐姐教我的，对外说我是王府里的丫鬟。后来我接连好几日去厨房都能碰着他，他今日早上见了我就给了我这个，还约我晚上去游湖。黄雀的脸色猛地一沉，今日是七夕，又送簪子又约游湖，这个阿贤动的什么心思？他用脚底板都能想得出来。那你答应他了？我没有，我跟他又不熟悉，我怕他万一是坏人，想借我这里为突破口，对李姐姐不利呢。黄雀捂着胸口一个大喘气，庆幸他虽对感情不那么开窍，但是其他的事情还是很机灵的。既然你不相信他，你还收他送的簪子？不是我要收的，是他把东西塞到我手里就跑掉了，我追都追不上，没办法，我只能先拿回来放着了。黄雀听到这儿磨了磨牙，这个什么阿贤也太轻浮了吧，这才见人姑娘几次啊，就敢约人七夕游湖了。黄雀哥哥，你怎么脸色不太好，好像不高兴的样子？黄雀想了想，把魏瑶手中那个阿贤送的簪子丢到了一旁，然后把自己的那只给他戴上。这是我买来送你的。送我的？魏瑶愣了一下，很快心中就有一股莫名的喜悦涌现。谢谢黄雀哥哥。你以后不要再收别的男子送你的东西了，明白吗？为什么？我外公还有鬼谷门那些叔伯每年生辰都送我东西，我为什么不能收？你外公他们不一样，他们都是男子，怎么又不一样了？你到底怎么了？黄雀的手紧张地握成拳头，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好，最后干脆鼓起勇气准备表白。小瑶，因为我对你……砰的一声，房门打开，跌进了两个人来，就看到秦君夜脸色惊慌地搂着江宁儿的腰，险些就要摔倒了。都怪你，非要推我。是，怪我，都是我的错。黄雀，你听到了，都是你们家王爷害的，可跟我没关系啊。黄雀一脸窘迫，而秦君夜满脸无奈。见场面有些尴尬，江宁儿只能干笑了两声，扯开话题。
要不要去七夕庙会？我跟王爷是来喊你们一起去庙会玩的。好呀好呀，我出去准备一下。李姐姐，你们等我一下。王雀的表白被打断，整个人耷拉着脑袋。王爷王妃，那我也去安排一下。说完就急速逃走了。啊，王爷，我是不是坏事了？是那小子自己不干脆，已经给他制造机会，整日都在一起了，却还没个菜贩子速度快，他活该，怪不得别人。哎呀，你别这样说，小黄雀只是比较纯情而已，这可是很难得的品质。纯情有什么用？追女孩子还是得不要脸一点才行，像他这样畏手畏脚的，太怂了。发现江宁儿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他，经验之谈罢了。纯情只能喝西北风，是吃不到肉的。他若是不够主动的话，难不成还等魏瑶主动不成？那等下去庙会，我们想办法给他们制造点单独相处的时间，再给黄雀点机会。如此可行。好吧，不是要去庙会吗？去晚了怕是人更多了。说着，两人就朝月老庙而去。王爷王妃怎么走了？他们去哪儿了？他们去月老庙了，我们去那边找他们吧。行，那我们也过去。二人刚要出发，越来越多的人差点把他们也彼此冲散。黄雀怕魏瑶被挤到，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并把他朝自己这边一扯。魏瑶被他这一下惯性带进了怀里。怎么样，没被撞到吧？没有，人多我怕你挤到，我护着你走吧。二人贴得很近，外面虽繁杂，他却清晰地感受到了黄雀的心跳很快。那好，我们快去找李姐姐他们吧。秦君夜和江宁儿率先达到了七夕圣地月老庙，江宁儿刚想进去，被秦君夜拉住。你进去做什么？来了庙，自然是进去求神拜佛喽。你的姻缘已经在我这儿了，你还想求谁？江宁儿揶揄了一下，发现也对。哎呀，我也就是想过个节应个景，没想那么多，那不是千里迢迢白来了，哈，我刚才还被挤得鞋都被人踩了好几脚。倒也不会白来，我们可以直接去升级的下一站。庙还有升级的说法？我知道前面有一个送子观音，听大理寺的人说很灵验。王爷真是看不出来你是这么迷信的人啊。秦君夜本是不信神佛的，因为他之前的人生一直都是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只要他够拼够努力，想要的东西都可以得到。可有一件事情他觉得自己好像做不了主，只能寄心于神佛。行吧，反正来都来了，那我们去吧。这边二人刚牵手离开，另外二人终于从拥挤的街道来到了月老庙前。这里人没那么多了，黄雀哥哥，你放开我吧，我需要喘一喘。如此，黄雀才恋恋不舍地松开了他。黄雀哥哥，他们拿的是什么？好像是姻缘牌，写上你对姻缘的愿望，丢到那棵姻缘树上，向月老祈求，丢得越高，成真的概率就越大。听起来很好玩的样子，我们也去写。你也想求姻缘？哎呀，来都来了嘛，自然要玩玩。你要不要也写个？魏瑶从庙主手中拿了2个姻缘牌，然后分给了黄雀1个，之后便自顾自地写了起来。黄雀看到他低头，一脸认真地在姻缘牌上写画画的，心中泛起一些思绪，不知道他会写些什么，又想求什么样子的姻缘呢？二人来到姻缘树下，魏瑶把自己写的给他，你帮我丢吧，我力气小，肯定丢不高，那样愿望就很难实现了。黄雀看到他一脸期许的样子，默了一下，决定有些话要在姻缘牌抛出之前跟他表明。小耀，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你对我很好啊，干嘛突然问这个？那你知道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好是什么意思吗？魏瑶没有说话，只是茫然地看他。你知道今日那个阿贤送你簪子是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感谢我之前帮他捡土豆？不是这个意思，在京城有个礼俗，七夕送簪有结发之意，若女子收下，便代表同意。结发？你是说结发为夫妻？没错。但我没想跟他为夫妻啊，我只是没来得及还给他而已。魏瑶想了想，然后领悟了过来。啊，那你不是也在今日送我簪子吗？黄雀哥哥，你是不是想当我夫君？我们之前孤男寡女在山洞共处过一夜，其实我本就理应娶你。你想娶我，就是因为这个吗？不是，不光是因为这个，还因为我喜欢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魏瑶清吸了一口气，双眼微睁，一时间有些说不出话来。我知道王妃跟我说过，我该对你负责，应该当时还在鬼谷门的时候就跟你卖公提亲，但我那个时候什么都没说，是因为我不确定你是怎么想的。说到这儿，黄雀连忙三指向天，做了一个我发誓的动作。当然，我绝对不是不愿意负责的意思，而是我怕万一你不喜欢我，却因此被逼得非要嫁给我的话，你并不会高兴。如果我不顾你的想法，那我跟当初想要设计以此逼迫你嫁的那个李旭根本没有区别。先听到黄雀说因为山洞一夜有肌肤之亲要娶她时，他心里还有些失落，可听到他说他喜欢自己后，魏瑶明显感觉到心里有什么雀跃了起来。那你在鬼谷门时也没问过我愿不愿意呀？可能因为当时我也很迷茫吧，同时我也知道自己现在还没有强大到娶鬼谷门大小姐的资本，我也想给你一些时间，让你清楚对我什么感觉，到底是把我当成玩伴一样的哥哥，还是……我其实也说不好把你当成什么。黄雀一听到这话，心里就咯噔一下，猛地沉了下去，想说完了，他害怕的事情是不是要发生了？但我知道你走后我挺想你的，比我以前想李姐姐还想。我其实也奇怪，明明当时就只跟你相处了1个月而已，而我跟李姐姐都认识那么多年了。是想我陪你玩，还是单纯想见我？应该是想见你。来到京城见到你，我才有那种安心的感觉，这个感觉才停止。黄雀仿佛听到自己心里放了一朵盛大的烟花，这两者的区别他还是知道的。他的嘴角不可抑制地扬了起来，激动地跑到一边开始捶树。他扬手间瞥到了魏瑶写的姻缘牌，想每天都能见到黄雀哥哥。原来魏瑶的愿望里有他，只有做夫妻能做到每天见面直到永远。你知不知道，你想这个心愿达成的话，是得嫁给我才行的。你不是说簪子是结发之意吗？我都收下了，不就是答应嫁给你了吗？真答应了？那等你及笄，我就去跟鬼谷门你外公提亲。你还小，我们先定亲。魏瑶想了一下，然后甜笑着点了点头。黄雀得到这个答复，开始翻跟头。魏瑶没想到他会激动成这样，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开始喊他：黄雀哥哥，你快别翻了，庙主说了，写好后一炷香的要丢上去的，吉时要过了，快丢，越高越好。哦，对。黄雀闻声抬头看了眼足有数十米高的大树，然后腾身而起，轻踩了几下树枝，直接使着轻功跃到了树顶，把刚才二人写的姻缘牌挂在了最高的顶部，并且打了个死结。而黄雀写的是祈愿求娶魏瑶为妻。黄雀这番举动惊动了周遭的人，见他双手摊开轻松落地后，不少路人纷纷鼓掌，表示少年好轻功。魏瑶也小跑过去，兴奋地拉住他。你真的挂得好高啊！黄雀则兴奋，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将他的手牵入掌心，然后跟他一同看着盛满了祈愿的姻缘树，笑得无比开心。不过我跟你成亲后，是不是也晚上不能出房门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不是你说让我晚上都不要找李姐姐，说她晚上都出不了门。我要是嫁给你，你也会不许我晚上出门吗？我那说的是……黄雀噎了半天，觉得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法跟他解释。我应该不会吧？黄雀，你也太实诚了吧！第一次看人这样挂姻缘牌的。王妃，怎么就你一个人？王爷呢？他没跟你一起吗？之前是一起的，但我刚才看到有人拿着糖人儿，说也想要，他便替我买去了。等一会儿他应该就会过来跟我们碰头的。这时月老庙里开始传出一阵骚动，不少人惊慌地往外跑，刚想着怎么回事啊？走水了，庙里走水了！上香都是明火，走水也是常事，但许是今日人太多了，火势似乎还不小，吓到了不少人。不少香客都纷纷惊慌了起来，集体往外走。幸是黄雀牵着魏瑶，二人才没有被汹涌的人潮冲散。但江宁儿被人潮带去了离他们越来越远的地方。江宁儿本想着人潮散了再去找他们，但不知是何人突然扼住了他的手腕，跟我走。紧接着就大力拽着他离开。李姐姐，王妃。秦君夜在回月老庙的路上，远远的就看见走水的动静。
于是连忙使着轻功赶了过来。怎么回事？宁儿呢？王爷不好了，王妃刚才被一个陌生人给带走了。你说什么？将宁儿被面具男带走之后，就被丢进了一个郊外的茅草屋里，手脚也都被绑了起来。这种情况看起来就很像是他遇到了绑架贩子，但如此境遇，他不仅不慌，反而悠哉地打了个哈欠。等了半天，见始作俑者还不来，于是3两下就把手脚上的麻绳给松开，并在小茅屋里像个退休的老干部一样，一边做着扩胸运动，一边来回散步，活动下筋骨。人在里面了。是，按主子的吩咐把人抓来了。可终于来了。江宁儿听见了动静，连忙又窝回了那个角落，并把麻绳重新给自己的手脚又系上，又把墙灰往脸上抹了抹，才再次闭眼倒了下去。一声响后，2个面具男推门而入。人在这儿了，按主子你的要求办的。我这样要求你的，你怎么他了？没有，我真没有。我按照主子你说的轻抓轻放，就怕把他弄伤了。属下也不知道姑娘怎么会成这样的。老虎脸连忙过去把人扶了起来，替他号着脉。可号了一下，发现他呼吸平顺，脉象正常，这才松了口气。这时他瞧见墙上灰尘的痕迹，有明显刚刚被人擦过的样子，疑惑了一阵后，想起江宁儿的性子，抬手就给他脑门上一记暴力。鬼丫头，再跟我装！你怎么还真打呀？好疼啊！被你打傻了可怎么办？我揍你都是轻的。麻绳绑得我好疼，手都被磨红了。虽能明显看到面具之下的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但还是伸手帮他把手上的麻绳给解掉了。不是说了让你找最细腻的麻绳吗？猴子脸捂着脑袋，敢怒不敢言，心想这已经是他能找到的最细的了。师兄你最好了，不如脚上也帮我解了吧。这声师兄让花竹枝恢复了一些理智，意识到了这个丫头果然一开始就知道是谁在帮她了。少在那儿给我嬉皮笑脸的，人给我做端正了。江宁儿表情一正，瞬间收回了腿，双手放在膝盖上，模样乖巧的像个3好学生一样。老实交代，西凉郡主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西凉郡主？我不知道啊。你还敢说你不知道？金羽翎是我给你，让你去南诏国这方面找我的。为什么这个东西后来会出现在这个西凉郡主的手上？那个男人婆现在硬说这是我给她的定情信物，逼我娶她。最麻烦的是我跟国君解释都解释不清楚。哈，男人婆？师兄你眼睛是不是瞎了？人西凉郡主人靓板顺，明明是个不可多得的大美人，人姑娘胸多大呀？你居然说别人是男人婆？哼，鬼丫头，终于肯承认了是吧？好，我承认就是了。我是1年前到过西凉，你也知道，我一直在找重塑我经脉的几味药材，其中有一味药材叫断龙骨，就是这个西凉郡主的嫁妆。那时正值她比武招亲，我要拿她嫁妆，不得娶她呀，所以你就易容成我的样子去参加的比武招亲。江宁儿抿着嘴点了点头。你就不能随便找个别的身份吗？非要坑我？才不是呢，你是我亲师兄，我当然不是要坑你，我是没有办法。师兄你想啊，人是郡主，比武招亲的人身份也是有门槛的，总不能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参加吧。我若是易容成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我连擂台都上不去，所以只能用你南诏国世子的身份上去的。师兄你都不知道，西凉民风彪悍，我也没想到我赢了他的当天，拜堂都还没有拜，他就夜里潜入我房里要脱我衣服，还要跟我洞房。情急之下，我只能花言巧语先哄着，然后趁机把他迷晕才跑掉的。你就没想过用我的身份他会来找我吗？我当然是想过呀，本来我想他就算找你，你身边有人证明你那个时候没有去过西凉，说是有人冒充的就行了。哪里想得到他脱我衣服的时候，从我身上把你给我的金羽翎给摸走了，我也是离开西凉后才发现的东西掉了。师兄，你也老大不小了，人郡主年龄正合适，身份也合适，你们2个在一起，那直接就是2国邦交了，多大的好事啊！不如你就……江宁儿还没说完，就看面具下花竹枝投来一记眼刀。好吧，不行的话，我去跟这个郡主解释一下，我把断龙骨还他就好了。罢了，
那倒也不用，你重塑经脉要紧，断龙骨稀有，没了你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了。那你是准备为了我牺牲色相从了他吗？那我可太感动了。我牺牲你个头啊！那你准备拿这个西凉郡主的婚事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之前是不知道原委，现在既然明白了，我去跟他解释一下，大不了一物换一物，我手中有可以跟断龙骨匹敌的药材，我还给他就是了。这个方法倒是可行，我也愿意给他一些补药作为弥补。从此我鬼医江离，欠他一个人情，他若是要求医，我毫无怨言，分文不收。行了，这个事情我之后自会处理的，先不说我这事了，我来找你也主要不是为了这个，你这边怎么样？见师兄不生气了，江宁儿就放松了。他站起身，拍了拍裙角上的灰。什么怎么样？我这次来天楚是跟着南诏使团来的，但是我在来的路上就已经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我实在等不及，所以才先脱离使团，偷跑来的京城，想找你确认一下。啊，风言风语，你听到什么了？我一路都在听说你跟剑王恩爱两不疑，居然有这种事，假的吧？把你手给我。你要我手做什么？还能做什么？自然是检查你的手攻杀。你应该还记得我说的话，没让那个剑王欺负你吧？这个就不用检查了吧？怕什么？你当初手攻杀还是我给点上的呢。哥哥检查一下怎么了？你心虚？谁心虚？我才没有。没有那就给我看看。喂，你！花竹枝本想上手抓他，江宁儿轻功一闪便躲开了。这下花竹枝自然察觉到有问题了，于是越发不可能就这么放过他。于是茅草屋里师兄妹二人开始你追我逃。鬼丫头，你给我站住！秦君夜与洛天成是在街上遇见的，听说江宁儿被人劫走了，洛天成便说什么都要跟着他。于是等到二人来到茅草屋外时，便听到里面嘈杂的声音。呀，你干嘛呀？不要！你不要什么不要？是不是有事瞒着我？我都说了没有？还说没有？哎，你别扯我袖子！秦君夜和洛天成听到屋子里江宁儿的喊叫，即刻就推门闯了进去，一下便看到江宁儿一身灰头土脸的，正被一个面具男拉扯。花竹枝并没有认出秦君夜，但也察觉到来者不善，怕是来找他麻烦的，下意识就把江宁儿的手腕拉住。走！但秦君夜和洛天成看到这一幕，都以为是江宁儿被欺负了，几乎同时向他出手。花竹枝推开了江宁儿，一人与他们两个对战。三人迅速从茅草屋打到了屋外。糟了！等到江宁儿追出屋外时，花竹枝已经不敌倒地。江宁儿使着轻功，火速伸手挡在了花竹枝的面前。花竹枝则是捂着胸口，艰难地站了起来。我伤到你了吗？没有，我没事儿。你叫他王爷，他是晋王。秦君夜看向说话的花竹枝，眉眼一立，江宁儿连忙拍着他的胸口安抚他。王爷你也别气，他是我师兄。看到对面那人揭下面具，露出一张妖孽般的脸庞来，秦君夜怔住了，居然真的是花竹枝。而对面的花竹枝也是一脸诧异的看向秦君夜，没想到这个丑王爷面具之下的脸能长成这样。那他绑走你做什么？这个我晚点跟你解释。江宁儿说完，连忙转身跑到花竹枝的身边，替他查看伤势。怎么样，好些没有？好些了。但没想到他一说完，趁机抓住他号脉的手腕，将他袖子一撩。你手攻杀呢？我最后他实在是不敢面对师兄那冒火的眼神，连忙跑到了秦君夜的背后当鸵鸟。你不是答应过我1年时间内都不会跟我师妹同房的吗？你个混蛋流氓，你无耻，你烂心烂肺，你色胆包天！我跟宁儿是拜过天地名正言顺的夫妻，同房有什么可奇怪的？你就算是他师兄，但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一些？但你说话不算话，我怎么能把师妹交托你这种人？还有，你还想不想解毒了？你不是鬼医，宁儿才是，她愿意给我解就行了，你说了不算。你连这个都告诉她了？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了？你说你在晋王府只是权宜之计，找到凤血丹就会离开。秦君夜则是听到这话，身子一僵，心绪猛地一沉。你竟然计划着要离开？我那是……小林，你跟我讲，不用怕的，是不是这个家伙强迫你的？是的话，师兄一定替你废了他。花公子，你说反了，第一次是你师妹推倒的我。江宁儿是目瞪口呆，
花竹枝和洛天成也是同款瞳孔地震。我们在成婚前我就已经被他睡了，你上次看到的他的手工纱就已经是假的了。小离，你居然上次就在骗我！师兄，你先听我解释，我当时是中了江一雪给我下的药，刚好遇到了他，就把他打晕，拖破庙里当解药了。后来没想到刚好又替嫁给了他。洛天成深吸了一口气，不敢置信地看着他。我不是有意骗你的，我知道你肯定会生气，所以不敢跟你讲嘛。而且那个时候我确实跟阿叶还没有确定感情，但你走后，我是真的跟他相爱了，所以棒打鸳鸯是不道德的，你不能这么做。秦君夜，打一架吧。你伤都还没好，你怎么还要打？而且你打得赢他吗？无碍，他想打我就陪他打，这关我总是要过的。可是江宁儿想劝，但秦君夜已经上前2步。本王让你一只手。谁要你上了？本王不让的话，你根本打不到我。你个臭流氓，侮辱谁呢？说完，二人就再次交战了起来。过了几招，江宁儿觉得应该够了，便想上前阻拦，被一旁的洛天成拉住。你别过去，让他们打。你凑什么热闹？我师兄要是再被打伤怎么办？放心吧，你师兄不会受伤的。我敢说，被打的只会是秦君夜。那我们家王爷也不能被打呀。秦君夜不挨几下揍，你这个师兄不会消气的。你若拦住了，他们这个怨气就一直没法解除。你怎么知道？你又不认识我师兄。我就是知道，因为我也有妹妹。我理解你师兄的情绪，要是我妹妹被个我并不认可的男人抢走，我也会想打那个家伙一顿出气。但我知道，这个人真是对我妹妹好的话，打过了气也就会消掉。这是所有哥哥的想法。当真？信我吧，我相信秦君夜也懂这个道理，才会选择让一只手的。干站着让你师兄打的话，你师兄也打不尽兴，就来用我再挨揍。他这个处理方法其实很好。洛天成话音刚落，那边便传来一个拳头到肉的声音。果然，秦君夜很结实的挨了花竹枝一拳。阿叶！江宁儿惊慌的喊了一声：“师兄，你怎么还真打呀？你把他打坏了，我要当寡妇的。”如今我们都是被彼此打伤过了，算是扯平了。那就多谢师兄手下留情了。谁他妈是你师兄？少在那乱喊！我只是说扯平了，可没说就承认你是我师妹夫了。阿叶！江宁儿急急跑了过来。阿七，我们走。说完，便跟随从二人消失在了黑夜里，返回南诏使团。洛天成则是抱手站在一旁观看着这一切，感叹秦君夜今日似乎又让他有了新的改观了。于是他也没有多言，默默离开了。回到王府后，清玄看到秦君夜脸上的伤，吓了一跳。天哪，王爷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但秦君夜没有搭理清玄，而是拉着江宁儿径直就回到房间去了。脱衣服，我给你看看伤。江宁儿说完，就赶紧去柜子里拿出自己的药箱来，再转过身见秦君夜，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纹丝未动。江宁儿摇了摇头，只得自己上手。可刚要解开他的腰带，就被他按住了手。你干嘛？下一刻，他就被他紧紧地按进了怀里。你的计划是，一旦拿到了凤血丹，你就要离开是吗？江宁儿贴在他胸口，听着他狂乱的心跳，感受到了他此时的不安。他也没想到，只是师兄的一句话，他竟会介怀成这样。我确实之前刚进王府时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没有这个计划了。你也知道，那个时候你别扭的紧，我也不知道你的心意。你清楚我的性子，在那个时候自然不会想着在晋王府待一辈子，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在王府过得这么舒服，谁不想当个快乐的米虫呀？难道你对王府的留恋就只是让你生活上觉得过得舒心吗？当然不是，像王爷这种身材样貌都一流，还气大活好的夫君，也就是我运气好，否则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既然被我遇到了，我才不会放手呢。他褪下他的上衣，开始检查他的伤势。疼吗？秦君夜没有回答，只是轻轻摇头望着他。看来真如洛天成所说，师兄就是出气，并没有真的下手那么重。王只有这副皮囊能留得住你吗？自然不是，还因为王爷宠我护我，我一心悦于你，王爷已经留住了我的心，自然我的人也不会离开。你若不离，我便不弃，就算不是晋王府也好，你在哪儿我就会在哪儿。这话听得秦君夜极合心意，他情不自禁地低头就吻住了他。等江宁儿回过神来时，自己已经被抽走了腰带，并被他带到了床边。不行，
你有伤？就是因为有伤，所以才需要你更仔细检查才行。你的伤我刚才都已经检查过了，没什么大碍，不用再检查了，你别想。既然没有大碍，那也就是没什么不行的了。江宁儿心想，这个秦老六啊，真是越来越狡猾了。而且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就是知道，今日我打地铺算了，免得碰到你的伤。当真不想睡本王？明明刚才都看着我吞口水了。这家伙居然学会勾引他了。正好我今日有伤，你可以想怎么睡就怎么睡，一切随你心意来，如何？哼，你笑什么笑？我在笑你不老实，明明就很想，还不承认。他贴在他耳边低语，我也想。没了腰带束缚的衣衫很快就被他褪下，扔出床幔，密密麻麻的吻从他的脖颈蔓延到他光洁的肩头。第二日醒来时，本不那么疼的伤势却突然爆炸似的疼了起来。江宁儿仔细检查了一下，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套点穴术一旦被触发就不可逆了，所以我也没办法。你疼过这几个时辰就好了的，就是恐怕之后几天还会手脚酸软一阵子，所以你这几日就禁欲禁欲吧。我跟我自己妻子亲近，他怎就这么大的意见？王爷，你想啊，你要是以后真的有个女儿，你从她蹒跚学步起开始看着她长大，有天她要嫁人，被人压在床上脱衣服，这样那样，你能接受呀？不行，那本王会想杀了那个人。所以你明白我师兄了吗？我师兄就是这么看着我长大的，也就是碍于我喜欢你，怕你死了我会伤心，不然你以为他昨夜不想杀你啊？好吧，我开始理解他了。也怪你自己，你说你干嘛没事说破庙那夜的事情激他？你不说，他说不准还不会对你下这种黑手，你也不用遭这个罪了。不是我激他，而是他想发泄，自然就让他发泄出来。遭罪就遭罪吧，这个疼还不及失魂毒发时的一半，我受得住。而且被打能得到你，这个罪遭的也不亏，我甘之如饴。不是很懂你们男人的思维，他打不打，我不都是你妻子吗？什么叫被打了才能得到我？你不用懂男人的思维，只要知道我被打得很直就行了。今日这一遭倒是让我解开了一个心结。你有心结？什么心结？我之前其实很吃你师兄的醋，可我怎么记得某人之前跟我说的是没有吃醋呀？你也说了，我那个时候别扭的紧，所以我不愿意在你面前承认罢了。实则当初的扮成鬼医出现时，我看到你们两个那般亲近，醋到几乎丧失理智。我从未如此在意和介意一个男人，花竹枝是第一个。可你在意我师兄什么呢？在意他比我懂你，在意你更信任他，也觉得他会不会对你还有别的心思。但昨夜我彻底明白了，你师兄确实是把你当亲妹妹看待，说他真对你有这些心思，他会直接杀我，而不是如今这样捉弄我这么简单了。所以王爷你也看到了，我师兄就算打不赢你，也是可以弄得你痛不欲生的。我虽没有父母，可有师兄撑腰，你要是以后敢欺负我，对我不好，我师兄绝对不会放过你。放心吧，本王一定会对你好的，将你放在我性命之上。果然如江宁儿所说，秦君夜疼痛过后便无大碍了，就是身子还是酸软无力，需要卧床休息。期视频感谢转转赞助，转转的二手手机特别划算，我这苹果13 Pro Max 只花了3100，比新机便宜2000多，而且经过转转官方验机，质量靠谱，上面的平板也不错，买靠谱的二手，我推荐转转。如此，他连大理寺都不能去，只能称病告假几日。正好江宁儿皇家学院不日就要大考在即，秦君夜这几日便可以在屋子里教导他一下数学。这时清玄敲门走了进来。怎么了？神色如此慌张。王爷，前方来报，龙渊国已经大败赤河国，赤河国已经成为历史，没了。秦君夜神色一震，西国之中，赤河虽最小，可再小也是个国，怎么突然说没就没了？之前多国都想过瓜分赤河，可都被赤河防御下来了。龙渊不是才开战吗？怎么会这么快就攻破了？据消息说，此次是龙渊太子亲自带兵，前后不到3个月就破了赤河都城的城门，都直接入主都城了，那不是死很多无辜百姓？哦，这位太子倒是一个大德之人，虽破了城门，但凡是缴械投降者不杀，百姓不杀，官员也都只是看押，给他们机会投诚，只是把赤河的几个贪官污吏和皇室处置了。赤河国君暴政已久，早就弄得民不聊生，于是城中的人很快便都选择投降。之前只知道这位太子是个奇才，可没想到会这样厉害。
能如此兵不血刃直拿都城，想必前期怕是下了不少功夫。所以从此7国变6国了，那龙渊的板块不是一下大了不少？之前7国之间还保留着一丝默契，正是因为7国各自有优势，能相互制衡，所以7国还能相安无事。可龙渊国此举无疑是已经打破了这个平衡，就是不知道将来会是如何了。我没记错的话，版图上龙渊国相邻的应该是南诏和西凉，他们既然打了赤河，下一步会不会是要攻击南诏和西凉啊？我师兄他们南诏国突然来访天楚，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确实是有这个可能，否则按道理每年南诏来访不该是这个时间。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龙渊刚打完仗，短时间没那么快恢复元气。我想他们几年内都不会随意向西南2国发难，南诏也不是个软骨头，不是那么好侵占的。这个龙渊之前感觉都没什么动静，我还一直以为这个国家不怎么样呢。这就是王妃有所不知了。各国皇室大多人丁兴旺，可龙渊国君据说是先皇后死后，后宫一个人都没有，子嗣也只有一个封为太子的大皇子和一个极为神秘的二皇子，所以几国一直都觉得这个国君如此看重男女之情，必定成不了大气候。可就李雨楼查到所知，此前龙渊因为国土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确实发展的不算红火。可自从10几年前先皇景阳帝登基后，龙渊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的发展着。只是这位景阳帝极其低调，又几乎不与别国建交，所以龙渊之前才在7国之中没什么名声，还是个闷声发大财的主呀。本来7国之中大多以国土面积最大最强的天楚国马首是瞻，而此次龙渊之举，7国中霸主国的位置怕是要更换了。此时消息也传到了宫中，天启帝坐在龙椅上，一脸的愁容，他面前的几个大臣也是惶恐至极，连一向逍遥万事不愁的秦天玉都难见的表情凝重了起来。皇兄，值此之际，臣弟觉得该跟龙渊国建立邦交，互通有无，才能保万世安宁。玉亲王之前不理政事，有所不知啊，我们其实很早就想与龙渊建交了，可龙渊压根就不理我们呀！还有这种事？是啊，皇上早几年就已经发现了龙渊的强大，甚至还亲笔御书寄往了龙渊，送过礼，还送过美人，甚至主动说过送公主过去和亲，与龙渊交好。结果龙渊礼不必要，送去的美女也都被削去了头发，遣了回来，连皇上亲笔书写都被撕成了2半呢。但本王记得倚天天主跟龙渊还有过往来的，怎么突然就是这种态度了？并非是突然，而是自从这个景阳帝登基后，便主动切断了与天楚的一切商贸与往来。天启帝头都疼了，摆手让所有臣子都退下，唯独留下了秦天玉。不知皇兄有何吩咐？天启帝眼神示意，一旁的大太监徐孝全便拿出了一个锦盒来，在秦天玉的面前打开。秦天玉看到其中的东西，愣了一下。这是当初朕让你去请高阳道人为天楚国运所算出的命数，可还记得？自是记得的。当时你并没有回来，只是让人将这封信送了回来。朕想问你的是，这2则谏言你可有写错？臣弟当时被高阳道人留住，但知皇兄心急，所以才让人先把消息带回皇宫。这确实是臣弟当时亲笔所写，并没有错。得真龙麒麟子，可得尽天下。会不会这真龙麒麟子并不是指朕的2位皇子，是另有其人？皇兄为何会这样想？得尽天下，也就是统一7国，能做到如此的，必是大才。且不谈景阳帝，光是他这位太子亲自领兵力破赤河国城邦，你觉得朕这2个儿子哪个可以与之匹敌？这臣弟不敢妄议皇子，你是不敢，还是你也清楚，他们根本无一人可以比过景阳帝之子？见秦天玉低头不语，天启帝自嘲般的冷笑了一声：“你不说，朕也清楚。他们2人虽然都是朕得意的儿子，可如今跟景阳帝的太子一比，朕才发现差距。他们2个不管是谁，莫说是一统7国，就算是接朕的位置，都还差火候。皇子还年轻，需要多磨练，皇兄或许可以多些耐心，也给2位皇子一些机会。可景阳帝的这位太子年岁也跟他们相似，怎就能比他们强那么多呢？”见秦天玉再次沉默，天启帝吐出了一口浊气来。不过眼下朕还有一子，皇兄失职。朕听闻你近日跟晋王走得还挺近，以你之见，
晋王与麒麟2位皇子比，如何？晋王，臣弟并非是与晋王走得近，而是皇兄也知，晋王妃是臣弟的亲传弟子，是晋王夫妇感情恩爱，形影不离。晋王常常伴其左右，臣弟只要与徒儿见面，晋王大多都是在的。朕也听说了春江宴一事，江宁儿能胜过萧阁老，这事朕也很意外。起初朕还以为是因为你忘不掉故人，觉得他与木南哥长得相像，才收他做亲传弟子的。可现在看来，你倒确实是因才选的人。朕第一次在晋王府喜房中见到江宁儿时，也差点就要以为她是木南哥的女儿了。不知玉亲王可有此感？臣弟第一次见江宁儿时也有诧异，以为是见到故人了，可后来知晓她是国公爷之女后，便没觉得奇怪了。哦，你当真没有怀疑过？皇兄莫是忘了，当年的木南哥是臣弟亲自敛的官，他不可能死后还生下一个女儿，且国公夫人叶氏本就跟南哥姐姐相像，生的女儿像她也不奇怪。期视频由美团赞助播出，我出去消费都是美团团购，团美式茶饮5折起，吃一顿火锅能省100-200。5一出游，吃喝玩乐我推荐美团团购。你说的没错，朕也查过，江宁儿的出生是在木南哥死后。行了，皇家学院大考在即，朕也不拘着你在宫中了，忙你的去吧。毕竟为天楚选拔未来人才，也是重中之重的责任，无你可不行。如此，臣弟就告退了。金天玉离开之后，天启帝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你刚在一旁看小13的表情，可有什么不对的吗？除了皇上，您提起国公府大少奶奶木南哥时，王爷微微愣了一下神儿，其他的时候，王爷都很镇定。朕也发现了。那你觉得他愣神的那一下，在想些什么？当年玉亲王年幼时，像个小跟班，日日围在这位木南哥的身旁。木南哥得知前线消息上吊自尽后，玉亲王更是悲痛欲绝。老奴还记得，玉亲王当时闯进了国公府灵堂，守着棺椁，哭了几天几日，不许任何人将其下葬。那时皇上还曾命老奴去国公府劝过，老奴也算看着王爷长大的。王爷伤心的样子，老奴现在都还记忆深刻。王爷的这份心思虽从未明说过，可是老奴也算看得出来，王爷对木南哥用情很深。所以你是觉得他刚才的神色只是因为听到故人名讳难受，不是因为别的？有没有可能正因为用情太深，所以向朕隐瞒了顾南哥有女一事？是老奴的不是，老奴不该揣测王爷的意思。罢了，但愿是朕想多了吧。那刚才朕所说的，你觉得晋王与麒麟2位皇子比又如何？徐孝全一下跪着匍匐在了地上。皇上啊，您就别折煞老奴了，玉亲王都不敢议论皇子，老奴哪里敢啊，老奴惶恐啊。天启帝走下龙椅，责了徐孝全一声。老东西，瞧你那样子，逗你一下而已，跟在朕的身边还如此不惊吓，怎的好？起来吧，随朕出去一趟，朕想去芳华殿走走。芳华殿那不是晋王生母玉嫔的住处吗？皇上几年都没去芳华殿了。怎么几年没去，现在朕就去不得？没有，老奴不是这个意思。天启帝来到芳华殿时，玉嫔和嬷嬷正在院中绣着花样。嬷嬷，你说这双虎眼我绣的可灵动，也不知道宁儿跟叶儿以后的孩子出生时，这种花样还实不实行？娘娘放宽心，您亲自绣的，王爷和王妃定会满意。以前我几乎觉得这辈子没盼头了，可好在叶儿娶了宁儿这么个性子活泼的。看着二人平日来我这儿时说说笑笑的样子，我才觉得生活多彩了起来。现在呀，我就盼着他们早日生个孩子，让我抱上孙儿。娘娘放心，王爷跟王妃那么恩爱，将来怕是不止一个孩子，到时候都缠在你膝下，娘娘怕还觉得烦呢。承你吉言，那我还得多绣几个，他们二人的孩子一定好看，再多我也不嫌烦。聊什么呢？如此开心。皇上。
嬷嬷看到天启帝，惊慌的连忙跪了下来。臣妾见过皇上。怎么就这么不愿意看到朕？臣妾惶恐，只是不知圣上驾临，所谓何事？无事，朕就不能来了。你可还记得你是朕的妃子？臣妾自然记得。天启帝冷哼了一声，坐在了玉嫔刚刚坐的位置。你也坐。臣妾坐了许久，腿有些发麻了，臣妾还是站着吧。老六已恢复容貌，此事你可知晓？臣妾听说了，只是听说，他没来宫里见过你。皇上，叶儿入宫是有章程的，没到章程的时日，皇子是无法来我宫中的。你倒是守规矩，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你虽位分低，可他到底是唯一的王爷，王爷也该有王爷的样子。朕愿他日后时常入宫，也让你们母子多见见。皇上，宫中的规矩就是规矩，不可有例外，还请皇上收回成命。玉嫔，你怎好生不知好歹？还请皇上息怒，龙体要紧。你都进宫多久了，怎还没学会为妃之道？宫中嫔妃哪个不是着急对朕讨好，如此不将朕放在眼里的？玉嫔，你还是唯须一个。罢了，朕来也是想让你知道，朕可能改主意了。叶儿终究是朕的儿子，若是朕觉得他真的可以堪当大任，这个位置就算给他也无不可。你的安宁日子怕是也没几日可过了，做好准备吧。听到这话，玉嫔脸上的镇定终于开始破裂。天启帝一走，玉嫔整个人直接瘫软在了地上。嬷嬷赶紧将她扶起。娘娘，您这是何苦呢？皇上好不容易来一趟，您为何要如此将他气走啊？哎，嬷嬷你不懂。他料想到秦君夜恢复容貌之事揭露之后，一定会有事发生，但他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快传我消息去晋王府，让叶儿如无必要，千万别再进宫了。就算是皇上亲召，也尽量能拒绝就拒绝。娘娘，您这是何意？王爷终于被皇上赏识，不是好事吗？嬷嬷别问那么多了，照我说的话去做就是了。叮嘱叶儿务必要遵从。行，娘娘您别急，老奴这就去传话。两个女生相约着一起去泡澡。下水后，江宁儿本是准备靠在池边休息一下的，结果却被魏瑶的胸给吸引住了目光。我去，怡姐姐你怎么了？没什么，我在想黄雀那小子真是赚到了。什么意思啊？没什么。黄雀说过什么时候去跟你外公提亲吗？说是等我及笄后会跟我一起回趟鬼谷门，跟我外公说。不过他说我现在还小，先定亲，等我跟他都再成熟一些再成亲。这个我是赞同的。成亲后就不是一起玩闹这么简单，而是要风雨同舟了。他还需要历练，你也还需要成熟，这样你们成亲婚后才能有办法共同经历风雨。不过你现在确定自己是喜欢他了吗？之前李姐姐你跟我说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我好像有些明白了。还有你说的心口里有只蝴蝶的感觉，昨天晚上他送我回房时我也感觉到了。你怎么感觉到有蝴蝶的？就是他晚上送我回贵心小院后，回去前亲了我一下。江宁儿看到他这副俨然已经是恋爱中的小女生的模样，便也放心了，知晓二人心意相通就好。清玄带来了玉嫔的口谕，秦君夜觉得十分意外。母妃叫我不要进宫是什么意思？她发生什么事了？据说是皇上今日去了玉嫔娘娘那儿。什么？秦君夜知道天启帝这么些年几乎从不去见母妃的，怎么会突然去看她呢？那父皇跟他说些什么了？嬷嬷说也没说什么，皇上有意示好，说王爷以后可以不用遵循章程，能随时进宫看望娘娘，但娘娘都拒绝了，于是惹怒了皇上，觉得娘娘不识好歹。皇上走后，娘娘便让嬷嬷赶紧来给王府传消息，至于其中的缘由，嬷嬷也说不清楚。母妃从不是个会无理取闹的人，如此做定是有她的用意。可属下觉得好可惜啊，王爷一直就盼着能够得到一份恩宠，能请求随时进宫看望玉嫔娘娘的。如今皇上的恩宠已经到了，娘娘却拒之门外，还有王爷都不入宫了，那岂不是更少能看望娘娘了？说到此时，江宁儿正好沐浴过后回到房中。母妃不要王爷入宫。秦君夜点了点头。巧了，刚刚玉亲王也差人给我来了消息，也是说让我不要入宫，不要张扬。天启帝若是召见，也尽量能避则避。玉亲王也如此说的，是出何事了吗？起先我还没多想，
我以为是大考在即，他怕我考砸了丢他院长的脸面，所以才让我低调不入宫。可现在居然母妃也这样警醒王爷，虽不知道原因，但我觉得应该跟你父皇有关。我也觉得他们二人都如此警醒，定是在避讳什么事。既然如此，我们听从便是，这阵子谨慎些便可。我也是这样想的，毕竟你父皇没事时都找你不痛快，如今似乎有什么事，我们更是要避而远之的好。皇上去见玉嫔一事太过怪异，很快这风声就传到了各个皇子府中。玉嫔，你确定没有听错？小人也觉得意外，反复确定，皇上确实是去的玉嫔处。父皇怎么会想起过去见他的？他们说了什么吗？这个就不知道了。来传消息的人只说，皇上是盛行而去，败兴而归。回御书房还发了好一大通脾气，去玉嫔那儿待了不足1炷香的时间，就气着走了。还真是母子两个一个德行，都不讨喜。不过也不排除父皇就是觉得许久不见，寻个新鲜。但这事儿让人继续盯着便是。若是父皇再去见玉嫔，及时来报。是。之前让你去查城西那边的窝点，查得如何了？江婷本是有事禀报，正好也要来书房，可还未进屋，听到二人的对话后，连忙停住了脚步。回殿下，属下去把整个城西都查了个底朝天，可什么都没发现。你说会不会真是上次晋王就是故意诓您呢？今日大夫已经确诊林月寻有孕了，那不是二皇子有皇室长孙了？这可是大喜事啊！没错，我虽然不喜欢林月寻，但这个孩子倒是来得很好。父皇虽不说，但实则太后一直盼着抱曾孙，而且皇家的长孙必定万众瞩目。真是天佑殿下呀！之前百花大典一事，皇上一直冷着殿下，看得出对殿下是颇有微词的。可有了皇长孙，二殿下的关注就又都回来的，之前的那些屈辱也就可以烟消云散了。没错，所以在孩子生下来之前，本皇子不可以再有任何的差错。张师爷，你也不要松懈，继续追查，断不可叫这群西北灾民乱了本皇子的路。但凡发现有可疑之人，都可以扣上暴民的帽子，当场斩杀，宁可错杀，也不可以放过。明白了吗？小人明白。之前被杀的暴民，原来竟是西北的灾民。江婷躲在一旁，此时才明白了这件事情的始末。此事若能抓住证据，将其揭穿，就算不能让二皇子不得翻身，也可让他再无可能得到民心。他得赶紧将此事告知晋王夫妇才行。哎呀，原来是张师爷啊！江公子可是来报账本的？是啊，正准备跟二皇子汇报这个月的账目呢。江公子掌管二皇子的内务，向来得心应手，二皇子得你相助，是如虎添翼。张师爷谬赞了，师爷才是圣心独裁。二人简单的寒暄过后，张师爷便侧身离开。终于到了皇家学院大考这天，一出考场，怎么样，都会做吗？哇，幸好是你哥这几日没有去大理寺当值，给我好好恶补了一下。我觉得大约能够得个乙等。看到秦君行一张小脸有些古怪了起来。当然还是最感谢小千你最辛苦啦。我只是怕你考砸了丢我哥的脸。你帮我这么大的忙，等成绩出来我定会向你报恩的。报恩？报什么恩？要给我做好吃的吗？嘿嘿，你帮我这么大的忙，只是给你做顿饭算什么？那你准备做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啦。神神秘秘的，不过乙等也没关系，你等下武学试炼应该能把分再拉回来吧。那是自然。那你好好加油，我去文学院了。武学院专业考试是试炼地的考验，跟江宁儿当初入学时杀进七杀阵通关类似，但不同的是这次要组团，大家分成队伍，同时进入试炼地，运用能力搜索寻找不知在何处的9个赤玉牌。3天内，所有团体可以互相使出武功和各种方法进行争斗，最后赤玉牌最多的队伍分最高。下一个江宁儿。江宁儿被点到名，上前进行抽签分组。他抽出了分组牌，还没细看。嘿，姐妹。咦，我记得你不是文学院的吗？你怎么来武学试炼了？居然都不知道，最后的专业考可以跨学院考的吗？不知道，听洛天成讲，江宁儿才清楚。原来如此，难怪我刚才看到好多义和文学院的人。怎么，你盼着被看中，入朝为官？哪能啊，我其实就是刚才统考发现
自己考得不是很好，选5来给自己拉一拉分的。你抽到的是哪一组？江宁儿这才把抽签牌翻了过来，发现2人都是桃花的样式。我们居然是同一组，那太好了，我们2个双剑合璧，到时候还不是横扫全场？这个江宁儿都成亲了，还勾搭洛公子，真是不知羞耻。是啊，到时候进了试炼地，指不定还要使什么狐媚招数，让洛公子围着他转呢。你们也别怨了，谁让他在春江宴大放异彩呢？去了还不是指着洛公子保护？两位同学说的很对，我也看不惯他这种人，只可惜我武学不行，否则真想教训他一下。赵姑娘，你说说看，怎么教训他才好？是啊，你武艺不行有我们呢，我们3个加起来还怕他一个人不成？你们说的没错，他在外嚣张，也不过仗着晋王的宠爱，等进了试炼地，他总有落单的时候，到时候他就孤立无援了。赵姑娘，你的意思是没人保护他，我们3个人加起来还搞不定一个江宁儿。进入试炼地后，桃花组共有7人，他们组的一个体格壮硕的蓝衣男子就站了出来，想要认领团队里头带头人的位置。他进行了一番自我介绍，内容说的都是自己对野外如何有经验，有人无意，他这个队长也就坐稳了。而团队里通常还有军师一职，另一个男生则跟赵芊芊竞争，最后赵芊芊以口才取胜。你怎么不去争取一下？我觉得你当领队和军师都完胜他们。你也知道我完胜了，那当然一点挑战性都没有，有什么意思呢？而且无官一身轻有没有听过？有喜欢当官的就让人当喽，我可没想来操些闲心。好大的口气，他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哎，别气，等下有他好受的。7人相安无事的走了一阵儿后，赵芊芊见天色不太好，判断夜间有雨，我们第1日可以先不急，把今夜的生存难题先度过。我建议男生负责选址搭建帐篷，我们女生去采些野果和找些吃的来，如何？我有经验，2个男生跟我去搭帐篷。来了。才慢悠悠地抬腿而出。刚才来的路上，我看到有野果，我们去摘一些吧，晚上就有的吃了。赵芊芊和另外一个人也都点头附和。江宁儿没说话，只脚步懒散地跟在3个女生身后。她之所以有些兴致不高，那是因为她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女生说的果子了。以她的经验判断，那个果子还未成熟，定是酸涩无比，根本无法入口的，所以也懂，故而念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他始终都并不开口，而是来到果林后径直去了小溪边，想着抓几条鱼回去才是正事儿。你不是摘果子吗？来我这做什么？快上！赵芊芊和另一个女同学便一起上前，将江宁儿双手一折，3个人合力用捡来的藤蔓把她双手缠住在背后。你们这是做什么？不是说同队之中不能动手的吗？谁稀罕跟你同队啊？江宁儿，我告诉你，我们一致同意把你驱逐出我们的队伍。一致同意？你别以为洛公子会站在你这边，少数服从多数，我们跟另外2个男生都同意了，他就算反对也没用。是啊，我们不是同一队了，就能对你动手，且试炼地里对你动手是符合这次考试的规则的。今日我们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跟他废话什么？一起上，刮花他的脸，让他在到处勾引学院的男同学。可没想到，刚要动手，江宁儿不知何时居然不动声色地解开了藤蔓，然后左右开弓，一下就把这3个人打趴在了地上。江宁儿武功居然这么高的吗？动手很不一般，因为他们不是受伤倒地这么简单，似乎是被封了穴，根本起不来了。我还以为能有什么惊喜呢，就这点本事，居然还说要教训我，你们3个不要太可笑了。江宁儿，你做什么？你怎么能对队友动手？哼，队友，刚才不是还说一致同意把我踢出队伍了吗？现在喊我队友？你们要把他踢出队伍？洛公子，是他要杀了我们，还要刮坏我们的脸。是啊，陆公子他不是个好人，他现在不是我们队的人了，是敌人，我们要一起把他干掉啊。他要刮花你们的脸，为什么？你们长得又不美，刮不刮花有区别吗？2个女生闻言都无语了。江宁儿倒是被洛天成的毒舌给逗笑了，知晓他是站在自己这边的，那就放心了。原来我打你们是为了要刮花你们的脸呀。那好呀，我这人向来是说到做到的，既然你们这么诚心诚意的请求，我就大发慈悲的成全你吧。江宁儿，你敢！说罢，江宁儿就拿出手中的匕首，猛地朝女生的脸上捅了下去。女生看到
到刀尖逼近时，吓得惊声尖叫。江宁儿并没有真的痛，而是匕首划过了他的脸庞后，狠狠地插在了他的耳边。可这种惊吓却足以将女生给吓得昏死了过去。住手！江宁儿，你不能这么做，你也没有受伤，凭什么伤害他们？蓝衣领队跟另一个男生看不下去，要冲过去帮忙，可还未走出2步，就被洛天成一人一脚都踹飞了出去。女人的事，男人最好少管。这么基本的道理，你妈没教过你吗？洛天成，那几个女生要是受伤了，你就是帮凶。帮凶就帮凶，小姐我乐意。既然我姐妹被你们驱逐出队伍，那我也离队。如此一来，就像刚才那个女生所说的，不是一个队伍，我们就是敌人。试炼地弱肉强食，既然打不过我们2人，那挨揍就是你们的命运。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有用的话，要府衙做什么？最早说要刮花我脸的就是你吧？不是我，这不是我们的主意，是赵芊芊想的。你乱讲，明明是你们爱慕洛天成，看不惯他，关我什么事啊？赵芊芊，你好不要脸！明明就是你说联合男生驱逐他，再趁他落单刮花他的脸。只是你说你武力不行，要我们干，你把我们当枪使，现在不肯认了。说是不是他？是他，都是他计划的。让我们去大帐篷把你支走，也是他说的。他说江宁儿根本不行，没你保护他，肯定谁都打不过。你们得众人指正，江宁儿踢开了脚边的人，又朝赵芊芊走去。我没有。赵芊芊，我之前是不是对你太好了？你是看我只对付林月寻和江一雪，嫌自己存在感不高，就是想着办法在我面前蹦的，想我揍你是吧？这么喜欢刮花别人的脸，你先来试试如何？江宁儿，你要是敢伤我，我定要我哥哥去参晋王一本。你赵芊芊还想威吓，但江宁儿可不跟他讲客气，一刀直接在他脸上划开了一道口子。赵芊芊不知道被他点了哪儿的穴位，他疼得撕心裂肺，可半点都动弹不得。江宁儿与洛天成把5人身上有用的东西都搜刮一空，就扬长而去。自此正式开始2人作战。江宁儿打了条毒蛇，先是用瓷瓶将毒液取出后，便迅速将蛇削头剥皮，架到了火上。整个过程干脆又利落，十分迅速，看得洛天成目不转睛。你怎么这么熟悉这些？你以前经常干？自然，我小时候经常需要在野外过夜，没食物时我连老鼠都吃过。我虽知你是被江家丢到义庄长大的，可义庄好歹还有屋檐遮蔽，也不用住野外吧？你上次也该听到我跟我师兄的对话，知道我是诡异江离。洛天成点了点头，这事儿确实让他有些匪夷所思，可因见识过他各种奇怪的毒，后来想一想，他发现普天之下也就只有诡医可以办到了。诡医名声大，找我救人的人多，可也有不少因为我救了一些人，他们的仇家要杀我的也多。加之我自己也爱惹事，所以这些年来被人追杀堵截在绝境的情况数不胜数。我若是不懂得野外生存之道，我早不知道死多少回了。说实话，我不觉得叶氏和江映初是你亲生爹娘，我觉得没有哪个爹娘会把自己女儿陷入这种处境而不管不问的。我这么聪明，连你只来京城几个月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你觉得我会看不出来吗？所以你知道你的亲生父母另有他人？知道是知道，但是知道也没用，我还不是一个人长大的，身边一个家人都没有，知道和不知道也没有任何区别，不是吗？洛天成听他这样讲，简直快要哭了。他妹妹这些年真的是过得太惨了。洛天成是个很感性的人，他怕自己再跟他聊下去会忍不住当场泪奔。他站起身来，你睡吧，我在外面守夜。他们人少，为了防止别人夜间偷袭，必须得有人是警醒着的。好，我睡前半夜，中途你叫我，我们换班。月圆当空，其他试炼的学子也都开始进入梦乡，整个试炼地也安静了下来。本是守在山洞外的洛天成，听到洞里他的呼吸声已经平稳下来后，轻巧地走了出去。他蹲在江宁儿身边，一手拿出验血珠，一手抽出了自己的匕首。正当他要割下去时，江宁儿猛地睁开眼，一脚把匕首踢开，跪在他脖子上，反手将他压制在身下。好你个洛天成，枉我这么信任你，你却想杀我！说谁让你来的？你这么处心积虑地接近我，为了什么？你误会了，我不是要杀你。还想狡辩？不是杀我，你拿着匕首鬼鬼祟祟的要做什么？我真不是杀你。你有见过杀人失血小拇指的吗？我只是想要取你的一点血，验证我跟你的关系而已。我能跟你有什么关系？女儿妹妹，
我其实很有可能就是你失散的亲哥。老子还是你亲大爷呢！你少给我扯些野棉花。这样，你让我把衣服脱了，我证明给你看。好你个洛天成，你死到临头，居然还想跟我耍流氓，信不信我阉了你？哎呀，我真不是，不脱衣服也行。你拿刀把我后腰的衣服割开，你看到我胎记就懂了。你没有内力，这一路你又不能带毒，我武功比你高，想杀你很容易，没必要等到现在。你想啊，我自见到你就一直护着你，我图什么？自然是因为我真是你同父同母的亲哥哥。你还记得我娘亲的那幅画像吗？你不觉得我娘亲跟你很像吗？你仔细想想，自认识以来，我可伤害过你半分。他确实一直想不明白洛天成对他的好是为什么。他决定听他的试试看。他刀尖轻挑，将他背后的布料滋啦一声割开，映入眼帘的是跟他耳后一模一样的微月胎记。这是……他上手死命的在他腰上搓了好多下，这不是画上去的，真的是他的胎记。江宁儿看着他一脸的奇异，但也慢慢的把洛天成松了开来。你怎么有跟我一样的胎记？我说了呀，因为我是你哥啊，妹妹。我还没完全信你呢，你刚才说要我的血是怎么回事？洛天成将滚到一边的验血珠捡了回来。这个是微月族的验血珠，我们两人如果是血脉相同的话，一起把血滴在上面，这个验血珠会证明我们的关系。如果我们真是亲兄妹，这个血珠就会变红；如果不是，它将没有变化。我见你第一眼就发现你跟娘亲长得很像，加之你耳后的胎记，所以断定你应该就是我妹妹。于是我才一直保护你，照顾你。不瞒你说，后来京城也不是为了别的，正是因为我知道我可能还有一个小妹，才特意来去京城寻你的。江宁儿想过自己的爹娘另有其人，但从未想过自己居然还有哥哥，还真的来找他了。江宁儿现下有很多疑问，但他一时不知道该从哪儿问起，于是决定照他说的先试一试。拿过匕首，将手指割破，将血滴在了那颗验血珠上。洛天成见状，然后赶紧激动地把自己的掌心也割破，把血跟他的血滴在了一起。二人紧紧地盯着那颗验血珠，眼睁睁地看着二人的血开始相融了起来。江宁儿清晰地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他已经许久都没有过如此紧张的感觉了。没一会儿，验血珠就开始发出一种很漂亮的红光，照得二人脸上皆是一片惊喜。洛天成激动地跳了起来。先等一下。江宁儿把珠子上的血擦掉之后，拿刚才的蛇血和自己的血重新滴在一起，验血珠一片暗淡，不起反应。可洛天成加上他的血后，红光又再次出现。第一次看到红光时，江宁儿是满满的不真实感，可当红光第二次亮起后，他惊愣的有些说不出话来了。是真的，验证了他们真的是亲兄妹。这时洛天成不顾他阻拦，欢呼着直接把他抱起来，转了好多个圈，最后停下脚步也不肯松手，就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我没看错，你果然就是我小妹，我是真的有妹妹了。快，叫声哥来听听。这是真的吗？我真的有哥哥了？你不仅有一个哥哥，你其实还有很多家人。很多？是啊，我只是你二哥，你还有个大哥。不过大哥身份特殊，不方便来亲自验证，所以由我来。但大哥说了，只要我验证了你真的是小妹，他立马也会到京城来见你。天啊，我居然一下有2个哥哥！对不起妹妹，我们之前根本都不知道还有你的存在，否则我跟大哥说什么都不可能让你这样长大的。爹身子不太好，我们怕他太激动，没去人前还不敢跟他说这件事，他知道后定比我们都高兴。等等，我没听错吗？我不仅有2个哥，居然还有个爹。这是什么话？没爹哪里来的我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一直以为我爹当年已经战死沙场了，原来他没死。听你这么说，你原本早知道自己爹娘是谁？算不得知道，只是猜测他是不是沛国公府当年的大公子。你的猜测没错，我们的娘正是微月族族长唯一的女儿木南哥，爹是当年沛国公府的大公子江清衡。我们的这个微月胎记是遗传的娘的，这是微月族后人的标记，不光我跟你有，大哥也有，只是我们的位置各不同。没想到我居然会是微月族的人，我只在茶楼里偶尔听人说新鲜事，听到过微月族，没想到居然还真的有，我还以为只是传说呢。据洛天成所说，他才知道微月族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因为微月族人都有着近乎妖孽般的智慧，曾被称为是天人的后代。可正源于人人善谋，便很容易招来各国的觊觎之心，所以为了躲避纷争，100年前就一直隐世。难怪我这么聪明伶俐，机智过人，这下破案了。原来我祖祖代代都是聪明人，
这一切都说得通了。我最早意识到我不是江映初的女儿，就是因为认定她生不出我这聪明的脑袋瓜。你原来是这样知道身世的。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她跟叶氏又丑又蠢，所以老早就觉得他们不是我爹娘了。不过就算你意识到他们不是你亲生父母，你怎么想到爹娘是江清衡与木南哥的？这还是江婷告诉我的。江婷？他为何会知晓？江宁儿把当初江婷告知他的内容原封不动地转述给了洛天成。原来如此，我们都只听到了娘亲的死讯，所以并不知道还有你的存在。但就现在听起来，很大概率是江映初当时给娘做了假死，把她藏起来了。我也这么觉得。这样说来，娘会不会还在世上？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当年的事情，有机会我们一起去见一见那位崔姨娘，她应该会清楚。好，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突然一下，可能父母都健在，且哥哥就在身边的感觉，让江宁儿心中觉得又安逸又满足，满心盼着试炼结束后，他一定要把这个高兴的事情告诉秦君夜。但是二哥，我有事想不明白。什么想不明白？爹当年不是上战场杀敌吗？既然没有死，为何不能回来？你们这些年都在哪儿？而且王爷查过，说是大公子的2个儿子也是离奇失踪，不知生死。你们当年到底都怎么了？既然是为国上战场，活了却不敢回，你这么聪明，莫非会想不到吗？是因为活着回来的话，京中有人要对他不利。洛天成点了点头。江宁儿接着猜下去，当年爹位居人臣，又是经世之才，京中能够让他惧怕的人不多，莫非是天启帝？当年爹大战敌国后，本就筋疲力尽，本以为可以大获全胜，班师回朝，可没想到一直同行的友军刀剑却都突然对准了他。幸亏是他的护卫亲兵以命护送，他才以假死逃脱围困，但也受了很重的伤，昏迷治疗了半年有余才能下床。而我不是说过，我服下3角蟾蜍是因为幼时重病吗？事发时我只有2岁，因得了一场重病，被送往北门一宗，在温宗主那医治。大哥那时则是正好去了外公那儿，娘亲上队的消息传开后，外公惊觉不对，就把我们2个留在威月族中保护起来了。直到父亲醒后来寻我们，既是天楚的士兵，却不受将领，背后能操控他们如此的，也只有坐在龙椅上的那位了。那我岂不是造化弄人？没想到你如今却成了天启帝的儿媳。不过这不怪你，怪哥哥们没有早些发现，早些找到你。所以妹妹，这个事情你最好不要告知晋王。但二哥，王爷跟天启帝不同，而且你也该知道，天启帝也不喜欢他。他们2个虽是父子，但一点也不熟，更是几乎没有感情可言。二哥明白你的心情，但当年他的父皇正是因为忌惮我们父亲的能力，所以才要除之后快。就算他跟天启帝关系再僵硬，但他们终究还是父子。他若知道你是仇敌之女的话，你确定他还会像现在这样对待你吗？而且你有没有想过，他很有可能有天要继承天启帝那个位置，到时候他身为帝王，必定有许多身不由己，要广纳后妃，维持朝政。你的性子能忍才有鬼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相信王爷，而且王爷其实从无争夺皇位之心，他筹谋的是想带母妃和小妻一起离开天楚国。你说他要离开天楚国，那他不当王爷了？他是这样与我讲的。洛天成知道他们2人是真感情，也知道得知这个真相他势必会为难。其实他又何尝不想相信秦君夜呢？毕竟若他有日真的负了他不敢想妹妹会有多难过。可是没办法呀，秦君夜终究是流着那个天启帝的血，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蜀南王是爹娘结拜的大哥，我确实大多时间是被义父养在身边。你可以告诉他，你还有个2哥是我也行，反正我那个时候还小，可以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认出你胎记而已。二哥放心，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不会泄露爹和大哥的事情。行了，你快睡吧，我在这守着，市里还有2事呢。江宁儿点了点头，刚准备在他身边睡下，山下传来了惊叫声。你们不是皇家学院的学子，你们是什么人？救命！兄妹2人闻声立刻走出了洞外，但已经寻不见刚才声音的来源了。怎么回事？听动静好像不是组队间的纷争一样，莫非有外人闯入？确实不太对劲，刚才我们从山上看下来，还能看到几个队伍篝火的光亮，可现在一处篝火都看不见了。走，我们下去看看，这样有外人闯入的话，这些都是贵族子女，事情怕是就不简单了。与此同时的另一边，秦君夜因一人独守空房，有些睡不着，便去了大理寺里审问犯人。他坐在大理寺的监牢中，
一边听着那边受刑的人的惨叫，一边脑袋放着空。虽知道学院里武学试炼的程度对江宁儿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可他多少还是会心中担忧，别受了伤才好。王爷，清玄从外疾步而来，秦君夜瞧见他神色不对，起身跟他走到了一旁隐秘的地方。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王爷，江婷找您。江婷。晋王爷，我二妹妹呢？她现在应该是在皇家学院参加武学试炼，3天后才会从试炼地里出来。糟了，发生什么事了，让你如此惊慌？我查到当初二皇子所处置的报名真正的身份，其实是西北来上京告他御状的难民。我知道后，想着先查证再与你们通传，但就在刚刚，我抓到了一个人，得到了一个不得了的消息。这群西北难民想着难以告御状，于是把目标放在了皇家学院的这群学子身上。他们跟虎啸山的山贼勾结，计划今日将试炼地的学子绑架，以此向朝廷勒索提要求。你说什么？试炼地中，江宁儿和洛天成下到山下来时，就看到了一群黑衣人正把毒烟迷晕的学子一个个的拖走。二人躲在山蛇后面看着这一切。这群是什么人？要把他们拖去哪儿？看来像是绑架。绑架？皇家学院的学子大多非富即贵，背后父兄都是当朝重臣。绑架这些人，他们想翻天不成？我也不知道，不过可以跟进去瞧瞧看。跟进去？不行，这太危险了，你不能去。二哥，你也知道这些都是重臣的子女，他们若是真的出事，最后唯独我们二人无恙。你觉得最后问起来，我们两个摘得干净？而且说到底都是同学，虽说平日小打小闹我也觉得烦，但真的这么多人遭遇不测，你能忍心？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要去也是我去，这太危险了，你在外接应。既然要去，自然是能力强的去。虽然你是我哥，我也要说，你觉得你能力有我强吗？洛天成心里话，不带这么扎心的呀。放心好了，你妹妹我不光是鬼医，还是鬼谷门的掌门和玄机阁的阁主，几个小山贼我还不放眼里。你这16年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呀？一个鬼医的身份就够让他吃惊的。天下第一的杀手组织鬼谷门和玄门翘楚玄机阁居然也是他的，那这么一看，妹妹好像是比他厉害了不止一星半点儿。按道理，试炼地的边境应该有侍卫，可如此动静都没人来，这些侍卫应该已经被干掉了。这个是我偷偷带进来的信号弹，西南深处有个死角，放出去了，王爷能看到。可大晚上的，秦君夜肯定睡了，万一看不到怎么办？以我对王爷的了解，他不会放心我的。我猜试炼地外定有暗影一直守着，只要有暗影看到，就知道我出事了，会立马传达他的。可试炼地这么大，他找你都不知道要多久了。这个你放心，王爷有他的方法，可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我。好吧，那你千万自己小心。洛天成话音刚落，江宁儿就从石后窜了出去，因为发现那几个山贼十分的专业，他怕装晕会被发现，只能真的将毒烟吸入肺腑，也晕了过去。很快黑衣人就发现了他，这里还有一个，快一起拖走。洛天成没了办法，此时只能照着江宁儿说的去做，先去放信号弹，再去跟他里应外合。等江宁儿听到房门关上的声音后，他这才缓缓地睁开眼来，看清了自己身处的环境。江宁儿不确定自己是否还在试炼地的山头，跟他同一个房间的全部都是女生，看起来应该是把男生单独关了另一边。大多数女生其实已经醒了，可那毒烟里含有软骨散，所以她们根本无力反抗。江宁儿简单勘察过后，开始拿出药瓶放在身旁女同学的鼻下，让她闻。你怎么没有中毒？嘘，一个个的来，你们弄出这些动静，是生怕那些劫匪不知道吗？怎么办啊？我们才欺负过他，他会不会记仇，不给我们解毒，把我们丢在这里啊？我愿意跟他道歉，我不想死在这里。我想我爹娘，我想回家，我错了。江宁儿这边专心解毒，并不知道那3人的心思。约莫解了有4、5个人之后，他听到有动静，连忙收回了药瓶，佯装被绑着的样子。一声重响，房门被十分粗暴地推开，走进来一个醉醺醺的壮汉来。壮汉色眯眯地打量一圈，这么多漂亮妞，小爷今日可得好好快活快活。壮汉随手一抓，便把脚边最近的赵芊芊给提了起来。别碰我，你别碰我，你们要钱我可以给你们钱，只要你别碰我，我求你了，求你放过我。他妈的喊什么？赵芊芊只觉得自己倒霉极了，这么多女人怎么偏就抓住她呀？
我丑，大爷，你看我的脸都毁了，我丑的紧。见他还不放手，甚至开始往他脸上凑。你要找女人，你找她，你找江宁儿，她又漂亮又是妇人，她无所谓是不是处子身的。我们都未出阁，还是黄花大闺女，要是没了手工纱，我们这辈子都完了。你要上就上她，求你放过我们吧。江宁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叫她无所谓啊？赵芊芊，你在说什么？你怎么能把别人这样往外面推呢？亏你还是皇家学院的学子。你愿意帮他说话，那你跟他一起好了。你们真以为他能有本事救你们出去吗？一下子，所有人都沉默了。赵姑娘的计谋可真好。郡王妃，牺牲你一个，说不定可以保全我们所有人。你放心，你替我们付出后，相信大家都会念着你的恩情。就算你被蹂躏了，我们谁都不会跟晋王爷讲的。只要大家能安然出去，就会跟一切无事发生一样。闭嘴，臭娘们儿，真是丑死了！老子想上谁就上谁，还让你们这样挑来挑去。不过他还是踩着醉意的步伐来到了江宁儿的面前。但那娘们儿说的没错，你倒确实是最漂亮的，那就先从你开始好了。真选我呀？那你眼光可太好了。话音一落，他便突然腾身而起，空中翻转间，他袖中骨刀沿着男人脖颈一抹，滋啦一声，血管被精准切断，男人甚至都来不及喊叫，就应声倒地。大多数都没有见过江宁儿的真功夫，无人知晓她竟然这么厉害。江宁儿看向刚才帮他正义斥责赵芊芊的英气女生，同学怎么称呼啊？我是乐骑校尉之女乔子君。江宁儿扬手把刚才那瓶解药丢给了乔子君，有劳乔同学给大家解一下毒，我现在去救男生那边。你一个人去？洛天成在外跟我接应，大家不用太紧张，我们一定会逃出去的。说着，江宁儿瞥了赵芊芊一眼，然后几步上前，直接对着赵芊芊捶了一拳。当然，我救你们也是有要求的。首先，第一点，你们目前手上找到的所有吃玉牌都是我的。第二点，想我救就得做到听我的话，若觉得又不想听话，还想给我惹事的，就有点骨气，别用我的解药，自己想办法，我绝不多管闲事。不过我也丑话说在前头，不合群的人注定会害到所有人，所以为了大多数人着想，如果不想听我的，我也会揍到你们听为止。大多数人都明白他在说谁。晋王妃放心，既然都说了听我的了，那喊什么晋王妃啊？要喊就喊我老大。老大，哼，行，喊我老大。当老大的自要罩着你们。各位小美人儿，你们赶紧恢复体力，等我救完男生再回头来找你们。男生这边也是被绑住手脚扔在了一起。老三去哪儿了？怎么不见人？还能去哪儿？那个色鬼自然是去管女人那边享乐去了。你别说，这些个大小姐都是娇生惯养的，皮肤嫩的跟什么一样，比楼里的姑娘看着可带劲儿多了。等她出来了，我也要去。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对那些姑娘怎么了？我们山寨里的兄弟帮你们筹谋计划辛苦了这么久，准备拿那些个姑娘松快松快。不行，你们答应过，只要帮俺们挟持他们，不会伤害他们的。俺们只是绑架他们，找朝廷要回赈灾的钱。这么做只是为了让朝廷重视，能够好好听俺们的诉求，听俺们说话，可不能伤害他们呀。瞧你那怂逼呀！法子是我们山寨给你们出的，人抓来了，自然是由我们山寨处置，上几个妞而已，又不杀他们，该要钱你们继续要就是了。这怎么行？你们一开始不是这样说的，他们都是贵族小姐，你这样他们父兄不可能放过俺们的，俺要去跟俺们村长说，你们根本就是在骗俺们。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在这里多管闲事？二人一把将二狗给拽了回来，并且开始对他拳打脚踢。这时传来敲门声，谁呀？我老三，开门。可没曾想，一开门，一道寒光闪过，就再也笑不动了。江宁儿朝二人胸口轻推了一把，二人就直挺挺地向后倒去，皆是一刀抹脖。香姑娘，冯公子在可就太好了，我就不跟你废话了。这是解药，给每个人闻一下，你们的毒就可以解了。没受伤的同学尽量帮助一下受伤的同学，我们一个都别落下。恢复好了就跟我走。男生这边就好解决多了。香姑娘，这个二狗我们要不要救啊？带上他吧，我们也需要留个人弄清事情的始末。男女集结后，人数就变得十分的庞大了起来，如此行动就容易招来瞩目了。等到冲出此处后，所有人都有些傻眼了，因为他们都是被麻袋套着来的，看不清来时的路。这是哪里啊？
怎么回事啊？我们昏迷到现在还不过1个时辰，怎么可能直接翻了一座山呢？大家往这边来。负责接应的洛天成及时从树上跃下。嘿嘿，哥，没事吧？放心，一点事没有。但是这里是哪儿？这个等下再跟你讲。伤员很多，前面有个破茅屋，先去那里，让受伤的人休整一下。所有人跟着洛天成走。是，老大。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软硬兼施喽。大家都中了毒，听话的我就给解毒，不听话的就打到听话为止。都打不赢我，我自然就是他们老大啦。大家来到了洛天成所说的破茅屋后，武功高强的男同学结伴在屋外看守，武功不太强的则是按照江宁儿的安抚捡一些可以用来抵御外敌的工具和草药。你说什么？我们是被地洞带过来的。我一直跟在这群人的身后，我也很意外，皇家学院的试炼地里竟被挖出了一条地洞，从那个山头连接到这个山头。到底是为什么？为了绑架我们，居然还挖一条地洞，这可不是个小工程，这起码得数月的筹备吧。看来完全是针对武学大考的一次行动，也是煞费苦心了。所以这也是麻烦的地方。我观察了一下这座山，似乎就是大名鼎鼎的虎啸山。虎啸山？虎啸山怎么了？你们怎么一副见鬼的样子啊？江姑娘有所不知，虎啸山在京城以西，山是普通的山，但是山上一直团聚着一群山匪，特别的棘手。我爹之前就负责多次围剿，可这座山易守难攻，山匪经验老道，且十分的狡猾，几经都攻不下。听起来还挺厉害的样子。如此看来，刚才只是派了几个小喽啰看守我们而已。没错，这些山匪的数量也不容小觑，怕是在我们这些学子的数倍以上。你们逃出的看守地是最为偏远的地方，山匪是自信你们都被毒烟迷倒了，无力反抗，所以才没有派太多人在此。可最晚明日天亮后，定会有人过来交接班。到时候发现人都跑了，就会出动全部山匪对我们进行围剿。到时候我们想要逃出虎啸山，只会越来越难。这是什么地方？山顶处有个很大的房子，可我没进去细看，只远远瞧见人不少，许是他们休息的地方。怎么，你有法子了吗？山匪最大的优势通常就在于对于山涧地势的了解，我们要跟对方打之前，就得先弥补跟对方的差距，最好就要选择能够看清全局的高处。就跟我们两个在试炼地时一样，选在山上的山洞里，就能看清所有人的近况，从而提早做出准备。没错，我正是这个意思。但问题是，我们的目标不是离开虎啸山吗？去了山顶，岂不是离我们下山的目标越来越远了吗？我们人比对方少，如今还有伤员，想要打赢且全员安然离开，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改变策略，先以生存为主，等待外部力量过来帮忙，到时候里应外合，才有可能成功。你说的外部力量是指晋王？没错。我虽然把你给我的信号弹放出去了，但那是在试炼地放出去的，可我们现在根本不在那边。试炼地附近这么多山，他就算知道你有危险，一座座的山头找你，都不知道要过几日了。我们就算聚集在山顶处极力抵抗，也至多只有1天半的时间，他根本来不及带人赶来。放心好了，只要他发现了信号弹，不需要那么久，王爷定会很快找来的。而且明日白天，朝廷应该也会发现试炼地中出事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守好阵地，等援兵过来。可山顶是什么地方？是山匪的什么人在那儿？我们还不知道呢。我们是不是先得把这处攻占掉？没错，我们可以选几个武功好的，先去打探一下，其他人在这等消息。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去做这件事？我跟你一起。那个二狗醒了。江宁儿连忙跑过去找那二狗问话。不要杀俺，别杀俺，俺没想杀你们，真的没有。想要我们不杀你可以，但你要告诉我们为什么绑架我们。俺说了的话，你们能放俺吗？俺上有老下有小，俺媳妇儿肚子里还有个，俺死了，他们就都活不下去了。讲实话就放了你，但你若是骗我们，我会让你比死更难受。俺说，你们想知道什么，俺只要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二狗将他们从西北来请命，却被二皇子冠以暴民追杀，最后不得不逃到虎啸山避难的全部过程都讲述给他们听。这些山匪收留了俺们，还说愿意帮俺们，还帮俺们想了这个招数，说你们大都是高官子弟，绑架了你们，以此跟朝廷谈判，俺们就能要来银子回村。哎呀，你们蠢吗？山匪的话你们也信？他们要是有那么好心，就是圣人，不会是匪了。他们自然不是好心，而是银子最后他们要分走一半，
俺们也知道于匪勾结不对，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二皇子全程搜索我们的下落，遇到了就杀，没他们的庇佑，我们早就死了。俺们也是为了活命就答应了他们，但俺们真的只是跟他们说借此吓唬朝廷，没想伤你们的。俺也没想到他们会。二狗从怀里颤着巍巍拿出一物展示给他们看，俺没有骗你们，是真的，俺说的都是真的。二狗展示出来的竟是一张鲜血淋漓的犯民书。这样子的请愿书，俺们来京城的每人都有一份，因为俺们谁都不知道到底哪个运气好，就遇到贵人，能够让朝廷知道俺们的遭遇。俺们很多人不会写字，只能盖写手印，俺们的指尖都不知道被割了多少刀。山匪会随身携带这些吗？山顶处是什么人聚集在那儿？你可知道？知道，就是俺们的人。正好他们的目标就是将所有的学子转移到山顶处。如果那边只是西北的灾民在那儿，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个好事儿。江宁儿还是先跟刚才选出来的10个人一起上山查探确定。不过这次是把二狗也提溜上一起。11人很快就来到了山顶房屋处，不过远远就发现外面居然还有山匪在巡逻。不是说都是你们西北来的人吗？骗我们！不是的，是那些山匪也怕俺们偷跑泄密，所以让俺们年轻能出力的跟他们住寨子，俺们老小就都住在山顶，这样俺们要是谁不听话，就能用老小威胁俺们，而他们要逃也要一路走下山，路上总会被他们的人发现的。通常有多少人巡逻？俺们也没什么武力，这里都是些老弱妇孺，他们的人不多，就是门口的这几个。那好吧。江宁儿冲骆天成使了个眼色，骆天成把削尖的石子儿在手中掂了一下，挥手一投，便正中4个山匪的胸口。他们带着二狗走近前去，有人贴着门听了一会儿，里面很安静，不像有很多人的样子。以防有诈，你去开门。二狗踉跄了一下，连忙将门奋力地推开。他熟练地将墙上的烛火点亮后，其中的景象让众学子的眼眸一震。你们放过二狗！二狗媳妇，你冷静，别过去。当官的都不是好人，他们的儿女也好不到哪儿去。大家别误会，他们不是坏人，是俺们被山匪骗了。他们根本没有按照先前说的指示抓人，他们把很多学子打得奄奄一息，还甚至想要奸污那些小姐。那些山匪只是想利用俺们要钱，根本不管之后俺们会被朝廷如何追究。俺知道后想阻止他们，却被他们打，是这些学子救的俺。那我男人还在主营寨子里呢。我男人也是啊，会不会出事啊？这可怎么办呢？我读圣贤书10数载，立志建国安邦，却不知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居然有这么一群人。是啊，我总以为京城安定，可现在我才明白，是我眼界太窄。我们只在学堂里，根本不知百姓疾苦。哼，我爹还说二皇子贤明，所以追随于他。我真该让我爹看看，这人间炼狱是谁造成的。秦军其弱，夺嫡成功，天楚将亡。迷途知返，难能可贵。世界之大，我们要见识的事情还有很多。现在若能帮了他们，也不算晚。如何帮？他们如此费尽心机，不就是要找贵人请命吗？而你们不就是贵人吗？我明白，只要这次安然回家，我定让我爹写书弹劾二皇子。那我们的计划就除了保证我们这些学子的安全，还多了一项，就是保证这些灾民的安全。去跟其他人传消息，让他们都过来吧。我们就驻守这里，直到援兵过来。好。没多久，剩下的大批学子也都赶到了山顶处。他们看到屋内的景象时，也都是同样震惊的说不出话来。我准备以我们这里为圆心，设计一个大的阵法。阵法设好后，可以抵御一阵子。不过大家需要按照我说的，现在就开始去找些山石来，然后多削尖一些石子和木枝，以作机关。他部署过后，众人开始纷纷行动了起来。你有几分把握？不好说。之前只是我们这些学生的话，我本还有8成把握，里应外合可以杀出去。可现在多了这么多老弱病残，我们现在只能守着，把握大约5成吧。说着，他摩挲了一下自己腕子上的镯子。接下来就看王爷的了。这个9转玲珑镯有什么特别的？我发现你一直在看它，这是谁送你的？王爷给的。他给你这个做什么？江宁儿揶揄，不敢回答。虽然秦君夜一开始戴上的用意确实不好，可后来他多次险些遇难，都是靠其中的同心骨，秦君夜才能及时找得到他。想什么呢？怎么不说话了？没什么，我只是……老大，不好了！怎么了？二狗的媳妇好像是要生了。什么？怎么这个时候生孩子？确实是要生了，而且孕妇应该是长时间营养不良，还有难产的征兆。
难产，俺娘就是生俺弟弟是难产死掉的，俺媳妇不能有事儿，俺媳妇要是有事儿，俺也不活了呀。你不用担心，我来接生，但我需要帮手。他话音一落，两个有过生产经验的年轻妇人便站了出来。不过孕妇现在的情况还需要一味药材，但我在当时关押的父亲看到过。我去吧，你告诉我是什么药，具体什么样子。江宁儿没有犹豫，用树枝迅速在地上给他将草药的样子画了出来。洛天成记下之后，便只身一人出发了。洛天成很快就回到了看押地，采到了江宁儿所说的草药。他奶奶的，怎么会都跑了呢？你看那里还有一个，抓住他！洛天成遇到了看押地来交接的人，准备将这些人都灭口。可他刚要将手中碎石投出时，对方先一步朝地上扔下一物，顿时白烟弥漫开来，遮挡了他的视线。他闻出烟中异香，知道这就是在试炼地中迷倒学子们的迷烟，但好在他对普通的毒免疫，并不受影响。紧接着，这些山匪手中竟还有剑弩，朝迷雾中的他射击而来。他听声辨位，勉强地躲避着，而周围的脚步声越来越多，似乎是更多的人来了。糟了！此时有几根箭弩从不同方向朝洛天成而来，他躲过了左边，却来不及避右边。就在他眼见着要中箭时，白雾中一道身影出现，替他一剑将弓箭在空中砍成两段。紧接着周遭厮杀升起，似乎来了另一伙人跟山匪对阵。渐渐的，白雾开始散去。是你，没想到你还真找来了。我明明是在试炼地里放的信号弹，还想着你就算一座座山找，最快也得明天天亮才能找来。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虎啸山的？是你放的信号弹，宁儿呢？他在给人接生呢。接生？这事说来话长，晚点再跟你细说。你让他们赶紧都跟上，先跟我走。等到洛天成回到山顶驻地的时候，江宁儿急忙出了一趟取药，就看到了跟洛天成一起来的秦君夜。他虽心中欣喜，可情况紧急，他没时间多言。没想到生孩子会这么惨烈，到底怎么回事？洛天成把整个过程从试炼地他们两个里应外合开始讲起。听完后，秦君夜脸色顿时就冷了下来。你一个大男人，居然让他犯险去敌人内部，而你在外面。是他这么计划的，我只是按他说的做。他说的你就听，他要你去吃屎，你吃不吃？我是不同意来着，但你媳妇儿什么性子你不知道，我有那个本事拦得住她。废物！秦君夜，你罢了，今日不跟你吵。你带了多少人？暗影12人。什么？只12人？我还指望你带着兵来呢。兵？本王没有那种东西。洛天成瘪了瘪嘴，忘记他是个不受宠的皇子了，手中并无兵符。虎啸山山匪众多，我若带太多人会打草惊蛇，到时候越发难以攻破，你们的危险也越大。不过你放心，我让人给老三送消息了，只要先稳住这边，他明日一早定会带兵前来。你把消息告诉三皇子，为何要告诉他呀？你不是也在大理寺当值吗？调动大理寺的人也可以啊。老三手中的人会比大理寺的人来得稳健得多。本王的暗影人虽少，可一人能比得过最少20个学子，绝非泛泛之辈。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质疑你的暗影能力，而是你带人来，最后把所有学子解救后，功劳不就是你的吗？可你现在这样做，最后不就成三皇子的功了？本王要这功劳有何用？你怎么说也是皇子，哪有皇子不想建功立业的？本王没兴趣建功立业，来这里也只是为了本王王妃的安危，其他人的死活都与本王无关，本王根本不想管，就连你，本王也没兴趣管。那你刚才还救我？你不懂药，所以会让你去摘采药的，只有可能是宁儿。本王不会坏她的事。洛天成忍不住白了秦君夜一眼，他实在是不喜欢这个妹夫如此臭屁的性子，但念在他张口闭口都是他妹妹的份上，他又不得不忍下。哎呀，江姑娘你怎么了？屋中传来乔子君的一声惊呼，秦君夜闻言即刻便推门而入，洛天成和二狗也赶紧跟着跑了进去。快找个木棍来，快！点头如捣蒜，即刻就冲出去找木棍。秦君夜则2步化作1步走到床边。孕妇癫痫犯了，不给她咬着，她会咬掉自己舌头的。洛天成找来了木棍，勉强将他手给交换了出来。可你的伤……放心，小伤而已，等下有时间了我会自己上药的。你在这里我会分心的，孕妇生产呢，你们外男是不是不要进来比较好，在外等着吧。二狗本是想要留下，但是怕他乱喊影响孕妇情绪，江宁儿把他也给一起轰了出去。于是3个男人一起在门口站着。
又开始旁听着屋里的惨叫。期间最紧张的还是二狗，他时不时的就闭眼祷告，焦急的不行。洛天成偶尔安慰几句，一声啼哭才划破长空。二狗迫不及待的再次推门跑了进去。恭喜母子平安，是个儿子。二狗小心翼翼地从江宁儿手中接过孩子后，就赶紧跑到床边跟他媳妇儿一起看孩子。因着大家的齐心协力，阵法机关已经布置完毕。到后半夜时，学子们都已经精疲力尽的各自找块干净的空地，互相依偎着睡去了。江宁儿因为要把控全局，所以本还挺精神的，但秦君夜在身边后，感觉便不同了，就好像是努力提着的一口气儿瞬间松了一般。没一会儿，睡意就来了。靠着我先睡吧，我来看着。便趴在他怀里，很快进入了梦乡。洛天成在一旁一边捯饬着火堆，一边看着这一幕，心叹也是奇了。他们两个在山洞的时候，他睡觉都不安稳，怎么秦君夜一来，他的警惕就好像消失了一般？你不用这么紧张，我不是看他，我是在看晋王爷你。看本王，你是何意？我是在想，你这么做图的是什么？三皇子此次营救若是成了，势必压二皇子一头，成为太子最热门人选，还会因为救了这些学子，承他们家族的恩。但三皇子上位，对你应该没有好处吧？你为何要那样做？老三想要出头，本王给他这个机会，有何不妥的吗？秦君夜，你当真对皇位没兴趣？洛公子这话是不是僭越了？你就算只是义子，也是代表了汝南王府的。怎么，洛公子如此关心本王是否受父皇青睐，是想站队参与夺嫡不成？若是的话，你怕是找错人了。本王对那个位置没有兴趣。哪里的话，闲聊而已。晋王爷不必当真，我汝南王府可没兴趣参与你们的夺嫡争斗。如此最好。秦君夜嘴上说好，却因他的话对他有了些提防，不再与他多言。江宁儿没敢睡太久，稍稍恢复体力后就醒了过来。怎么不多睡会儿？王爷应该一直都没休息吧？我看着，换你睡吧。我不累。你怎么会不累？你身子刚好，就跑这么远，你放心睡吧。我之前在试炼地时也是睡过一阵子的，而且我是你大夫，你要听医嘱。我师兄给你的那几拳功效还没完全消失呢，你太疲惫的话，小心又软了。我没有软，我那只是暂时使不上力。好好好，你不软，你金枪不倒，你钢铁般坚硬，你最厉害了好不好？而洛天成一脸的诧异，他们两个当着他的面儿，这在聊什么呢？这是天亮后怕是有场硬仗，到时候还得靠王爷你呢，所以你必须好好休息，听话。秦君夜没了办法，只得照做。但刚刚鼻息平稳后，江宁儿就给他点了睡穴。你干嘛呢？他心思重，这种情况不这样，我怕他不能安心睡觉，虽点穴对他作用不久，但能让他睡一会儿是一会儿。你对他还真是好。我是之前不知道你是我哥，现在知道了，以后也会对你好的。没白疼你。说着，冲江宁儿神秘地勾了勾手。怎么了？洛天成把二人的对话跟他转述了一遍。是啊，我之前就跟你说了，他不想当皇帝。这种事情嘴上说一说而已，谁都可以讲。你哥我也是男人，说实话，我觉得男人的话都不太能信。别怪哥哥我多心，但是关系到你，我不得不防。我明白，你也是为我好，那你如何才能信他？我想试试他。是？怎么试啊？洛天成跟他耳语了一阵子。江宁儿面露难色，但也知道如果不让二哥安心的话，他们两个也不好过。行吧，你若始终不放心，我就陪你试一试。王爷，我昨天在后山处看到那里有一株很罕见的草药，昨夜没来得及采，我想现在去摘了。好，我陪你去。保不齐还有些山匪残余势力，我也跟你们一起，三人遇事也有个照应。好呀。洛天成向来都是江宁儿的狗腿子，见他不拒绝，秦君夜也不好多言，便三人一起去了后山。期间，江宁儿借口小便，便一个人跑到了山石后去了。可刚在二人面前失去身影，很快就传来了他的惊呼声：你们是什么人？王爷救我！
秦君夜急忙跑去，便看到这儿埋伏了几个人，而江宁儿已经被这几人双手后折绑在了身后。放开他，否则本王对你们不客气。应该是晋王爷最好放下剑，否则我们会对你不客气才是。听着这个声音，竟是从自己身后传来的。秦君夜正在了原地，洛天成便带着阴鬼的笑意从他身边掠过，堂而皇之的大步走到了那几人身边，并抽出长刀，一下架在了江宁儿的脖子上。洛天成，你什么意思？跟晋王爷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其实我并非是汝南王的义子，我的真实身份是龙渊国的二皇子。你是龙渊国的人，你到底要干什么？晋王爷不是问我是不是要参与天楚夺嫡吗？你猜对了，我来京城就是想要搅乱天楚的这滩水。我们龙渊想要扶持我们自己的人坐上皇位，而晋王爷你就是我们的人选。可笑，天楚的皇位何时轮得到你们龙渊来管了？晋王爷想必知道，我大哥已经带兵灭了赤河国，而我们龙渊真正的目的是一统七国。但光是我们一个也不行，天楚国是七国中除了龙渊以外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想要跟天楚合作，所以扶持一个我们的人当皇帝，这个合作才能牢固。只要你答应与龙渊同盟，我可以保证天楚皇位非你莫属，而将来七国一统后，龙渊可以答应你与天楚平分天下。你觉得你挟持我王妃，我还会答应与你合作吗？晋王爷不妨先听我把话说完，说不定等下你会迫不及待的把这个乡野王妃踹到一旁的。你说什么？光是君子之交没什么可信的，而我们也很有诚意。不瞒晋王爷说，我其实还有个妹妹，我父皇的意思是愿意把小妹嫁给你，你成了龙渊的女婿，联姻之下两国才能更加稳固。而我妹妹金枝玉叶，自然不可能给你当妾，所以你想要那个皇位，江宁儿就不可以存在。看到秦君夜神色一凝，洛天成又道：我知道你很喜欢你现在这个王妃，但是你放心，我妹妹花容月貌一点也不比江宁儿差，绝不会亏待了你。当龙渊国君的女婿，并且得到天楚皇位和将来一半的天下，还是只做一个江湖野丫头的夫婿，两个之间哪个对你更有好处？晋王是聪明人，应该不用我多言吧？我如何信你？洛天成扬手丢过去一物，这是龙渊的令牌，想必晋王爷看得出真假。江宁儿只知道洛天成要弑秦君夜，却不清楚他到底是准备如何弑，以至于他拿出龙渊令牌时，江宁儿也吓了一大跳。老哥平常玩的都这么真实的吗？秦君夜辨认过那令牌后，刚才的紧张表情霎时全无。确实，若有龙渊相助，本王想要夺得皇位就是手到擒来，本王可以答应你。我没看错人，晋王殿下果然是有野心的人，但是光说可不行，一如你们要江庭交投名状一样，你也要给我交一份投名状。投名状一成，你便可以是龙渊的自己人了。你要我做什么？我要你现在就杀了江宁儿，证明你的决心，从此你便是龙渊国君唯一的女婿。秦君夜沉默的这片刻，江宁儿明显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晋王爷在犹豫什么？皇子并非只有你一人，我们若没有你，也可以找别的皇子，可别错过了良机啊！晋王殿下，想必你蛰伏这么多年，等的就是翻身做主的那日，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了，难道要为了一个女人放弃唾手可得的江山吗？一个女人而已，本王自没有那么傻。那好，动手吧。江宁儿看到秦君夜手中的剑缓缓抬起，对准了他的心口，眼帘愣怔地抖了抖。难道真的像二哥说的那样，没有哪个皇子会不想要皇位？妈的，狗男人！秦君夜突然身形一变，剑尖偏开以后，左手虚空一掌，自江宁儿的耳边划过，直击他身后几人。可强劲的内力还是将他们几人都同时冲倒在地。江宁儿也万万没想到，秦君夜居然直接动用内力了。别，王爷你不能伤他。你还护着他？假的，他刚才说的都是骗你的。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两个戏耍我？是哥哥他不相信你对我是真心的，所以用这个方法试炼你。秦君夜，你别对我妹发脾气，是我的主意，跟他无关，有什么脾气你冲我来。你住嘴！你凭什么叫她妹妹？江宁儿本来就是我同父同母的亲妹妹，我跟她是在试炼之地时验血相认的，但我不放心她嫁给你，所以才要试试你。
本意是但凡我觉得你不行，我定会把我妹妹带离晋王府。我不管你是她的谁，她现在都是我的妻子，你休想带走她。既然你是真心对她好，她又这么喜欢你，我自然不会带走她了。你表现还不错，算你通过。哎，秦君夜，王爷，他怎么会这样？糟了，他用了内力，导致毒发了。毒发？什么毒发？他3年前就身中剧毒，不能使用内力的。先不跟你说这些了，快帮我把他送回王府，我得给他解毒才行。哦，好。暗影不在，只能洛天成和他的人一起把秦君夜护送回府。刚进王府大门，黄雀一眼就看出了秦君夜是毒发的样子，吓了一跳，自己则上前把洛天成给拦了下来。洛公子，你来做什么？让我进去，那是我妹妹，这是晋王府，可不是什么人想进就能进的，还请回吧，宁儿妹妹。黄雀，放他进来。但是王妃，王爷说过不许他。我的话你就不听了，让他进来。听见没？是你们王妃让我进的。赶紧就跟了上去，只留下黄雀看着他们远走的背影，满脑子的不解。许是这次的内力动得太过，秦君夜毒发后有些不省人事，察觉到身边有人，下意识就抓住了对方的手，痛苦地喊着江宁儿的名字。洛天成看着自己被秦君夜十指紧扣的手，那个，我不是。洛天成挣扎着想要把手抽出来，可秦君夜却更加死命地把手的主人往怀里一带。宁儿，别跟他走。等到江宁儿从柜子里拿出医药箱，回过头时，就看到了他二哥被秦君夜紧紧地按在怀里，满脸惊慌的样子。这个画面别提多刺激了。我去，这个家伙怎么毒发了？还力气这么大！洛天成挣脱了一下，发现推不开，只能哀嚎：“妹妹，救我！”正好，免得他乱动。二哥，你就让他抱会儿吧，你替我压住他，我要给他施针，正好帮我把他衣服也脱了。啊，我还要给他脱衣服？我这，哎呀，到底是妹夫，洛天成也怕他一命呜呼了，自己妹妹要守寡，加之又是自己害得他动用内力毒发的，于是出于几分内疚，洛天成觉得被一个大男人抱在床上，还要给对方宽衣，这太诡异了。可膈应归膈应，还是很快妥协了。上次听到你说在给他解毒，可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现在你看到的已经算好的了。认识我之前，他毒发起来更惨，如今已经是毒拔的差不多了。我这有不少名贵的补药，对他有用吗？有用的话，我可以拿给你。二哥，这是认可他了。其实我跟你师兄一样，就是要出一口气，可只要发泄出来了，便也能冷静的觉得这个妹夫好像也没那么糟糕了。虽说他脾气是大了点，性子臭了点，长得比你哥我差了那么一点吧，但胜在能力还是不错的。最重要的是，谁让你喜欢呢？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着想，可王爷真的对我很好。我明白，今日也试出来了，他确实对你有情有义。但你刚才说他认识你之前，他之前不是昏迷了3年吗？事已至此，江宁儿也无需再瞒他，便简单的将他中毒的情况讲了一下。天启帝那种薄凉的性子，居然还能有这种儿子，秦君夜真是投错了胎，怎么摊上这样一个爹？但你做好心理准备，他虽然在我这过了关，可大哥和爹那边，我可不敢保证我是最好说话的一个了。大哥和爹会很难相处吗？你自不必担心，他们定会很疼你的。我是怕他们没有跟秦君夜相处过，你也知道，你夫君性子可不讨喜。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而且妹妹，你一定要记得我说的，暂时先别告诉他大哥和爹的存在，我会去信给他们先说明情况。好，我听你的。但二哥，你还没告诉我，爹和大哥现在在哪儿？也在汝南王府吗？洛天成想了想，怕现在告诉他会徒增他的压力和烦恼。他们不在天楚国，不过你放心，我想你很快就会见到他们，到时候让他们自己跟你讲这些年的过往。江宁儿想着二哥不肯讲，肯定也是为了他好，故也不多做追问。朕怎么就生出个你这么个混账儿来？秦军旗吓得连忙磕头。父皇息怒，儿臣也只是一时鬼迷心窍，儿臣再也不敢了。10万灾民，10万呀！你让多少人命丧黄泉，让多少百姓对朝廷寒心？你一句鬼迷心窍就想让朕饶恕？朕恨不得现在就下令杀了你，告慰西北百姓。皇上，千错万错，都是那个张师爷之错，这一切都是张师爷干的，强压暴民的也是他。灵儿本性纯良，他自己断不会如此的。三皇子自不会让他们逃脱，悠悠开口：皇后娘娘此言差矣，
张师爷虽然是操办一切的人，可他到底也只是个下人。若是没有主子的号令，他一个师爷哪里有能力只手遮天到如此？而且给灾民加上暴民虐杀的是他没错，可那些赈灾的银子，难道也是进的他的口袋？住口！这里何时轮得到你说话？儿臣只是为西北灾民不值，说出实情罢了。莫非二皇兄敢说自己什么都不知情吗？都给朕闭嘴！慈母多败儿，万事都是别人的错，就你儿子没有错，他会有今日这般，全是你这个当娘的给纵容出来的。这么多万民血书在这儿，你居然还想帮他抵赖？臣妾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刚才是何意？那个张师爷早就找出一切了，根本就是这个畜生自己贪婪，他的罪行，朕就算看他100次也不为过。来人，把他给朕关进大理寺监牢，朕择日就砍了他。秦军旗一下瘫倒在了地上，满脸的不敢置信，父皇居然要杀他，而皇后则是急忙跪着上前拉住了天启帝的衣角。皇上，求皇上看在臣妾伺候您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放过琪儿这次吧。放过他？朕已经放过他多回了，是这个畜生不懂珍惜。皇上，你不能就这么放弃琪儿啊！二皇妃有孕了，那可是皇长孙啊！皇上，您难道忍心看到自己第一个孙儿一出生就没了父亲吗？你罚他吧，你怎么罚他都行，千万别杀他，他是您的嫡子啊，唯一的嫡子。儿臣愿意拿出全部的银子来安抚灾民，儿臣愿意赎罪，儿臣给他们认错，求父皇恕罪，饶过儿臣的性命吧。本是胜券在握的三皇子听到林月寻居然有孕的消息后，眉头忍不住皱起。他贪下的这些银子中间一定要过好几道手，其中都有谁？儿臣查到共牵扯官员大大小小17名，那就把这17个官员府邸抄家抄出的银子全数还给灾民，涉事官员秋后斩首，家中族人全数贬为贱籍，男子发配宁古塔，女子迈入教坊司。皇后一听惊觉不妙，她知道其中很多人还是她的母家。皇上，想要留你儿子的命，就给朕住嘴！天启帝瞪向跪在那儿瑟瑟发抖的二皇子，只觉看到他都心烦。至于你，也得拿出家底安抚灾民，然后就给朕滚回你的府邸。无朕旨意，从今以后不许离开二皇子府半步，所有职务从今日起全数卸下。等你的二皇子妃顺利生产后，朕再慢慢找你算账。秦军旗跪在那儿，怔怔地看着地面，整个人犹如身体里的气被抽干了一般无力。他知道如此一来，自己算是彻底跌下神坛了。儿臣遵旨。滚！你跟皇后都给朕滚！朕不想再看到你们二人。三皇子看着二人狼狈离开的背影，觉得虽没能要了二皇子的性命，但如此一来，他再也不可能威胁到他夺嫡之路了。于是心情大好之下，嘴角不自觉勾了勾，却被天启帝将这个表情尽收眼底。怎么，看到朕罚了老二也很高兴是不是？儿臣惶恐，儿臣没有这个意思。你惶恐？那你倒是跟朕说说看，你又是如何知道此事，及时带兵赶到的？是儿臣经常救济施州，遇到了一个灾民向儿臣请命，儿臣才知晓的。控告皇子这么大的事情，灾民向你请命，你没查证就带兵前去了？自然是查过的，确保证据确凿，儿臣才敢动兵，否则万一不是，儿臣岂不是冤告皇兄？儿臣不敢那么做。按照供词，虎啸山那条地道花了有1个多月的时间，你要查证，势必要花不少时日。朕说的没错吧？是，但儿臣一开始也没想到二皇兄就会如此不顾百姓安危，还好那些学子无恙，否则朝中想必会大乱。你可知你做了多大的错事吗？儿臣不明白，儿臣做错什么了？不明白？朕问你，既然你早就知道他有这个计划，为何不在事发前就来向朕检举，而要等事情已经闹大了再带兵上山，如此大张旗鼓？父皇，你什么你？你是觉得等这些臣子的儿女落难后再去营救，就可以得到他们家族的支持和感恩了，是不是？三皇子连忙跪了下来。
父皇，儿臣没有这个意思。你若是君王，这种事情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发现的第一时间大事化了，将此事解决。满朝文武不是傻子，你以为他们会感谢你救他们的子女于危难之中？你调遣的兵力从驻守地到虎啸山，最起码需要3、4个时辰。可你明明可以选择直接告诉朕，让朕派京中的力量以更快的速度去营救，你却不这么做。你以为他们不会想你怎么就来的不早不晚，那么刚刚好，不会怀疑是你故意陷他们子女于水火吗？三皇子眼神彷徨，因为他确实是有这个想法的。你可知你这么做根本没有顾及到皇家颜面，会让皇室在人前失信，在朝中失信。你以为朕看不出来你自己行动是因为想要独得这份功劳，想出风头吗？朕可以不介意你出风头，可你因为一己之私不顾国威，朕就绝不能饶恕。父皇，儿臣不是这样想的，儿臣没有。你也给朕滚！三皇子想解释，可也知道天启帝的性子，明白此时再说什么都显得苍白无力了。让你传的人呢？回皇上的话，靖王爷似乎是受伤了，怕是不方便进宫回话。他怎么伤的？保护学子是受伤的？那倒不是，听王府的人说，是王妃想采山石上的一朵花，王爷帮她采花时摔着了。老二和老三，一个为了钱，一个为了权，属他最没出息，为了个女人。皇上，往好处想，这些学子虽有些受伤，但都无性命之忧，且对抗虎啸山匪一事实在是干得漂亮。天楚得此些人才，想必日后也能成为朝廷栋梁啊。你倒是说到点子上了，但听说主要还是靠的晋王妃和那个汝南王的义子里应外合出谋划策，才救的他们。是，奴才也听不少人这样说。汝南王那个义子叫什么？你可见过？似乎是叫洛天成啊，奴才没见过，但有耳闻，是个一表人才的少年郎。汝南王那个老东西，朕很清楚，性子刚烈，脾气也大，是个不拘小节之人。没想到他养出来的义子，倒是擅长些心思缜密的技巧，阵法和机关术，可都是要极为静得下心来的人才能学好的。许是因为老王爷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让自己的义子往这方面发展呢？是吗？你可还记得当年京中也有一人天资少年，精通机甲术与阵法，汇集锦妖，也是洛天成这般年纪时就已风姿绰约，锋芒不可一世。皇上，你是说当年江家的大公子？汝南王身负先帝免死金牌，朕怕遭史书记骂，当年才不好对他下手，只收回了他的权利，将他赶到了边境，让他养老。这些年他从不来京，年纪大了也翻不出什么浪来了，朕见的还算本分，也没有去管他。可现在想起来，他当年与江清衡可是过命的交情。朕记得江清衡还有2个稚子，下落不明，其中那个小儿子若是还活着，年岁怕是跟洛天成相仿吧。皇上，您是怀疑洛天成是当年江清衡与木南哥的次子？若真的是，那他突然来京的动机就十分有问题了。你去查查看，查了朕才能安心。是，老奴这就让人去查。王妃，黄雀试探性地喊了一声，发现屋子里没有人反应，便大胆地将门推开，却看到了床上躺着的2人，连忙惊慌地退了出来。清玄也正好打探到了宫中的消息，想来汇报。怎么见鬼了？黄雀愣怔地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你到底怎么了？玄哥，我刚才看到了一些我不理解的画面。什么画面？来，你把手伸出来给我。清玄配合他把手伸出去，结果黄雀跟他食指一缠，还抬起一只脚勾在了他的腰上。清玄一愣，连忙把人大力推开。咦，你发起你找魏瑶去？你对我动手动脚的像什么样子？
谁发情了？我是把屋子里看到的情况同步展示给你看而已。什么意思啊？王爷和洛公子刚才就是我展示的这个姿势一起躺在床上的。你没说错吧？王爷和洛公子？我哪里知道？所以我说我看不懂啊。我的天哪，该不会洛公子的目标其实不是王妃，而是王爷？洛公子是段秀。王妃，清玄，你脑洞可真大。我哥不是段秀，是王爷昏迷，偏把他当成了我，拉着不肯松手。王妃，你跟洛公子什么时候这么好了？你真喊他哥哥啊？因为他确实是我亲哥，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细节晚点再跟你们说。对了，宫里可有消息了？有，我正是来跟王爷说这事的。听完清玄的描述后，江宁儿感叹了声：“还是王爷厉害，居然都被他算准了。难怪他说三皇子此次讨不到好。”没错，咱们这位皇上向来疑心重，而三皇子此次又急着立功，所以也没有细想，这就着了道。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就舒服了。行了，我会给王爷转达的，你们先回吧。他已经没事了，不用担心。待江宁儿端着药正要回房时，屋子里就传来了不小的动静。他急忙推门而入，便看到秦君夜醒了。你们又怎么了？洛天成揉着腰，气鼓鼓地爬了起来。不关我的事，是他先动手的，一醒就踹我。你突然出现在本王的床上，本王不踹你，踹谁？你以为我想上你的床啊？是你一直把我拉着，也是你把我按床上的。不可能，你在做梦。哼，不信你问我妹，我还没嫌你恶心呢，你还反过来怪我。秦君夜看了看江宁儿手中的药，就知道她是刚刚才进来的。想起她确实是做梦梦见她要离开，一直急切地抓着她，抱着她不让她走来着。莫非真的是抱成了洛天成？王爷先把药喝了吧，你就别跟我二哥置气了。他真是你二哥？你如何就能确定他不是骗你的？这个我慢慢跟你讲。你躺了这么久，饿不饿？我们先吃饭，一边吃一边聊。好。二哥要不要一起？好啊，我不吃芋头不吃姜，可以多放点辣子。秦君夜听到他的口味，意外了一下，喜好和忌口跟江宁儿的一模一样。往日在府里都是他们二人一起吃饭，可如今桌子上突然多了一个人，秦君夜多少有些不习惯。你是说你一开始因为遇到了一个自称给你们接生的婆子？没错，一开始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毕竟那个老婆子已经疯了，跟我说的话也可能是疯话。当时我没有头绪，刚来京城想接近沛国公府，查一查那个疯婆子说的话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我娘是不是真的后来还生下一女。这些山洞时都没听你说过呀。在山洞时匆忙，来不及跟你细说嘛。那你后来怎么去了皇家学院？我为了方便查探消息才进的皇家学院，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我查了1个月见没动静，本来都心灰意冷了，但就在那天晚上，我碰见了你偷试卷。我见你第一眼就发现你跟娘亲像得离谱，且对你有种天然的亲近感。可我查到你居然是叶氏的女儿，我又觉得很奇怪，这才一直接近你，想要探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哦，难怪你一开始对江一雪态度还挺好，可见到我后就变了。原来你那个时候是故意跟他亲近，为了套我的消息。我没办法堂而皇之的去沛国公府查，只能旁敲侧击。江一雪在皇家学院是我唯一好接触沛国公府的人，结果没想到弄得那个死女人居然以为我喜欢她。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恶心。原来如此，一开始我还觉得你这个人是个墙头草，见一个爱一个，是个很糟糕的人呢。不过细细体会，发现我其实对二哥你也是有种奇怪的亲近感的。真的？否则你这样的人突然靠近我，缠着我，以我真正的性子，怕是早飞你800回了。但我有一事不明，既然你本就是当年江家大公子的次子，那你也是沛国公府的人才是，为何来京中一直不表明身份？你要查母亲下落，大可以亮明身份，直接回江家才是。想必你以本来的身份回京查探，应该更快能够知晓真相才对。自然是因为我无法这么做。为何？原因有2个。第一，是因为我爹是沛国公府的大公子，可实则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并非江家亲生儿子，而是养子。现在国公爷跟我爹其实无任何血缘关系，他们并非我的家人，我一点也不相信他们。那不是意味着我们也根本不是江家的血脉？我还以为我就算不是江映初的女儿，跟他们也算是亲戚呢。爹爹因为是老国公的养子，老国公虽然对他视如己出，喜爱非常，可老夫人却不这样想。老夫人和江映初一直忌惮我们爹的能力，害怕老国公
会把国公之位传给一个非江家血脉的人。所以我们爹当年虽然名声在外，可在府中时二人对他就多加提防，并不友善。老夫人当年为了保全自己的儿子江映初能够继承国公之位，甚至数次暗中想要杀了我们的爹，只是都没能得逞罢了。我爹念着江家多年的养育之恩，就算知晓也并未在老公公面前揭穿此事。什么？沛国公府早就孱弱，你既然得了汝南王府的庇护，应该根本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可你仍旧谨小慎微的打探，应该是跟你说的第二个原因有关吧？光是一个江映初，自然不至于让我隐姓埋名这么多年不敢回京。晋王聪慧，你觉得京中又或者整个天楚，有谁能让汝南王府心生忌惮的？是我父皇。没错，当年正是你父皇忌惮我父亲的能力，而我父亲与他政见不合，所以让他上战场，却设计残害了他。可那时你年幼，这些是你义父汝南王与你说的，可有证据？当年义父与我爹是一派的，他们都对天启帝的政策表示质疑。我义父性子急，殿前与天启帝吵过后，主动谢官，要求去边境养老。但他刚刚到达边境没多久，我爹就被派上战场，并在战场出事。我娘也传出自尽的消息。我当时年幼重病，一直在北门一宗医治。义父得知消息，想将故人幼子接济到身边抚养，幸好是他早来一步。他接到我后，发现京中来了不少龙隐卫也在寻找，而龙隐卫，晋王应该清楚是什么人。是我父皇暗中培养一支队伍，只听命于他，专行暗杀之事。如此，晋王觉得还需要什么证据吗？确实不需要了，这确实是他干得出来的事，难怪你们二人在虎啸山上要那样试我。生气了？你骗我，我自然是气的，但现在知道缘由后，便不敢气了。不敢？我怕我要是对你发脾气，你二哥要带你走，而我几乎没有什么立场阻止他。毕竟我虽对我父皇没什么感情，但我是他儿子，这事是事实。而他对你父亲和你家人造成的伤害也是事实。我身为他的儿子本就理亏，你二哥确实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我。换成若是我的妹妹嫁给了仇人的儿子，我做出来的事怕是远比试炼一下来得激烈得多。洛天成心中默默赞许，他此言倒是明事理。不过哪怕我知道真相是如此，我也不会放弃宁儿，所以还请你不要带走她。说实话，若不是我搞不定我妹，而她有一门心思都在你这里，我绝对不放心她留在你身边，留在天楚的京城，绑我也把她绑走。我明白，但我会护她周全，绝不让她受半点伤害。哼，你说的简单，你一个无权无势的王爷，到时候如果你父皇知道了宁儿的身世，要对付他的话，你拿什么护？或者你父皇拿你母妃和你弟弟，逼你在他们和我妹妹之间选，你又该如何？二哥，你这有些咄咄逼人了吧？酒喝完了，再帮我拿一壶吧。你去吧，让我跟你二哥单独聊一下。江宁儿犹豫了一会儿，恋恋不舍地起身。那你们好好说，别动手动脚啊！你才刚醒。洛天成听到了这个，有些哭笑不得。他算是体会到什么叫嫁出去的妹妹泼出去的水了。他也不想一想，真要1对1动手，他打得赢秦君夜吗？生怕他欺负了秦君夜似的。你也态度好些，别惹我二哥不高兴。如此才算把手心手背都照顾了一下，3步1回头的离开了房间。我刚说的若是发生，你预备如何解决？一个皇子不争皇位，无异于祖上鱼肉。你有本事忍辱负重3年，那是你的事，我可不想我妹妹陪你一起受这份屈辱。不用我说，你比我更清楚，现在天楚夺嫡之战已经开始了，你连带着他，你们的麻烦只会比现在更多。这点你可以放心。秦君夜取出腰间一物，放到了桌子上。我确实只是个无权无势的皇子，但不代表我没能力保护好他。洛天成本是好奇他拿了什么东西出来，低头轻瞥了一眼，结果认出那物之后，整个人都不淡定了。李雨楼的楼主令牌，莫非你是？李雨楼便是我现在最大的力量，你要是不放心，我可以把楼主令牌还有所有的库房钥匙全部给他。且我的意向本就是带他还有母妃跟军行离开京城，所以我其实早就为此铺路多时。真有那日，我能做到的便是尽我所能护他安全。只是离开京城后，他怕是就没有王妃这项殊荣了。不过他性子爱自由，京中王妃的身份对他来说本就是束缚。说他喜欢边境，我可以带他去边境汝南王府找你。洛天成紧盯着那块令牌，他是知道秦君夜背后一定有什么力量，可他万万没想到啊，他居然是李雨楼的楼主。我去，我妹知道吗？他自然是知道的，
所以外界那些关于你的丑闻，其实也都是你自己放出去的喽？没错。秦君夜，你知不知道你放出去的那些假消息，让我骂了你多少个日夜啊！我自从见到我妹第一天，知道她替嫁给你后，我就去李雨楼买过关于晋王的消息，结果买来的全是你的负面信息，说你杀人不眨眼，说你除毛饮血。我当时整日殚精竭虑，就觉得我妹嫁了个凶残的变态，我甚至一度觉得我妹脑子秀逗了，怎么就迷上你这种野人了呢？秦君夜嘴角抽了抽，他是为了掩人耳目，让下面的人散播他不好的名声，但具体怎么不好，他没太管。而且你李雨楼哪来的脸？假消息卖我1000两，你奸商啊！本王让人把银子退给你。哼，小爷我又不是缺这1000两，反正这1000两我也早就从你这赚回来了。秦君夜挑眉，赚过来了，这是何意啊？好吧，你连令牌都拿出来了，我也算看出你的诚意了。不过我还是要警告你，你最好是不要负了他。他虽不在我身边长大，可这些日子我已经将他视为眼珠子般珍视，且可不光只有我一人是这种情绪而已，他的背后也不止我一人。你若敢负他，我保证你要付出的代价将会超乎你的想象。我秦君夜此生绝不会负他。不光是不负他，你还得保证他的安全。若他将来真的有一日生死攸关，以你之力无法护住他的话，你会如何？说真有你说的那么一日，哪怕是我死，也让他安全回到汝南王府。不过我也有一事不明，你龙渊皇室的令牌是怎么回事？你跟龙渊国有关系？说了，虎啸山上的话都是试炼你的，当然是做不得数的。至于令牌嘛，自然是演戏的道具咯。道具？但李雨楼对龙渊多少也有些资料，我当时会相信，正是因为认出你那个令牌不是假的。龙渊国皇室令牌上的龙纹鳞工艺独特，可不是轻易造假做得出来的。哟，不愧是李雨楼的楼主，眼力见不错。你说的没错，令牌嘛，确实不是假的。秦君夜眉心一蹙，显然觉得他这话前后有其意。孩子嘛，还不是工匠打造的，那是龙渊负责打造令牌的巧工专门给我们造的一模一样的。不瞒你说，那令牌我还有一打，你要是喜欢，我甚至可以送你俩。为何龙渊的皇家工匠能为你所用？莫非汝南王还有龙渊国的势力？好问题，但其实有没有可能，我能用的可不止龙渊的皇家工匠，说不定7国的巧匠技艺，我这边都有渠道呢。7国？我自幼喜欢机甲之术，后来慢慢搜罗世间各色古怪玩意，总要把其中的原理和制作技法研究透了才罢休。久而久之，家里堆的东西多了，我也玩腻了没处放，就开始以拍卖的形式卖出去。洛天成也从怀里掏出一个令牌。你是？没错，我就是一宿阁的老板。难怪你刚才说1000两早就提前赚到了，原来如此。那100万两，我可不会因为你是我现在的妹夫而还你。不必，就当做是我娶你妹妹，给她娘家下的聘礼了。两人说完后，皆各自愣了一下，这才发现自己对彼此的称呼已经改了。江宁儿虽去厨房拿了酒，但也觉得那2个人的谈话自己还是不要去打搅，也许会更好，于是不能回那个屋，心中又有些焦急，便在府里一边闲逛了起来。你们说，以王爷的脾气，多久会跟那个洛公子打起来？我觉得1炷香吧。你把王爷说的气量也太小了，加一点，我说1刻钟。哼，1刻钟？你又不是不知道，王爷把王妃整个放在心尖上，对方挑衅杀上门来，他能耐住1刻钟？你把王爷想的脾气太好了。你们在说什么呢？是王妃啊。好啊，你们不干活，在这里议论王爷。王妃误会了，我们不是不干活，这不是看到那个洛公子来了吗？我们是想说，情敌找上门，怕他们打起来，我们这些做侍卫的在这儿候着，真打起来，我们也好帮忙啊。情敌拉架，那你们可都猜错了，他们已经单独待一起，早就超过1刻钟了。目前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打起来，我也在等呢。王妃，你这说的怎么好像盼着他们打呀？是啊，我是被他们2个赶出来的，他们打了，我才能回房休息啊。算了，反正都要等，我也无聊，我们设立一个赌局，看洛天成几招之内倒地吧。王妃，通常不是该赌谁能打赢吗？洛天成和秦君夜刚刚出房门，准备来找江宁儿，结果也看到了一群黑脑的聚集。这还用赌吗？认真打的话，当然是王爷赢啊！洛天成哪里打得过王爷？说的也是啊。
陆天成则是眼角猛地抖了抖，江宁儿浑然不知二人已经站在自己身后。来来来，买定离手，下注下注。那我赌3招。我选10招。哎，我也是，我也觉得是10招左右。那我赌30招好了。30招？王妃，你也太看不起王爷了吧？能在他手上过30招的人，可太少了。不是我看不起他，而是我觉得真打起来他会放水的，多少他会给我一点面子，也给洛天成一点希望的曙光，不让他输得太难看。秦君夜故意发出了些动静，这才让一众人发现了他们二人。他怕再让江宁儿说下去，本不用打的都要被他撺掇的打一次了。江宁儿意识到身后有人，一回头就看到了洛天成表情阴沉的可怕，然后连忙讨好的嬉笑跑过去，一把挽住了洛天成的胳膊，晃了起来。嘿嘿，你们聊完啦？一众侍卫看到这一幕，都吓得眼睛瞪得老大。我在你心里就那么糟糕，需要你男人放水，我才能过30招？30很厉害了，你忘了你在虎啸山，他一掌你就倒了。你……洛天成噎住了，感叹妹妹怎么都不知道给他留点面子了呀。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把手伸出来。江宁儿乖乖照做，洛天成便把几个令牌一股脑的都放到了他的手中。给我这些是做什么呀？晋王爷说了，以后李雨楼的令牌和库房钥匙都给你，也算是把他命脉交你手上了。所以这家伙以后要是敢负你，你就把他的钱往死里花，不要客气，知不知道？江宁儿先是意外地看了眼不作声的秦君夜，然后从其中拿出一宿阁那个令牌，问向洛天成：那这个是什么？你夫君虽然确实有些家底，可你要清楚，你娘家也绝对不差。我知道你一直想要一套合心意的暗器，什么时候兴致来了，去一宿阁让人给你做就是。有了这个令牌，凡是一宿阁有的，你想要的，看中了就直接拿。但有一点你要谨记，自家产业以后不要在那儿哄抬物价，扰乱市场了。江宁儿都震惊了，一句自家产业，他还有什么不懂的呢？二哥，幸好你告诉我了，你知不知道我一直懊悔我当初加价让一宿阁平白赚了100万两，我就一直寻思着给一宿阁找点什么麻烦，才能把钱再抠回来的。但现在好了，我什么都不用做，银子又回我口袋了。按理说你成亲时当哥哥的就要给你送嫁，亲自为你上花轿才是，但可惜我已经没法送嫁了。不过嘛，嫁妆还是要补上的。哼，二哥，现在就哭还有些太早了，这只是开始。这些年你流落在外，哥哥没照顾到你，是哥哥的过失，但日后万事有我。说着，他凑近他耳边，用只有他能听得到的声音：还有大哥和爹。江宁儿听着这话，心中觉得暖暖的。洛天成又拉着妹妹说了些体己话，昨日在试炼地他也太疲惫了，然后打着哈欠就走了。你们这么和平，真没打架？他没对你动手？没，你二哥是个文明人。那王爷的意思是说我师兄是个土匪喽？我可没这么说。嘿嘿，没关系，我不会跟我师兄说的。而且你这么想也没错，我师兄出身南蛮，本就性子更野更不羁。你看我就知道了，我从小被他带大，我的野和脏话大都是他亲身教授的。秦君夜心中虽是这么想，也感觉到了，但他现在可不敢说他几个哥哥的坏话啊。我本还担心王爷你脾气硬不会服软的，但没想到你对我几个兄长还挺能忍，真是委屈你了。不委屈，本来男子娶妻前都是要过娘家那一关的，我们情况特殊，本末倒置了，但是该过的关还是逃不掉的。既然是你兄长，最起码的尊重我自然要做到，而且他们也都是为你好，这点我跟他们目标一致，便也不觉得生气。林墉，王爷你真好。秦君夜今日经历这么多，本来确实心情算不上喜悦，可看到他如今像个撒娇的小猫一样磨蹭着他，他只觉得可爱极了，心中那点阴霾很快便消散了。但你应该没有别的哥哥了吧？你二哥说你大哥失踪，他并不知其生死。一个南诏国世子，一个一宿阁老板，再加上他自己的那些个身份势力，他的背景确实是越来越硬了。他既然说不知，那我就更不知道了。他缩着脑袋，心虚的赶紧转移话题。说来库房钥匙真的给我，王爷不会舍不得吗？这有何舍不得的？
你本就是我正妻，按理成今后王府的中馈就该是你来掌管，是你自己懒，我才一直让清玄打理的。王爷说的没错，我确实懒，看到账本我就头疼，所以你最好还是接着让清玄打理吧。行吧，依你就是，反正钥匙已经给了你，如何处置你自己说了算。钥匙给我，王爷不怕我败家，把你库房给搬空了？你能搬空那也是你的本事，反正我是奸商，你边败我边赚呗。江宁儿兴奋地一把抱住了秦君夜的腰，光抱还觉得不够，让他忍不住开始上下其手。秦君夜感觉到他的动作，身子一僵，连忙把他作乱的手腕给按住了。啊！江宁儿疑惑地抬头，想说怎么还不让摸了，结果秦君夜冷着脸看向一旁，还不滚，等着被罚是吧？原来是刚才那几个下注的侍卫，因为觉得他们王爷今日太过反常，还惊愣地站在那儿，并未离开，如今被吼才作鸟兽散。现在可以接着摸了。哼，刚才不让摸，现在不想摸了。当真不摸了？那好，那就换本王摸回来了。不行，不行，本王从不吃亏，你刚摸的我要加倍讨回来。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忘了，你用内力导致毒发的话，就得好好养着。我摸你可以，但你摸我就是不行，不然我怕你兽性大发。我现在毒已经清得七七八八了，应该不需要静养半个月那么久了，对吧？越是最后这点紧要关头，越是得小心。这样我说，我甚至觉得你保险起见可以养1个月最好。1个月？不行，我不同意。你不同意有什么用？我才是你大夫，这事儿是我说了算的。秦君夜这才开始觉得懊悔，早知道如此，他真的应该跟洛天成打一架的，起码出一出气呀。最多只能半个月。行吧，那你好好养，切记不可再用内力。放心吧，绝不会再有第2次了。要不我这半个月先回贵心小院？不许！说完便脸色难看的转身大步而出。王爷你去哪儿啊？他脚步不停，烦躁的撂下俩字儿：重走。江宁儿自知这火是刚才自己胡闹引起的，便也不多做阻拦，站在原地抓了抓脑袋，就悻悻地回房了。不知过了多久，秦君夜一身寒气回屋时，床上的江宁儿已经受不住疲惫，进入梦乡了。此时的秦君夜已经冷静下来，只替江宁儿掩了掩背角，便起身到了书房。他叫来了清玄和黄雀，盘算了一下目前手上李雨楼的所有力量。清玄听说了一些刚才院中的事。王爷是准备将这些都给王妃吗？秦君夜将账本一合，不存在给不给，她是本王的妻子，本王的本也就是她的。叫你们整合这些不是为此，是有别的事。你们是本王最信任的人，本王只将此事告知你们，切记保密。为了避免误会，秦君夜没想过隐瞒府中江宁儿和洛天成的兄妹关系，他也信任府中人不会对外张扬。但关于他的父皇与当年江清衡的恩怨，他选择只告知清玄和黄雀2人知道。那如此一来，皇上若是知晓了王妃身世的话，王妃岂不是很危险？宁儿有誉王叔徒弟这层关系或许还好，但我怕洛天成此次试炼展露出来的能力会让父皇生疑。毕竟发配边境的前摄政王义子来京就已经很容易引人多想了，他若在能力不菲，以父皇的性子，说不定会对其起杀心，以绝后患。那该怎么办？我猜父皇会让人去汝南王府查探这个义子的来历，让我们的人准备些假消息混淆视听，而且动作要快，得在父皇的人赶到之前，不能让父皇探出真相，否则洛天成身份一旦被揭穿，他又跟宁儿走得近，那宁儿被发现必定也不远。但他们兄妹2人刚刚相认，所以本王不可能因此阻碍他们2个人的来往。属下明白了，属下这就去办。清玄转身离开后，王爷，那需要我做什么？之前我们准备的密道还有多久可以建成？王爷，你是说？黄雀怔了一下，他知道王爷一直在为江玉嫔娘娘安全带出宫，然后离开天楚京城做准备，所以秘密建设了一条地下通道，直通宫中玉嫔住所。怕是还有半年有余。半年？不行，太慢了，让人加快速度，尽量3个月内建成。3个月？可修建那个地道并不容易，说要3个月，怕是现在人手不够。无碍，通知下去，让本王之前准备的人马提前来京。王爷是要加快进程吗？可会不会太匆忙了？本王也不确定，若是父皇一直发现不了，自然是好的，可若有变，
我们就得提前行动，如此也是为了应对未知的变化。京中所有离玉楼的眼线也得提前跟他们通知，让他们做好随时消失在京中的准备，不要留下任何的隐患。这事就交给你去办了。属下明白。黄雀刚要转身离开，秦俊业又叫住了他。本王知道你答应了魏瑶1个月后他生辰陪他回鬼谷门提亲，可是现下你恐怕脱不开身，此事怕是得延误了。王爷放心，瑶瑶不是不明事理的人，我相信她会理解的。但此事终究是本王耽误你们，所以为表歉意，等你们成亲时，一切开销都由本王出。你的聘礼，王府也会替你准备，你无需多虑。王爷，你说真的？自然是真的，本王何时诓骗过你？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哼，放心吧，魏瑶是王妃的义妹，本王和王妃自然不会亏待她，所以你要娶她，聘礼和排场绝不能失了水准。你父母双失，自幼跟在本王身边长大，本王也理应替你撑腰。谢王爷。黄雀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转身跑出去时，失神一下撞到了柱子上，疼得闷哼了声，才踉跄着跑走。秦君夜看着他慌乱的背影，忍不住无奈地摇了摇头。换成以往，他定要责备黄雀几句，沉不住气。可如今他也是有妻子的人，所以便觉得可以理解。毕竟能娶到心仪之人的喜悦，就是会让人难以冷静自持的。再次回到房中后，秦君夜刚刚褪下鞋袜，躺到了床上。江宁儿睡梦中察觉到熟悉的气息，不自觉地朝他怀中拱了拱。看着他娇憨的睡颜，他忍不住在他额上落下轻柔一吻，喃喃道：但愿一切如常。又过了几日，皇家学院大考成绩终于放榜。江宁儿有些紧张，自己不敢看，便让黄雀去替他瞧。他在府中等消息。王妃，假的，是假的。临近晌午，黄雀终于挥舞着成绩单跑了回来。本是跟魏瑶坐在院中闲聊的江宁儿，咻的一下站了起来。真的啊？快拿给我看看。成绩单上写着他文综只有1等，不算好，但是及格的，主要还是武学试炼。他这次在营救学子和灾民的事情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让以往就算不喜欢他的学子和夫子们也心服口服。于是在他本就是甲等的情况下，皇家学院的众夫子一致同意他是此次武学的第1名。呜呼太好了，李姐姐，你这阵子的恶补终究没有白费。是啊，我真是还从没有这么认真研习数学过，这对我还真是一次很大的突破了。改天一定要给小七做顿大餐。对了，黄雀，王爷呢？他今日在哪儿？回王妃的话，王爷去大理寺了，这会儿怕是正在忙呢。你要去大理寺找他吗？那算了，他在上班，我就不打扰他了。等他回来再跟他说也一样。走，我现在一定要庆祝一下，我们去酒楼吃饭，我请客。江宁儿一边一个拉着魏瑶和黄雀的手臂就朝外跑。魏瑶回到桂心小院后不久，房门就被推开了。她心中本还有欣喜，可看到走进来的是江宁儿后，便吐了一口气出来。发现不是黄雀很失望？才没有，李姐姐来陪我，我高兴呢，才没有失望。没错，我就是过来陪陪你的。我能明白你的心情，你记恨老三，但发现我们说老三的事却背着你，你自然不高兴。我没有再不高兴，李姐姐。那你是不高兴什么？真因为黄雀不给你解释，你就生气了？我觉得我可能是在气我自己。你自己？为何？我虽不像李姐姐你这么厉害，可我心里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地方，我也想出一份力。可是黄雀哥哥这样让我发现我自己好像很没用。我离开鬼谷门来到京城，就是因为觉得外公他们都太保护我了，所以我想出来见见世面，历练一下。可是来了京城，我发现你们还是在保护我，也是我自己没用，才需要别人保护。你哪里会没用？如果不是你够敏锐谨慎，你外公怕是早就轻信清河李家那小子了。那鬼谷门现在怕是已经落在老三手里了。可这些都是小事，我没帮上什么大忙。这可不是小事，你做的都是最关键的事情。不如李姐姐，你教我读书吧。你想学读？起码我可以自保，不需要你们保护我了。我知道因为爹娘的惨死，
外公不让我学武，是想我远离纷争，但我其实没你们想的那么脆弱。你真想学，可能会很辛苦哦。我别的不行，吃苦其实还是可以的。小时候，爹经常被仇家追杀，我也是跟着他们东躲西藏，什么环境我都待过。既然你有意向，那好，那我今天就先教你一点生理健康小知识。魏瑶小脸茫然，江宁儿神秘一笑，你不是奇怪黄雀为什么死活不跟你说清楚吗？长姐如母，我也确实该让你知道这些了。李姐姐愿意告诉我，我给你看点好东西。我们第一节课从认识人体大和谐开始讲起。魏瑶此时懵懵懂懂，却求知若渴。还没有诡异的消息。诡异行踪莫测，实在是难寻。但三皇子要不要试着找晋王妃帮忙啊？我找他做什么？你是嫌本皇子今日被那个臭娘们弄得还不够狼狈吗？三皇子可还记得当初诡异曾短暂的在京中一处别院出现过？记得，但不是说诡异谁都没见吗？当时确实就连二皇子闯入都被诡异赶了出来，可后来老奴得知诡异并非谁都没见，而是只见了晋王妃一人。哦，当真？千真万确。而且当时诡异还是亲自送晋王妃上马车回的晋王府，而那次便是我们能够查到的诡异最后又在坊间出现过的消息了。老奴猜测晋王妃许是跟诡异相识的。听你这么说来，好像确实是如此。而且本皇子也历经虎啸山一事，听他们说才知道，江宁儿似乎是真的懂点医毒之术的。秦君临背手在房间里慢慢踱步，越想越觉得有可能。但本皇子就算找他，以他今日对我的态度，怕是也不愿意帮我。说来，殿下您和二皇子不同，您跟晋王妃并无大的过节，之前是有不快，但也是小打小闹，无伤大雅。既然知道晋王妃不会是个蠢人，现在明眼人都知殿下您对拿下太子之位是胜利在望的，好好与他谈一谈。老奴觉得他不至于自找死路，非要跟您作对。你说的没错，我也发现自从老六跟他成亲后，不仅昏迷多年的人醒了，老六气色也明显好起来。按理说就算秦君也醒了，可噬魂毒他不可能解得掉。可如果江宁儿与诡异交好，而诡异秘密给老六再解毒的话，一切就都说得通了。正是这个道理。那看来本皇子确实有必要跟他好好聊一下了。已是月明高挂之时，秦君夜和黄雀才回到王府。送王爷回院后，王雀还在那儿左顾右盼的，迟迟不肯离开。看什么呢？属下在看王妃在不在呢。你找她做什么？事情是这样的，我今日惹瑶瑶生气了，出府前王妃说会帮我跟瑶瑶解释的，所以我想问问王妃，瑶瑶后来心情好些没？不然我怕我贸然去找她，她要是没好不肯见我。难怪本王觉得你今日像是心不在焉，原来是被儿女私情挂碍住了。你是男子，既然吵架了，大方些主动去道个歉便是。王爷，我哪里会跟他吵啊？是，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就让他生气了，然后他压根就不理我了。他看了圈，发现江宁儿也不在他院中，于是喊来府中侍卫问询，才知道他还在贵心小院呢。傍晚还叫了府中几个精壮的侍卫过去。他们叫侍卫做什么？本王也不知，一起去贵心小院看看便清楚了。等到二人走进贵心小院，看到其中景象后，黄雀和秦君夜的脸色霎时都黑沉了下来。大老远的，他们就已经看到院中几个侍卫站在那儿，每个人都脱去了上衣，赤裸着臂膀，而几个人各自摆着不同的怪异姿势，保持不动，表情各有各的窘迫，看得出是被逼无奈。这里这个鼓起的位置就是肱二头肌，这里这个位置是叫横膈膜。现在考考你，这个地方是什么穴位？我记得膻中穴。聪明，一下子就记住了。瑶瑶，你果然是学医的一把好手呀。秦君夜看不下去了，快步上前，
你们在干什么？王爷，黄统领，我在教瑶瑶医术，但是要学医，得先会认清楚身体结构才行。魏瑶要学医，黄雀有些急了，连忙跑到魏瑶面前，用自己挡住了他的视线。愣着做什么？还不快把衣服穿上！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如今得了令，个个捂着胸口，二话没说就一溜烟的跑不见了。江宁儿见状，叉腰骂了黄雀一声：“迂腐！学医讲究性别的话，哪里能够学得好呀？”王妃，男女授受不亲，她还是未出国的姑娘家，你就算要教她医术，也不能这样教啊！我不这样教，还能怎么教呀？而且你别把瑶瑶当成温室里的花朵，她在鬼谷门自小看男人光膀子长大的。比那些人身材好的，他看得多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是啊，李姐姐说的没错。王妃，你能不能教点好？你不是说帮我哄她的吗？这不就是在帮你哄吗？女人在不高兴的时候呀，多看些美好男性的肉体，脑中会产生一种让人心情愉悦的荷尔蒙。什么蒙？荷尔蒙。算了，这个跟你解释不清。反正简单来说就是。你惹女孩子不高兴了，想让她高兴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带她看别的长得好看、身材也好的男人。刚才那几个虽说外貌条件勉强凑合，但还是有用的。你看瑶瑶现在还有半点不高兴的样子吗？黄雀的眼角猛地抽了抽，他严重怀疑王妃是在胡扯。好了，你就别戏弄黄雀了。王爷，我哪里是戏弄他，我说的是实话。眼见着秦君夜脸色也挺黑的，江宁儿知道他也是有些吃醋。不过我可没那个心，我就算心情不好，要看也是看王爷的。真的主要就是为了教瑶瑶认清穴位和关节肌肉，这是学医的必经之路。我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你们学武也是要认学的，难道不是如此吗？但你们终究是两个女子，你又是府里的女主子，如此影响不好。明日让人送几个木偶来。唉，那好吧，虽说真实的人体更好，但是瑶瑶现在是初学阶段，木偶应该也够了。既然如此，今日也该结束了吧？还不回去？确实不早了。江宁儿亲昵地挽住了秦君夜的胳膊。那王爷，我们回屋吧。秦君夜夫妇一走，院中就只剩下魏瑶和黄雀俩人了。原来都这么晚了呀，那我也睡了。黄雀哥哥，你不走吗？黄雀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想要回房的魏瑶给拉住了。怎么了？黄雀盯着他看了好半天，最后才张了张嘴。对不起。你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其实我也不知道，但让你不高兴的话，自然是我做错了什么，所以先对不起。我一开始确实是不高兴，但是李姐姐告诉了我你捂我耳朵的原因后，我就不气了。我现在能够理解，也知道你是为我好了。王妃怎么跟你说的？李姐姐给我看了几本春宫图，说那个三皇子其实是找那个妓女回去做图上那样的事情。王妃就这么直接教你的？不然还能怎么教啊？这话黄雀没法接。后来李姐姐还给我讲了一下人的身体构造，我就觉得人体也就那么一回事。哎呀，其实你可以直接跟我说的，反正这种事情所有人都会有，也是人之大常。黄雀看着魏瑶一脸平静地讲述这些，惊叹于他的淡定。想当初瘟疫给他看那本房事18事时，初次打开新天地的他可是激动的好几夜都没睡着的。反正我知道这种事情常理是夫妻才能做的，但那个三皇子找那么多不是他妻子的女人，证明他不要脸就是了。这是对的，我就是觉得他这种行为太无耻了，怕你听了脏了你的耳朵。那我现在知道了，你以后说什么就不用避讳着我啦，这会让我觉得我像个外人。我怎么可能是把你当成外人？黄雀还想解释呢，可又觉得现在说这些有些多余。我明白了，我以后什么都跟你讲。魏瑶听他这样讲，终于又露出了开心的笑颜。不过你能不能也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啊？你以后不要随便看别的男人的身体。那我学医后面还要学寻穴，势必要在人身上试的，那我不就学不了了？你要实在要拿人练手，我给你练就是了，我身材也不比刚才那几个差的。你刚才不高兴了？黄雀抿嘴，坦率地点了点头。可我好像没法答应你这个事情，我总要回鬼谷门的，就像刚才李姐姐说的，我很难避免的。
而且以后要是学医，我就会要医人，要是有人受伤，也势必还是会看到的。所以黄雀也知道他的这个要求有些难办，以为他还要说什么，却没想魏瑶并非说些宽慰他的话，而是攀着他的肩，踮起脚，在他脸上亲了一下。上次你不是也这样亲过我吗？被你亲过后，我还挺开心的。我虽然没法答应你，但也不想你不高兴，所以我亲你，有让你变开心吗？黄雀瞳孔颤抖着，然后疯狂地点头。而且李姐姐有一点没说对，我不是因为看到那些侍卫的身体才心情好起来的，我是知道你捂我耳朵是替我着想后就好起来了，而且我也不喜欢他们那种肌肉很大块、壮得跟头牛似的体态，我还是喜欢黄雀哥哥你这种的。黄雀这才意识到，魏瑶真的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你把眼睛闭上。魏瑶没有多想，乖乖听话。黄雀则扶着她的腰，鼓足勇气俯身吻上了她的唇。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也是彼此人生中的初吻，都是紧张又生涩。柔软唇瓣袭来时，魏瑶意外的立马瞪大了眼来。你早点休息吧。说完，转身就飞快逃走了，留下魏瑶站在原地，有些愣怔地轻抚着唇，胸口微微起伏着，只觉得是从未有过的心悸。转眼过了2日，到了洛天成即将要回汝南王府的日子了。但是在他离开前，有些事情还是需要弄清楚，所以江宁儿约了江婷和崔姨娘在一个隐蔽的酒楼见面。洛公子怎么也在？你能来，我如何就不能来了？江婷是聪明人，一听到江宁儿要见崔氏，便知道定是要问当年的细节。可他还并不知道洛天成跟江宁儿的关系，所以觉得江宁儿跟这个洛天成关系近得有些奇怪了。有些事有些复杂，我暂时不方便说明，但你放心，洛天成是自己人。如此便好。就掀起后衣摆，表情冷然地坐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崔姨娘呢？她没跟你一起？我从二皇子府来，我娘则是借口出门逛街时过来。虽说此处隐蔽，但以防万一，所以还是小心点好。还是江婷姐，你心细如尘。说来我还没谢谢你，我听王爷说了，虎啸山那夜他能够及时发现不对，都是因为得了你的消息。何以言谢？我如今是你的人，既然为易主，自然要谋其事。你出事对我没有好处。不过晋王爷今日怎么没有陪着二妹妹一起？江婷姐要见王爷。虎啸山一事，张师爷被处决了，于是二皇子府中的一应事宜，现在变成皆由我一人打理。张师爷被处决的匆忙，所以很多事情没来得及清理。于是我接手后，从他过往的记录还有账本里翻出了不少事情。有些事涉及到了晋王爷，恐怕他会想知道的。王爷现在在大理寺，等他下职后，我带你去见他。如此，有了二妹妹了。我说江婷，你是不是殷勤的有些奇怪了？我记得你之前不是还不那么愿意做我妹妹的人吗？洛公子说的没错，我之前确实不愿意，可人就是会变的。再者，在下不蠢，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不难懂。这么说来，你也就是个墙头草而已。江宁儿微微张了张嘴，觉得洛天成这话有些不妥，但江婷却丝毫不气。洛公子真要这么说，倒也无妨。我看得出谁对我更有利，我没有必要跟我自己的利益过不去。有的时候，人与人的交往，感情是最靠不住的，利益却能够永存。且我与二妹妹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我们目标相同。我跟她都不喜欢叶氏母女。现在江一雪嫁给了二皇子，若是我给出的消息能让晋王府给二皇子和江一雪重击，我自然是高兴的。相反，洛公子跟我二妹妹不过也就是数月的交情罢了。真要说的话，说不定还不如我这个纯粹的利益关系来得牢靠。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这女人说话夹枪带棒的，攻击性真强。好了，二哥，都是自己人，你也少带些敌意。洛天成瘪了瘪嘴，便不再多言了。这时房门被敲响，走进来一个妇人。江宁儿从未见过崔姨娘，但是她的一双眉眼跟江婷生得太像，所以不用介绍便知晓她是谁了。崔姨娘，坐。而崔姨娘也是看她愣了好一会儿，点头，十分有礼地坐在了江婷身侧。崔姨娘想必应该知道我找你来的用意，你想问当年的事情。没错，
上次江婷与我说过，你知道木南哥当年有孕，可我打听过，他当年尸身还在灵堂摆了好几日，确定是死了无疑。这又是怎么回事？平儿与我说过他跟晋王妃你的事情，而你问的也正是我认为你其实是当年大少奶奶女儿的原因。怎么说？当年确实有所谓的木南哥尸身在堂中停了好几日，甚至宫中还派人来瞧过。可我伺候大少奶奶多时，我知晓她右手常年带有一枚戒指，那个戒指是当年大公子所赠，是他们的定情之物。大少奶奶从未离身过，久而久之，她的右手手指皮肤上就有了一圈戒指的痕迹。可当年那具尸体虽说也带着一枚戒指，但我瞧着那枚戒指陌生，知晓那样式花纹都不是大少奶奶喜欢之物。奇怪之下，我便偷偷取下看过，结果发现那个尸体的手指上根本没有常年戴戒指的痕迹，有似我知道那个尸体是假的。孙姨娘可确定？这个我完全可以确定。我伺候大少奶奶多年，除了大公子，最了解她的应该就是我了。洛天成是见过爹爹手上的戒指，知晓跟娘的是一对儿。那你知道他到底去哪儿了吗？又为何假死？崔姨娘虽不认识洛天成，被他的激动弄得先愣了一下，但还是如实回答：这个我确实不知，但我曾经瞧见叶氏有几次都气势汹汹地跑出去，回来时要么脸上都有被打的痕迹，要么就是一身狼狈，明显是被人欺负了的。那时叶氏怀着第二个孩子，又是最受宠的时候，正是府中天星一般的存在，老爷对他算是百依百顺。但唯有他每次狼狈回府，就去找老爷撒娇讨礼时，书房里能听到老爷斥责他的声音，每每他都是哭着跑出来的。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国公夫人，谁会敢如此对他？且老爷明知他大着肚子受欺负，还不管不顾呢。经由之前的所有讯息，江宁儿知晓江映初迷恋自己嫂子不得，这才找了叶氏。所以你是说，叶氏当时知晓木南哥没死，且还知道江映初藏匿木南哥的地点？我觉得若非他一早就知道，老爷当时把你抱回府时，他又如何甘愿认下你，却找借口气愤地把你丢去义庄呢？我猜他不仅知晓，也闹过多回，发现老爷什么都能忍他，唯独此事不从他。他也不傻，知晓要是驳了老爷的意，他也得不到好，于是只能忍气应下，却报复在你的身上。没错，这么说来，确实很像叶氏的作风。而且叶氏也是有手段的人，这些年管教府中小妾颇为伶俐，对老爷又懂得讨巧卖乖。我在沛国公府中这么多年，唯一看到的能够让他吃瘪且那般狼狈的，也就只有大少奶奶一人了。不对，现在还多了晋王妃你。照你这么说，木南哥也还挺厉害呀。大少奶奶机敏过人，一早叶氏刚入府时，大少奶奶就知晓了叶氏并非什么商贾之女，而是江南戏子的事情，只是没有揭穿她罢了。可叶氏自己心虚，三番两次背地里耍阴招，想要对付少奶奶，只是她又不如少奶奶聪慧，每次都吃瘪。少奶奶狠狠地给她几次教训后，她才收敛，但也因此她对大少奶奶是又恨又怕。江宁儿垂眸沉思了一下，这才发现原来当年爹爹和娘在江家过得都不算好，居然那个时候就开始被江映初和叶氏这对贱人针对刁难，这让江宁儿觉得之前对待江家的那些手段真是太轻了。不过有一事也是我近日才得知，虽未证实，但也可以告知晋王妃。哦，何事？我怀疑大公子当年的死很可能跟江映初有关。崔姨娘把当初因为江医学毁容，叶氏和江映初在府中争吵时叶氏说的话告知了他们。可你就算费尽心机弄死了他又如何？沛国公府到了你手上又如何？当初叶氏当真如此讲过？是啊，我听田姨娘问起时也很意外。我一直以为大公子当年的死是意外，是因为战事造成的。可如今想来，若是真的有江映初的手脚，那一切都不简单了。娘，你说的不简单是指什么？崔姨娘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告知了他们。
我知晓江映初当年对大公子一直不服气，所以他确实有动机对大公子下手，但他自己是万万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大公子的死真有他的原因的话，他也只能借助别人。是这阵子我回忆了一下，他可以找谁借助这份力量。后来想起当年大公子出事前，他确实跟咱们当今圣上来往十分密切。娘，你的意思是说？江婷一下就明白过来了，但牵扯太重，他只说了前半句，后半句不敢出声了。看来江映初应该确实是参与了，正因为参与了，才知晓我们这位皇上有赶尽杀绝之意，但他又心仪木南哥，不希望他死，所以弄出一场假死，让木南哥逃过天启帝的追杀。靖王妃所说的正是我想的。崔姨娘，您的话可信吗？公子这是何意？还请崔姨娘不要介意，因为你的动机确实也很可疑。你既然原来是他们的婢女，为何明知道江映初对他们有敌意，却还是做了江映初的女人？你这样做本质上不是背弃了自己的主子吗？洛公子，你可以对我有质疑，但我娘只是讲出当年的真相，他们的恩怨与他又无关。洛天成只静静地看了江婷一眼，他也知道这话问的有些冒犯。婷儿，你不必生气，我明白这位公子的意思，想必这位公子怕也是什么故人吧？此话不错。我虽不知你到底是谁，跟这些事有何关联，但既然靖王妃让你待在这里，必定有缘由。是故人的话，我便没什么不好对你们说的。有些事情连婷儿也不知道，既然你们不嫌弃，我很乐意告诉你们。江婷听到连她都不知道的事情，这才冷静些，静静地看向她娘亲。你不必担心我的用意，我可以保证我说的话绝对可信，因为当年我的命，甚至还有婷儿的命，都是大公子给的。我之所以前来告知你们这些，之所以极力让婷儿帮助靖王妃，都是因为我想报答故人的恩情。恩情？不瞒你们说，我虽如今落得个通房的结果，可实则我的出身并不低。曾经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都是洛阳的大官，书香门第，我也算是洛阳城里数一数二的大小姐。但是我15岁那年，家中先祖一本纪实录被朝中认定是反书，我们家一夕之间满门抄斩，沦落到全族81口，却只剩下了我一人。可满门抄斩，你如何会活下来的？因缘际会，抄家时我不在府中，逃过一劫。为了躲避官兵追捕，我一路向东，可也因此流离失所，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我浑浑噩噩地走着，逃到一个饥荒四起、民不聊生的小村落里，最后只能勉强撑着一口气。而正是我几乎已经要丧命时，是大公子救了我。既然如此，大公子为何让娘你去当了江映初的通房丫头？他为何不护着自己的婢女？他应该有能力拒绝这事才对啊。此事怪不得大公子。当年大公子与少奶奶要出远门，临行前我因染上风寒，他们二人便让我待在府中静养，免得跟他们舟车劳顿加重病情。而老夫人一直找大公子的麻烦，却都以失败告终，心中怨愤不已，就把针对的目标换成了他身边的人，也就是当时留在府中的我。我虽是大公子的婢女，可卖身契在府中，也就是府里的人，终究老夫人还是有权利决断我的前程的。她趁着公子少奶奶不在，便强行要求我做了当时二公子，也就是江映初的通房。通房都不会有好下场，老夫人是想以此手段羞辱大公子，而江映初虽不喜欢我，却很乐意借着对我发泄折磨我，来表达对大公子的不满，以及对少奶奶的求而不得。大公子回府时确实雷霆大怒，可一切已成事实，我已经成了江映初的女人，无力回天了。这个老夫人和江映初不愧是亲母子，都是这般奸险小人。老国公也是家门不幸，最后竟让江映初这种人卸任了国公之位，把本是鼎盛的沛国公府败成了如今这番落魄景象。崔姨娘当年恐是受了不少的苦吧？何止是受苦，我简直觉得人生都灰暗了。灭门时我觉得人间辛苦，可好在遇到了大公子，
跟在大公子身边当婢女的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几年。是江映初和老夫人又将我心里那仅剩的一点光彻底给踩碎了。我每次服侍过江映初，都觉得说不出的难受和恶心，不止一次因为绝望而想自枪。我本以为我定会在那一次次忍无可忍时绝望地结束自己的性命，可没想到造化弄人，避子汤不知为何失效，我竟怀上了江映初的孩子。娘，她真的从来都不知道崔氏当时是这般怀上她的。我虽恨老夫人和江映初，可孩子终究无辜，是我腹中的孩子给了当时的我一丝希望，让我支撑着觉得要活下去。好在那时叶氏出现了，老爷便花了心思没再找过我，自然也就不知道我有孕一事。可通房在正期前怀上孩子是大忌，我知晓我瞒得过一时，瞒不过一世。最后我不仅保不住我的孩子，还可能自己也会被老夫人因为顾念江映初的名声而直接赐死。我无奈之下，只得求大公子和少奶奶相助。是大公子和少奶奶想方设法替我瞒大了肚子，在我5个月实在瞒不住东窗事发时，又买通了大夫，告知老国公和老夫人必定是男胎。大公子百般为我向老国公游说，老夫人也惦念长孙夭折是家族大忌，如此才保住了我跟我孩子的一条性命。原来这就是江婷一直女扮男装的原因。没错，婷儿是因为老夫人一直以为是长孙才被留下的，若是老夫人知道她是女子，我不仅会死，而我的婷儿只会是府中众多小姐中最卑贱的那个。可他若是个男子，一切就不一样了。我很清楚深闺是会将一个女人给关死的，只有她能读书，才有可能出人头地，才有可能救我们母女真正的脱离江家这个苦海，得到真正自己的人生。洛天成听完一切的经过，有些心虚地瞥了江婷一眼，因为他真的没有想到，原来他们母女2个的过往会这么艰难。我虽成了江映初的女人，可我的心从未背叛过大公子和少奶奶。当年大公子的变故，我人微言轻，实在做不到什么，但我知晓还有2个小少爷在外流浪，不知生死。我当时虽不知具体缘故，可也隐隐觉得不妙。我知晓汝南王与他们夫妻有8拜之交，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书信求助于他，求他找到2个小少爷，保证他们的安全。书信？你是说当年义父收到那个关于我在北门一宗医治，让德素素去保护我的书信，是崔姨娘你寄的？公子你这样讲，莫非你是？崔姨娘，你的猜测没有错，我确实就是江清衡和木南哥的3女儿，而他就是当年你口中的小2少爷，是我2哥。崔氏和江婷先是面面相觑，随后才看向洛天成，都是一脸的诧异。洛天成则是抓耳挠腮，这才知道崔姨娘对自己真的有莫大的恩情，后悔自己刚才的无礼。2位抱歉，哎呀，是我不好。他连忙坐起，一摆一掀，跪下朝崔姨娘行了一个大礼。崔姨娘惶恐地扶起他：“你是小2少爷，你当真是大公子的小儿子？”崔姨娘，不，既然您是我爹娘的人，就是我的长辈，我该叫您一声崔姨。刚才是在下言语都有得罪，是我的不是，跟你们2人赔不是了。洛天成又行一礼，被崔姨娘连忙拦住，然后双手不住地在他脸上轻轻地摩挲着。孩子，真的是你？你小时候我常常抱着你，我记得你后腰上还有……我后腰有个弯月胎记。对，是的，弯月胎记。难怪你说你是故人，你当真是故人。看到你，我心中积压多年的忧虑便欣慰许多了。原来我不至于那么没用，我多少还是帮大公子和少奶奶保住了一个小少爷。崔姨娘对洛天成又摸又揉，像是长辈看到了自己亲后辈一样开心。我2哥刚才确实嘴巴缺德，还请江婷姐不要介意。我只是觉得这么些年来，我都没见到我娘如此高兴失控的模样。我娘在府中一直谨小慎微，就怕出任何差错。我试过很多方法想让她开心，可她就是从未如此开怀大笑过。没想到看到洛天成，简直像是看到失散多年的亲儿子一样。这不像看儿子，倒是更像看女婿。
看儿子怕是会越看越觉得欠打，丈母娘看女婿才会越看越爱。女婿？江宁儿，你乱讲什么？我也是开玩笑的，随口一说而已。不过江婷姐，你别说你娘没这么激动过，我看你刚才的表情，我也没见你这么激动过哦。而你们两个破除那份清冷的外壳，都是因为我二哥。我二哥怕是真的跟你们母女有点缘分。这算哪门子缘分？怎么不算？你看，你是因为我爹才能出生，我二哥又是因为你娘才能保住性命，这根本就是老天注定的缘分呀！你们完全可以把上一辈结下的因，顺势再结个果。反正我二哥也单身，你要不考虑一下？你闭嘴！那边的崔氏和洛天成听到这边的动静，也目光转了过来。既然知晓大家都是故人，以后多的是机会叙旧。今日叫你们来，不光是问这些过往，还有接下来的部署，要跟崔姨和江婷姐讲。你们快请坐。二妹妹接下来想如何？如今二皇子已经是强弩之末，加之我知晓了当年江家对我爹娘的所作所为，我得先告诉二位，接下来我怕是不会留沛国公府。你预备如何做？可需要我配合？自然是有需要的，不过不是现在，到时我会跟江婷姐你讲。可现在告知你们，是让你们做好准备，我一定会除掉整个沛国公府，所以避免被连罪，你们怕是得事先离开京城，跟江家切割。我早有预想，到时候一切单听二妹妹的。我知道江婷姐这些年的筹谋，我当初让你为我所用时，虽说跟着我没好处，但既然是自己人，我也从没有亏待自己人的道理。我虽不能给你滔天权势，但你们离开京城后，我会给一大笔银子，让你们后半生无忧。离开了京城，江婷姐也可以恢复女儿身，不必再以男装示人。你跟崔姨都可以用新的身份，过你们全新的自己的人生。恢不恢复女儿身，对我而言早就已经不重要了。婷儿，你这是什么话？当年让你扮作男子，实属无奈。可若有的选，你自然是恢复女儿身更好啊。你终究要嫁人，要有归宿的。离了这里，去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你当然可以恢复女儿身。娘，世间对女子多介意，以男儿身行走更为自在。且我自幼便不是当女儿教导，我不甘院墙之内，女子也并非只有嫁人一条路。我靠我自己，也一样可以活得很精彩。我觉得你还是听你娘的吧，别真的当男人当得上瘾了。到时候你离开了京城，没有沛国公府这个大门大户的身份庇佑，可不一定有你现在这般好的。保不齐我能把你打下水，就还会有别人。更别说京城之外，说不定坏人更多。你忘了上次女儿身暴露时，那个要把你卖到青楼的家伙了？当个受夫君照顾的妻子，不是更轻松吗？你娘也能少为你操些心啊。洛公子若是这样想，我只能说你思想未免太狭隘了些，也太看不起我了些。什么看不起？我真不是在找你茬，我刚说的是认真为你好的。我知道世俗向来对女子有太多的束缚，觉得女子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可大多从未想过我们本身真的只愿意做男人背后的那个小女人吗？我很庆幸自己是男儿身份长大，所以从未读过什么女德女戒。我只知天地之大，定有个地方可以不对我的性别存在思虑，让我一展鸿鹄之志。我可以靠我自己过上我理想的人生，不需要靠男人。洛天成揶揄了一下，他真是除了他小妹，少有发现自己会被哪个女人对得哑口无言的。江婷姐，你说的太好了，不愧是我开上的大脑。二哥，这次我真没办法帮你说话了，我也觉得你太小瞧江婷姐了。在我看来，她的智谋和才华可是丝毫不比男人差的，也就是当今的律法不许女子科举，否则说不定还真是个女状元呢。罢了，我也只是说出我的看法而已，他有他自己的人生，我自是尊重的。既然如此，那我也说回刚才说的话。江婷姐，你到时候带着崔姨先安置，你放心，跟着我，我一定可以让你实现你的鸿鹄之志。不过在此之前，你怕是还得在二皇子府上待上一阵子，因为我还要从叶氏和江映初嘴中挖出我娘在哪之后，才会干掉他们。行，我愿意跟着二妹妹。问到了崔姨娘关于当年的种种，洛天成也到了时间该出发回边境汝南王府了。为了避人耳目，崔姨娘先单独回到了江家去，江婷和江宁儿二人则从小巷出发，来到了城门外给洛天成送行。二哥，你先等等，我有东西给你。
江宁儿拿出2个药瓶儿放在他的手中，这些是……你不是说义父有气喘症吗？这瓶是我研制给他对症的药，想必他很快能好。而这一瓶是给你防身的，这是我特制的紫金丹，不管是外伤还是内伤，应急时可保性命无忧。你也自己小心，有任何事带着我给你的令牌去一宿阁，让人给我传信。一宿阁的人会有特殊的渠道，最快速度把消息递给我的。江婷听着2人的对话，表情明显愣怔了一下，显然都是初次知晓他们背后的那些身份，一个鬼医，一个一宿阁阁主。我走了，江姑娘，你和崔爷保重了。说完就潇洒地上了马车，扬长而去，只留下江婷站在原地，一脸吃了屎一样的诧异表情。江姑娘。秦君夜下职后，听闻江婷来了，猜到许是有什么事，就去了会客的花厅。晋王爷，阿叶，你回来了。秦君夜冲他轻轻点了点头，然后牵着江宁儿坐在了圆桌之上。坐吧，听闻你有话要与本王说。江婷点头，坐在了他们2人的对面。我也不多寒暄了，今日来府中是因为张师爷死后，我接手他的事情，知道了一些过往，觉得晋王爷应该会想要知道。哦，说来听听看。想必3年前那场秋猎，王爷应该猜到的是谁害得你与七皇子。闻言，本还有些漫不经心的秦君夜神色顿时一凝。我扶持2皇子，并非是我的选择，而是家父的选择。想必你们也知道，自从家父继承沛国公府后，曾经如日中天的国公府便一蹶不振，为保沛国公府的地位和未来，当时江映初知道诸位皇子之间势必会有夺嫡争斗的那一日，于是便在诸位皇子中选择了皇后的嫡子2皇子。但是夺嫡的队伍却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战的。父亲朝中权势不高，能够抱上2皇子这条大腿，唯一的办法便是女人。于是父亲便安排了几次机会，使得江一雪跟2皇子交好。江宁儿和秦君夜互相对视了一眼，这些就算江婷不说，此时到今日他们也能猜到是如此的。譬如你们当初让我交投名状一般，那年的秋猎其实就是沛国公府向2皇子交的一份投名状。你是说沛国公府跟当年那场秋猎的事故也有关系？没错，沛国公府不起眼也有不起眼的好处，那就是很多事情旁人想不到沛国公府头上来，便不会对这样一个已经日落西山的门户设防。江一雪便是借着这个给七皇子下了让他双腿残疾的毒。你说什么？当年随行的有个胡太医，其实也是2皇子的人。胡太医当时告知2皇子的诊断，说七皇子在掉落时运气很好，被大树给挡了一下，只要能醒，人就不会有事。腿上其实只是小伤，休养便能好。可2皇子忌惮七皇子天资聪慧，怕他成年后又会是个障碍，决定永除后患。可又碍于当时守卫层层，他们不好直接动手，怕引起皇上的怀疑，于是给了江一雪一剂巫毒。巫毒？没错，具体药从哪儿来的，我已经不得而知了。只知当时太医们急着救人，加之江一雪最善演好人，便没人怀疑了。而七皇子后来虽醒来，却双腿不良于行了。砰的一声，秦君夜手中的瓷杯已经被他的劲道给震碎。江婷看得出秦君夜现在的情绪非常不好，也怕再待下去会被殃及池鱼。他起身冲2人拱了拱手离开了。别生气，起码现在知道了当年的始末，也许是个好事呢。好事？起码知道小七的腿不良于行是因为毒害，如果他是真的断骨3年，这么久了，就算是我想让他骨头长回去，恐怕都需要耗费好些时间和精力。但知道如果是巫毒的话就不一定了，只要找到解法，他的腿就能好了。宁儿，你能解巫毒吗？我可是鬼医。普通的毒他确实不在话下，可是巫毒要处理起来可就麻烦不少，他怕是需要下点神去着手研究一下。与此同时的另一边，洛天成的马车已经远离了京城境地，他本是犯困在马车上睡着了，醒来时他发现这并不是回汝南王府的方向，他脸色一沉，准备想要问车夫这是怎么回事，结果发现马车附近他的随从还在，可驾驶马车的却早就不是原来他的人了。你是2公子童颜？你上次不是已经离开天主京城去给我大哥回话了吗？你怎么来了？此是大公子派属下来的，大公子有令，2公子你不能回汝南王府了。为何？我们收到消息，天启帝已经开始怀疑你的身份，让人去汝南王府查探你的背景了。那老东西这么快就起疑心了？
不过二公子放心，幸亏你聪明，早料到天启帝会如此，在边境放出了很多别的消息混淆视听，想必天启帝的人一时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没有啊。不是您，那是谁？可我们的人查过，那些消息明显是护着您的身份，近期故意放出来的，而且目标就是针对天启帝的那些暗探。洛天成想了一下，能够洞悉天启帝的想法，又能有能力控制消息扰乱视听的人可不多呀。结合这2点，他很快就有了答案。原来这就是李雨楼的能力吗？李雨楼？二公子结识了李雨楼的人？这个说来话长，晚些再与你去讲。可我义父病重，我若不去，我怕他。二公子放心，那消息是假的，老王爷身体很好，这也是大公子用这个方法让你能够有名目的赶紧离开京城，且不容易被人怀疑才如此的。听到义父原来身体无恙，洛天成也吐出一口浊气来。如此就好。不过二公子，关于三小姐的身份，你确认了吗？确认了，江宁儿就是小妹没错。不仅如此，我还知晓了当年的一些事情。既然确认了，为何你不把三小姐一起带走，还把她留在京城？你以为我不想啊？我是压根办不到。他跟他那夫君形影不离的，人好好一对鸳鸯，我还真是拆散不开。其余我们家那小妹的本事，除非是她自己愿意，否则怕是谁都没法将她带离秦君夜身边。那可怎么办？这个晋王就算再好，也终究是天启帝的儿子呀。但三小姐可是……不管怎么说，起码我知道她现在跟在秦君夜的身边是安全的。可二公子，你总不能让三小姐一直待在天楚国吧？我明白，所以此事我也是跟大哥商议。我觉得要带走妹妹，怕是也得把秦君夜一起带走，而要带走秦君夜，还得捎上他的母妃和弟弟。所以这事得从长计议。大哥现在在哪儿？大公子在赤河城。赤河城？什么时候有个赤河城的？就是原来的赤河国都城，如今赤河国已经彻底纳入我们龙渊的版图。大公子便将都城改名为赤河城。原来如此，那我先去赤河城与大哥碰头后，再议此事。是，驾！这天是皇家学院这学期最后一次聚集大会，各学子拿到自己的成绩单后，又听着几个教务老夫子还有院长轮番在大会上说这些假期的叮嘱，以及对各个学子的未来祝愿之类的话。皇家学院便正式进入休假期了。大会结束，众学子三两成行，兴奋地讨论着假期的计划。秦君行推着轮椅来到了江宁儿身边。还好，你算是没有给我哥还有皇家丢脸。那是自然，我这人聪明绝顶，以前是我懒得学，只要我愿意花心思，我可是很厉害的。切，真是一点不谦虚，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不过还是恭喜你拿到甲等了。你放假准备做什么？还能做什么？放假也不能懈怠，自是多读些书。小鬼你才多大，别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放假就该好好玩一玩。你可以来王府找我玩呀！我跟你说，王府管事家母狗生的小狗可有意思了，白白胖胖，特别好摸，而且还很聪明，甚至会摇花手呢。摇花手？那是什么？你到时候来王府看看就知道了，我保证超级有意思。我说嫂嫂，你真有这么闲吗？我哥去大理寺当值，府里是不是没人陪你？你觉得日子难熬了？你就当我是假期无聊好了。唉，既然这样的话，那好吧，小爷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玩玩小狗吧。我有时间就去找你。第二日早上，江宁儿醒来时，整个人都还有些迷糊，看到秦君夜端着早点走了进来，有点意外。王爷怎么在府里？今日你不当值吗？秦君夜看向他后，眼神明显直了一下，然后放下手中的东西，坐到了床边，刚要伸手拉他的衣服。够了，色字头上一把刀，我劝施主你迷途知返，不要执迷不悟。你这算是什么？尼姑还是道姑？哎呀，人家真的很累了，大早上的你消停一下。你要不要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是我不消停，还是你不想我消停？秦君夜凑近他，一脸戏谑地挑了挑眉。江宁儿低头才发现自己现在的样子确实十分要命。我才没有。然后赶紧用被子将自己裹成了个茧。我本也没那个意思，刚才是因为屋里放着冰，怕你着凉，想伸手替你拉一下衣服而已。但你现在这样，也不怕包太紧中暑？那你帮我把屏风上我的衣服拿给我。秦君夜拿下后想替他更衣，可他仍不从被子里出来。你出去外面等。夫妻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了？
哼，你在这方面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誉度了，快出去，我真的要热死了。无奈他只得先退到屏风外替他盛粥，放凉了让他等下好入口。秦君夜站在屏风外等候着，一阵窸窸窣窣后，便听到了一道掷地有声的动静。怎么了？他闻声赶紧回身探了过去，原来是江宁儿一下床就腿软的跌到了地上。你还笑，都怪你啊！好，怪我，都是我的错。秦君夜果断认错，然后2步上前，干脆直接将他抱到了饭桌前。本来是准备今日带你入宫去见母妃的，但看来你怕是去不了了。对哦，今日是15，按规矩你是可以去后宫的。但自从百花大典后，一直事故不断，他们2人确实有阵子没进宫了。江宁儿也想去，可确实现在这样子去了要叫人笑话的。那你替我跟母妃说，日后有时间我一定去看她。好，那我先陪你用膳。2人一同用过早膳后，秦君夜便自己进了宫。当他进到玉嫔宫中时，玉嫔正跟嬷嬷在院中绣着花样，看到他时十分意外。叶儿，你怎么来了？今日15，自是来看母妃的。玉嫔连忙放下一切，吩咐嬷嬷快去给王爷沏壶茶来，再备些王爷爱吃的点心。嬷嬷退下后，玉嫔才拉着她进屋坐下。来之前怎么也不说一声啊，害得我都没有准备。而且我不是叮嘱过无事最好不要再进宫了吗？母妃不愿见我，到底是发生何事了？叫母亲如此挂碍。罢了，你既然来都来了，我只是觉得如今局势不明，你少进宫也能少沾惹一些麻烦，怎会是不愿见你呢？母妃放心，儿子有能力保护自己，倒是担心母妃你。我听闻父皇之前来过。是来过，不过没说几句话就走了，自那后便再没来了。可是发生些什么事了？父皇为难你了？他嫌我性子冷，说了2句，觉得我伺候的不好，便走了。我倒是无碍，就是在宫中念着你们。对了，你既然来了，宁儿为何没同你一起？她今日身子有些不爽，我便没让她来。她可是不舒服？并不是，母妃放心，她很好，只是……其实我也觉得宁儿是个好姑娘，长得漂亮，性子又活泼开朗。倒是你的性子有的时候就不招人喜欢，但对这样倒没什么。对自己的妻子可得柔和点，切莫欺负她。母妃放心，儿子可欺负不了她。母妃，儿子今日进宫，还有一事要与你说。儿子筹备了一条地道，我会找机会先跟父皇说，让他许我带你离开京城。若是他不许，儿子便从地道带你离开天楚国。你说什么？叶儿，你想好了？不光是母妃你，君行的腿，宁儿或许也有法子可以治好。当真？儿子也知如今局势混乱，但我不再指望父皇什么了。届时我们一家人离开这里，不再参与天楚皇室的任何事了，好不好？叶儿，你放心，你母妃并非是柔弱之人，你大胆去做你想做的事。若有什么需要母妃的，你大可以讲，母妃可以为了你跟君行做任何事。母妃只需保护好你自己，等儿子带你离开的那日就好了。我在这间屋子里待了快有20多年了，我都已经不知道宫门之外的天地到底是怎样的了。母妃放心，外面的世界很美好，到时候我跟宁儿可以带着你走遍大江南北。好，母妃等你。晋王爷可在？秦君夜和玉嫔走出屋外，看到竟是天启帝身边的徐孝全。徐公公怎么来了？见过玉嫔娘娘，见过晋王爷。是皇上猜着今日15，王爷定会进宫来看望娘娘的。现下皇上要召见王爷呢。秦君夜看到玉嫔，明显是表情僵了一下，显然是不希望她在天启帝面前多露脸。我有分寸，徐公公带路吧，本王随你去见父皇。到了养心殿，秦君夜恭敬地向天启帝行了一礼。儿臣见过父皇，不知父皇召儿臣前来所为何事？无事，朕便不能传召你了，先坐吧。秦君夜坐下后，开始传菜吧。不一会儿，一桌的菜色便布满了整桌。秦君夜很意外天启帝的举动，因为这还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只有他们父子2人一起同桌吃饭。怎么不吃？不合胃口？儿臣刚才在母妃那里用过一些糕点，如今不饿。你15进宫，知道去看你母妃，可见你的孝道。但你如何不知道来看朕？儿臣是怕父皇公务繁忙，怕打扰了父皇。是吗？
从虎啸山下山后，你就说为了给王妃摘花而弄伤了脚，朕几次召你都拒绝进宫。如今伤好了，你也不来问问朕，之前召你是有何事？若不是朕让徐小泉去拦你，你是不是如今已经直接回府了？秦君夜张了张嘴，不知该如何回答，干脆低头不语。晋王爷，皇上惦念着您呢。皇上还记得您小时候喜欢吃豌豆黄，所以今日特让厨房给您准备的。秦君夜看了眼特意放在自己面前的那碗豌豆黄，眉心挑了挑。儿时的口味，长大后势必会有改变的。只是父皇于某记错了，喜欢吃豌豆黄的是已故的四哥，并不是儿臣。不过这不怪父皇，因为在儿臣记忆里，儿臣年幼时应该从未与父皇同桌吃过饭。父皇儿子多，弄错了也是人之常情。秦君夜这话无疑是打了天启帝的脸。你爱吃什么，朕让御膳房再给你做便是了。不必了，儿臣确实不饿，就不打扰父皇用膳了。儿臣还是先告退了。秦君夜，朕是你的父皇，是你的父亲，朕要与你吃顿饭，你就这种态度？就在二人氛围本就不好时，殿外走进来一个小太监，冲二人急忙行礼。皇上，于丞相来了。他这个时候来做什么？于丞相说是来参晋王爷一本的。因着于丞相要告秦君夜的状，故而秦君夜一时还走不了，只能留下。于丞相一进养心殿，便开始痛斥秦君夜昨日的不是，一番口沫横飞之后，跪在地上冲天启帝哀呼：皇上要给老臣的孙女儿做主啊！晋王，于丞相说的这些，你可有话讲？儿臣无话可说，于丞相说的是事实，辩解也没有？没有。你老六，你真的是脾气比石头还硬。既然你自己都承认有过失，朕便罚你禁足10日，再罚俸1个月，可有异议？儿臣甘愿领罚。天启帝看出来了，他压根就不想在这里待，便也烦躁地招手让他走了。随后又不得不将激动的于丞相也安抚了一阵，这才将他打发离开。老于，你这个老狐狸，现在开始对朕倚老卖老了，明明就是他孙女的过失，他还倒打一耙来找朕讨公道，说朕的儿子不是。皇上息怒，但皇上既然知道是于小姐的过错，为何刚才还罚晋王爷呢？朕就是要给老六一点教训，本就是他占理的事情，只要他向朕说几句求饶的话，朕都不会罚他。但他就是不肯向朕服软，既然他要跟朕是这份性子，那就叫他吃吃亏。哎呀，晋王爷的脾气确实是……朕今日都暗示的这么明显了，他还急着走，你觉得他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换成这种机会给到别的皇子，想必都感恩戴德，受宠若惊了。也就这个老六，当真是片刻都不想多留。朕不信他不懂。可是老奴看晋王爷就算明白，可似乎没那个意思。没那个意思？哼，你觉得天下会有不想要皇位的皇子吗？哎呦，皇上，这个老奴可不敢妄言呐。以朕的推断，所谓的沉迷王妃女色，或许就是老六隐藏自己野心的一种方式罢了。如今龙渊国开始扩张版图，保不齐还有统一七国的雄心。他虽觉得秦君夜性子不讨他欢心，可若是要当一国君主的人，本就要有不必讨好任何人的骨气。可如今纷争已起，他要保天楚国安宁，还有未来的昌盛，就要选一个能与龙渊国如今的那位太子分庭抗礼的储君，而秦君夜无疑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过确实，老六如今的背景太薄弱了一些，加之性子又不讨喜，朕想要扶持他，有些事看来还是得朕替他操心才行了。皇上是想让晋王爷多些朝中支持啊？没错，他母妃无力，娶的正妃虽然漂亮聪明，可背后的沛国公府也是个没有什么权势的，给不了他什么支持。若他能再娶几个家族背景庞大的女子，他的靠山自然就有了。
到时候朕要把位置给他，也更名正言顺些了。可是皇上，也要照您这样说，家族庞大的女子，谁会愿意为妾呢？这个好办，朕自有办法。秦君夜离开养心殿后，独自一个人在御花园中闲逛了一会儿，思索今日之事。出宫前，看到江宁儿竟乘着马车在宫门前下了车。王爷，他看到他后，连忙朝他小跑而来。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府里休息的吗？我在府里收到了你受罚的旨意，气死我了，哪里还待得住？我看你一直没回，怕你父皇还在责罚你，没有被体罚吧？没有，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先上马车再说。一上了马车，江宁儿捧住了他的脸，安慰他：罚俸1个月而已，我再去老三那里坑点钱就能补上了。至于禁足10天就当休息嘛，正好可以在府里陪我，你说是不是啊？你夫君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会在乎大理寺那点俸利？我看你也不是在意这个，那你是怎么了？跟我说说。今日父王将我叫去了养心殿，与我同桌吃饭。然后呢？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召我，他甚至提了很多我儿时的事情，叫我觉得十分别扭。后来我觉得父皇动机蹊跷，便在御花园里找了处僻静的亭子，想了半天，才会挨到这个时辰才出宫门。哦，原来是这样呀，那我懂了。你懂什么了？你父皇这是开车撞墙了，知道拐了；哈喇子到嘴边，知道甩了；股票涨了，他知道买了。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如今2皇子虽然不行了，但你父皇现在对于3皇子却仍不那么满意，或者说是觉得不是最好的太子人选，所以一时之间他还不想立太子，但又得稳住3皇子不要闹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扶持一个皇子起来，与他相互制衡，维持朝中的稳定。看来你父皇还不算太傻，终于意识到了出身不是应该决定储君的唯一衡量标准，能力才是，所以选择扶持能力最强的你。他今日召你吃饭，想来是想给你一个信号，让你好好做他这个制衡局势稳定的棋子。你并非皇家人，怎看得如此透彻？就连我也是后来在花园中琢磨了一阵，才捋清这层因果，你却一下就想明白了。哼，因为我聪明呀。没错，今日于丞相来告状时，父皇暗示过我，只要向他辩解求饶，便可以饶恕我。但我不想承他这个情，便没有辩解半句。原来王爷是因为这样才被罚的呀，所以王爷你不想被扶持？自然不想，一是我一心想离开，根本不想牵扯其中；二是父皇若真的要扶持我，势必会有许多别的动作。例如呢？例如像你所说，扶持我是为了保持制衡稳定局势，但我朝中背景与老三实在相差悬殊，所以我猜父皇能想到的最快的办法，便是直接赐婚，让我娶重臣女眷。他敢？他自然敢。你忘了你是怎么嫁给我的了？江宁儿抿着嘴，也觉得秦君夜说的有道理。毕竟当初他们2个的婚事，也只是为了验证一个空有其表的谏言罢了。这个秦天启本质就是个凉薄无情且又心狠手辣的老阴逼。江宁儿忍不住骂了一声，可骂完后又意识到不对。他虽不是好东西，但王爷你不一样。放心吧，我知晓他当年对你爹和你家里人做的事，你骂他也是人之常情。他虽是我父亲，可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母妃，都没尽过一个男人该尽的责任。儿时我虽企及过他的垂青，可后来也在他对母妃乃至我与君行的遭遇一次次不闻不问中，那本就少得可怜的如沐之情也早就消磨殆尽了。你说的没错，我父皇确实是个眼里只有权势的凉薄之人，一切的人包括亲生儿子也都是棋子罢了。你想骂他便骂，我没有异议。江宁儿没有再骂天启地，因为听他这样说后，他心疼的不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反正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夫妻2个一起面对。若他届时真想给你塞女人，大不了来一个我砍一个，来一对我砍一双，我可不是吃素的，我看哪个女的敢进晋王府的门。放心，我心中只有你一人，我也不会向父皇低头。我相信王爷。秦君夜将怀中的江宁儿搂紧了些，可仍旧无声地叹息了一口气，因为此时他心中多少有些不安。此时的他摸不准天启帝是暂时想要维持朝局平衡，还是真的属意要将位置给他。
他猜测，起码目前天启帝应该还是在衡量之中，但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后者，那么情况只会比他现在所想的还要糟糕。禁足10天对于秦君夜来说，确实根本算不得什么惩罚，相反，倒像是放假一般。于是他有机会拉着江宁儿在府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积极造人。一开始，江宁儿还念着他被责罚，想着安慰他一下的心情，便纵着他。可直到连着第4天时，他觉得他熬不住了。哎呀，你能不能想点别的事？你再这样，我真去跟瑶瑶一起睡了。明明是你先撩拨我的，我哪有？那你这身是什么意思？江宁儿真是服气了。能有什么意思？我就是单纯觉得热罢了，才不是为了给你看的。当真不是？不是。初中不是也没关系，以后可以是。等到秦君夜再回书房时，书房里清玄几人已经等了快半个时辰了。王爷跟王妃吵架了？没有。没有？那王爷您脖子上的抓痕是怎么回事？不该问的事情少问。玄哥你放心吧，只要是王妃有意打的，伤不会那么轻的。你这话倒也对，而且打是情骂是爱，有的时候小吵小闹可以增进感情，不是坏事。哎，算了，说多了你也不会懂的，反正王爷都说没事，那就是没事。说的一副你多懂的语气一样。我现在确实就是比你懂啊。清玄现在真是恨不得现在给黄雀脸上来几拳，这臭小子现在真是太嘚瑟了，欺负他没谈过恋爱是吧？这边秦君夜待在书房里议事，江宁儿午睡过后才悠闲地起身在府里散步。正值此时，秦君行来了。小七，你来啦！江宁儿小跑过去，秦君行看了看，我哥呢？怎么没跟你一起？他在书房议事呢，你找他。倒也不是，只是奇怪你们没有在一起。你哥虽禁足，可白日还是要跟清玄他们商量一些事的，通常是快晚饭时才出来的。是吗？我前2日一听说他被禁足就来过了，结果那个白天你们2个在房里办事，我等了1个多时辰，你们也不结束，我才走的。2天前的白天，他们好像确实是在房里干些少儿不宜的事情。江宁儿无了个大语啊！那个，我跟你哥确实是有些事情在商量，我有些铺子的经营问题，在跟他请教。你们是正经夫妻，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自是盼着你们早些给我生个侄儿或侄女的，你们能快些有孩子，我跟母妃都高兴。所以我想着不来碍事，这才等了几日才来的。说来你们成亲也都快1年了，你肚子怎么没动静？林月寻都已经显怀了，你还比她早嫁人，是不是也该努努力啦？啊，我努力有什么用啊？月貌是你哥不行吧？啊，真的假的？我也知道母妃盼着抱孙子，但这事儿我都不好跟母妃讲，怕伤了母妃的心。王爷3年前中毒，还是伤了一些的，这事我也……唉。果然，秦君行刚才还一副小大人我什么都明白的臭屁表情，顿时陷入了沉思当中。这是王爷的秘密，你可千万不要跟别人讲哦。秦君行闻言，眉头几乎皱成了个川字儿，他看向江宁儿身后，哥。一回过头，他就看到秦君夜站在他身后，正冷凌凌地看着他。王爷你来了，你们事情谈完了，你什么时候来的呀？爱妃，你猜？感觉到一丝不妙，他拔腿就想跑，被他长臂一伸，一把顾进怀里。就在爱妃刚才说为夫不行的时候，江宁儿嘤啊，现在认错还来得及吗？原来爱妃一直是这样想的，看来是为夫的不是了，定是因为我没有好好满足爱妃，才会让你有这种念头。我乱讲的啦，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乱讲？但我怎么觉得确实是我做的不够呢？我检讨，我改正，从今日开始，为夫定加倍努力，让你再也说不出这种话来。天哪，秦君夜现在的频次他就已经快遭不住了，还加倍。王爷，少儿不宜，你别在小七面前越矩。你把头转过去。好嘞，连忙听话的转着自己的轮椅，背对着他们，片刻都不带犹豫的。而秦君行背身的同时，秦君夜便按住了江宁儿的后脑勺，略带凶狠的啃上了他的唇。本来中午被了不起的欲望，却没有吃到肉，就让他心中很不痛快了。如今还听到他如此说自己，哪儿还能忍？为夫今夜定好好表现，不让爱妃失望。说完，转身先离开了。等到秦君行转过身后，看到他的嘴巴，也忍不住感叹：我哥可真狠，臭小鬼，你太没义气了！你看到你哥过来，
怎么都不提醒我一声？谁让你自己口无遮拦的？好你个小鬼！所以你一开始就知道我是在乱讲喽？你耍我？自然知道，你真以为我那么蠢呢？嘿嘿，真是没想到，你平时张牙舞爪的，到底还是能被我哥给治住的嘛。哦，你这个死女人，你怎么又打我？你哥我是打不过，但揍你我还是可以的。我也让你看看我治不治得住你。哥，救命！这天，江宁儿一直磨蹭到了天黑，临近要进入秦君夜院子时，她转了方向，心有余悸地觉得自己还是去魏瑶那边睡吧。可谁想到，脚步刚转2步，整个人便被一股力道直接抱起，带回了房中，一把丢在了床上。还想跑，罪加一等。王爷，你听我解释。可秦君夜并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便将他要说的话都吞入了腹中。江宁儿呜咽着想要表示抗议，但很显然结果是抗议无效。他被折腾到后半夜才睡，还没睡几个时辰呢，天刚亮就被门外下人来报的动静又给吵醒了。王爷王妃，宫中来旨意了。他困得睁不开眼，只依稀听到身旁人说了句让他不用管，就听到有人下床推门而出的声音，不知又迷迷糊糊睡了多久。等他再睁开眼时，便看到秦君夜坐在床边。醒了，为夫昨夜表现得如何？爱妃可还满意？江宁儿不动了，只能一双眼睛愤愤地瞪着他。这是不满意的意思？满意。还敢不敢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乱讲了。我饿了。我让厨房准备了，就等你醒了再上菜的。我没力气了，你要负责喂我。好。吃完饭后，开始问起早上府中的动静是何缘由。早上宫中来人是传旨的，出什么事儿了？说是皇后过几日生辰，要求我们得出席。二皇子都这样了，皇后不低调一点，还敢大办生辰宴？皇后不傻，既然这样做，自然有她的道理。莫非是为了二皇子？宁儿果然聪慧。是怎么个回事？说来听听。皇后终究是皇后，二皇子虽被罚禁足，可皇后并未被废黜，所以就算再不喜欢，就连父皇都不得不顾及到礼部的那些规章制度，在生辰宴这种事上，必须得给足皇后该有的排场和面子。而皇后的生辰宴中有一项礼仪，便是子嗣要低俯依裙叩拜，以示孝道。如此一来，作为嫡子的二皇子势必得参加，只要能被批准出府，也就意味着禁足解了。原来如此，那你父皇同意了？从消息来看，父皇是应允了这项礼仪。他这才被禁足了几天就又放出来了，他明明都犯了那么大的事儿了，难道就这样过去了？父皇从一开始就没想重罚他，因为若是重罚他，打的是皇家的脸面。可贪污灾银案已经折损了他几乎所有的力量，甚至连皇后的母族也在贪污案中被斩首抄家。所以我想，父皇就算解了他的禁足，也已经不可能再重用他了。只是现在到底罪不及皇后，所以父皇不能够无故废后，连带着也不得不对二皇子宽容一些。知晓老二到底还是没用了，江宁儿才松了一口气。他还是觉得真是便宜那个死猪头了。你昨日下午是不是给君行看过了？他的腿如何？可有的治？我不想他失望，所以没有说什么，只在他抱着小狗玩时，偷偷给他号了一下脉，简单的检查了一下。江婷说的没错，我也判断小七应该是中了巫毒，才会站不起来的。可之前我也寻过别的大夫，文医也给他看过，都无人发现他中毒了呀。你别说他们没看出来了，之前我跟小七接触这么频繁，就连我都没有瞧出端倪来。巫毒当真如此厉害？你是诡异都没发现？王爷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我师父？记得，你说过你师父是当年江湖里鼎鼎有名的毒宗老祖。没错，我师父的毒术可以说是出神入化，但就算是他，毒术里也有一个分支是他所不能破解的，就是这个巫毒。你既然没见过，如何确定君行是中了此术？我虽不懂解，可我师父曾对此有过研究。我师父说过，巫术大多阴鬼，极阳之物可化解，而属南方的南诏国就有一个特产，叫做至阳草，正是世间极阳之物。若是已中巫毒之人被至阳草拍打头顶，百会穴会立即出现一个红色的印记。也就是说，只能确定他是何缘又无法站起，可你也无解。他多年没有站立，下半身的肌肉骨骼势必有一定的损耗，这些我倒是还有法子给他还原。可如我所说，他站不起来并非是身体机能造成的，就算我治好了他的身体，
若是我无法解除加在他身上的术法，他便仍旧站不起来。秦君夜听到这里，神色不由得低落了起来。不过王爷你也别太失落，我虽不会巫毒之术，可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谁？这个人跟我们两个还有点渊源呢。不周山上有仙羔羊，可窥探天机。你是说羔羊道人？李雨楼也曾查过这位羔羊道人，我知众人都传他神机妙算，却从未听说过他懂得巫毒之术。你如何知晓的？我刚说过，我师父唯有巫毒不能破解，正是因为他多年前曾与这位羔羊道人斗过毒术。他们二人约定分别给对方下毒，然后再各自想法子去解。最后的结果，虽说羔羊并未能将我师父的烈性药毒尽解，可我师父却对他所下的巫毒根本无从下手。如此，那场毒术的比试便以羔羊胜出。他们二人本是约定10年后再比一次，只可惜我师父在约定的5年后就过世了。所以王爷，既然他是连我师父都认可的人，只要找到这位羔羊道人，我想小七的巫术一定可解。玉王叔跟这位羔羊道人有些交情，我们可以找他问问。老小子，说来也奇怪，秦天玉这些日子好像是在躲我，我也想找他问我娘的事情，都寻不到他的人呢。无碍，皇后生辰，玉王叔势必会参加，到时候可以找到他。好，就这么办。一晃眼，秦君夜的禁足之期已到，皇后的生辰宴悄然而至。想什么呢？再想2件事，一是今日没瞧见秦天玉啊。确实，我刚让人打听了一下，说是王叔早晨来请过安，送了礼，之后便借口拉肚子恢复休息了，不参加宴会。这套路还真熟悉，这家伙怎么又用史遁这一招？我也觉得蹊跷，也许你猜的没错，王叔是有意躲你。那怎么办？我们还等着靠他去找羔羊道人呢。不打紧，李雨楼找一个逍遥王还是找得到的。所以你在想的第2件事呢？第2件事，我看叶氏已经显怀了，应该有5、6个月了。我们之前说好的那事儿，王爷这边如何了？我办事你放心，叶氏的那个师兄已经在从江南来京城的路上了，应该这1、2日就能到了。这么快？王爷你怎么办到的？我让人模仿叶氏的笔记，写了一封信给他在江南的师兄，信里道尽孤苦和对他的思念，自然也提到了怀上他孩子的事情，所以对方拿到信件后几乎没有多做犹豫，即日便出发来京城了。嘿嘿，看来不日又有好戏看了呢。到时候你预备如何戳破此事？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事儿我交托给江婷姐去办了，所以到时候我们就负责看戏就好了。以江婷对叶氏的怨恨，我相信她一定会把这场戏安排得十分精彩。2人说话间，这场宴会的主角终于来了。天启帝与皇后相互搀扶着坐上了最高的位置。不知你们可给你们母后都送上了些什么东西啊？作为皇后嫡子，2皇子和侧妃江一雪自然是要第一个上前献礼的。儿子寻得一块西湖寿石，祝母后身体安康，福寿绵延。其儿这阵子在府中休养，看来性子也是低调了许多。皇上不知，其儿这阵子修身养性，每日在府里抄写佛经，日日都写到半夜才敢就寝，为自己的罪孽赎罪，为皇上祈福。其儿是真心知道错了，也已经积极改正了。不错，有长进。儿媳也给母后准备了一份薄礼，还希望母后喜欢。不知侧妃准备了些什么，快让本宫瞧瞧。是儿媳曾得一神药，此药美容护肤之效甚好，特送给皇后娘娘，祝皇后娘娘青春永驻，容颜不老。皇后招人拿过来瞧了瞧，打开闻了一下，微微蹙眉。这药是什么做的？为何闻着有一股腥臭的气味？母后，这药就是这种气味，是儿媳有幸买到的鬼医所亲制的药。儿媳曾有次脸上过敏，吃下后不出几个时辰就恢复如初，皮肤也变得细腻有光泽。直到现在，我也是每日都在吃此药，这绝对是养颜护肤的神药呢。鬼医之名本就远播，加之江一雪的容貌确实靓丽，皇后刚刚还有些嫌弃的表情，顿时如获至宝，并连忙让人上了壶茶水，送服了2颗。她细细品了一下，表情欣喜。此药虽闻着不好，可吃下后倒是有回甘呢，看来确实是好东西。鬼医怎么回事？江宁儿顺了顺胸口，附在他耳边简单讲了一下事情的缘由。秦君夜瞳仁猛地睁大，
什么？你说那瓶其实是老鼠的？嘘，我也没想到啊，我只是坑江一雪来着，谁能知道他要拉皇后下水啊？我还奇怪呢。前些日子江一雪让人来递消息说他吃完了，要我再给他一瓶。我想着怎么人家也给了我10万两银子，我得有点售后精神，就让人去又给他装了一瓶。谁能想到他居然是要送给皇后当生辰礼的。秦君夜也是抿着嘴，有些忍俊不禁了起来。王爷是觉得我太过火了吗？不是，为夫是觉得你干得漂亮，觉得你太过聪慧了。江宁儿低头嘿嘿一笑，虽不是自己直接有意造成的，可这个间接结果他还是十分满意的。就在诸位开始用餐时，于贵妃起身冲皇后行了一礼。皇后娘娘，今日借着喜庆的日子，臣妾有一事，还求皇后和皇上成全。妹妹有什么事，不妨直说。是这样的，臣妾的灵儿与二皇子同岁，也该是要成家立业的时候了。臣妾斗胆，想在今日给我的灵儿求个赐婚的旨意。哦，不知妹妹和三皇子是看中了哪家的千金啊？正是于老丞相的孙女于锦柔。是吗？于家小姐何时跟三皇子交好的？本宫之前怎么从未听闻？说来也不怕皇后娘娘笑话，这2个孩子啊，其实早就有感情了，一早连我都不知道呢。但是臣妾对这位于姑娘当真是喜欢得紧。锦柔，还不快上前来，让皇上和皇后娘娘好好瞧瞧你。于锦柔即刻便从坐席起身，踏着标志着淑女的步子走到了殿前，躬身行礼。小女于锦柔见过皇上，见过皇后。皇上以为如何呢？三皇子和于姑娘可也是此意？三皇子连忙也上前与于锦柔站在了一起。父皇，儿臣确实与锦柔姑娘两情相悦，还望父皇成全。于锦柔也轻轻点头，满脸的娇羞，虽未言语，可那副表情任谁看了都觉得是郎有情来妾有意。皇上您可不能偏心啊，二皇子当初2位妃子娶进门，如今正妃都已经有孕了，灵儿与二皇子同日出生，总不能说兄弟都可以娶妻，唯独他却不行吧？儿臣定会对锦柔好的，还望父皇能够成全儿子的一片情谊。朕也没说不同意呀。既然你们2人如此情真意切，朕又怎么会做棒打鸳鸯之事？朕便赐婚于锦柔为三皇子正妃，婚礼事宜就交给皇后去打理。谢皇上隆恩，如此就有劳皇后娘娘了。下个月初8就不错，本宫会安排好的。一次婚，于锦柔便从本来朝臣女眷的位置被安排坐了三皇子身旁。有意思，那2人还真是情真意切，连我都差点以为他们2个真的相爱许久了呢。我说了，这位于家小姐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也很清楚为了得到这些她该如何做，你不必为她惋惜。我才不为她惋惜呢，我是在想，如此一来，三皇子势力大涨，可否会对我们有影响？放心，不必理会这些。不过不得不说，这2人确实般配，一个比一个会演。就是不知道最后到底谁演得过谁了。朕这里还有一事，趁着众爱卿都在，正好与你们商谈一下。本还有些喧闹的大殿听到这话，顿时安静了下来。近日南诏国的世子和西凉国的郡主便要带着使团进京，诸位觉得哪位皇子去接待这2人最好？皇上，之前不是说只有南诏国吗？怎么西凉也来了？还是派了个郡主来？南诏之行是先前他们国君便与朕有过通信的，至于西凉国也是近日才来的消息，朕也十分意外。据说这位郡主是西凉摄政王的独女，也是西凉国君的亲侄女，备受西凉国重视，所以此次接待务必要用心。江宁儿闻言后，眸色一下就晶亮了起来，因为他的师兄终于要来了，而且西凉摄政王的独女，那不就是当初他比武招亲赢下的那个漂亮小姐姐吗？我早有听闻，这位西凉郡主容貌天姿，儿臣愿意去接待这位郡主。江宁儿闻言猛地皱了一下眉，之前他还一直觉得这个老五或许是个老实的，没想到这么直接。父皇，武帝年轻，难免会失分寸，儿臣愿意去接待使臣。二哥，
你已经有正妃和侧妃了，正妃还有这身孕，怎么还想再拿一个？父皇，之前都是儿臣接待使臣，儿臣有经验，不如由儿臣去吧。你也刚刚册封了正妃，还没成亲，如今又想再要一个，是不是太贪心了一些？非也，因为我还没娶，到时候为表示尊重，我可以将西凉郡主与柔儿一同娶进门，我会让西凉郡主也正门同入，绝不给她半点亏待。若是柔儿同意，我甚至可以将西凉郡主抬为平妻，与她平起平坐。于锦柔听到这话，刚才演的深情脸也忍不住皱了皱眉，显然对三皇子此举十分不满。只要三皇子不嫌弃，到时候锦柔愿意与三皇子一同接待西凉郡主。神堂堂西凉郡主哪里能够当侧妃？如今适龄的皇子只有我正妃魏丽，自然是我最为合适。我说两位哥哥，你们是兄长，这种事就不要与我这个做弟弟的争抢了，好不好？五弟，瞧你说的，我们是在说谁更合适，不会让西凉来时觉得我们亏待，而你却以年岁辈分说事。若真要以兄弟年岁论结果，在场的成年皇子里，六弟比你更小。若六弟愿意，你是不是就直接把机会让给六弟呢？是，三弟说的没错，是吧，老六？被点名的秦君夜抬头后，满脸的莫名其妙。他明明什么都没说过，怎么就突然扯到他身上去了？哦，晋王爷有意争取？不愿意，儿臣性子不好，会得罪郡主的。他话还未说完，江宁儿便直接在他大腿上掐了一把。怎么了？你刚才示意不是吃醋要我不答应吗？什么吃醋？我是让你答应。啊！秦君夜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答应啊？这显然是个麻烦事儿啊。晋王妃，你是不愿晋王去接待西凉郡主吗？真要是如此，你是否也太小气了些？母后误会了，我是在跟王爷说，西凉使团只是说来京而已，可又没说是来和亲的。我只是奇怪，人西凉郡主说不定就是来跟父皇请个安，见个面，送点土特产，唠唠嗑就走的。为何几个皇子说的好像人西凉郡主一定会嫁给他们一样？是否有些太自作多情了？这王妃说的没错，朕只是问谁接待，你们倒是争论起谁要跟西凉联姻了，怎么都这么急不可待？天启帝一语直接把几个人的心思都给戳破了。听闻你在大理寺比较闲，几个成年皇子里就属你最为懒散了，此次你就出力，这位南诏世子便由晋王接待，诸位可有异议？几个皇子都觉得无利可图，所以无人争抢，都摇头表示没有异议。唯有秦君夜的表情不是很好，因为他私心是一点也不想招待花竹枝的。他无声叹息：儿臣遵命。灵儿，你之前接待过西凉使团，对于西凉人的性子习惯都有所了解，这次西凉使团便由你来，如何？儿臣定不辱使命，尽心照顾西凉使团。饭宴过后，大家都从殿中离开，四散在各地谈天说地。今日清玄黄雀都各有事宜，便是千明跟着他们进宫随行护卫。秦君夜和三皇子被礼部叫去，共同商议接待事宜。江宁儿只能由千明跟着，先在附近闲逛等他。夜幕初降，日落西山。咦，宫中还可以放花灯？往日是不行的，但今日是皇后的生辰宴，花灯有为生辰者祈福之意。再也因为皇后是一朝国母，在女子心中是嫁得最好的人，所以在此放花灯，也是祈求能像皇后一般有个好姻缘，能借此沾沾喜气。居然还有这种事啊！千明，那你也去放一个呀？属下吗？王妃，属下是男子，哪有男子放花灯求姻缘的呀？女子可以求，男子为何就不可以？你不想娶媳妇？你什么你？别以为我不清楚，府里的兄弟都眼红黄雀现在有瑶瑶，还盼着我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姐妹呢？原来王妃都知道啊。我呢，虽然没有别的妹妹可以介绍给你了，但作为你的主子，你的终身大事，我是有责任照顾的。你跟我说说看，你喜欢什么样子的，我日后帮你留意留意。属下也不知道，属下没怎么跟女子接触过。没接触过？不可能吧，我明明听他们说过，你是王府里女人缘最好的啦。什么女人缘最好？王妃，你别听他们乱讲，属下可没有啊，属下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拉过呢。江宁儿被千明突然激动的反应弄得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忍俊不禁了起来。哎呀，王妃，你就莫要打趣属下了。
好，好，好，不逗你了。那我说真的，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女子？今日这么多小姐女眷都在，你看看哪一款是你的类型？虽说我不一定能够撮合成功，但是知晓你的喜好，我日后也好帮你留意呀。喏，你看，是凉亭那边的那种小鸟依人的，还是左边那个粉衣服小姐那种温婉大方的？千明将江宁儿说的那几个都看了一圈，最后目光不自觉的就落回到了他的身上。你看我做什么？我让你看桥上那个，那种丰满的，你喜欢吗？王妃，你指的这些我好像都不喜欢。都不喜欢？今日来的小姐们也算是燕瘦环肥都有了，除了啊，对了，瑶瑶呢？瑶瑶那种甜美可爱型的呢？说到这儿，江宁儿还不忘提醒了他一句，不过我也只是问你类型，你可不能真的喜欢瑶瑶呀，否则黄雀要跟你急的。哦，王妃放心，挖兄弟墙角的事情我千明是绝对不会做的，而且魏姑娘那种类型更像妹妹，也不是我喜欢的女子类型。或许我喜欢的女子类型与这些官宦小姐们都不同，可能我喜欢野的。野的？江宁儿理解出现了偏差。我去哪给你找野人呀？千明，你的喜好可不可以阳间一点？千明脸色沉了下去，他其实是想说他喜欢他这种看似野蛮张扬又不失娇媚动人型的。算了吧，王妃，感情的事情或许讲究一个缘分，我一时之间真答不上来，你就放过我吧。好吧，最后也只能作罢。二人说话间，太阳已经彻底落山，夜色高悬，河面上的点点灯火也开始熠熠生辉了起来。哇，千明你看，这些花灯真好看。却不知在他转过身欣赏河边缓缓流淌的花灯时，千明站在他身后，也目光沉沉地看着他。此时的千明其实已经很清楚自己的心意了，可同样的，他也清楚有些人就像河中的星辰一样绚烂美好，可并不属于他。只要能时常默默地看到和守护这番美景，他便已心满意足了。啊，是啊，真好看。千明的那份落寞隐藏得很好，只是一转而逝的功夫便恢复如常。可就是这一刹，还是被此时意识中透过窗户寻江宁儿身影的秦君夜给捕捉到了。他眉心微凝，觉得自己好像看出了些什么异样，但因为千明后来将这份情绪隐藏得太好，以至于他疑惑了片刻，又恍惚地以为许是自己想多了。殿下，晋王殿下。坐在对面的礼部大臣唤了他几声。刚才老臣所说的接待事宜，王爷可有异议？若没有，我们就接着定下一个章程了。秦君夜收回目光，转过头去。接着议吧。南诏和西凉的使团终于进京了。往年南诏、西凉也有来使，可是世子和郡主带队却是第一次。宫门之前，负责接见使团的礼部官员们自然早早就来了。可眼见着队伍已经近在咫尺了，作为负责人的晋王还不出现，这可把他们给愁坏了。二皇子听见了几个官员的动静，走上前去。怎么，几位大人，六弟还没来吗？说是晋王妃睡过头了，所以耽搁了时间。秦君奇心中嗤笑了一声，接待使臣那可是大事啊，居然还可以睡过头，这个江宁儿也未免太过胆大妄为了些。哼，六弟妹性子跳脱，常常不按常理出牌，可以理解。但六弟呢？他为何也不来？这老臣哪里知道啊！我听一路上伺候的官员说，这个南诏世子性子暴躁古怪，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晋王爷怎么能第一日就迟到啊？这可太失礼了，南诏世子定会大怒的。哎，无碍，不是还有各位大臣你们吗？由你们来接见也是一样的。只有我们没有皇子撑场的话，到时候南诏国要是追究说天楚怠慢，可怎么好？对了，二皇子不是在吗？不如由二殿下接替晋王爷吧。但父皇任命的是六弟啊，本皇子也是只是来凑个热闹的。到时候父皇要是追究起来，怕是要说我抢六弟功劳了。二皇子，此事已经顾不得功劳不功劳了，这可是关系两国邦交的大事。是啊，皇上知道是怎么回事，要追究也是追究晋王夫妇的无礼，定不会责怪二殿下，反而应该是嘉奖二殿下才是啊。
那既然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一炷香后，南诏的队伍终于在宫门前晃晃荡荡地停了下来。鄙人天楚国二皇子秦军旗恭迎南诏国世子，还请世子下轿。花竹枝本是撑着脑袋闭目养神，听到这一声，缓缓睁开眼来，狭长上挑的眸子状似狐狸的睨着帐外的人。秦军旗看到他的脸，心中忍不住赞叹了一番，因为他还从未见过有男生女相的如此好看的人。怎么不是晋王来接本世子？本来理应是六弟来的，但他来晚了，还望世子海涵呢。听到这话，花竹枝乐了。本来他就想着终于可以借着身份找秦君夜的麻烦了，还愁怎么折腾他，这下有借口了。让他来，本世子就要你们晋王爷接，你区区一个皇子来算什么？区区一个皇子？秦军旗脸色僵住了。花世子有所不知，这位二皇子可是皇后娘娘的皇子，是天楚唯一的嫡子，身份比晋王尊贵呀。哦，是吗？既然最为尊贵，为何他不是王爷？这皇后嫡子又如何？我南诏国向来不认什么嫡庶，只认本事。就算是国君，也是以本事来选储君，而不是看老娘是谁。我只知道天楚皇室皇子虽多，可王爷却只有7人，如此就可以证明，定是因为他有军功在身，是其他皇子所不能企及的。在我南诏人的眼里，有能力的王爷可比没能力只有个尊贵老妈的皇子来得厉害。秦军旗闻言，脸色简直难看到了一个极点，这不是相当于当众说他不如秦君夜吗？世子若是执意要等六弟来接见，怕是要等上许久了。等？你们就是这样待客的？居然要我在这等他？花世子有所不知啊，我这六弟向来我行我素，近日又沉迷女色，他之所以没来，听消息是因为他家的王妃困觉起不来床，这才给耽误了。秦军旗看到花竹枝的表情，冷了下去，心中嗤笑。他是想给花竹枝还击，既然他不把自己放在眼里，那就让他知晓，他一心要见的晋王也没把他放在眼里。困觉？却不知花竹枝想的是，这个时间点了，师妹怎么还在睡呀？莫不是生病不舒服了吧？不行，他得去瞧瞧。既然这样，那我也不用你们招待了，我直接去晋王府拜访吧。直接去晋王府？怎么，他不来，还不许本世子自己去了？既然花世子一定要见六弟，我们也不好阻拦，我带世子去。有劳，带路吧。而此时的王府中，秦君夜其实早就醒了，他合衣靠在床上，一手拿着书静静看着，另一只手则搂着怀中的人，气定神闲，丝毫不慌，直到怀中的人像猫儿一样发出梦语般的嘤咛。终于睡醒了。江宁儿伸了个懒腰，发现窗外阳光刺眼，模糊着问他：什么时辰了？应该已经快50了。50啊！哇！我操，50？你怎么不叫我？今日是不是我师兄来的日子？我还不是顾念你昨夜睡得晚，看你睡得沉，所以不舍得喊醒你。那我起不来，你可以自己去啊。这个时辰，使团应该早来了，岂不是南诏使团来都没有人接见？放心，有大臣。只有大臣怎么行？接待使臣，向来要有皇子带头的。你父皇要是知道了，定会怪罪你的。父皇常常怪我，这个我倒是不怕。秦君夜说着，伸手把他拉进怀里。是你昨夜说怕你师兄欺负，所以要求跟我一起去帮我挡一挡的。我又不舍得叫醒你，就只能等你自己醒。毕竟我也不敢一个人去，我怕你师兄打我。为父也只是想你好好休息，没想到也遭来你的责怪。唉，到底是为父的不是了。天哪，好浓的绿茶味儿啊！王爷，你从哪学来的这招？简直就是江阴雪看了都要甘拜下风的程度。不过你跟我装柔弱，是不是有点没有信服度啊？我师兄哪里打得过你啊？他是打不过，可他是你师兄，我不敢还手啊！你还怪我？好，不怪你，不怪你。他要是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可以帮你欺负回去。你欺负回去有什么用？到时候你师兄还不是都还到我身上来了？你要真心疼我，
记得补偿我就好了。你想要我怎么补偿你啊？都可以，最好是肉偿。秦老六，你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看他笑得开怀，秦君夜也忍不住跟他笑闹了起来。其实他哪是真的怕呀，就是提前做做样子，好多占据一些他心里的位置罢了。王爷，南诏使团跟一众礼部大臣还有二皇子到王府来找您了。一大帮子人直接找上门来，这倒是让秦君夜有些没想到。二人简单梳洗了，便一起去了会客厅。因为他们来得太紧急，太过匆忙，江宁儿甚至都来不及挽发，打着哈欠就过来了。哎呀，六弟妹啊，你往日胆大妄为也就算了，迎接南诏世子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也姗姗来迟啊？而且你穿的甚至都不是礼服，实在是太有失体统了。六弟，你也是的，你敬酒骄纵的，该叫我天楚失了礼数，还不赶紧向南诏世子赔礼道歉？昨夜本王与内人玩闹的晚了点儿，今日才会错过接世子的时辰，还望世子海涵。玩闹？具体是玩闹了些什么？江宁儿露出的脖颈上还有个十分明显的红痕，众人一下都心知肚明了。礼部的几个大臣连忙低下头去。秦君奇虽也震惊了，秦君夜居然把闺房的事儿拿出来当着别国世子的面讲，真是太目中无人了。他鸡贼一笑，目光瞥向一旁，发现花竹枝果然脸色是难看至极，甚至对秦君夜是怒目瞪之。只是他不知道，花竹枝气的不是这二人失礼，而是看到师妹脖子上的痕迹他难受。哪怕已经知道自己没法改变什么，可也丝毫无损他此时的痛心疾首啊。因为他是第一次这么直面自家白菜真的被猪给拱了的事实。妈的，真想阉了秦君夜这头公猪。而秦君夜自然看出了他眼中的意思，却丝毫不以为意，甚至心中十分得意，因为他就是为了向花竹枝宣示主权，故意在江宁儿身上留下这个明显的吻痕的。这事儿怪我，是我的不是，我从未接见过使臣，所以央求王爷一定要带上我。结果我睡过头了，我给世子赔不是。本世子被你们怠慢了，所以很不高兴，现在要求你们晋王府做出一些弥补，你们可愿意？弥补？世子想要我们如何弥补？我看你们晋王府风景不错，空房也多，本世子要求这阵子就搬到你们王府来住。世子理应住在礼部安排的外交驿馆中，住我王府算什么？你们天主还有律法，使臣不许住王府吗？我觉得你们外交驿馆的环境没这好，风景也没这好看，本世子不喜欢。我今日还就是看中你们王府了。怎么，晋王爷作为接待本世子的负责人，本理应尽量满足本世子的需求，让本世子在天楚期间待得开心。现在这么简单的要求，你们天楚竟也办不到。几位大人，这样可行吗？按礼法确实没说不行，可南诏使团还有几个官员，宫中是派了人伺候的，使团的人加上伺候的人，要是都来王爷府上，怕是就拥挤了，会使使团感觉不好吧？属下等是怕到时候招待不周，会让南诏的各位觉得不悦。本世子没说让他们都来，其他人还是待在驿馆，你们招呼就是了。本世子只带一个随从，我们2个来王府住下便是了。区区2个人，王府应该养得起吧？多养2个人，晋王府自然是没问题的。可问题是，秦君夜一点也不想花竹枝住得离江宁儿那么近。世子若觉得驿馆不好啊，可以来我二皇子府，我那儿比晋王府更大，世子定会喜欢的。你呢？我不乐意，本世子就喜欢这里。再说了，本世子要住这儿，也不是为别的，就是仰慕晋王威名许久。此次来你们天楚，就是为了跟晋王爷认识一下。住在这里，我便可以跟他把酒言欢，彻夜长谈了。秦君夜眼角抽了抽，还仰慕他的威名，这种鬼话他真是一个字儿都不信。江宁儿生怕二人打起来，连忙应下：好，可以，世子就住我们王府吧。宁儿，既然章程没有说不许，今日起花世子便住在我们王府，各位大人们只需照料驿馆里其他的人，世子我们王府会照顾的，可行？可是，但是有什么但是的？还是晋王好说话。然后不等众人反应，便叫来自己的侍从：阿邪，让人把我的东西都搬过来，本世子要选个风景好的院子，
在这里住下来。礼部官员本还叽叽喳喳的，想要跟世子讨论一下住下后的事宜。花竹枝听了会儿，以要休息为借口，就把他们都给赶走了。没多久，南诏使团得知世子要住在王府后，大箱大箱的东西就开始朝王府里搬。你做什么？真把你南诏国的家当都带天楚来了？花竹枝不理他，直接掠过他，来到了江宁儿身边。小林，你看这些，还有这些，这几箱都是我给你带的，你看看喜不喜欢？嘿，给我的。箱子里尽是花竹枝搜罗来的新鲜玩意儿，甚至还有模样精致的拨浪鼓等小女孩喜欢的东西。你还真是把她当小孩子了，她已经是人妻了。不需要你提醒，我跟师妹认识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玩泥巴呢。我送什么要你管。师兄送的我都很喜欢，你们不要一见面就掐架好不好？行，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不跟他计较。你住我府里没关系，但你最好别招惹的西凉郡主也跟着来王府才是，否则我可没法说清。我招惹他做什么？我知道你不爽我，所以按道理你应该很讨厌看到我才是，但你却不跟你们南诏的人一起住外交驿馆，非要一个人跑我这里，你应该有别的用意。其实那个驿馆的环境我是看过的，吃穿用度甚至是风景都比我王府来的要更好，不存在不舒适一说。我想了想，唯一的缺点就是此次南诏与西凉同时来京，都被安排在了那里。西凉郡主若是要找你，简直易如反掌。是啊，师兄你不是最不喜欢看到我跟王爷一处了吗？可你要来了王府，不是天天都要看到你不喜欢的画面了？你图什么？你们别乱说，谁说我是躲他了？哼，看来花世子真的很怕这位郡主，说话都结巴了。谁怕了？小爷我会怕他那个男人婆？我那只是想跟我师妹住得近一些，然后好盯着你，不许欺负我师妹罢了。那你这个师兄还真是管得比宁儿亲哥哥都宽。亲哥哥？小丽，你何时有亲哥哥的？莫非是沛国公府的那个大公子江亭？他算哪门子亲哥哥？有我亲？这个一下子说不清，晚点再跟你讲。不过师兄，你别岔开话题，我其实也想问，西凉郡主为何此次也会来天楚？当真是跟着你来的？我哪里会知道？师兄，你是不是瞒了什么没告诉我？没有。当真没有？那上次你说会跟他说清楚比武招亲的事情，可有言明？我自然是说了的。不仅是说了，说完以后，二人还发生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就是说过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了。我也是前阵子才听说他来天楚了。你既然跟他说明了，那也就是事情解决了才是。那他还这个时候来天楚，莫非真是来和亲的不成？和亲？谁说他是来和亲的？你是不知道，前阵子知道西凉要来一个郡主，几个皇子都在殿上抢这个接待之责呢。他们都觉得任郡主是来和亲的，就想着谁能娶了她，好得到她背后西凉的支持。你刚才看到的二皇子，还有负责接待他的三皇子，都想纳他为侧妃呢。他在西凉国怎么也是摄政王的掌上明珠，来这儿给人当妾。你们天楚的皇子是不是太把人不当回事了？想得可真美。说完，他瞪了一眼在场唯一的天楚国皇子秦君夜，感受到他恶意的目光，心想这干他什么事儿啊？既然花世子你不愿娶别人，何必管别人是来当妻还是当妾呢？谁说我要管她了？她要嫁给谁关我屁事。不说这个了，我饿了，带本世子去京城逛逛。秦君夜眉尾一扬，江宁儿也看出了一些端倪，见花竹枝大拉拉的拉着江宁儿就要往外走，秦君夜上前将二人分开。奉命接待你的人是我，要带也是我带。你们如此上街，你是生怕旁人看不出你跟宁儿的关系亲密，还是你想给有心人机会，给宁儿扣一顶勾搭别国世子的帽子？那你还不给小爷我带路？要是招呼不好我，回头我就去找你老子告你状去。看到花竹枝转身大不流星的张扬样子，秦君夜揉了揉额角，这是走了一个哥哥，又来了一个，且他觉得这一个可比洛天成野蛮且难伺候多了。为了方便他们师兄妹叙旧不被人发现异样，三人来了秦君夜的月宁楼。只是没想到，三人刚进包房坐下来没多久，就有一个不速之客主动找上了门来。哎呀，六弟妹，真是好巧啊！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碰见你们。
三皇子冲花竹枝先是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对他行了个君子礼。想必这位就是南诏的花世子吧？之前就听说过花世子容貌俊美，气质不凡，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叫在下惭愧啊。三皇子过誉了，见过三皇子。没想到三哥居然还敢找来啊！看来上次的事情，三哥是不气我了。哦，这位三皇子与你有过节？哎呀，没有，花世子不要误会，乔六弟妹说的，我不是那么小气之人，怎么会因为那点小事气坏六弟妹呢？嘿嘿，如此甚好。不过三皇兄不是负责接待西凉郡主的吗？怎么有空来与我们打招呼啊？郡主有恙，早上来后便在外交驿馆睡下了，我将西凉使臣们带去驿馆后便也无事了，于是过来吃饭，也是凑巧，没想到碰到了你们跟南诏世子，为表我天楚礼仪，作为皇室中人，自要来拜见一下的。来者是客，我又是兄长，不如你们这顿就由我来请吧。见没人留他，三皇子说着自顾自的就坐了下来，强行要加入他们。三哥既然有此美意，臣弟也就不拒绝了。小二把菜单给了花竹枝的手中。想吃什么？糖醋里脊和香酥鸡翅，好不好？这个世子该不会是看上江妮儿了吧？秦君夜是知晓，花竹枝完全是把江妮儿还当小孩子在看，并无男女之意。可在察觉到了三皇子的眼神后，连忙咳嗽了2声。我们南诏向来尊重女子，同桌若是有女子，大都是先问女子的意向。怎么，你们天楚国不是总说万事讲礼仪吗？你们不是这个规矩？自然，往常本该是照顾女子，可世子才是客人，六弟妹是主人，应该主随客便才是。三皇兄说的没错，世子还是你先点吧。既然三皇子请客，三皇子可有忌口？有劳世子惦记，我不是很擅长吃辣，其他的都好。既然如此，小二，我要辣子鸡、香辣虾、麻辣香水鱼、剁椒鱼头、泡椒鸭胗。算了，把辣菜都给我来一份，全都给我多加辣椒，往死里加。我们南诏人就是最会吃辣椒了。花竹枝冲他笑，我早就想说了，来京城的一路上吃的都不对我们南诏人的胃口，本世子实在是思乡情切，今日正好有三皇子做东，本世子好好怀念一下家乡辣椒的香气。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得寸进尺是吧？避免浪费和三皇子你破费，我们点这些就够了，别的就不需要了。三皇子没有意见吧？感情就没一个不辣的菜呀。看到三皇子抽搐的嘴角，秦君夜连忙拿起面前的茶杯，掩盖着自己有些忍不住的笑意。天楚国人其实普遍都不善辣，江宁儿自幼是被他师父像老妈子一样带大的，那口味自然是与师兄相近的。两个人吃得无比开怀。秦君夜本也不怎么爱吃辣，因为江宁儿爱，夫妻两个口味会互相影响，故也练了出来一些。而三皇子不光不能吃，甚至有些辣椒素过敏。一桌子泛着红光的菜摆在饭桌上后，那个辣椒的热气还没进口呢，就已经熏得他眼泪直流，痛苦无比。三皇子吃啊，按照我们南诏的规矩给你夹菜，是喜欢你，可别不领情哦。你要是吃不完，就是不给我花某面子，一定要吃干净啊。都这样讲了，三皇子哪能够拒绝呀？只能够忍着舌痛和腹中的热痛，一边泪流满面，一边吃完全程。最后没多久，三皇子整个人被辣得热汗直冒，实在是难忍腹中绞痛，三皇子就待不下去了，捂着肚子仓皇离开了。可终于是走了，你们天楚国的皇子怎么都这么烦人？你要骂就指名道姓的骂，别用统称。不过你们南诏也是离奇，他们不知道你的性子吗？外交这种事怎敢叫你来？晋王爷不妨猜猜看，是为何？南诏与西凉这个时候来京，应该与前阵子龙渊力破赤河国有关吧？见花竹枝没有否认，秦君夜接着说下去。本来的7国之中天楚最强，可龙渊如今的实力已经大有超过天楚之势。我父皇为此十分焦急，更是把龙渊国视为头敌。可我父皇如果想要削弱龙渊实力，天楚出兵攻打的话，因地势原因离龙渊国太远，太耗费力量了，容易得不偿失。而龙渊最近的就是南诏与西凉国，若能与你们2国相互配合，3国联合起来制约龙渊，就十分可行了。那要照这样说的话，师兄你们来是准备跟天楚合作对付龙渊的？看你师兄的样子，应该就不是这样想的。哪个国家会安排一个一来就整别国皇子的人谈合作的？
晋王爷不蠢吗？你的脑子倒是比你那2个哥哥转得快。确实是你老爹给我们国君来的消息，找我们来谈合作的。可我们不傻，你爹是个有野心的，有统一7国的心。我们虽然跟龙渊算不得亲近，可2国也相安无事。如果我们真的助天主灭了龙渊，怕是下一个就会是我们。我们知道天主向来觉得我们南诏人野蛮，可再野蛮，我们也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你们国君是觉得不好直接拒绝天楚，并让你这个没实权且脾气还差却身份镇得住场的长世子来了，这样既不至于显得太不给天楚面子，破坏2国之前的邦交，又谈不成任何事。你说的没错，所以我呢，其实就是过来你们这儿见见我师妹的。那师兄，你们这次来待多久？大约是年底吧。对了，你先说你亲哥哥是怎么回事？我在来的路上不是听说你跟沛国公府断绝关系了吗？沛国公府对你一点都不好。反正既然断绝关系了，师兄我来了，要不要我帮你去教训他们？江宁儿将上次七夕之后的事情细细地跟花竹枝讲了一遍。你是说你的父母都另有他人？所以我现在的娘亲是死是活，我也还不清楚。我暂时留着江家，也是为了查清楚当年的真相。好，不管你想做什么，师兄都一定支持你。吃饱喝足后，夫妇2人就带着花竹枝在街上逛一逛。殊不知，自他们离开酒楼后，就被人偷偷跟上了，且看着他们虎视眈眈。不好，我耳环掉了。掉了，去前面铺子再给你买一对就好了。不行，这对耳环是母妃送我的，意义不同，我得找回来。王爷，要不你先带我师兄去戏楼，我猜应该是掉在刚才的铺子了。我找到了就去找你们。江宁儿折返回去找耳环，可刚走，秦君夜才发现耳环是掉在他脚边了，于是2人又捡起耳环跟着追了上去。江宁儿不知他们追来了，回到刚才他们待过的一个铺子前，低头寻着，突然感觉背后一凉，一回头就见一条长鞭直朝他挥来。江宁儿旋身躲避，可还未看清来人到底是谁，对方攻势便愈发猛了起来，险些就要被这鞭子打中之时，秦君夜出现挡在他的面前，并一把将鞭子给拽住，紧接着迅速朝攻击江宁儿那人一掌袭去。花竹枝扶着江宁儿之后，2人都认出了鞭子的主人。王爷，不可伤他！听闻动静，连忙收了力道，转而扼住对方的手臂，将其一扭，压制在了地上。疼！松手！花郎，救我！秦君夜本以为袭击江宁儿的是个年轻男子，可一听对方的声音，发现是个姑娘之后，他立马就松开了他。没想到你们汉人居然也有武功如此高强的人。我的鞭子还我！花郎，没想到花世子还有这种情郎啊，怎么不早说？什么情郎？你聋吗？听不出来她是女的吗？自然听出来了，所以不是情郎，那就是情人喽。我不是他的情人，我是花郎的未婚妻。燕潇潇，你乱说什么？我说了，参加比武招亲的不是我，什么未婚妻？你少乱讲。燕潇潇不高兴地拉住他的衣袖。我如何乱讲了？就算不是你，可我西凉人都看到了，就是你这张脸上的我的擂台赢得我，而且留下的定情信物也是你的金羽翎。况且我也喜欢你，我就是你未婚妻，我要嫁你，要给你生孩子，生好多好多孩子。秦君也倒吸了一口气呀。我的姑奶奶，你别乱讲好不好？什么给我生孩子？你是不是女的呀？都不知道害臊的吗？而且我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说了800遍了，我不喜欢你。你身为郡主，你们西凉那么多好男人任你挑，为什么就要缠着我呢？你喜欢我什么？你说，我改还不行吗？我们西凉男子都粗糙，我不喜欢。而你是我见过长得最秀气的男子，你这张脸比女子还好看，我就是喜欢你的脸，想每天都看到你的脸。你要怎么改啊？花竹枝表情痛苦的说不出话来。燕潇潇，我们不可能的，我娶谁都绝对不会娶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师兄，你对人郡主客气些，有话好好讲。就因为她是不是？你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所以不接受我的，对吧？哈？燕潇潇，你够了，她是我师妹。哼，不是你跟我说，你师妹本跟你情投意合，却转头嫁给了别的男人吗？情投意合？师兄，你乱讲什么？我什么时候跟你情投意合过了？难道不是吗？是花郎亲口跟我说的，说他有个爱慕多年的师妹，不接受我，就是因为心里有你。
容不下别的女人了。花竹枝此时真是一个头两个大了。我这不是甩不掉这个女人，没办法，找的一个借口嘛。你怎么老是拿宁儿当借口？你差点害得她今日受伤。我也是实在没法子了。你们是不知道，这个男人婆真是太残忍了。我也是被他缠怕了，才出此下策的。我是想让他知难而退，哪知道他真的敢在天楚对天楚国的王妃当街下手啊！我阿爹说了，猎狼怕缠女，我缠你怎么了？我喜欢你，自然要缠着你。我若不喜欢你，我才不会搭理你呢。燕潇潇，感情的事讲究你情我愿，两情相悦。你单方面喜欢我是没有用的。我喜欢你关你什么事啊？要有用做什么？三个人都无语了。他们发现了这个郡主脑子里啊，好像自有一套逻辑。而且我们已经有夫妻之实了，你本来就是我男人，我缠着你是应该的。师兄，你都干了些什么啊？原来是花世子你始乱终弃，别人才找来的，那确实有些不负责任了吧？花竹枝满脸的惊慌失措，冲着质问的二人结巴了半天。江宁儿无奈地叹了口气，知道这个事情一切还是因他而起，上前先是跟燕潇潇行了一个天楚的汉人礼仪。燕郡主，许久不见了。我见过你吗？哼，不对，我们确实是见过，只是我没见过你的这张脸才对。比武招亲引我，拿我嫁妆的就是你吧？没错，当初上擂台的正是我。这里不方便说话，郡主随我们换个地方再聊如何？有些事情显然其中有不少误会，我们可以找个茶楼坐下慢慢说开。行，见你态度还挺好的份儿上，本郡主愿意跟你聊，反正聊得不行，我们再打也不晚。你跟他有什么好聊的？赶他走啊！你凭什么赶我走？是你师妹要找我聊天，我又不是要跟你聊。花竹枝再次被他弄得哑口无言。看着两个女子已经并肩出发的背影，秦俊业再看花竹枝那有苦难言的表情，有些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你笑什么？没什么，就是开始明白为何花世子不敢住在外交驿馆了。看来本王说的没错，你住我王府应该是逃难的原因大于想见你师妹吧？秦君夜，你笑个屁啊！信不信我毒死你？可刚发狠说话，花竹枝又想起这家伙因为噬魂毒，如今是百毒不侵的状态，真是烦死了。嘀咕着就跟上了两个女子的脚步。结果万万没想到，江宁儿和燕潇潇找了家茶楼后，进了包房就把门直接关上了，居然压根就没想让秦君夜和花竹枝参与他们的聊天。秦君夜看到自己也被关在外面，认为自己完全就是无辜的那个，有些不悦。结果花竹枝在一旁暗爽了起来，哼，让他笑话他，现在谁都笑不出来了吧？既然进不去，两个男人就在包房外面最近的一桌相对而坐。你自己的桃花寨弄不干净，现在牵连到宁儿身上来，若是他们两个在房里打起来，宁儿有个三长两短，本王定不会放过你。什么叫我牵连他？你搞清楚事情的原委，明明是你媳妇牵连我好不好？我才是那个受害。算了，我不跟你吵。你打女人吗？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燕潇潇是西凉郡主，如今这个时期我不好对她动手，所以等下他们要是真的打起来，我会护着宁儿，但燕潇潇得你来。我？你让我打他？怎么一夜夫妻百日恩舍不得？谁说我舍不得了？我跟他真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我来就我来。他要真伤了小丽，你看我教不教训他吧。殊不知屋内这两个女人自进屋开始都很平和，相安无事，连大眼瞪小眼都没发生。郡主想要喝点什么？你们天楚的酒都没什么味道，跟我们西凉的白开水一样。听说西凉人都爱喝烈酒，喝我们天楚的酒确实会觉得差点意思。既然如此，试试天楚的茶。我记得西凉地界不产绿茶，尝尝我们这的碧螺春如何？也好。见屋子里半天没啥动静，也听不清里面人在聊些什么。包房外的花竹枝有些焦急了起来。不行，闯进去吧。要闯你闯。你秦君夜，你都不担心你媳妇安全的吗？你刚才也看到了，燕潇潇武功可不弱。担心，但我也相信宁儿的能力，真有需要宁儿会喊的。既然她没喊，我不想去打扰她，免得她不高兴。但花世子若是等不及了，可以闯，我不会拦你。门打坏了，本王来赔就是。你呀你小子果然是个不老实的，你还真鸡贼，让我闯，我就乐意让我师妹不高兴了。世子是担心你师妹，还是
其实你在担心那位郡主。你狗屁！我担心燕潇潇做什么？我自然是担心我师妹。是吗？你师妹的本事你很清楚，她若是想随便一点毒就能把对方放倒，所以我才不那么害怕她有危险。我是怕她毒放太多，把人弄出个好歹来，到时候燕潇潇要找她麻烦。你也看到了，那个男人婆有多难缠。哦，原来如此。你抠个屁！西凉和南诏联姻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花世子可有考虑过？你不是说你老子有意要皇子娶她，好跟西凉联盟吗？怎么，你不希望西凉跟天主合作？不是我不愿意，而是宁儿不愿意。我知道当初宁儿假扮你参加了比武招亲的事，宁儿自觉对燕郡主有愧，而天楚皇室中适龄的皇子里并无良人，所以宁儿私心并不想燕郡主委身给他们，觉得那样的话，她的结局怕是不会好过。你们天楚皇子真有这么糟糕？那现在哪几个皇子有意娶她呀？今日你见到的那2个，就是当时宴上想要争抢的人。就那2个？花竹枝顿时面露嫌弃，今日那2个皇子一看就是一副贼眉鼠眼、狼子野心的人，一点也不像个好人。这是那个男人婆真的是嫁给那2个，不管是谁，确实都不可能幸福，只会是被利用的棋子罢了。他若有所思了一会儿，能够明白师妹的意思了。啊，不对，等等，燕潇潇嫁给谁关他什么事儿啊？他分析个什么劲儿啊？他们西凉有西凉的决断，西凉要真是来此为了让他联姻天楚，那也是他自己应允的。小离就算不忍如此，外人也爱莫能助。虽然我是南诏的世子，却也只想当个没什么责任和压力的闲人。我并无对权力地位的野心。2国联姻也就意味着要舍弃自由，也会有很多的束缚，那我可就闲不起来了。我才不乐意被管着呢。所以不管是燕潇潇要嫁你们天楚的皇子，还是西凉的谁想跟南诏合作，说到底这些事也扯不到我头上来。所以花世子是怕接受了那个燕郡主后，变成了承接2国联盟的关键人物，会被多加桎梏，不愿牺牲自由，才百般躲避的。我可没这样说。秦君夜，你管好你自己吧。你们天楚乱得要死，少在这自以为聪明的揣测我的想法。是吗？既然如此，那本王确实有必要关注一下这位西凉郡主了。说不定她真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我未来嫂嫂。花竹枝也不再看他，一脸的严肃，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不知过了多久，紧闭的房门再次被打开，2人走了出来，没有他们所想象的剑拔弩张，倒是十分融洽。郡主还要打吗？话都说开了，便不需要再打了。不过我也难得看到有像你这般武力的女子，你若是想切磋的话，本郡主倒是乐意奉陪。如此的话，我们送郡主回外交驿馆。燕潇潇若有所思地看了眼那边的花竹枝，叹气：罢了，不必了，我自己可以回去。看到他竟真的就这样离开了茶楼，花竹枝连忙惊喜地凑上前去问江宁儿：师妹你可真厉害，那个男人婆居然就这么乖乖走了？不然师兄想他跟你一样住进我们晋王府不成？我自然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你怎么劝走她的？这女人就跟狗皮膏药一样，我这么久甩都甩不掉。何来劝走一说？我跟燕潇潇聊得挺好，约他改日再见罢了。改日？你还要见他？你见他做什么？你还说呢？师兄，你好不地道，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怎么了？你怎么突然还对我发起脾气来了？我问你，你给我老实交代。任郡主说你跟他有过一夜，但一夜过后你就跑了，可有此事？没有。花竹枝矢口否认。当真没有？说实话，你要是骗我，你就内治外治，终身不得志，而且各个痔疮都鸡蛋大。花竹枝一脸的为难呐，这鬼丫头要不要这么咒他呀？好，我说，我清楚他说的事情，但事实上真的不能算有。情况有些复杂。3人进了包房之后，坐下来慢慢听花竹枝讲来。事情是自他去南诏拿着我的金玉铃找我后，我当时虽不知具体原委，可猜到应该是你易容成我的样子，惹下的麻烦。一开始我也抱着跟你擦屁股的心态，想说把这个郡主打发了，应该也就无事了。我找了些证人，证明当时我人不在西凉，然后也说我的金玉铃不见了，想让他明白当时比武招亲赢他的人不是我。起初我看他不吵不闹，还觉得这个郡主是个明白人，还挺好说话。到底远道而来，又是别国的贵女，我自然以南诏世子身份好生接待着。谁能知道这女人是心里憋着坏呢？有一天说是要跟我说事，把我约出来，
结果趁我不备，直接把我打晕给绑了，逼我跟他行房完婚。所以师兄，你该不是被燕郡主给强了吧？这个男人婆也不知道从哪儿准备的一大瓶媚药，然后还蠢得要死。你说通常这种事，我既是不愿意的那个，他给我威胁也就罢了，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给我灌下去了不说，他自己也干了一大半杯。而我体内带着蛊，可以吸食毒性，加上那媚药对我来说不是很厉害的那种，所以我并未受到药的影响，可他却发作的厉害。秦君夜听到这儿挑了挑眉，不知怎么的，这个剧情他竟觉得有些熟悉。你是真不知道那男人婆力气有多大，你师兄我为了给你个死丫头擦屁股，衣服都被他撕破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保住了我的清白啊。所以你们根本就没事发生了，那他为何还那样说？莫非是他拿自己的名节压你，想以此来要挟，非要你娶她？那应该也不是，他追着我的时候不小心撞到桌角，晕了过去。那个时候大冬天，天寒地冻的，我这人向来怜香惜玉，他都脱成那样了，就这么躺着会被冻死的。我想办法解开了绳索，把他抱到床上，去用蛊给他解开了媚药。我也筋疲力尽了，本是想着就靠着他的床先休息一下再离开，结果一休息就虚脱的睡着了。如此一来，燕潇潇第二日醒来，因为药物作用根本记不得事儿了，只觉得周身疼痛。加之看来两个人还衣衫不整地睡在一起，最要命的是他自己磕碰的时候受了伤，染在床上有了点血迹，所以燕潇潇看到那个血迹，自然会以为他们有过一夜了。我想解释，可他不听，就觉得是我不想承认，我也是怕麻烦，转身就走了。后来七夕那日，我不是来找你问清楚了一切吗？我本来想着跟他从头到尾说清楚一切就好了，结果这个女人还是说不听，非要做我的世子妃。我实在是拿她没办法，只能找个借口，就拿你做挡箭牌，编造了后来她说的那些事情，想让她知难而退。原来是这样呀。不过师兄，人燕郡主就算以为自己是被你始乱终弃，却还是忠心于你，足以见得她是真的喜欢你。你又没婚配，而她既漂亮身材又好，被你那般无情拒绝也不怨你，这种女子可是很难得的。你当真对她一点心思都没有？没有，这么粗鲁又不矜持，还整日追着男人跑的女人，谁会喜欢呀？花竹枝这边立着绝对不会喜欢燕潇潇的事，把燕潇潇说的好像一文不值一般。可另一边，她弃如敝履的女人却有人百般惦记着。怎么样？我让你送去驿馆的礼物，燕郡主可收下了？驿馆的人说郡主出去了，没有人在。出去了？本皇子早上约他上街，说带他看看，他称病不见，这才过了几个时辰，人就好了。他表情有些不悦了起来，心想这个西凉郡主该不会是故意的吧？下人低着头不敢应答。出去了就出去了吧，他去哪儿了可打听到了，本皇子再去与他碰面就是了。殿下，属下问了，可西凉国的人说他们这位郡主自小被娇惯长大的，向来不拘小节，他们没有人敢管这个郡主，郡主走时也没有说，也没有带下人，他们便也不敢问，所以不知道郡主去哪儿了。啊，西凉到底是野蛮之地，本皇子也不能指望他们这群野蛮人像我们天主大国这般收礼。那西凉使团来京后，可有其他皇子去示过好？这个属下倒是问了，还真有。五皇子让人送去过一些名贵的物件，二皇子则是派人去约见过郡主出行，不过也跟咱们一般，送去的东西他们都说无功不受禄，不收。郡主人呢，自也都没见到。哦，千钧奇此举，在本皇子意料之中，没想到老五居然也敢打这个心思，之前还真是小看他。是啊，五皇子似乎是看二皇子势力不行了，也开始冒头，这阵子活泛着呢。哼，老五往年都不怎么涉足党争，如今就算老二不行了，怎么也轮不到他，简直不知可畏。不过本皇子也没想到，这个郡主居然如此高傲，接连拒绝3位皇子。西凉派个女子来，难道不是来联姻的吗？他这样是何意？莫非我们3个他都看不上不成？女子大多矜持，这位郡主才刚来，以我之见，殿下不用着急才是。见过于小姐。来的正是刚刚被赐婚3皇子的正妃于锦柔。你怎么来了？殿下不想看到我吗？这是哪里的话？3皇子拉过他的手，把他朝自己怀中一带，环着于锦柔，亲昵地让他坐在了自己的大腿上。现在天下皆知你是父皇亲赐的3皇妃，你是我的女主人，自然想来就来。几日不见柔儿，叫本皇子好生想念，快让我亲一亲。
殿下这张嘴好会骗人，你这几日不是都在想那个西凉郡主吗？哪里会有空想我啊？怎么，柔儿吃醋了？殿下，那个郡主当真如传闻那般天姿国色？就算再天姿国色，也不及我的柔儿半分知情达理。殿下是真的觉得我知情达理，还是在告诫我不要坏你的好事？二人都是脸上带着笑，可那份看向彼此的笑中都有某种别的深意。怎么，我得西凉注意，柔儿不乐意？殿下你别紧张嘛，殿下好就是我好，我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我并非是那般格局小的女子，只懂得拘泥于内院的斗争。我今日来不是为别的，正是因为知道殿下苦恼西凉郡主之事，特来助殿下一臂之力的。哦，柔儿有法子。于锦柔亲昵地勾住他脖子，在他耳边附耳说了几句后，三皇子神色大喜。柔儿，本皇子得其如你，夫复何求？你是我未来夫君，我只会想要我夫君好。不日，三皇子便带着几人亲自来到晋王府求药。江宁儿看到三皇子又带了几箱子礼物，顿时喜笑颜开了起来。嘿，三哥果然比二哥聪明太多了，我只是轻微教训了你一次，你便知道如何做人了，真是孺子可教也。六弟妹哪里的话，既然是我要求于你，自然态度要好些才是。三哥果然会做人，很好，看来你有把我当初给你的警告听进去，我很满意。既然六弟妹满意，不知道何时才会让诡异来给我医治？何时？不好意思哦，诡异说了，他不会来给你医治的。你不是收了我的钱吗？怎么说话不算数？我是收了呀，但我当时说了这是中介费，我会帮你递话，而我也如约递了，怎么能说我说话不算数呢？只是人诡异嫌你身份不够档次，不值得他老人家屈尊降贵来见你，我能如何啊？江宁儿，你耍我？哼，我耍你，你又能拿我如何？三皇子猛地站了起来，那架势简直气得恨不得想要打他，而他一动作，黄雀就带着几个侍卫也逼近上了前，这才让三皇子又慢慢的坐了回去。三哥别急嘛，我话还未说完呢。诡异是不来，因为你的情况不复杂，不需要他大老远跑来一趟，我就能给你解决了。你诡异都未看过我的情况，怎就知道不复杂？我看你分明就是在诓骗本皇子。既然三哥要如此说，那你现在就走吧。来人，送客。殿下呀，我们既然都来了，不如让晋王妃试试吧。好吧，那你能如何解决？三哥带的这几人身上都有药味儿，想来也是大夫吧？确实，三皇子带的人都是京中的名医，就是提防他用假诡异骗他。本王妃懒得回房拿了，你们谁带了银针，借我使使。其中一人上前拿着一包银针来递给他。就在众人还没有看清时，江宁儿只是伸手在银针上轻抚了一下，下一瞬3枚银针便已经落在了三皇子的脑门上。你做什么？闭嘴，想我治就别逼逼。紧接着在他身上下了几针，速度之快，手法之利落，让三皇子带来的几个大夫都大惊失色。很快，江宁儿大手一挥，数枚银针便重新插回了针包中。他又拿了一瓶药递到了对方手中，此药名贵，还请三皇子不要疏忽，一定按我说的按时吃药，我保你药到病除。这个药到病除是要多久？7日便可。是7日？怎么，不信的话，可以让你带来的这些大夫瞧瞧药。于是乎，几个大夫围着那瓶药是又闻又摸，研究了半天。如何？回禀殿下，这个方子我们参不透，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无毒。药是诡异让人给我的，你们参不透是自然的。反正药我给了，针灸也针了，至于要不要吃，三哥你自己定夺，可就不关我的事儿了。好，我就信刘梅一次。三皇子一走，黄雀就凑了上去。芳妃，你当真这么容易就给三皇子治好了？怎么，不信我的医术？自然不是，属下只是觉得三皇子这种人根本没有帮他的必要，觉得你还治好他，真是太便宜他了。小黄雀啊，有句话叫一码归一码，他给我钱，我自然会治好他，因为我是个有医德的大夫。但又有一句话说了，梁子要一件件的算，一件件的解，不要操之过急。王妃，你到底要说什么？什么意思？到底是解还是解？意思就是说，他给钱让我治疗阳痿，我收了钱，且我给他治好，
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因为我是个很讲道理的好人。哈，王妃讲道理？黄雀私心觉得他根本和讲道理这3个字不沾边儿，但是不代表他给钱可以了结他对王爷还有对瑶瑶乃至我做的那些事情，所以我给他的药既能治好他的不举，同时也在里面给他下了双倍浓缩的噬魂毒。所以王妃，你刚才给的是毒药，那刚才那些大夫怎么都没叫出来？所以我刚才又说了，我可是鬼医，要相信我的医术，区区几个糟老头子。我当鬼医治病的时候，这些家伙还不知道在哪玩泥巴呢。不光是那些药，那群糟老头子没看出来，就连刚才的那些针法，其实也不过是为了让三皇子信服他的手段罢了，不为别的，纯的就是想扎他。其实他的问题对我来说好解决得很，但我刚才若是不虚晃来那么几招，他怕是不会信我，吃下我给的药。不吃药，我如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当年麒麟2个皇子联手，使得秦君夜饱受噬魂毒的煎熬那么多年。江宁儿在这次便在药中将噬魂毒进行了改良和升级，可这个噬魂毒不会让他死，只会叫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且发作的时间全由他来控制。对了，你今日怎么在府里啊？这些日子你跟清玄不是都挺忙的吗？我本来是在楼中打理事业，是王爷交代过，若是有了玉亲王的消息，便赶紧跟王妃通报一声。怎么，你们找到他了？他去哪儿了？根据我们的探子来报，玉亲王似乎是去了墨城的山上寺庙中礼佛去了。礼佛？他怎么看也不像个信佛的人呀，这是看破红尘要出家了？这个属下就不知了，不过玉亲王到了那儿之后便没有出来过，好些日子了呢。看来他果然有秘密。你说的那个墨城离京城很远吗？远，而且那个山寺也很隐秘，王妃莫是要去墨城寻玉亲王不成？如果他真的照我想的是在躲我的话，想必我要是从京城出发过去，他也早就得到消息，自会换个地点的，此去无用。王妃说的有理，那怎么办？你让人继续盯着他的动向，他是皇家学院的院长，不可能在庙里待一辈子的，我会想些法子逼他回来，等他动身回京时，我再去堵他也不迟。好，一切听王妃吩咐。还有，你们一直在准备的那条暗道现在如何了？黄雀凑近他，小声的回答：托王妃的福，从三皇子那儿弄来的几个店铺，正好做了掩护，让我们动作起来不用太顾忌。本来半年那条暗道才能打通，看按现在的速度，数月即可。听到自己做的事情有所注意，江宁儿就放心了。不过如果真的数月后就要离开这儿的话，有一些事情他也得抓紧时间在这期间都解决好了才好。三皇子回府后就叫来了一切他能找来的大夫检查那瓶药，生怕江宁儿对药中动了手脚。如何？回殿下，这个药我们研究了多时了，确实无毒。那有没有可能是鬼医藏了毒，以你们的技术和能力发现不了了呢？这个确实不好说，毕竟鬼医的医术，天下怕是无人能及。我相信，如果真的是鬼医要给殿下下毒，我们确实有可能无法看出。殿下若是不放心，不如让别人先试一试，如何？别人？你是指何人？听闻二皇子这些日子在府中染了疾，也在吃药丸。如今他府中势力单薄，不似从前了，想要安插些人进去换颗药，还是可以办到的。好计，若真有毒，也先让老二享受一下。若真是老二因此死了，本皇子还可以借机引获晋王府。三皇子所言极是，正是这个道理。好，那就按照你说的去办。若是老二吃下并无问题，本皇子再用此药。而老三的这点思量，在他府中来晋王府告知说掉了一颗药丸，请求再补一颗时，江宁儿就猜得七七八八了。反正他的这版噬魂何时发作是由他控制的，并非是吃下就能看出。所以呀，江宁儿才不怕这两个家伙狗咬狗一起死呢，甚至觉得这个结果比他想的还要好。就在三皇子服药的这些日子期间，天启帝分别宴请了南诏和西凉的使臣进宫赴宴，不过也都很顺遂，并无事发生。这天，
江宁儿进宫去拜访玉嫔了，秦君夜则在大理寺。听说京中来了一个很有名的戏班子，在城东的戏楼演出。花竹枝待得无聊了，便拉上了自己的随从阿歇一起上街，准备去听个新鲜。结果二人来到了戏楼之后，才发现外面人满为患，似乎都是特意来听戏却被挡在门外的人。这是怎么回事？怎么都不进去？主子，看起来像是戏楼今日不唱戏啊，根本不让人进啊！不唱？哎，那咱们不是白来一趟，真倒霉。这时街的另一头，三皇子驾到，还不速速避开！于是乎，戏楼前本拥簇的人群迅速被赶到了一边，让出一条空道来。这个天楚国的三皇子开场还挺大呀。可不是嘛，听说今日戏楼就是被三皇子给包场了，只给他一个人演，所以才不让进呢。看戏喝茶本就是与民同乐的事情，自己要看，把戏班子叫他府里去不就好了？干嘛非要在市集上摆架子呀？让人都白跑一趟。罢了，没戏看，咱们换个地方消遣就是了。主子，是燕郡主，我算是明白了，看来三皇子包场就是为了讨燕郡主这个美人欢心的。他这是对燕郡主起心思了，想追人家呢。哼，我以为天楚皇子能有多高明，手段真俗。我的亲主子呀，我不是在说他高不高明，而是咱们不需要做点什么吗？给他下蛊怎么样？不然燕郡主怕是真要被那个三皇子给抢走了。按照善蛊，人尽皆知，给他下蛊，你是生怕天楚不抓咱们是吧？少给我惹些麻烦。那不下蛊，咱们去下点毒也行啊。再不济，我叫些兄弟教训他们一番，我们蒙着面不被他发现。或许回去跟黎姑娘商量一下，姑娘那脑子好使，定能想出好法子，让她不再敢打燕郡主的主意。如何？如何？我如何你个头啊！少在那出些馊主意，我跟他又没有关系，他跟谁关我什么事？可是小爷我巴不得他赶紧被领走，免得来烦我。他愿意跟三皇子一起，那是他的事，我们管不着。阿歇叹了口气，觉得自己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他又看向那边的两人，忍不住感叹：主子，你说燕郡主不会真的是来和亲的吧？如果是的话，那他也太惨了吧。你看那个三皇子倒是笑得开怀，可燕郡主却冷冰冰的，像个冰山美人一样。可明明他就不是冷淡性子，之前追着你跑的时候那么热情，一看就是不太情愿跟三皇子出来的样子。此时他们二人已经进了戏楼，在窗边坐下，透过窗户确实可以看到燕潇潇的表情有些落寞，往日在他面前时的那股倔强劲儿都没有了。我先还以为燕郡主是追着主子你来的天楚呢，可现在看来是我多想了。这些天你还提醒我说让我提防他，免得他缠着你，结果在天楚这几日，除了第一日，人家根本就没来晋王府找过你。早知道我们当初就不用专门费那么大力气搬到王府去住了。阿歇没有看到自己主子那已经有些黑下来的脸色，还望着那个窗台，沉浸在自己的惋惜。不过也是，主子你一直那么嫌弃她，脸皮再厚的女子也该对你死心了。我还以为你的世子妃有着落了，但现在煮熟的世子妃怕是也要飞走了。什么叫煮熟的世子妃呀？阿歇这哪来的形容词？哎呀，这个三皇子，人家郡主又不是没有手，这家伙是干嘛呢？听到阿歇一声惊讶，花竹枝再次朝窗台看了过去，看到竟是燕潇潇吃糕点沾到了嘴边，秦君临伸手去替他擦拭的画面。花竹枝只看了一眼，便迅速挪开了目光。你屁话怎么这么多？舌头太长了，需不需要我给你剪下来一段，练成长舌骨？阿歇捂着嘴，连连摇头。回王府。回王府？主子不是说换别的地方消遣吗？消遣个屁，老子困了，回去睡觉。睡觉？他不是才刚睡醒吗？但阿歇不解，却也不敢再多言，只能埋头跟在他身后。没一会儿就已经离开了刚才的街道，也再看不到那栋戏楼和围聚的人群了。可不知道怎么的，离开了那个吵闹的地界，他的心却越发的烦躁了起来。刚才不过是瞥了一眼，秦君临朝燕潇潇脸边伸手的画面，却一遍又一遍，不可抑制地在花竹枝的脑海中重复了起来。他一边走一边晃了晃脑袋，想将这些思绪赶出去，可越晃便越无心烦躁。该死，他烦什么呢？烦他口口声声说喜欢自己，却又跟别的男人一起。可阿歇说的没错啊，是自己三番两次的拒绝他，对他凶要他走的。他换个人相处，不是他乐意看到的吗？那他有什么可不痛快的呢？妈的，这娘们儿的话果然不能信。什么娘们儿？主子你在说什么？
我说你去玄武街跟小林买点她喜欢吃的糕点去。啊，姑娘不是更喜欢吃隔壁街的那家吗？玄武街太远了吧？你个臭小子，现在还会偷懒了是吧？让你做事还敢嫌远，让你去你就去，费那么多话做什么？想挨揍是不是？他拳头刚扬起，阿谢就赶紧朝玄武街飞奔而去了。阿谢一走，他便也重新朝刚才戏楼的方向跑了过去。一路上，花竹枝心中都在给自己不断的灌输着自己只是因为掉了东西才回来捡的这种想法。可事实上，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掉了什么，本是低着头找着，最后就窜进了小巷，鬼使神差的潜入了戏楼的后门。戏楼里空荡荡的看台上，只有三皇子和燕潇潇2个人坐着，欣赏着对面戏台上的戏码。看得这么认真，这男人婆听得明白吗？燕潇潇之所以摆出这副认真的样子，正是因为台上咿咿呀呀的，他压根一句话都没有听明白。戏曲好难懂啊，他们咬文嚼字的在讨论什么呢？他正襟危坐，眼神早就飘到了别处了。这时他似乎扫到一个很熟悉的人影一闪而过。郡主，燕郡主。啊，三皇子有何请教？请教不敢当，我是在问郡主觉得我们天楚的戏剧如何？如何？好，很好听，音乐很好，鼓也打得很响。鼓打得很响？郡主真是风趣，关注点也十分的与众不同啊。那戏剧的含义呢？含义？燕潇潇在心中骂着娘，这三皇子是个夫子吗？看个戏还给他来个考试题。他懒得回答，又眼神飘到刚才的地方，却发现那个人影已经找不到了。郡主在找什么？没什么。殿下刚才说什么了？郡主可明白，刚才的那场戏是一场表白戏，可看明白了戏中男子对女子的真情？看明白了，但我不喜欢。郡主不喜欢？是啊，那个男人太啰嗦了，喜欢对方就直接一点。他唧唧歪歪，话多的跟村口说闲话的老嫂子一样。本郡主最烦这种人了。郡主果然快人快语。三皇子，你们还会别的戏吗？刚才那个我不喜欢，看得不过瘾。自是有的。他招了招手，侍从拿过一个戏目本给他。郡主可以点，你点什么他们就给你演什么，今日这里只有你我，都以你说了算。那我就不客气了。燕潇潇不懂戏词，所以唱得再好，剧目再跌宕，对他来说都没意义。于是他点了出自己感兴趣的武戏，台上的武生使着功夫登场时，这才叫他眼睛一亮，终于看得入迷了起来。也因为他的入迷，三皇子几次想找他聊天说些什么，燕潇潇都完全没法从台上挪开目光。三皇子讨好不到，只得作罢。好不容易看完了武戏，燕潇潇说累了，想回驿馆休息了。好，那我送郡主回去吧。有劳三皇子了。但是好不容易把人约出来了，三皇子自然不会让他这么快就回去了，于是早就暗中让车夫绕了路。一路上，三皇子有一搭没一搭的，一直想找燕潇潇搭话。燕潇潇应了几声后，便不想搭理他了，于是干脆两眼一闭，装作小气睡着的样子。可没想到自己刚闭眼没多久，手就被人牵住了。他浅褐色的双眼猛地一睁，然后反手一扭，直接把三皇子的手给折了过去。疼，放手！你要做什么？郡主，我没恶意，只是想送郡主一点礼物。燕潇潇这才看到自己手中放着一根很名贵的金簪。无功不受禄，你送我这个做什么？不是郡主说你不喜欢啰嗦的男人，喜欢直接一点的吗？我喜欢的男人跟三皇子你又有什么关系？我自然是因为我对郡主你。三皇子话还未说完，便传来了马的惊鸣声，发现竟是被一群黑衣蒙面人给围困住了。二人赶紧下了马车。怎么回事？殿下，不好了，似乎是来了刺客。保护郡主。不用，我们一起上。三皇子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一起上？等等，这跟他设想的不一样啊！但他还没回过神儿来，就看到燕潇潇直面了那群刺客，挥舞着长鞭跟对方打起来了。殿下，怎么办啊？我们这是安排好让您英雄救美的，但燕郡主这哪需要救啊？她的武功明显比我们安排的人都要高啊！三皇子哪里想得到自己失策了呀？但是不管怎么说，戏要演全，他拿着刀上前，一下抵挡住了对方的攻击。郡主，这里危险，你回马车上，我来保护你。不必，
这些刺客武功不怎么样，你的人都不用动，本郡主一人就能搞定。可是三皇子，你这个时候就少啰嗦几句吧，坐那儿看戏太久了，正好给我活动一下筋骨。说着就看到有不敌的蒙面人发现不对要跑，想跑，紧接着就把碍事的三皇子一掌扒拉开，去抓欲要逃跑的人。花竹枝一直都在暗处看着三皇子被一下推得摔了个狗吃屎，差点没笑出声来。他对燕潇潇的武功是了解的，知晓这些蒙面人明显不敌他，便没有出手，只静静瞧着。可燕潇潇一人就将刺客全数剿灭后，四面八方便又来了一波与刚才穿着截然不同的一群人。哼，还有是吧？那就一起再来吧。可当第一人冲他一刀凌空劈来的那一刹那，他便感觉到了对方的气势跟刚才那波人完全不同。而此时的三皇子一行也察觉到了这一批人不对劲儿，因为对方打他的时候丝毫没有留情，一拳头就让他胆汁都呕了出来，倒地不起了。不对劲儿，这一批绝对不是他的人，是真的刺客。花竹枝此时也看到了燕潇潇开始脚步不稳，神色也不对了。他神情一冷，找了个帕子蒙住了半边脸，腾身而起，迅速到了他身边。你是？掩住口鼻。燕潇潇当即照做的瞬间，花竹枝长袖一挥，一阵毒粉便弥散在了周遭。紧接着他又丢下一枚雾弹，揽过燕潇潇的腰，就带着他飞身离开了此地。那群杀手发现有善毒的人将燕潇潇带走，也不敢贸然追捕。其中一人喝了一声，紧接着还未被毒倒地的人便纷纷逃离，只留下三皇子一行，死的死，伤的伤。看着烟雾消散后的这片狼藉，满是诧异。怎么会这样？这些是什么人？为什么会下死手？三皇子捂着被打得吃痛的胸口，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三皇子，这些果然不是我们安排的那些刺客。不好了，殿下，燕郡主不见了！快找，绝不能让燕郡主有事。原来之前的刺客都是假的呀。不远处的高树上，燕潇潇看着下面一行人急成了无头苍蝇的样子，不悦了。你居然才发现，你是不是蠢？你早就知道了。燕潇潇看着身旁的人，又惊又喜。你跟着我刚才在戏楼看到的人是不是就是你？花郎，我就知道你果然是关心我的。花竹枝幸好是蒙着半张脸，没被他看清此时的窘迫神色。你是怎么认出来我的？说完才扯下了面罩。像你这么好看的眼睛，世间有几个人有啊？我一看到你的眼睛就认出是你了。说话就说话，别动手动脚的。而且我也不是关心你，我只是出门来看戏的，结果发现被秦君临这家伙包场了，老子不服气白跑一趟，所以特地来看看他的戏。我只是想知道这天楚国的老三到底有什么能耐而已。还有，我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叫我花郎，什么酸了吧唧的称呼，恶心死了。燕潇潇不言语，只是神色古怪地看着他。看什么看？也不知道是不是真被他这一吼给吓到了，身形一仰，险些从树干上掉下去。花竹枝见状，连忙抓紧了他。差点摔下去了，你还笑？笑个屁呀！我笑自然是因为我高兴啊。花竹枝不理解这个女人的脑回路，这有什么可高兴的呀？你就承认吧，你心里就是有我才不蠢呢。你看我稍微一试你就慌了，抱我抱得这么紧。我只是怕你摔死了连累老子，谁他妈心里有你了？我心里有屎也不会有你。说完，他就一副很嫌弃的模样，立刻跳到了地面。哎，花郎，你等等我嘛！花竹枝是真的不喜欢这个称呼，忍不住皱着眉。可是此时他却不敢回头去制止他，要他不要再这样喊了，因为他不想让燕潇潇看到他现在有些不安的样子，只能佯装俯身检查那些倒地的尸体。花竹枝检查了一下那些尸体后，才站起身来。相识一场，别怪我没提醒你。燕潇潇，你就算是来和亲的，也睁开眼看看清楚，这个秦君临可不是什么好人，别选错人了，否则最后吃亏的该是你自己。燕潇潇迷茫地眨了眨眼，心想谁说他是来和亲的了？那你说三皇子不行的话，你觉得哪个皇子比较好？花竹枝表情僵了一下，只以为他这样问是真的来和亲的，故而莫名火大了起来。天主的事，老子哪里会知道？真的是罢了罢了。今日你遇到刺客这事有点蹊跷，我先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跟我走。此时的晋王府中，江宁儿也刚从玉嫔处回来，刚回府便有人来报江婷来寻他。你说什么？江家的私库？花厅中二人相对而坐，
江婷将一把钥匙拿出来，放在桌上。若不是江一雪说出来，这么多年连我都不知道沛国公府还有个司库存在。而叶氏为人虽毒辣，可他对这个女儿却十分用心。我把江一雪的书信给他后，叶氏竟真的想法子把钥匙从江映初那偷了过来。真正的钥匙我虽已经还回去了，但我还是拓印了一只。我想着或许对你二妹妹有用。那司库里有什么？江一雪以为司库中有钱财，可我看了后发现有的不过是爷爷当年获得赏赐的一些物件，那些典当了确实可以换些钱财，想来是父亲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用的。若是银子的话我就拿了，可老国公不管怎么说当年对我爹娘也不错，只是儿子不争气罢了。既然是他当年的东西，留给他的子孙才是正理。我并非江家血脉，所以这些就江婷姐你来决策吧，我不需要。行，那便先放着吧。不过我来此并不是要说此事的，而是司库里还有让我很意外的东西。哦，是什么？起初我也以为只有爷爷留下的老物件，可我无意中发现司库中还有一个十分庞大的密室，那个密室里摆放了很多矿石。矿石？怎样的矿石？我带出去一块，让人瞧了一下，说是用来研制武器的矿石，数量还十分庞大。江映初胆子不小啊，用来做武器的矿石，按照天楚律法都该归国库掌管。他想做什么？莫不是想私设武器，想造反？我起初也是跟你想的一样，可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发现那些矿石来历并不简单。沛国公府就算是爵位，造反也没有什么用处。后来我又去翻阅了一下多年以来二皇子府中的账目，发现每个月都有一小笔的支出物件是送往江家的。那个支出不多，但非常稳定，每个月都有。乍一看像是二皇子爱慕江一雪，为了讨好他送去的礼物。可江一雪嫁入二皇子府后，这笔支出仍旧在进行，所以我猜应该真正送的是这些矿石才对。难怪江一雪之前坏了二皇子的事，二皇子却仍旧愿意纳他入门，原来是因为有大计谋，非要依托江家的这层保护呀。看来二皇子很早就知道自己虽是嫡子，可也不见得就能稳妥拿到太子之位，所以留有后招。我们需要将此事揭露吗？不急，既然我们现在知道了此事，轻举妄动很可能打草惊蛇。不过要有劳江婷姐，还是盯着些这个司库，日后我们有大用处。行，听你二妹妹的。对了，江婷姐今日怎么会直接来我府上，而不是约我去别处见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我之所以能够光明正大的来，是因为父亲想要向你说情，可他怕晋王爷会将他轰出去，所以只能派我来。他说情？说什么情？他想让我转达皇后生辰宴后，他已经以叶氏无德将他身份罢黜，希望你不要介怀牵连于他，还说下个月他会设家宴，希望你赏光。江婷姐以为他这话有几分真情？咱们这位父亲心中是自己的利益大过于情义，我觉得他不过是看二皇子示威了，自己无依靠了，开始着急了。他废除叶氏后，立马将田姨娘扶正，且想安排三妹江子音接近五皇子，只可惜五皇子并不搭理，最后才想着要来与你二妹妹你这示好。你毕竟是王妃，晋王爷近日又颇受重视，我觉得他不过是浮游，想找个攀附的大树罢了。江宁儿虽然跟江映初的接触并不多，可从他的为人处事就不难看出，此人是个极其自私自利的人。我也只是奉命来找你二妹妹你传话，顺便把司库的情况告知于你，但关于他的说情，你其实可以无需搭理。好，那就先不管他。叶氏那边现在如何？起初被废时哭过闹过，说什么都不相信自己会落得这个下场。搬走他物件时还差点跟丫鬟打起来，但虽说被废，可到底腹中的孩子还是被惦念着的，故而父亲只是把他打发去了偏僻的院子住着，准备等他生下孩子再把他赶出去。嚯，这么惨呀！今日果都是往日的因。我知道叶氏的那位师兄已经到京城了，且二人偷偷有了书信往来，我把叶氏身边的人都换成了我的人，并偷偷给他们开了一个传递的通道，让他们互通有无。想也知道叶氏此时万念俱灰，定特别需要别人的慰藉。他已经不再对江映初抱指望了，只会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个师兄的身上，到时候他们只需要等着看好戏就好了。
小黎，快出来！江宁儿闻言，连忙跟江婷一起走了出去，便看到花竹枝把半昏半醒的燕潇潇抱在怀中，神色紧张。师兄，你怎么把燕郡主也带来了？晚些再跟你说，她受伤了，你快先处理她的伤势。受伤？江宁儿愣了一下，很快就让花竹枝把人送回房中的床上。起初因为燕潇潇身着红衣，她不说她也没有发现异样，是越走越发现她的脚步慢，她才看出她脸色的异样。得知刚才的战乱中她还是不可避免地挨了一刀，便赶紧抱起她朝王府而来。她的伤在侧腰，需要脱衣，她不好在屋中待着了，便去了院中等候。在这期间，秦君夜也得到消息，回到了府中。怎么样？她伤势如何？伤势无毒，但是伤口不浅，有一点点发炎，所以人才觉得脱力，还是需要养一阵子了。什么？伤口还不浅，很深吗？我褪下他衣服，才发现流了不少血，但有我在，你放心，我已经给他喂下药，现在没事了。伤口我也可以保证他不会留疤。幸好有你，男人婆就是男人婆，她就不像个女的，疼了喊一声怕什么？一开始受伤也不与我讲，逞什么能啊？你们到底发生何事了？燕郡主好好的怎么会受伤的？这还不是多亏了你们天楚的三皇子。花竹枝言语埋怨地把整个过程讲述了一番。他是在外交驿馆的路上遇到刺杀的，所以我担心驿馆不安全，才带他过来，先避避风头。居然有人要刺杀燕郡主，这是为何？江宁儿想到一个可能，遂而转头看向也站在院中的江婷。我知道宁儿妹妹你的意思，但我猜不会是二皇子。你如何肯定不是你们二皇子的话，那会是谁？明显那些人是冲着燕潇潇来的，他受伤时必会追究负责接待的三皇子过失，此人分明是不想三皇子好过的人，我就觉得他很可疑。这个我一时也想不明白，不过如今他府里内忧外患，焦头烂额，而且他的意向更偏向于纳燕郡主为侧妃，不可能会在这个时候让人行刺，这对他没有好处。师兄你别急，我觉得江婷说的有道理。谁说我急了？花竹枝虽这样说，可在场的所有人都能看得出他的着急。你们天主真复杂。就甩着袖子进了燕潇潇休息的屋子。他坐在床边，看着床上闭目休息的人，本就紧皱的眉心不自觉地皱得更紧了。并非是他无端冲江婷发脾气，而是如果查不出背后的缘由将其解决，也就意味着燕潇潇之后还会有危险。这让花竹枝的心中有些五味杂陈。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这么担心他，但同时又觉得如果不是他今日一直跟着他，现在说不定伤得更重，这让他有些后怕。总之他意识到了，他很不喜欢看到他这种没精神躺在床上的样子，这个样子让他心中十分的不安。相比之下，他更乐意看到他叽叽喳喳缠在他身边时的那副有活力的样子。花竹枝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反常，可也还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好像他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在意这个缠了他半年的女人，可这是为什么呢？花竹枝琢磨着自己的心境时，燕潇潇醒了过来。醒了。花郎，我这是在哪儿？你现在很安全，你在晋王府，一会儿他们会送你回去的。看到燕潇潇有些茫然的表情，我问你，你可知自己跟谁结仇了？我没有啊。没有怎么会好好的？有一群杀手来砍你，是不是你做了什么？你好好想想。我不知道。你除了会跟着我跑，你还知道些什么？你怎么这么蠢，连自己陷入危险你都不清楚？以后你真要嫁到天楚来，就你这心计，在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既然没那个本事自保，就赶紧回你的西凉去。燕潇潇只是刚醒而已，根本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惹他生气了，而且到底谁说她要嫁到天楚来的？你就真这么盼着我赶紧嫁给别人？我管你嫁谁，关我什么事？既然不关你的事，那你就是嫌我给你添麻烦了是不是？如果是的话，下次你看到了不救我就是了。花竹枝听到这话更气了，他说他麻烦了吗？他分明是在关心他呀，这女人怎么理解的呀？江宁儿本以为二人能够好好相处，结果听到争吵声后，跟秦君夜连忙进了屋子。晋王殿下，我休息好了，劳烦送我回驿馆吧。说着就要起身下床。花竹枝拧着眉，他这才刚醒，不多休息一下吗？但他碍着面子，没有把话说出口。那郡主请吧。
看到二人身影渐远，江宁儿一巴掌拍在了花竹枝的背上。疼！小林，你打我做什么？师兄，你怎么回事啊？潇潇又没做错什么，你就算再不喜欢她，也不能这样对人女孩子呀。我怎么对她了？燕郡主虽看着坚强，但终究是女子。你喊别人男人婆，就当真把她当男人对待了。你语气太凶了，她明显就是伤心了。好，我的错，我去跟她道歉就是了。等到花竹枝追到王府门口时，正好看到燕潇潇乘着马车已经离开了。走得这么快，不会真生气了吧？你作为晋王，不用亲自送她回去的吗？花世子忘了，我要负责的是你，而西凉郡主本就不该我负责。再说了，我送她一个女子回住处，容易遭来非议，对她对我都不好。我让清玄和千明一路护送，暗中还有我的人，不会有事的。看到花竹枝望着车队的背影，好像还是有些不放心的样子。花世子，你出来做什么？是特来送行的？我没什么。哦，你着急？你在担心燕郡主？谁说的？我出来吹风的。说完，花竹枝就梗着脖子转身要回去。既然是出来吹风的，这么快就又回去了？秦君夜继续无情地戳穿他。风太大，我怕我拉稀，你管得着吗你？哼，这个借口还真好。一旁的黄雀也凑了过来，与他一同看着花竹枝的背影评论。花世子其实也是个嘴硬心软的人，明明就是担心，这死活不肯承认呢。难得，自从鬼谷门回来后，你当真是成长不少，现在倒是很懂吗？一开始也是不懂，但是现在有经验了。是因为同魏瑶相处得来的经验？那倒不是，王爷你也知我的性子，我并不是口是心非的人，我向来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我的经验是因为王爷之前跟王妃还没同住时也是这样的，只不过王爷你跟花世子死鸭子嘴硬的程度不同而已。秦君夜本还想笑话花竹枝的嘴角，顿时僵了下来。你很闲是不是？有空在这里说闲话，看来本王安排给你的事是不是少了？不闲，属下闭嘴，属下这就去忙，王爷千万不要再多给我派活了。说完就仓皇而逃。秦君夜站在府门前，瞧着黄雀一溜烟跑远的背影，啧了一声，心中腹诽，他当初真的有很明显的死鸭子嘴硬吗？得知燕潇潇玉符失踪，天启帝在御书房冲三皇子大发雷霆。怎么回事？怎么会有杀手？用毒的又是谁？不是让你照料的吗？你就照料成这个样子，大道不走，你为何非要走小道？你想做什么？燕郡主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不知道对两国邦交影响有多大。三皇子低着头瑟瑟发抖。皇上，三皇子也受伤了呀，他也不知道为何会突然有刺客出现，还望皇上明察，定是有人不想三皇子好过，才会特意如此安排的。是啊，父皇，您怎么骂都行，当务之急是找到燕郡主的下落，到时候父皇再抛了臣儿也不迟啊。下落？若是人没找到，你以为朕有这个功夫还在这里骂你吗？父皇的意思是燕郡主找到了，他可有事？晋王府早有人来报，西凉郡主遇险后受伤出逃，幸遇到晋王妃相救，现在晋王已经让人护送他回外交驿馆了。什么？他还受伤了？幸好这次是他遇到了晋王夫妇，多少还算给我天楚皇室挽回一些脸面。至于你明日就给我去驿馆，向郡主、向西凉使臣道歉。西凉若不原谅你，你也不必来见朕了，听到没有？听到燕潇潇已经找到了，三皇子心中才终于放下心来。父皇放心，儿臣定会去求郡主原谅他。又过了2日，江宁儿这日专程去了外交驿馆，想去看看燕潇潇的伤势。驿馆中的西凉人都知晓是晋王府救治的郡主，所以当江宁儿自报家门时，很快就被热情地迎了进去。但他没想到，在他来之前，竟有人已经过来看望。晋王妃如何来了？怎么，于姑娘能来，本王妃就不能来？我是替三皇子过来，给燕郡主送些东西的。怎么？晋王妃莫非也替晋王来看望郡主的？于姑娘说错了，我不为谁来，我是郡主请来的客人，是吧，郡主？没错，晋王妃快过来坐。来人，上茶。于锦柔看到燕潇潇瞧见江宁儿后，便眉开眼笑了起来。相比刚才自己说了那么多好听的话，她都一副冷冷淡淡的模样，她顿觉不舒服。既然如此，我便不打扰晋王妃跟郡主了，告辞。
板着脸便离开了。他可终于走了。刚才于锦柔都跟你说什么了？弄得郡主你一脸愁容。还能说什么？惺惺作态罢了。幸好你来了，不然我都没借口赶他离开。怎么，郡主不乐意见他？自然不乐意。我不过是念着现在两国邦交，不好因我一人受影响罢了。我虽不知真正伤我的第二波杀手是谁派来的，可我知道第一波就是这个三皇子自导自演。那个三皇子不老实，这个于姑娘也不真诚，我不喜欢跟他们两个接触，都假的要死。郡主你好聪明，这才短短几日你就已经看穿他们二人了。你是不知道，京中很多人都被他们这种表象骗得团团转呢。当真？那你们天楚人的眼神可真不好。不是天楚人眼神不好，而是这二人惯会做戏，如你所说的那般假的要死。我跟郡主一样，我也不喜欢他们。不说扫兴的事了，上次我走得匆忙，都没来得及谢谢你。我以茶代酒，多谢靖王妃给我治伤。郡主不必谢我，当初我还拿了你的嫁妆呢，是我有愧才是。哎，药就是要给有需要的人才有意义。你既然费尽心思的要，自然是有要紧用处。其实我也没有太在意此事。而且你师兄当初来告知我时，也给了我不少别的补药，这事儿早就抵消了，你不必介怀。那好，往日恩怨一笔勾销，但愿我们能成朋友。好说。我今日来是来瞧瞧郡主的伤势的，恢复的如何了？我帮你瞧瞧。江宁儿替他把了一会儿脉。郡主你放心，我师兄我了解他，我觉得他并非是对你无情。当真？郡主信我的话，可以按我说的去做，试试就知道了。说完冲他挤了挤眼睛。晋王府的院中，因为花竹枝再怎么不管事儿，也是南诏国的世子，隔一阵子南诏的使臣便会来王府里跟他交代一下使团中的各项事宜。远远的瞧见江宁儿回来了，小黎就朝他小跑过去。啊，师兄有事？那个怎么样了？哪个怎么样？哎呀，还能哪看？你不是去看叶潇潇了吗？哦，原来你是问郡主呀。江宁儿先是别有深意的一笑，然后将脸一板。他不怎么样啊。不怎么样？伤口不好吗？是啊，心情不好呗，伤口自然恢复就慢。你上次那般凶人家，人家难过着呢。你少唬我问你正经的呢。经你治疗的，哪里还会有不好的？既然师兄知道还问，既然担心，干嘛不自己去看？西凉的门卫又不会拦你。谁说我担心他了？我就是随口问问。哼，真是火化了嘴都还在的程度啊！既然只是随口问问，我也告诉你了。那没事，我就回房了。今天跑了一天，我累了，就不陪你了。哎，小黎你……看到江宁儿真的打着哈欠走远了，花竹枝也不好再叫他。可想了一下，心中又有些打鼓，莫非真的是伤势不好？他左右想了一下，转而冲自己南诏的下属招手，让他们过来。世子可有别的交代？是没有的话，臣等也回驿馆去了。等一下，本世子有话要讲。世子有何吩咐？你们回去盯着点西凉那边，听到没有？西凉？好端端盯着西凉做什么？世子是觉得西凉使团有问题？我看你才有问题，老子是让你们照看着点。哎呀，你们真蠢！主子的意思是怕燕郡主再次遇伏，让我们的人保护她。西凉有任何问题，赶紧跟主子汇报。主子，我说的没错吧？就你话多，本来就是嘛。本世子的意思是，天主局势不好，咱们都要警醒着些，明白吗？是，臣等明白。而另一边，躲在庙中许久的秦天玉终于不得不出山了。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京中来了消息，说他养在府里的那只大黄狗东风，因为年迈，恐怕不日就要归西了。他最是珍视他院中的那些家禽，听闻此讯便待不住了，连夜就离开了墨城，来到京城不远的郊县处。天色已黑，又遇大风雨，便直接在郊外的驿馆住下了。王爷，您赶路淋雨了，我让这驿馆小二烧些水来给您泡个澡。去吧。不一会儿，房门便被再次敲响。客官，给您送水的。结果迎面出现的人吓得他脚一软。江宁儿，你怎么来了？当然是想念师傅，特来找师傅你的呀。金天玉眉心一紧，这丫头向来只要叫他师傅，那定没有好事。你找我做什么？你老实交代，这些日子你是不是在躲我呀？我没有，我不是，你别乱说。我有话问你，
老小子，你是不是其实当年……驿馆的1楼就传来一阵惊天巨响，似乎是有什么人闯了进来。二人闻声走了出去，一来到回廊，就看到一群提着长刀、凶神恶煞的人冲了进来。这些是什么人？看样子像是江湖中人。看刀，应该是屠刀门。屠刀门？这不是南岭那边的一个门派吗？怎么会来京城这边的？唉，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来找我寻仇的吧？找你？你个臭丫头，什么时候惹到这种穷凶极恶的门派的？师傅，你这么博学多才，可知道屠刀门跟江湖中的鬼谷门之间有仇？听说过，据说当时鬼谷门几乎惨遭屠刀门灭门，是后来鬼谷门的年轻掌门接任后重振帮派，又带着鬼谷门去南岭找屠刀门，把当年的仇给讨了回来。你跟这事莫非有关？何止是有关呀，你说的没错，我呢就是那个鬼谷门的年轻掌门。你说你是什么玩意儿？江宁儿，你果然在这里。今日我就要为了屠刀门的兄弟报仇。你们这群手下败将，当初怎么被姑奶奶我踩在脚底下的都忘了，还敢来造次？哼，之前你是带着鬼谷门的人，而如今只有你一人，你以为我们会怕你？还跟他废什么话呀？杀了他！你真是鬼谷门的掌门，现在怎么办？他们冲我来的，老小子，你快躲起来！我躲？丫头，你才快！秦天玉快跑2字还未说完，整个人就被江宁儿推回了房间，只看到他腾身飞下1楼的背影。紧接着1楼刀剑相向的声音便响了起来。不消片刻，心里争斗了一番，最后还是放心不下冲了出去，便看到1楼厅中屠刀门的人已经死了不少，可对方领头的一把长刀也直接插进了江宁儿的心脏处，并猛地绞了一下，叫他顿时鲜血四溢。今日我们也算是为门人报仇了。说罢，剩余的几个人便离开了驿馆。丫头！秦天玉看到这一幕，脚下发着软，下楼时还摔了一跤。他冲过去，把倒地的江宁儿扶进怀里。丫头，你怎么样？他叫唤了好几声，江宁儿才迷蒙地睁开眼。老小子，我怕是不行了。秦天玉大声叫着自己侍从的名字，才将身处后院喂马的侍从叫了来。天哪，王爷，这是怎么回事啊？靖王妃怎么会在这里？你快去找大夫，快！是。师傅在，我在。我性子不好，爱惹祸，今日终于是栽在了别人的手上。我做你徒弟都没当过一天徒弟该做的事，老是惹你生气，还给你找麻烦。你乱讲什么？我这个师傅也不称职，我都没能教过你什么。你别这样说，你虽没教我什么，可我知道很多时候都是你在暗中护着我，是不是？你为什么要一个人跑出来？秦君夜呢？他为什么没跟你在一起？我以为你待在他身边可以安全无虞的。你既然身负江湖中人的追杀，为什么贸然一人出来？我偷偷出来找你，就是想问你，你是不是其实认识我娘？你娘？秦天玉愣了一下。师父，我可能撑不过今夜了，但你能不能告诉我娘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你别再说夜氏了，我知道她不是我娘，也知道江阴楚不是我爹，我跟他们2个都没有关系。我爹娘是江清豪和木南哥，对不对？秦天玉看着他许久也没开口。事到如今，你也不肯告诉我吗？看着他的血越流越多，秦天玉整个人心乱如麻，终于是红着眼承认了。好，我说你娘是个很美的人，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女人。她重情重义，对朋友和家人也会不顾一切的付出，是个很好的人，哪怕这个世上最美好的词汇去形容她都不为过。真的？那我娘看到我会不会很失望？为何失望？我老是闯祸，没大没小的，我是不是都没有遗传到她的优点？没有，你遗传到了，你有你爹的聪明，还有你娘的激情，也遗传到了你娘的性子，你跟她很像，不管是容貌还是性子都很像。像到我第一眼见到你时，即使那时不知道你是谁，还是会想到了她。听你这样讲，你是不是很喜欢她？你是因为喜欢她，所以才待我好的吗？
我是仰慕他，可我更敬重你的父亲。我一直喊你爹大哥，把他当成亲哥哥看待。你对我而言，是我最亲和最敬爱之人唯一的女儿。秦天玉不知道是想起了故人，还是因为慌张江宁儿的处境。30岁的大男人，此时的眼泪已经不可抑制地落了下来。太夫呢？为什么还没有人来救救你？丫头，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明明答应过你娘，会让你安全长大，却没想到最后让你陷入这种境地。早知道我就不躲你，你也不必只身一人来此找我，你就不会遇险了。是我负你娘13年前的托付，我对不起南哥姐，更对不起江大哥。当年是我害得江大哥遇父，我本一直想要赎罪，可最后他们的女儿竟也因我而死，都是我的错，是我。此时的秦天玉已经泣不成声，沉浸在难过里，全然不知刚才还奄奄一息的江宁儿听到这些后，双眼猛地瞪圆了起来。是秦天玉害得当年的江清衡遇伏，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江宁儿本有许多话要问，可睁开眼发现秦天玉哭得太用劲儿，好长一串鼻涕差点就要掉他嘴里了。见状他咽不下去了，好恶心啊！连忙窜起了身来躲开。此番动静让秦天玉狠狠地愣住了，他双手还保持着刚才抱住江宁儿的样子，只转过脖子望着他。你这是回光返照吗？你才回光返照呢！紧接着，周围本是倒在血泊里佯装重伤死掉的屠刀门人，也一个个的都站了起来。看到这一幕，秦天玉吓得一下瘫软在了地上，半天还没回过神来。老六，你们是？王叔得罪了，竟都是晋王府的暗影。你们骗我！意识到自己竟是被他们给演了，秦天玉气儿不打一处来。秦老六，你知不知道我是你长辈？你竟如此戏弄我！老小子，是你骗我才是，你还说不认识我娘。我那是……而且你跟我谈长辈是吧？来人，拿绳子来，给我把长辈绑了。臭丫头，你敢！我有什么可不敢的？给我绑！秦天玉死命的扑腾，可也架不住几个大汉的钳制啊，最终被绑在了一张椅子上，不得动弹。江宁儿，你这个孽徒，你做什么？你欺师灭祖！你亏我刚才还为你流了那么多眼泪，你丧良心！我丧良心，那你呢？你强抢民女，你金屋藏娇，你觊觎兄弟女人，你背信弃义，你不要脸！我哪有？你刚说13年前，也就是说，你当年不仅知道木南哥没有死，且我出生后，你还一直与他有来往。之前我以为是江映初弄出的我娘假死，可从你刚才所说的话来看，你应该也有份吧？最让我没想到的是，不光是我娘，我爹的死，居然也有你的原因。你是不是跟江映初一起参与了当年设计我爹战死沙场的事情？觉得我爹死了就能得到我娘了？你还说你没有，你就是无耻！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罢了，我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就是了。当真？你先把我松开，我慢慢跟你讲。不，你先讲，本姑娘满意了才给你松绑。你要真是杀害我爹的凶手，我不仅不松你，我转头就去把你的大黄狗给炖了，做狗肉火锅吃给你看。你！此时秦天玉算是明白了，一开始京城中传来的东风命不久矣的消息，想必也是这个丫头的计谋，就是为了骗她出山的。你这个当夫君的，竟也由着他胡闹！你看我松绑后怎么教训你个臭小子！秦君夜闻言眉心紧了紧，但他知道这是王叔拿江宁儿没办法，只能拿他出气。他此时也不多做计较，拿过一张椅子给江宁儿坐下，便让其他人先都离开，随后自己也坐在他身旁。王叔有气，侄儿到时候任你发，不过在这之前，你怕是得先把事情的始末交代清楚，否则……他看了眼身旁的江宁儿，转而又说道：否则侄儿惧内，可帮不了你。你给我老实交代，你说的害死我爹到底是何意？你对当年的事情到底知道了多少？你别想套我的话，还请玉亲王最好从头开始讲起。事已至此，秦天玉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好，我就从头跟你讲。秦天玉的故事确实很长，长到从他12岁开始。我曾与你说过，我儿时是个顶调皮捣蛋的人。我哥哥是皇帝，母亲是太后，天楚的亲王又只有我一人，所以我自小也算是个人见人怕的小霸王。旁人大多畏惧我的身份，就算不满也处处让着我，
直到我遇到了你爹。我爹？让我猜猜，是不是我爹不畏强权，看不惯你就揍你了，然后一下把你打服了，然后你就从此对他五体投地，甘愿当他小弟了？你知道，你查过我了。这还需要查吗？之前我就想过，你既然小时候那么皮，没道理突然醒悟，还开设学堂教书育人，干出这么有建设性的事情，这前后反差太大了。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年少时太混球，被人教训过，才会幡然醒悟的。只是我之前确实没想到，教训你的人居然是我爹。你说的没错，不过你爹不像你这么粗鲁，他是国士，怎么可能随便就对人动手？我自幼记忆力超群，学东西比旁人要快，加之太傅们的纵容，一直都自视甚高。我不服气，便去找他挑战，结果你爹丝毫不让着我。起初我还气，觉得你爹不识时务，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亲王，居然都不知道要讨好我。可后来我跟你爹交好后才明白，也是你爹看着我是亲王，又还年幼的份上，才愿意陪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折腾。换成旁人，他怕是早一巴掌把人拍出去了。所以你从此就折服于我爹了？哪有，一开始我仍旧是不服气的，我就这样缠着他比试了许久。可有一次他急着要出门，又与我胡搅蛮缠，无奈之下便随手设了一个阵法，把我困住了。我是被那个阵法困了有3天3夜都出不去，才意识到自己跟他的差距真的很大。原来之前他赢我时，其实已经是留了一手，没有尽全力了，如此我才彻底服了。从那之后我便成日跟在他身后。也是在这个时候，你爹遇到了你娘。我爹娘他们是怎么认识的？那时你爹奉命查一起案子，是一个别国的暗探潜伏在天楚，他追踪那人进入了山林，误入了山匪的地界，在山匪窝子里遇到了你娘。我娘是被山匪劫持了，我爹救了她。不是，你娘就是那个山匪头子，他是巡山时看中了你爹的美貌，把他给打晕，然后接到寨子里要当压寨夫君的。江宁儿呆愣在了那儿，怎么会是这样啊？你那一脸幻想破灭的表情是怎么回事？你该不会幻想你娘是温柔的淑女吧？被戳穿的江宁儿再次无言以对。我都说了，你跟你娘性子很像，你看看你自己的德行，就该知道她绝对不会是什么安生的人了。江宁儿的眼角猛地抖了抖，有些说不出话来。可秦君夜却在一旁忍不住轻笑了起来，心中腹诽，果然呐，这种性子才是母女俩。秦老六，你笑什么？没有，我没笑。我说你讲过往就好好讲，没事影射我做什么？我娘就算不是温柔的淑女又怎么了？她一定是有她自己的过人之处，否则怎么让你跟江映初这么多年都念念不忘呢？总之她具体在山寨里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后来你娘便从山寨下来，嫁给了你爹，做了沛国公府的大少奶奶。在此期间，我还有现在的汝南王以及你爹娘4人便交情甚笃，我们甚至还结拜为异姓兄妹。听你这么说起来，你们的感情应该很好，我爹娘定也对你很好才是。没错，因为我最为年幼，他们都把我当亲弟弟对待，我也十分敬重他们。是跟他们一起，我才知天地辽阔，世间疾苦，才意识到我身为亲王的责任和义务。确实如你所说，你娘虽不是什么温柔的淑女，可很多大智慧是什么大家淑女都比不过的，有许多超前的理念是连你爹都自叹不如的。就连建立皇家学院的想法和其中的制度，其实就是你娘当初提出和设立的。秦天玉似乎是陷入了当年的回忆，表情沉了下来。是南哥姐说武虽能安邦，但士才能兴国，得士子者才能得天下，只靠武力是无法建设家国的。只可惜他未能实现这番设想，所以多年后他唯有能力之时，才不顾朝臣反对，创立了皇家学院，广收天下能人，传承他的理念，教育士才。那你为何最后害我爹？难道真是为了得到我娘？当然不是，那时我虽然对你娘心有嫉妒，却更多的是仰慕和崇拜，对你娘毫无半点越矩的行为和非分之想。在你看来，我莫非是跟江映初那个变态一般的人？更别说那时候我岁数还小，我哪有那份心？那你刚才自己说的害死我爹的，你做什么了？我生辰日，皇兄赐给了我一瓶伤药，我知道那是贡品，对外甥有奇效，可我在宫中又没什么可往，哪里会用到这么好的东西？不日，你爹就被下旨领兵出征，我便把那瓶药转送给了他。后来你爹便传回了阵前身亡的消息。军队回朝时，我悲痛欲绝地去找他营中的人，问当时的情况。他说江大哥在之前的战役受了伤，涂抹了我的那瓶伤药，之后就开始高烧不止，全身无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遭到了伏击，从而遇难。他们还把那个包裹药瓶的帕子交给了我，我让人去查过，
发现那个包裹药瓶的帕子上实则是浸染了毒药的。说到这儿，秦天玉低下头哽咽了起来。是我太蠢太天真，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皇兄想要除掉你爹。我也知道皇兄赐我那瓶伤药不会是要毒我，而是清楚我定会转赠给江大哥，从而我被皇兄利用了。江宁儿这下明白了，在秦天玉看来，他清楚江清衡的武艺，若不是信赖他用了他给的伤药而中毒，江清衡当年就算遇伏也定有能力逃脱，所以他自责，觉得是自己害死了江清衡。那我娘呢？她去了哪里？我当时不信江大哥会因此就死掉，执着的去找他的尸首，忽视了你娘。等我回京时，就发现江映初给他发了丧，说他上吊自尽了。可我去关前吊唁时，意外认出那具尸体的手上没有南哥姐常年戴戒指的痕迹，断定那个是假的。我总是知道，为了不让我皇兄对南哥姐也下手，我不能表现出来，装作伤心欲绝的样子，在府中闭门将养了数月。我暗中让人找过他，可一直都没有找到他。10几年后有一日，一乞丐上我王府讨食时，交给我一封信件，我才知道这些年是江映初把你娘藏了起来，藏在了一处偏僻的义庄之中。我循着信件偷偷过去，这才见到了已经快3岁的你。我居然小时候就见过你？准确来说，是我见过你，你却没有见过我，因为我见到你时，你已经断气了。什么？皇叔这是何意？你说断气？莫非那时宁儿已经死了？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弄清楚。南哥姐说，她的孩子是感染了义庄里的尸毒丧命的，只能以她的命向天借命，才能让孩子重新活过来。重新活过来？秦君夜拧着眉，显然这个说法有些匪夷所思。他忍不住看了眼江宁儿，却发现江宁儿的表情有些意外，却不惊讶，似乎早就知道这些一般。南哥姐说，她族内有一种还魂之术，我虽没听说过，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哪个族的。可她既然要求，我自是没有拒绝的理由。我按她所需的东西一一帮她准备妥当。几天后，那孩子竟真的又重新有了呼吸。起初还十分惊喜，想着应该只是当时出现了某种假死，又重新缓过劲来而已。可第二天带了很多孩子的小玩意儿，想去义庄找南哥姐时，却发现堂哥姐失踪了，孩子也失踪了。我心有不安，可又不敢大范围的去找，怕被皇兄知道，以为应该是南哥姐带着孩子离开了。可以防万一，我找到南哥姐后，就安排了一个姓刘的寡妇待在义庄照顾她，之后也要求寡妇一直待在那儿，看南哥姐和孩子是否还会回来。结果南哥姐再也没有回来过，可那个孩子却在大半年后自己回来了。江宁儿低垂着眸子，整个人有种恍然隔世的感觉，因为之后的事情只有他自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3岁正是他从现代穿越而来的时候，而之所以秦天玉发现孩子失踪，应该是他掉落到山崖，被师父和师兄救治了。当时他全身筋骨俱断，将养了大半年才能正常跑跳行走。这个时候他才循着穿越到那具身体时的一点点本能的记忆找回的义庄，遇到的刘婆婆。莫非他来到这个世界并非是巧合，而是因为木南哥当时的某种招魂仪式把他给招来的。没想到一直照料我长大的刘婆婆就是你安排的人。知晓了一切的始末，便上前把他捆绑的绳索给解开了。我之前就奇怪，小时候刘婆婆明明很穷，但是时不时还能给我弄来一些大鱼大肉，还有精致的小玩具。我每次问她从哪来的，她只是笑笑不说话。我知道叶氏厌恶我，所以不可能是配过公府的人送的。我一直心疼她，以为是老人家省吃俭用供我的，莫非也是你？现在你知道了吧？这些年你要不是我，你得多惨，居然又是装死又是帮我。你要是真把我折腾死才罢休吗？刚才看到你吐血，我以为又要看你死一次了，你这次真是吓死我了。那你干嘛不早说？你不躲我，我也不用出这种下策呀。哼，我为何要躲你？那还不都是为了你？虽非我本意，可阴差阳错之下，你已经嫁给了秦家，成为了我皇兄的儿媳。我还不是看着你跟老六两个感情这么好，你们一个是我故人托付的女儿，一个是我亲侄儿，我也怕我说出真相，弄得你们夫妻二人反目啊。而且你什么性子我还不知道，就你那无法无天的德行，知道我皇兄是你杀父仇人的话，谁知道你干得出什么事来？所以你在当初七杀镇里时就知道我是谁了。听闻我替嫁后，你应该就知晓了，对吧？这些年我随着你在义庄，可我不能让皇兄知道你的存在，我怕他对你不利，故而并不敢去看你，
所以对于你成长路上的所有事，都是靠那个姓刘的寡妇每隔段时间与我传信，我才能窥见一二。故而，我也不知你成人后到底长成了什么模样。七杀阵里初遇你时，我只震惊于你与你娘相似，还没有多想。为是出阵后才知道，你居然就是老六的新媳。事到如今，不瞒你们说，当初我本是在外游历，之所以赶回天楚，正是听说了你们那荒唐的婚事。我本想着是不是能及时将你们二人拆散，避免造成祸事，可知晓秦君夜把自己最亲信的暗影都安排贴身保护你和我便知，一切都晚了。那我娘呢？她是死是活？你可找过她？自然找过，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四处游历，实则就是在寻找你娘的下落。但可惜自从13年前后，我再无半点你娘的消息了。这让江宁儿不免的失落了起来。你也别灰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当时的异状没有血，也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既然没有找到你娘亲的尸体，她或许就还有一线生机。秦天玉虽安慰他，可实则心中也知道木南哥怕是凶多吉少了。怕了，你可能告诉我，你当时为何失踪了大半年后又回来了？你去哪儿了？江宁儿觉得如今也没有什么不好跟秦天玉说的了，便把他小时候的遭遇一五一十的都告知给了他，包括他那些隐藏的马甲，甚至还有当初替嫁的始末，乃至和秦君夜的初次相遇。鬼谷门的掌门，玄机阁的阁主，你丫头居然还是鬼媳！难怪当初看他的阵法如此高深，就觉得奇怪得很。那时他就怀疑他约莫跟江湖中的玄门有些关联，可万万没想到，一个10几岁的小丫头，居然有这么多牛逼哄哄的背景。当年我拜给你老子拜得明明白白，没想到多年后，他女儿竟也这么逆天。小爹，你喊我什么玩意儿？小爹呀！第一次见面，你不是就想认我当义女吗？那个时候我觉得你的岁数生不出我这么大的女儿，不乐意让你占我便宜。可听了你说的这些，我好像也算是你照看大的。我这人知恩图报，所以现在我觉得你担得起我义父的位置，所以你从我小弟正式升级了，以后我喊你小爹。打住，你还是喊我师父吧。什么小爹？叫外人听到了，还以为我包养你呢。再说了，你喊我小爹，我还嫌你把我喊老了呢。不让我叫你大姐，我已经谢天谢地了。这边的江宁儿知晓了当年的爹娘的往昔，而另一边的三皇子府正在花前月下，干柴烈火中，长幔之中旖旎生气，两具身体正激烈的交叠着。吃下了江宁儿给的药后，秦君临便觉得自己身体似乎真的好了。之前三皇子不是还说要到大婚之夜吗？怎么的今日突然就……谁叫柔儿实在太过撩人，才会让本皇子情不自禁。柔儿不喜欢。喜欢？喜欢那就再来一次。殿下，你也让人家休息一下吗？怎能如此不体贴人？人家这还是第一次呢。好，柔儿说的是我刚得到柔儿，有些得意忘形了，原谅我好不好？之前我跟殿下说的是，殿下如何想的？是，你说何事？殿下真是的，我来时不就与殿下说过了吗？就是那个晋王妃现在跟燕郡主交好的事情。你是说老六也在打西凉的主意？可就江宁儿的那个性子，哪里会是许别人和他共侍一夫的？这可不好说，殿下，不怕1万就怕万一啊！我觉得晋王夫妇俩不会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帮与世无争，他俩绝不是省油的灯。你说的没错，此前江宁儿叫本皇子吃了不少的亏，本皇子也一直想跟他清算清算。殿下有主意了？说来，本皇子说不定还真有法子叫他们夫妻2个吃大亏。我有一计，可需柔儿助我。殿下但说无妨，你我现在已经是一体，我自是帮你的。于锦柔本就是个记仇且小心眼的人，听完秦君临的计划，他顿时喜笑颜开了起来。殿下好计，你放心，我这就回去准备。说完，于锦柔便起身穿衣，先行告退了。秦君临双手枕在脑后，沉浸在自己终于恢复的喜悦中，整个人心情大好，觉得以后便可以肆无忌惮了。江宁儿，本皇子定要让你知道，得罪本皇子的下场到底有多惨。